一阵鸟语花香后，洛烟费了9牛2虎之力爬上岸。哟，小不点自己爬上来了呀？所长，你冷吗？你叫我什么？哥，我冷。冷死你算了，走个路都能落水，我怎么有你这么个蠢货妹妹？我不是自己掉进水里的，是有人推我。什么人推的你？不知道。前世这个蠢货妹妹落水过了很久才被人发现打捞上来，但是发现的太晚，寒气入体，大夫说长大后可能很难有孕，结果居然是意外吗？半个时辰前，他忽然重生回来，想到今天是蠢妹妹会落水，就想着过来把她救上来。虽然妹妹蠢，但也是她妹妹不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毁了身体啊。但没想到她来的时候，她已经爬上来了，还说有人推她。什么人敢把秦王府的小郡主推进水里？真是胆大包天了！哥，救我一条狗命！骆宽景在听到洛烟落水晕倒的事情后，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以后这种小事不要汇报。是王爷。王妃，不好了，小郡主落水晕倒了。大夫去看了吗？下人怎么照看的？怎么会让她落水？大夫去看过了，小郡主被救治的及时，但年纪小，还是感染了风寒，不过没有性命危险。裴淑仪听到洛烟没有生命危险，长长的松了口气，哦了一声，就没有再多问。哎，王妃，您要不要去看看小郡主啊？她又没有性命危险，我去看她干嘛？我去看了，她就能立马好起来吗？您是小郡主的亲生母亲，您去看了，对小郡主来说是不一样的呀。王爷去了吗？应该没有吧。他还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都不去，我凭什么去？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别来烦我。洛烟发了1天1夜的高烧，第2天烧虽然退了，但依旧蔫不拉几的。他坐在门槛上，双手撑着下巴，眼神放空。怎么生了一场病还变得安静了？别吵，我在思考。思考什么？思考我是不是被资本做局了？哼，也不烫啊，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哥，我生病这几天父王和母妃来过吗？哦，原来他是伤心这个呀，没把人烧傻就行。洛昭放下心来。你又不是第一次知道他们2个没良心的不管我们的死活，你就当他们死了好了。哥，你要死啊？你想死别带上我，我还没活够呢。哼，你怕什么？有皇祖母在，他们不敢对我们怎么样。哥，皇祖母去大观音寺了，要除夕才能回来啊。时间太久了，我居然忘记了。洛昭现在只是个10岁的小孩子，说话怎么这么老成？而且一般这么大的孩子都对父母很尊敬仰慕，可洛昭却对洛宽景和裴淑玉没有丝毫的尊敬。洛昭该不会是重生黑化了吧？天哪，全家反派就已经够让我头疼了，再来一个重生黑化的哥，干脆洗了算了。啪嗒一下，洛烟往地上一躺，双手放在胸口，安详地闭上眼睛。你做什么？等死。话是我说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挨揍也是我一个人挨揍。已死勿扰。我看你是病好了，起来，跟我去云深院。秋野和秋玉守在书房外，远远地看到洛昭驮着一坨东西过来。见过世子，见过长宁郡主。
我要见父王。世子请稍等，属下这就进去通报。王爷，世子和郡主要见您。什么事？属下不知。让他们走。进来。是，王爷。骆景宽本想让他们滚，但想到若是被太后知道了，又要在他耳边唠叨，听多了也烦呢。落雁落水是人推进水中，现在脑子还给烧坏了。如果你不查出凶手，皇祖母那里你也没办法交代吧？秋玉大惊，世子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敢用这种语气跟王爷说话？骆景宽眸色沉沉地盯着骆昭，骆昭也不惧他，父子二人隔空相对，谁也不让着谁，空气中似有火花。洛烟顺着骆昭视线小心翼翼地看过去，我勒个盛世美颜，书中也没说秦王这么帅啊，只说他在战场上受伤，双腿被废，只能坐在轮椅上，因为不良于行，所以他脾气暴躁，霸道专横，杀人不眨眼。他忽然觉得川叔也不是不能接受了，至少他爹长得帅，看着就心生愉悦。亲爹呀，有人要杀你亲亲女儿啊！骆宽景眼皮子猛地跳了跳，听着脚下的一坨嘚儿，浑身散发着森森寒意。秋玉见状不好，连忙把洛烟给扒拉开，生怕王爷一怒之下做出谋杀妻女这种事儿。爹呀，救命呀！你的亲亲女儿狗命即将不保啊！像是拔萝卜似的，秋玉拉着他的两条腿用力的往外扯，洛烟用力抱住骆宽景的脚，而骆宽景用力的抓住轮椅扶手，以免自己被拽摔倒。他刚要呵斥，下一秒嘣的一下，骆宽景的鞋子连同洛烟一起被秋玉给拽开。属下该死，王爷恕罪。喂，老爹，你的脚还怪白的嘞。洛烟啊！洛烟，你干什么？在给你穿鞋子呀，爹爹。不用谢我哈，给亲爹穿鞋子是我作为女儿的本分。今天我是巧克力，乖巧刻苦又努力。郡主，这种事交给属下做就行了。哎呀，不用，我是爹爹的亲闺女，给他穿鞋子怎么啦？我还可以给他洗脚，花他钱，住他大宅院。郡主啊，我这是在救您呢，您再不离开，王爷就要杀人了呀。亲生的，不能动，不能杀。爹，你还记得我吗？我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啊。嗯，我怎么不记得他小时候自己抱过他呢？嘿，我就知道爹爹不会忘记我。我前几天落水发烧，做了个梦。你知道是什么梦吗？是想爹爹的梦哦。拳头硬了怎么办？妹妹脑子真的被烧坏了。脚趾头不知为何缩了缩，像抠出什么来。还不快把他拉走！是王爷。你看到了吧？洛烟本来好好的，这次落水发烧后脑子就出了问题，傻了不止一个程度。秦王府是你的地盘，你竟然还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你是残废又不是死了。骆昭，本王是你父亲。哼，你还知道你是我父亲？可我从小到大你管过我几次啊？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看过我吗？啊，不对，我说错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没有生病。我一年跟你见面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在你眼里，我和洛烟的出生就是错的，你根本就不承认我们。如果不是皇祖母，或许我和洛烟根本就不会出生。你若是对本王对秦府不满，大可以离开，本王不会拦着你。我凭什么走？我是陛下亲封的秦王府世子，秦王府以后是我的，凭什么要我离开？本王还没有死，你倒是惦记起本王的王府，惦记本王的东西，还敢辱骂本王。骆昭，
谁给你的胆子？哼，你比我老，以后肯定比我早死。你死了，秦王府就是我的。在本王没死之前，本王是秦王，是秦王府的主人，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世子。这世上有的是法子，让一个9岁的孩童早夭。洛宽景，你敢弄死我，皇祖母不会放过你的。还有，老子10岁，不是9岁。敢直呼自己父亲的名字，本王看你就是找打。秋玉，去拿戒尺，本王要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逆子。是王爷。洛宽景，你就是欺负我人小，有本事你等我长大呀！等我长大了，我要把你扔进水里喂鱼。本王会长长久久的活着，只要本王活着，你就只能做你的世子，永远越不过本王。洛宽景完全没有手下留情，没过一会儿，洛昭的屁股就出血了。爹呀，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呀！松开！洛言，你别管我，让他打死我算了。打死我以后，再和姓沈的那个臭婊子生个庶子。与其让一个庶子趴在我头上，我还不如被打死呢。满嘴脏话，该打。姓沈的那个臭婊子，谁呀？洛烟想了一瞬，终于想到了，是太后的侄女儿，从小就喜欢洛宽景。最重要的是，她曾经还救过洛宽景的命。要不是裴树玉横插一脚，恐怕现在的秦王妃就是她了。我看落烟落水就是他派人做的，他今年都20了还不嫁人，他打的什么心思，这满京城的人谁不知道啊？今天他要杀洛烟，明天就要杀我，然后再杀了母妃，只要除了我们母子3人，他就能嫁到秦王府。洛宽景，你对妻子不仁，对子女不育，你就是一个小人，你活该双腿残废！你有本事现在就把我们母子3人给杀了，给你的亲表妹腾位置！哥，你快闭嘴吧，我还不想死。好，今天本王就打死你这个不孝子！住手！还好，是王妃，王妃来了。王妃来了。陆宽景，你是个冷血无情的男人，阿昭是你的亲儿子，你竟然想要打死他！本王没有这么忤逆不孝、胆大妄为的儿子，打死了也省心。你疯了吗？母后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哼，别总拿母后压着本王，本王惩戒自己的儿子，不需要过问母后。裴树一见搬出太后都对洛宽景没有用了，顿时有些急了。好歹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他怎么能不担心呢？王爷，阿昭还小，可能说了几句不太好听的话，童言无忌，您大人大量，别跟他计较了。此事与你无关，滚！阿昭也是我儿子，怎么能与我无关？你要是敢想杀我儿子，就先杀了我。裴树玉，本王娶你不过是看在母后的面子上，但母后总有老去的一天。你若是安安分分的，本王给予你秦王妃的尊荣；你若是敢不安分，本王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本王再说一次，滚！我就不。裴淑玉也不是吓大的，直接半趴在洛昭身上护着他。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们母子2人！哼，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吗？一只手放在轮椅扶手上，眼中散发着一丝杀意。王爷，不可！其他人不知道，但他们2个知道，王爷的轮椅表面上普普通通，其实深藏暗器。一旦王爷按下开关，王妃和世子将会一同殒命。我的老天爷，我是什么 SB 吗？为什么要给我这么一个开局？全家反派就算了，还互相想让对方死，我的小命还能保得住吗？洛烟揉了把脸，默默地举了举手。那个，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是谁推我落水的？他的突然开口让洛宽景按住开关的手一顿，
目光转移他身上。是小翠，她是我的贴身婢女，她跟我说池塘里有爹爹你前几日买的小鱼苗，哄着我去看。王爷，属下这就去把小翠抓来。骆宽景没有说话，但他的默认已经是表明了态度。秋玉迅速起身离开云深院去抓人。妍妍，你说你落水是因为有人推你？是的。王爷，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也，但不管怎么说，妍妍是你亲生骨肉，你怎么能纵容王府里的奴才去欺负她？她还那么小。洛嫣是本王的女儿，就不是你的女儿了？本王也没看你对她有多上心啊。但秦王府是你的地盘，你是秦王，府里的奴才都是你的奴才，他们被主欺负你女儿，传出去你也颜面无光吧？此话有理啊。奴婢叩见王爷王妃。小翠是吧？你身为郡主的贴身婢女，竟敢以下犯上，推郡主落水，你该当何罪啊？奴婢没有。就是他，爹，就是他推的我。郡主，奴婢没有推您，是您自己不小心落水的。你个不要脸的小娘皮！骂的实在是太脏了，陆宽景忍不住闭了闭眼。满京城的女子，有哪个像她这样满嘴的脏话，像市井里的泼妇，不堪入耳。洛嫣掏了掏耳朵，便宜亲娘是在乡下长大的，恶意把她换走的嬷嬷死得早，嬷嬷家里的人重男轻女，经常不给她饭吃，村子里的人看她可怜，就时常接济她，她几乎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村子里妇女骂人大多都很厉害，她耳濡目染之下也学会了。哎，娘，别骂了，问问是谁指使他做的。是谁指使你做的？一并交代，我还可以留你一个全尸。没有同伙，是我一个人做的，你们杀了我好了。死很简单，难的是生不如死。小翠，你再不交代是谁指使你谋杀郡主，就把你送到诏狱。你应该听过诏狱的名声，诏狱里没有问不出来的。小翠怎么可能没听过锦衣卫诏狱的名声，吓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如果把她关进诏狱，还不如去死。她咬了咬牙，猛地朝一旁的一棵大树冲了过去。秋玉和秋野没动，骆宽景更是没动。洛嫣动了，但她就是一个小短腿儿，哪里跑得过小翠这个成人？眼看着小翠的脑袋就要撞到树上的时候，咻的一下，一道黑影从树上跳下来，直接一脚把小翠给踹了出去。我操！喂！电视剧真不欺我，竟然真的有安慰这个东西。骆宽景看了眼秋玉，秋玉轻轻点头，上前把小翠给扛起来离开。黑衣人看了一眼一直盯着他看的洛嫣，朝骆宽景拱了拱手，又咻的一下飞上树。爹，我要学。学什么？学刚刚那个黑衣大哥的功夫呀！太帅了！咻的一下从树上飞下来，又咻的一下从树下飞上去。妍妍，你是女子，学什么武功？女子怎么啦？男子能学武功，女子也能学。男子拥有的力量，女子也可以拥有。你不能因为我是女子就小看我。妍妍，你是皇室郡主，你应该学琴棋书画、诗书礼义，做一个端庄大气的郡主。他就是因为礼数不好，处处比不上裴梦婉那个贱人。侯府全家上下不喜欢言行粗鄙的他，看不起他，只喜欢裴梦婉。他可不想让自己女儿也被人看不起。我不管，我就要学武功。学琴棋书画有个屁用啊！遇到危险就只能干瞪眼。秦王府郡主是个高危职业，必须要有保命的功夫啊。爹，我想学，就当是教小猫啦。
喵喵猫。你若是能爬上去，本王就让人教你。真的？你可不准反悔啊！洛宽景淡淡的嗯了一声，洛烟把袖子往上拔了拔，刚走到树边，似是想到了什么，回头看向裴淑玉：“娘，哥好像有点死了。”无人在意的角落，洛昭滑溜溜的晕了过去。如果不是洛烟提醒，都没有人发现。裴淑玉见状，连忙吩咐下人把他抱走去请大夫。他本来也想跟着过去的，但想着洛烟还在，只能停下，目光担忧地看着他。妍妍，你真的要学武功，会很累的。哼，只要能飞，累点算什么？嘿，渣爹这次还真是失算了啊！前世他可是村子里的小霸王，下河捉鱼摸虾，爬树掏鸟的，浑身使不完的牛劲儿。爬个树而已，手拿把掐儿。洛宽景淡漠的眼神罕见闪过一抹惊讶。哇！王爷，小郡主身体很灵活呢。哦，那他交给你了。王爷，属下觉得秋玉的性格比较适合教郡主。你俩一起。树上，洛烟对着蹲在树干上尽职尽守的安慰。黑衣大哥啊，我有个问题憋心里很久了，想问你，你们当暗卫的怎么解决生理大事？直接拉在树上吗？看小说的时候呢，洛烟就好奇这些暗卫怎么主子一叫全都出来了。他们不需要吃饭喝水拉屎的吗？作者也没写呀。回郡主，属下等轮流替班。哦，那如果你们执行任务的时候肚子疼，想要拉粑粑怎么办？暗卫沉默2秒，忽然夹住洛烟的胳肢窝，飞身下树，把他送到洛宽景跟前儿，随后又飞上树，消失不见。爹，我爬上树了，说话不算数，明天变王八哦。秋妍和秋玉每日卯时去找你。卯时？那不就是5点？天都还没有亮吧？要不晚点？不想学可以不用学。学，为了能飞上树，我必须学，学不死他。妍妍啊，学武功很辛苦的，你是女孩子，又是皇家郡主，身份贵重，为什么要去学武功啊？唉，娘啊，我是郡主不假，可在自家王府里都有人要谋害我，如果不是我反应快，就真的死了啊！王爷不是已经把小翠抓走了，去问话了吗？会抓住幕后凶手的，你不用担心。不担心个锤子哦！不出10年，整个秦王府的人全都死了。娘啊，你有没有想过和爹做一对琴瑟和鸣的恩爱夫妻？就算再不济，也是相敬如宾，别跟个仇人似的，一见面就吵架冷眼。妍妍，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明白。我和你父王，总之，我和你父王这辈子都不能当一对琴瑟和鸣的恩爱夫妻。他算计洛宽景怀孕嫁给他，他都恨死他了。他们怎么可能做一对恩爱夫妻呢？哎呀，王妃，这种话您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呢？妍妍，我的意思是，我跟你父王有点误会，但是你放心，你永远都是秦王府唯一的小郡主，没有人能抢走你的地位。怕洛烟又多问，裴淑玉匆匆离开。郡主啊，王妃其实很关心您和世子，她听说世子受罚，就匆匆赶了过来。王妃小时候经历坎坷，在侯府里除了老夫人以外，没有人爱她。老夫人老了，很多事情她也管不了太多，所以王妃不懂得怎么表达爱。当年王妃生您和世子时难产，
王妃说一定要保您和世子，把自己的性命置之于门外。王妃命大，活了下来，但也彻底伤了身体，日后恐难有孕。恕奴婢多嘴一句，在这世上啊，没人能比王妃更爱您和世子了。有事吗？没事就出去。有事。你晕倒的时候，父王答应让秋玉和秋野明天教我武功。哥，你学吗？哼，他会那么好心？哥，其实父王他人挺好的，你都咒他去死了，他也只是打你屁股，没真的要把你怎么样。教我武功明明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但他却让秋玉和秋野2个人来教我，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也是希望你也能跟着我们一起练武的。就是吧，老父亲面子薄，性格别扭，想要对你好还得拐着弯来。那你可真是想错了，他只是觉得你废物，需要2个人来教。哥啊，我们从小到大都锦衣玉食，身边一堆下人伺候，看谁不爽就揍谁，从来没有人敢反抗，这些都是因为咱们老父亲。你干嘛想不开得罪他呢？夫子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吃力不讨好。听见他的话，洛昭把脸撇了过去。父王总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是不服气，可以等父王老了，你长大了，再找机会把王府掌控在你手里。大哥、2哥和3哥只是养子，你才是王府世子。只是你现在嘛，就是一个连毛都没有长齐的小逼嘎，秋玉一屁股都能给你坐死。你没必要跟自己置气，好好练武，等待将来有一日翻身奴家把歌唱，把他狠狠地踩在脚底下出气。不得了了，小郡主竟然也对王爷不满，还串通世子篡位。他在房顶能一屁股坐死人的秋玉听到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待不住了，从房顶一跃而下的离开了洛昭的清风院。洛昭蹙眉，目光探究地落在洛烟身上，这种话可不像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能说得出来的。我都能重生回来，难不成妹妹也……洛烟，你是不是也……是的。太好了，我们不愧是龙凤胎，一同降生，还能一同重生。哥，我已经发誓要改过自新，过去的事就像发了霉的面包，发酵的牛奶，氧化的苹果，太毒太辣，我们要往前看，让它过去吧。不可能！罗烟，你不要告诉我，你死得那么惨你都不在乎。我当然在乎了，可是我们现在才10岁，才10岁啊，就是一个孩子，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仰仗父王，如果得罪了父王，我们怎么报仇？你说的对，今天是我冲动了。哎呀，对嘛，跟谁过不去也别跟自己过不去，我们要利用父王的权势，秦王府的势力，把我们自己养得好一些。对，到时候咱们兄妹联手，一定能把那老东西给踩在脚底下，我要让他跪下叫我爹。但是有一点，如果父王执意不放权，他又没有弱点，我们很难对付他，所以我们得给他制造一个弱点。洛昭想了想，觉得洛烟说的有道理啊。怎么给他制造弱点？他连我们2个亲生儿子亲闺女都不在乎，他就是个冷血无情霸道专横的男人。嘿嘿，英雄难过美人关，父王如果有了喜欢的女人，那对他手拿把捏。我们去哪儿给他找女人呢？笨，哇，找什么女人？难道你想让父王找个侧妃妾室，然后生出一大堆庶子庶女，然后来抢我们的地位，分我们的财产？母妃是父王名正言顺的妻子，长得不说倾国倾城吧，
也国色天香吧。只要父王和母妃恩爱，以后这王府还不就是我们兄妹两个的？哼，你知道母妃是怎么才嫁到秦王府的吗？知道啊。你知道还觉得母妃和父王能够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你做什么白日梦呢？哎，你不懂，没有什么感情是做不出来的，嘿嘿嘿。你，洛言，你是女子，有哪家女子能说出这么放浪的话？我知道我是女子，不用你提醒。哥，我是认真的。你想啊，如果父王和母妃两人能和好，就算不相爱吧，能相敬如宾，也比见面就冷眼掐掐对我们有利吧。你想想洛廷义和裴梦婉，他们两个是京城最恩爱的夫妻，京城里的人总是拿他们跟父王和母妃做比较。还有他们两个的龙凤他哥哥洛宇，聪明伶俐，妹妹洛彤活泼可爱，哪里像我们两个，一个嚣张跋扈，一个人憎狗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出门都会有人拿洛宇和洛彤出来跟我们比？我们已经被他们比过去一世，你难道还想这一世也被他们给比过去？想要生活过得好，就得改变现状。我们要把前世那些看不起我们的所有人都踩在脚底下。你说的对，我听你的。我们要把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通通都踩在脚底下。年轻人就是好忽悠。云深院，秋玉一字不落地把洛烟说的话和洛宽景重复了一遍。哼，本王还真是养了2个好儿女啊。王爷，属下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知道不该说，那就闭嘴。属下觉得王爷从前对世子和郡主太过忽视，所以他们才不待见王爷。哼，你的意思是本王让给他们银子，锦衣玉食养着他们，还是错的了？属下爹娘死得早，没有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是属下一生的遗憾。属下觉得孩子是需要父母的关爱的，王爷何不放下芥蒂和世子与郡主多接触呢？毕竟世子与郡主没有错。秋玉，你越界了。属下越界，请王爷责罚。自己去领20军棍。是。出了书房，秋野没好气儿地捶了一下秋玉的肩膀。你明知道说这些话会受罚，为什么还说呢？我觉得王爷其实也是想关心郡主和世子的，只是碍于颜面才嘴硬，不然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教郡主武功？明明随便派个人去就行了。不管王爷怎么想的，你的话就是不对。去领罚吧，明天我一个人去教郡主。好兄弟，辛苦你了。小郡主从小娇生惯养，肯定受不了苦，你可别忍不住吼郡主。秋叶哥哥，你有休假吗？没有。父王也真是太不应该了，怎么能这么压榨打工人呢？不如你以后跟着我吧，上午休2，朝9晚5，我绝对不压榨你。郡主，属下不会背叛王爷。习武之人，下盘要稳。郡主年纪小，一天扎个2个小时马步即可，上午1个时辰，下午1个时辰。洛烟哦了一声，按照秋野的话，双手抬起，开始扎马步。还没有一盏茶的时间，洛烟就坚持不住了，身体晃晃悠悠，东倒西歪，动作也变得不标准。有那么一瞬间，洛烟想要放弃，但想到书东全家惨死的结局，他咬了咬牙，硬是没有开口叫停。秋野略有些惊讶，他以为娇惯的小郡主坚持不了1盏茶的时间，没想到都快半个时辰了，还在坚持。虽然身体一直在晃，动作也不标准，但他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半时辰到，郡主可以休息1炷香时间，用过早膳后再继续。秋野的话音一落下，洛烟腿一软，啪嗒一声，整个身体连同整张脸趴在地上。
扶我起来，我腿软。王爷，属下很少见到这么小的孩子，第一次扎马步能坚持这么久，没有大喊大叫。郡主似乎真的下定了决心要习武。让魏兰来王府。王爷的腿又开始发疼了，属下这就去把魏兰大夫带过来。刚出王府，秋野脚步猛地顿住。不对呀，魏神医给王爷炼制了很多抑制疼痛的丹药，丹药还有很多，如果腿疼，王爷吃丹药不就好了？找魏兰大夫来做什么？慧儿想到今天他去教洛烟习武，一开始扎马步，腿和胳膊都是很酸疼的。秋雨说的真对，王爷明明是想关心郡主和世子，只是很别扭，过不了心里那关。哎，死手，别抖了！死腿，你也别抖了！哎呀，没出息的东西，以后别想跟着我。秋野带着魏兰来的时候，就看到洛烟扭着身体瞪着自己胳膊和腿，在那里骂呢。哎，不好意思，刚刚被鬼上身了。郡主，这位是魏兰大夫，医术高超，来给您调理药浴。您泡过药浴后，身体会好很多。哦，等等，你说他叫什么名字？小郡主，我叫魏兰。魏神医是你爷爷吗？啊，是。小魏大夫，你成亲了没有呀？没有。老夫掐指一算，你的一生将会毁在一个女人身上，被她手脚砍断，掏心掏肺掏眼窝。小郡主，你是在跟我说笑话吗？不是笑话，但如果你不避开那个女人，你就是个笑话了。没想到小郡主还是个小神棍，你能算出来那个女子是谁吗？给银子10两一卦。啊？王府苛待他了？银子还给不给了？魏兰沉默了一下，掏出10两银子递给洛烟，罢了，就当是哄小孩了。接过银子，洛烟立马笑开了眼。想到电视剧里的人有了银子，一般都会咬一咬确定真假。想了想，他张开嘴，用力地咬下手中的银子，咔的一声，是牙齿碎裂的声音。这银子有毒，我牙有点了。郡主可真虎啊！第二天，洛烟又满血复活，虽然扎了一天的马步，依旧在抖腿，但有了药浴，他不怕身体会累坏。傍晚，洛烟抓住了做完药浴就准备离开的魏兰，一字一句的：“小魏大夫，有没有能快点长牙的药？”没有。洛烟失望，看来要没有门牙好一阵子了。哦，对了，小魏大夫，你记得要远离爱穿红衣服的娇服女子，3个字的名字，她是你的烂桃花。好的，小郡主，我记住了。呀，你要去哪？可以带我一起去吗？啊，我去参加一个赏花宴。我要一起去。你去做什么？不是要跟着秋野练武吗？上午已经练完了，下午回来再继续练，也是一样的。娘，母妃啊，娘亲，你就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好久都没有出门了。王妃，您就让小郡主跟您一块儿去吧，反正只是一场普通的赏花宴。行吧，那你老老实实的待在我身边，不准乱跑。我肯定不会乱跑的。姐姐，你也来年家了，怎么不派人跟我说一声？我们姐妹好久没见了。裴梦婉，谁是你姐姐？别乱叫。姐姐，虽然你我非亲生姐妹，但我们同样姓裴，是裴家女儿啊。哼，姓裴就是裴家血脉了。你不过是一个下人生的贱种，
如果不是你那个胆大包天的祖母把我们2人给调换，你以为你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能嫁给林王？姐姐，当年我也只是个婴儿，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不起，是我占了姐姐的身份，让姐姐流落在外多年，都是我的错。王妃，你已经被定国公老夫人收为义女，就算没有陪嫁，你也能嫁给林王殿下。你和林王殿下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哪像其他人呢？就算再眼红，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嫁给林王殿下，看着你们恩爱一生。景诗，你不能这么说，姐姐她已经嫁给秦王殿下了，想必对王爷已经不喜欢了。你这么说会损害姐姐的名声的，传到秦王殿下耳里就不好了。哼，我可没有指名道姓。满京城里的人谁不知道，裴淑玉回到裴家后，意外遇到了灵王骆廷义，对他一见钟情，在他身后追了1年，但灵王却喜欢裴梦婉。于是裴淑玉气急败坏之下，就给秦王下药，来了一个生米煮成熟饭。虽然她如愿嫁给了秦王，但秦王对她是非常不待见的。她这个王妃，哪怕生下了孩子，也是有名无实。死丫头，你大胆！你竟敢辱骂本郡主！秀儿，给本郡主掌嘴！秀儿一愣，年静诗则捂住额头，看着洛烟，反应过来她是长宁郡主，比身份她可比不过，立马看向裴梦婉求救。王妃，嫣嫣，都是误会，景诗以为是下人扔的石子，一时情急骂了出来，绝对不是骂你。大婶儿，你谁啊？你有什么资格叫本郡主的名字？我是你姨母。抱歉，我娘的娘只生了我娘一个女儿，我娘没有姐妹。你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下巴尖的能戳死人，长得跟个蛇精似的。你该不会是从哪个山里蹦出来的蛇妖吧？听说蛇妖最会装了，还能操控人心呢。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也不能这么教孩子吧。妍妍可是皇家郡主啊，可不能被教坏了。屁股一出就图一乐，真放屁还得看你。洛烟又捡起地上的鹅卵石，狠狠地朝裴梦婉脸上砸了过去。本郡主身边的教养嬷嬷是皇祖母给本郡主的，你这个死蛇精竟敢说皇祖母身边的嬷嬷不行，你完了！本郡主要跟皇祖母告状。不敢质疑太后，只是妍妍，你就算不认我这个姨母，也该称呼我一声皇嫂吧。太后身边的嬷嬷一定不会教你对长辈不敬吧？哦，你还知道你有个身份是我皇嫂啊？那你该喊我娘什么？你该喊我娘皇婶，而不是姐姐。你既然已经嫁到了皇家，那就应该遵循皇家这边的规矩。你天天叫我娘姐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不满洛廷，二皇兄不满皇家呢。我不是，我没有。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不是故意叫我娘姐姐？你明知道我娘不喜欢你，还总是凑到我娘面前找存在感。你想干什么？我看你就是故意激怒我娘，让所有人看到我娘出丑，你就达到了你的目的。我去你奶奶的腿！你就是让所有人知道我娘是裴家真正的大小姐又怎么样？还不是不如你这个假货。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娘只能是你的陪衬。嘿，你咋嫩贱呢？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你真无敌，比无敌还无敌。你辱骂长辈，不敬长辈，到底是谁教你的？就你这家伙，死蛇精，嘴上涂了个胭脂，就好像那个什么
煎饼果子刷大酱，你配值得我娘费尽心思吗？哭什么哭？我一个小孩子都没有哭，你哭什么？这里全都是女人，你装哭给谁看？一大把年纪了还装哭，脸上的皱纹都能夹死苍蝇了。哎呀，你不会要装晕了吧？不会吧，这点承受能力你是怎么嫁进皇家的？我娘被你们羞辱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装哭装晕过。醒醒吧，别装了，你这辈子都不配和我娘相提并论。砰的一声，裴梦婉就这么水灵灵的给气晕了过去。这次她不是装晕，是真晕，动不动就晕倒，假货就是假货，就算嫁给皇子又怎么样，也改变不了骨子里那股小家子气耶。第一次呀，这是第一次他对上裴梦婉是大获全胜。裴淑玉十分激动，想狠狠抱着他的宝贝闺女儿亲上几口。阿婉，年怀看到裴梦婉晕倒在地，大惊失色，上前一把推开他的丫鬟，不顾礼仪廉耻，就要把他抱起来离开时，耳边传了一道轻喝声：“年怀，你要做什么？”叶夫人在看到年怀的动作，差点被吓晕。他一个外男，怎么能对皇家王妃动手动脚？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呢，轮不到他一个外男插手。年怀也反应过来，刚伸出去的手犹豫了一下，又收了回来。他站起身，目光冷冷地看着裴淑玉。裴淑玉，又是你！你为什么总是欺负阿婉？你非得看阿婉去死，你才罢休吗？大胆！你竟敢直呼当朝超一品王妃的名字！王妃乃陛下亲封的秦王妃，年少爷，你见到王妃不仅不向王妃行礼，还敢直呼王妃的名字，你是不把王爷放在眼里，还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呀？就是，本妃是陛下亲封的秦王妃，敢对本妃不敬，就是对皇家不敬。怎么，你们年家要造反不成？王妃，都是误会，我们年家对陛下绝对是忠心耿耿的。阿怀，还不快跟王妃道歉？裴淑玉还是第一次看到年怀吃瘪，心情极好，还冲他挑衅地挑了挑眉。看到裴淑玉挑衅般的眼神，年怀死死咬住后槽牙，就是不肯张口给他道歉。叶婶婶，我觉得他不仅要跟我娘道歉，还要跟我这个亲皇嫂道歉。毕竟刚刚他还直呼了我亲皇嫂的名讳，还叫得那么亲昵，也不知道我皇帝伯伯和皇后伯母知道了会是什么表情呢？你胡说什么？我与林王妃清清白白，只不过我们两家的关系好，小时候有些来往，我把她当成自己亲妹妹看待，对自己亲妹妹自然是关心的。我还要说你们？呸！秦王妃，你为什么要欺负林王妃，还把她给气晕了过去？哼，我们女人之间的事，你插什么手？你是裴梦婉什么人啊？你以什么身份来给她做主质问我？年怀没有资格，那本王是否有这个资格？叩见林王殿下。王爷，您终于来了。本王听说了，阿婉，抱歉，是本王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没事的，王爷。姐姐，不，秦王妃说的都是实话罢了。妾身不是裴家真正的血脉，是我配不上王爷。不，阿婉，你聪明豁达，这世上只有你才配得上本王，除了你，本王不会有任何女人。王爷，您是天家皇子，怎能只有妾身一人？莫要说这些笑话了。傻瓜，除了你，本王对其他女子没有丝毫兴趣，这辈子也只会有你一个王妃。本王要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王爷啊！落雁看着两人如同做了现场版那啥一般，不知天地为何物，扑哧一声大笑出声。裴淑玉，本王命令你立刻给阿婉道歉。她晕倒跟我没有关系。你还敢狡辩？
在场的人除了你，还有谁敢欺负阿婉？每次遇到阿婉，你就要针对她。她到底做错了什么？裴家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当真是家门不幸。裴淑玉脸色白了白，无论裴梦婉说了多少句，都不如骆廷义这一句对她的打击更让她心痛。哼，你就算是裴家真正的大小姐又怎样？王爷还不是不喜欢你，反而娶了我。灵王你好大的胆子！我娘可是皇帝伯伯亲封的秦王妃，按照规矩，你得称呼她一声皇婶，可你却不知尊卑，直呼我娘的名字。你眼里还有没有皇家规矩？还有没有大周？还有没有皇帝伯伯？胡说！本王怎会不知尊卑？是你娘先欺负的阿婉，阿婉是本王的妻子，也是皇家儿媳。要说过错，那也是她的错。骆廷义，你眼睛瞎了，嘴巴也哑巴了。你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指责我娘欺负这个蛇精脸。大理寺判案还需要讲究证据，你说我娘欺负了蛇精脸，证据呢？你把证据拿出来。王爷，洛烟，本王是你皇兄，阿婉是你皇嫂，你竟敢直呼本王的名讳，还敢骂阿婉，谁教给你的规矩？我跟你先学的呗，不是你先叫我娘名字的吗？我娘是你皇婶，你都能叫她名字，我为什么不能叫你名字？我就要叫骆廷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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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精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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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精脸。陆烟，你信不信本王立刻治你一个不敬兄长的罪名？哼，你敢动我，就不怕皇祖母回京打你板子？哼，兄长教训不听话的妹妹是理所应当的事，就算是皇祖母在这里，本王也有理。哦，那皇婶教训不听话的侄子，是不是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呢？本王是帝后嫡子，裴淑玉有什么资格教训本王？她不过靠着算计才嫁到皇室的女人。裴淑玉脸颊白了白，手指微微攥紧几分。皇帝伯伯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废物皇子？我娘不论用什么办法嫁给我爹，那就是我爹的妻子，皇家儿媳，你的皇婶。世家讲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皇家也是如此。你对我娘不尊重，就是对我爹不尊重，对封我娘为秦王妃的皇帝伯伯不尊重。我一个10岁的小孩都懂的道理，你一个已经成亲生子的大人都不懂。就你这种蠢货，还想当皇帝？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待会儿我就回宫跟皇帝伯伯告状。陆烟，你小小年纪就满嘴的胡言乱语，今天本王就替皇叔好好的教训教训你。骆廷义，你完了！你诅咒我爹死，我不仅要跟皇帝伯伯告状，我还要去跟我爹告状，你就等着挨板子吧。骆烟，嘿，别叫！你无能狂怒的样子真的很丑，这么多人都在呢，皇家颜面真是被你丢尽了。父亲，这该如何是好啊？这丫头啊，小小年纪却牙尖嘴利，寻常像她这般大的孩子可说不出来那番话。严大老爷认同的点头，刚刚也被洛烟的那些话给惊到了。派人去秦王府，跟秦王殿下说明一下这里的情况吧。好。你说什么？王爷，是年大老爷身边的长随亲口说的，年家请您去一趟，您要不要去？不去，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王爷，灵王在，您若是不去，王妃和郡主会吃亏的。把林王妃给骂晕，指着骆廷义的鼻子辱骂，这叫吃亏？本王看他们本事大得很呢。王爷好像有点生气啊。不确定，再看看。姐姐，都是我的错，跟王爷无关。王爷只是太爱我了，才会对你出言不逊的。求求妹妹，我求你了，
不要再教嫣嫣说那些话好不好？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姐姐，我们姐妹之间的矛盾是大人的事，嫣嫣还小，你这么教她，把她教坏了，被皇祖母知道了，一定会对你心生不满的。姐姐，我是为了你好啊。裴淑仪根本听不到他说什么，他只想把自己的胳膊给拽回来，可裴梦婉抓得太紧了，指尖不知何时深深掐入他的肉里，他吃痛用力一甩。阿婉你怎么样了？王爷，不怪姐姐，是妾身不小心没有站稳，姐姐是无心之举，你不要责怪姐姐。穆青，把洛烟给我抓起来。穆青也就是洛廷义的贴身侍卫，听到洛廷义吩咐，动用内功，转瞬之际抓住了躲在人群中的洛烟。洛廷义，你要干什么？放了嫣嫣！哼，你伤了阿婉，碍于身份之别，本王不能对你做什么。但洛烟是本王的皇妹，本王有资格教训不听话的妹妹。你敢？秦王还没有死，你没有资格教训嫣嫣。便是皇叔在这里，本王也要狠狠地教训这个出言不逊、不敬皇兄的丫头。王爷，嫣嫣还小，和我们童儿一般大，童言无忌，你不要放在心上。阿婉，就是因为洛烟年纪还小，才要好好的教导，不然等她长大了，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祸事来。洛廷义随手折断了树上的一根树枝，面无表情地朝洛烟走过来。裴淑仪见状，想要上去阻拦，却被年静师给拦住。父亲，不拦着一些吗？灵王殿下做事儿，哪里是我们年家能插得了手的？洛廷义，你敢打我，我就敢去跟皇祖母告状。兄长教训不听话的妹妹，天经地义，便是皇祖母也不会说什么。洛廷义冷笑一声，抓住洛烟的手，把她的手心朝上。我大发了，这逼真不要脸了，敢当众对我动手。可手心的疼痛却出乎意料的没有传来，只听叮的一声，洛廷义手中的树枝被一块石子给打飞。洛廷义猛地抬头望过去，只见前方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被人推了过来。叩见秦王殿下。父王，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父王，他骂母妃还打我，最重要的祝你死。洛廷义一听，狠狠刮了一眼胡说八道的洛烟。你看，他还瞪我。皇叔，秦王妃伤了阿婉，不仅如此，洛烟还胡言乱语，对本王出言不逊，直呼本王名讳。您刚刚不在，本王就想着替你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见洛宽景没有搭理他，洛廷义深感压力。皇叔，您不要怪王爷，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摔倒，王爷只是太着急我了。嫣嫣童言无忌，被人挑唆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我不会放在心上的。阿婉，你不要给他说话，本王看得清清楚楚，在场的这么多人也都看到了，就是他推的你。你呀，就是太善良太重感情了，他每次欺负你，你都不计前嫌为他说话。都是妾身欠姐姐的，是妾身占了姐姐的位置，姐姐怎么对妾身，妾身都心甘情愿。当年你也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错都没有。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能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的人。皇叔，你也看到了，洛烟当着您的面都这么嚣张，不好好教训一顿的话，以后还不知道会闯出什么祸事出来。我父王母妃都在，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嫣嫣，你别说话，我看你就像是个坏了的葡萄，一肚子的坏水。当年的事你只是个婴儿不知情，那现在呢？我母妃回来了，你为什么还要赖在裴家不走？
你就是舍不得裴家的权势，你嫉妒我母妃，你看不得我娘好。我母妃在乡下长大，自然是不如你这个从小在裴家长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小姐。所以每次遇到我母妃，你就来嘲讽我母妃。你知道我母妃最在乎什么，故意触我母妃的心。我母妃才不要跟你搞什么姐妹情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当了女表还想立牌坊，说的就是你这种人。王爷，不是的，妾身不是这样的人。阿婉，本王信你，你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呢？只要王爷相信妾身，便是妾身死了，就无遗憾了。胡说什么？本王要你跟本王一起长命百岁。皇叔，洛烟满嘴脏话，实在不配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家郡主。若再不纠正他这扭曲的性格，将来必成大患。洛廷义，你个……洛烟，皇叔，妍妍年纪小，指不定是被身边的下人挑唆的，您万万不要重罚了她。妍妍和童儿一样的，看到妍妍，我就想起童儿，受了伤，我会心疼死的。那你就去死。洛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嘲讽的意味十分足。裴梦婉面露委屈，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皇叔，你怎么能骂阿婉？洛烟撇撇嘴，拉着裴淑玉过来，把他手摊开，指着上面的掐痕。我的青天大老爷，睁开你们的狗眼，好好的看看，看看我母妃手上的掐痕。我母妃都快被蛇精脸给掐出血了，还不能把她给推开了。一天天的就你逼事最多，明知道我母妃不喜欢你，你还碰她的手，还故意掐她。她把你推开了，就是她的错。你是莲藕托生的嘛？心眼子咋那么多呢？王爷，妾身没有掐姐姐，妾身怎么会掐姐姐呢？妾身亲近姐姐都来不及。阿婉不会是你说的这种人。秦王妃，你不惜弄伤自己来陷害阿婉，当真是居心叵测。果真是乡下长大的，就会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法子去陷害对自己好的妹妹。嚯，好久没有见过这么愚蠢又纯正的恋爱脑了。好想给他一个大嘴巴子。裴淑玉看着洛廷义极力地维护裴梦婉，哪怕证据已经摆在他面前，他还是不信自己。就像从前一样，他闭了闭眼，把掐痕掩藏在袖子里，心中彻底凉了下来。爷爷，我们走吧。不行，你们不能走。洛烟年纪小，看在皇叔的面子上，本王就不计较他的大逆不道了。秦王妃，你伤了阿婉，必须跟他道歉。大理寺判案需要讲究证据，如今证据就在裴淑玉手上，你却当作看不到。洛廷义，你的脑子里除了女人还有什么？被一个女人拿捏住，你这些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愚蠢至极。皇叔，阿婉的性格全京城都知道，他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怎么会掐秦王妃来陷害他？动不动就全京城，你当京城是你的吗？胡言乱语。爷，他又骂我，你开呀！缺了2个门牙，还这么能说会道，这么有精神，每天加练1个时辰。洛烟睁大眼睛，立马捂住嘴巴，骂得太欢，竟然忘了他没了2个门牙。这下呀，他彻底老实了。是非黑白不是你一句我一句就能说清的。既然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那就去大理寺吧。皇叔，不过一件小事，去什么大理寺？你的王妃和裴淑玉之间必有一个撒谎，事关你的颜面，大理寺最是公平公正，一定能给你的王妃一个清白。裴梦婉心下大变，瞬间感觉到了惊慌失措。不过一件细微小事，去什么大理寺啊？大理寺一定能看得出来，裴淑玉手腕的掐痕是外人掐的，
而不是他自己自娱自乐。他低下头，眼珠子不断地转动。一个念头冒出来，装晕。王妃，你是不是知道我是怎么嫁给你父王的了？这很难不知道吗？王府里的婢女都知道呀。那你，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处心积虑算计王爷，然后嫁给他。嫁给王爷之后，心里还想着林王。所有人都觉得裴梦婉哪怕不是裴家亲生女儿，也落落大方、端庄温婉、善良孝顺。妍妍，你为什么会觉得她都是装的？我最近看了一个画本子，画本子里的女主人公是地主家的假千金，而真千金在乡下替假千金受苦。等真千金找回来后，假千金害怕失去眼前的富贵，害怕真千金抢走她青梅竹马的哥哥，就算计真千金，让全家都对她厌弃。最后的故事结局是真千金被全家厌弃，成了疯子，跳湖自尽。假千金还假惺惺的伤心，所有人都觉得假千金很善良，但其实真千金的死就是假千金做的。母妃，我觉得画本子里的假千金和真千金的故事很像你和裴梦婉。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对占了你的身份这么多年而感到愧疚，就不会明知道你不喜欢他还总是往你身边凑，而是会远离你。母妃，你下次遇到裴梦婉就不要理他，有多远走多远，不然裴梦婉就会像画本子里的假千金一样算计你，让你成为疯子。夫子说，这种人就是小人，远离小人才能一生平安。已经晚了，我已经掉入裴梦婉的算计中。裴家不喜欢我，甚至厌恶我。没关系，母妃还有我和哥哥啊，还有父王。母妃不觉得父王今天可帅了吗？就像是一个盖世英雄，踏着七彩祥云过来给我们撑腰。妍妍啊，王爷说了，只是路过。洛烟不信，路过什么呀？去哪里需要路过年家呀？母妃，我想让你跟父王和好。画本子还说了，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打是亲，骂是爱。妍妍，你还小，有些事情你不懂。听话，把你的那些画本子都给扔了，看一些正经书。但是我听哥哥说，父王的那个姓沈的表妹一直喜欢父王，到现在都没有嫁人。母妃，如果她找机会嫁进王府来了，给父王生下庶子庶女，我和哥哥该怎么办呀？画本子里说，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不被爱的人连自己的子女都保护不了。你如果不抓住父王的心，让父王喜欢别的女人了，我和哥哥会被欺负死的。看着裴淑玉皱着眉陷入了沉思，洛烟嘴角一勾。秋野把马车里母女二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对洛宽景重复一遍。王爷，属下有点看不懂郡主了。郡主前一天串通世子篡位，现在又对王妃说让王妃来讨好您。洛烟10岁了？是的。研墨，本王写封折子，你递进宫。是。秋野上前研墨，洛宽景写折子也没有避着他，他大胆地看过去，惊讶道：王爷不是说让郡主练武吗？怎么还让郡主和世子去宫里念书啊？宗室里的世子和郡主年过10岁，便可去宫里的皇家书院念书，他们自然也不能例外。至于练武，每日辰时练1个时辰，也不耽误进宫。下了学回来可继续练。王爷，郡主和世子现在年纪小，这么安排会不会太累了？累？不累一点怎么把本王踩在脚底下，掌控王府啊？王爷的意思是，您要开始培养世子和郡主？洛宽景没有点头，但也没有摇头，把手中写好的折子扔给秋野。送去皇宫。是，王爷。
因为骆宽景腿脚不便，除非有天大的事需要他本人出面，一般小事呢都是秋野或者秋玉代替他进宫禀报，皇帝也准许。皇帝看了折子，当即允了。朕听闻洛言那丫头把林王妃给骂晕了，有这回事吗？回陛下，林王妃不知为何掐我家王妃手腕，我家王妃吃痛便推开了她，导致她摔倒。林王不依不饶，让我家王妃道歉，我家王爷自是不允。小郡主看了自己母亲受了委屈，就多了几句嘴，还请陛下见谅。哦，当初朕给秦王赐婚，秦王恼怒，1年没有进宫，如今秦王和秦王妃感情变好了。主子的事儿，奴才也不清楚。好了，你下去吧，让洛言明日进宫吧。是。心爱的女人被气晕，骆廷义怎么能不心疼呢？他安抚好裴梦婉，就进宫去找皇帝告状。然而皇帝并没有见他，只是让王公公给他传话。王爷，陛下说林王妃心术不正，既然嫁进皇家，就理应以自己夫君，以皇家为主。见到秦王妃，理应称呼秦王妃一声皇婶，而不是姐姐。罚抄女则100遍。什么？骆廷义脸色铁青，怎么也不敢相信他来告状，却让裴梦婉受了罚。王公公，本王要见父皇，劳你再通报一声。王爷，陛下已经知道了年家发生的所有事儿，是林王妃主动去找秦王妃的茬。论辈分，秦王妃是您的皇婶，您当着所有人的面直呼秦王妃的名讳，对秦王妃不敬，就是对秦王不敬，对皇家不敬。陛下说了，如果您坚持要见他，您就跟林王妃一起受罚。骆廷义面沉如铁，知道这是王公公的话，就是皇帝的意思，他不敢再多说什么。如果自己也跟着受罚，那才叫丢人。王爷，发生什么事了？阿婉，抱歉，是我的错，让你受委屈了。没事的，王爷。妾身占了姐姐身份多年，受点委屈是应该的，否则妾身应该良心不安了。这裴梦婉不说还好，一说骆廷义更愧疚了，慢吞吞的把皇帝要罚他抄女则的事说了出来。啊，王爷，这不是真的。阿婉，对不住，是我没用，父皇的金口玉言，我也没有办法。王爷，陛下罚妾身是应该的，是妾身不该去招惹姐姐。以后别叫她姐姐。好，妾身知道了。洛言在知道自己明天要去皇宫念书的时候啊，天都塌了。我不去，我不去，我死也不去。郡主，这是王爷吩咐的。我还要扎马步啊。父王不会反悔不让你教我练武了吧？王爷说郡主辰时起床，1个时辰马步，然后再去皇宫也来得及，放了学后晚上回来继续训练。父王对我有这么不满吗？他要累死我。王爷说如果郡主不愿意去皇宫念书，也不用再继续练武了。唉，智者不入爱河，牛马不知死活。我上辈子一定作恶多端，这辈子当了郡主还要早起读书。郡主，您是同意了？你都这么威胁我了，我还能不同意吗？王爷，妾身听说嫣嫣去了上书房，咱们雨儿和童儿也到了年龄，也可以去上书房念书了。大人的事跟孩子无关，妾身想着让雨儿和童儿跟嫣嫣打好关系，或许姐
皇婶会放下与我的芥蒂。阿婉，你还是这么善良。雨儿和童儿确实到了年龄，可以去上书房念书了。我去和父皇母后说。雨儿和童儿2个孩子听话，想来能跟嫣嫣玩到一起的。哼，洛烟那丫头牙尖嘴利，不服管教，恐怕去上书房不到几天就会被父子赶出去。喂，听说你把林王妃给骂哭了，是真的吗？洛烟双手撑着下巴，没有搭理他。洛烟，我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没有听到吗？第一，我不叫喂。第二，你的手不疼吗？当然疼，但我不说。我的手当然不疼，你快回答我的问题。我没有把林王妃骂哭，只是把她给骂晕了而已。你可真厉害，竟然能把人给骂晕，你怎么骂人的？教教我。洛烟看着11皇子，想着书中他的命运。皇帝最小的皇子，从小受宠，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在书中啊，他最看不惯装模作样的洛雨，娇柔造作的洛童，和原主狼狈为奸的做了很多气他们的事儿。和男女主的孩子作对，那下场自然是凄惨的。他被洛廷义算计染上赌博，半个月不到就输了20万两银子，然后又算计让他贪墨军饷还上银子。皇帝知道后大发雷霆，也为了安抚将士们，把他贬为庶人，流放千里，最后死在了流放路上。你真想知道我怎么把林王妃给骂晕的吗？当然。以后你见到他就骂他蛇精脸就行了。骂他蛇精脸就会把他骂晕？不会，但他的脸色会变得很难看。那成，我记住了。你为什么讨厌林王妃？哼，我讨厌洛雨那个装模作样的伪君子，他生了洛雨，我就讨厌他，谁让他把洛雨生出来的？好吧，这个理由很强大，我居然没有办法反驳。父子进屋，屋里安静下来，11皇子也没有再问。洛烟听着听着，瞌睡就来了，小脑袋一点一点的。坐在他旁边的11皇子也是如此。上方的夫子看着洛烟和11皇子2人几乎同频的点着脑袋，嘴角狠狠的抽了抽。是他讲的课太无聊吗？一个两个的都听睡着了。这时一个12、13岁左右的男孩走进屋。哼，慕容九皇子迟到了，那就去后面站着听课吧。慕容燕点了点头，乖巧地站在了后面。洛烟本来在打瞌睡，听到慕容九皇子5个字，猛地间惊醒过来。慕容燕，大前国送来的质子，来大周的时候啊，他才3岁，现在算算年纪，他也13岁了。再过5年，他就会回国，弑父杀兄，杀了大前整个皇族，只留下一个3岁质子，扶持他登基，然后他成为大前摄政王。后来他和洛宽景不知怎么达成了合作，屠杀大周皇族和朝臣。那场屠杀，近一半的皇族都是被他亲手所杀。后来洛宽景死了，但慕容燕却在暗卫的帮助下逃走了。回到大前后发动战争，他心狠手辣，每抢夺一个城都直接灭城。他屠杀万千生灵，百姓民不聊生。他最后的结局是死在了一场火海里。如果不是慕容燕突然死了，大周或许真的会被他给攻破，男主真的不一定能赢。陆燕只能说主角光环太大，配角再厉害都得死。慕容燕，把玉佩给我，不然明天就不仅仅让你迟到罚站这么简单了。你要什么玉佩？他身上有一个很好看的玉佩，我让他给我，他不给。你一个王府世子，缺一个玉佩？那个玉佩和我娘给我的那个有点像，我娘给我那个玉佩被我弄丢了，我怀疑被他偷走了。这样啊，你把玉佩拿出来给我看看。慕容燕低头不说话。把我娘给我的玉佩还给我，你这个小偷。慕容燕没有反抗，烟灰色眼眸闪了一下，
又垂了下去，默不作声。你是哑巴吗？怎么不说话？见他还是不说话，端王世子一拳一拳的对着慕容燕脸上打了过去。你们中午不吃饭了吗？等我吃了饭再来揍你。一群人以11皇子和端王世子为首，纷纷离开。你还好吗？慕容燕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对上洛烟清澈见底的眸子后，不知为何愣了足足10秒，随后绕开他慢吞吞地离开。郡主，这是王府做的午膳。哦，你等我一会儿。洛烟说完，不等秀儿询问，小跑到慕容燕身侧。慕容燕，我秦王府的大厨做的菜很好吃，你要不要吃？滚！洛烟也是有脾气的，热脸贴冷屁股，他才不干呢。他把身体一扭，头也不回地走。洛烟刚走没2步，突然听到身后咚的一声，他猛地回头，发现慕容燕的身影不见了，而旁边的荷花池传来不大不小的水声。有人落水了，快过来！宫女们认识洛烟，听到她的声音跑了过来。你们会浮水吗？回长宁郡主，奴婢不会浮水。洛烟左右看了看，除了这2个宫女，周围也没有别的宫女和太监，只有不远处提着食盒朝这边观望的秀儿。洛烟又看了看水中的慕容燕，一咬牙跳进水里。长宁郡主，郡主！洛烟游到慕容燕身边，抓着她的胳膊往上游，但刚刚在水中像是死了一般没有动静的慕容燕，在被洛烟抓住胳膊的一瞬间动了。不是哥们儿，我好心下来救你，你要带着我一起死呀？不带这么玩的吧？眼看自己被慕容燕这个傻逼玩死了，他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这一口他没有手下留情，真下了死手。似乎被咬痛了，慕容燕忽然松开了手，烟灰色双眸沉静地盯着满是怒火的洛烟。洛烟在他松开手后，本不想多管了，让他淹死算了，但在看到他那双异于常人的烟灰色双眸像是死寂一般，慢慢沉浸在水中后，也没有闭上。唉，也是挺可怜的。慕容燕，有一不能有二，这是我最后一次救你。如果你还想跟刚刚一样置我于死地，我不会再管你了，你自己去死吧。太医，他身体怎么样？慕容皇子本就体弱，落了水后着了凉，已经发热了。再加上身体上面的伤。奇怪的是，慕容燕竟然现在还没有晕倒。按照他的身体素质，现在晕倒才是正常的，但他除了脸上红晕是发热迹象，没有丝毫要晕的感觉，一双烟灰色眸子就这么盯着头顶，似是在发呆。奴婢该死，没有照顾好慕容皇子。这时皇后来了，宫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她不可能不出现。皇后伯母，不必多礼。太医来过了吗？没事吧？我没事。皇后伯母，这个宫女偷奸耍滑，照顾慕容皇子太不用心，换一个可靠老实的宫女吧。这件事儿也是本宫的疏忽。来人，把她拉下去杖毙。皇后娘娘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这就杖毙了？也太草菅人命了吧！妍妍，过来，本宫问你几句话。皇后忽然朝洛烟招了招手，笑容分明十分温和，但洛烟却莫名打了个寒战，低着头乖巧地走过去。妍妍，你告诉本宫，那日在年家，你有没有看到林王妃和年华举止亲密？没有。当真没有？没有。不过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了。在哪里？裴家。当真？去年我母妃带我回裴家，恰巧年华去裴家拜年，我看到林王妃崴了脚，年华摸她的脚了。
好啊，义儿对你裴梦婉一心一意，你却三心二意的对义儿。嫣嫣，今天我们两个说的话，你不要跟外人说，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知道吗？我知道。嫣嫣真乖。皇后又叮嘱一句，带着宫女转身离开。而躺在内殿里的慕容燕，她是问都没有问一句她的情况。嘿，父王，我今天表现可优秀了，我把慕容皇子从水里救上来了。你今年几岁？10岁啊。哼，你10岁去救人，洛言，你胆子不小啊，不怕救人不成反被淹死？啊，父王，你在关心我啊？本王是怕你死在皇宫，落招来找本王拼命。嘿嘿，我知道，父王就是关心我。说着，他忽然间连续打了3个喷嚏，鼻涕就那么不小心的落在了骆宽景放在轮椅把手上的手上。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会原谅我吗？出去。得嘞。拨2个暗卫放在洛言身边，寸步不离，包括皇宫。是。能自由出入皇宫的暗卫可不多，王爷这是真的对郡主和世子上心了。这样也好，哪有亲父子父女之间陌生的像个陌生人似的。洛言休息了2天没有去皇宫，但秋野依旧每天辰时准时过来，逃得了念书，没逃过练武。洛言浑身怨气冲天。父王，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骆宽景昨夜忙到寅时才歇下，本就浅眠，一直半梦半醒，被这声炸雷般的喊叫震得猛然睁开双眼。他撑着手坐了起来，把他给本王扔出去。话音未落，秋野迅速掠至洛言身后，还没等他反应，整个人已被倒提起来，一阵天旋地转。洛言头朝下被秋野扛在肩膀上，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秋野一扭一扭的屁股。哇哦，秋野，你屁股好翘哦。秋野脚步一个踉跄，差点没把洛言给丢出去。前世嘴巴没个把门皇冠了，差点忘了，现在我是个10岁小孩儿。秋野师傅，我刚刚被鬼上身了，你别在意。秋野面无表情的把洛言塞进马车，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母妃，您就把我们送到宫门口吗？我想母妃送我和哥哥进宫。童儿乖，母妃无旨不能入宫，你和哥哥要听夫子的话啊。那好吧。洛言只淡淡的瞥了眼那边的母子3人，目不斜视的进宫。嫣嫣，你等等童儿和允儿，你们年纪相仿，以后啊可以多多接触。洛言像是没有听到似的，脚步不停，留一个后脑勺给裴梦婉。洛言，我母妃跟你说话，你耳朵聋了听不到吗？好狗不挡道。你骂我是狗？我可没有指名道姓，是你自己对号入座，这可怪不得我。你太过分了，这就哭啦，没意思。跟我妹妹道歉。好啊，2对1，欺负我哥还躺在床上是吧？行，没关系，我一个顶俩。第一，是你妹妹先来挡我的路。第二，我什么都没有做，没有骂她，没有打她，她自己哭了关我屁事，我凭什么给她道歉？你怎么没有骂我妹妹了？你骂我妹妹是狗。我指名道姓说骆童是狗了吗？我只是说了一句好狗不挡道，明明是你们自己蠢，非要对号入座，关我什么事？嫣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随口就说脏字呢？夫子可不会这么教的。裴梦婉，你干什么？你们母子3个欺负我女儿是吧？我要进宫告状。便宜娘亲怎么来啦？姐，皇婶，
我没有欺负嫣嫣，只是让嫣嫣和童儿雨儿多接触接触。呸！我女儿不想和你女儿儿子一起玩。嫣嫣，你进宫，别迟到了，这里有我，放心。再不进宫，确实要迟到了。洛烟点点头，她可不想在后面站一节课，想偷懒打瞌睡都不成。裴梦婉看着像是战斗中的母鸡似的裴淑玉，眼神暗了暗，低头轻声嘱托洛童和洛雨2声，看着他们2个进宫，这才说道：皇神，你对我的误会。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裴淑玉提着裙子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根本不听他说什么。裴淑玉从年家那天回去后啊，仔细想了想这几年和裴梦婉之间发生的事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不能跟裴梦婉多接触多说话，不然他必定会吃亏，因为他太会装了，他说不过他也吵不过他。如果非要跟他接触啊，必须把小嘴能巴巴的洛烟给带上。洛烟，你终于来了！我听说你前2天把落水的慕容烟给救上来了，你为什么要救他？日行一善。你难道就不怕自己被淹死了？你不会说话就闭嘴。我就说说嘛。这时洛雨和洛童一起进来。哟，这是谁啊？这不是天生神童吗？怎么也来上书房了？洛雨1岁识字，3岁能诗，6岁出口成章，今年呢也不过10岁，世人皆称他为神童。洛雨撇过脑袋，找了个距离11皇子和洛烟很远的座位，和洛童坐下。神童子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些人吗？怎么还来跟我们一块儿读书呢？该不会是那些传闻都是假的？什么1岁识字3岁能诗，都是有人故意传出来的。哼，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是不是真的1岁识字3岁写诗，是皇祖父亲眼看到的？难不成11皇叔认为皇祖父会帮我作假？哼，说不定你也是把父皇给蒙蔽住了呢。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欺瞒得了皇祖父？你把皇祖父当成什么人了？就在2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让着谁的时候，屋外传来脚步声。太子殿下，不必多礼。父王，你没事吧？姑没事。晨儿，跟着夫子进去吧，以后你就自己来上书房。我知道了。太子走后，洛尘进屋，看到11皇子，乖巧地喊了一声：11皇叔，姑姑。至于其他人，他没有搭理。父王说了，上书房里除了11皇叔和洛烟姑姑、洛昭叔叔，其他人他都不用放在心上。我吗？我是皇太孙的姑姑。嘿，洛尘，你怎么也来上书房了？竟然不提前跟我说，早知道我就去东宫找你，跟你一起来了。父王说我今年8岁了，可以来上书房念书了。养心殿，皇帝听着王公公的禀报，眉头轻轻皱了皱，担忧道：太子身体孱弱，怎么亲自送太孙去上书房？太子怎么样？没事吧？回陛下，东宫没有消息，太子没事儿。上书房那边有什么消息？哎呦，这老奴不知啊。随朕去看看。成事不说，可有人说说孔子说的这句是什么意思啊？洛雨第一个举手。女世子请说。好事坏事都是往事，往事如烟，一个真正有大局的人，往事都是不追问的。孔子的意思是要拿得起放得下。夫子，我有话说。哦，殿下有何不一样的见解呀？11皇子昂着脖子看着洛雨，大声道：我问你，如果我打了你一巴掌，事后你会报复回来吗？洛雨皱眉，没有回答。哼，狗屁的往事如烟，你现在心里想的一定是怎么把那一巴掌给打回来吧？这句话是孔子说的，
我只不过是说出了解析，与我有何干系？哼，所以洛雨，你承认你就是没有大局观的人，你拿不起也放不下。你，夫子，好了，都坐下。11皇子还是给唐夫子面子的，闻言听话的坐下来。唐夫子教课特别喜欢提问，会给学子们自由讨论。这不，刚提问了一句，现在又提问一句。以力服人者，忠心悦而成服也，何意啊？有了前车之鉴，洛雨没有举手，屋里其他人把头低在胸口，没有主动回答的意思。唐夫子也不生气，目光在所有人面前扫视一圈，突然看到正在打瞌睡的洛烟。长宁郡主，你来回答。洛烟，夫子喊你回答问题。洛烟惊醒，睁着眼睛看着台上的夫子，猛了一瞬，下意识地站了起来。11皇子秉承着好人做到底的意思，把手中的书举起来，趴在桌子上挡住自己的脸，小声地把刚刚唐夫子说的问题说了一遍。这句话说的是以武力使人屈服，不过是因为对方无力反抗，并非真心顺从。就像强按着他的头让人饮水，水入了口却酸涩无比，难以润喉。这个例子举得不错，后面那句呢？何意呀？后面那句意思是以德使人服从，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但我觉得不对。什么不对啊？以武力使人屈服不对，以德使人屈服也不对。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说，这句话是孟子说的，你觉得你的学识能比得过孟子？我没说我的学识能比得过孟子，我只是说出了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啊，夫子都没有说什么，洛雨你插什么嘴啊？我哥哥也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意见。长宁郡主，老夫想知道，你为什么认为以德使人屈服也不对？夫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如果你家中的宝物丢失，你抓到了那个贼子，你是会对他严刑拷打逼问，还是以仁德劝说他说出宝物的下落？我会先劝说他说出宝物下落，如果他不说，会严刑拷打。唐夫子被洛烟反问的噎住。圣贤有名的唐夫子想到的也是以力服人，但是我认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有些时候不得不承认，暴力能解决很多问题。就像朝廷抓到了犯人，难道还能口头去劝说他们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恐怕只会认为你是个傻逼。你举的例子根本就不对，对待犯了错的犯人，怎么能以德服人？众生平等，犯了错就代表他们天生就是坏人吗？犯了错那就该罚，死不足惜。呸！那照你的意思是，所有犯了错的犯人都得砍头？那留着那么多的监牢做什么？我没有说犯了错的犯人都得砍头。可你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洛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洛烟嘴角抽了抽，11皇子真的是逮住机会就怒对洛雨，他们到底什么仇什么冤呢？好了，于世子，11殿下，莫要吵了。长宁郡主，老夫认为与世子说的不错，既是犯人，那就不该用寻常态度来面对他们。哎呀，那我再举个例子，去岁干旱，百姓民不聊生，官府强制那些商户迁离祖宅，去给流民腾地方，还有被要求捐出自己家产的豪门世家，他们面上不说什么，难道心里没有一丝怨言吗？以德之名行强迫之事，与以力服人
又有何分别？哼，长宁郡主，莫要拿些歪理搪塞。哼，唐夫子，我认为洛言说的很有道理啊。胡闹！史书记载，前朝德元帝以仁德之名举义旗，可战争过后，多少妇孺流离失所，他们的丈夫、儿子、孙儿都战死在战场。在以父为天的国家，他们后半生该如何度过？荒谬！照你这么说，那么朝廷哪来的兵马？没有兵马，如何守护我泱泱大国？一马归一马，若以德为名行征伐之事，与暴君以武力强征暴敛，又有何异？不过是将百姓对强权的畏惧装饰成心悦诚服的假象。德元帝身为一国皇帝，天下之主，首先想的应该是百姓。德元帝是为了开疆扩土，施展宏图霸业，不能说他有错。那么我请问，他开疆扩土了吗？这个还真没有。历史上德元帝好战，是御驾亲征最多次的帝王，但他好像每一次运气都不好，忙忙碌碌大半生，不仅没有为自己国家开疆扩土，还把自己国家领土丢了一块儿。简单来说，就是又菜又爱玩儿。嘿，怎么不说话了？是生性不爱说话吗？你们太过分了，2个人欺负我哥哥1个人。哇哦，你们太过分了！2个人欺负我哥哥1个人。这个攻击力，洛言表示认可。没瞧见骆驼眼睛都红了，快要哭出来了吗？你们别太过分了，这里是上书房，是读书的地方，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哼，我们不是在讨论夫子说的君子见解吗？明明是你胡搅蛮缠，一直跟洛言说反话。好了，唐夫子再一次开口打断他们的争吵。他看向洛烟，心中哑然，想不到长宁郡主年仅10岁就能说出这么一番充满深意的话。作为一国皇帝，首先想的应该是百姓。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上几代皇帝都知道这一点，但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民心不是那么容易能得到的。可惜了，她只是个女子，她若是男子，将来必定能成为一代名臣。老夫好奇，郡主常年养在闺阁中，是怎么知道去年干旱的事的？当时大街小巷不都在传吗？我很难知道吗？长宁郡主天资聪颖，如果让郡主去解决那些流民，郡主有何办法？夫子，洛言一个女子懂什么？您问她这些就是白问，还不如问我哥哥呢。你自己都是女子，却看不起女子，怎么？你是男子生出来的？洛萧，我没聋，不用喊得那么大声。说2句就哭了，真是没出息。洛萧，你闭嘴！别，我就不闭嘴，我就不闭嘴！你来打我啊？嘿，你不敢吧？胆小鬼！如果任由11皇子这么欺负妹妹、羞辱妹妹，那我就枉为他的哥哥，枉为灵王府世子。越想越气，陆羽咬紧后槽牙，快速来到11皇子跟前，扬起拳头狠狠地砸在他脸上。砰的一下，11皇子脸上猝不及防地挨了一拳。洛羽，你竟敢打我！11皇子摸了摸自己脸，顿时气疯了，捏紧拳头朝洛羽脸上揍了过去。陆羽也不是站着挨打的傻子，于是2人就这么在屋里恍若无人地打了起来。胡闹！都给我住手！住手！可没人听他的。11皇子和洛羽都已经打红了眼，你抓我的头发，我抠你的眼睛；你挠我脸，我咬你脸。段王世子躲在一边，忽然看到了不知何时进屋的慕容燕，他们竟然都没有发现
他眼珠子一转，悄然来到他身后，然后猛地在他背后推了一把。慕容燕猝不及防，就这么被端王世子给推倒，脑袋重重砸在了十一皇子脑袋上。慕容燕，你找打！洛雨见状，抓住机会，一把抓住十一皇子的头发，狠狠一扯，十一皇子吃痛大叫：洛雨，你这个不要脸的狗贼，吃人之非，老子跟你没完！洛彤看到自己哥哥吃亏了，哭着捡起地上的书，就朝十一皇子身上砸了过去。但书没有砸在十一皇子身上，被慕容燕给挡下了。不是，慕容燕什么时候来的？来就算了，干嘛要加入十一皇子和洛雨的战场？还有洛彤，你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为什么也要加入他们的战场？不怕被打伤吗？没了慕容燕的阻挡，洛彤手中的书顺利地砸在十一皇子身上。洛燕，你还不过来帮我？关我什么事啊？要是不帮我，我以后就再也不帮你了。洛烟嘴角抽了抽，不情愿地走过去拦住洛彤。哎呀，男孩子的事情你不要掺和。都怪你，都是你的错，我讨厌你，你就是一个贱人，害人精。书砸在身上还是很疼的。好啊，你先动手的，别怪我不客气了。老娘想打你很久了。操！老虎不发威，你还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众人没想到，洛彤和洛烟也打了起来，汤夫子更是被气得直捂胸口。反了，都反了天了！皇帝刚来到上书房外，就听到里面一阵噼里啪啦的板凳响声和若有若无的哭喊声，心里顿觉不好，加快速度走进去。陛下，您可算来了呀！放肆！还不快去把他们给朕拉开！王公公连忙吩咐宫女太监，去把屋里打得难舍难分的四人给拉开。皇帝伯伯，是洛彤先动手打我的，我只不过是反击而已，难不成我要站在那里挨打？唐夫子和这里的人都能为我作证。王德福，去把唐贵妃、秦王、秦王妃、林王和林王妃都叫到养心殿吧。是，陛下。父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唐夫子，你来说。是，陛下。唐夫子没有偏帮，把十一皇子和洛雨等人在上书房说的所有话一字不落地复述一遍。唐夫子，雨儿向来听话，怎么会先动手呢？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事情的经过，老夫都一一诉说，没有半句谎言。如果林王妃不信，可以问太孙殿下和慕容皇子，还有在上书房的其余人等。唐夫子没有撒谎，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确实是洛雨先动的手。那也是因为十一皇帝说话太过分了，雨儿才忍不住先动手的。萧儿怎么过分了？堂上各自有各自的辩解，不是很正常的吗？可十一皇帝是口头辱了童儿啊，雨儿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妹，有什么错？十一皇帝是童儿的皇叔，怎么能这么辱骂童儿呢？父皇，虽然是雨儿先动的手，但事出有因，是十一皇帝先骂了童儿的。二皇兄，我没有骂骆头，我只是反问他一句，她是女子却看不起女子，是男子生出来的吗？我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自己就哭了，一句脏话都没有说，一点小事就哭哭啼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童儿年纪尚小，又是女孩子，娇气一些是难免的。你身为她的皇叔，年纪又比她大，就不能让着她吗？二皇兄，洛烟和洛彤同样是女孩子，年纪一样大，你看看洛烟现在的模样有多惨，头发散了，眼睛肿了，胳膊上还有洛彤的掐痕和咬痕，你看看洛烟，她哭了吗？
啊！洛烟摸了摸鼻子，他现在模样虽然看着挺惨的，但洛童更惨。他前世跟着爷爷学过中医，知道打哪里最痛。对洛童，他可没有手下留情。同样都是女孩子，年纪又一样大，洛烟饱读诗书，知道前朝德元帝，知道去岁干旱发生的事。洛童知道什么？他恐怕连前朝哪些皇帝都不知道，更不关心去年有没有干旱，他只知道哭。父王母妃，他们都欺负我，都欺负我！童儿不哭，不哭啊！父王和母妃会为你做主的。洛雨为了维护自己妹妹本没有错，他大可以骂回去，但他控制不住先去动了手，那就是错的。照你的意思，先动手的人没错，萧儿站在那里挨打不还手才是错的。本宫倒是不知林王妃怎么能如此是非不分呢？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唐贵妃，11言辞确实过于犀利。童儿是女孩子，又从小娇生惯养，雨儿为了维护自己的妹妹先动的手，她有错，但11也有错，要罚就一起罚。陛下，您的意思呢？秦王，你有什么想法？臣弟都听皇兄的。皇帝眉头微微挑了挑，正要开口说什么。皇帝伯伯，我有话要说。你有什么话说？我认为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洛童引起来的，要罚就罚他一个人好了。洛烟，你胡说八道什么？这件事怎么就成了童儿的问题了？洛廷义，你吼什么吼？要不是洛童多嘴，会有后面的事吗？你……洛廷义脸色变了变，这还是裴淑仪第一次吼他，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洛言也震惊了，便宜娘亲不是喜欢洛廷义喜欢的不得了吗？竟然会为了他吼他？难道他在他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洛廷义？那简直是太好啦！灵王说的不错，本宫想知道这件事儿怎么就变成童儿的错了。唐夫子提问我问题，我还没有回答，洛童就说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我只是个女孩子，而是应该去问他的哥哥洛雨。我知道洛雨是皇帝伯伯亲口封的神童，他非常聪明，但那个时候唐夫子是在提问我，难不成除了洛雨，我们在上书房念书的女孩子就不配回答夫子提出来的问题吗？那既然如此，我们女孩子就不去上书房念书得了，省得受那屈辱。11皇兄为我打抱不平才说了洛童2句，如果不是洛童突然开口，根本就没有后面发生的事。皇祖父，孙儿认为洛烟姑姑说的在理。夫子是提问洛烟姑姑，洛烟姑姑虽然是女孩子，但懂得比孙儿都多，不能因为她是女孩子就小瞧她。洛童亦是女孩子，她的那句话不仅惹起了后面发生的矛盾，也变相的看低了自己。对，父皇，儿臣认为自己没错。难道洛童自己不是女孩子吗？难道她不是被女人生下来的吗？都是她的错。父皇，儿臣觉得应该重罚她和洛雨。荒谬，把一个责任推脱到一个女孩子身上，简直荒谬。皇祖父，一切都是孙儿的错，与童儿无关，孙儿愿意受罚。雨儿，王爷。父皇，雨儿有错，但11皇帝亦是有错。他还想说洛烟也有错，但洛烟什么都没说，后面也是洛童先动的手，他只能咬死11皇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雨儿一个人受罚，凭什么雨儿挨了打还要一个人受罚？要罚要么大家一起罚。陛下，不管怎么说都不应该在上书房动手。既然雨儿和11、洛烟和童儿都动了手，那就一起受罚吧。凭什么？我不服！是洛雨先动的手，我的脸现在都还疼，凭什么我也要受罚？母后，
你就是偏心自己的孙子。这混账小子，口不择言，什么话都敢往外说。也难怪雨儿这么沉稳的孩子，也气得忍不住先动了手。皇后的脸色一沉，唐贵妃佯装愤怒，瞪了一眼十一皇子。萧儿，不可对皇后娘娘无礼。偏心还不让人说了，哼！十一皇叔，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吗？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我针对你了吗？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呸！伪君子，还想套路我的话，我才不会上当。好啦，都给朕闭嘴！上书房是什么地方？是太祖创建让皇家后代子孙念书的地方，岂容你们随意打闹？十一言辞失当，罚抄《论语》100遍；落语鲁莽冲动，禁足1月，罚抄《论语》100遍。至于骆童率先挑起矛盾，罚抄女则100遍；骆烟罚抄女则10遍。对于这个惩罚结果，骆廷义和裴梦婉十分不满。凭什么骆烟只罚抄女则10遍，骆童却要抄100遍？但他们却不敢反驳。皇帝金口玉言，如果他们质疑，那就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有人忧，有人欢喜。都散了吧。父王，你听我狡辩，不对，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在上书房打架的，是骆童先用书打我，我才忍不住动手。你别看我样子挺惨的，但骆童比我更惨。我没有输，我没有给你和母妃丢人。妍妍厉害，王爷，我觉得妍妍没有错，你就不要骂她了，总不能站着挨打吧？你与慕容燕是什么关系？啊？我和他就是普普通通的关系啊。上次我救了他一命，我现在是他的救命恩人。骆宽景不语，在养心殿上，所有人都忽略慕容燕这个人，但他却敏锐地察觉到慕容燕的眼神一直落在洛烟身上，眼中似有好奇，似有探究，更似有一抹恨。以后离慕容燕远一点。为什么？本王杀了无数个大前国的人，你是本王的女儿，他是大前国皇子，你跟他走近了，对你没有好处。别等到哪天他把你给算计了，你还帮他说话。我可以答应父王离他远一些，但父王也要答应我一个要求。你说。我想要我和哥哥还有母妃一起住进云深院。裴淑玉末露震惊，吓得后退一步，猛地摆摆手，表示这话不是他教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别人的父母都是住在一个院子，睡一个屋子的。父王，你知不知道骆雨和骆童他们嘲笑我和哥哥，说你们感情不和，说我和哥哥迟早都要被王府庶子庶女给取代。到时候我和哥哥就是丧家之犬，人人可欺。父王，我不想变成人人可欺的丧家之犬，我想和父王还有母妃住在一个院子。洛言，不要学会撒谎。不知道骆宽景拍了暗卫一直跟着他的洛烟，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没有撒谎，如果我撒谎，就让我去吃屎。骆宽景很无语，他可不想有一个吃屎的女儿。妍妍，你可别害我，你母妃我还没活够。我怎么会害母妃呢？我这是在帮你呀，帮你也是帮我和哥哥。今天在养心殿上面的骆廷义一直护着裴梦婉和骆雨骆童，可父王却说一切都听皇帝伯伯的，连一句话都不帮我说，太没人情味了。如果父王喜欢母妃，一定会爱屋及乌喜欢我和哥哥的。所以为了我和哥哥，母妃你也得搬到云深院去勾引父王，让父王喜欢上你。不能让别的女人来把父王的心给勾走，生下一堆庶子庶女。可是你父王不会同意的，当初要不是你皇祖母，我都不一定能嫁给你父王。母妃就交给我吧，
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就不信父王不同意。父王要是不同意，我就去大街上吃屎，边吃边喊我是秦王府的长宁郡主，让百姓们都知道父王这个曾经百战百胜的战神王爷有一个喜欢吃屎的女儿。父王要是还不同意，我就拉着哥哥一起去吃屎，让所有人都知道秦王府世子和郡主都喜欢吃屎，让他彻底颜面无光。你这么说，你哥哥同意吗？内力高深清楚地听到母女二人对话的骆宽景捏了捏眉心，秋野抖着肩膀压制住嘴角，低头看着自己脚尖，憋住了。这么伤敌8000自损1万的法子，也只有郡主能想出来。嫣嫣呐，就算你父王同意了，他也不会允许我跟他住一个屋。我觉得还是算了吧，你别去吃屎了，那东西不好吃。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都住进一个院子了，还怕以后没有机会睡在一个屋子里吗？母妃，就当是为了我和哥哥，你也要去把父王的心给勾过来，不要让父王被外面那些妖艳贱货给抢走啊！裴淑仪神色犹豫，罗烟见状觉得有戏，又加了一把火。母妃，难道你不想以后遇到裴梦婉，在她面前炫耀吗？人人都说你是靠着算计才嫁进秦王府的，如果你和父王恩爱两不疑，那些外人一定不敢再对你出言嘲讽，裴梦婉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一说到裴梦婉，裴淑仪立马精神起来了。她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能把裴梦婉狠狠踩在脚底下，羞辱她，那简直是太好了。哎呀，就是我这个夫君脾气有点大，我有点没细心啊。而且我跟骆宽景那个啥的时候，他的腿没事，现在他的腿废了，不会有影响吧？天老爷，我怎么在嫣嫣面前说这种混话？嫣嫣应该不懂吧？话本子里说，有的人虽然腿残废了，他也不会影响其他地方的。母妃，我觉得父王身体很好，如果你能和父王给我和哥哥生下一个妹妹，那就哎呦，嫣嫣呐，赶紧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话本子都给我丢了，小孩子不能干这些。把他们2个都给本王丢出去！等等。骆宽景语气又是一顿，如果不让他们母子3人住进云深院，罗颜真的带着骆昭去大街上吃屎咋办呢？直觉告诉骆宽景，罗颜真的做得出来这种事儿，到时候丢人的是整个秦王府，他一世英名将会毁在他们身上。嘿，父王，你考虑的怎么样啊？要不要我和母妃哥哥搬进云深院？如果我不让你们搬进来，你会怎么做？那我就去吃屎。嫣嫣，你要吃屎啊？那不正巧了，我养了3条狗，每天能拉3吨屎，我正愁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如果嫣嫣能替我解决了，那再好不过了。好啊好啊，我最喜欢吃屎的。不过书中说有好东西要学会分享。二哥，我不能独占那么多屎，不如二哥跟我一起分了吧。这样的话，你既解决了狗狗们拉太多屎的烦恼，也能让外人知道我们兄妹十分和睦。书中也说，哥哥要学会让着妹妹，我就不和你争抢了。那不行，如果我不让着二哥，外人会说我和二哥关系不好。天地良心，我可是最喜欢二哥的了，怎么能让外人误会我和二哥之间的关系呢？除非二哥你不喜欢我。明成，你不应该在书院吗？怎么回来了？我听说嫣嫣落水发烧，又在上书房打架，就跟夫子请了假回来看看嫣嫣。大哥应该也要回来了。说曹操，曹操就到。周福玉来到云深院。父王，母妃。你三弟有消息了吗？
我没有收到三弟的消息。父王，我回来了。啊，母妃、大哥、二哥，你们都在啊？小燕燕，你头发怎么被扯成这个样子了？好像被屁崩了似的。父王，二哥和三哥，一个喜欢吃屁，一个喜欢吃屎，不如让他们去大街上表演给百姓们看吧。哈哈，过不去屎这个话题了是吧？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吃屁了？嫣嫣，不要胡说。大哥也想去大街上表演。再不闭嘴，就去给我罚抄女则20遍。那你答应我和母妃还有哥哥搬进云深院吗？什么？母妃和洛烟、洛昭要搬进云深院？父王，你不能这么偏心，我也要搬进云深院。阿羡，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还跟弟弟和妹妹争宠啊？不知羞。我不管，洛昭和洛烟要搬进云深院，我也要搬进云深院。父王，你不能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就偏心。把他们都给我丢出去！被丢出去的洛烟气急败坏上前，一把掐住江云羡的脖子。都怪你，都怪你！父王差一点都答应我了。哎，妍妍，不能打人。妍妍，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让你父王同意，咱不闹了哈。你就省省力气吧，你掐我也没有办法改变父王的决定。操，小小年纪小心思就这么多，不愧是书中说的纯恶人。像这种天生恶人，一点感化是没用的，恶人只有恶人磨。洛烟嘴角缓缓勾起，抓起他的手腕，张口就狠狠地咬下去。洛烟，你是狗吗？竟然学会了咬人！洛烟不语，只一味地咬着他的胳膊不松手。母妃救命啊！大哥二哥救命！妍妍，快别咬了，你的牙已经没了2颗，别再把其他的牙也给崩了。母妃，我的胳膊还不如洛烟的牙重要吗？周福玉看着裴淑玉围着洛烟和江云羡团团转，但就是不上手把洛烟给拉开。他沉默了一会儿，上前按着洛烟的脑门，用力把他的嘴和江云羡的胳膊掰开，然后拎着洛烟的后衣领把他给提起来。洛烟，我要去跟父王告状。你去告啊，说你堂堂一个男子，被我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给推倒了，还咬了一口。你不嫌丢人，父王还嫌丢人呢。阿羡让着你，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他是哥哥，让着我这个妹妹怎么啦？这个理由很强大，我没有办法反驳。就在这时，江云羡突然像是疯了一般，冲到洛烟跟前，抓起他的胳膊，张口就咬了下去。江云羡，你给我住口！洛烟疼得大叫，使劲地拍打江云羡的脑袋，甚至还用脚踹他，可他都没有松口，直到裴淑玉过来拉着江云羡，他才顺势松口。哼，你咬我一口，我也咬你一口，不亏。洛烟看着胳膊上面的牙印儿，要被气疯了，正要上去和江云羡决死战的时候，后衣领又被拎了起来。洛烟，再闹下去，父王就要出来了。父王出来，你和江云羡就会一起受罚。母妃，您把洛烟给看住了，我还有功课，就先走了。哎，好啊好，你去看书吧。暗处把洛烟和江云羡互咬的情景看了全城的秋野，去书房禀报洛宽景，描述的那叫一个绘声绘色。洛宽景更头疼了，有谁见过哪家兄妹会互殴？不仅互殴，还咬人。去，让洛烟去祠堂跪着抄写女则20遍，江云羡去祠堂跪着罚抄10记10遍。周福律和谭明成未能及时阻拦自己弟弟妹妹打架，也给本王去祠堂跪着。等他们2个什么时候抄好了，他们才能一起离开。至于裴淑玉，身为长辈，儿女互相动手却不制止，禁足1个月。是，王爷。
怒气冲冲回到海棠院，还没喝上一口茶的洛烟，听到自己要去祠堂罚跪抄写女则，还加了10遍的时候，感觉天在一瞬间塌了。我抗议！郡主，还是听王爷的吧，不然就是罚抄女则30遍了。洛烟一听，立马变得蔫不拉几的。不过在想到江云县也受罚了，周福玉和谭明成也陪着他们去祠堂的时候，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世子，您不是在养伤吗？怎么过来了？让开，我要找父王。王爷现在公务繁忙。世子，您这屁股上面的伤都还没好，可别再惹王爷生气了。我就没见过有你这么偏心眼的父亲，纵容养子欺负自己的亲生女儿，你还罚他去跪祠堂，他才10岁啊，你怎么忍得下心呢？怎么，你现在是心虚的不敢见我吗？秋野一个头2个大，从前也没见过世子这么胆大，怎么一夜之间世子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总爱跟王爷叫嚣呢？既然你这么心疼洛言，那你也去祠堂陪着他好了。祠堂的大门忽然被打开。哥，你咋来啦？我来陪你。你屁股的伤还没有好，你来陪我干嘛？有大哥二哥和江云县那个傻叉在，我也不怕。洛言，你骂谁傻叉？谁破防谁就是傻叉。我是暴脾气。别闹了，再闹下去就不是罚跪祠堂罚抄史记这么简单了。可洛言他骂我。你是哥哥，让让妹妹怎么了？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心胸都没有？江云县心梗，可他才比洛言大1岁啊，早知道在娘胎里多待2年了。哥，你回去吧，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用你陪的。洛昭抿了抿唇，没有作声。洛言，你还没看出来吗？洛昭来祠堂也是被父王罚的。不是吧，哥，你又干啥惹了父王生气？还能为什么？为了给你撑腰，说父王偏心呗。我又没问你，你可闭嘴吧。哥，真的是像江云县说的那样吗？洛昭点了下来，洛烟嘴角狠狠抽了抽，扫了一圈祠堂里的几人。好家伙，秦王府5个儿女都聚齐在祠堂里了，都能开一桌麻将了，还能多出一个替补呢。哥，你屁股还没好，不能久坐，也不能一直站着，你趴在蒲团，把屁股撅起来。女孩子家的，不要总是说屁股什么的字眼，被别人听到了总归不好。那咋啦？难道他们不用屁股拉屎吗？不用屁股拉屎，难道用嘴巴拉屎啊？洛言，你恶不恶心啊？你觉得屁股这个词很恶心？那你小心1个月拉不出来粑粑哦。好了，别吵了。早知道今天他们会闹出这么一出，他就不回来了。洛昭挥了挥手，六喜抱着一床被子进来。等六喜把被子给铺好后，洛昭趴了上去。你们归你们的，我睡我的。凭什么都是受罚？你能趴在被子上？凭我受了伤，凭我是秦王府世子。洛烟也羡慕洛昭受伤了有特权，他没有受伤，肯定不被允许趴着。他目光在祠堂里扫了一圈，忽然对着上面唯一的牌位跪了下来，磕了3个头。奶奶，孙女跪着实在是有点累，就不跪了，还望奶奶能心疼孙女。如果奶奶同意的话，牌位就不要动。等了一会儿，牌位没有动。洛烟嘴角一勾，站起身，抱着几个蒲团来到牌位下面，靠着后面柜面坐着，把宣纸放在放着贡品的柜台上面。舒服，终于不用跪着了。这波操作下来，给江云县几人看呆了，又能坐着又能背靠着，他还是来受罚的吗？奶奶，我跪的膝盖疼，我不想跪着了。如果您同意，牌位就不要动。牌位没动，稳稳当当的立在中间。江云仙一喜，把蒲团抱到洛烟旁边，
把自己的宣旨也放在柜台上。哼，学人精！你哼我也没用，奶奶都同意了。大哥，要不我们也给奶奶磕一个？周福玉心下犹豫起来，没有谁会乐意一直跪着，他也不例外。就他们2个抄写的速度，3天都不一定能抄完。难不成我们要一直跪着？你不磕头，我自己磕。说着，谭明成对着淑妃的牌位磕了3个头，然后站起身，活动活动筋骨。周福玉老老实实的跪了1炷香时间，还是没忍住对着淑妃牌位磕了3个头。周福玉走到洛烟身边，看着他写的那一坨字，嫌弃的移开视线。但下一秒出现在他眼中的字跟洛烟的字不相上下，丑的哟一言难尽。你们从来都没有练过字吗？练那玩意有啥用啊？又不能吃。这话我倒是认同。字好有什么用？字写得漂亮就能考上状元？字如其人，你们不懂吗？字就是人的第2张脸。狗屁！字写得好，但是出身穷苦，别人就能对你点头，还要尊重你。明明权势才是人的第2张脸。周福玉捏了捏拳头，暗沉的眼底有一瞬的猩红。是啊，在这世道，权势才是最重要的，字写得好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爹娘不是普普通通的商户，而是身有官职有权力的人，他们全家也不会被灭族。可惜至今也没有查到底是谁害死了他全家。以秦王府的权势，查了6年都没有查到一丝线索，说明背后之人权势很大，隐藏得很深。大哥，你有字帖吗？我觉得吧，字还是很重要的，但我没有字帖。你可以送我几张字帖练字吗？回头我送你几张。好的，谢谢大哥。阿羡，回头我也送你几张。不管怎么样，你是父王的养子，字不说好看，也不能太丑。知道了。连续抄了1个时辰的女则，洛烟手酸的不行，关键是她还饿了。洛烟盯着台面上放着贡品的盘子，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没忍住伸出一双罪恶的魔爪。洛烟，你饿死鬼投胎啊！这是贡品，贡品你也敢吃？不怕奶奶生气晚上来找你？奶奶怎么会生我的气？奶奶要是来找我，一定是心疼我饿肚子了。奶奶，如果你同意我吃贡品，牌位就不要动。等了2息，牌位一动不动。洛烟嘻嘻一笑，拿着盘子上面的苹果随意擦了擦，张口就咬了下去。你怎么不说如果奶奶同意你吃贡品，牌位就倒下来呢？你不就是……话音未落，淑妃的牌啪嗒一声倒了下来，好巧不巧就倒在了江云羡面前。江云羡吓得又惊慌失措，一个弹跳起身，跳到了周福玉身上。看吧，我就说奶奶同意我吃贡品，你们也一起来吃吧。不，我们不饿，我们不吃。洛烟，给我一个苹果。得嘞。洛烟扔给洛昭一个苹果，把手中苹果吃完。洛烟把淑妃的牌位拿起来。奶奶您放心，我既然占据了您孙女的身体，就一定会保护好她的家人，不会再让他们重蹈书中的结局。把牌位放好，江云羡彻底老实了下来，认认真真的抄写史记。就在这时，屋里突然传来吱吱吱的声音。有老鼠！大哥，救命啊！不是老鼠，是母妃。母妃，你来就来吧，装老鼠干嘛？我这不是怕祠堂里有人看着你们吗？我是偷偷出来的。母妃，你被父王禁足了，圣母偷偷跑出来，不会惹怒父王吗？没事儿，我从狗洞里爬出来的，那个狗洞很隐秘，你们父王不会发现的。快来看，母妃给你们带了什么好吃的？哇塞，大鸡腿啊！什么？有鸡腿？阿昭、阿玉、阿成，
你们3个快过来吃吧，吃完了我还得回去，不然时间久了会被你们父王发现的。祠堂不大，洛烟等人跪坐在石河旁边，围了个圈。裴淑玉带来的饭菜很多，但他们都是半大小子，吃的也多。多吃点儿，明天母妃还给你们送。母妃，您不用这么做，被父王发现了，父王会生气的。没关系，只要你们几个吃得好，我受点罚没事的。母妃，明天我要吃红烧肉。可以。很快盘子里只剩下1个鸡腿，洛烟和江云羡2人对视一眼，随后同时伸出筷子，2人一同落在那个鸡腿上，谁也不让着谁。江云羡，你是哥哥，我是妹妹，这个鸡腿必须让给我。不行，这个鸡腿我也要吃，我可以当你弟弟。弟你妹呀，鸡腿是我的，你不准跟我抢。凭什么？我都已经当你弟弟了，鸡腿你必须让给我。我才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弟弟，除非，嘿嘿嘿嘿，除非你变成我的妹妹，当姐姐的自然要让着妹妹啦。洛烟，你不要脸！嫣嫣呐，这话可不能乱说啊。谭明成趁着所有人不注意，把那唯一的一个鸡腿塞进自己嘴里。等洛烟和江云羡发现的时候，盘子已经空了。我看你们打来打去也分不出来胜负，干脆二哥替你们解决了。不用谢，二哥我向来乐于助人，乐善好施。洛烟和江云羡对视一眼，默契的同时放下碗筷，又默契的同时扑到谭明成身上。洛烟、江云羡，你们干嘛？快放开我！突然露出脚丫子的谭明成大惊失色，整个人跟过年的猪似的，使劲的挣扎，2个人都按不住。哥，帮我按住他，就当是饭后运动了。洛昭挑了挑眉，慢吞吞的移动身体去帮忙。二哥，今天妹妹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欲仙欲死。说完就把手中的毛笔芯对准谭明成的脚底板，轻轻的来回晃动。小妹，快停下呀！我错了，洛烟，我错了，我再也不抢你们的鸡腿了。好残酷的酷刑。云深院，祠堂里的动静根本就瞒不住洛宽景。在听到暗卫汇报，裴淑玉从狗洞里爬出来，拿着食盒去了祠堂后，去祠堂。一个个的当真是胆大包天，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小罚不小。来到祠堂外，看到跟做贼似的偷偷打开祠堂的门，左右瞥了瞥，从另一个方向猫着步子溜走的裴淑玉，洛宽景眉眼猛地跳了跳。二哥错了，别挠了。二哥，你不是最爱笑吗？怎么，我让你笑，你还不开心了呢？我错了，好妹妹，我真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抢你的鸡腿了。二哥，谁是世界上最好的妹妹啊？是你。那二哥以后听不听妹妹的话呀？听。我以后只听你的话，饶了我吧。洛宽景看着紧闭的祠堂大门，眸子轻轻合上。走吧，回去。晚上，王府里丫鬟送来了被褥，洛烟打了个哈欠，瞥了眼还在抄写的江云羡，抱着自己的被子找了个平坦的角落睡觉去了。睡得正香呢，洛烟忽然察觉到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洛烟僵着身子缓缓低头，借着微弱烛光看到一只苍白如纸的手死死攥住自己的脚踝，
他冷汗直冒，喉咙发紧。就当他快要尖叫出声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是江云羡呐！江云羡不知道什么时候睡到他旁边了，迷迷糊糊的把他的脚给抓住了。求求你们，帮我找找我爷爷。不，我爷爷没有被老虎吃掉，你们骗我。那是我爷爷的房子，你们不准动我爷爷的东西。你们骗人，我才不是丧门星，不是我害死的爷爷。爷爷，阿羡听话，你什么时候来找阿羡啊？阿羡好想你。洛烟心中莫名有些酸涩，书中对江云羡的家世就简单的描述了一遍，从出生起就被抛弃，被老猎户捡起来收养，老猎户死后，村民把他赶走，如果不是遇到洛宽景，或许他早就死了。酸鸟，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让让你吧。翌日，江云羡迷迷糊糊的醒来，发现自己怀里有个软乎乎的东西，低头定睛一看，差点没把他魂吓飞。江云羡脸颊爆红，手忙脚乱的把洛烟的脚推开，然后快速从被窝里钻出去。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来到10天后。世子、郡主，今日皇后娘娘设宴，为各位主子在大臣家中的孩子们挑选伴读，所以今日暂时不用去上书房了。待会儿王妃会带着世子和郡主进宫赴宴。挑选伴读？我去换身衣服。哥，你可不能再选裴焕州当伴读啦。哼，你当我很蠢吗？已经错了一次，还会再犯第二次？我这不是怕你忘了，提醒提醒你嘛。那我也提醒提醒你，别忘记了，你的那个伴读啊，比我的还要差。哥，待会儿如果那老毒妇忽悠你选裴焕州当伴读，你就当众拒绝，不要给他一丁点面子，气死他。可以啊，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鬼点子这么多呢？说的好像你从前跟我有多熟悉似的，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邢王妃，我们夫人有些话想跟昭世子和长宁郡主说，请随奴婢来吧。母亲要把他们带走说什么？奴婢不知。那就去问清楚了再来，或者让母亲亲自过来。丫鬟闻言只能暂时先离开。靖远侯夫人看到丫鬟没有把人给带过来，听到她的汇报，气不打一处来。我现在想跟自己外孙外孙女说说话也不行了吗？还要我亲自过去？果真是外面长大的，不守孝的，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不加阿婉半分。淑玉，你跟我来。裴淑玉没想到靖远侯夫人亲自过来了。母亲，你找阿昭和嫣嫣什么事？这事儿跟你说也是一样。你二哥的长子今年11岁，性格活泼，你让阿昭选他当伴读。还有，你大哥的女儿今年9岁，性格娴静，你让嫣嫣选他当伴读吧。我不同意。淑玉，你虽然从小不在裴家长大，但现在你已经回来了。你是裴家的女儿，你的娘家是裴家，只有裴家好，你才会好。一个女子，只有娘家强大了，在婆家才不会被看不起。我让阿昭和嫣嫣选阿周跟芳芳当伴读，也是为了裴家，为了你好。那母亲为什么不让洛雨和洛彤选他们当伴读？阿婉说雨儿和童儿的伴读灵王已经选好了，我总不能让灵王去拒绝他们吧。阿昭和嫣嫣的伴读王爷也选好了。裴淑玉，你以为我好骗吗？你非要让我这个当母亲的为难是吗？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学学阿婉的懂事？为什么总要跟我唱反调？明明是母亲为难我。母亲既然觉得我没有裴梦婉懂事听话，那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吧。让阿周当阿昭的伴读也是老夫人的意思，
你连老夫人的话都不听了吗？裴淑玉脚步顿住，眸中闪过一抹泪花。在裴家，只有祖母是真心对她好的。老夫人今年已经80岁了，最希望的就是家庭和睦，儿孙和睦相处。你想让老夫人失望吗？母妃，我选好伴读啦。妍妍，你选谁当伴读？我要选武宁侯府云家云之穗当伴读。啊，我吗？对，没错，就是你。我想选你当伴读，你同意吗？云之穗咬了咬下唇，有些不知所措。他抬头看向武宁侯世子夫人，祖母不是说他今天就是来走个过场吗？为什么长宁郡主会当众选他当伴读？武宁侯世子夫人也愣了一下，看着那边脸色难看的靖远侯夫人和面无表情的裴淑玉。应该是靖远侯夫人让长宁郡主选的伴读，秦王妃并不满意，所以才让长宁郡主选穗穗吧。机会送上门来了，武宁侯世子夫人自然不会错过。她对着云之穗点了下头，我同意当郡主伴读。皇后伯母，我以后的伴读是云之穗啦。好，本宫记下了，以后云家小姐就是你的伴读。阿昭呢？选谁？回皇后娘娘，阿昭选我家那不成器的孙子阿周当伴读。母亲，母后，阿昭和阿周的关系向来不错，就定阿周当阿昭的伴读吧。皇后伯母，您别听他们的，我的伴读我自己选，我选辅国公府纪家纪兰慈当我的伴读。纪兰慈听到自己名字愣了一下，抬眸看向洛昭，眸中划过一抹不解。洛昭，外祖母既然已经为你选了阿周表哥当伴读，你何故临时反悔？哼，我选谁当伴读是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你们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路过的粪车，你们是不是都要去舔两口？11皇子闻言十分嚣张的捧腹大笑，唐贵妃轻咳一声，没好气的瞪了11皇子一眼。阿昭，你确定要选辅国公府的纪小少爷当伴读？确定。好，本宫记下了。皇后一锤定音，靖远侯夫人再不甘心也只能坐回去，只能用眼神狠狠瞪着裴淑玉。骆雨和骆腾的伴读和书中一样，一个是叶家的儿子叶勋，一个是年家的女儿年之云，这两家都是支持骆廷义的。太孙骆晨则是选了太子妃母家陆家的人当伴读，骆轩和骆少都选了自己母亲娘家的人当伴读。伴读都选好了，也临近午时，皇后招手让工人带着贵妇们去另一边宫殿里用膳。裴淑玉，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裴淑玉就知道靖远侯夫人没落到好，一定会堵着她。阿昭、阿嫣，你们先跟着宫女去宴席上吧，我待会儿再去找你们。好的，母妃，那我们先走啦。洛言，你没看到那个老毒妇气势汹汹地冲着母妃，干嘛把我拉走？哥，你傻呀！那老毒妇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嫡亲的外祖母，以我们的身份可以对裴梦婉不敬骂她，但如果我们骂了那老毒妇，给她气晕了，这满京城里都该传我们不孝了。到时候就连皇祖母也会对我们失望，转而去喜欢骆雨和骆童，那我简直能呕死。可如果我们不帮母妃，母妃会在那老毒妇的手里吃亏的。我们不能明着对老毒妇如何，但可以暗地里呀。哥，我听说纪兰慈从小习武，武功肯定不错，她是为你的伴读，你有事请她帮忙，她应该不会不帮吧？放心，这事儿啊，交给我。国公夫人，我想和纪兰慈单独说两句话，不知可否？好，兰慈，跟着赵世子去吧。好的，祖母。反正你以后是我的伴读，我也不瞒着你了。我外祖母不喜欢我母妃，不喜欢我和我妹妹。这次外祖母不顾我的意愿，
让裴焕州当我的伴读，我不同意才选了你。他不敢对我怎么样，就去骂我母妃。纪兰慈，你帮我一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书中的纪兰慈为人正直，温润端方，君子如玉。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她是洛童得不到的白月光。对洛童来说，他得不到也不允许别人得到，于是他就毁了纪兰慈，一条毒蛇送他上了西天。纪少爷，这样吧，我们也不用你打伤我外祖母，打断他的话，让他别再骂我母妃就行了。你也有母亲，如果你的母亲被骂被欺负，你也会生气的，对吧？我只帮你们这一次。那就多谢纪少爷啦。裴淑玉，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你现在当上秦王妃，以为自己翅膀硬了是吧？早知如此，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生下来。不对，我应该把你生下来给掐死，也不至于现在让你这么气我。是吗？把我掐死，你就不会有裴梦婉这个宝贝女儿了。你……靖远侯夫人怒上心头，扬起手就要打在裴淑玉脸上。这时，一只鸟突然从空中掉在了靖远侯夫人的脑袋上。什么东西？夫人，是一只鸟。夫人，这只鸟怎么了？不是已经拿下来了吗？他把我的发簪弄歪了，重新戴不就行了？这只鸟在夫人您的头上拉屎了。还是好大一坨，想不注意都难。快去派人告知皇后娘娘，扶我去更衣。洛烟捧腹大笑，没想到那只鸟竟然这么给力，简直是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我已经按照你们要求做了，可以让我走了吗？启兄，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有事找我，我一定帮你。纪兰慈不语，以后你们别再让我干坏事儿，我就谢天谢地了。此时的纪兰慈并不知道，妥协了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一直跟着洛烟的暗卫，在他安全回到王府后，就去云深院跟洛宽景汇报今日发生的事。以后不必跟得太近，只要他们两个没有危险就行。是。翌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洛昭和洛烟兄妹两人去习武堂的时候，看到了江云羡。看什么看？我去求了父王，父王让我跟你们一起习武。你不是在捍卫营里练武吗？后面那句话被他硬生生地咽了回去。书中江云羡武学天赋很高，虽然表面上他是王府养子，但背地里他被洛宽景送去暗卫营里训练。洛宽景突然让他跟他们一起训练，应该有自己的考量。洛言没说什么，洛昭却有点生气。呸！区区一个养子，凭什么跟我们镇京主子一起训练？洛宽景就是偏心。好帅啊！洛烟瞪大眼睛，目光紧紧盯着陆龟灵。可惜了，他以后是洛童的夫君。洛烟正欣赏着帅哥呢，面前就站了一个人，严严实实的把他的视线给挡住了。喂，你让开！洛烟看都没看他一眼，推了推他，但他纹丝不动。洛烟不耐地抬头看过去，对上一双漂亮忧郁的烟灰色眸子。你站在我桌前干嘛？有事？桌子碎了。谁干的？慕容燕没说话，眼神却慢慢挪到了端王世子身上。罗轩，你要死啊！敢把我的镯子给摔坏？不就是一个镯子，大不了我赔给你一个就是了。啊，这是一个镯子的问题吗？这是你不给我面子的问题。我把镯子送给慕容燕，慕容燕就是我罩着的人，你打了她，还把镯子给弄坏了，你就是打我的脸。慕容燕一个败国送来的质子，低微卑贱，凭什么跟我们在一起念书？我打就打了，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我不管，反正我不允许你再欺负慕容燕，不然的话，我二哥养了3条狗，每天能拉3吨屎，
你要是再欺负慕容燕，我就把3吨屎全喂你嘴里。洛烟，你恶不恶心？你吃屎，我恶心什么？反正你不许再去欺负慕容燕了。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你罩着他干嘛？难不成你喜欢他？你要嫁给他？洛轩，我劝你识相点，听洛烟的话。你要是不识相，我就让我几兄揍你。我几兄武功高强，一个能打你3个。我并没有揍人的爱好，更不敢揍皇家世子。洛烟，大秦国的人杀了我大周国边境无数将士，慕容燕是大秦国皇子，你身为大周皇室郡主，怎么能跟他走近？真是乌龟掉进盐缸，给你这个小王八羔子咸完了。我怎么对慕容燕跟你有个屁的关系？你要是整天闲得慌，明天我就把我二哥养的狗拉的屎带到上书房塞你嘴里。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你何故这般骂我？什么实话实说？我看你就是针对洛烟，看不得他好，挑拨离间洛烟和秦王叔之间的关系。被11皇子猜中心思，洛雨脸色很不好。洛烟，人人皆知秦王叔的腿是被大秦国伤的，你身为他的女儿，就要保护大秦国皇子。你这么不孝，秦王叔知道吗？你简直枉为秦王叔的女儿。我请问，我父王的腿受伤的时候，慕容燕几岁？他那时才3岁，是他让人给我父王下毒的。他作为一个牺牲品被送到了大周，大秦国让他来当出气筒，就说明他在大秦国并不受宠，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皇子。大秦国强盛时，他没有尝到甜头；大秦国弱势时，他被推出来当出气筒。洛轩，你扪心自问，你动手打慕容燕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为我父王报仇，还是为了自己心里的那点恶趣味？洛轩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他哪里管什么报仇不报仇的，他只是单纯的不喜欢慕容燕罢了。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话，那看来只是单纯的想揍慕容燕啦。你以自己私心去欺辱慕容燕，就不要打着为我父王报仇的名义啦。我父王并不需要，他是大周鼎鼎有名的战神，还不屑把怨气撒在一个被抛弃的可怜孩子身上，那不是在为他报仇，那是在羞辱他。反正我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要是再敢欺负慕容燕，就是跟我作对。被抛弃的可怜孩子，他说的挺对的。洛言说的对，秦皇叔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把大秦国打得落花流水，还不屑于去欺辱一个无足轻重、爹不疼娘不爱、被自己国家抛弃的皇子。洛雨脸色变了又变，这么好的一个能挑拨他们父女关系的机会，竟然又被洛言给狡辩了过去。他的嘴到底是怎么长的？就在这时，父子拿着书本进屋，洛言见状，坐回了自己位置上。云之岁，过2天休息，我去找你玩吧。可以的，郡主。你觉得陆龟灵这个人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就是你喜不喜欢他呀？想不想让他当你以后的夫君？云之岁被洛言直白的话给惊了一颤，蓦然的红了耳根。哼，你脸红啦，说明你有这个意思哦。要不要姐妹帮你呀？郡主，你快别说了。哦，你不喜欢陆龟灵呀？那我回去求我父王，让我和陆龟灵定亲。不行。哦，云小姐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不是，我没有说夫子说的不对。上课要认真听，不要窃窃私语。你们每个月都会有1次小考，连续3次不及格，我们有权让你们离开上书房。是，我知道了，夫子。什么？连续3次不及格就可以离开上书房？很快中午下学，别以为你有洛烟的保护就可以高枕无忧，你给我等着瞧。慕容燕没把洛轩的话放在心上，装什么装？眼珠子转了转，嘴角勾起一抹恶意的弧度，坏心眼的伸出腿，
慕容燕低头瞥了眼他的腿，脚步顿了一下，抬眸看向洛烟的方向，眸色一沉，顺势被绊倒，但绊倒的方向却被他给改了。洛烟！洛昭看到洛烟摔倒，连忙过来把慕容燕给拉开，把他给扶起来。洛轩，你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是吧？还敢欺负慕容燕？洛烟，你眼瞎呀！我就站在这里，可没有对他动一根手指头，他自己站不稳摔倒，关我屁事！你敢发誓慕容燕摔倒不是你绊倒的吗？如果你骗人，以后拉不出来屎。好歹毒的誓言！洛轩性格直率，慕容燕如果真的是他绊倒的，他肯定会承认的，对吧，洛轩？对，洛雨说的对，我还不屑撒谎。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啊？皇祖父让我们来上书房念书，一是为了我们的学识，二是为了加固我们皇家子孙之间的感情。洛烟，洛轩是端王府世子，如果皇祖父和太祖母知道你为了一个他国质子而针对洛轩，想来就算太祖母再宠你，也会对你心生不满。就是，我们如何做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快滚吧。我们走。11皇子对着洛雨的背影挥了挥拳头，要不是怕被父皇打板子，他是真想再去揍洛雨一顿。呵，呸，现着他了。殿下，你要是实在看他不爽，找个机会给他套麻袋，不就不会有人知道是你做的了吗？你以为我不想啊？你是不知道母后有多宝贝他那2个孙子孙女，竟然说动父皇派侍卫接送他们2个从上书房到宫门口也有灵王府的侍卫护送他们回府。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光明正大的揍他。什么办法？下午的骑射课你去武场和洛雨切磋。我又不像你功夫那么好，我可不一定能打得过洛雨，要是被洛雨压着打，那我丢死人了。不过我不行，你可以啊。你别害我，我可不敢跟洛雨动手，会被我爹娘打死的。没让你和洛雨打，你和他的伴读叶勋打。唐北义迟疑了一下，揍叶勋他倒是敢，但叶勋会同意吗？全程听到11皇子和唐北义的对话的洛烟忽然把脑袋凑过来插了一句：唐北义，我给你算一卦，你给我把叶勋往死里揍。啊？我说真的，我给你算一卦，你把叶勋揍一顿。书中原主看上的那个男人就是叶勋，原主为他疯，为他狂，为他咣咣撞大墙。可叶勋只喜欢洛彤，他被他缠得烦躁，派人把他抓走送到勾栏院里，让他染上了脏病，最后死在了无人在意的角落。唐北义，以你的功夫一定能打赢叶勋，你怕什么？反正是正儿八经的切磋，你就算把他揍个半死，也没人会说你不对。那好吧，那要是叶勋不同意，可不能怪我。放心吧，他不同意，我就骂到他同意。走了，吃饭去。等等，你不算卦啦？不算。哎，你会后悔的。我从不信命，我知我命由我不由天。那如果我告诉你，你以后会因为想当将军而害了整个唐家，你还会选择当将军吗？长宁郡主，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诅咒我还是诅咒我唐家？算了，你就当我刚刚放了个屁。不行，你把话说明白了，不然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刚刚被鬼上身了，说的都是鬼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你当我3岁小孩啊？哎呀，好了，洛言就那么随口一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较真呢？早知道唐北义这么死心眼儿，他就不多嘴那么一句了。吃完饭，洛昭拉着洛烟的胳膊，把他带到一旁的假山处。洛烟，你别和慕容燕走得太近，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就是知道，才要和他走得近一些。你想呀，他以后那么厉害，我们趁着他还弱小的时候，稍微给他一点帮助。而且我们帮他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如果能让他心存感激，那是再好不过了。你确定他会对我们心存感激？
他将来可是会弑父杀兄的。这种人从骨子里就是坏的，你帮他多了，说不定还会觉得你是在施舍他，转过头来对付你。应该不会吧？哼，怎么不会啊？你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好，以后少跟他接触，不要多管闲事。可我已经多管闲事了呀。趁着现在还不太晚，以后啊，慢慢的远离他就是了。反正再过5年他就回国了，跟我们也没关系了。好，我听你的。原来他们2个都是重生回来的，只是慕容燕抬眸抚上自己的眼睛，一抹疑惑又在眸中闪过。为什么他只能看到落烟身上的颜色呢？这一时他突然不着急死了，这么有趣的一件事，他当然要留下来瞧一瞧。我很期待你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下午的骑射课，唐北翼向叶轩发出了挑战。叶轩皱眉看向落雨，聂统领，既然要挑战，那就应该和自己实力相差不多的人发起挑战。人人皆知唐北翼是郑老将军的徒弟，而叶勋是读书人，没有学过多少功夫，让唐北翼和叶勋打，不是明晃晃的欺负人吗？切，你行你上呗，啰啰嗦嗦的，只是切磋而已，又不会出人命。怎么，你们怕了？聂统领，想要切磋，我觉得以唐北翼的实力，可以和纪兰慈切磋。实力相当的人才叫切磋，实力不相当的叫挨打。唐少爷，于世子说的对，实力相当的人才叫切磋。你若是想与同龄人切磋，可以和纪少爷。老聂，你这个叛徒，干嘛那么听落雨的话？林王府花钱收买你了。11殿下，这话可不能乱说。于世子说的在理，和实力不相当的人切磋就是挨打。行啊，那我来挑战你。落雨，你敢不敢应战？罗翔，你别冲动。我没冲动，我很冷静。落雨，你别不是怂了，不敢跟我打了？好，我应战。哥哥，你一定要小心。放心。11殿下，于世子，切记，只是切磋，万万不可伤了性命。哎，我们知道，快点的吧。聂统领看到洛萧这架势，就知道他是认真的了，道了一声开始，就推了下去。洛雨见状，神色认真起来。切磋自然是不能用武器，只能赤手空拳。2人你一拳我一拳，招式越打越急。落烟姑姑，你觉得谁会赢？不知道。谁殿下会输？为什么？因为11殿下太过急躁，心性不稳。唐北翼没有反驳陆归灵的话，想来啊就是真的了。认输吧，落雨，你不是我的对手。落雨却突然勾起唇角，喉间发出轻笑。洛萧见状，心中警铃大作，尚未反应过来，便觉小腹一痛。卑鄙！兵不厌诈，当心背后。洛萧下意识回头，却只看见空荡荡的教场。当他反应过来，陆毅一脚踹到他的背后，给他踹到了舞场上，掉下了舞场台，自然就代表他输了。你这个王八羔子，你耍诈！我已经说了，兵不厌诈。哥哥厉害，哥哥厉害！11皇叔，既然是切磋，那自然有输有赢。你这么生气，该不会是输不起吧？我去你娘的！老11，别骂姐。陆爷，你干什么？连你也这么气我？明明是他耍诈，我才会输的。那就说明你不够谨慎。如果他是敌人，你早就死800回了。洛萧咬了咬牙，说不出来反驳的话。确实是他不够谨慎，才会输掉这一局。输给谁不好，偏偏输给他最讨厌、最瞧不上的落雨。你要是不服气，下次再跟他约战，我教你一招，保证让你赢。什么？你快说。替他追追。追追是什么？是你们男生有的，而我们女生没有的东西。男生有的，女生没有的，
那是什么东西啊？唐北翼，追追是什么？唐北翼没想到洛萧会突然问自己，他瞥了眼洛烟，捂住耳朵，羞得整张脸都红了起来。我不知道，别问我。吉兰慈，追追是什么？不知道。洛萧哟了一声，然后把目光落在陆龟灵身上，张了张嘴，刚想询问，就被他给打断了。殿下，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啊？不都是功课很厉害的人吗？洛昭，你知道吗？洛昭当然知道，他脸黑的都能滴出沫来，要不是场合不对，他真想把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妮子给揍一顿。追追啊，就是你胯下多长的那块肉。洛烟，你还有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洛烟姑姑，真是太敢说了。都反应这么大干嘛呀？那东西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难不成你们不用那东西尿尿吗？以后你们娶媳妇儿了，还得靠那个东西生孩子呢。洛烟灵针起手，把唐北翼等人给惊得说不出话来，就连慕容燕脸皮子都猛地跳了跳。洛仙，你给我闭嘴！让我闭嘴干嘛？当男生多爽啊！下辈子我也想当男生，就因为多了一坨肉，就可以不用自己生孩子，孩子都能跟自己姓，还能3妻4妾，左拥右抱。哇，这日子简直爽歪歪！宣主，你快别说了。好吧，我不说就是了。一群毛都还没有长齐的小菜鸡，也不知道害羞个什么劲儿。我还能吃了你们不成？洛烟，别逼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扇你。哎呀，我的好哥哥，我不说了，别生气嘛。打蛇打7寸，打人也可以打7寸。落雨不是说兵不厌诈吗？那咱们也可以啊。可是这也太下流了吧？什么下流？这不叫下流，这叫计谋。哎，十一啊，你就是太老实了，才会输给落雨。做人太老实，容易吃亏。我倒是觉得这个计谋可以实行。对嘛，还是陆少爷不古板。你们都学着点陆少爷，不要太过古板，太过正经不知道变通，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做人就是要堂堂正正，我会光明正大的打败敌人，才不会用这种下流手段。是，你最厉害了，未来的大将军。洛萧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虽然用这种方法确实下流了一些，但只要能打败落雨，下流就下流吧。今天他不也跟他耍诈了吗？落雨，今天是我输了，我认输，但是我今天输了，不代表下次还会输。3天后在这里我们还比一场，如果我依旧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骂你了，不跟你作对了，怎么样？你应不应战？我拒绝，你已经输给过我一次，再来一次结果也是一样，不要耽误聂统领给我们上课。落雨，你怕了我，你怕我下次会赢你？你省省心吧，激将法对我没用。洛萧咬了咬牙，他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用洛烟说的那个法子去挑战落雨，可他竟然不接受他的挑战，这就跟一拳头打在棉花上似的，无力极了。11皇叔，不要冲动，让皇祖父知道了就不好了。落叶，你鬼主意最多，落雨现在不接受我的挑战，你说我该怎么让他同意？你问我啊？我也不知道啊，我总不能按着他的脑袋逼着让他同意吧。你再想想，只要你帮我这一次，我就答应你一个条件。3个条件。可以。我这里还真有一个法子，但有点缺德。什么办法？你尽快说。季兰慈，你有没有察觉到洛童的眼神时不时的会落在你身上？季兰慈一听，下意识地看向洛童的方向，而此时的洛童正悄咪咪地盯着季兰慈看。
这跟启兰子和洛彤有什么关系啊？你戳呀，洛彤是洛雨的妹妹，你让季兰子去勾引她一下，让她替洛雨答应和你打不就行了？这能行吗？能行，怎么不能行？洛雨和洛彤是龙凤胎兄妹，关系最亲密。或者你去扇洛彤一个大嘴巴子，洛雨肯定生气，一气之下就会和你决斗。我觉得第二个办法很好。我觉得第一个办法不错。齐兰慈，到你牺牲色相的时候了。还有半个月就要进行一次考核。11殿下，那天陛下和皇后娘娘都在，等到那天你再向羽世子提出挑战，想来他不会再拒绝的。还有半个月，那我不得受他们半个月的耻笑？谁敢耻笑你，你上去给他一拳。你还怕他们？罗言，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宫回府。一言，3天后是陆家老夫人的寿辰，帖子已经送过来了。陆家是太子妃母家，我肯定是拒绝不了的。但裴梦婉和你外祖母肯定也会去，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母妃，你不能偏心洛烟，我也要去陆家。不是母妃不愿意带你去，你是男孩子，也10岁了，按理说是去不了后院的。你父王肯定不会出门的，那到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在前院。我一个人没事的，反正有6喜跟着，我也不会丢。母妃，哥哥已经10岁了，已经独当一面了。再说了，哥哥还是秦王府世子，谁敢欺负他呀？母妃要是不放心，让三哥也跟着哥哥一起吧。行吧，那到时候让你三哥跟着你。哥，你知道陆老夫人寿辰宴上发生的事吧？罗昭点头，他当然知道了，不然也不会非要跟着去啊。他叮嘱道：你跟着母妃，别让她又做糊涂事。我会看好母妃，但是哥，以母妃那单纯的性格，怎么可能会在陆老夫人的宴会上和洛廷义表白？我觉得母妃是被算计的。怎么说？他们怎么算计母妃的，我们就怎么算计回去。见过长宁郡主。哦，你是谁？家父武宁侯。武宁侯，那不是云之岁的父亲吗？落雁脑袋一转，瞬间就知道眼前的少女是谁了。云之岁的庶出姐姐云之雪。郡主，岁岁现在是您的伴读，她自小被祖母和母亲娇宠着长大，不通人情世故，说是有哪里得罪您的地方，还望您多担待。你说，我如果把你刚刚说的话告诉武宁侯夫人，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武宁侯夫人日后还会带你出门参加宴会吗？郡主，您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武宁侯夫人一定能听得懂的。行了，滚吧，收起你那肮脏的心思，还自大的妄想把我当傻子哄。哼，蠢货！殿下，生辰老夫每年都会过，您的身子不好，何故还要亲自过来？娘娘，你也不劝着一些。母亲，我劝过了，太子执意要来，我也没有办法。太医说过，也不能总是待在屋里，多出来走动走动，对身体也好。陆老夫人叹了口气，太子的身体啊，近几年是越来越不好，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太孙长大。父王，我要和落雁姑姑坐在一起。好，麻烦皇婶照顾辰儿了。不麻烦不麻烦，我很喜欢皇孙殿下。你干嘛要跟我坐在一起啊？因为我喜欢落雁姑姑啊。落雁看着他婴儿肥的脸蛋，嘴角微微上翘，眼中闪烁着愉悦的光芒，没忍住伸手捏了一把。大侄子，我也很喜欢你呀。洛尘瞪大眼睛，好半晌都没反应过来。
片刻后，洛尘抬头看了眼太子和太子妃的方向，忽然从荷包里掏出一张信条，借着宽大的袖口掩饰，塞到洛烟手中。啊，什么东西啊？洛烟姑姑，我听说皇叔祖特别喜欢吃鱼。洛烟顺着洛尘的方向看了看，蓦然间对上了太子那温润而泽的双眸。他愣了一下，然后默默地低头，把手心的信条收了起来。太子看到洛烟的动作，浑身放松下来。他果然没有看错，这丫头啊是个机灵的，只希望她能再聪明一些，把信条交给秦王。洛尘也松了口气，总算是完成了父王交给他的任务。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要偷偷的塞信条给洛烟姑姑？父王有什么秘密要跟洛烟姑姑说吗？可是就算是有秘密，明明在上书房就有很多机会给洛烟姑姑信条啊。洛烟的心就跟猫挠了似的，好奇的他焦躁难安，恨不得立马回到秦王府，把信条给打开看一下。但现在还不能离开，好戏还没有开场呢。洛廷义看到太子让洛尘和洛烟坐在一起，眸色沉了沉。难不成太子拉拢了秦王？洛廷义想了想，忽然看向了裴淑玉。这个女人一直对他心生爱慕，从前他不屑一顾，但为了日后，他不介意给他一点甜头。洛廷义把自己的随从叫来，在他耳边低语几声：王爷不是爱惨了王妃，恨惨了秦王妃吗？竟然要主动约秦王妃见面。此事不要声张，尤其是王妃。是，王爷。王爷，怎么了？阿婉，我要去静守，你照顾好童儿。好，你去吧，童儿有我照顾，你放心。待洛廷义离开宴会大厅后，小夏，你去跟着王爷，看看他去哪儿了。记住，小心点，别被发现了。是，王妃。秦王妃，灵王在园林等你。等等，谁约我见面？灵王洛廷义？我没有听错吧？任何人都有可能约我见面，但洛廷义怎么会约我见面？会不会有诈？裴淑仪抬头看向对面，没有看到洛廷义的身影。他轻轻蹙起眉头，不敢相信洛廷义真的会约自己见面。他不是最讨厌他、厌恶他吗？怎么会想单独跟他见面呢？想到从前的种种，裴淑仪咬了咬唇，犹豫一会儿，还是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母妃，你要去哪儿啊？我去静守，马上回来。洛烟看着裴淑玉步伐凌乱的身影，不对劲儿啊！他扭头看向对面，洛廷义不在位置上，也离开了宴会大厅。哥，洛昭今天带了脑子出来的，看到裴淑玉和洛廷义的位置都没有人，就明白洛烟是什么意思了。两人离开了宴席上，洛昭问道：母妃什么时候走的？刚刚，现在去追还来得及。王爷，裴淑玉，本王知道你一直心悦本王，本王给你一个留在本王身边的机会。你在说什么？怎么？你不愿意？王爷为什么会突然跟我说这些？裴梦婉知道王爷的意思吗？你现在的身份是秦王妃，住在秦王府，本王要你盯着秦王的动静，一旦发现什么，立马派人通知本王。阿婉向来善良懂事，为了本王的大业，他自然是同意的。你找错人了，虽然我是秦王妃，但你也知道我是靠什么手段嫁给他的。我与秦王不同住，整个秦王府都是他的人，他的事我一概不知，我帮不了你。既然住在秦王府，那就有机会打探秦王的踪迹。裴淑玉，本王的耐心有限，机会只有这一次。若是你不选择做本王的内应，日后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接近本王。我承认，当初我确实很喜欢你。15岁那年我回到裴家，除了祖母以外，裴家所有人都不喜欢我。出门参加宴会，人人都取笑我是乡下长大，言行粗鄙。王爷还记得那年普陀寺上救下一个在山里迷路的女人吗？洛廷义皱眉，10几年前发生的事儿，他怎么可能还记得？或许王爷
早就不记得了。那个女人就是我，除了祖母以外，王爷是第一个对我发出善心的人。本王救了你一命，你替本王盯着秦王的一举一动，也算是还了本王的救命之恩。救命之恩，我已经还了。你什么时候还的？本王需要你救命。11年前，定国公府，王爷记起来了吗？洛廷义一听，神色蓦然间僵硬了一瞬。想来王爷应该是记起来了。救命之恩我已经还给王爷。现如今，我嫁给了秦王，有了自己的儿女，我也不想再纠缠王爷。看在以往王爷救了我一命的份上，今日我们见面的事，我不会传出去。裴淑玉，那件事分明是你。王爷，你和裴梦婉真的当我是傻子不成？你为了娶裴梦婉为妻，用尽了手段，利用我，利用秦王，让我受尽全京城的嘲讽，所有人都认为是我给秦王下药，跟他生米煮成熟饭，有了身孕才能嫁进秦王府。整个京城只有你和裴梦婉心里最清楚，到底是谁给。裴淑玉，你给本王闭嘴。啊，对了，我差点忘记说了，王爷知道我那年为什么会在山里迷路，身边一个丫鬟都没有吗？那天刚好下着雨，裴梦婉忽然说心口不舒服，又扭了脚。我们当时没有带伞，恰逢遇到叶家的人，但他们只能匀出2把伞。你说巧不巧？裴梦婉的心口忽然在这个时候不舒服，我母亲就让她先下山，跟我说待会儿再来接我。而这个时候，裴梦婉的脚又突然崴了一下，我母亲就让我那个时候的丫鬟去扶着她下山。他们就这样把我一个人丢在山里。我记得我当时等了大概有1个时辰吧，雨越下越大，空气也越来越冷，可就始终等不到人来找我。我很害怕，就趁着雨下小了一些下山。可我第一次去普陀寺迷路了，走得急又摔了一跤，浑身狼狈不堪。王爷知道我回去后去质问我母亲为什么不派人去山上接我的时候，我母亲说什么吗？她说因为裴梦婉心口疼，脚崴了，她着急给她请大夫，忘记了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是她的亲生女儿啊，可她竟然忘记了我的存在。在她眼里，她的女儿只有裴梦婉。王爷，我曾经真的很喜欢你，喜欢到哪怕明知道你利用我，我也没有说出真相。我把所有真相咽在肚子里，反复的在心里跟自己说，那件事就是我自己做的。11年过去了，我也已经放下了。我的2个孩子现在已经10岁了，他们不能有一个恬不知耻、水性杨花的母亲。所以灵王殿下，日后我们见了面，你得称呼我一声皇婶。你若真的放下，今日为何还要来见本王？因为我平常没有机会单独见到王爷，我受了11年的委屈，总得说出来。不管怎么说，你因此嫁到了秦王府，成为了皇家儿媳。没有那件事，凭借你的身份，你觉得你能嫁到秦王府？不论我是怎么嫁到秦王府的，我都不会帮你的。洛廷义脸色很差，他都已经主动来找裴淑玉，可他竟然敢拒绝他。当年的事儿，他就算受了委屈，也成功嫁到了秦王府，不是吗？你的意思是，你被丢在山里是阿婉故意的？裴淑玉，你怎么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污蔑阿婉？靖远侯夫人忘记派人去山里接你，你就把过错全部堆积到阿婉身上。再说了，阿婉从小在靖远侯夫人身边长大，母女2人之间的感情自然是极好的。靖远侯夫人一时情急，忘记是在所难免的事。早知你心里如此的恶毒，不明是非，当初本王就不应该救你。裴淑玉眸光微颤，苦笑一声。他也多么希望他就那么死在那一年。
洛言，京城里人人都说是母妃给洛廷义下药，想要生米煮成熟饭，只不过是搞错了人，这才嫁给了父王。可是现在，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对劲呢？别说你听着不对劲，我听着也不对劲啊！当年的事，恐怕是洛廷义蓄意为之。但到底怎么回事儿，恐怕我们也只有去问母妃才能知道了。我刚刚看到裴梦婉的丫鬟在那边，洛廷义估计是偷偷出来见母妃的，被裴梦婉察觉到了。哥，我突然又想到了绝妙的计划。什么办法？我们之前的计划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年转的名义约裴梦婉出来见面，然后醉酒和他表明心意，然后我们带着众人去观看，揭露他的心思。但现在嘛，我觉得可以反过来，反正我们秦王府和灵王府是死敌了，也不必手下留情，直接挑拨洛廷义和裴梦婉之间的关系。裴梦婉派了自己的贴身丫鬟跟踪洛廷义，说明他是背着他来见母妃的。等那丫鬟回去后，和裴梦婉禀报了后，他肯定非常伤心难受。如果这个时候年准约他出来见面，对他小心翼翼的呵护，裴梦婉一定十分感动。我们呢，再制造一些意外，让两人有亲密接触，然后这一幕被洛廷义发现。洛廷义看到他们两人单独见面还有亲密接触的时候，愤怒吗？那肯定是愤怒的，一怒之下说不定会凶裴梦婉。而裴梦婉呢，他知道了洛廷义背着他约母妃见面，他肯定也很委屈啊。当各种矛盾堆积之下，我倒要看看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无坚不摧。这个计划不错，这事儿交给我安排吧。哥，你确定没问题吧？别到时候把我们俩给暴露出来了。放心吧，没有问题。我安排了一个人来了陆家，换上了陆家小厮的衣服。今天人多，不会有人注意到陆家多了一个陌生的小厮。啊，是谁？靠谱吗？是我前世的最得力的手下，为了保护我而死。你说靠谱不？哇，真的吗？到底是谁啊？他之前是一个乞丐，我也是这2天才把他找到的，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啊。好。洛昭说出乞丐2个字，洛言就知道是谁了，就没有过多询问。小夏在看到洛廷义没有去净手，而是约了裴淑玉见面后，心里惊了惊，顾不上什么，连忙回到宴席大厅禀报裴梦婉。怎么会呢？我也怎么会约裴淑玉那个不要脸的贱人见面呢？这不是真的，这一定不是真的。就在这时，一个圆脸丫鬟忽然来到裴梦婉身边，借着给她倒茶的时机，迅速给她塞了一张纸条。裴梦婉一愣，下意识觉得有诈，想把信条给扔出去，但后面又想了想，还是偷偷打开了信条。花园西南角见，我有事要跟你说。裴梦婉把信收了起来，迫不及待地站起身离开。裴淑玉恰逢这个时候回来，裴梦婉看到他脚步一顿，眼中的恶意再也掩藏不住。裴淑玉，我告诉你，有我在，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得到王爷。你就算是裴家亲生女儿又如何？裴家所有人都不喜欢你，唯一喜欢你的老太婆也活不了多久。等着吧，我不会让你嚣张太久的。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什么叫祖母活不了太久？祖母今年已经80岁了，再过2个月就是祖母80岁生辰，已经算得上是高寿。就算身体再好，又能活多久呢？裴淑玉闻言长松口气，他还以为他会胆大包天的想对祖母动手，是他想多了。阿婉，你来了。阿怀哥哥。阿婉，你怎么了？我感觉你心情不太好，
是不是那灵王对你不好？灵王欺负你了？年怀不说还好，一说裴梦婉就忍不住红了眼眶。她咬着唇，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眼中溢满了委屈。阿婉，你别这样不说话，到底发生什么了？那灵王当真欺负你了不成？如果真是他，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会为你讨个公道。阿怀哥哥，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惹了王爷不愉快。当真是灵王？阿婉，你告诉我，他到底做了什么？你别问了，这是我和王爷之间的事。阿婉，你既然把我当成哥哥，你受了委屈，那我就有权知道。你不要自己受了委屈还不说，你身后永远有我在，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裴梦婉心中感动啊，泪眼婆娑地看着满眼都是他的年怀。阿婉，小心有蛇！一条菜花蛇从在两人惊呼中飞快地游走。裴梦婉从惊吓过后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竟然在年怀怀中，心中一惊，她立马挣扎地要下来。阿婉，让我抱一会儿，就抱一会儿。若是之前没有肢体接触也就罢了，她还能忍，但一旦接触到，她就再也忍不住了。裴梦婉感觉到温热的呼吸吹在自己耳边，她犹豫了一下，不知为何并没有再继续挣扎。她可以利用年怀对她的喜欢去对付裴淑玉，只要裴淑玉死了，她还怕王爷心不在她这儿吗？你们在干什么？王爷，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在这里和年怀单独约会？不是的，王爷，不是这样的。方才这里有蛇，我一时害怕才……那你怎么解释你与他单独在这里见面，周围连个丫鬟和小厮都没有？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需要把丫鬟和小厮支开单独说？裴梦婉张了张，顿时哑口无言。见裴梦婉解释不出来，洛廷义脸色阴沉恐怖，他感觉自己快要炸了。你误会我们了，我和林王妃从小一块长大，我把她当成亲妹妹来看，我们之间真是清白的。是啊，王爷，在我心中只把年怀当哥哥看，我爱的人只有你呀，王爷。刚刚真的是有蛇，年怀只是为了救我。林王妃这话说的自己信吗？你身为林王妃，林王殿下的妻子，却和一个外男搂搂抱抱，成何体统？许夫人误会了，刚刚有一条毒蛇游过来，我相信若是许夫人在这里，应该也会害怕的。我是害怕毒蛇，但我自知自己的身份，不会害怕到钻到一个外男怀里，还抱得那么紧，那么的密不可分。什么？蛇精脸，你和年怀抱在一起啦？我靠！皇兄，你还亲自来抓奸啦？皇兄，你头上怎么那么绿啊？洛烟，你给本王闭嘴！我不是，我没有。王爷，你要相信我呀。是啊，王爷，在我心中只把年怀当哥哥看，我爱的人只有你呀，王爷。刚刚真的是有蛇，年怀只是为了救我。林王妃这话说的自己信吗？你身为林王妃，林王殿下的妻子，却和一个外男搂搂抱抱，成何体统？许夫人误会了，刚刚有一条毒蛇游过来，我相信若是许夫人在这里，应该也会害怕的。我是害怕毒蛇，但我自知自己的身份，不会害怕到钻到一个外男怀里，还抱得那么紧，那么的密不可分。什么？蛇精脸，你和年怀抱在一起啦？我靠！皇兄，你还亲自来抓奸啦？皇兄，你头上怎么那么绿啊？洛烟，你给本王闭嘴！我不是，我没有。王爷，你要相信我呀。哎呦喂，你没有，
为什么许夫人会说亲眼看到你和年怀抱在一起？难不成是许夫人撒谎污蔑了你？我可没有污蔑林王妃，我身边的这些陆家丫鬟都能作证。况且王爷你自己也亲眼所见了，不是吗？这满京城里谁不知道裴梦婉你和年怀是青梅竹马？如果我记得没错，年怀马上就要30了吧？为什么还没有娶妻呢？是啊，身为年家大少爷，为什么还没有娶妻呢？到底因为娶不到心爱的人，还是因为什么？王爷，妾身没有背叛您，您要相信妾身。都给本王闭嘴！今日之事只是一场误会，谁敢说出去，别怪本王不客气。皇兄真是好大的口气，你让我闭嘴我就闭嘴，那我多没有面子啊！有本事你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杀了，没本事就不要说这些大话。你们干什么？不准欺辱我母妃！落叶又是你，你在上书房欺负我和哥哥，现在又欺负我母妃，你太可恶了！我要跟皇祖父和皇祖母告状，让他们惩罚你。行啊，你去告状，正好也让皇后伯母知道这件事。裴梦婉闻言，眼前一黑，身体直直地朝身后倒了过去。阿婉，洛廷烨本能地接住他，也不管什么年怀了，把他打横抱起来，迅速离开了陆家。落叶，你给我等着！你敢欺负我母妃，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可没有欺负她，你那蛇精脸母妃背着所有人单独在这里和你年怀叔叔见面，还抱在了一起，被我们看到了。你胡说！你撒谎！我母妃和年怀叔叔清清白白，怎么可能会抱在一起？你自己母妃和父王关系不好，你就看不得我母妃和我父王相爱，才陷害我母妃。落叶，你这个小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放完狠话，洛彤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洛烟，转身离开去追洛廷烨。洛烟，你又怎么了？父王，有人欺负我，你要替我讨回来。哦。洛宽景眉头微挑，看了眼屋外，面色略有些尴尬的裴淑玉和双臂环胸面无表情看着他的洛昭。什么人能欺负得了你啊？有啊，就是洛腾，他骂我是小贱人。如果我是小贱人，那父王不就是大贱人了？他为什么骂你？因为他说我欺负他母妃，可笑，真是可笑。明明是他母妃不检点，和外男搂搂抱抱被我们给发现了，他却说我欺负他母妃，还骂我。他不仅骂我是小贱人，还骂我说就是因为我父王和母妃感情不好，看不惯他父王母妃感情好，才去欺负他母妃。父王，骆驼骂我别的我都可以骂回去，但他说你和母妃感情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骂回去。我太憋屈了，我太伤心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行了，别装了。父王，你太过分了，我哭得这么伤心，你怎么能说我是装的呢？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亲生女儿来看待？是吗？本王倒是丝毫没有看出你哪点伤心了，满心满眼的都是完成自己的目的。洛烟瞪大眼睛，眼神怀疑，有这么明显吗？很明显。想搬进来就直说嘛，反正王爷也不会同意，还闹这么一出，多费力气啊。父王，我没有骗你，陆彤真的这么说了。不信你去问陆大夫，还有许夫人和洛尘，他们都听到了。听到就听到了，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哦，对了，差点忘记了。
正准备离开的洛烟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他当着洛宽景的面打开，上面只有一行字：妍妍是个好孩子。啊，夸我的话，父王，这是洛尘今天偷偷摸摸塞给我的。洛宽景闻言，眸子微微眯了眯，把信接过来，看到上面的字后，抬眸瞥了眼洛烟。父王，太子殿下说的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是太子写的？这很难猜到吗？洛尘想说什么就跟我说，不会偷偷摸摸给我塞信条，肯定是太子殿下有什么秘密要跟你说。但是太子殿下又不能出宫，只能用这种办法。知道就好，不用这么明明白白的说出来。真不知道是说他纯好，还是说他机灵。这件事不要暴露出去了，可明白？那你跟我说，太子殿下是什么意思？太子夸你聪明。嘿嘿嘿，是吗？那太子殿下可真有眼光啊！那我多没面子呀！天大地大，面子最大，我不管，反正我要住进云深院。父王要是不同意，我就真的去大街上吃屎了，还把我哥带上。我没那么重口味，你别带上我。那你去吃吧。若是你真的敢吃屎，本王就勉强同意你住进来。行，这可是你说的。击掌为誓，你要是骗我，你就是狗。我若是狗，你就是狗的女儿。啊，好啊，跟我玩字眼啊。算了，不管了。洛烟伸出另一只手，抓起他放在轮椅扶手上的一只手抬了起来，把他手心朝上，随后他一巴掌拍了下去。我们已经击掌为誓了，父王，你要是骗我，你就是狗。王爷，你要相信我，我和年怀是清白的。我去见年怀，是因为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不能让丫鬟听到了。我自小把年怀当成亲哥哥看待，我若是真的和他有什么，早就嫁给他了，又怎么会嫁给王爷呢？我嫁给王爷，是因为我心悦王爷呀。不是本王不信你，本王不信你不知道，年怀一直没有娶妻是因为什么。但凡今日你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单独见面，本王都不会这么生气。王爷，我知道年怀心悦我，但我一直把他当成哥哥来看，我也一直劝他娶妻，他不娶妻，我也没有办法。裴家和年家是世交，我和他总是会遇到，但我发誓，我真的和他没有什么，说是我撒谎，就让我不得好死。阿婉，比起旁人觊觎，我更怕你哪天心软。王爷，我们已经有2个孩子了，年怀的情谊，我只能辜负了。阿婉，莫要辜负我，不然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王爷，你是我想携手白头的良人啊，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洛烟，你想吃屎别带上我，我没那么重的口味。谁说我们真的要吃屎啦？我也没有那么重口味。为了以后，哥，你就听我的吧。行，我就听你一次。你要是真的敢让我去吃屎，我就把你摁在粪便堆里。放心吧，我又不像母妃那样的缺心眼。洛昭看着桌子上面的便便蛋糕，沉入了沉默。哥，怎么样？逼不逼真？洛烟伸手在蛋糕上戳了一块，放在嘴里舔了舔。还挺甜的。
有必要吗？又不是真的。来，你尝一口，很甜的。你别过来，那玩意儿狗都不吃。行啦，我不给你吃，你过来吧。真的是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竟然不爱吃？洛昭松了口气，走过来。洛烟看到洛昭接近，爪子飞快地抓起一块便便蛋糕，塞进他嘴里。不对啊，好像真的挺好吃的。哥，是不是很好吃啊？不错。父王说让我去吃屎，就同意我搬进云深院，但又没说是什么屎。那接下来你真的要去大街上吃这个什么便便蛋糕？别人可不知道你的便便蛋糕能吃，不知道的都以为你真的在吃屎呢。所以我得多做几份拿到大街上去，给他们免费品尝，总有人好奇的会来尝的。这个办法也可行。于是洛烟又多做了几个便便蛋糕，吩咐厨房的大厨师不要动，今天太晚了，他准备明天拿大街上去吃。而此时的云深院，洛宽景看着秋叶呈上来的便便蛋糕，你吃一口。王爷，属下罪不至死吧？秋叶喉结滚动，忍着想吐的欲望，屏住呼吸，拿出勺子挖了一口，视死如归般塞进嘴里。哟呵，不对呀，怎么是甜的？王爷，是甜的，不是臭的，要不您尝一尝？洛宽景沉默了一会儿，试探性的接过勺子，忍着恶心尝了一口，确实是甜的。洛烟啊洛烟，还真是个鬼机灵啊。王爷，郡主说的吃屎吃的是这个，那明天过后郡主岂不是要搬进云深院了？本王只是答应让他住进来，没有答应让裴淑玉和洛昭住进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家快来看看。哟，小姑娘，你这是大便吧？口味也太重了吧。就是啊，小姑娘，你赶紧把这恶心的大便拿下去，我们周围还要做生意呢。各位哥哥姐姐叔叔婶婶们，这个不是真的大便，只是大便形状的点心，我给它取名便便蛋糕。别看我们这便便蛋糕外形不好看，但味道可比珍珠坊的点心还要好。我今天也不是出来卖蛋糕的，是免费给你们品尝的。我乃秦王府郡主洛烟，他是我的三哥江云羡，他是我的亲哥哥秦王府世子，我们没有必要骗你们。什么？竟然是秦王府世子和郡主！一群百姓哗然大惊。怎么样？我都自报身份了，有没有人敢来品尝我的便便蛋糕呢？洛烟看着他们，还是一脸嫌弃的表情。三哥，你去吃一口。你怎么不吃啊？让你去就去，哪来那么多的废话？你要不去吃，下次我做什么都不带你了。江云羡被踹得一个踉跄，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最终还是拿着干净的勺子，当着众多百姓的面尝了一口。我三哥都吃了，你们总算能相信我们了吧？百姓们还是将信将疑，实在是洛烟做的便便蛋糕真的太像他们平常拉出来的。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怎么能对自己体内拉出来的物品有这么大的成见呢？真的是免费品尝吗？当然是免费的，不收你的钱。要是骗你，就让我父王天打雷劈。我可以试试。秀儿，把勺子给他。是，郡主。是甜的。当然是甜的。你要是喜欢，这些都可以给你吃。真的吗？谢谢郡主娘娘，谢谢郡主娘娘。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我只要一份就可以了。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来尝尝是不是甜的。
大汉拧着眉尝了一口，在感受到舌尖那一丝丝甜味过后，哎，当真是甜的。哎，胡汉三儿，真的是甜的呀？你该不会是被臭糊涂了吧？我说你们的鼻子都是怎么长的？桌子上这么多便便蛋糕，若是真的是臭的，你们难道闻不到啊？你们要是不信，自己过来尝，反正也都是免费的，也不收你们银子。很多人还是不信，当一个两个都说是甜的，还吃得那么欢快，加上不收银子是免费的，很快就陆陆续续的有人过来品尝。小乞丐，你有名字吗？我叫阿满。阿满？挺好听的名字。果然是他。骆童出门逛街的时候，无意间救下了一个小乞丐。后来他发现小乞丐并不是普通乞丐，她是皇家封家早年丢失的小女儿。因为骆童救下了阿满，所以封家就一直支持骆廷义，给他送了不少银子。阿满，你还记得你的家人吗？不记得了。你今天帮了我一个大忙，我身边缺一个丫鬟，你要不要来秦王府当我的贴身大丫鬟，保证让你吃饱穿暖？真的吗？我可以去秦王府？当然可以。谢谢郡主娘娘，奴婢一定会好好伺候郡主的。起来吧。半个时辰不到，便便蛋糕就都被吃完了。父王，我回来了，该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啦！你要是敢骗我，你就是狗！屋里，骆宽景揉了揉眉心，他和裴淑玉都不是聒噪的性格，怎么就生出来一个这么聒噪的女儿？秋玉，你去。秋玉点头，推门出去。郡主，王爷说让你收拾东西搬了，不过只能是您一个人搬过来。没问题，我这就去让下人收拾收拾，今晚就搬过来。嫣嫣啊，我听关嬷嬷说你真跑去大街上吃屎了呀，现在外面都传遍了。那个你倒也不必牺牲了这么多，乖啊，以后咱不吃那玩意儿了，对身体不好。洛烟眨了眨眼，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一块便便蛋糕，直直的递到裴淑玉嘴边。母妃，很好吃的，你尝一口。怎么还有剩下的？我可没有那么的重口味儿。婉拒了哈。真的挺好吃的。母妃，你就尝一口嘛。我不吃，我没有那个爱好。哎呀，母妃，这只是便便蛋糕，是甜的，不是臭的。我和哥哥还有三哥都吃过了，很好吃的。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你就尝一口吧。我不吃，你自己留着吃吧。母妃，这是女儿亲手做的呀，你为什么就是不尝一尝？你难道不爱我了吗？母妃，我好伤心啊！裴淑玉一听，跑得更快了，活脱脱的像是身后有鬼追着似的。大哥，我们不过去书院住了几天，怎么一回王府，洛言变成了傻子？谁家好女儿会端着一盘屎追着自己母亲喂的？大哥二哥，你们回来啦！我请你们吃美食啊！母妃不爱吃，给你们吃。谢谢，谢谢。我们也不爱吃啊。干嘛这副表情？明明很好吃的啊！周福玉和谭明成一脸的菜色，有什么能比亲眼看到自家妹妹吃屎来的冲击力大呢？既然大哥二哥也不爱吃，那就算了，我给扔了吧。周福玉和谭明成同时松了口气，他们真怕洛烟也像刚刚追着裴淑玉那样追着喂他们吃这个什么便便蛋糕。然而他们的这口气儿松早了。洛烟趁着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一只手抓了一把蛋糕，电光火石间猛地朝谭明成的脸上扔了过去，然后又迅速地抓了一把朝周福玉的脸上扔了过去。洛烟，我要揍死你！洛烟，大哥二哥，祝你们品尝美食愉快哦，不用谢谢我啦，哈哈哈。
谁？父王，是我啊。这么晚了，你不睡觉做什么？这么晚了，父王不睡觉做什么呢？洛烟走过来，看着他手中的卷宗，密密麻麻的一堆字，他懒得多看一眼，把卷宗给夺了过来，扔到一边。父王，要劳逸结合，你懂不懂啊？你再这样熬夜不睡觉，会死的，猝死，暴毙。本王死了，你的好哥哥就能继承本王的王位了，你难道不开心？不开心，我当然不开心了。父王，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就没有父王了，我母妃就没有夫君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母妃、哥哥，还有大哥、二哥、三哥他们，我们和和美美的在一起。洛言，你很聪明，也该知道你母妃为什么会嫁给我。我和你母妃永远都不可能毫无芥蒂的在一起。如果我说10年前并不是母妃给父王下的药，父王会放下心中的芥蒂和母妃在一起吗？你说什么？昨天我和母妃哥哥一起去了陆家，我发现有人偷偷给母妃传话，我有些担心母妃被人算计，就和哥哥一起跟了上去。我们跟在母妃身后，看到了母妃和洛廷义见面。洛宽景一听，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父王先不要生气，先听我说。洛廷义让母妃成为他在秦王府的内应，让母妃盯着你的动静，但是母妃并没有答应，还把他给骂了一顿。洛言把昨日在陆家听到的洛廷义和裴淑玉的对话一字不落的和洛宽景复述了一遍。父王，当年的事一定有隐情，我觉得是洛廷义给你和母妃下药，又把这件事给闹大，目的就是为了掩饰什么。洛宽景听完了洛烟的话，眉头狠狠地拧了拧。父王，母妃她已经知道错了，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喜欢过一个渣男啊？母妃小时候被人故意报错，在乡下长大，回到裴家后，所有人都不喜欢她，因为洛廷义救过母妃，母妃心中感动，久而久之就喜欢上他了。但现在母妃已经不喜欢他了，只想安心的当你的妻子，当你的秦王妃。父王，你就给母妃一个机会吧，没有母妃，你就没有我这么听话又乖巧的女儿了。你倒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嘿嘿，父王，夜已深，咱们去睡觉吧。事情已经跟便宜老爹说了，对于算计自己人到底是谁，他肯定会去查，只要查清楚了，一切就皆大欢喜。父王，平常秋玉师傅和秋野师傅推你轮椅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你很重？你得少吃点了，不然等你出门撞到一个石头，轮椅给撞散架了，然后你摔倒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那就不美妙了。哼，你自己力气不大，还怨本王太重？这怎么能是我的问题？我才10岁，力气小一点怎么啦？我一点问题也没有，该反省的是父王你。父王，你看你的腿都站不起来了，干嘛要经常熬夜？干嘛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你不干活会死啊！你是秦王，是锦衣卫指挥使，你可以把活给分发下去，让下人去干，不然朝廷给他们发俸禄干嘛？什么事都要你来做，他们一个个的，难不成都是吃干饭的？不知为何，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好像有那么一丝道理。我知道父王是因为双腿站不起来了，所以心里很难受，给自己找事情干，不让自己乱想。但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是病人，病人就应该休息啊。嘿嘿嘿嘿，如果父王实在是觉得心里难受，心里的气撒不出去，可以找母妃啊。找他有什么用？父王今年刚30岁，正是最生龙活虎的年纪，有些事情是不能憋的，需要阴阳调和，
不然你身体出了问题就完啦。洛烟，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父王，我说真的，我母妃长得多么漂亮啊！嫁给你，生了我和哥哥这么聪明可爱、善良乖巧的龙凤胎，你这可是占了大便宜啦！你再废话，以后就给本王搬出去。哼，行啊，那我就不帮你给太子传信了。哼，还学会威胁本王了？那你就说这个威胁分量够不够大吧？洛烟，你也想本王揍你一顿是吧？我就是想父王和母妃恩恩爱爱的在一起，当年的事分明就是个误会。父王，你就给母妃一次机会不行吗？为什么你和母妃一定要当仇人？为什么别人的爹娘都可以住在一起？为什么我和哥哥的爹娘像是个仇人？我和哥哥从小就不被待见，母妃不管我们，父王也不管我们，把我们扔给下人带。就是因为父王和母妃的疏忽，我上次才差点淹死在池塘里。我就是想让爹爹和娘亲在一起，为什么就是这么难呢？洛宽景指尖颤了颤，眸光轻转，靠在轮椅背上，唇瓣动了动，似是要开口，最终化成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就这么想你母妃住进来？我是想让母妃住进来，和父王恩恩爱爱的。但若是父王真的这么抗拒，不同意的话，那就算了。本王可以给裴淑玉一个机会，但前提是他当真没有算计本王。啊，真的吗？不过本王还有一个条件，你要在上书房半个月后的考核中拿到前3的名次。啊，父王，我不想去念书，我只想练武，不可以吗？不行，武功要练，书也要读，否则什么都免谈。为什么不能要求哥哥拿前3？明明他才是王府世子啊！若是你想当世子，本王可以去向陛下求旨，废了洛昭的世子之位，让你成为大周建国以来第1位女世子，女王爷。父王，你在挑拨我和哥哥之间的感情吗？我觉得你这个父亲当得太失败了。你要是想让我当世子当王爷，为什么不一早就跟黄伯伯说？现在来跟我马后炮，挑拨我和哥哥之间的感情，我讨厌你！你不是一个好父亲，我再也不想搭理你了，你就使劲熬夜熬死算了。说完这句话，洛烟也不管洛宽景脸上的表情有多难看了，转过身就离开。王爷刚刚被郡主骂了是吧？上一秒敢这么指着王爷鼻子骂的人呢，坟头草都不知道长多高了。郡主胆子是真大呀。你进去，把王爷推出来。我不敢，你进去。我也不敢啊。都给本王滚进来。秋玉和秋野一听，立马连滚带爬的进屋，低着头行礼。王爷，推本王去休息。是。他们都已经做好被王爷迁怒的准备了，没想到王爷竟然不骂他们，也没有说惩戒郡主的话，看来以后对小郡主更要小心的对待了。翌日，今天要去上书房了，扎完马步回来，洛言看着还紧闭的主屋，眼珠子转了转，趁着秋野和秋玉没有防备，嘿咻！父王，天亮了，该起床啦！我和哥哥都起床了，你也不能睡懒觉。刚睡了1个时辰的洛宽景很抓狂。洛言，父王，我听到了，我要去上书房啦！我答应你昨天说的那个条件了，你要是敢骗我，我就去大街上逢人就说便便蛋糕是你让王府厨师做的，你每天在家吃3顿。你过来，
本王保证不打死你。嘿嘿，你当我傻呀？我才不进去。反正你要是再继续熬夜不睡觉，我就每天这个时候把你给吵醒，把你给烦死。洛宽景气笑了，可真是他的好女儿啊。秋野把洛烟送到王府门口，想了想，还是开了口：郡主，不是王爷不想睡觉，是王爷自从伤了脚，状态一直不好，加上王爷的腿每到夜晚都会钻心的疼，整晚的睡不着，有一丝小动静就会醒。还是魏神医给王爷制作了抑制疼痛的丹药，这才好了许多。父王的腿有机会治好吗？郡主可以自己去问王爷。秋野不敢说，那就是有机会治好了。罗烟眼睛亮了亮，若是父王的腿能治好，能站起来，那还怕个屁的洛廷义呀！洛烟，你还有脸来？你害得我母妃被外面的人议论，被皇祖母责罚，你太过分了！哼，你都有脸来，我为什么就不能来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陷害的你母妃？怎么，全天下就你母妃是清纯善良的小白花，只要她一出事，就是有人陷害？我看皇伯母才是那个明智的，知道你母妃脚踏两只船，三心二意。我很期待你的母妃从正妃变成小妾哦。多烟，我母妃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你不要太过分了。呦呦呦，害我好过分哟！睁着眼睛说瞎话，脖子上面顶着一个猪脑袋。分明是你们兄妹两个拦住我和我哥的路，说什么我陷害你们母妃，让你们母妃受了议论，受了责罚。啊呸！两个逼！哥哥，我要弄死洛言，我要杀了他！童儿，不要胡言乱语，这里是皇宫，有什么话我们回去说。你们是不知道，石金莲因为和男人约会丢进了皇家颜面，被母后罚跪在景仁宫外2个时辰。但你们猜怎么着？我那二皇兄冲进景仁宫和母后大吵了一架，就为了那蛇精脸。然后这个时候，我父皇去景仁宫听到了二皇兄和母后吵架。为了一个不要脸、私见外男的女子顶撞自己的亲生母亲，父皇当然生气了，就让二皇兄一起和蛇精脸跪在景仁宫外。哇，皇伯伯威武，皇伯母威武。我有一个小道消息，你们肯定不知道。什么啊？听说母后和父皇商量，把蛇精脸贬为侧妃。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母妃是被冤枉的，父王也不会把我母妃贬为侧妃的。老子最讨厌有人指着老子，你有本事再给老子指一个试试看。哥哥，他们都欺负我。11皇叔，你过分了，长辈的事情不是你能议论的。怎么自己做出来的事情还不准别人议论了？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难不成蛇精脸的影子是斜的，才这么害怕被人议论？哇哦，当着洛雨和洛彤的面骂他们母妃是蛇精脸，牛啊！荒谬！我母妃和年怀清清清白白，外面那些流言都是无稽之谈。11皇叔，你身为皇家皇子，不认真读书，整日在这里说三道四，颠倒黑白，不怕被皇祖父知道吗？我怕个锤子！我又没有胡言乱语，父皇知道了又如何？还能因为我多说几句话就责罚我？哼，反倒是你，一旦蛇精脸被贬为侧妃，也不知道你这个灵王世子的位置还能不能坐稳。洛雨呢，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他沉着脸拉着洛彤来到自己位置上坐下来。慕容燕慢慢悠悠地走进上书房，瞥了眼面色阴冷的洛雨，掠过他来到洛烟身边站定。我靠，慕容燕，你有病啊！你站我背后干嘛？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啊？有吗？有。你感觉错了。慕容燕垂眸，烟灰色眸子微暗，一双好看的眉眼莫名的冷下来，心里抑制不住涌现出一抹戾气。
永远都是这样，不论重生多少回，所有人都在抛弃他，就连死，天道都不让他死。他重生8回，这次是第9回。前8回他却始终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累了，选择自杀，自杀了3回，烧死、淹死、毒死，每一次自杀重生后都会给他身体带来伤害。第一次他的视线从此只有黑白，第2次他没了味觉，第3次他左耳失聪。慕容燕微微攥紧手指，眼底深处渐渐掀起黑色风暴。突然间，他感觉自己手中被塞了一块冰冷的物品。慕容燕一怔，这银子你收好，洛轩被我威胁一通，应该不敢欺负你了。若是以后有不长眼的宫女太监暗中苛待你，你用银子打发了就行。两人说话之际，夫子拿着戒尺走了进来，捏着手中冰冷的碎银子。慕容燕深深看了眼洛烟，坐回了自己位置上。这次上课，洛烟一改从来敷衍的态度，认真地听着夫子讲课。没办法，为了老母亲，他拼了，不就是拿到考核的前3名吗？对于他这种考上985的文科生来说，小菜儿一碟儿。轩主，醒醒，夫子都走了。该死啊！怎么就这么睡过去了？知岁，下次我要是再睡过去，你就把我打醒。轩主为什么现在这么用功？说多了都是泪呀。不说也罢，等下次我要是再睡着了，你把我叫醒就行。好，我知道了。蓝慈哥哥，你还记得我吗？云安郡主，你的兄长只有羽世子，还请不要这么称呼我。若是被灵王殿下知道了，会心生不悦的。蓝慈哥哥偏要与我生分吗？我与郡主不熟，郡主没有要紧事，我就先走了。蓝慈哥哥，你别走！纪兰慈条件反射的一把将他给推开。蓝慈哥哥，你推我！抱歉，云安郡主，男女授受不亲。蓝慈哥哥，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2个月前，大光阴寺，我跟身边丫鬟走散了，还扭伤了脚，是你找到我，把我带到我母妃身边的。郡主，此事对我来说只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就算那天遇到的不是郡主，我也会把她背出来的。蓝慈哥哥，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是不是洛烟和洛昭在你耳边说我的坏话，你才会这么疏远我的？偷听的洛烟嘴角一抽，跟他和洛昭有什么关系啊？郡主慎言，昭世子和长宁郡主不是那种背后说人闲话的小人，还请郡主莫要胡说。哇塞，纪兰慈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啊？他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蓝慈哥哥的意思是，我是那种背后说人闲话的小人了。纪兰慈不语，但沉默的就已经代表他是承认的。纪兰慈，我再也不要理你了，你辜负了我对你的感激，还有喜欢。救人之前，我也没有想要对方的感激啊。纪兰慈，你干嘛要这么对待骆童啊？人家对你是真心感激的，也是真心喜欢的哦。郡主，云小姐，偷听别人说话不是什么好习惯。我没有偷听啊，我是光明正大的听的。谁让你们2个眼神不好，没有发现我？好好好，就你有道理。纪兰慈，你帮我一个忙呗。没空，不帮，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别呀，不是跟骆童有关的，不会让你牺牲色相的，你放心。好，你说说吧。五人伯府是你母亲的娘家，对吧？是的。你小舅舅是不是马上要成婚了？娶的是皇上封家的女儿。你怎么知道？我听说封家早年丢失了一个小女儿，腰腹上有一块月牙形胎记，
这不正巧，我身边有一个10岁左右的丫鬟，腰腹上就有一块胎记。当真？自然是真的。你回去问问你母亲，封家丢失的女儿多大年纪？若是跟她年纪相仿，等封家来了京城后，你来王府找我，我把她带过去。好，我回去跟我母亲说。下午上的是骑射课，落雁拿着缩小版飞弓箭对着靶子发射，很遗憾脱靶了。落雁，就你这点力气，还是别想学骑射吧，省省力气吧。说着，他拿起旁边的弓箭，对着靶子射了过去，没有中红心，也没有脱靶，但也仅限于没有脱靶。看到了吗，落雁？你嘴上功夫厉害又怎么样？你的骑射和功课永远都不如我。落雁怒了，在心里把骆宽景和裴淑玉两个不靠谱的父母给骂了个800遍，连祖宗都一起带出来问候。我父王宠爱我母妃，爱屋及乌，所以也疼爱我和哥哥，还亲自教我和哥哥骑射，所以我父王是绝对不会把我母妃贬为侧妃的。反倒是你和洛昭的父王母妃关系一直不好吧？况且你父王腿残了，连站都站不起来，别说教你骑射了。你母妃呢，更是做出下药那种下贱肮脏事，别等哪天被休了，你躲起来哭鼻子。哼，真是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我去你爹的傻逼！你妈！落雁，你找死！我要杀了你！杀你这个靶子，射了个一环！你跟老子嚣张，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做真正的骑射！骑在你身上，打你的脸！落雁，哥哥救我！就你有哥哥，老子也有哥哥。哥，给我拦住骆羽！今天老子不把骆童的屎给打出来，老子就不姓骆！骆羽听到骆童的呼叫声，想过去帮忙，却被骆昭给拦住了。人家女生之间的事，你一个男生插什么手啊？也不嫌丢人。我再说一次，滚开！你再说800次，我也不让开。开玩笑，他要是把路让开了，让骆羽过去掺和，落雁那小足盹儿，那小妮子事后一定会嘲笑他无能。聂统领，还不快派人把他们给拉开！谁敢？谁都不准去把他们给拉开，不然的话，本皇子治你们一个大不敬之罪！听到骆萧的威胁，周围的禁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动手。聂统领没办法，只能派人去请皇帝和皇后过来。这时，骆童的伴读年之云突然绕过人群走过来拉架，当然他拉的是偏架，偷偷摸摸的掐落雁的胳膊。去帮忙。啊，好的。但落雁并不需要他帮忙，察觉到年之云偷偷摸摸的掐自己，一个大嘴巴子扔了过去。年之云捂着被打的脸懵了，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他，更别提打脸了。他顿时恼怒起来，看着落雁和骆童又厮打起来，眼中泛过一抹冷意，上前用力地捏着落雁的胳膊，嘴上却说着劝架的话。郡主，别打了，再打就出事了。在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年之云暗暗地给骆童使了个眼神。骆童见状，心中冷笑，一脚踹在落雁肚子上。落雁，你该死！云之岁，看在我今天上去提醒你的份上，给我去拦住骆童，不要让他来打扰我。拦住谁？骆童？好的。得罪了，延安郡主。骆童摸了摸发疼的脸，蹙眉。他踹了落雁一脚，按理说落雁应该是跟他打，怎么让云之岁拦着他呢？年之云，你知不知道我早就想打你了？今天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你说你干嘛要掺和我和骆童之间的事呢？还拉偏架，偷偷掐我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机？
书中年之云是心眼最坏的那一个，原主被赶出上书房，名声尽毁，就是他在背后算计的。后面年之云喜欢洛雨，洛雨讨厌洛昭兄妹，他自然也讨厌他们。也是他给叶勋出主意，让叶勋把他扔到勾栏院，染上脏病，死不瞑目。洛言，你住手！你不准打之云姐姐！你有什么冲着我来！洛烟才不管洛童的嚎叫，只要一想到书中年之云为了讨好洛雨和洛童而算计原主，他心中愤怒直冲天灵盖，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住手！洛烟，给朕住手！哼！年之云，以后在上书房看到我记得绕道走，否则我的巴掌会随时随地的落在你的脸上。常年郡主洛言，你给我等着！我收拾不了你，不是还有元安郡主吗？我就不信弄不死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又在打架？王祖父，这次是洛言先动的手，不关我们的事。洛言，你为何要动手打童儿？黄伯母与其问我为什么动手打洛童，不如问问在场的所有人，他跟我说了什么？不论他跟你说了什么，那也不是你动手打人的理由。你母妃到底是怎么教导你，竟然教出来一个泼妇女儿？洛童骂我父王是残废，我想问问黄伯伯、黄伯母，我父王的腿是因为什么才被废掉的？我父王为了保护大周，为了保护大周百姓，在边境跟敌人厮杀，九死一生活了下来，可他的一双腿却被算计再也站不起来。可洛童，他身为大周皇室郡主，却对我父王出言不逊，说他站不起来，是个残废。暂且不论我父王是他长辈，就算我父王不是他的长辈，他也不该对保护大周朝的英雄张口辱骂。黄伯伯，我没有错，我不后悔打了他。你要怎么罚我，我都认，哪怕打我板子都行。但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来上书房念书了。黄伯伯、黄伯母，我妹妹非常崇拜父王，听不得有任何人骂父王。父王的腿一直好不了，也站不起来，但并不是父王的错。父王带领大周将士们打了胜仗，是功臣，无论如何也不该被洛童羞辱、辱骂。打了人是我们的错，我们认了。不过，从今往后，我们兄妹二人不会再来上书房了。都是误会，皇祖父，童儿年纪小，口无遮拦，他绝对没有辱骂秦王的意思。童儿，快道歉。皇祖父，我不是故意说秦王是残废的，求皇祖父赎罪。妍妍啊，童儿也不是故意的，他也知道错了，你们双方都有错，这件事儿啊，就这么算了吧。黄伯伯，今天夫子在上书房中提到一句话，叫兔死，走狗烹，飞鸟祭，良弓藏。我并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于是我问了太孙殿下，太孙殿下跟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狡猾的兔子被杀死了，那么那些驱赶追逐猎物的猎狗也就会被拿来烹煮，天上的飞鸟被抓完了，那些抓飞鸟的弓箭也就没了用处，随意扔在角落里，甚至毁掉。在洛童脱口而出说我父王是残废，再也站不起来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王的情况挺像这句话中的猎狗和弓箭的。此言一出，整个练武场安静如鸡，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洛烟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真不怕惹怒了皇帝吗？他到底要做什么呢？惹怒了皇帝，对他，对整个秦王府都没有好处啊。洛烟，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朕很惋惜你父王双腿被废，朕为了安慰你的父王，让他当锦衣卫指挥使，有先斩后奏之能。朕扪心自问，从未亏待过你父王。我知道黄伯伯一直都对父王很好，从未亏待过父王，我父王也很感激黄伯伯，为了管理好锦衣卫，办好黄伯伯交给他的差事，一刻也不敢懈怠，总是到深夜才去睡觉。
我父王跟我说，虽然他的腿站不起来了，不能为黄伯伯守护好大周的江山，但是他的2条胳膊还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办好黄伯伯交给他的差事。父王对黄伯伯十分忠心，时常教导我和哥哥，进宫后一定不能惹事情，给黄伯伯添麻烦。黄伯伯，我是为我父王感到委屈，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明明是一个保家卫国的大英雄，却要被一个小辈羞辱。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秦王能有你这样的女儿，也是他的福气。我能有幸当父王的女儿，也是我的福气。好了，此时洛烟虽然率先动手打人，但事出有因，禁足3天。至于洛同，秦王身为他的长辈，却出言不逊的羞辱，罚戒尺20。陛下，这太严重了。皇祖父，我不服！洛烟经常骂我母妃是蛇精脸，还骂我父王。我父王和母妃也是他的长辈，他却开口辱骂，是不是也该罚他打手心？你喝完水练倒立了，脑子进水了。我与你父王和母妃只是平辈，他们只是我的堂兄和堂嫂罢了。还有，你母妃不过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假货，假仁假义的小人罢了，还不配得到我的尊重。洛烟，你说到辈分，洛同，你该称呼我一声姑姑，连太孙殿下都叫我姑姑，你和洛雨却整天叫唤我的名字，怎么？你们的身份比太孙殿下还要尊贵？洛言，住口！莫要在这里胡言乱语。行了，你也少说2句。你父王是个话少的人，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牙尖嘴利的女儿？黄伯伯，你刚刚还说我是个孝顺的女儿。哎，这臭丫头就是不能吃一点亏。3天禁足结束，就给朕老老实实来上书房。落下这句话，皇帝拂袖离开，一场不大不小的闹剧就这么结束了。皇帝虽然走了，但骆童的惩罚还是没有忘记的。王公公拿了戒尺过来，小心翼翼地对着骆童说道：哎呦，云安郡主，把手伸出来吧。王祖母。皇后也有些恼怒骆童出言不逊，惹了皇帝生气，但到底是自己亲孙女儿，她还是心疼的。王公公，让本宫身边的陈嬷嬷来打吧。那不行，是黄伯伯让王公公来打的，若是王公公没有执行，那岂不是欺君？没有圣旨，怎么叫做欺君？没有圣旨啊！洛烟眼珠子一转，一把将王公公手中的戒尺抢了过来。那也就是说，谁都可以打骆童的手心啦？那就不麻烦王公公亲自动手了，我来。不行！既然皇祖父下令让王公公来，那就只能让王公公来执行。童儿，把手伸出来。这一次骆童没有再犹豫，直接把手给伸了出来，生怕晚了洛烟又把戒尺给抢走了。洛烟挑了挑眉，就这么顶着被抓乱的鸡窝头站在骆童身前，看着他挨打。王公公顶着皇后和洛雨犀利的视线，只能放轻手劲儿。王公公，你没有吃饭呢，怎么在给骆驼挠痒痒呀？我怀疑你在放水，我要跟黄伯伯告状。闭嘴！洛雨，你跟谁吼呢？是不是还想跟我打一架？洛雨心里一股子邪火往上冒，唇角不停地颤抖，最终还是撇开了脸，不去看那讨人厌的兄妹两人。王公公，你轻点打。王公公，不准放水。王公公，王公公。王公公顶着几个人的目光，快速地打完20下，一溜烟地跑远了。他是真的怕了，怪不得陛下吩咐完就直接走了，恐怕是猜到了这种情形。洛烟，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是吗？那正巧啦，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玉儿、童儿，我们走吧。
颜之云看到皇后就这么把洛童和洛雨给带走，完全没有看到自己，也没有为自己讨回公道，心里一阵窝火。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错，是最无辜的人。他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跟了上去。洛烟姑姑，你是我见过第一个敢当面直接和皇祖母叫嚣的人。不仅如此，还明晃晃的欺君。他可不记得洛烟姑姑什么时候问过他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句话的意思。是吗？那我很荣幸啦。回到东宫，洛尘来到太子的书房，把今日在皇宫练武场上发生的事儿告知于他。今天洛言没有给你送什么东西？没有。太子表情略有些失望。父王，今天洛腾在洛烟姑姑手中吃亏了，被当众打了手掌心，皇祖母会不会找洛烟姑姑的麻烦？你能想到这点很不错。放心吧，秦王不会让你洛烟姑姑遇险的。与此同时，回到王府的洛烟带着自己胜利的爆炸头找到洛宽景，叽叽喳喳的把练武场的经过一一复述一遍。洛宽景看着他的爆炸头歪歪扭扭，勉强算得上整齐的衣服，脸上似乎还被抓伤了一道伤口。最重要的是，他的2颗门牙还没有长出来，看着十分滑稽。他默默地移开了眼睛。老东，你过分了！我为了给你找回场子，和洛童干了一架，当众顶撞了黄伯伯和皇后，你却嫌弃我。什么是老登？夸你的意思。洛宽景不信，这肯定不是什么好词儿。你这么当众顶撞他们，不怕他们记你的仇吗？哼哼，黄伯伯身为一国皇帝，天下之主，心胸肯定宽广，就算记仇，肯定也是记你的仇，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呀，还是为了你说话。不过皇后说不准，她临走时看我的眼神有点恐怖。老登，你要保护好我啊，别让皇后欺负我。你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死了以后，谁来给你养老送终啊？你不怕吗？我不怕啊，因为我知道父王一定会保护好我的。本王身边有个会武功的侍女，你把她收了。真的吗？那太好了，父王，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简直爱死你了。父王，你不能厚此薄彼呀，你给哥哥也找个会武功的贴身护卫吧，哥哥可是王府世子，出门在外面子绝对不能丢。本王怕他串通本王的人，谋权篡位。那哪能啊，哥哥是那种不孝的人吗？要是哥哥真的这么不孝，我就一巴掌把他扇到墙上，扣都扣不下来。父王，今天在皇宫哥哥也维护你了，你有没有感觉哥哥的性格和你很像？哼，胡说，他哪里像本王了？都一样的死倔死倔，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完全都不一样。父王，若是有一天哥哥被敌人抓走了，你会去救他吗？洛章是本王的亲儿子，谁敢动他？我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如果。若是从前的秦王，那自然谁也不敢动哥哥，但现在秦王站都站不起来，沦落到被一个小丫头羞辱。洛烟毫不客气地戳他伤口，洛宽景满头黑线，他口中的小丫头说的是他自己吧？我，你别这样看着我，已经10年了，你坐轮椅已经坐了10年了，眼看着你是再也站不起来了。你杀了大秦国那么多的将士，几乎和大秦国是死敌了，趁你病要你命，你觉得大秦国会放过你唯一的亲生儿子吗？若有一天哥哥被大秦国的人抓走为质，要你自断双臂才放了哥哥，你会如何？他是本王的亲儿子，他被抓走了，本王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会想办法去救他。但自断双臂是绝无可能的事，本王若自断双臂，他们也不会放了洛昭，只会更加的羞辱嘲笑本王罢了。那我呢？
我要是被人算计致死，父王会帮我讨回公道，帮我报仇吗？胡言乱语，有本王在，不会有人敢动你们。嘿，父王威武！那么为了哥哥的安全，你是不是也得给哥哥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啊？本王答应你给洛昭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但本王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本王让你带给太孙的信，你不可以看。不，那不行，这是两码事。这怎么就是两码事了？本王答应你一个条件，你答应本王一个条件。我答应帮你送信，你答应给哥哥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这才是等价交换。你想让我不看信，那得加另外一个条件了。洛宽景沉默住了，他突然发觉有一个聪明机灵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你想要如何？除了让你母妃搬进云深院。小气巴拉的，哼！那我要求你给我和哥哥的人必须完全无条件的服从我们的命令，认我们当主子。可以。还有，不准派人盯着我和哥哥，若是被我发现了，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好，本王答应你。多谢父王，父王你最帅了。对了，父王，之前推我落水的丫鬟小翠怎么样了？你审出来是谁陷害我了吗？她没有受过刑罚，死了。哎呀，父王呀，不是我说你，这整个秦王府都是你的，可你却让坏人进府。要不是我机灵，我早就嘎了。你就痛失我这么乖巧可爱善良的女儿了。后院是你母妃在打理，丫鬟是后院的，归你母妃管。你怎么不去说你母妃啊？是吗？那肯定是因为王府太大了，丫鬟太多了，母妃管不过来也是能理解的。看着洛宽景突然黑下来的脸色，父王，我去找哥哥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洛宽景气笑了，不愧是裴淑玉亲自生下来的女儿，只会帮着他说话。母妃，你在这干啥呢？我等你出来。我听说你又在皇宫和骆童打架了，是怎么回事？小事，我已经解决了，母妃不用担心。我就被黄伯伯关了3天禁闭，骆童可是被当众打了20下手心，丢尽了颜面。骆童是皇后的亲孙女，你让她吃了亏，皇后恐怕会心生不满。妍妍，你今后还要在上书房念书，皇后若是给你穿小鞋，你该怎么办？要不我去跟你父王说，你和阿昭别去上书房了吧，在王府里请一个夫子来教你们读书也行啊。那不行，我要是和哥哥不去上书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怕了骆童。母妃，你放心吧，有父王在，我和哥哥不会出事的。裴淑玉还是不放心，让洛烟去洗漱换身干净衣服，然后他去找陆宽景。你找本王有事？王爷，今日嫣嫣在皇宫里顶撞了皇后，我怕皇后对她不利，能否让嫣嫣和阿昭离开上书房，就在王府里请一个教学夫子，或者去京城里的书院念书？本王的女儿谁敢动？你来就是跟本王说这事啊？裴淑玉，本王从前怎么没瞧见你对洛烟和洛昭有多关心呢？裴淑玉一听顿时噎住，从前那是因为他们兄妹2个年纪小，不怎么出府，没有出事。现在洛烟去上书房1个月就干了2架，皇后可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她是真的怕了。那王爷呢？为什么从之前的漠不关心，到现在忽然把2个孩子送到上书房？你的意思是本王关心本王的2个孩子还是错的了？还是说在你心里，本王就是个冷血无情没有感情的男人？王爷可还记得11年前那碗堕胎药？当初那碗堕胎药已经送到他手中了，若不是太后娘娘的人及时赶到，她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生下2个孩子。若不是你当初算计本王，本王也不会愤怒地给你1碗堕胎药。
既然你已经嫁给了本王，把2个孩子生下来了，本王身为他们的父亲，为何不能关心？你怀疑本王别有用心，本王也怀疑你满腹心机算计本王，想要借着腹中的孩子嫁入秦王府，靠着算计怀上的孩子，你对他们的感情又能有多少？我没有，我当初根本没有想过怀孕。怀孕之后，我是想离开京城的，独自一人把孩子生下来。是裴梦婉，她发现我怀有身孕，故意传播了出去。你想独自一人把孩子生下来，让本王的孩子流落在外，还要叫别的男人爹？裴淑玉，你好大的胆子！这10年来，妍妍和阿昭叫你爹，也没见你对他们有多好啊，还不是忽视了个彻底。裴淑玉，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本王，11年前，当真是你给本王下的药吗？裴淑玉一愣，怎么突然问他这个事儿？他低着头，眼神闪烁着不定的光芒，心里翻江倒海。骆宽景见裴淑玉低着头沉默不语，眸色暗了暗，看来当年的那件事啊，确实有问题。哼，蠢货，猪脑子。骆宽景嫌弃地看着裴淑玉，为了一个男人甘愿毁了自己的名声，他脑子怎么想的？他不是姓裴吗？他就没见过姓裴的有这么蠢的人，莫不是因为他是从小被调包，在外面长大的原因？行了，你出去吧，本王累了。裴淑玉也怕骆宽景继续追问11年前那件事儿，立马离开了书房。母妃，你偷偷摸摸找父王干嘛呀？什么偷偷摸摸？我是正大光明的找你父王说事情。哦，光明正大的哇！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他笑得有点猥琐。可能因为他门牙还没有长出来，所以看着比较猥琐吧。哇塞，这马好漂亮！秋野师傅，这是你送给我的吗？算是吧。秋野迟疑，是他买的，但银子是王爷给的。小白马似乎知道了自己主人是洛烟，围着他转了一圈，欢快地甩着尾巴。郡主，这匹马是纯种汗血宝马，挺通人性的，他很喜欢你，给他取个名字吧。就叫你钢蛋吧。钢蛋，你喜欢这个名字吗？小白马蹦了2下，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名字。郡主，它是母的。可是钢蛋喜欢这个名字呀，你看它尾巴甩得多欢。秋野师傅，你快教我骑马吧，我都迫不及待了。秋野无奈，罢了，钢蛋就钢蛋吧，反正也不是他的马。他上前教洛烟怎么上马，怎么拿马鞭。1个上午就这么过去，洛烟非常开心。下午，洛烟开始练习骑射，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上书房的考核就要开始了。洛烟虽然懒，但他性格也带着一丝不服输的劲儿。他可以自己选择不学摆烂，但不能受人嘲讽。这天，洛烟骑着小白马围着王府四处转悠，突然看到谭明成鬼鬼祟祟的从王府一个前妻的角门进来。二哥，你鬼鬼祟祟在这里干啥呢？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还有事，先走了。洛烟眼睛一眯，二哥不对劲儿。自从上次他把便便蛋糕扔到他脸上开始，他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笑面虎都开始不笑了。钢蛋，追上二哥！钢蛋长嘶一声，撕着蹄子朝谭明成追了过去。2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4条腿？他们很快就追上了谭明成。谭明成看着面前的一人一马，默了默。王府里什么时候可以随意跑马了？也只有洛烟才敢这么做。他垂下眼眸，眼中划过一抹羡慕。二哥，你的脸怎么回事？谁打了你？哎，没有人欺负我，我自己不小心摔的。你当我3岁小孩啊？被人打的和被摔的伤能一样吗？你快说是谁欺负的你？不得了了，敢动我秦王府的人，我1耳巴子给他扇到空中转800圈，扇不死他。你力气有那么大吗？我不管，你快说到底是谁打的你？哎呀，你
你急死我了！你要是不说，我做一堆便便蛋糕，然后再找真的大便和便便蛋糕和在一起，扔你脸上。这是我的事，跟你无关。二哥，你是秦王府的少爷，我是秦王府郡主，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莫非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妹妹，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秦王府的人？好啊，我就去跟父王告状，他养了一条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洛烟，你是3岁小孩吗？动不动就要去告状？那你跟我说，到底是谁打的你？你要是不说，我就去跟父王说你的坏话。裴焕州。啥玩意儿？竟然是裴焕州那个傻叉啊！他都没有去找他算账，他竟敢欺负他二哥。他为什么打人？书院外面有一条流浪狗，我经常给它喂食物。今天他说那条狗吓到他了，他要弄死他。我为了保护他，挨了他几巴掌。修儿、风和，抄家伙，跟我去裴家干仗。是，郡主。哎，洛言，你不要冲动，你还在被陛下禁足当中呢。禁足是小事，大不了再被关几天。但现在我若是不好好教训教训裴焕州一顿，他都还以为咱们秦王府派了他。二哥，你虽然只是父王的养子，但也是秦王府的主子，你挨打了怎么能不还手？说出去还不是丢父王的脸。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还手啊？我不了解你，难道还不了解靖远侯府的人？要是谭明成真的还手了，此刻恐怕靖远侯夫人已经带着他们上门来问罪了。二哥，跟我走吧，靖远侯府我也很久没有去了呢。彼时靖远侯夫人正在插花，突然听到下人汇报洛烟骑着小白马来了。陛下不是让他禁足3天吗？怎么出来了？他要抗旨不遵，也别连累了侯府。罢了，他来了也好，我倒是要问问他为什么总是跟雨儿和童儿过不去，莫不是裴淑玉故意教的？另一边，洛烟进侯府没多久，就看到了从外面回来的裴焕州。哦，好漂亮的马！洛爷，这马我要了，你把这匹马卖给我。滚开！别用你的脏手碰我的钢蛋！啊，洛爷，我是你表哥，你敢打我？本郡主乃秦王府郡主，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敢对本郡主大呼小叫！风和，给本郡主掌嘴！风和知道自己以后的主子就是洛烟，自然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他没有收力，上前一巴掌打在裴焕州脸上。哼，祖母说的对，还从来没有人敢打我的脸。祖母，我要这个臭丫鬟去死！放心，有祖母在，祖母一定会给你报仇的。洛言，你若是不想把事情闹大，被皇后娘娘责罚，就把这个丫鬟给交出来，任由我们来处置。别忘了，你现在应该还在禁足当中。我的丫鬟还轮不到别人来教训，外祖母也大可以去找黄伯伯告状。我今天既然敢出来，就不怕黄伯伯知道。我实话告诉你，我今天来裴家就是来找裴焕州的。裴焕州在书院外打了我二哥，今天不把这个账算清楚了，我是不会离开的。洛言，你身为侯府的外孙女，竟然帮着一个外人来对付自家人，好啊，你和你母亲都是好样的。外祖母这句话我就听不懂啦。二哥是我父王收养的儿子，那就是秦王府的人，怎么能叫做外人？你和阿周是有血缘关系的嫡亲表兄妹，他不过是一个养子，怎么比得上？那我就想问问外祖母，我母妃是你亲生女儿，裴梦婉不过是个养女，为何你处处偏袒养女，而不是偏袒你10月怀胎艰难生下的亲生女儿？阿婉在我身边长大，我把她当亲女儿看待，这怎么能一样？阿周，祖母，他敢打我，给我杀了这个贱人！风和蹙眉，不等洛烟吩咐，又一巴掌落在他的左脸上，刚好对称。洛烟，你疯了！阿周是你表哥，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也不该让丫鬟打他的脸。你说裴焕州是我表哥，可他叫过我一声表妹吗？外祖母，
我尊称你一声外祖母，但也请你不要忘记我的身份。我是秦王府郡主，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谁都能直唤我的名讳。你是秦王府的郡主，也是侯府的外孙女，阿周是你嫡亲的表哥，叫一声你的名字怎么了？一家人怎么还计较这些？你真是被你母亲给教坏了。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靖远侯府能跟皇家平起平坐了。外祖母难道不怕这句话传到皇伯伯耳中？你胡说什么？我说的意思是，你是侯府外孙女儿，你和阿周是嫡亲的表兄妹，他只是叫了一声你的名字，你就长他的嘴，你不觉得自己太过霸道了吗？这件事儿就算是闹到了皇后娘娘那里，你也不占理。外祖母呀，就因为我是侯府的外孙女，今天才带着我二哥过来。我二哥也是从小被我父王收养在身边的，和父王感情深厚，就像是外祖母你和裴梦婉之间的感情。裴焕州打他就是打我父王的脸，这件事我父王暂时还不知道，若是让我父王知道了，你觉得以我父王的性格会做什么吗？当然啦，我父王是长辈，自然不会找小辈麻烦的。小孩子做错了事，就是当父母的没有教好，也不知道二舅舅能不能承受得住来自我父王的报复。你不是已经打了阿周2巴掌，还想怎么样？这是两码事，我打他那2巴掌是他对我出言不逊，还想霸占我的小白马，二哥的仇还没有报呢。外祖母若是真的实在心疼裴焕州，那便罢了。但回到王府后，父王问起来，我就只能实话实说了。你到底想要如何？让裴焕州跪下，给我二哥磕5个响头认错，然后大声说3声“我是傻叉大傻叉”几个字，简直是荒谬！洛言，你这是把阿周的脸和侯府的脸给踩在脚底下。就在这时，裴焕州的亲生母亲冯氏和世子夫人白氏也过来了。郡主，我儿是侯府少爷，怎能给区区一个养子下跪？你太过分了！娘，我的脸好疼，我不要下跪，我不要给一个养子下跪。二周乖，娘绝对不会让你给一个养子下跪。谭明成听到冯氏的话，抿唇低下了头，攥紧了拳头。他们说的对，他只是王府一个无关紧要的养子，怎配得到侯府少爷的下跪认错呢？洛言，你给我闭嘴！我没让你说话，你就别说话。谭明成默默地闭上了嘴巴。跟你们说话，我都感觉拉低了我的档次。先不说我二哥有没有被我父王收为养子，就说我二哥的亲生父亲是我父王麾下最英勇的将军，在战场上杀敌无数，为了救我父王而死。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二哥亲生父亲被黄伯伯封为正四品平西将军。平西将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保家卫国，而自己的亲生儿子却被他保护的人给欺辱。举头3尺有神明，我劝你们都当心些吧，小心恶事做多了，半夜里被鬼敲门哦。简直是胡说八道，世上哪有鬼神之说？二舅母，你别忘了，我父王可不是没有权势的王爷，他想要捏死二舅舅，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简单。你想替裴焕州认错，可以，那你也得做好被我秦王府报复的准备。威胁，这是明目张胆的威胁啊！冯氏脸色铁青，他快要气疯了。郡主、夫人、世子夫人、二夫人、二少爷、谭少爷，老夫人有请。哎呦，妍妍又长高了。嘿嘿，太祖母，我不仅长高了，还掉牙了，是不是很丑啊？不丑，我们妍妍什么样子都好看。太祖母，洛言他欺负我，你看我的脸，就是他让丫鬟打的。妍妍为什么让丫鬟打你？因为我叫他名字，他就打我。太祖母，我是他表哥，
我叫他名字怎么了？我再说一遍，赶紧给我二哥下跪道歉。郡主，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养子逼迫自己外祖家吗？养子，一口一个养子的，我看你长得像养子。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二舅舅不过是户部的一个6品芝麻小官，平西将军却是正4品将军，怎么就不配受裴焕州下跪认错啦？赶紧的吧，别磨磨蹭蹭的了，我还等着回去吃饭呢。靖远侯夫人脸色又是一沉，牙尖嘴利的死丫头呀，胳膊肘往外拐。祖母，你好，我不要给他下跪，我不要。儿子做的不对，是我这个当娘的错，若不然，我来给谭少爷下跪认错。哎，且慢，郡主，我是阿周亲生母亲，是我没有教好阿周，我来替阿周受罚也是应该的。哼，嫣嫣是你表妹，她也是皇家郡主，你只能叫她郡主或者表妹，但绝对不可直呼她的名字，否则你就是对皇家不敬。这个道理，冯氏你们不会不明白吧？母亲，我们都是一家人，又何必这般斤斤计较？哼，一家人，那我就想问问你，你有没有把嫣嫣真正的当做自己的外孙女儿？你有没有把嫣嫣的母亲真正的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整个侯府都知道你有多偏心养女，嫣嫣母亲是你亲生女儿，你却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现在你跟嫣嫣说什么一家人，你不觉得可笑吗？母亲有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难堪吗？我现在一只脚踏进棺材里了，你偏心谁我也管不了。但今日之事明显不是嫣嫣有问题，该认错就认错吧。可是祖母，郡主要阿周给他二哥下跪认错，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就不可以了？阿周既然打了人，就该道歉。可是既然阿周做错了事，那么自然是要道歉的。侯爷，孽障，把你送进书院里念书，不是让你去打架斗殴的，还不快跟谭少爷下跪认错？父亲，阿周可以道歉，但不能下跪道歉。侯爷，侧儿说的对，阿周不能下跪道歉，若是传出去，我们侯府的面子都丢尽了。嫣嫣，侯府是你外祖家，大家都是亲戚，阿周可以给你二哥道歉，下跪是不是就免了？那不行，不过看在太祖母的份上，说自己傻叉的几个字可以免了，但下跪免不了。若是外祖父和外祖母实在是心疼自己的孙儿，不愿意让他给我二哥下跪认错的话，那么我就在这里提前恭喜二舅舅可以回家啃老了呢。哦，说不定到时候大舅舅也会回家啃老呢。父亲，阿周做错了事情就该狠狠的惩罚，否则将来养成纨绔性子，对侯府也不是好事。靖远侯也不傻，裴元能想到的事儿，他自然也能想到。他眯起眼睛看着洛烟，眸光渐渐暗了暗。一个小丫头片子如此能言善辩，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哼，洛烟，让阿周道歉已经是给你面子了，你不要得寸进尺。二舅，你长脑子就是为了凑身高的吗？还让裴焕州道歉是给我面子，我把你脑袋里的水摇匀了再说话吧。裴焕州他打了我二哥，还态度嚣张的不认错。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他这么不把我父王放在眼里，我只是让他给我二哥下跪认错，已经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不然的话我就立马跟我父王告状了。到时候你看你那个6品的小官职位还能不能保得住？你什么你？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吧。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太祖母的面子也不管用了。今天
要么裴焕州跪下给我二哥磕5个响头道歉，并且大声喊我是傻叉大傻叉几个字，要么我现在立刻回王府去跟父王告状，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听嫣嫣的，阿周，你道歉吧。太祖母，我不要给他下跪，求您了。阿周，打人之前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乖，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给明成这孩子跪下道歉吧。母亲，你住口！我看阿周都是被你这个无能的祖母给惯坏了，惯子如杀子，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祖母，莫要动怒，小心身体。道歉吧。裴焕州，赶紧的吧，别耽误我回王府吃饭。裴焕州泪流满面，只能不情不愿地朝谭明成跪了下去，非常憋屈地磕了5个头。只是那5个字，他张了张嘴，实在说不出口。谭明成没想到洛烟真的凭借一己之力，让靖远侯府少爷给他下跪磕头认错。嫣嫣，事情就到此为止，可以吗？好，听太祖母的。洛烟这个死丫头，我动不得，难不成还动不了这个养子？等去了书院，我一定找机会给她套麻袋，再狠狠揍她一顿，不然就对不起我今天这5个响头。太祖母，你看裴焕州还瞪我二哥，你说他是不是还死性不改，想给我二哥套麻袋揍他？太祖母，我没有。我不信你的话，要是哪天我发现我二哥日后要是在书院被人揍了，我就还来侯府找你。啊，若是他在书院里惹了别人挨了揍，你也算我身上。我二哥性格好，还心善，喂养流浪狗，怎么会跟别人起冲突？你别欺人太甚。我不管，反正日后我二哥出事了，我就算在你头上。眼看又要起冲突，老夫人连忙把众人给赶出去，只留下洛烟一个人。嫣嫣啊，刚刚我让你放了阿周，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啊？没有啊，我知道太祖母是为了我好，毕竟侯府是我外祖家，若是传出去我以权压人，对我名声不好，也会让侯府的人记恨我。哎呦，嫣嫣啊，侯府终归是你母妃的娘家，出嫁女子没有一个强大的娘家是不行的，你不能跟侯府闹得太难堪了，对你母妃，对你哥哥，对你都不好。太祖母，我知道您是为了母妃和我还有哥哥着想，但您有没有想过，外祖母对我母妃的不喜，外祖父对我母妃的漠视，还有二舅舅对我母妃的厌恶？您觉得我母妃若是在秦王府受了欺负，他们会为我母妃主持公道吗？不，他们不会，在他们心里只有裴梦婉这个女儿，这个妹妹。他们甚至可能在想，若是我母妃就这么死在了乡下该有多好，如此一来，裴梦婉的身份就不会暴露，不会受人诟病。是我们侯府对不住你母妃。没有什么对不对得起的，托裴梦婉的福，我母妃嫁给了我父王，掌管王府中馈，过得也挺好的。太祖母，我听说您总是头疼，风和会按摩，我把它留在您身边可好？哎呦，我头疼是老毛病了，普通按摩是不行的。风和懂一些医术，让他来给您试试吧。也好。你去给太祖母按摩按摩。是。洛烟觉得洛宽景对他当真是不错，风和不仅武功高强，还会医术，看在他对他这么好的份上，他以后就不叫他老登了。嫣嫣，你要把他留在我这里多久？2个月，2个月后是太祖母80大寿，到时候我再来把他带走。
老夫人缓了口气，也就2个月，她能忍。孩子的一番好意啊，若是拒绝了，会伤了她的心的。洛烟婉拒了老夫人的留饭，离开了侯府。她笑容满面，悠哉悠哉地骑着小白马。啊，那就是便便郡主吗？是的，是的。我那天跟着我娘去买菜，亲眼看到了她拿出了便便蛋糕，让我们免费品尝，我还吃了一口呢。啊，好吃吗？好吃吗？如果忽略它长得像大便，确实挺好吃的，比之前吃的糕点还好吃，非常甜。那我们没有吃过的，还有机会吃吗？洛烟180度扭头看向说话的小孩。便便郡主看过来了，快跑！我又年轻又貌美，却被叫做便便郡主，他们是怎么叫得出口的？谭明成毫不留情地大声嘲笑，秀儿低着头忍俊不禁，第一次看到洛烟脸上的表情这么丰富。二哥，你完了，你惹怒我了。还有你，秀儿，敢嘲笑我，罚你抄写自己的名字800遍。郡主，能换一个惩罚吗？可以，抄我的名字800遍。啊，有什么区别吗？妹妹，今天谢谢你。小事，二哥，你得记住，被人欺负了不能不吭声。你是我秦王府的少爷，出门在外代表的是我秦王府的面子。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给我揍回去。反正天塌下来了，还有父王顶着。你真当我是受气包啊？是个人都能欺负我不成？还不是因为他是……因为裴焕州是裴家的人，所以你不敢还手。蠢二哥，你不知道母妃和侯府关系不好吗？干嘛要忍着裴焕州？以后他要是再欺负你了，4个字，干就完了。小妹，你还小，这世道孝道为天。母妃跟侯府关系再不好，侯夫人也是母妃的亲生母妃，一个孝压下来，母妃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愿让母妃为难。哼，父母不慈，还想子女孝顺，呸！做他的春秋大梦去。谭明成闻言仔细琢磨着这句话，竟意外觉得很有道理。谭明成张了张嘴巴，刚想说什么，忽然看到旁边高处突然掉下来一个花瓶。危险，快躲开！由于惯性，两人一同倒在地上。谭明成把洛烟紧紧地给护住，而自己的脑袋却磕在了地上，疼得他龇牙咧嘴，五官乱飞。花瓶重重地砸在了钢蛋身上，钢蛋受惊，长嘶一声，四只蹄子一抬，飞一般地跑走了。郡主，你没事吧？秀儿，把二哥扶起来，找附近的医馆送过去。郡主，我好了，二少爷脑袋出血了。洛烟拔掉头上的一个钗子，扔给旁边路过的一个大汉。我是秦王府郡主，受伤的是我二哥，麻烦这位大哥帮我二哥背到附近的医馆，这是给你的报酬。得嘞，交在我身上。秀儿，你跟过去。郡主，你呢？我没事，现在最重要的是二哥，你跟过去，让大夫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二哥的命。看到洛烟不容置喙的眼神，秀儿只能跟过去。此时茶楼的掌柜听到动静走出来。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花瓶怎么会突然掉下来呀？你们最好祈祷我二哥伤得不重，否则就等着承受秦王府的怒火吧。钢蛋受了惊跑走了，洛烟只能2条腿走回王府。回到王府，洛烟立马去了云深院，和骆宽景添油加醋的告状。秋爷，带着1队锦衣卫去给本王查。等等，父王，不仅那个茶楼要查，周围的店铺也要查。按照郡主的吩咐去做。是。父王，那个花瓶可是直直对着我脑袋砸的，幸好二哥护住了我，要是真的砸到我脑袋上，我就算不死也会重伤。不过二哥的脑袋砸在地上出血了，医馆的大夫没有小魏大夫医术好，你让小魏大夫去给二哥看看吧。他的伤你不用担心，
本王会让魏兰去给他医治。你禁足还没有解除，为什么突然出府？二哥被裴焕州欺负了，我去给他报复回来。我让风和打了他2巴掌，让他跪下，给我二哥磕5个响头认错。哦，对了，我把风和暂时留在了太祖母身边，等到太祖母80大寿那天，再把他带回来。你觉得今日之事是谁做的？不会是靖远侯府。洛宽景淡淡的嗯了一声，他还以为洛烟会气愤过甚，怀疑靖远侯府。他远比他想象中的要聪慧。父王，我想去那个茶楼看看。不行，你给本王老老实实的待在王府，哪里也不准去。可是我……没有可是。风和既然被你留在了靖远侯府，本王再给你一个丫鬟。洛烟迟疑一瞬，没有拒绝。他突然觉得自己身边危险重重，还是多点人保护为好。不多时，从皇宫里下学回来的洛昭和听到外面消息的裴淑玉一同赶到了云深院。裴淑玉拉着洛烟的手，上上下下的仔细看了看，只见他除了手心的一点擦伤以外，没有多大的事儿，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明成呢？是他救了你，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事？还不清楚，我怕耽误救治，就让秀儿把二哥带到附近的医馆，现在应该在回来的路上。好端端的花瓶怎么会突然掉下来？那家茶楼做事也太不仔细了。哼，怕就是有人蓄意为之啊！上次洛烟差点被淹死，这次差点被砸死。你若是再不查清楚，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那你这个秦王当的也太窝囊了，干脆退位让贤算了。看着洛宽景沉下来的脸色，裴淑玉咽了咽口水，把洛昭护在身后，干巴巴地说道：王爷，孩子还小，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您大人大量，不要跟一个孩子计较。洛宽景淡淡的瞥了眼像是护鸡崽子似的护着洛昭的裴淑玉，又收回视线，并没有说什么。他也不是第一次从洛昭口中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听着听着都习惯了，并没有太在乎。况且他说的也对啊，他的女儿2次差点死掉，幕后凶手显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怎能不怒？此事本王会彻查到底。无事，你们就先下去吧。裴淑玉一听，立马拽着洛昭的手腕离开了云深院。父王，我今天受了委屈，为了补偿我，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是什么？本王再考虑考虑答不答应。2个月后是我太祖母的80大寿，我想要父王跟我们一起去靖远侯府给太祖母贺寿。不去。父王，那天会有一场好戏可看，你确定不去吗？什么好戏？这个不能说，保密。你让风和留在侯府，是因为这场好戏？算是吧。本王考虑考虑吧。那父王，我先走啦，等秋叶师傅回来了我再过来。哥，你干嘛呢？洛昭没有搭理他，眼神愤愤，捡起地上的一块大石头，对着水中的一条鱼扔了过去，差点没把鱼给砸晕过去。哥，你幼不幼稚啊？少管我！洛烟好说歹说，才让洛昭停下对水中小鱼儿的厮杀。哥，我那天问了父王一件事，我问他，若是有朝一日你被大前国的人抓走当人质，大前国要他自断双臂才会放了你，你猜父王怎么说？洛昭是本王的亲儿子，他被抓走了，本王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会想办法去救他。但自断双臂是绝无可能的事，本王若自断双臂，他们也不会放了洛昭，只会更加羞辱嘲笑本王罢了。哥，这是父王的原话，我没有添油加醋哦。父王其实对你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哼，你还真信了他？他说的这些话不过就是在哄你罢了，你还傻乎乎的相信了。
哥啊，你想想，以父王的性格，他会撒谎吗？洛言，你是在替他说话吗？你也不站在我这一边了，是吗？我只是不想让哥哥和父王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哼，我和他之间没有误会，只有一条命。哥，你觉得是谁想要我的命？我不过是秦王府的一个郡主，碍着谁的路了，三番五次的想要置我于死地。我觉得推你落水的幕后之人和这次事情的幕后之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你落水的事情，我怀疑是沈薇儿做的。你前世死得早，不知道沈薇儿后来嫁给了渣爹。在我离开京城去军中后的第1年，也就是7年后，书中沈薇儿后面确实是嫁给了陆宽景当继室，只是没到2个月，她突然死了。书中也没有写到底是什么原因死，可按照洛昭所说的，她的那一世呢，沈薇儿没有死。沈薇儿后来给父王生孩子了吗？没有，她死了，听说是掉进水里淹死了。啊，死了呀？你忘记了吗？你每次见到沈薇儿，对她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就差是没有明着说她是不要脸的狐狸精了。她仗着自己是皇祖母的侄女，总是来秦王府，一定是她收买的小翠。沈薇儿现在和皇祖母去了大光阴寺，除夕才能回来。要想知道是不是她，等到她回到京城，咱们试探试探就知道了。不过这次的事情我还真想不出来是谁做的。你得罪的人还挺多，当然了，也不排除当真是个意外。我得罪的人确实挺多的，这群人加起来都能开2-3桌麻将了。不多时，王府的侍卫去医馆把谭明成给带回来了。二哥，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唯有献上我全身家当。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你指哪儿，我打哪儿。你我本就是兄妹，救你也是应该的。二哥好好休息，这件事父王已经派人去查了，想来应该很快就能查清楚，王府不会让你白白受伤。交代几句照顾谭明成的小厮，罗烟这才离开。临近傍晚，秋野还没有回来，反倒是江云羡牵着一匹小白马回来了。钢蛋儿听到洛烟的声音，甩着尾巴走了过来，亲昵地贴了贴他的脸。嘿，太好了，钢蛋，你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你有没有受伤呀？让我看看。放心，你的钢蛋皮糙肉厚的，就受了点皮外伤。反倒是你，怎么出门一趟还差点被砸死了呢？江云羡，你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好啊，我好心给你们的小白马找回来，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哼，我是不会告诉你们花瓶掉下来的时候我也在场。你也在场？你看到了什么？我就不告诉你们。瞧瞧这是谁呀？原来是我那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仪表堂堂、彬彬有礼、貌美如花、迷倒万千少女的三哥哥呀！三哥，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是阴天吗？今天不是阴天啊。那昨天就是阴天，为什么昨天是阴天呢？因为太阳见了你帅气的脸庞，害羞地躲进了云朵。洛言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话呀？学就学了，还说出来，不害臊吗？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跟你说就是了。喂，秋野师傅，你回来了，查到了吗？属下暂时只查到花瓶不是意外掉下来。郡主，具体什么情况，属下得去禀报王爷。那我们一起去。三哥说花瓶掉下来的时候，他也在场。秋野看向江云羡，没想到三少爷竟然也在，那是不是说明他看到了什么？
倒是个意外收获。王爷，那花瓶是从飘香楼3楼一个雅间掉下来，掌柜说每个雅间都有一个花瓶，属下每个雅间都查了查，在楼下发现了一个蹴鞠。另外，属下还查到，飘香楼是平阳王府的产业，出事之时3楼只有一个客人，掌柜的说是柳家大少爷。去把这个蹴鞠送到平阳王府，告诉平阳王，若是不想被本王迁怒，就去找幕后真凶。是。王爷，是否去查柳家大少爷？父王必须查，因为我看到柳瑞把花瓶放在了窗户上，但是他并没有把花瓶推下去，而是把窗户关上就走了。父王，柳瑞一定是故意把花瓶放在窗户上面，就等着我路过。但是他并没有主动把花瓶推下去，就算我们去找他质问，他也有理由辩驳，所以得找到那个用蹴鞠把花瓶打下来的帮手。对，洛言说的对，我是突然看到花瓶掉下来的，没有看到柳瑞把花瓶推下来，所以他肯定有同伙。去查柳家。是。秋野走后，洛宽景目光忽然转向裴淑玉，淡淡道：本王若是没有记错的话，柳家是你外祖家。王爷放心，我不会偏袒柳家。洛言，如果你发现伤害你的人是你身边亲近的人，你会怎么做？三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还看到什么了吗？其实我看到了是谁用蹴鞠把那个花瓶给打下来的。什么？你刚刚在父王那里怎么不说呀？是我们都认识的人吗？是大哥。你说谁？是周福玉要杀他。我没有看错，真的是大哥。江云羡挠了挠脑袋，这事儿一直憋在他心里不敢说。他觉得大哥怎么看也不像是对洛烟痛下杀手的人，应该是有什么误会。他怕他跟父王说了，父王那暴脾气不听大哥解释。大哥现在回府了吗？没有。我们等大哥回来问他。好。于是洛烟和江云羡两人就这么蹲在王府大门处，二人神情相似，坐在门槛上，双手支撑着下巴，望着远处发呆。他们等到夜色暗沉，月亮升起来了，还是没有等到周福玉回府。倒是洛昭从下人口中听到他们两个人跟有病似的跑到王府大门外坐着，还是坐在门槛上，看门的下人连关门都关不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坐着干什么？当门神啊？我们等大哥回来。大哥早就回来了，你们蠢吗？王府又不止这一个门。三哥，都怪你，是你说我们可以来王府大门等着，可以第一时间等到大哥。是，都怪我，赶紧进去找大哥吧。哼，看在他险些被砸死的份上，我不跟他计较这些小事。洛昭好奇他们两个等周福玉做什么，就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先去了周福玉的院子，被下人告知他并没有回来。一番询问过后才知道，他从后门回到王府，直接去了云深院找洛宽景。洛烟和江云羡两人对视一眼，然后两人同一时间撒腿就朝云深院的方向跑了过去。父王，花瓶是我用蹴鞠砸下来的，差点害了小妹，都是我的错，我认罚。本王不信你是蓄意为之。我确实不是蓄意为之的，但差点伤了小妹，让二弟受了重伤是真的。父王罚我吧。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今天在书中收到了一封信，说是我想知道是谁杀害了我全家，就去同和居3号雅间。我将信将疑的去了，但雅间并没有人。然后我透过窗户看到了对面飘香楼楼顶上出现了一个黑衣人，这个黑衣人脸上戴着一个面具，我下意识的以为他就是杀害我家人的凶手，就跳窗追了上去，追了一圈也没有追上他。恰巧这个时候，我面前突然出现一群踢着蹴鞠的孩子，我把踢到我面前的蹴鞠捡起来，朝他扔了过去。我没有想到飘香楼上会突然出现一个花瓶，蹴鞠就那么巧的打在花瓶上，小妹和二弟又那么巧的经过。本王
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你先听大哥解释。洛言，本王在你眼里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吗？啊！周福玉没想到洛言会突然出现，还挡在自己面前。他愣怔了一下，看着后面又进来的洛昭和江云羡，不确定地问：你们都知道了？大哥，我都看到了，是你把醋菊扔到花瓶上面，花瓶才会掉下来的。什么？周福玉，你要杀了洛言？我不是故意的。他快速简单地解释了一遍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把醋菊扔到花瓶上。你是个蠢货吗？你全家被杀，幕后凶手是谁，连秦王府的势力都还没有查清楚，你仅仅凭借着一张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信你就相信了？你知不知道，若不是谭明成救了洛言，此时此刻王府已经挂上白布办丧事了。周福义知道这件事确实是自己的错，若不是他不够谨慎，着了别人的算计，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儿。他低着头沉默着，任由洛昭骂他。大哥，别骂了，大哥也知道错了。现在与其骂大哥，不如想想是谁敢这么算计我们秦王府。我和二哥是末11刻出门，并没有坐马车，当时街上很多人都认出我来了。如果这个时候幕后之人盯上了我，完全有时间安排人去给大哥递信。秋玉，王爷，去找秋野。柳家涉嫌谋害皇室郡主，罪不容诛，把柳家全家给本王抓进来，扔进锦衣卫大牢，严刑拷打。是。大哥，那封信还在吗？哦，在的。周福玉从怀里把那封信给拿了出来，递给洛烟。通过自己查不出来什么，信纸和墨汁也是街上能买得到的。洛烟叹了口气，为什么他看的小说里女主一般都能通过信猜出幕后凶手，怎么到他这就不行了呢？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洛宽景摆了摆手，随后看向周福玉：你留下来。父王，你该不会要动手打大哥吧？大哥都已经解释过了，你不能动手打人。你再多嘴一句，信不信本王动手打你？看着洛宽景斜眯过来的眼神，洛烟轻咳一声，什么都没有说，一溜烟的跑出去了。哥，三哥，天黑了，你们先回去睡觉吧。好，你也早点休息。我知道。嘴上答应早点休息的洛烟并没有休息，秋玉和秋野都走了，洛宽景的书房外面没有人守着，他撅着屁股悄咪咪的趴在门边上偷听。洛宽景还能不知道洛烟的德行？让他老老实实的去休息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看着门外印出来的一个影子，洛宽景头疼的按了按眉心，把洛烟给拎走。周福玉闻言好奇的回头看过去，看着门外跳来跳去的影子，嘴角忍不住抽搐一瞬，一个暗卫从树上跳下来。郡主得罪了。话落，他跟拎猫崽子似的，拎着洛烟的后衣领，把他给拎走了。原来是你啊，暗卫大哥。这不就是上一次一脚把小翠儿给踹飞的暗卫吗？暗卫大哥，你怎么天天蹲在树上呀？真可怜。不如你以后跟着我吧，你负责我以后的生命安全，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暗卫面无表情，丝毫不为所动，甚至没有跟洛烟说一句话，把他送到他屋门外，转身上树。你父亲是本王唯一的好友，他被人残忍杀害，本王怎会不用心去查？这么些年下来，幕后凶手一直查不到，不过本王却找到了这本账本。周福玉的父亲是徽州的一个商户之子，和爹娘吵架，父亲离家出走，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意外被洛宽景给救了。于是周父就一直死皮赖脸的跟在洛宽景身边。后来周父和父母和好，回家继承家产，洛宽景的封地就在徽州，还有宣州这2处，都在江南那一带。本朝超一品亲王可以圈养私兵，
但明面上不能超过3000，至于暗地里谁知道呢？陆宽景当然也养了私兵，他养私兵的银子一半都是周家出的。父王，是个账本。本王怀疑周家意外得到了这本账本，才有了灭族之祸。今日的事恐怕不是冲着洛言，也不是冲着你，而是冲着本王来的。所以我爹娘是因为这个账本才会被杀害。你放心，本王已经在查，真相早晚有一日会水落石出，以后莫要冲动了。你若出了事，本王如何跟你爹娘交代？我知道了，我相信父王，以后我不会再这么冲动了。舅爷大人，刘家到底犯了什么事，被锦衣卫抓来？柳大人不如问问你的好孙儿做了什么事？什么？瑞儿，你做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孽障，还不快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是要把我柳家全家给害死不成？哎呀，老爷，你怎么还对孩子动手？我看他就是被你给惯坏了，整日无法无天。瑞儿是我长孙，我能不心疼吗？行了，别废话了。柳家蓄意谋杀长宁郡主，7岁当诛。但若是你们能供出幕后主使，可饶你们不死。谋杀皇室郡主？舅爷大人，我刘家和秦王府无冤无仇，怎么会谋杀长宁郡主？请大人明察，还我刘家一个清白。你不敢，可你的好孙儿胆子大得很呢。什么？刘瑞，你要杀长宁郡主？不，我没有。混账！你竟敢谋杀长宁郡主，谁给你的胆子？瑞儿，你赶紧说是谁指使你的？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我们就还有救。娘，真的不是我没有做过。哎呀，我看你们是抓错人了。瑞儿品性纯良，怎么会谋杀长宁郡主？赶紧把我们放了吧。我儿好歹也是朝廷命官，岂是你们说抓就能抓的？来人，给我把柳家大老爷抓出来，上刑！孽障，还不快如实招来！你真想害死我，害死整个柳家不成？瑞儿，你真想看着你父亲受罚，还是说你想我刘家全族跟着你一起上断头台？祖父，爹，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想让长宁郡主死，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封信，信上告诉我，说是想帮元安郡主教训长宁郡主，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元安郡主被长宁郡主欺负，被当众打了手掌心，我就想帮他出口气，教训教训长宁郡主。我没有想让长宁郡主死，祖父，爹，你们相信我。信在哪儿？在我屋里。秋野立刻吩咐手下带着柳瑞离开牢狱，去柳家把信给拿过来。秋爷大人，您看，柳瑞没有想过谋杀长宁郡主，他也是被人利用的。看在刘家是秦王妃的外祖家的份上，能放我们回去吗？柳瑞虽然没有想要谋杀郡主，只是被利用，但他一官员之子，无官无职，却想要教训郡主，这么不把郡主和王爷放在眼里，实在该死。娘，我们会不会有事？不会。别忘了，你姑奶奶是靖远侯夫人，秦王妃是你姑奶奶的亲生女儿，我们绝对不会有事的。再说了，长宁郡主不是没事吗？柳芳芳闻言松了口气，对，姑奶奶不会放任柳家一直待在牢狱里。很快带着柳瑞的锦衣卫回来了，秋野拿到了柳瑞口中说的那封信，他仔细看了看手中的信，信上的字比郡主的字都要丑，完全看不出什么。柳家显然什么都不知道，是柳瑞一个人擅自行动。
再待在这里啊，也没有什么用。秋野转身离开。秋野大人，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你们的事我做不了主，等王爷吩咐吧。柳大人眼含失望，看来他们得在锦衣卫大牢中多待一阵子了。怎么回事？锦衣卫怎么会抓柳家？回好夫人的话，荆州言传元安郡主因为长宁郡主被打了手掌心，刘瑞少爷为了元安郡主想要教训长宁郡主，却没想到差点害死了长宁郡主。秦王殿下大怒，所以才会把柳家全家给抓起来扔进大牢。派个人去牢中问问兄长，这是怎么回事？是夫人。不一会儿，打听的人回来了，告知了靖远侯夫人，柳瑞是被人利用的。备马去秦王府。王府下人通报靖远侯夫人来王府的时候，裴淑玉并不是很惊讶。柳家是他娘家，以他强势的性格，要是不来找他，那他就不是靖远侯夫人了。让他去前厅等着。当上了秦王妃就是厉害，让我这个母亲等你这个女儿。母亲有把我当成女儿来看待吗？我怎么没有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得知当年的事情后，我第一时间就派了人去接你回府。我知道你怨恨我偏心阿婉，但阿婉在我身边长大，我对她倾尽心血和感情，怎能舍弃她？你回府的时候，吃穿用度和阿婉是一模一样的，我已经尽力的补偿给你了。你出嫁的时候，嫁妆124台，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嫁妆？母亲，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私底下给了裴梦婉多少银子当做压箱底的嫁妆吗？若不是祖母给了我几间铺子和2个庄子当做嫁妆，恐怕我的嫁妆连裴梦婉的一半都没有。靖远侯夫人一听，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她私底下给阿婉嫁妆，裴淑玉怎么知道的？明明这件事只有他们母女2个才知道。母亲想问，我怎么知道的？是你的好女儿跟我为了炫耀，特意说出来的。靖远侯夫人眉心微微蹙了蹙，阿婉向来不争不抢，怎么故意炫耀说出来？一定是她不小心说漏了嘴，被裴淑玉给听到了。母亲有什么事就直说吧，管理王府钟馗我也挺忙的。柳家的事我已经打听清楚了，瑞儿是被人利用的，你让王爷放了柳家吧。母亲来王府这么久了，一句关心嫣嫣的话都没有，一张口就是让我去跟王爷求情放了柳家。在母亲心里，我们母子3人都是外人。既然如此，我为何还要去替柳家求情？你胡说什么？你是我生的，我怎么会把你当成外人？只是瑞儿是被人利用的，并不是真的想要谋杀嫣嫣。况且嫣嫣也并没有真的出事儿啊。嫣嫣没有出事是因为她二哥舍命救了她，到现在明成还躺在床上头疼欲裂，动弹不得。柳瑞是被人利用的，可他的初心却是想要教训嫣嫣。骆童对王爷出言不逊，被陛下责罚打了手心，和嫣嫣有什么关系？柳瑞是什么身份，竟敢为了骆童想要出手教训嫣嫣？我还没有去找他的麻烦，母亲还想我去为他说情，痴人说梦。你非得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才开心？不是我要把事情做绝，是母亲太过偏心。嫣嫣是我女儿，她今年才10岁，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受了委屈，还要被迫的去原谅伤害她的人。裴淑玉，柳家是你外祖家，你当真要看着你舅舅一家被关进大牢而不管不顾？舅舅一家被关进大牢，并不是我的错。母亲与其在这里让我去求王爷放了他们，不如去查幕后主使是谁。查清了幕后主使是谁，说不定王爷心情好，会放了柳家。你惹我偏心，我给你跪下认错，你就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去求王爷放了柳家。哎，夫人，您这是做什么呀？哪有做母亲的跪女儿的？您这是要把王妃架在火上烤啊！她是王妃，我是臣妇，跪的
也是应当的。外祖母，你这是干嘛呢？小幼孝道押着我母亲去给柳家求情。裴淑玉说不出来的话，洛烟可以说。外祖母，我知道你心里着急柳家，可让柳家全家入狱一事是我父王吩咐的，你求到我母妃头上也没有用，你不如求求我，毕竟这件事我才是受害者，说不定我心情一好就去找父王给柳家求情呢。胡闹！我与你母亲讨论要事，你过来做什么？外祖母想要母亲去给柳家求情，可柳瑞想要谋杀我怎么能不过来呢？我不过来，怎么知道外祖母如此偏心呢？不准胡说！顺儿只是被人利用，他没有想要谋杀你。哦，那他就是想替骆童来教训我。他是骆童什么人呀？为什么要替骆童来教训我呢？哎呀，真是猜不透呢。外祖母，柳家入狱是我父王下的命令，你若是想救柳家，去求我父王便是，何故来为难我母妃？好啊，好得很。你们明知道柳家是我娘家，却都不把我放在眼里，眼睁睁地看着柳家入狱受折磨。你们干脆以后也别叫我外祖母了。好的，靖远侯夫人。好的，靖远侯夫人。裴淑玉，你就是这么教自己孩子的，竟然如此的不尊重长辈。有的长辈是长辈，有的长辈不过是个倚老卖老的老不死的东西罢了。刚坐下拿起茶盏喝茶的裴淑玉猛不丁的听到这句话，直接被呛住，大声咳嗽起来。这么直白的骂他是倚老卖老的老不死，真的好吗？咚的一下，靖远侯夫人晕了，被洛烟口中直白的那句倚老卖老的老不死的东西这句话给刺激的晕了。夫人你怎么了？来人啊，快去把侯夫人扶起来送进屋里，再去请大夫过来。丫鬟们收到吩咐，很快就把靖远侯夫人给带下去，等大夫过来。妍妍，她总归是你外祖母，你可以不亲近她，私底下骂她也行，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骂了她，对你名声也不好。母妃不用担心，王府的下人卖身契都在你手中，不会乱说什么。至于外祖母，她若是不想被传出倚老卖老的名声，晚节不保，也不会在外面乱说。只不过以后对我们母子三人，可能再也不会待见了。只希望她真的不会说出去吧。另一边被送到客房休息的靖远侯夫人，还没有等到大夫过来，就已经醒过来了。她快速地从床上坐起来，推开王府的丫鬟，怒气冲冲地来到前厅。裴淑玉，你15岁那年被接到侯府，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你就是这么待我的，竟然教唆自己的女儿辱骂自己亲生母亲，你还有没有良心？外祖母，什么叫被接到侯府？难道我母妃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不是侯府的亲生血脉？侯府养着她，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母妃是侯府的亲生血脉，刚出生就被故意抱错，流落在外15年，被找回来，难道不应该好生的养着吗？可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却是我母妃被故意抱错是她的问题，不是侯府的问题。侯府把她找回来，已经对她很好，她应该对侯府感恩戴德，简直天大的笑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脸皮比城墙还厚，离得巴掌远都弹到我这里了。你外祖母莫怪，罗言年纪小，说话没分寸。时辰也不早了，我送外祖母离开吧。话落，骆昭强制地扶着靖远侯夫人离开了。靖远侯夫人还不愿意走，她今天是来找裴淑玉给柳家求情，事情没有办成功也就罢了，还平白无故的被洛烟给骂了一顿，她怎么能甘心呢？但骆昭力气大得惊人，他一时之间竟然挣脱不开他的手，就这么被他生拉硬拽到了王府外。骆昭贴心地把靖远侯夫人扶到马车上。外祖母慢走。
就这一幕，谁还能说裴淑玉母子三人对他不孝呢？若是真的不孝，骆昭身为王府世子，怎么会亲自送他上马车？夫人，回侯府吗？去灵王府。靖远侯夫人吐出几个字，她不止一个女儿，她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灵王殿下。灵王殿下那可是帝后嫡子，身份贵重，她亲自去锦衣卫放几个人，那还不简单。靖远侯夫人一见到裴梦婉就开始哭诉，哎呦，说裴淑玉如何的咄咄逼人，说洛言如何的没有教养，对她不尊重，还说骆昭不顾她的自愿，强硬把她拽出秦王府。母亲，顺儿不是主谋，只是被人利用，舅舅一家不会有事的，只会在大牢里多待一段时间而已。阿婉，你舅舅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在牢中多待一天，头顶的乌纱帽就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你去求一求灵王，让他去锦衣卫把你舅舅一家给带出来吧。母亲，锦衣卫是秦王掌管的，就算王爷去，恐怕也带不出来柳家，反而倒是会得罪了秦王。阿婉，连你也不愿意救柳家吗？侯府里人人都说我偏心一个养女太不应该了，可是阿婉，你是从小养在我身边，我尽心尽力培养的女儿，怎么能不偏心你？从你嫁到灵王府，我很少求你，现在你舅舅一家遇难，你也不愿意帮忙吗？你舅舅可从未亏待过你。母亲，您误会我了，我不是不想救舅舅一家，我的意思是，秦王既然下令把舅舅一家抓进锦衣卫，就显然不会这么轻易的放人，就算是王爷亲自去了锦衣卫，他们恐怕也不会给王爷面子的。秦王虽然不是太后亲生的，但从小养在太后身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母后跟我说过，秦王几乎是父皇一手带大的，这般深厚的感情，哪怕是王爷也比不上。我只是怕王爷去了锦衣卫，不仅没有把舅舅一家给救出来，还会连累了王爷。母亲，因为我的身份，母后本就一直不喜欢我，自从上次在陆家发生了那件事后，母后更不喜欢我了。宫里甚至有传言，母后和父皇商议把我从正室贬为侧室，说是因为舅舅一家连累了王爷，恐怕母后连我生下来的童儿和雨儿都不待见了。阿婉，是我想的太理所应当了，没有顾及你的感受。你说的对，皇后本就因为你的身份对你不满，不能再因为你舅舅一家让皇后对你更加的不满了。母亲，睡儿他说他是为了童儿想出手教训洛烟，这才被利用，外人不知道，还以为童儿和瑞儿有什么。童儿是个女孩子，名声大过于天，这个时候童儿绝对不能和瑞儿牵扯到丝毫关系。童儿是个女孩子，又是皇家郡主，名声不能有瑕，只是流言京中都已经传遍了。唉，京中流言的事王爷会去解决，只是舅舅一家我真的无能为力了。说是姐姐能够去求秦王，说不定能把舅舅一家给放出来。别给我提他，提他我就来气，生的还不如生一个棒槌。裴梦婉看着靖远侯夫人对裴淑玉如此的深痛恶绝，暗暗笑了笑。她对她越是厌恶，她就越高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在侯府的地位，她不能失去侯府这个靠山。哎呦，十九弟啊，好久不见了。八王兄来找本王，是找到了想要杀害本王的幕后凶手？暂时还没有。没有找到，你来找本王作何？那飘香楼是我平阳王府的茶楼，事情发生在飘香楼，
虽然嫣嫣没有真的出事儿，但想来也是受了惊吓。为了弥补嫣嫣啊，我把飘香楼送给嫣嫣当做补偿，还有郊外的一座庄子，这是地契。洛言没有受伤，是因为他二哥救了他，现在还卧床不起。城南有一间当铺啊，生意不错，就送给明晨当做赔偿吧。那便多谢八王兄了。就不打扰19弟了，告辞。平阳王很快离开了秦王府，洛烟去了谭明成的院子，把平阳王后面送来的店铺地契递给他。谭明成看着手中的地契，双眸亮得惊人，感觉头也不是太疼了。二哥，我借花献佛，这个也给你，谢谢你救了我一条狗命。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挨得了一座茶楼，一间店铺，他这伤也不算白受了。对了，幕后凶手找到了吗？还没有，不过你别担心，父王会查清楚的。你说谁？丹阳公主？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丹阳公主。洛宽景眉心微蹙，也没有料到会是丹阳公主。丹阳公主是先皇的嫡长公主，非常受宠，皇帝登基也有丹阳公主的帮助，所以皇帝对这位皇姐也多有尊重。备马车去皇宫。是，王爷。我也要去。父王，我想知道丹阳姑姑为什么要害我。王爷，我跟你们一起去皇宫吧。洛昭没有说话，但眼神透露出他也要跟过去。都去吧。张嬷嬷，扶本宫去沐浴更衣。公主，您这又是何必呢？本宫欠他一条命，这一次算是两清了。张嬷嬷叹了口气，不再多言，服侍她沐浴，随后穿上公主华服，又来到了熟悉的养心殿。叩见陛下、皇后娘娘，我认罪，是我派人给柳瑞和周福玉送信，算计洛烟。你为何要这么做？没有为什么，我认罪，陛下无论怎么惩罚我，我都认。秦王，洛烟是你的女儿，你怎么看？洛宽景沉默了片刻，皱着眉似是在思考。大殿中寂静无声，他们在等洛宽景想好对丹阳公主的惩罚。丹阳姑姑，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丹阳公主怔了一下，点头嗯了一声。柳家是你亲生母亲的娘家，你为什么会选择柳家？没有为什么。丹阳姑姑，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这个人其实很记仇的。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苏恒和苏凡好像跟我差不多大，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能不能承受得住来自秦王府的报复。稚子无辜。我呸！你孙子是人，我就不是人啦。还说什么稚子无辜，说的我好像是七老80岁的人似的。你对我动狠手，难道就没想过我和你2个孙子差不多大吗？19弟，一切都是我做的，你要打要罚我都认，哪怕是褫夺我公主封号，把我贬为庶人，我也认了。只希望你不要对我2个孙儿动手。皇姐该是了解本王的才是，本王从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稚子何辜？哼，本王的女儿至今不过10岁，她又何尝不无辜？丹阳公主眸心颤了颤，顿时哑口无言。皇兄，既然皇姐说把她贬为庶人她也接受，那就把她贬为庶人，再把宣平伯府全家流放岭南吧。陛下，不可以！伯府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算计洛烟，想要杀他都是我一个人计划的，跟伯府无关。恒儿和范儿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求陛下不要罚伯府。丹阳公主曾经是何等的尊贵，皇帝因为她是长姐，又帮助她夺嫡，进宫面圣的时候还免了她的跪拜礼，现在竟然如此卑微的磕头认错。皇姐，你为何要杀洛烟？总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丹阳公主，
嫣嫣可是你亲侄女，你怎么能忍心对她动手？你还是人吗？丹阳公主抿唇，低下头不说话。哼，丹阳公主，我们都不是傻子，秦王府从未得罪过你，你没有理由要杀洛烟，一定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做的。你若是说出幕后主使，宣平伯府自会没事。可你若是不说，我见到苏恒和苏凡两人就揍他们一顿，直到把他们揍到残废为止。你别忘了，宣平伯府不只是他们2个男丁，他们残废了，就再也没有希望继承伯府的爵位了。丹阳公主闻言，猛地抬头看向洛昭，眼中闪过一抹不可置信。这是威胁，赤裸裸的威胁。你若是从公主被贬为了庶人，从此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丹阳公主，他们就再也没有人庇护了。我揍他们还不是易如反掌，轻轻松松？没有幕后主使，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你们非要知道理由是吧？好，我今天就说给你们听。那就是因为你的母妃淑妃，她害死了我母后。简直荒谬！你母后死于病重，与本王母妃有何关系？什么病重？分明就是你母妃给我母后下毒，我母后是中毒而亡。信口雌黄！难不成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被本王母妃给收买了？你当先皇是傻子不成？无论你信不信，你的母妃都是杀死我母后的凶手，所以我也要你感受失去至亲之人的痛苦。洛烟运气好，侥幸没死，是我棋差一招，被你们查到，我也无话可说。还有撞柱子，快拦住他！可惜已经晚了。大殿中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身份如此贵重的丹阳公主竟然会撞柱自杀。快去请太医！王公公连忙应声推了出去。洛烟咬了咬牙，第一时间跑到丹阳公主跟前儿，抖着手摸了摸她的鼻息。忽然间，她的手被气息尚在的丹阳公主给抓住，她努力睁开眼睛看着洛烟，张了张嘴，无声对她说了几个字，随后抓着她的手无力地垂下来，缓缓闭上了双眼。洛烟瞳孔地震，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所有思绪在这一刻彻底停止。皇帝命人把丹阳公主尸体给送到宣平伯府，随后把骆宽景叫到跟前儿，劝解道：“19弟，皇姐已经死了，这件事就让他过去吧。若你执意追究，朕也不拦着你，只是恐怕会对你秦王府的名声不太好。你13岁入战场，好不容易有此成就，可不能就这么毁了。”臣弟知道了，不过臣弟不希望他的赠礼大办有哭声。好，朕依你，会吩咐下去。哪2个字？他说皇室。什么皇室？你没看错吧？我确定我没有看错。哥，你说这丹阳姑姑是什么意思啊？她是临死之前觉得愧疚于我，所以想告诉我是谁真的想要杀我，但是她又害怕那个人会因为她的背叛对她的2个孙子动手，所以就给了我一个模糊答案。我们在这里猜来猜去也猜不出一个结果，你去告诉渣爹吧。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这件事只有告诉他才能查出来真相。我去告诉父王，你要跟我一起去吗？不去。洛烟就知道他会拒绝，也没有意外，独自一人去了云深院找骆宽景，把丹阳公主临死前说的那2个字告诉了他。骆宽景听罢，机不可察地皱了皱眉，薄唇抿成一条直线，眼底沉黑隐晦。洛烟觉得他爹脸色有点可怕，像是要杀人。这件事莫要对外说，对你不利。父王，你知道是谁吗？有些猜测，但需要去查。我有点疑惑，那个人为什么突然要杀我呀？
在这个以男子为尊的男权皇朝，杀洛昭比杀他来得划算，毕竟洛昭才是王府世子。因为你太高调显眼了。皇帝口谕，丹阳公主在御前撞柱而亡，这是对她的不敬，葬礼不准大办，也不准有哭声。丹惠公主是丹阳公主异母同胞的亲妹妹，她来到宣平伯府，看着冷冷清清没有一丝哭声的葬礼，甚至苏恒和苏凡两个人都被下人捂住嘴巴，不让他们哭出声。丹惠公主红了眼眶，再也忍不住转身离开。她带着愤怒来到秦王府，只是还没有进府就被告知秦王府现在不招待任何人。去告诉你们家王爷，说是见不到他，本宫今天就不走了。李管家蹙了蹙眉，堂堂一个公主竟然做出这等不要脸皮的事儿，他不敢耽误，连忙去禀报洛宽景。他愿意等就让他等。是。你怎么了？怎么从皇宫出来就闷闷不乐的？被丹阳公主撞柱子给吓着了？没有。哥，你觉得会是谁指使丹阳姑姑来杀我？我不知道。丹阳姑姑临死之前用口型跟我说了2个字。洛烟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自己是因为太过高调显眼而被盯上，真他妈离谱啊！不过他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是秦王府的郡主，是洛宽景的亲生女儿，那人想要对付的应该自始至终只是洛宽景。洛烟现在怀疑书中原主的死，洛昭去战场被身边的人背叛，被敌军抓走，是不是也是幕后之人一手策划的了？目的就是为了让秦王府断子绝孙呢？傅离，你要保护好我呀！属下定会誓死保护郡主。嘿嘿，那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郡主请说。你去找几个府中小厮，签了死契的，去郊外的农庄买几吨大粪，泼到叶家门口和丹惠公主府门口。是。你照我说的去做，记住啦，不要暴露了你是秦王府的人。是。风离动作很快，趁着天色暗沉无人发现之际，捏着鼻子指挥着王府小厮把他买来的大粪泼在叶家门口和丹惠公主府门口。哎呦，家主不好了，有人在叶家门外泼粪了。什么？你再说一遍，泼了什么？有人在叶家门外泼了大粪。什么人敢如此的大胆？丹惠公主还没有从秦王府回来。没有。你派个人不，你亲自去找丹惠公主，让她赶紧离开秦王府。家主，丹惠公主会听老奴的吗？你去告诉她，若是她不抓紧离开秦王府，下一个被泼粪的就是她公主府。此时的叶家主还不知道公主府门外已经被泼了粪。父亲，您的意思是来我们叶家泼粪的是秦王府做的？秦王是超一品秦王，天皇贵胄，身份贵重，怎么能做出这等恶心人的事儿？哈哈，秦王做不出来，可他的一双儿女可是聪慧的厉害。想来有这个想法的应该是他的一双儿女。可他们才10岁啊。10岁怎么了？前有前朝甘明12岁封侯拜相，后有秦王13岁入战场斩杀敌军将领。别看有些人年纪小，可本事却不小。丹惠公主性格倔，不见到洛宽景她就真的不动马车一步，哪怕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撑着一口气不离开。在听到叶管家的禀报后，她气得破口大骂。她自小养尊处优长大，还从未受过这等委屈，怒极之下直接气晕了过去。嘿，父王，你听说了吗？丹惠公主府门外和叶家门外被人泼粪了，嘿嘿，简直太好笑了。别演了，本王知道是你的吩咐。嘿嘿，就
就知道瞒不过父王。父王，你说我能不能派人到襄王府、平阳王府还有端王府几个王府门外泼饭？本王会查清楚，为你做主的。等你查清楚，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去了，我总不能一直待在王府里不外出吧？那人既然这次失了手，还失去了丹阳公主，若不怕被本王发现，短时间内就不会再动手。上书房你若是不愿去，以后就不去了。那不行，上书房我得去，我就不信了，那人还敢在皇宫里对我动手。你想去那就去吧，除了风离以外，我另外派了2个暗卫，暗中跟着你去皇宫保护你。真的吗，父王？那我可以要上次把我抱下树的那个暗卫吗？眼神不错，他是暗卫营中1队暗卫的头领。真的？那就他了，就他了。骆宽景允了。洛烟来到院子中那棵大树下，3下5除2的趴了上去。暗卫大哥，我把你从父王那里要过来了，以后你可得保护好我。你叫什么名字？属下无痕。无痕，你能不能教我一个能一击毙命的绝招？属下不敢擅自教郡主。算了，我还是去找风离教我吧。无痕，你听我的话对吧？是。你去郊外农州买大粪，泼到灵王府、襄王府、端王府、平阳王府大门外，然后再……有点难办，不知道要不要禀报王爷。父王让你保护我，那你暂时就是我的人，我也没让你去杀人放火，就是我气不过洛雨和洛通他们总是针对我，我看不惯他们，我就想让他们丢丢脸。而且你照我说的去做，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秦王府，不会给父王带来麻烦。父王事后问起你，你就说是我吩咐的，跟你无关。无痕仔细想了想，犹豫片刻，还是点下了头。他知道风离如今跟在郡主身边，这事就算他不去做，郡主也会吩咐风离去做。只要郡主没有改变想法，谁去都行。第2日一早，临王府、襄王府、平阳王府、端王府，只要在京城，所有没有去封地的宗室王爷，他们的王府大门外被人泼了粪。郡主还是挺为王爷着想的，让人安排了打更人，发现了正准备朝齐王府大门外泼粪的贼人，免于了齐王府也被泼粪、被人议论嘲笑的下场。不过郡主昨天还去找了小魏大夫，让小魏大夫给他一瓶能让臭味加大的药剂，小魏大夫那里刚好有，就给郡主了。日后多派几个人巡视王府，尤其是王府附近。是王爷。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此事儿，说秦王府运气真好，遇到了贼人没有泼粪。只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明目张胆地得罪这么多宗室王爷啊？我去他娘的运气好，本王看分明就是秦王做的。父王，我们没有得罪秦王叔，他为何要这么做啊？还能为什么？他怀疑是我们收买了丹阳公主，但丹阳公主已经死了，现在他查不到，心中怒气发不出去，只能用这种办法来恶心内人，或者再激内人出手。一旦内人动手了，他就能顺藤摸瓜查到内人。父王怀疑是谁？秦王都不知道，本王怎么知道？行了，本王从后门去上朝，你赶紧让下人把大粪给清理干净。洛烟等了半天也没等到骆宽景把自己叫过去骂一顿，长松了一口气。父王肯定知道是他做的，但没有骂他指责他，说明他其实内心也想干这种事儿，只是碍于自己的面子，昨天才不让他做。洛烟，你是蠢货吗？这么刻意的安排打更人发现，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是秦王府做的吗？我当然知道这很刻意，但你不觉得他们明明知道是秦王府做的，却又奈何不了我们的这种感觉很爽吗？我们秦王府不是没有被泼粪，只是运气好被发现了而已，没有证据，他们可不能冤枉我们，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那你就不怕他们半夜也来我们秦王府泼粪？来了正好，
可以多派几个暗卫守着，他们来了就给他们抓起来送到大理寺，到时候不就有人给我们顶罪啦？你还真是什么都想好了。嘿嘿，哥，黄伯伯已经给我们批了好几天的假了，明天我们就去上书房吧。真是迫不及待看到洛雨和洛彤他们难看的表情了。哎，洛言，你老老实实告诉我，几个王府大门外被泼粪，是不是你做的？老十一，在你眼里我就是这么缺德的人吗？我们秦王府也差点被泼粪了，好吧？还有，我差点被花瓶给砸死，你一点也不关心我。老十一，我们还是不是好兄妹啦？天天老十一老十一的喊，你喊过我皇兄吗？嘿，我觉得老十一比较亲切，你不会介意吧？老十一，哼，不介意啊，我哪敢介意啊？你开心就好。洛言，说，去我灵王府门外泼粪的是不是你们秦王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秦王府做的？来，你把证据拿出来，我们一起去黄伯伯那里，让黄伯伯治我秦王府的罪。洛彤哑口无言，连父王都没有证据证明此事是秦王府做的，他又有什么证据呢？况且那个贼人已经被我秦王府的侍卫给杀了，你们王府的侍卫无能，比不过我秦王府的侍卫，现在来诬陷我们，咋地？看我们秦王府好欺负是吧？强词夺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为了不被发现才杀人灭口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是做过的事，就会有痕迹，我们迟早会查清楚真相。是，你厉害，去查就是了。我拦着你们去查了吗？一个个的废话忒多，真是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你敢发誓此事不是你们秦王府做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也配让洛言发誓？你们不敢发誓，说明去我们王府泼粪的就是秦王府。我要去告诉皇祖父，让皇祖父治你们的罪。凭什么你让我发誓我就得发誓呢？你不敢发誓，那这件事就是你们秦王府做的，害得皇室出了这么大的丑，被人议论嘲笑，你们秦王府就等着被皇祖父惩罚吧。让我发誓也可以，但我这人不喜欢被人威胁着我做不喜欢的事。这样吧，我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发誓，你给我下跪道歉。你说什么？让我给你下跪道歉？对啊，你让我发誓我可以发誓，但你污蔑我，污蔑秦王府的清誉，就想这么轻飘飘的接过去？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谁家出了点事儿，都可以来污蔑我秦王府吗？童儿让你发誓是为了让你证明你秦王府的清白，你怎么说就是强词夺理。本来没有做过的事，我凭什么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有句话叫做谁主张谁举证，是你们先污蔑我秦王府，你们自己拿出证据来啊！难不成以后你们灵王府出了事，都要我秦王府来证明没有对你们做什么吗？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说出去，你们难道不害臊吗？洛言说的对，谁主张谁举证。你们说是秦王府做的，你们自己拿出证据来啊！在这里威胁洛言算什么本事？好，你说是敢发誓，我就敢给你下跪道歉。童儿，哥哥，你别拦我，这件事一定是秦王府做的，这可是你说的，这么多人听到了，你可不能反悔。是我说的，我不会反悔，但你必须发最狠毒的誓言，否则不算数。好，我洛烟在此发誓，若是灵王府和几个王府大门外的大粪是秦王府做的，就让我天打雷劈，一生无儿无女，孤独惨死，死后入阿修罗地狱。花落，整个上书房寂静无声，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洛烟真的敢发誓，还发这么狠毒的誓言。这个誓言狠毒吗？要不要我再说一遍更狠毒的誓言？区一个誓言就能拿捏住我，别开玩笑了。誓言这种东西说出来轻飘飘的，全凭一张嘴。要是动动嘴皮子发誓就能成真，那现在那些对着女朋友说只爱你一个人，转头就和别人聊骚的渣男，
早该被雷劈的排队领号了。毕竟他们发的毒誓加起来能绕地球3圈。骆童瞪大双眼，猛地摇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不敢相信洛烟竟然真的发誓了，难不成真的不是秦王府做的？难道父王和母妃也猜错了？污蔑我，污蔑秦王府，给我下跪道歉吧！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骆童咬了咬唇，紧紧地捏住手掌心，要他给洛烟这个贱人下跪，他做不到。哥！骆昭眯起眼睛，一脚踹在骆童的膝盖上，骆童惊呼一声，双腿不受控制的下跪，还特别巧的跪在了洛烟面前。骆昭，你敢？敢不敢的都已经做了，你能奈我何？哎，好歹你也是皇室郡主，我也不想让你传出言而无信的名声，所以就只能让我哥帮帮忙啦。赶紧道歉吧，马上夫子就要来喽，别耽误夫子上课。骆童闭了闭眼，低头快速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后，立马站起来就要离开。可洛烟不打算放过他，给骆昭使了个眼神，骆昭几乎瞬间懂了他的意思，又一脚踹到骆童的膝盖上。大声些，你早上没吃饭吗？我没听到，再说一遍。骆昭，你们别欺人太甚，童儿已经道歉，你们自己没听到，关他什么事儿？我不管，反正我没有听到他的道歉，必须大声再说一遍。骆童，是你先来招惹我的，你若不按照我说的，再给我大声道歉，今天这事儿没完。骆童，这件事是你先惹出来的，你赶紧道歉吧，闹到了陛下那里，谁都吃不了好。对不起。什么？我没听到。对不起。哇，是对不起啊，没关系，我不会原谅你的。骆童最后是哭着离开了上书房，恰逢这个时候夫子进来，他没有看到夫子，一头给夫子撞倒了。可怜这位夫子已经快80岁了，被皇帝特意请过来教导皇子皇孙们，却不曾想有朝一日被自己学生给撞倒在地，把他撞倒也就罢了，还看都不看他一眼，扭头就跑了。夫子，您怎么了？来人，快去请太医。今日上午的课换了一个夫子教，一打听之下，发现原来的夫子被骆童撞倒，闪到了腰，现在别说来给他们上课了，走一步路都困难，估摸着以后他的家人啊都不会让他来皇宫教课了。皇帝听闻此事后非常生气，他不知道请了多少次才让这些德高望重的夫子们愿意来皇宫给皇子皇孙们上课，可骆童不仅逃课，还把夫子给撞伤了，甚至以后都不会再来了。皇帝也没脸再让他来，一气之下，皇帝罚骆童抄写女则100遍，让自己身边长侍嬷嬷去林王府盯着。洛言，你蠢吗？为什么要答应骆童发毒誓？毒誓是能随便发的吗？你整了他，也把自己带进去，哎呀，你真是气死我了。没事的哥，我发完誓后就在心里说了呸呸呸，不算数。那也不行，以后不准再这么说了。知道啦，没有以后了。骆昭，几天后的考核，我们切磋一场，你敢不敢应战？哼，你让我应战，我就应战，那我多没面子呀。你不敢？你怕我？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当长辈是得让着点小辈。若是我把你按在地上揍，父王该说我没有个长辈的样子了。对战场上只有对手，没有长辈和小辈，哪怕你把我按在地上打，我也心服口服。别想了，我不会答应的。你是秦王府世子，将来或许会继承秦王一脉上战场，你连我的应战都不敢答应，将来如何继承秦王府爵位？你就这么想让我答应跟你切磋？该不会是有什么针对我的阴谋吧？我骆羽从不屑用卑鄙的手法算计人。考核那天，皇祖父、皇祖母都在，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你3番4次的邀约，我若再不应战，外人都该说我是个胆小如鼠的鼠辈了。不过
只是这么切磋，有什么意思呀？1个月前，东阳进贡了1匹烈马，皇祖父赏给了我父王，我父王送给了我。你若是赢了我，这匹马就是你的；但你若是输给了我，就褪去衣衫，只留亵衣，围着整个皇城跑10圈。洛雨，你是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洛昭是吧？你怎么不说你若是输了，该受什么惩罚？你若是输了，就按照你说的，褪去衣衫，只留亵衣，围着整个皇城跑10圈。好，一言为定。只希望考核那天你别吃坏肚子来不了了。哼，放心，那天我一定会按时到场。洛昭和洛雨约战的消息不过半日，便似长了脚似的，从东街茶肆传到西街酒坊，连深巷里纳鞋底的老妪都知道了。消息是洛雨故意让人传出去的，知道的人越多才越好。于是第2日，京中最大的赌坊开了赌局，很多人都跑去凑热闹。洛昭的赔率比洛雨的赔率高，洛昭是1赔3，洛雨是1赔1。洛烟想了想，故意让王府下人放出洛昭没有学过武功，是这2个月才刚刚接触的消息。这则消息一出啊，不到1天时间，洛昭的赔率从1赔3涨到了1赔5。岂有此理！关嬷嬷，拿1000两银子押阿昭赢。是，王妃莫气，奴婢这就去。妍妍啊，约战的事情，你哥哥有没有把握？放心吧，母妃，哥哥要是没有把握，洛雨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会答应的。母妃，你看，我练习射箭还没有1个月的时间，差一点就射中红心。哥哥力气比我大，比我还早刻苦努力，你要相信哥哥一定能赢的。听洛烟这么一说，裴淑玉担忧焦躁的心稍微定了定。母妃，你这也太上火了，太上火对身体不好，须得阴阳调和才能。母妃突然想起来还有事没有处理，你好好练习射箭吧。洛烟看着裴淑玉跑得比兔子还快的身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母妃是怕他说什么呀？跑得这么快？雨儿，不必这么刻苦，我打听过的。洛昭啊，从小到大都没有学过武功，你肯定能赢得了他的。我有自信能赢洛昭，但师父说过，不可小看任何一个敌人。洛昭想赢或许会不择手段，我只有再努力一些才行。母妃去安慰安慰童儿吧，皇祖父送来的长师嬷嬷是个厉害的，童儿性格倔强又娇气，我怕他会忍不住顶撞长师嬷嬷。想到还在抄写女则的洛童，就不可避免地想到他今天当着上书房那么多人的面对洛烟下跪道歉。雨儿，若有机会废了洛昭，给你妹妹报仇。母妃放心，我一定会为童儿报仇的。一日日的晨光接着暮色，不声不响的已经过了数不清的日落。不过转瞬就来到了考核那天，洛昭的赔率已经到了1赔10。洛烟跟洛宽景借了1000两银子押洛昭赢。谭明成听说了洛烟押了洛昭赢，一咬牙把他的大半个身家全都押了洛昭赢。周福玉见状想了想，他也去押了洛昭赢，输人不输阵。至于江云宪，他是除了洛烟以外第2个相信洛昭一定会赢的人，早在赌局刚开始就去押洛昭赢。哟，瞧瞧，这是谁来了呀？原来是我们鼎鼎有名的云安郡主呀！云安郡主，你的100遍女则抄完了吗？跟你有何干系？我是在关心你呀。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小辈，长辈关爱小辈，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童儿，莫要争这些口舌之争。骑射考核放在上午，下午才是切磋，所以上午皇帝等人都没有过来。洛烟选了步射，本想着随便射几箭，只要及格了就行。没成想骆童那边竟然连续3箭射中了红心。连之云在旁边大声恭贺，聂统领夸赞了骆童几句。骆童高傲地抬起下巴，一脸挑衅地看着洛烟。哼，废物就是废物，哪怕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是废物的事实。聂统领，麻烦你把靶子拿到10米开外。10米？
你在说什么笑话？我劝你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到最后1分成绩都没有。叶统领，按照我说的去做吧。长宁郡主，石迷对11皇子和羽世子这种学过武功的人来说，非常容易射中红心。但女子力气天生比男子小，你又没有学过武功，一不小心就会脱靶。无妨，脱靶就脱靶啦。聂统领，你还提醒他做什么？有些人就是自大自负，不见棺材不落泪。洛烟眼神冷漠，右手拿着弓，左手拿着剑。突然间，本对着靶子的箭突然对准洛彤的方向，一箭射了过去。你若再说一句废话，我会让你尝受一遍中箭的滋味。你敢？你看我敢不敢？长宁郡主，杀人犯法，哪怕你是秦王府郡主，也会受到惩罚。嘿，长宁郡主，不可呀！我跟你们开玩笑呢，我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呢？我又不是傻子。洛烟收回对准年之云的箭，然后对着10米以外的靶子一箭射了过去，铮的一声，准确无误地射中红心。是不可能！洛烟眉毛高高的扬了起来，又抽出旁边的箭，准备向靶子射过去。又是红心，箭筒里的箭都被洛烟射了出去，把靶射中红心。别说是洛彤，就连聂统领都有些惊讶。明明前不久洛烟连5米的靶子都会脱靶，仅仅半个月时间，10米开外的靶子都能把靶射中红心，倒是有些天赋啊。废物就是废物，哪怕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是废物的事实。洛彤气得跺脚。有些人啊，明明自己是个废物，却嘲笑别人，真是笑死人了。不知道他怎么有脸笑别人的。洛彤在洛萧等人的嘲笑中神色愤愤跑走，跑去景仁宫找皇后哭诉。洛雨见状狠狠刮了一眼洛烟，快速追了过去。皇后听闻这件事，轻声安慰了洛彤2句，见他还是一个劲儿的哭闹，心中隐隐升起一股不耐烦来。皇祖母，我有话想单独跟您说。皇后点头，摆了摆手，让屋子里的宫女离开。童儿，你也下去吧。洛彤也没心情听洛雨要和皇后说什么，点了下头，跟着宫女来到偏厅。雨儿，你要跟本宫说什么？我有一计可以废了洛昭，但需要皇祖母助我。你与洛昭切磋时，秦王或许也会来，陛下也在。你要在陛下和秦王面前废了洛昭。这是我从江湖郎中那里买来的毒药，服用过半个时辰后会使双手无力，能维持1炷香时间。事后太医也查不出来什么，虽然已经让人使用过了，确实如此。好，本宫会让人去安排。世子，你打得过洛雨吗？不用担心，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唉，你得小心点，洛雨不好对付。上次我败给了他，有一个原因是我分身，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2下子。我听说你是这段时间才学的武，真的有把握吗？唉，要不你就装肚子疼算了，虽然是丢点人，但总比穿着亵衣围着皇城跑10圈好吧。十一殿下，你不要长他人气势，灭自己威风。洛昭世子既然说有把握，那肯定是有把握的。我这不是担心吗？到时候你们看着就好。你得小心他是阴招，皇宫中皇后势力不容小觑，吃完了饭就不要再吃任何食物，包括茶水之类的。我知道。饭后，洛昭和纪兰慈等人来到一个池塘边的凉亭里坐着，喂喂鱼，聊聊天。一个约莫14、15岁的宫女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来，把上面的茶水放在几人中间的圆桌上面。洛昭这个时候恰巧有些口渴，下意识地端起茶盏想喝茶的时候，慕容燕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脚步一个踉跄，没有站稳，摔倒在了洛昭身上，把茶水洒了他一身。慕容燕，你怎么走路的？慕容燕沉默不语。时间还早，你快去换身衣裳吧。洛昭拍了拍衣服上面沾染的茶渍，有些气不过，走到慕容燕身边，用肩膀狠狠撞了撞她。
不过莫容燕并没有在意，拍了拍袖子站起身，瞥了眼洒了一地的茶水，转身离开。朕听闻了你们的约战，切磋可以，也可以有彩头，但是穿着亵衣围着皇城跑10圈，此等的不堪大雅，置皇家颜面何在？黄伯伯，是洛雨非要和我约战，我没办法，只能同意。也是他说的，输了的人穿着亵衣围着皇城跑10圈，不是我说的。林王，你就是这么教导自己儿子的？父皇有所不知，前几日在上书房，童儿怀疑是秦王府的人在林王府大门外泼粪，所以去质问了洛烟几句，让他发誓。童儿让他发誓，也是为了让他证明秦王府的清白。可洛烟却不依不饶，认为童儿污蔑他，让童儿给他下跪道歉。童儿愿意道歉，不愿意下跪，洛昭就踹了他的膝盖2次，到现在童儿的膝盖还有伤。雨儿就童儿这么一个亲妹妹，自然是生气的，于是他就想和洛昭切磋，光明正大的打败他，也是为了安抚童儿。只是洛昭一直不同意，所以雨儿才说出了这个惩罚。父皇，雨儿年纪不大，为了妹妹一时有些冲动，还望父皇谅解。有些人的嘴呀，臭得像一坨狗屎。伯伯，你可不要听二皇兄倒打一耙的话，分明是骆驼污蔑我秦王府。我身为秦王府郡主，也不能就这么看着骆驼污蔑秦王府的清誉吧。我让他给我下跪道歉怎么啦？按照辈分，他应该要喊我姑姑，可他整天张口闭口的喊我的名字。他平常要是能像皇孙殿下那么端庄有礼喊我姑姑，我也不会这么为难他。黄伯伯，你不能因为骆驼是您孙女，你就偏心他呀。各有各的说法，皇帝头疼欲裂。就在这时，太子和太子妃忽然过来了。太子，你身体未好，怎么来这儿了？太医说儿臣要多走动，对身体也好。来人，给太子赐座。父皇，儿臣听说了洛昭和洛雨的约战的事，穿着亵衣围着皇城跑10圈，实在不堪大雅。儿臣有一个想法。你说。输的人无条件答应赢的人一个条件即可，都是皇家子弟，不必闹得太过难看。好，就依太子所言。玉儿，待会儿尽力就好了，知道吗？你年纪还小，就算是输了，将来也还会再有机会战胜他的。洛雨一愣，很快明白了皇后的言外之意，看来给洛昭下药的计划是失败了。是，我知道了，皇祖母。洛雨深吸一口气，心里带着怒气走到比武台上，看到洛雨上去了，洛昭也走了上去。切磋不允许使用武器，以免不小心伤到对方，使对方重伤，所以他们都是赤手空拳。聂统领喊了一声开始，洛雨二话不说率先发难，他出拳极快，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猛劲儿。洛昭反应也快啊，躲开了他的拳头，然后反击，扬起右拳打在他的肋下。这拳看着轻，落在身上却像是被石块砸中。好！洛雨抹了抹嘴角，看着洛昭的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可置信。仅仅过了2招，洛雨就发现了洛昭根本就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这段时间才学的武功。大呼小叫，疯疯癫癫的，成何体统？父王，洛烟性格活泼好动，皇嫂莫要怪罪。秦王，本宫知道你宠洛烟，事事都依着她，但她是皇家郡主，理应端庄娴静。她年纪也不小了，是该好好的学一学规矩。本宫明日送2个宫里的嬷嬷去秦王府。母后已经请了教养嬷嬷教嫣嫣规矩，就不劳皇后娘娘操心了。皇后眉目透着黑压压的阴沉，张了张口，还想说什么。既然母后已经给了洛烟一个教养嬷嬷，你就不用管了。眼见皇帝都这么说了，皇后只能不甘心的闭嘴。洛烟嘴角勾了勾，继续大声的给洛昭加油打气。洛彤见状非常不服气，也学着他的样子，朝比武台上的洛雨大声喊道：哥哥你是最棒的！
学人精，哼！比武台上，洛昭和洛雨彻底扭打在一起，两人拳拳到肉，比上次洛雨和洛萧切磋要精彩的多。洛昭前世去战场学的武功很杂很乱，但到底是杀过人，气场和洛雨根本就不一样。洛雨明显感觉到自己越打越吃力，现在别说是废了洛昭了，就连赢他都很难。洛昭不像是这段时间才开始学的武功，未曾听说过洛昭的武学师傅，难不成是皇叔亲自教的？皇帝也看向洛宽景，眼中带着好奇。是本王亲自教的。裴淑玉闻言扭过脑袋看了眼洛宽景，他怎么不知道阿昭的武功是王爷亲自教的？下一秒猝不及防对上洛宽景警告似的眼神，他愣了一下，又默不作声地收回视线。原来是皇叔亲自教的，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啊。洛廷义紧紧抿着唇，眼底一片冷然，逮着机会就恭维秦王。太子果然打着笼络秦王的想法。父皇，儿臣身体不适，就先告辞了。身体不好就好好的休息，莫要劳累。是，儿臣谨记。太子妃扶着太子离开，走在路上，太子妃疑惑地问：太子为何不等决出胜算再离开？胜负已分，洛昭赢定了，再留在那里也无用了。啊，太子怎么能看出来是昭世子会赢呢？看不出来，但秦王说洛昭的武功是他亲自教的，孤信秦王。就在这时，太子和太子妃忽然听到一声尖叫，太子拧眉，猛地回过头，距离太远看不清，就吩咐下人去打听出什么事儿了。下人很快打听回来了，殿下，昭世子被兵器家给罚晕了。长宁郡主说是羽世子故意推的昭世子，和他吵了起来，然后长宁郡主拿起旁边的兵器家称的长鞭，朝羽世子脸上甩了一鞭，羽世子的脸破了相。快扶姑去看看。狗东西，找死！洛烟，你疯了！我看你才是疯了，试图谋杀我秦王府世子。洛雨，你该死！风离，给我按住洛雨，今天老子不打他一顿，老子睡觉睡到半夜都得坐起来甩自己一巴掌。是，郡主。风离一个箭步上前，制止住想要逃离的洛雨。洛烟左右开弓，对着洛雨的脸抬手就是几巴掌。不是我做的，是兵器家自己倒下来的，关我什么事儿？父王，母妃，救我！洛言，给本王住手！秋野、秋玉。秋野得到吩咐，上前拦住了洛廷义的路。另一边，想要上台去救洛雨的裴梦婉被秋玉给拦住了去路。父皇，您就这么看着洛言欺负雨儿吗？皇帝脸色也不比洛廷义好到哪儿去。洛雨当着他的面想置洛昭于死地，洛烟当着他的面扇洛雨巴掌，洛宽景当着他的面偏袒自己女儿动手打人，这一个个的简直是没有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突然比武台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众人转过头看过去，这声尖叫不是洛昭的，也不是洛烟的，而是洛童的。洛童看到自己亲哥哥受欺负，怎么能忍呢？怒气冲冲地跑到比武台上，洛童捡起掉在地上的一支箭，眼中带着一抹狠辣，二话不说，狠狠地朝洛烟的后脑勺刺了过去。洛烟背对着洛童，并不知道他也上台了，但风离正对着洛童，看到了他的动作，他眉心一皱，果断地拎起洛雨的后衣领，轻轻一扔，他的身体就重重地砸在了洛童身上。洛童惨叫一声，脑袋重重地砸在地上，随后脸眼一翻，晕了过去。而洛雨呢，就更惨了，洛童手中的剑不知怎的直直地对准了他的一只眼睛，下一秒他蹲在地上，捂住眼睛，吃痛大叫：雨儿，疼啊！莫非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好痛！洛烟看着洛雨捂住自己的眼睛，痛得在地上打滚，
心里那股怒气总算是消失了一些。但皇帝看到这么个情况，却是一口气没提上来，晕了过去。皇伯伯，明明说好了的是切磋，可洛雨打不过我哥，就起了歹毒的心思要杀了我哥，实在是可恨。那么重的兵器架子砸在我哥身上，一不小心真的会被砸死。幸好我哥身子骨好，并没有伤到根基。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雨儿把兵器架子弄到砸在洛昭身上的？父皇，没有证据，洛烟就认定是雨儿要害洛昭，和丫鬟对雨儿进行殴打。大理寺判案还需要证据，他无凭无据，凭什么冤枉雨儿？凭什么打雨儿？还请父皇为雨儿做主。父皇，太医说雨儿的右眼被剑刺伤，然后再也看不到了。父皇，母后，您一定要为雨儿做主啊！皇伯伯，我看到哥哥被兵器架子砸晕了过去，非常生气的动手打了洛雨。你要怎么惩罚我，我都认。但洛雨的眼睛根本就不是我弄伤的，我并没有想要他的命，分明是骆驼想从后面偷袭我。我还没有说他想趁我不注意杀我呢。若不是我的丫鬟发现及时，恐怕我就要和哥哥一起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了。还请皇伯伯明鉴呀！童儿和雨儿兄妹情深，看到你打雨儿，怎么可能不去阻止？皇后娘娘，练武场上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是骆童捡起地上的剑，要对妍妍动手。当时妍妍背对着他，没有看到他。若不是风离出手，骆童手中的那支剑，恐怕已经刺进了妍妍身上。骆童和洛雨兄妹情深，就可以罔顾他人性命吗？童儿如今不过10岁，又是个女孩子，力气能有多大？风离明明可以把洛烟拉到身边护住，他根本就伤不了洛烟。你们并没有证据证明兵器架是被雨儿给弄倒的，可就像你说的，练武场上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是你们秦王府的丫鬟故意把雨儿扔到童儿身上，这才导致了雨儿被刺伤了眼睛。陛下，林王妃说的在理，洛烟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雨儿，童儿是她的妹妹，不可能看着自己哥哥挨打。兵器架倒下来是所有人不想看到的，这只是一个意外，和雨儿受伤并不是意外啊！臣妾恳请陛下狠狠责罚洛烟。皇伯母此言差矣，我来上书房念书也有1个多月了。我之前和聂统领打听过，练武场上的兵器架子非常牢固，若无外人故意推倒，是不会倒塌的。就是因为聂统领跟我说过，所以我才会认为这个兵器架子是洛雨故意让它倒塌，砸在我哥哥身上的。当时我询问聂统领此事的时候，皇孙殿下、陆龟灵、纪兰慈他们都在。若是皇伯母不信，可以把聂统领和他们都叫过来，一问便知。皇后脸色陡然间沉了下来。洛烟既然敢当着皇帝的面这么说，就显然说的是真的，把他们都叫过来询问也是多此一举。纪兰慈是洛昭的伴读，皇孙殿下向来和你们走得近，自然会帮着你们说话。皇孙和谁走得近是他自己的事，与洛昭和洛烟有何干系？就是，洛轩和洛少还和洛雨和洛彤走得近呢，你怎么不说？你不能因为皇孙殿下喜欢和我玩，就说他会偏袒我吧？还有聂统领，他是禁军统领，只听黄伯伯的话。你该不会说我能收买黄伯伯身边的人吧？我就算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啊！裴梦婉顿时哑然失色。不论洛雨是不是故意推倒兵器架的，洛言也不该贸然出手打雨儿。他就算有罪，也得等陛下决策。皇祖母不了解我，我这人睚眦必报，有仇从来不隔夜的。明知道洛雨故意推倒兵器架，想要我哥的命，若是不当场报复回来，会气得睡不着觉，越想越气，后面可能报复得更厉害。
朕还在这里，你是觉得朕不会替你和你哥做主？我当然相信黄伯伯了，可洛雨到底是黄伯伯您的亲孙子，到最后恐怕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多打几板子，可能打板子的人还被要求打轻一点。可我哥呢？可是差点被砸死了。我父王被暗算，在轮椅上一坐就是10年。我母妃从小被下人故意抱错，流落在外10几年，回府后爹不疼娘不爱的，还总是被一个冒名顶替的假货欺负。前段时间我差点被花瓶砸死，现在我哥哥差点被兵器架给砸死。黄伯伯，我们一家4口真的好惨呀，太惨了。到底是谁总是针对我们？黄伯伯，你让我们去武王父王的封地好不好？去了封地是不是就不用担心总是被人暗算了？胡说八道！太后还在，去什么封地？我们以为皇宫是黄伯伯的地盘，是最安全的，可没想到就是最安全的皇宫，我哥都差点死了啊！黄伯伯，我真的好害怕。在没有人看到的角落里，洛烟吸着鼻子，伸手偷偷地戳了戳洛宽景的小腿。皇兄，臣弟向来对您对大周忠心耿耿，您安排的事情臣弟不敢有一丝懈怠，忙到深夜也要完成您交给臣弟的事。臣弟和王妃虽是阴差阳错在一起，但她是臣弟明媒正娶娶回来的妻子，还给臣弟生了2个孩子。臣弟敬重她，臣弟就这么一双亲生儿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接连出事。臣弟恳请皇兄准许臣弟辞去锦衣卫指挥使的官职，带着妻子和儿女去封地。朕不许你辞官，锦衣卫指挥使只能是你。朕已经让聂东去查此事，若洛雨当真是故意把兵器架子给推倒，要置洛昭于死地，朕不会放过他的。王福禄，你去把聂东叫过来。是，陛下。陛下，臣已经查清楚了，兵器架柱脚固定的东西被人故意踢走了。陛下，臣妾也不知道雨儿会有这样的心思，但雨儿的一只眼睛被刺伤，太医说日后再也看不见了。雨儿已经为他做下的错事受到了惩罚，还请陛下看在雨儿受了伤的份上从轻处罚。还请父皇网开一面，饶了雨儿这一次，儿臣日后一定会好好的教导雨儿。裴梦婉非常不甘心，多次张嘴，却不知道该如何辩解。证据已经被聂统领带来了，雨儿试图杀洛昭已经是事实，他还怎么辩解呢？洛雨心思狠毒，试图谋杀亲人，念在他被刺伤了一只眼睛已经受到了惩罚的份上，罚抄大周律100遍，禁足3个月，废除世子之位。至于洛烟，因为事出有因，就禁足1个月。洛烟有些不满，洛雨已经瞎了一只眼睛，就算现在不废了他的世子之位，将来也保不住。罚抄大周律法和禁足对他来说也根本算不上什么，皇帝果然还是偏心他们的。恐怕洛雨就算没有瞎了一只眼睛，也不会有太重的惩罚。好在他的眼睛真的瞎了一只，还是洛同间接造成的。最重要的是，他刚刚已经打过了洛雨出了气，不然他真的要呕死了。皇后和洛廷义3人听到皇帝的话也很不满，
皇帝为什么总是偏心秦王府，偏心洛烟？雨儿的眼睛被刺伤了一只，以后再也看不到了，身体有了缺陷，日后亲事都不好选，更别提还被废了世子之位。可陛下竟然会对罪魁祸首洛烟轻拿轻放，只是禁足1个月，这跟没有惩罚有什么区别呢？洛雨和洛昭并没有真的分出胜负，算是平局吧，双方的赌注都会退回去，银子没有损失，他们就开始议论洛雨一个王府世子，却心肠歹毒的想要当众谋杀人。按照辈分来说，洛昭还是他的王叔，谋杀自己的叔叔，心思实在是歹毒。洛烟觉得这些流言不够厉害，又加了一把火，让风离传出洛同试图杀他，却意外戳瞎了洛雨一只眼睛的流言。京中流言越演越烈。第2日早朝，就有御史弹劾洛廷义教子无方，把自己亲儿子教成恶毒小人，有负圣恩，甚至还弹劾了裴梦婉，把他的真实身份给搬了出来。不过一个农妇下人的血脉，怎配当林王妃？后来说着说着，就说成是因为有裴梦婉这个身份低贱的母妃，所以洛雨和洛彤才会长成这般心思狠毒的人。有句话叫做什么来着？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皇帝听着御史的话，竟莫名觉得有些道理。洛雨和洛彤不仅是皇家血脉，还有一半血统来自他们的母亲裴梦婉。于是皇帝认定是因为裴梦婉身上的血脉太差，这才导致他的2个孙儿长成这般模样。下了早朝后，他立刻下旨，以没有教育好皇家子孙的理由，打了裴梦婉30个板子。本来他是想借着这个理由把他贬为侧妃，被洛廷义拦住了。皇帝差点没被洛廷义极力阻拦的模样给气死，不仅下令打裴梦婉30板子，连带着他也被以教子不严的理由打了30板子。嘿，保住了林王妃的位置，却挨了30板子，真是够可怜了。你出去下，别在我跟前下。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呢？他们现在的名声就像是曾经的我们。那是他们活该，咎由自取。你说的对，我被黄伯伯禁足了1个月，刚好禁足结束后就是太祖母的寿辰。哥，你好好养伤，争取1个月后能站起来，我们一块去靖远侯府。裴梦婉和洛廷义这次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肯定会有所行动。靖远侯府几乎是靖远侯夫人的地盘了，裴梦婉他们想做什么，易如反掌。放心，就算那天我的伤还没好，爬我也会爬去侯府。滚！都给我滚出去！丫鬟婆子不敢进屋，纷纷跪在屋外。洛彤因为脑袋磕在了地上，足足昏迷了1天才醒过来。听到因为自己原因导致洛雨瞎了一只眼睛，情急之下下床，却因为头太疼没有站稳，又晕倒在地。太医们一个接着一个来林王府，整个林王府就剩下洛廷义一个能站起来的主子，他忙得焦头烂额。而裴梦婉呢，从小养尊处优，还从来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直接疼得晕死过去。30板子差点要了他的命，洛廷义心疼不已，把上好的金疮药都留给他用。在听到洛雨发脾气把药给打翻的时候，洛廷义心中怒气再也忍不住，去到他的院子，看着满屋狼藉，不由分说的一巴掌甩在他脸上。洛雨，本王竭尽所能的培养你，给你请师傅教你武功，不是让你行的卑劣之事的。谁让你当着你皇祖父和秦王的面算计洛昭的？你以为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人，他们会看不出来你的算计？父王，您为什么要来怪罪我呢？明明我问过您的意见，您也是默认同意了的，现在出了事情，您不能全都怪在我头上啊。本王是同意让你废了洛昭，可你皇祖母下毒失败，已经没了机会，是你自作主张推倒兵器架。你有没有想过，若是洛昭真的被当众砸死了，秦王会不会要了你这条命？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点脑子？别当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人，还连累了我和你母妃被打了30板子。
哼，你们被打了30板子，可我也瞎了一只眼睛啊！父王，我的右眼从此以后就看不到了。那是你自己咎由自取。若是你没有自作主张，怎么会瞎了一只眼睛？行了，本王还要去照顾你母妃，你给本王按时吃药，别再闹腾，否则本王直接给你送到京郊别院里，省得打扰你母妃休养。洛廷义的那些话像淬了冰的石子砸在他脸上，冻得他指尖都发麻。他想反驳，喉咙却像被堵住。他是自作主张了，可他是为了谁？他为了童儿，为了母妃，为了林王府。裴梦婉醒来后，听到洛廷义去了洛雨的院子，斥责他一番，又气又怒。王爷，雨儿瞎了一只眼睛，心情本就不好，您这个时候不去安慰她也就罢了，为何还要去指责她呀？他瞎了一只眼睛，是因为他自己咎由自取，当真以为他的算计不会被别人发现吗？父皇没有罚他已经是万幸了，若再由着他在王府里这么闹，传出去被父皇知道了，对他没有好处。母后没有成功给洛昭下毒，已经告诫过他了，是他自己性子太傲，输不起自作主张，想要当众杀害洛昭，如今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王爷，雪儿也是为了童儿，为了我们林王府才出此下计，您不能怪她呀，她还是一个孩子，哪能思虑这么周全？况且雨儿向来沉稳冷静，就怪洛昭和洛烟兄妹两个太可恨了，逼得雨儿失了理智，才做出这等事来。我也知道雨儿是为了童儿，为了林王府，可雨儿从小到大在我们庇护下长大，性格太傲，太过自负，没有受过挫折，怎能成长起来？如今不过是失去一只眼睛，她还有另一只眼睛，并不是真的成了瞎子。至于王府世子的位置，更无伤大雅。等到将来我们成事，他又是我唯一的儿子。洛廷义一顿，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但裴梦婉却听明白了，稍稍松了口气，只要王爷还没有放弃雨儿就好。阿婉，雨儿如今要做的是振作起来，不能就此颓废下去。若依着他的性子来，1年2年可能都不会振作起来，所以我只能逼一逼他。我知道了，我明白王爷的良苦用心了，我会好好劝告雨儿的。爽！郡主，不能玩雪，小心着凉了。哎呀，我天天习武，身子骨硬朗着呢，哪有那么容易着凉？嘿，嘿！洛烟薅起地上的一团雪，团吧揉成一团，猛然间朝秀儿扔了过去。被砸了个正着的秀儿无语，她不过是劝了2句，郡主竟然要杀她。你不让我玩雪，那就只能被砸了。秀儿见状，脚步一转，没有犹豫，转身就跑。没意思，我还是自己来堆雪人吧。陆宽景从窗外看着院子里那一坨蹲在那里推着一个圆滚滚的雪球滚来滚去，脸上是藏不住的兴奋。他非常不理解，不就是雪吗？每年京城的雪都这么大，又不是没有见过，有必要那么兴奋吗？洛烟哼哧哼哧的花了1个上午的时间堆了2个雪人，嘱托下人不准动他的雪人后，才去吃午饭。吃了午饭又去了练武场，秋野现在已经开始教他武功了。练了1个时辰后回到云深院，正准备再去堆他的雪人，就看到自己堆好的2个雪人散架了。江云仙，我让你手欠，还我雪人！啊，不就是一个雪人，至于吗？怎么不至于？这2个雪人可是我好不容易堆起来的父王和母妃，现在你给我毁了！哼！那2个雪人是我和裴淑玉，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赔你1个就是了。呸！我才不要你赔！哼！看着已经4分5裂的雪人，那叫一个心疼啊！一上午白干了，越想越气。洛烟又揉了1个雪球砸向江云羡。洛烟，你没完了是吧？
谁让你手欠的？该。江云羡也是不服气，他蹲下身薅了一把地上的雪，只是还没有等他起身，就被后颈突然贴上的凉意激得一缩。嘿，还想砸我？没门！好啊，你还搞偷袭？小哥，你快摸摸你脖子，是不是比冰袋还凉快？呵呵呵呵呵呵。江云羡迅速揉了个松松软软的雪球，扬手朝他的方向抛过去。罗烟见状，扭头就跑。站住！你别跑！不过一会儿，两人就跑出了云深院。洛宽景收回视线，深邃的眸子中掠过若有若无的笑恨。大哥，快帮我！三哥太可恶了，竟然欺负我一个女孩子！大哥，你也来玩？江云羡两只手，一手捏着一个雪球，脸上的表情非常的兴奋。他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雪还能这么玩。我不玩，你们玩吧。江云羡哦了一声，和洛烟对视一眼，两人脸上同时露出一抹邪恶的笑。他把手中的雪球扬手一扔，精准无误的又砸在了周福玉的脸上。大哥，你看，三哥是不是太可恶了？你说不玩了，他还砸你，你赶紧还回去。周福玉深吸口气，张了张嘴，又想说什么，紧接着又是一个雪球砸了过来，他猝不及防吃了一口的雪。江云羡，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老实认真起来是很吓人的。洛烟深刻理解了这句话，他挠着下巴，站在一个约莫1米高的雪堆前，看着上半身埋在雪堆里只露出2只腿的江云羡。喂，三哥，你还活着吗？江云羡2只腿动弹了2下，挣扎着从雪堆里爬了出来。明明是我们2个一起捉弄大哥，为什么大哥只针对我不针对你啊？可能因为我比较娇弱吧。你娇弱？谁家娇弱小娘子整天跟你一样疯疯癫癫的？你这话说出去也不怕被别人笑话？不跟你玩了，我回去堆雪人去了。堆雪人有什么好玩的？雪停了就化了。你不懂。哎，差点忘了，我找你是有正经事的。什么事？我昨日出门去金满楼吃饭，走的小路，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呀？有屁快放！我看到了靖远侯养外室。什么？你说什么？靖远侯养外室？我都惊呆了。你说靖远侯想纳妾，直接纳就是了，干嘛要养外室啊？你昨天在哪儿看到的？朱雀街升平巷子往南走第3座别院，别院里种了一棵梨树。风梨，郡主有何吩咐？你去三哥刚刚说的地方看看，靖远侯是不是真的养了外室？查一查他有没有外室子。是。三哥，你这个消息真是太棒了！看在你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你毁掉我雪人的事儿了。你想怎么做？我暂时还没有想好，不过这件事先不要透露出去。马上就要到太祖母的寿辰了，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太祖母的寿辰。太祖母寿辰那日，去的人越多才越好。行，我听你的。翌日，屋外雪花纷飞，冷风如刀。风玩了一整天雪，不出意外的洛烟病倒了。魏兰还没睡醒，就被秋野从床上薅起来。快穿衣服，郡主发热了，一直昏睡不醒。马上，没什么大事，就是受凉了发热，等我给他开一剂药方，待会儿醒来按时喝药就行。等在屋外的洛宽景和裴淑玉一同松了口气，然而他们等了一整天，洛烟都没有醒。魏兰顶着洛宽景阴沉的面容，第3次给洛烟把脉。不对啊，这个脉象没什么问题，只是普通的发热，怎么会一直醒不过来呢？庸医，说只是普通的发热，洛烟怎么昏迷一整天还没有醒？这外面冰天雪地，你的伤还没有好，怎就过来了？洛烟昏睡这么久还没有醒，我不放心。莫非再去请太医过来看看吧？裴淑玉看向魏兰，神色犹豫。王爷和王妃去请太医来吧。
要是平常有人敢这么质疑他的医术，骂他庸医，他一定会狠狠地骂他一顿。但他现在给洛烟把脉了3次都没有查出来什么，他是真没招了。洛宽景看向秋野，秋野轻轻点了下头，转身离开。不到半个时辰，秋野把太医给请了过来。太医上前给洛烟把脉。太医，我女儿怎么样了？她都昏睡一整天了。郡主只是着凉发热，按理儿说应该早醒过来了。哎呀，怎么会昏睡一整天呢？再去请太医。被请来的太医听到洛宽景的话，嘴角一抽，王爷这是不相信他的医术，敢怒不敢言。他收起药箱站在一边，他倒要看看郡主这身体是怎么回事。陆陆续续的太医被秦王府请过来，可每一位太医的诊断都和魏兰还有先前那位太医一模一样。一整夜过去了，洛烟依旧没有醒过来，连皇帝都惊动了，派了王公公来打探情况。听说洛烟昏睡不醒后，赐下许多珍贵药材，但这些珍贵药材根本没用，因为洛烟在昏睡中吃什么吐什么，整个秦王府因为洛烟的昏睡不醒被蒙上了一层阴影。被王府众人关心担忧的洛烟，现在一片粘稠的黑暗里，像沉在结冰的湖底，意识混沌却又被迫清醒着。画面里先出现的是个裹在襁褓里的女婴，皱巴巴的小脸皱成一团，喉咙里发出咿咿呀呀的气音。洛烟看着她被一双温柔的手抱起，他定睛一看，是裴淑玉，所以襁褓中的婴儿是原主。可过后不久，裴淑玉又把襁褓中的他给放下来，接着是蹒跚学步的阶段，小腿打颤着往前挪，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他摔倒过很多次，有时是磕在门槛上，有时是扑在青砖地上。洛烟甚至能感觉到那瞬间的钝痛，可他并没有哭，而是非常倔强地爬起来，小手擦都不擦就又要往前走。再后来，原主已经能在院子里疯跑，扎着2个羊角辫，追着蝴蝶跑，有时会被石子绊倒，趴在地上憋嘴就要哭出来了。回头看见廊下有人望过来，立刻把眼泪憋了回去，又爬起来，拍着裙子大声地喊：我没事，你不要过来扶我。忽然间，他看到了不远处频频朝这边观望却始终不走过来的裴淑玉。之后每一个画面里，他都会看到裴淑玉的身影。洛烟算是看出来了，裴淑玉是在偷偷地看原主。他很不理解，既然他很关心原主，为什么总是要偷偷地看？原主又不是庶女，她也不是侧妃姨娘，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关心她呢？这时画面突然慢了下来，原主和洛昭被送进了上书房，他们在这里遇到了洛雨和洛彤2兄妹。只不过这次是原主和洛昭总是输给他们，最后他们被算计，名声扫地，被众多夫子上报到皇帝那里。他们兄妹2人被赶出了上书房。洛烟抿了抿唇，不知为何心中莫名有些发酸。画面再次一转，是在一个灵堂里。洛烟心头猛地一跳，是谁的灵堂？他抬眸一看，瞳孔骤然一缩，是裴淑玉的灵堂。他死了，是染上了疯病，趁着下人不注意跳下池塘中淹死的。洛烟看着小小的原主和洛昭跪在棺材前哭得撕心裂肺，心里微梗，眼睛发酸。夜深人静之时，洛烟竟然看到了秋决推着洛宽景来到灵堂，然后他从轮椅上站起来了。啊，他站起来了。洛宽景从轮椅上站起来，随后来到裴淑玉的棺材前，做出了一个令洛烟非常疑惑的举动。他把他的棺材板推开，静静地看了他很久，然后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放在棺材里。洛烟想凑过去看清楚，可却动弹不得，急得他在心里不停地骂人。紧接着眼前的画面又是一转，来到原主16岁这年。这年的原主莫名其妙地喜欢上叶轩，为他哭，为他狂，为他哐哐撞大墙。可叶轩喜欢的是洛彤啊。洛烟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年之云给叶轩出主意，让叶轩把他送到勾栏院，最后染上了脏病，死在了无人在意的角落里，最后连丧事都没有办。本以为看完了原主的一生，这个梦境就会结束，却没想到梦境依旧还在。
因为原主的死，林王府包庇叶勋，秦王府和林王府彻底结了仇。洛昭不打一声招呼，离家出走去了战场。整个王府里就只剩下洛宽景和周福玉、谭明成、江云宪4个主子。之后周福玉入朝为官，谭明成在书院当一个教书先生，江云宪呢，则是去了暗卫营当暗卫营的副统领。他们很少回府，府中便只剩下洛宽景一个人。后来洛昭的死讯突然传到京城，那一年洛宽景已经年过40。洛言不过眨了一下眼睛，就发现洛宽景黑发中夹杂了一些白发。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闭门不出，没人知道他的腿已经好了。他一旦出门就会死一人，叶勋、柳芳芳、柳瑞，还有大前国那个杀了洛昭的将军。再后来死的是靖远侯、靖远侯夫人、靖远侯府，满门被一把火给烧死。洛烟又眨了一下眼睛，来到了书中的大结局。洛宽景联合大前国摄政王慕容彦，屠杀了整个皇室和大周近半数朝臣及其家眷，老人、女人、孩子都没有放过，尤其是年家、叶家、柳家的人。洛烟看着极尽疯魔了，见人就砍的洛宽景。最后定格的画面是洛宽景满身血迹，精疲力尽，单膝跪地，被洛廷义一箭射穿心脏。倒地之时，洛烟看到洛宽景的眼神隐隐落在他这边的方向。洛烟想尖叫，想冲过去，可身体像被钉死在这片黑暗里，动弹不得。就在这时，画面开始倒带，最后又回到那个皱巴巴的婴儿时期。可这次洛烟清晰地听到了2个婴儿的啼哭声，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还有女人轻柔的哄声，甚至还有男人低沉馋犬的声音。阿满，他们2个吵到你休息了。阿满，谁是阿满？洛烟猛然间挣脱禁锢，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可画面距离他越来越远，直到消失不见。郡主醒了，王爷、王妃，郡主醒了。洛烟醒来的第2日，高烧退去，已无性命之忧。何府上下总算是松了口气，一连3天，洛烟都被强硬按在被窝里不准出门。换作平常，他早就闹了，让他什么都不干，躺在床上3天，比捅了他一刀都难受。但这一次洛烟非常乖巧听话，乖巧的洛宽景都要以为他脑袋被烧傻了。你的病已经好了，想出去玩就出去玩，只是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疯玩一整天的雪了。父王，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如实回答我，不准骗我。你说。你的腿是不是能站起来啊？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昏迷这一天里其实是在做梦。我梦到你的腿没事了，站起来了。父王，你说我的这个梦是不是真的？告诉你也无妨，若能找到血骨雪莲，我的腿便能重新站起来。我梦到父王站起来了，那就说明日后父王肯定能找到血骨雪莲。你除了梦到我能站起来，还梦到了什么？我还梦到我死了，母妃死了，哥哥死了，父王也死了，我们全家都死翘翘了。晦气，早知道就不问了。梦都是反的，不对，他也梦到了我的腿伤好了，能站起来。若梦是反的，那不就说明我的腿再也站不起来了？洛宽景脸色一沉，黑得能滴出墨来，好半晌才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不要相信不好的梦。这么晦气的梦确实不能相信。不过父王不好奇梦中我们全家是怎么死的吗？不好奇，本王还有要事处理，你好好休息。洛烟望着洛宽景迅速离开的背影，长睫半遮住深沉的目光。
良久，轻轻叹了口气。醒来的时间越久，梦中看到的情景就越模糊，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父王的腿站起来了。隔天，纪兰慈的母亲辅国公世子夫人来到了秦王府。王妃，我今日来王府，一来是为了送请帖，二来是想见见长宁郡主啊。夫人找嫣嫣，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娘家侄儿下月娶妻，他的妻子是皇商封家女儿。封家早年丢了一个女儿，兰慈说郡主曾告诉过他，他身边有一个丫鬟，腰腹上有一块月牙形胎记。我派人去问了封家，封家丢的女儿腰腹上确实有一块月牙形胎记，这不就赶紧带着兰慈过来找郡主了。夫人莫急，我这就让下人把嫣嫣叫来。多谢王妃。世子夫人不必客气。二人慢慢聊了起来。辅国公世子夫人从前没有和裴淑仪近距离接触过，只是点头之交，如今一接触，并不觉得她像流言中的那般粗俗无礼，反倒是直爽没心眼。跟她聊天说话，她很轻松愉快。世子夫人好福气，兰慈这孩子才多大的年纪，就能如此沉稳。王妃过奖了，她在府中偶尔会跟我犟嘴，主意大着呢。世子夫人莫要谦虚，我倒是觉得兰慈是真不错，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说话温温和和，声音清亮，少年端方，将来必成大器。纪兰慈耳根微红，眼尾微微低垂，睫毛在眼下投出前影，被如此浅白的夸赞，饶是她脸皮再厚也受不住啊。莫非来到裴淑仪跟前站定，洛烟眉眼弯弯地看向纪兰慈，纪兰慈指尖微顿，漆黑温润的眸子盯着洛烟看了一瞬，也朝他笑了笑。伯母，这就是阿满，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世子夫人仔细打量了一下阿满，看向他身后今日带来的老嬷嬷。嬷嬷，她是你们封家的小姐吗？世子夫人，她和我们老夫人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一定是三小姐无疑了。当真？那可太好了。阿满有些懵，他不就是一个乞丐吗？侥幸得到郡主的青睐，来到王府当个丫鬟，可郡主竟然不给他活干，平常只让他端端茶水。他还以为自己不得郡主喜欢，可刚刚郡主突然拉着他说找到他的亲人了，到现在他都还没回过神来呢。郡主，好阿满，封家可是皇商最有钱的皇商，你回到封家后就不缺钱用了，有多余的钱记得送给我啊，就当是报答我帮你找到亲人吧。郡主喜欢钱？当然，我最喜欢的就是钱啦。阿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世子夫人和阿满很快离开了王府，毕竟封家的人还在等着，但纪兰慈被洛烟给留了下来。来，我教你们怎么玩，这个麻将一玩就上瘾。洛烟说了一遍规则，江云羡没听懂。你说的什么鸟语啊？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吧。你听懂了吗？大致懂了，但需要上手玩过才知道。看看人家，再看看你们，同样都是第一次玩，怎么他听懂了，你们听不懂？我不管啦，先玩一遍吧，你们边玩边学。你们就不能去别处玩吗？偏偏跑到我这里来玩？我这不是怕你说我们孤立你吗？你看你的书，别管我们。吵吵闹闹的，让我如何看书啊？就连睡觉都睡不安生。然而更吵的还在后面，江云羡捏着张三条，指尖在牌面上蹭了半天，还是把他混进了要打的牌堆里。等等！江云羡手一顿，抬头看他。你刚要打3条？你这手牌留着1条2条，拆3条做什么？要凑顺子得连着摸。那我要怎么玩嘛？一会儿要凑顺子，一会儿要凑对子，我记不住，我没听懂，你再说一遍，从摸牌开始说。行，我再说一遍，你要是还听不懂，直接去后院那儿跳湖算了，
省得我在这儿费口舌。好，我一定认真听。接下来的牌局越打越顺，光打牌有什么意思啊？洛烟提出来玩钱的。玩钱的话就是赌博了，不玩。那就来点惩罚吧，谁输了用胭脂水粉在脸上涂抹怎么样？要不是还是算了吧，就这样玩也挺好的。怕什么？反正屋里就我们几个人，也没人能看到。等你们回府的时候给洗了就行。纪兰茨的反抗无效，他深吸口气，认认真真的玩起来。他可不想到时候满脸的胭脂水粉。片刻后，我赢了！哎，来，我给你们画一个眼影。洛烟毫不吝啬，拿着胭脂给他们3个的眼睛上一一涂抹了一圈。纪兰茨看着谭明成和江云羡像是被打了一拳似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已经能够想象出来自己的眼睛是什么样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当然来不及了。不过洛烟也不是每一局都会赢，这不还没2局呢，他就输了。看着江云羡手中拿着胭脂，对他发出叽叽叽叽的笑声。纪兰茨，你来。纪兰茨拒绝了，虽然他们年纪都尚小，但到底男女有别。谭明成和江云羡是洛烟的兄长，可以凑近他，但他是个外男，不可以这样做。纪兰茨拒绝的下场就是洛烟脸上被江云羡糊满了红色胭脂。不能输，可千万不能输，长宁郡主最是记仇的了。半个时辰之后，胡啦！来，纪兰茨你坐好啦，放心，我会很温柔的。我说你们什么玩意儿？只见4个看不清脸的小红人坐在圆桌前，其中一个小红人嘴里时不时发出叽叽叽叽的笑声。骆昭惊的嘴巴都合不拢，他只不过坐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他们怎么就成这样了？他仔细看了看，来到一个端坐笔直的小红人跟前，凑近看了看他的眼睛，这才确定他的身份，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纪兰茨，你还记得你在京中的名声啊？君子如玉，温润而泽。你要不要照个镜子看看？你这副模样，要是被其他人给看到了，形象怕是碎得不能再碎了。呵呵，不用照镜子，看看其他3个人就知道自己如今是什么模样了。我也是无聊，非要留在王府跟郡主打什么麻将。时辰不早了，我也该回府了。哎呀哥，你干嘛这么嘲笑纪兰茨？都把他给吓跑了。纪兰茨回去了。嘿嘿，哥，你来陪我们玩呗。我拒绝，想都别想。我也不玩了，改天再玩吧。这麻将吧，好玩是好玩，就是太费形象了。还好屋里就他们自己人，不然传出去被他的同窗们知道了，估计得嘲笑他1年。洛烟也不勉强他们继续玩，反正今天已经玩了个尽兴。纪兰茨回到辅国公府，正巧碰到了辅国公世子夫人。阿满已经确定是封家丢失的女儿，和封家已经相认。这件事啊，多亏了长宁郡主。改日啊，你跟我一起带着封家老夫人去秦王府送谢礼吧。母亲带着封家老夫人去就好，孩儿还要看书温习功课。怎么了？你和郡主世子闹矛盾了？没有，是孩儿真的要温习功课。母亲，孩儿先告退了。你去跟四宝打听一下，兰慈在秦王府发生了什么。是。不一会儿，丫鬟回来回禀，世子夫人听闻了纪兰慈在秦王府发生的事后。兰慈这孩子呀，从小听话懂事，沉稳的不像是个孩子，倒是看不出来他能愿意长宁郡主在他脸上涂胭脂。世子夫人觉得这是好事，于是没多久，封家上门请他带他们去秦王府送礼的时候，就拉着他去了秦王府。不过好在这次洛烟没有非要拉着他打麻将，因为他被封家送来的谢礼惊呆了。哇，阿满，我爱死你了！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姐妹了。郡主喜欢就好。祖父说，封家最不缺的就是黄金，若郡主能喜欢，那是再好不过了。封家的大手笔别说落烟了，就连洛宽景都惊了一瞬，知道封家是皇商，最不缺的就是银子，但也没有必要送秦王府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啊，容易落人把柄。不过秦王府转头就把封家送来的那棵珊瑚树和夜明珠送到了皇宫。皇帝看到了那棵如此漂亮的珊瑚树和夜明珠，龙心大悦，大手一挥，解除了落烟的禁足。不过临近除夕就不用来上书房了，年后再来一颗。靖远侯府老夫人80大寿这天啊，是个难得的晴天。父王，今天是太祖母寿辰，你跟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啊？不去。那行吧，那我跟母妃哥哥们一块儿去啦。来到靖远侯府，先是去见了老夫人，给她贺寿。见到骆童，他不意外。让人意外的是，骆童这次竟然学乖了。往日里骆童见了他，眼神总像淬了冰，恨不得在他身上烧出2个洞来，而现在却非常乖巧的坐在裴梦婉身侧。母妃说今日裴叔与母女2人再也跳脱不了，让我不要和洛言多费口舌。我听母妃的话，先忍一时之气，等着母妃和外祖母给我和哥哥报仇。洛言忽然懂了，这哪是学乖了呀，分明是把那点戾气都攥在了心里。不多时，屋里来了很多来恭贺老夫人寿辰的夫人小姐们，再大的屋子也坐不下这么多人。老夫人让裴元的夫人白氏带着各家小姐们去花园里逛一逛，等待开席。郡主，有事？我能不能请郡主帮一个忙？你先说，让我帮你什么忙？我不想嫁给丁国公府大少爷。为什么？因为我有喜欢的男子。那可以找你母亲呀，找我有什么用？这门亲事是祖母定下的，我不想让我母亲为难。所以你就打算为难我啊？怎么？你是觉得上次我因为我2哥的事当众得罪了外祖父和外祖母，让你看到了希望，觉得我也会为了你去得罪他们？我知道我在郡主心中是比不过你2哥的，我可以用我知道的消息换取郡主的帮忙。这个消息我想郡主一定非常感兴趣。你先说说你的消息，我再考虑要不要帮你。郡主难道不觉得一个下人嬷嬷能在戒备森严的侯府调换2个孩子很奇怪吗？你什么意思？祖母生下大姑母时，是太祖母执掌侯府钟馗。太祖母为人谨慎，奶娘和接生婆都是提前入府的信任之人。把大姑母故意抱走的嬷嬷，如何能在太祖母眼皮子底下把孩子带出府？你的意思是，我母妃是外祖母故意让下人把她抱走的，就为了把裴梦婉抱到自己身边？具体什么情况我并不知道。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也是无意间得知的。大概1年前，我有事找祖母，祖母身边的心腹张嬷嬷突然急匆匆地过来，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汇报。张嬷嬷看到我就没有多说什么，祖母让我先回去，我没有多疑，就准备先回去。只是不巧，我的手帕落在祖母那儿了，转回去拿的时候，却意外听到了张嬷嬷与祖母的对话。夫人，凌稳婆又来了，这次开口就要3000两。她说若是不给，就把当年的事捅出去。夫人呐，真是养了个无底洞啊！3000两，她真是把咱们侯府当成了摇钱树，可不是吗？咱们当年利用她把小姐抱回来的时候，就应该把她彻底解决。夫人您想想，这几10年来，她已经以各种由头要走快1万两了。这次狮子大开口，分明是拿捏住了您的软肋。倚老奴看，留着她
始终是个祸害。不如他知道的太多了，你去安排吧，做得干净些，别留下痕迹。哎，老奴醒了。这个消息你还告诉过别人吗？没有，我只告诉过郡主一人。好，你的事我给你想办法。这个消息你不要再告诉其他人，只能我们2个知道。好，我明白。和裴舒瑶分开后，洛烟来到一个无人坐着的凉亭里，吹着冷风，看着湖面发呆。是啊，靖远侯府好歹是8大世家之一，后院里几百个丫鬟嬷嬷，当时还是太祖母执掌钟馗。以太祖母的谨慎，怎么能让府里发生孩子被故意抱错一事呢？什么样的情况能让靖远侯夫人心甘情愿地扔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却要养一个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女儿呢？哥，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我喊你2声了，你都没听到，想什么呢？这么出神？说来话长，等回府后我再跟你说。洛廷义也来了侯府，若是渣爹不在，凭借我们2个，恐怕还是会让裴梦婉逃过一劫。洛烟听着洛昭的话，没有立刻应声，放在紫檀木桌面上的手指动了动。你别做出这副死样子，我看着恶心。我做什么了我？你本来就长得像渣爹，再做跟他一样的动作就更像了。哼，那你平常看着我的容貌，是不是很想打我？有时候看着你的容貌啊，拳头确实会硬，谁让你长得像渣爹啊？还好自己长得像母妃，不然他可能忍不住给自己一拳。马上就要开席啦，你让六喜开席后离开侯府，让他去禀报父王，就说我在侯府快被人打死了，让他赶紧来救我。这个办法能行吗？若是说你快被打死了，父王肯定不会来，但若是我快被打死了，父王肯定提着轮椅就跑来了。你是逆子，我可是孝女。行，那我就看他到时候来不来。他肯定会来的。人都到齐了，不必拘谨，用膳吧。他们这一桌都是自家人，但却各怀鬼胎。母妃，这个鱼好吃。太祖母，这个您肯定喜欢，尝尝看。好好好，我们燕燕有心了。凭什么？到底是凭什么？他裴淑玉不就是出身比我高贵一些，我哪里比他差了？都怪这个老不死的东西一再偏袒裴淑玉，如若不然，他早就弄死了他。不过快了，老不死的东西很快就死了，裴淑玉也马上就笑不出来了。毒杀自己的嫡亲祖母，这个罪名一旦被证实，哪怕她是秦王妃也逃脱不了。母亲，怎么回事？刚才还好好的。都慌什么？先把夫人扶起来，去请太医。今日是老夫人的80大寿，来的都是体面人，其中恰好有太医院的李太医。他本在和同僚说话，听见这边动静，便立刻赶了过来。老夫人，侯爷，侯夫人是中了毒。是什么毒？能治吗？不是一击毙命的毒，待老夫给侯夫人施针清理体内毒素。来人，把夫人扶到里屋。宴席上发生了靖远侯夫人中毒一事，客人们自然也不敢再坐下吃饭，谁知道还有没有毒？靖远侯只能陪着笑脸把客人们给送走。你母亲让你操办老夫人寿宴，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父亲，我也不知道。父亲，此事有蹊跷。陈太医检查了宴席上面所有食物，只有母亲碗中有毒，分明就是冲着母亲来的。父亲可知母亲是得罪了谁吗？
是秦王妃，父亲，一定是秦王妃给母亲下的毒。什么意思？秦王妃一直记恨母亲偏心我，多次与我作对。洛烟更是害了雨儿的一只眼睛。去把秦王妃和长宁郡主叫过来。是，侯爷。母亲已经没事了，阿婉莫要着急。若此事当真是秦王妃做的，我一定会进宫告诉父皇和母后。裴梦婉点了下头，脸下神色掩盖住眼底阴狠毒辣。既然毒已经下了，多管这其中出现了什么差错，是不是裴淑玉做的，他都要把这个罪名安在他身上，不能让母亲白白受这个罪。侯爷，王妃和郡主说他们不是犯人，若您想见他们，就亲自去慈安堂。哼，就算他是秦王妃，父亲也是他的长辈，怎有长辈亲自去见晚辈的道理？他到底懂不懂礼数？罢了，去慈安堂，正好看看你们祖母有没有受惊。裴淑玉本听到下人的禀报，是准备去见靖远侯他们的，但被洛烟和洛昭给拦住了。母妃，你是秦王妃，现在在这个侯府里，你的地位最高，没必要委屈自己。他们有事找我们，让他们自己过来就好啦。你外祖母中毒，他们找我们，应该是问这件事。我们又不是犯人，凭什么他们让我们去，我们就得去？不去，就在这里等着。妍妍说得对，你现如今是秦王妃，身份尊贵，不必委屈了自己，让他们自己过来吧。我知道了，祖母。不一会儿，靖远侯等人来了，先是跟老夫人行了个礼，然后看向裴淑玉。你对你母亲中毒一事可有什么想法？我听闻太医检查了宴席上面的饭菜，只有母亲的碗中被下了毒，想来是母亲得罪了人，才会被下毒吧。是不是你给母亲下的毒？你一直记恨母亲偏心于我，所以才借此机会给母亲下毒泄愤。我从来侯府就一直和祖母待在一起，贴身丫鬟彩荷也没有离开过我怎么能给母亲下毒？你和你的丫鬟没有离开老夫人的视线，不代表你不会收买侯府的下人去下毒毒害母亲。秦王妃，我自知对不起你，一直占了属于你的位置。你有什么怨气，冲我来就好了。母亲，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啊，你怎么能下此毒手？证据呢？你说我毒杀母亲，你把证据拿出来啊！父亲，大哥，没有证据，你们就这么相信他的话跑来逼问我，难不成在你们眼里，我就是这般恶毒的人？荒谬，简直是荒谬！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不去查是谁做的，反倒都来逼问淑玉，你们当我老身死了不成？母亲息怒，我们没有逼问秦王妃的意思，只是过来问问，我已经派了人去查。问问？呵呵，问问你们就是突然来这么多人，对淑玉像是犯人一样质问。她是你们的亲女儿、亲妹妹，更是秦王妃，就算府里出了事儿，也该先查清缘由，而非听了谁的只言片语就把矛头对准自家人。她是什么心性，我比谁都清楚。别说毒杀生母，就是踩死只蚂蚁都要犹豫半天。难道是你，林王妃？你仅凭自己的偏见就说是淑玉下毒害人，无凭无据的冤枉别人，你安的是什么心？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老夫人骂，裴梦婉眼眶一红，心中万般的委屈。侯爷，查到了，就是这个丫鬟给侯夫人下的毒。老夫人，这是慈安堂的丫鬟小青。裴梦婉看着丫鬟小青，嘴角微不可察地勾了勾。他们不是想要证据吗？证据这不就来了吗？说
是谁指使你给夫人下毒的？奴婢。贱婢，还不快说！小青被踹得蜷缩在地，冷汗混着泪水往下淌，手指死死扣着地砖缝，咬着唇不说话。再敢拖延时间，直接就拉下去杖毙！奴婢说，是林王妃身边的刘嬷嬷，她给了奴婢1包银子，说按照她的吩咐下毒，就给我指一门好亲事，让我脱离奴籍。哼，计划成功了，下一步就等待父王出现啦。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是谁指使你的？林王妃，真的是您身边的刘嬷嬷指使奴婢的。你住口！刘嬷嬷怎么可能指使你下毒谋杀母亲？说，是谁指使你冤枉刘嬷嬷？明明小青应该指使的是裴淑玉，为什么会变成了刘嬷嬷？刘嬷嬷是阿婉的嬷嬷，绝对不可能下毒杀人，一定是有人指使。若是你说出真正的幕后指使，本王饶你不死。奴婢不敢说谎，若是王爷不信，可以去奴婢屋里搜刘嬷嬷给奴婢的银子。刘嬷嬷当时也只给了奴婢1半的毒药，还有1半就在刘嬷嬷身上。你们去搜刘嬷嬷的身就知道了。奴婢真的不敢撒谎。给我搜！裴管家，你带着人去小青屋里搜，蒋嬷嬷去搜刘嬷嬷的身。蒋嬷嬷率先应声，挥了挥手，带着2个小丫鬟就要把刘嬷嬷给压住搜身。裴管家看了眼睛远侯，有些不敢动。干妈，我说的话在侯府里不管用了是吧？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你是要在我生辰里气死我不成？母亲息怒，儿子只是在想，刘嬷嬷是林王妃身边的人，若是当众搜身，传出去难免让人非议林王妃。王爷，王妃救命呀！奴婢根本不认识这个丫鬟，奴婢没有做过此事，定是她栽赃陷害奴婢。祖母，刘嬷嬷是我的陪嫁嬷嬷，说是当众搜她的身，我的颜面何存？林王府颜面何存呀？阿婉是本王的王妃，刘嬷嬷是阿婉身边的嬷嬷，本王绝对不允许有人如此欺辱阿婉。老夫人，本王来侯府是为了给你贺寿的，不是让你来欺辱阿婉的。王爷没听到这个丫鬟说什么吗？是她亲口说出林王妃身边的刘嬷嬷教唆她下毒，老身不过是为了查证罢了。祖母，那丫鬟说的话您也信吗？刘嬷嬷是看着我长大的，也是我母亲身边的老人。我出嫁时刘嬷嬷成了我的陪嫁嬷嬷，她怎么会教唆别人给我母亲下毒呢？刘嬷嬷当然不会给祖母下毒，但若是她教唆丫鬟给别人下毒呢？老夫人，这个瓷瓶是从刘嬷嬷身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奴婢的东西，奴婢身上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呸！我亲眼看到这个瓷瓶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敢说不是你的？王爷。穆青。穆青是洛廷义贴身护卫，武功高强，听到他的声音，上前就要去抓蒋嬷嬷。刘空。刘空是洛宽景给洛昭的暗卫，不用洛昭多说，他已然明白他的意思。二皇兄，你这是干嘛呢？想要毁掉证据？这可不行啊！你们污蔑我母妃下毒害人，我可得把这个证据保存下来，省得到时候你们倒打一耙。胡说八道！本王只是想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毒药。洛昭，你们是诚心要与本王作对吗？不敢，
只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跑过来污蔑我母妃下毒杀人，说是传出去一些流言蜚语，恐对我母妃名声不利。既然如此，那我就只能插上一脚了。况且是不是毒药，二皇兄又不是大夫，怎么能看得出来啊？外祖父，为了侯府名声，你去请一个大夫过来吧。不可，我会医术，我可以鉴别瓷瓶里是不是毒药。哼，我可不信你的话，我还没忘记，刚刚就是你无凭无据的冤枉我母妃下毒害人，武断专横，不辨是非的定罪。你比断案无数的大理寺卿还厉害呢。外祖父，我哥让你去请大夫，你怎么还不让人去请？难道你也是和裴梦婉一样，想把这个屎盆子扣在我母妃头上？怎么，你这是欺负我父王不在场是吧？靖远侯现在骑虎难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哪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一个个的当真是胆大包天，他们是不是太不把他这个侯府的一家之主当回事儿了？我就不明白了，到底我母妃是你的亲生女儿，还是他裴梦婉这个鸠占鹊巢的假货才是你亲生女儿？外祖父，该不会裴梦婉她是你的私生女吧？所以你才这么维护她？荒谬！什么私生女？不要胡说！那你赶紧去请大夫呀！等大夫来了，检查瓷瓶里是不是毒药，不就可以确定谁才是杀害外祖母的真凶啦？催魂啊催啊！早知道事情闹到这步，他就不去查什么真相了。你去请大夫。是啊，侯爷。还有这个丫鬟的屋子也要搜哦。去搜小青屋子的嬷嬷们很快回来了，果然搜到了他所说的那一包银子，加起来了也快要有300两了。大夫很快来到侯府，他检查了一下瓷瓶里面的药，确定里面就是毒药，不过并不是一击致命的毒药，和已经离开侯府的太医诊断一模一样，也就说明这个药就是刘嬷嬷交给小青的。这等刁奴竟敢以下犯上，给主子下毒，实在可恨，还请王爷和王妃同意把他交给侯府处置。侯爷请便。来人，把这2个刁奴押下去，掌毙！等等，外祖父，一个奴才怎么敢以下犯上，下毒谋害主子呢？这其中一定有阴谋，我要求彻查。阴谋？人证物证俱在，你倒说说，还有什么可查的？刘嬷嬷是你的陪嫁嬷嬷，只听你的话，我不信她一个下人有那么大的胆子毒杀主子。所以我怀疑是你指使刘嬷嬷做的。母亲从小把我养到大，我怎么会去指使刘嬷嬷去毒杀母亲？父亲，王爷，不是我做的，我可以发誓证明。落雁，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母妃绝对不能毒杀外祖母。落雁，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发现二皇兄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有时候说话都不经过大脑思考，好像是在左右脑子互搏。你和裴梦婉忽然跑过来信誓旦旦地说我母妃毒杀了外祖母，可证据呢？你们连证据都没有。而现在证据出现了，已经摆在这里了，你却说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你当我们所有人都是跟你一样没有脑子的蠢货吗？刘嬷嬷是裴梦婉身边的嬷嬷，不是她指使的，还有谁？幸好黄伯伯膝下皇子有很多，不然呐，我大周的江山若是落在你的手中，怕是不到10年就会被大千国给吞并了。落雁，我听得到，没必要这么大声。二皇兄，你说我要不要去皇宫跟皇伯母禀报此事呢？
我想黄伯母一定愿意听的。王爷，你要信我。放心，一切我在。侯府如此热闹，本王来的倒正巧了。父王，你真的来啦？这么久还不回府，本王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父王，那个蛇精脸污蔑我母妃下毒害人，天地良心，我母妃可是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的人啊，怎么会下毒害人？刚刚抓到了下毒的丫鬟，丫鬟说是她身边的陪嫁嬷嬷指使她下毒的，人证物证俱在。可是一个陪嫁嬷嬷怎么敢对主子下毒呢？我严重怀疑就是她指使的。你胡说！母亲对我这般好，没有因为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就把我送走，我怎么会让人给她下毒呢？对你再好，你也不是外祖母的亲生女儿啊，谁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又或者说，你想下毒的不是外祖母，而是其他人，只不过丫鬟弄错了罢了。毕竟她也没说刘嬷嬷到底让她给谁下毒，只是要她按照她的吩咐下毒。秦王说，此事绝对和阿婉没有任何关系。刘嬷嬷是她的贴身嬷嬷不错，但阿婉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地盯着她。她想要私底下做什么，阿婉也不知情。刘嬷嬷，你以下犯上，毒杀主子，罪不容诛。若你认罪了，本王和王妃会看在你伺候多年的份上，给你一个全尸。你的家人，本王也会让王妃给你安顿好。刘嬷嬷猛地抬头，眼里满是难以置信，随后又转头看向自家王妃，却见王妃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刘嬷嬷闭了闭眼，她知道这是交易，也是恩典，她必须要认下这个罪，否则她的儿子孙子都会死。是老奴做的，老奴曾经打翻了夫人最喜欢的花瓶，夫人罚了老奴10板子，老奴一直记恨在心，都是老奴一个人的主意。既然刘嬷嬷认了罪，那就该罚。来人，把刘嬷嬷和这个丫鬟都拉下去，杖毙。且慢，刘嬷嬷已经认罪，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虽然外祖母一直不喜欢母妃，也不喜欢我和哥哥，但作为子女得孝顺。外祖母不明不白的中毒昏迷不醒，虽然没了性命危险，但也不能白白受这个罪。报官吧，让官府的人去查此事，严刑拷打刘嬷嬷，我就不信她背后没人指使。王爷，刘嬷嬷已经认了罪，报官就免了吧。报官对于侯府和林王府的名声都不利。你林王府还有名声可言吗？不论如何，本王绝对不同意报官，还不快把这2个贱婢给拖走！是。凤梨，给我拦住他！风和，你去报官。郡主，何必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侯府说到底也是你母妃的娘家，今日还是老夫人的寿宴。太祖母，你觉得该不该报官？报官吧。事到如今，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看来是他这个老婆子活得太久了，反倒是成了他们母子3人的拖累。母亲，报了官，严刑拷打之下，我才能知道有哪些人想要我老婆子的命，或者说，你也觉得我老婆子活得太长了，挡了你的路，所以才纵容凶手。母亲说笑了，这何府上下对您敬重万分，怎么会有人想要您的命呢？行了，不必多说，报官。片刻后，大理寺卿陈大人来了。臣叩见秦王殿下、林王殿下。陈大人不必多礼，事情的经过，想必陈大人也了解了。刘嬷嬷下毒谋杀主子，罪不容诛，人证物证俱在，他逃脱不了。本不想麻烦大人过来一趟，不过洛烟一直怀疑还有人指使着刘嬷嬷。
刘嬷嬷又是本王王妃身边的嬷嬷，事关本王王妃的清誉，大人把他们带到大理寺，好好的审问一番吧。是，下官这就把人带回大理寺审问。洛烟并没有阻拦陈大人把刘嬷嬷和小青带走，因为没有必要，他只需要让刘嬷嬷入狱，闹到整个京城都知道此事即可。嫣嫣，你老实告诉我，他们是不是要给我下毒，所以你才让风和留在侯府里？等慈安堂里的人都离开后，老夫人留下裴淑玉三人。什么？祖母您说什么？我也是意外得知的。太祖母，你知道侯夫人和裴梦婉给你下的毒是什么毒吗？是砒霜。若是我没有发现，今日是太祖母您的寿辰，也是您的忌日，您死了，他们就会说是母妃给您下的毒。他们是怎么敢的？洛雨都敢在黄伯父的眼皮子底下杀我了。洛雨是裴清婉亲儿子，裴清婉又是侯夫人身边长大的，有其子必有其母，他们还能有什么不敢的？唉，是我太对他放心了，才差点酿成了大祸。老夫人起身拿出一个盒子递给裴淑玉。好孩子，侯府对不住你，这是我老婆子的嫁妆，我没有女儿，就你这么一个嫡亲孙女儿，我的嫁妆就都是你的。不行，祖母，这太多了。给你，你就拿着，都是一些店铺和庄子地契，留在我手中也没用。你放心，我手中还有银子，侯府总不会亏待我。祖母，我……哎呦，拿着吧，就当是我给嫣嫣的嫁妆，等将来她长大出嫁了，你再给她当嫁妆。我呀，怕是等不到她长大嫁人了。太祖母，您不要胡说，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我一定会长命百岁，然后看着嫣嫣长大嫁人。哎呦，太祖母，侯夫人中的毒虽然不致命，但她醒来后精神会越来越失常，脾气也会越来越暴躁。我觉得可以把侯府管家之权交给大舅母，大舅母是好人。好，你说的我都明白。既然他中毒昏迷不醒，那日后侯府的钟馗就交给白氏。太祖母，您不怪我给侯夫人下毒吗？他又没死，我怪你什么？太祖母，大表姐也是个好人，不能让侯夫人把大表姐随便嫁出去。定国公府的老夫人收了裴梦婉当义孙女，我怕大表姐嫁到定国公府受委屈。定国公府？瑶儿怎么和定国公府扯上关系了？太祖母不知道吗？大表姐跟我说侯夫人要把她嫁到定国公府，大表姐不想嫁到定国公府。太祖母，您可千万不要同意啊！既然瑶儿不愿意，那就作罢。离开了慈安堂，洛烟看到了等在外面的裴书瑶，她朝裴书瑶点了下头。大表姐，你的事我解决了，有太祖母在，日后你可以安心了。我知道了，谢谢郡主。不客气。对了，你有喜欢的男子就应该早点说，别到时候遗憾终生。我知道，谢谢郡主提醒。你上次跟本王说的，去靖远侯府会有一场好戏可看，就是此事。风和听到侯夫人和裴梦婉商议给太祖母下毒，收买小青，诬陷母妃，我就将计就计，给侯夫人下毒，让风和抓了小青的母亲和他哥哥一家人威胁他，让他反诬陷裴梦婉。你胆子挺大，不怕玩脱了？因为我知道父王会来的，有父王在，我就什么都不怕。洛宽景轻喝一声，年纪小，心思倒是不小，惯会利用他。父王，侯夫人中毒是小事，反正也不会死。我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需要你帮我。什么事？
洛烟压低声音，把裴书瑶跟他说的那一番话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出来。父王，你帮我查一查裴梦婉的身世，我想知道她到底是谁的女儿。如果她是侯夫人女儿的话，那侯夫人不就给侯爷戴了绿帽子？要真是这样，嘿嘿，那可就有好戏看啦。洛宽景眸中闪过一抹诧异，这个消息啊，倒真是让他有些意外。这件事本王帮你查，不为别的，他就乐意看到靖远侯府倒霉。谢谢父王。还有不到半个月就到了除夕夜，太后也该回来了。皇祖母要从大观音寺回来啦。本王收到消息，太后3日后应该回到京城。皇祖母回来啦！哇，我又多了一个靠山。太后回来后，你不可像从前那般任性了。太后年事已高，受不得刺激。知道了，我不会气皇祖母的。但若是有人在皇祖母面前欺负我，我还是会反驳的。到时候，父王你可别怪我。王爷，不好了，我被自缢了。什么？洛廷义大惊失色，顾不上别的，连忙跑到他们的院子中。阿婉，裴梦婉的自杀倒是让皇后很快得知了事情的始末。皇后是又气又喜，气的是裴梦婉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牵扯到了洛廷义；喜的是她可以借此机会把裴梦婉贬为侧妃。母后，儿臣不同意把阿婉贬为侧妃，儿臣的正妃只能是阿婉。义儿，你是被猪油给蒙蔽了双眼吗？靖远侯夫人中毒一事，你当真觉得跟裴梦婉没有丝毫关系？她就是个忘恩负义、狼子野心的白眼狼啊！那养了她10几年的母亲尚且如此的狠毒，你觉得她还能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母后，阿婉已经用自己性命来证明此事并不是她做的，她丝毫不知情，是刘嬷嬷对侯夫人怀恨在心才对她下毒的。本宫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一个蠢货？他自杀不过是跟你做做样子，你就真的相信他了？若不是下人发现的及时，阿婉已经不在了。你给本宫滚出去！再多看他一眼啊，皇后觉得自己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扇他巴掌了。她都不知道为什么向来薄情的皇室竟然出了他这么一个痴情种。不行，不能再让裴梦婉给义儿拖后腿了，她不能再当林王妃。林王府，锦帐低垂，将窗外的天光绿得只剩一片朦胧的昏黄。裴梦婉躺在铺着云锦的床上，梦天承运，皇帝诏曰：林王妃裴氏德行有亏，善妒成性，不堪为正妃。今废其王妃之位，降为侧妃，经此。裴梦婉闻言，瞳孔猛然间一缩，她想坐起身，可失血带来的眩晕感瞬间席卷了四肢百骸。王妃，快来人，快去请太医，王妃晕倒了。还有，之前也请王爷，快去啊！好消息，好消息！哥，好消息啊！裴梦婉被贬为了侧妃，皇伯伯亲自下的圣旨，没有挽回的余地了。爹，哥，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了吗？听到了。他还没死，只不过被贬为了侧妃，这就让你这么开心了？开心啊，当然开心。这就说明我们有机会再次挑拨洛廷义和裴梦婉之间的关系。哥，你觉得这京城里哪家贵女比较合适当洛廷义的正妃？你觉得沈巍啊，如何？哥，咱俩不过是龙凤胎啊，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沈巍儿喜欢渣爹，想让他
成功当上灵王妃，有点难呢。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况且母妃又没有犯错，她要是想嫁给父王，只能是侧妃。沈家会愿意沈薇儿当一个侧妃吗？明天皇祖母就要回来了吧？应该是的。记得早点进宫告状，别让洛雨和洛彤抢了先。还有啊，别忘了说你在王府里差点落水淹死的事情。好嘞，保证完成任务。哦，对了，我差点忘了，在靖远侯府里，裴书瑶跟我说了一件事。洛烟把裴书瑶跟他说的那一番话和洛昭说了一遍。哥，你觉得裴梦婉会是侯夫人的亲生女儿吗？说裴梦婉是侯夫人的亲生女儿，她是怎么瞒着侯府的人生下她的？裴梦婉的年纪不可能比母妃小，只可能比母妃大。她把母妃送走，把裴梦婉抱到身边，是怎么瞒过靖远侯和太祖母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让父王帮忙去查了，等消息吧。阿婉，你冷静一点，不要做傻事。王爷，我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你还让我活着做什么？我已经进宫和母后说了，不能把你贬为侧妃。我没想到母后竟然不听我的，还是去找父皇要了这道圣旨。阿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不好。若是我能及时发现劝住母后，事情就不会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了。王爷，你就让我去死吧，我德行有愧，擅赌成性，已经被贬为了侧妃，想必现在京城已经传遍了。我已经无颜再活在世上了。阿婉，不论外人怎么议论你，我都是爱你的，你要相信我。只要王爷心里还有我一点位置，别说侧妃了，就是做个侍妾，我也认了。阿婉，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王爷，我成了侧妃不打紧，只是雨儿和童儿两个孩子却受了我的牵连，从嫡子嫡女变成了庶子庶女。雨儿本就瞎了一只眼睛，没了世子之位，如今又成了庶子。王爷，我真的害怕他们将来会被欺负。我一想到将来他们被人欺负，这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王爷，我不怕自己受委屈，我就怕两个孩子跟我一起受委屈呀。你放心，雨儿和童儿是我们两个孩子，我怎么会不保护他们，让他们受委屈？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的养身子，雨儿和童儿还需要你这个母亲。我已经派人去民间找能医治眼睛的大夫，不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雨儿的。当真？自然是真的，我何时骗过你？不过此事先不要告诉雨儿，等找到能医治她的大夫再说吧。好，我知道。翌日，天气放晴，飘了一夜的雪终于停了。太后临近傍晚才回宫，洛烟想着太后一路舟车劳顿，打算第二天再进宫去请安家告状。没想到当天下午，洛廷义就带着瞎了一只眼睛的洛雨和洛彤进宫了。不到一个时辰，太后身边的陈嬷嬷就来了秦王府，让裴淑玉和洛烟进宫。母后，皇祖母，妍妍、昭儿，快过来，让哀家瞧瞧，也有2-3个月没有见了。
兄妹二人乖巧地上前，骆雨抬起一只眼睛盯着骆昭，眼中恨意滔天。凭什么他瞎了一只眼睛，而骆昭却跟没事人一样？他们进宫来告状，可太祖母却说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若是当初他没有起歹毒的心思去推倒兵器架，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儿。别说是骆雨，就连骆廷义也搞不明白，为何太后会对秦王这么宠爱。哎呀，不过是2、3个月没见，我们燕燕怎的长得这般漂亮啦？倒是让哀家差点不敢认啦。嘿，皇祖母又取笑我啦。哪里是取笑啊？哎呀，长大了，过了年就是11了，快长成大姑娘了。说话间，宫女端来刚炖好的梨汤，来尝尝，知道你喜欢，特意给你留的，加了蜜枣，不算。好吃，谢谢皇祖母。傻丫头，跟皇祖母说什么谢谢呀？端到你母妃那里去吃吧。好的，皇祖母。昭儿啊，哀家听闻你受了伤，可好些啦？多谢皇祖母关心，我已经好多了。不过皇祖母有点偏心，为什么梨汤没有她的份儿？那便好。雨儿，你也过来。太祖母。雨儿啊，你和昭儿都是哀家看着长大的，你们都是好孩子，听哀家的，这事儿啊就过去了，以后不要再闹了，可好啊？骆雨没有抬头，嘴唇无声的抿紧，也是无声的抗拒。骆昭面无表情，也没有搭理太后的话，是骆雨先主动算计他的，害得他差点死了，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他没有上前甩他2个耳光，已经是看在太后的面子上了，让他就这么放过他，原谅他，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太后，骆昭世子和骆雨少爷年纪尚小，打打闹闹再正常不过。臣女2个弟弟小时候也时常打闹，他们长大后各自领了差事，成熟了不少，就不再像小时候这般打闹了。皇祖母，他是谁啊？为什么会在慈宁宫还插嘴跟我们说话？世子，臣女是沈家嫡女。哦，原来是沈家的小姐，穿得这么素雅，我还以为是个宫女呢。这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我堂堂的沈家嫡女，太后的嫡亲侄女，却被说成像一个宫女。若是传出去，还不知道被人怎么议论。在大光阴寺不能穿得太高调，薇儿刚刚跟哀家从大光阴寺回来，还没来得及换衣裳呢。这句话算是给沈薇儿一个台阶，让她不必因为骆昭这句话受人非议。她脸色稍稍好了一些，她瞥了一眼从进屋后一直不曾说话的裴淑玉，点下眸子，掩盖住眼里的嫉恨。若不是裴淑玉突然横插一脚，此刻她才是秦王妃，骆昭该是她和秦王殿下孩子的名字。皇祖母，您知道吗？您离开京城的这几个月，我有2次差点死了，一次是在府外花瓶砸下来那一次，还有一次是我身边一个丫鬟被人收买，她把我骗到池塘边，然后把我推进了水中，还好我反应快，再加上哥哥来得及时，才把我救了上来，不然皇祖母就再也看不到我了。皇祖母，我和哥哥真的太惨了，无时无刻的都有人想要我们2个的命。皇祖母，你要给我们做主啊！怎么回事？你父王可查出是谁指使那个丫鬟的了吗？父王把丫鬟带到锦衣卫大牢中，用了刑罚都没说。皇祖母，我好害怕，
的王府里都有人想要杀我，要我的命。我好害怕有一天我真的被杀死了，我再也见不到皇祖母了。胡说八道，这种晦气的话日后不要说了。可是我真的2次差点死了呀。皇祖母，您说到底是谁看我不顺眼啊？我死了对谁有好处？乖，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哀家和你父王会保护好你的，这种事不会再出现。我知道了，皇祖母。太后本还想劝说洛昭和洛雨和好如初，但被洛烟这么一打岔，她神情疲惫起来，摆了摆手。哀家乏了，你们都退下吧。洛廷义脸色阴沉地看了眼裴淑玉母子3人，带着洛雨和洛彤转身离开。这个仇他不会忘记，早晚有一日他会加倍在他们身上拿回来。离开了慈宁宫，走在出宫的路上，王妃留步。沈小姐，有什么事吗？王妃，能否借一步说话？这只是说2句话，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好，你们先出宫等我。好的，母妃，我和哥哥在马车上等你。说着，他拉着不断挣扎的洛昭离开。洛烟，你干嘛？你明知道沈薇儿那个女人不安好心，还让母妃单独跟她在一块儿。你懂什么？就算这次我们拦住了，可只要沈薇儿没死，就有很多机会和母妃单独相处。洛烟在四周看了看，忽然开口喊了一声：吴寒，你在吗？郡主，属下在。哎呦，你下次出来的时候先出声，不然突然出现，我的心脏受不了这个惊吓。哎呀，是，郡主。你去偷听母妃和沈薇儿说了什么？吴痕应了一声，转身离开。哥，我们先出宫等吴痕的消息吧。洛烟看向洛昭，却见洛昭直勾勾地盯着吴痕消失的方向。喂，哥，你咋啦？发什么呆啊？虽然偷听有点不太道德，但我也是担心母妃在沈薇儿手中吃亏嘛。洛烟，你叫他什么？他是无痕，是渣爹给你的暗问。是啊，除了父王，还有谁能给我安慰啊？哥，你怎么啦？是无痕有什么不对劲吗？洛昭神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望向洛烟的眼神变得越发的晦涩难辨，半晌控制住自己心中的情绪。他没有不对劲的，皇宫里人多眼杂，回去跟你说。好。沈小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王妃，想必你也知道，我自小就爱慕秦王殿下，我一直以为长大后我会嫁给秦王，可却没想到你和秦王发生了那种事。裴淑玉拧眉，这件事确实是他做的不厚道，但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年，沈薇儿一直对他挺和善的，并没有跑过来指责他骂他，今儿个怎么突然和他说这件事了？王妃，我今年20岁了，过了年就21了，已经成了老姑娘，满京城里都知道我是因为爱慕王爷才迟迟不嫁人，已经没有人再敢来沈家提亲。王妃，我求求你，让我嫁给秦王殿下可好？我不贪心的，我不要正妃的位置，只要能嫁给王爷，哪怕让我当一个妾，我都愿意。沈小姐，你若真的想嫁给王爷，去跟母后说不就行了？你求我，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求过太后了，可太后说这是秦王府的事情，她管不了。沈小姐想必也知道，我和王爷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好，王爷想要纳谁为侧妃，纳谁为妾，我是管不了的。若沈小姐当真有意嫁给王爷，可以让广义侯夫人进宫和太后商议，太后自会派人去请王爷进宫商议此事。嫣嫣他们还在宫外等我，告辞。
沈巍儿这次并没有阻拦，眼神紧紧盯着裴淑玉离开的背影，眼底深处好像淬了寒冰，一丝阴冷的笑容在他嘴角一闪而逝。回到王府，无痕把自己偷听到的跟洛烟和洛昭一五一十的复述一遍。就这，没别的啦。没了。洛烟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但仔细想想又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只能多留一个心眼。无痕，你是奉父王的命令保护我的，对吧？是的。那父王是不是吩咐过你，我有什么事你都要去跟他汇报？今日这件事也包括其中。无痕先是一愣，随后反应过来了洛烟的意思，郡主是要他把他偷听到的事告诉王爷。给你的报酬。郡主，属下不能要。哎呀，给你就拿着，本郡主现在有1箱黄金，不差钱，你留着以后娶媳妇儿多好啊。暗卫不能娶妻。那你从暗卫转为明卫，总是能娶妻了吧？无痕默了默，不知道该怎么回洛烟。暗卫终其一生都只能隐在暗处，他们是主子手里最锋利的刀，刀怎么能有自己的想法，转成明卫呢？啊，好啦，我给你，你就收着嘛，就当是给你的保护费。还有，以后在王府不用跟着我跟得那么近，我也需要个人隐私。对了，记得把今日你偷听到的都说给父王听哈。来到云深院，无痕低头把裴淑玉和沈巍儿的对话和洛宽景又复述一遍。是洛烟让你来跟本王说的？是。你去告诉洛烟，本王不会同意沈巍儿进府的。是。王爷，这是郡主给属下的，属下不敢收。他给你黄金时还说了什么？郡主说让属下留着娶媳妇儿。郡主怎么没有给我黄金让我娶媳妇儿啊？洛烟不是总叫你师父，怎么这还不够？属下不敢。既然是洛烟给你的，你就收着，以后这种小事不必汇报本王。下去吧。是，王爷。无痕心里有些隐秘的开心，虽然暗卫都是吃王府的，住王府的，没有花钱的地方，但他还是开心。哥，现在回王府啦，你快跟我说说无痕怎么啦？前世我偷偷离开京城，隐姓埋名进了军营，后来去了战场，我遇到了一个小兵，他说他无父无母，只能进军营混口饭吃。我和他还有你之前见过的费帆，我们3个人一起同吃同住。我第一次入战场什么都不懂，是他教会了我，他也救了我很多次，我把他当成最亲密的兄弟。后来军营里出现了叛徒，有人知道了我的身份，把我卖给了大前国。他为了救我让我逃走，被万箭穿心，他就叫无痕，和今日你叫出来的暗卫无痕长得一模一样。哥，若是你认识的无痕就是父王给我的暗卫无痕，那也就是说父王并没有放弃你，不然也不会派他去保护你呀。我就说嘛，父王面冷心热又口是心非，你是他唯一亲儿子，他怎么可能不管你？你前世和父王一定有误会。这次洛昭没有说反驳的话，他垂下眼眸，乌黑的眼眸明明暗暗，由暗不明。你先出去，让我好好想想。好的，你慢慢想。不知不觉间就到了除夕前一天，也就是大年29。母妃，我们俩坐一辆马车。大哥二哥，咱仨坐一辆马车。等洛昭来到府外后，看着只有3辆马车，微微蹙了蹙眉，问李管家：怎么只有3辆马车？
王府里其他马车呢？回世子，王府里其他马车车轮坏了，就只剩下这3辆了。骆昭虽然疑惑，但并没有怀疑李管家的话，想了想，准备上洛烟和裴树玉的那辆马车。哥，你过了年就11岁了，虽然咱俩是龙凤胎，但男女有别，你不能跟我和母妃坐一辆马车，而且3个人坐一辆马车很挤的。哼，就你话最多。他转身来到周福玉3人的马车。你别上来了，3个人坐一辆马车本来就很挤的，你要是再上来都没地方坐了。父王的马车只有父王一个人，非常宽敞，你去坐父王那辆马车吧。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我要是还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白活2世了。洛烟，嘿嘿，快走快走！骆昭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2辆马车在自己面前飞快离开。王府里其他马车车轮当真都坏了？是的，都坏了。怎么坏的？是郡主和3少爷弄坏的。不气不气，是我亲妹妹，打死了我可就没妹妹了。等到秋野推着骆宽景的轮椅出来后，洛言把王府其他马车车轮都弄坏了，现在他们都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你要是不想我坐你的马车，那就算了。骆宽景看着神色十分别扭的骆昭，轻挑下眉，倒是稀奇了，这小子对他一直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总是倒反天罡的想要他退位让贤，他来继承王位。除非必要，他不会跟他主动说一句话。就算是洛烟把马车车轮给弄坏了，依照他的性子，恐怕也是宁愿不去宫宴，也不会跟他坐一辆马车。你那是什么眼神？不想让我跟你坐一辆马车你就直说，你以为我稀罕吗？那要不是因为……算了，宫宴也没什么好去的，不去了。好话坏话都让你说尽了，上来吧，本王没说不和你坐一辆马车。骆昭眼睫轻颤，很想有骨气撇过脑袋跟他说，他才不想跟他坐一辆马车，这个宫宴不去也罢。但下一秒就被秋玉拎着后衣领扔到了马车里。要不是看在秋玉教我武功的份上，我必定喷他一脸。王爷世子，坐稳了，出发了，驾！嫣嫣，你怎么了？着凉了？没有，应该是我哥在心里骂我呢。天冷，还是要多注意一点。你哥真的会跟王爷坐一辆马车吗？若是从前，我哥就算不来宫宴，或者靠着2条腿走到皇宫，也不会跟父王坐一辆马车。但现在嘛，嘿嘿，我有90%的肯定，我哥一定会跟父王坐同一辆马车来皇宫的。为何如此肯定？不可说，不可说，这是我和哥哥之间的秘密。裴淑玉默了默，好吧，孩子们大了，有自己的秘密很正常。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娘千岁。起来吧。是。这位是平江侯府许家嫡女许念。皇后一直拉着许念的手夸她，在场的夫人们都是人精，怎么不知她的想法？林王妃因为靖远侯夫人中毒一事被牵连贬为了侧妃，林王正妃的位置就空了出来。看来皇后是选了许家。闲聊了片刻，皇后看向势力一旁的长侍女官。外面天气不错，带着各家小姐们去御花园转转吧。暖阁里也备了牛乳茶和糖蒸酥酪。是。嘿，哈哈，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里。洛萧，你有病呀！不要生气嘛，就跟你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你不去前殿跑来这里做什么？我是来告诉你一个秘密的。洛雨的一只眼睛不是瞎了吗？我听说二皇兄好像找了一个民间大夫，说是能治好他的眼睛。你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消息？
我在我母妃那里偷偷听到的，我母妃在捡人沟有眼线，肯定不是假的。落叶，不能让落雨的眼睛恢复，不然等他眼睛彻底好起来了，一定会狠狠地报复你们。说的好像他眼睛没好就不会报复我们似的。那不一样，现在他的一只眼睛看不到，宫宴都不会来参加，整日郁郁寡欢不敢见人。要是想报复你们就得出门，但我估计以他自负高傲的性格，眼睛一日没好就一日不会出门。可一旦他的眼睛恢复了，第一时间就会对你们进行报复啊！谢谢你告诉我这些，等宫宴结束我会告诉我父王的。嗨，跟我客气什么？我就喜欢看落雨倒霉，他越倒霉我越高兴。老十一，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哼，瞎说，我的福气才不在后头，我每天都有福气啊！对，你是最有福气的皇子啦。哎，不过话又说回来，蛇精脸真的有胆量弑母吗？云之岁也好奇地看着洛烟。我不知道啊，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哎呀，你们别问啦，明天就过年了，替他多亏气。也是，不提他们了。就在这时，远处隐约传来脚步声。哎呦，慕容九皇子，你跑什么？老奴一定会好好的伺候好你的。慕容燕忽然加快脚步，朝洛烟的方向跑过来，漂亮的烟灰色双眸看着洛烟，渐渐地弥漫上一层雾色。哎呀，见过十一殿下，长宁郡主，老奴是照顾慕容九皇子的太监。咦，老十一，皇宫里怎么会有这么猥琐的太监？瞅到我的眼睛了！还不快滚！是。我记得照顾你的不是一个宫女吗？怎么变成了这么猥琐的太监？2个月前，皇后娘娘把她调走了，让她来照顾我。 2个月前，也就是洛雨出事后不久，皇后心中愤怒，一时找不到出气口，于是就拿和平常和洛烟关系不错的慕容燕出气。啊，还是受我和洛昭的牵连啊！你怎么不去找我啊？我可以帮你啊！我不敢。哼，没见过你这么怂的，被欺负也不作声。该。对不起。洛萧闻言顿时哽住，不是，谁让他说对不起了？洛烟轻咳一声，正要把胳膊从他冰凉的手里抽出来，余光却猛地顿住了。慕容燕身上那件袄子不仅单薄，还短了一截，正巧露出的小臂上横七竖八地爬着几道青紫交错的痕，新伤叠着旧伤，边缘还泛着红肿，一看就是鞭子抽出来的。之前不是给过你膏药吗？怎么没涂药？被抢走了。洛烟沉默住了，不得不在心里叹了口气。也不怪慕容燕长大后会和父王合作杀大周皇室的人，在皇宫里天天被欺负，这搁谁不恨呢？你这伤是那老太监打的？我会跑。跑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学会反抗啊！只要你一日姓慕容，在大周境内就不会有人要你死。我教你一招，你就穿成这样去参加宫宴。这个办法好，最好把母后给气死，反正他也不敢真的杀了慕容燕。可是若慕容九皇子真的这么做了，等宫宴结束后，皇后娘娘丢了脸，会不会还暗地里欺负他呢？就算他不这么做，皇后也不会放过他。那个老太监那么猥琐，皇后把他放在慕容燕身边照顾他，不就是摆明了让他欺负他吗？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虱子多了不怕痒，反正皇后也不喜欢你，你何不用自己给他添添堵？看着他想杀你却又杀不了你的憋屈模样，应该会很爽吧？好，我听你的。他没说的是，皇后针对他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他查到了是他把那杯有问题的茶给撞洒的。皇后可能怀疑他是故意的吧，但又没有证据，所以把他身边宫女调走，派了这么一个老太监来照顾他。嘿，落烟姑姑。却不料落烟看着他们，提起裙子扭头就跑。是我哪里得罪落烟姑姑了吗？怎么落烟姑姑看到我就跑了？哼，死丫头，跑得了初一，跑不了15，等恢复后定要把她的屁股给打开花。容易吧我，这个亚美我真的得散了。许念，别以为你得到了皇后娘娘的赏识，就能稳稳当当的嫁入灵王府做正妃。灵王殿下可还没有开口同意。皇后是他的亲姑母，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爱慕表哥灵王殿下多少年了，好不容易等到裴梦婉被贬为侧妃，他有机会做正妃了，欢天喜地的进宫，却看到姑母对许念如此的亲昵，摆明了是想把灵王正妃的位置给许念。苏小姐误会了，皇后娘娘赏识我是娘娘厚爱，至于其他的并非我所能奢求，也非我此刻所思。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许念，我告诉你，只要灵王殿下一天不松口，你就休想踏入灵王府半步。苏小姐慎言，此处是皇宫，隔墙有耳。站住！苏沁厉声喝止，心头的怒火早已压过了理智。见许念正要转身离去，他想也没想便伸手去拦，只见堪堪要触到许念衣袖的瞬间，小姐你怎么样？摔着哪了？我没事。苏小姐，我们家小姐到底哪里招惹您了？你就算有气，也不该在宫里就这么用力推倒她。周围夫人小姐们窃窃私语，目光都带着几分探究和不赞同落在苏沁身上。毕竟许念方才还与皇后谈笑风生，怕是因为皇后对许念的另眼相看产生嫉妒。你胡说，我没有推她，是她自己摔倒的，是她自己摔倒的。苏小姐何必狡辩？方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你伸手拦着我家小姐，然后小姐就摔倒了，花瓶也碎了，难不成是我家小姐自己故意摔倒，还特意打翻花瓶来冤枉你吗？许念，你敢算计我！苏小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方才我只是想离开，并未想与你争执。小何，扶我起来吧，别在这里碍了苏小姐的眼。他越是这样，越显得苏沁咄咄逼人。这是怎么了？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姑母，不是我，是许念他。皇后娘娘，不关苏小姐的事，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了，还打碎了花瓶，惊扰了娘娘，是我的不是。许小姐，快起来吧，摔着没有？快传太医看看。不必了，娘娘，只是些皮外伤。去请太医，再让人把这里收拾干净，带许小姐去换一身干净的衣裳。是，娘娘。行了，都散了吧。沁儿，跟本宫过来。苏沁也知道已经惹了皇后姑母的不满，不敢多言，低着头跟她离开了。沁儿，本宫知道你对你表哥的心思，你也是本宫看着长大的，本宫怎么会舍得你伤心呢？姑母，您答应让我嫁给表哥了。本宫已经和你父亲商量好了，明年3月你就入灵王府为侧妃。侧妃？你先不要急，听本宫说，让你当侧妃只是权宜之策，一儿受了裴梦婉的牵连，名声有损，朝堂上已经有许多的官员对一儿不满了。沁儿，一儿需要许家的势力，但许家帮一儿不可能不要好处，所以只能暂时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你是本宫的亲侄女儿，等到将来，本宫怎么也不会委屈了你。我知道了，
我都听姑母的。很快宫宴就开始了，裴淑玉找到洛烟，带着她来到了太和殿。刚一入殿就被洛昭逮住，揪住耳朵。跑啊，继续跑啊，怎么不跑了啊？是跑不动了吗？哥，这么多人在呢，给我点面子。哼，回去再跟你算账。哎呀，我的好哥哥，不要生气嘛。洛昭冷哼一声，松开了他的耳朵。洛烟笑嘻嘻地凑到洛昭身边，给他端茶倒水，讲冷笑话，好一通的伺候啊，才得到他一个笑脸。昭世子和长宁郡主虽是龙凤胎，但男女有别，关系再好也不能这么亲密吧？哼，看来上次在他公主府还颇分，没让他长记性。公主说笑了，昭儿和嫣嫣一母同胞，又是龙凤胎，自襁褓起便形影不离，便是寻常人家的兄妹，也有这般亲近的。过了这个年呢，世子和郡主也有11岁了，这个年纪也不小了，这般与兄长拉拉扯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洛烟撸起袖子，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看到秋玉推着洛宽景的轮椅来到大殿。发生了什么事了？父王，你总算来了！有人欺负我和哥哥，大慧姑姑说我和哥哥关系太亲密了，不合规矩。可是父王，我和哥哥是一起出生的龙凤胎啊，坐在一起关系亲密一些怎么啦？再说了，寻常兄妹不也会同席而坐吗？你们那只是坐在一起关系亲密一些吗？你给他端茶倒水，像是一个仆人一样伺候他。洛烟，你是皇家的郡主，怎么能干伺候人的活？白白丢了皇家颜面。大慧姑姑，你不要仗着自己脑袋有问题就为所欲为。你瞅你，跟个斑马脑袋似的，头头是道。大周朝哪条规矩写了妹妹不可以给哥哥端茶倒水的？我就乐意给我哥端茶倒水，怎么啦？碍你眼啦？嘿，莫不是大慧姑姑你自己生活过得不好，所以看我们兄妹感情好不顺眼？还是说你就是看不得旁人阖家和睦？好了好了，公主，赵世子和长宁郡主手足情深是好事，你也别多心了。丹慧姑母，亲兄妹之间哪能跟寻常男女相比？我倒是觉得昭世子和长宁郡主这样很好。大慧公主深吸口气，看了眼面无表情的洛宽景，终是忍下了这口气，坐了下来。皇上驾到，太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臣女叩见皇上，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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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满殿的人都跪了下来，只除了坐在轮椅上面的洛宽景。免礼。谢皇上。今日除夕宫宴，君臣同庆，不必多礼，都入座吧。是。众人回到自己的席位上，宴席正式开始。哥，你说要不明天再让无痕去当惠公主府外泼饭？这次我问小魏大夫要一种臭味延长10天半个月都去不掉的药粉，我要恶心死他。别让无痕去。不让无痕去，那让谁去啊？你身边那2个暗卫丫头不行吗？那不行，风离和风和虽然是暗卫，但她们也是女孩子，女孩子天生爱干净，这种脏活累活不能让她们去干。跟着洛烟进宫的风离听到这句话，心中颇为感动。作为一个合格的暗卫，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但对于泼大粪这种恶心人的事儿啊，除非必要，他也不是太想去做的。你还挺会偏心的。哎呀，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上留空去吧。
你也挺会偏心的。唉，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哼，学人精。世子是不是忘了，今日是我跟着他进宫的呀？哎，怎么没有看到慕容燕？不是跟你说了，离慕容燕远一点吗？这么关心她做什么？我没有故意接近她，是她自己跑过来接近我的。皇后派了一个五毒俱全的老太监在她身边，说是照顾，其实就是羞辱。刚刚在梅林，我看到她手腕上全是鞭伤，衣服也短了一截，手上还有冻疮。哥，你说若是她穿着短一截的衣服，带着鞭伤来到宫宴上，皇后的脸色会不会很难看呢？哼，就你的鬼主意最多。我这不叫鬼主意，我这叫日行一善，温暖人间呐！嘿嘿嘿，恶心！我靠，慕容燕又被谁打啦？洛昭听到洛烟的声音，抬眸望了过去，嘴角抽了抽。哎呀，惨呐，真是太惨了。没有我的位置吗？宫女被问得有些手足无措，放眼望去，整个大殿没有多余的位置给慕容燕。皇后，怎么回事？皇后也惊讶，慕容燕怎么以这副样子出现在宴席中？她明明已经吩咐下去，给她打扮好了，再把她带过来的。回陛下，是臣妾的疏忽，臣妾这就让人把她带下去梳洗打扮。皇帝声音颇为冷淡地嗯了一声，去把慕容九皇子给带下去，好好的梳洗打扮一番。是，娘娘，奴婢这就去。哎呀，慕容九皇子，瞧您这是摔到哪儿了吗？奴婢带您下去梳洗吧。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大殿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空气中开始凝结起一股微妙的氛围。慕容九皇子，你这是做什么呢？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本宫让嬷嬷带你下去梳洗一下，你这脏兮兮的模样实在是不合规矩。皇后娘娘，我不是故意过来给您添堵的，我就是肚子太饿了，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皇后，朕把凤印交给你，让你统摄六宫，你就是这般替朕管理后宫的？是臣妾的疏忽，是臣妾管束不严，请陛下降罪。哼，疏忽？九皇子虽然是他国质子，可万般没有苛待到断他饮食的道理。你是六宫之主，后宫里的柴米油盐人事调度，哪一样不该过你的眼？如今竟让他被宫女太监殴打，若不是他今日因为饿极了来到大殿中被朕发现，难不成要等他死了你才肯来告诉朕一句疏忽？臣妾罪该万死，臣妾这就去查，听是地下的奴才狗仗人势，怠慢了九皇子，臣妾会严惩不贷，再亲自去照看九皇子，保证绝不会再有下次。去吧，给九皇子沐浴梳洗，再送去些好的吃食，派个靠谱的太医去看看，若他有个3长2短，你也别做这个皇后了。是，谢陛下开恩，臣妾谨记。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慕容九皇子给扶起来去内殿！不要过来，我没有看到你杀人，我没有看到你杀纯贵人。此言一出，大殿中的文武百官和夫人小姐们纷纷睁大眼睛。哥，有八卦？黄伯伯的八卦你也敢听？不要命了？好像也是哦。还不快把慕容九皇子给带走！皇帝唰的一下从龙椅上站起来，脸色阴沉的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着在场的众人，只能硬生生的忍下来。慕容燕到底年弱，很快被几个强壮的嬷嬷给带下去了。不多时，皇帝离开了宴席，太后年迈也坐不了多久，神色疲惫的走了。太后和皇帝都走了，皇后也坐不住，和颜悦色的说了几句话，匆匆离开。没了皇帝、太后和皇后3人在场，在场的人更能放得开。伴随着歌舞声，宴席上众人热热闹闹的开始交谈。母妃，
纯贵人是谁呀？你一个小孩子问这些做什么？乖，大人的事不要打听。我就是好奇嘛。哎，你问我啊，你问我啊，我知道。你真的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你叫我一声哥哥，我就告诉你。洛章眯眼，跟他抢妹妹？十一皇兄，快说吧。是哥哥，不是皇兄。十一哥哥。纯贵人就是。我也想知道。你个小屁孩，知道那么多做什么？一边玩去。哼，我也没比你们想多少，为什么不能听？反正你不能听，赶紧走吧。小殿下乖，等你到我们这个年龄了，自然可以听八卦，但现在不行。小皇孙连人带凳子都赶走了，同样都是星落，为什么不带他玩？太可恶了。晨儿，你怎么了？母妃，洛言姑姑他们说我年纪小，就不带我玩。明明我只比洛言姑姑小2岁啊。那你要快快长大，等你长大了，他们就会带你玩了。洛尘有点生气，扭过脑袋不搭理太子妃，眼神时不时地瞥向洛烟的方向。这个纯贵人啊，是父皇前几年从江南带回来的女子，一入宫就封了贵人，独得父皇恩宠。本来父皇想封她为嫔的，我听我母妃说是皇祖母不同意，因为她一没家世，二没有皇嗣。后来纯贵人怀了身孕，眼看着我就不是父皇年纪最小的皇子了，没成想她摔倒流产了。那一晚父皇大怒，把在纯贵人身边伺候的宫女和太监全都杖毙了。再后来纯贵人忽然死了，你们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卖什么关子？快说。我这也是从我母妃那里偷听到的，听说纯贵人是和侍卫私通，父皇亲自发现的。去的时候她的肚兜还挂在狂徒侍卫的裤腰上。这种宫廷秘史就这么说出来真的好吗？老十一，你就这么把事告诉我们，不怕黄伯伯知道了找你麻烦啊？哎呀，怕什么，反正也不止我们仨知道。纯贵人和侍卫勾搭在一起的时候，不只是父皇，后宫里很多娘娘们也在场，父皇总不能把他们全都给杀了吧？他们知道了，他们背后的家族应该也都知道了。罗烟轻啧一声，怪不得他刚刚发现大殿中的文武百官听到纯贵人3个字的时候，想去看皇帝的脸色又不敢的模样。原来他们都知道了。八卦听过一次后，罗烟转头抛在脑后，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因为他看到沈巍儿端着酒杯来到裴淑仪跟前跟他说话，跟他敬酒，不过那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洛宽景看。洛言眼珠子咕噜咕噜地转着，利用自己现在这个个矮的优势，猫着腰避开沈巍的视线，小心翼翼地来到洛宽景轮椅背后躲着。父王，别暴露我。沈小姐，你挡着我看歌舞了。抱歉，王妃，上次是我太过心急，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还请王妃莫要怪罪。无妨，我也没有放在心上。王妃宽宏大量，说起来我也许久未曾向王爷敬酒了，王妃不介意我去向王爷敬杯酒吧？王爷的酒沈小姐要敬，何必问我？王爷啊，臣女可否能敬您一杯？妈呀，这是正常人能说出来的声音？知道你喜欢父王，但也不用把声音夹得这么假吧？父王，你说你跟他不熟？本王与你不熟。王爷，臣女是太后娘娘的侄女，您的表妹，臣女只是来向您敬一杯酒。你跟他说，你算是什么小白菜，也配跟我敬酒？我的王妃在那儿，你眼睛瞎吗？滚！欧某，王爷，本王再说一次，滚！沈小姐，原以为你是来敬酒的，闹了半天是来给这父王添堵的，顺便让我们看场笑话。
沈巍儿被这声嘲笑刺得浑身一僵，猛地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洛昭，眼里又羞又怒。还不快滚！沈巍儿再也撑不住了，泪水终于滚落，狼狈地扶了扶身，转身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父王，我掐指一算，你的这朵烂桃花是不会放弃嫁给你的。郡主不当，开始当神棍了。我说真的，父王，你要小心点被他算计。他算计不了本王，本王也不会允许他入王府。父王你不懂，一个爱而不得的恋爱脑的威力有多大。父王你忘记了吗？母妃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过还好，母妃眼睛不是一直都是瞎的，她现在已经把眼睛治好了。本王会找机会和太后说。行啊，那现在就去说呗。母妃，我有点推不动了，要不你来推吧。秋玉，你来推。老邓，不给我面子是不是？你不准过来。秋玉摸了摸鼻子，识趣地退后一步。你刚刚是在打本王？这怎么能叫打呢？多粗鲁啊！这叫爱的抚摸。父王，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也不想我丢面子，对吧？洛宽景闭了闭眼，收回视线。母妃，我们去找皇祖母。裴淑玉嘴唇轻抿了一下，看着洛烟期待的眼神，还是没有忍心拒绝，上前推着洛宽景的轮椅离开了宴席。哥，还迟，去找皇祖母啦！大哥、二哥、三哥，走啦！啊，你们去找皇祖母，我也去。哥，你看到了吗？母妃推着父王的轮椅慢慢走，哇，多般配呀！真的好一幅唯美和谐的画面。看到了。他明诚看着洛烟四人逐渐远去的背影，神色微顿，点下落寞的神色。大哥，阿宪，我们出宫吧。你们不是秦王叔的养子吗？为什么不跟过去？11殿下，还请你告诉父王和母妃一声，我们先出宫了。啊？大哥、二哥、三哥，你们愣在那里干啥呢？还不快过来！姑母，薇儿啊，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亲了。我像你这般大呀，皇帝已经会走路了。姑母，您知道的，我一直爱慕秦王殿下，我不想嫁给别人，我只想嫁给秦王殿下。薇儿，秦王已经有了秦王妃，你甘愿当侧妃？就算你甘愿去当侧妃，沈家也不会同意。只要能嫁给秦王殿下，哪怕是妾，我也甘之如饴。姑母，只要您同意了，想必父亲也会同意的。姑母，求您了，帮帮我好不好？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求过您什么，我是真心爱慕秦王殿下的。如果不能嫁给秦王，我宁愿终身不嫁。薇儿，你是沈家嫡女，哀家的侄女，京城里还有很多优秀的公子，你又何必非要嫁给秦王啊？再优秀的公子也比不过秦王殿下，我这辈子非秦王不嫁。秦王的脾气哀家也不能左右，哪怕是哀家同意了，秦王若是不同意，你也进不了门，反倒是惹了一身闲话。姑母，您可以向陛下求一道圣旨，秦王殿下不会抗旨不遵的。姑母，您难道忍心看着我一辈子孤独终老，不得善终吗？姑母，求您成全。薇儿，你告诉哀家，几个月前燕燕在秦王府落水一事，跟你有没有关系？姑母，你在说什么？查
长宁郡主落水一事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啊？太后看了眼陈嬷嬷，陈嬷嬷轻轻点头，去到里屋拿出了一个盒子，递给沈薇儿。打开看看，盒子里面的是秦王查到你收买丫鬟小翠的证据。不是我，姑母。薇儿啊，你以为锦衣卫都是吃干饭的吗？啊，你爱慕秦王，想要嫁给秦王，哀家都能理解，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去伤害嫣嫣呐，她是秦王的亲生女儿啊。姑母，我确实收买了小翠，但我没有想要杀郡主，我只是想教训教训她。嫣嫣是秦王府郡主，你是什么身份？有什么资格教训嫣嫣啊？太不像话了。姑母，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秦王把证据送到哀家的手里，而不是送到皇帝那儿，已经是看在哀家和沈家的面子上了。你日后莫要再想着嫁给秦王了，等年后哀家会跟你母后商量你的亲事。姑母，我不要嫁给别人。哎呀，薇儿啊，你听话，哀家会给你选一门好亲事的。姑母，我不想嫁给别人，求您了。你想要杀秦王的女儿，你还想嫁给他？薇儿，秦王没有那么好的脾气。姑母，您帮我跟秦王殿下解释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想要杀郡主。你出去吧，此事哀家帮不了你。沈小姐，请回吧，太后要休息了。沈薇儿拿出帕子擦了擦眼泪，薄唇抿紧，低着头离开了慈宁宫。她非常不理解，当初姑母为了让秦王娶裴淑玉都能以死相逼，为何到她这里就不行了？明明她才是姑母的亲侄女啊，凭什么？沈薇儿猛地攥紧了手中的丝帕，忽然间她想起当时裴淑玉和秦王生米煮成熟饭，后来怀上了孩子，太后才会让秦王娶裴淑玉。若是她也怀上了秦王殿下的孩子呢，是不是就能嫁给秦王殿下了？皇祖母，我们来啦！还未看到人，就听到了声音。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呀？快坐下吧。皇祖母，我父王有急事单独跟您说，等不到明天啦。哦，什么事啊？母后，前几日我送进宫的锦盒，您看到了吗？日后不要让不相关的人来打扰我。唉，你放心，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又闲聊了几句，眼看天色越来越暗沉，洛烟一家人就离开了慈宁宫。出了皇宫，洛昭眼疾手快地爬上了来时洛烟和裴淑玉坐的那一辆马车。洛烟切了一声，扭过脑袋爬上了洛宽景的马车。父王，你刚刚说的锦盒是什么呀？是沈薇儿收买小翠谋杀你的证据。哦，啊，父王，你不是说小翠受不住刑罚死了吗？本王说小翠死了，没说她没招。老邓，跟我抠字眼呢！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洛宽景沉默不语。老邓，你该不会是想包庇杀人凶手吧？还是说你喜欢他，不忍心伤害他？你这脑子里整天在想什么？本王眼睛没问题。是吗？那你给我报仇啊，把他抓进大理寺关起来。本王把证据交给了太后。所以你还是对他心生怜悯，不想给我报仇是不是？老邓，我多次在母妃和哥哥面前替你说好话，多次偏心你，你简直伤透了我的心。停车，我要下去。王爷。王爷什么王什么爷爷什么王，停车停车，
不然我现在就跳下去，让我摔死得了。秋玉，秋玉紧急拉紧马绳，让马车停下来。还没有停稳，洛烟就跳下马车，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我的决定是不是错了？裴淑玉他们的马车走在前面，并不知道洛烟生气地跳下马车。我好冷啊！我完蛋了，后悔了怎么办？要不现在转头回去？不行，现在转头回去，我不要面子的吧。两条腿自然是比不上4个轮子的马车。没一会儿来到了洛烟身边。小郡主，外面太冷了，快上马车吧。风离，你背我用轻功带我回去。风离看了看秋玉，又看了看没有动静的马车，随后朝洛烟蹲下身。我还没有飞过哎，风离，你轻功好不好？不会把我摔下去吧？郡主，抱紧我。下一瞬，风离背着洛烟飞了起来。哇哇塞！我也要学。风离，等过了个年你就教我轻功吧。好的，郡主。他和风和已经被王爷送给了郡主，只认郡主一个主子，郡主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死丫头，脾气怎么那么倔？也不知道向了谁，外面冰天雪地的，也不怕冷，好歹等回到王府再跟我闹脾气啊！风离，你好香啊！洛烟语不惊人死不休，差点让风离没站稳，从房顶上摔下去。郡主也很香。嘿嘿，风离，你和风和是怎么进的安慰营啊？属下和风和都是孤儿。安慰营里的日子苦不苦？累不累？不苦不累。在你们眼里，父王是个什么样的人？王爷很厉害，哪怕王爷坐在轮椅上，也能和属下打个平手。属下从未见过像王爷这般武功高强的人。风离，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生父王的气啊？父王应该是看在皇祖母的面子上才放过沈薇儿的。可是父王一开始骗我，他是不是觉得我知道了这件事就会去找沈薇儿的麻烦？他怕我给皇祖母惹麻烦。王爷对郡主很关心。算了，我原谅父王了，不跟他一个坐在轮椅上面的老人计较。嫣嫣，怎么了这是？你不是和王爷坐马车的吗？我和父王吵架了，但我……什么？你和渣爹吵架了？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吵架？骆宽景的马车刚停在王府外，就听到骆昭的这道声音：渣爹。哥，你不要命啊！骆昭眨了眨眼，就顺口了。回府。这是不打算追究了？你们怕什么？话是我说的，就算是挨打，那也是我挨打，跟你们也没关系。你是受虐狂吗？就那么想挨打吗？要不我给你2拳啊？我就是嘴瓢了，不是故意的。你说你和他吵架了，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么偏心他，怎么还会跟他吵架？哎呀，哥，你之前猜的是真的，就是沈薇儿收买了小翠，把我推进水中。妍妍，你说什么？小翠是沈薇儿收买的，她要杀你。骆昭和洛烟去了裴淑玉的院子，等屋里炭火烧起来，暖和了一些，洛烟才叽里咕噜的简单的把马车上骆宽景跟他说的那些话和裴淑玉、骆昭说了一遍。事情就是这样。我生气啦，就跳下马车，让风铃背我回来。哎呀，你是蠢猪吗？生气就生气，不搭理他就是了。跳马车做什么？外面那么冷，冻出个好歹来那怎么办啊？裴淑玉脸色差到了极点，他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沈薇儿收买的小翠儿害得奄奄落水。沈薇儿喜欢王爷，想要嫁给王爷冲他来啊，何故对一个10岁的孩子动手？还有，王爷为何要放了这个杀人凶手？母妃，你知道皇祖母为什么这么宠父王吗？不知道，我只知道王爷从出生时就养在了太后膝下，王爷也几乎是陛下一手带大的。燕燕为什么会这么问？难道是因为太后的缘故，王爷才放过沈薇儿的？洛烟揉了揉脸，刚出生就被抱到太后膝下养着，说是亲生的也不为过了。养恩和生恩一样大，父王是孝顺皇祖母的。他要孝顺关我们什么事啊？母妃，天色不早了，你早些休息吧。罗烟，你跟我出来。那母妃我先走啦。以后若是遇到沈薇儿，母妃就像遇到裴梦婉一样，离她远点，越远越好，也别单独跟她说话了。妍妍，是母妃没有保护好你。她以为自己是一个好母亲，王爷厌恶她，不喜欢她，为了不惹王爷更加不快，也为了保护好一双儿女，她选择了疏远。她刻意与孩子们保持着几分距离。他想，只要自己安分守己，只要孩子们不被他牵连，王爷总会看在血脉的份上对他们好一些。可现在他隐隐发觉好像不对，他非但没有保护好2个孩子，反而让他们在这深宅大院里少一分最该有的来自母亲的温暖和庇护。哎呀，母妃，连父王都没有想到沈薇儿会胆大的收买我身边的丫鬟来害我，这并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做得很好啦，不要自责。妍妍，对不起。母妃没错，错的是那些坏人。母妃不要哭啦，母妃哭了我会心疼的。母妃没哭，昭儿还在外面等你，快去吧。潇潇母妃晚安，明天见。裴淑玉捂住自己被亲了的脸，呆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她扬起唇角，低低笑了几声，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出来。香香的母妃。陆言，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又不是真的10岁小孩。洛昭，你这个钢铁直男，信不信我一巴掌把你拍到墙上，抠都抠不下来。洛言，胆子不小啊！你刚刚叫我什么？我叫你名字怎么啦？洛昭，洛言。罗言见状不好，脚步一转，一溜烟的跑远了。洛昭深吸口气，抬腿就追。洛昭，你不行啊，这都追不上我。洛昭气笑了，看着一旁看热闹的谭明成，帮我抓住他，我1年的月银都给你。当真？自然是真的。二哥，你要当叛徒吗？啊，这丫头帮过我，我没办法背叛她。二哥，你是全天下最好的哥哥啦，不像某人。我困了，回去睡觉了。洛昭气得直翻白眼，冷哼一声，也转身离开。陆烟见状，以为洛昭是拿他没有办法，回去睡觉了，打了个哈欠，也准备回去睡觉。但哈欠打到一半，忽然卡壳。Hello 啊，哥哥，你还会闪现呢？我不会闪现，但我会闪你。我错了，我下次还不对，我下次再也不敢了。陆烟揉着被揪疼的耳朵，摇头叹息的回到云深院。我的耳朵跟着我真的是遭老罪了。郡主，王爷在书房等您。我困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秋玉看着洛烟进屋，直接关门，很显然今晚不会再去找王爷。
无奈只能去禀报。一觉醒来，洛烟满血复活。今天过年了呀，传书以来过的第一个年，洛烟有些兴奋。秀儿，你去把二哥和三哥叫过来，就说来帮我堆雪人。是，郡主。江云仙一听洛烟说堆雪人，就马不停蹄地跑过来。谭明成也觉得有点幼稚，但还是过来了。三个人吭哧吭哧地堆了一上午的雪人，终于完成了。1、2、3、4、5、6、7个雪人。洛烟，为什么只堆7个雪人？还是2个大的，5个小的？这是父王和母妃。洛烟指了指2个大雪人说道，随后又指了指笑得一脸开心的雪人。这是我，这是大哥。周福玉的雪人一脸冷漠。这是二哥。谭明成的雪人笑意满满。嘿，三哥，这个是你。江云仙的雪人龇牙咧嘴，有点猥琐，看着就不像是个好雪人。这个是洛昭昭。洛烟，你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把我的雪人表情做得这么丑啊？嘿嘿，二哥，你看三哥这副气得大叫的表情，像不像这个雪人？是有点像。江云羡闻言，脸上生气的表情瞬间消失，但又还是气不过。于是洛烟见识到了一个人脸上的表情能有这么丰富。哇哦，三哥，你可以去舞台上表演变脸了。你们2个合起伙来欺负我。他气呼呼地用手把雪人的嘴，想把那龇牙咧嘴的模样捋平，结果一碰，雪人的下巴啪嗒掉了一块，更丑了。手忙脚乱去补，反倒把半边脸都按塌了，活像被人揍了一拳。扑哧一声，洛烟捂着肚子，毫不留情地大声嘲笑。书房里，洛宽景透过窗户看到这幅情景，眉眼微弯，嘴角不自觉地微微翘起来，笑得这么开心，心里的气应该是消了吧。这下更消了。刚才你气到跳脚的时候，脸就是这么皱着的。哎呦，让你笑，让你给我做丑雪人。二哥救命！不许欺负妹妹。二哥你这个叛徒，明明是他欺负我。玩闹了一阵，最后洛烟把江云羡的雪人脸上的表情重新补了一下，还剪了一个红色的布料给他的雪人当做披风，脸上的表情从龇牙咧嘴的猥琐变成了气宇轩昂。江云羡这才满意。父王，你觉得我上午堆的雪人好看吗？不错。洛烟点了下头，不说话了。洛宽景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不继续说了？你还在生本王的气啊？我哪敢生父王的气呀？您是秦王，我只是个小卡拉米，不敢生您的气。吃过饭来本王的书房，本王跟你解释。想要我听你的解释？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我想今晚的年夜饭和你还有母妃哥哥们一起吃。吃个饭而已，何必这么大费周章？那算了，那我和母妃还有哥哥们一起吃年夜饭，不带你了，你就等着被我们所有人孤立吧。哼！洛烟丢下洛宽景去找裴淑玉，可却被告知他去寺庙上香了，大哥陪着他一起去的。不仅是裴淑玉，京中大多贵妇每年除夕都会去寺庙上香祈福。母妃不在，洛烟就去找了洛昭。不去跟江云羡疯闹，跑我这里来做什么呀？陆烟，你是只长年龄身高不长心智吗？天天堆雪人，幼不幼稚啊你？你要不要舔一舔自己的嘴唇？什么意思啊？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给毒死。哼，出去。哼，我来找你是有正事的。什么事？哥，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洛昭看着洛烟这么严肃，以为是什么大事，立马敛下眸子，凑过去认真的听。我刚刚去了母妃的院子，发现……
洛烟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个雪球，啪的一下直接拍在了洛昭脸上。洛昭昭，凉不凉快呀？洛烟，洛昭昭，今晚去母妃院子里一起吃一个年夜饭，不要忘记了哈！我先走啦。洛昭快要被气疯了，死丫头喊他名字喊上瘾了是吧？跑出了洛昭的院子，见他没有追上来，洛烟松了口气。接下来洛烟又去通知了谭明成和江云羡二人。喂，父王，你怎么来我屋了？你的字什么时候能写得稍微好一些？我字丑怎么啦？碍你眼了你就别看啊。哼，越发的胆大了。你来我屋干嘛呀？哎呦，我好累，我想休息，我想睡觉。你不去找本王，本王只好来找你了。沈薇儿这件事，确实是本王处理的不好。我知道父王心中有顾虑，我已经打算原谅你啦。你不用来跟我道歉，反正我也没有真的死了，不是吗？本王从出生起就养在太后膝下，太后对本王和陛下是同样的关心和保护。若没有太后，本王恐怕早就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夭折了。太后与本王有养育之恩，救命之恩，本王不能不顾及太后的想法，但也仅此一次。本王已经和太后明说，若沈薇儿下次还敢对你们动手，本王绝不姑息。父王，你觉得让沈薇儿嫁给洛廷义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很般配呀？不要乱来。我这怎么能叫乱来呢？洛廷义是皇伯父和皇伯母的嫡出皇子，身份多高贵啊！嫁给他当正妃，他怕是笑得牙花子都要露出来了。而且，你不想解决掉这朵烂桃花吗？沈薇儿今年20，不对，过年她就21了，还没有定亲嫁人，就是为了嫁给你。我跟你说啊，你不要小瞧了顶级恋爱脑，搞不好他爱而不得给你下药，你就只能娶她，到最后让你哭都来不及哭。闻言，洛宽景脸一黑，裴淑玉不就是给他下药才嫁给他的吗？不对，这件事里有误会，但并不妨碍他是因为药物才和裴淑玉在一起的。那个父王啊，我的意思是，我怕沈薇儿给你下药，你到时候就不得不娶她了。不是，完犊子了，好像越解释越乱。本王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父王，我很好奇，就是我的亲奶奶淑妃娘娘，她是怎么去世的？又是哪里人啊？她是生本王的时候大出血，没有救回来。她没有家人，曾经是沈家养女，后被沈家送进宫了。啊，沈家养女，所以因为这一点，太后才对父王这么宠爱吗？本王先走了，你好好休息。临近傍晚，裴淑玉才和周福玉回府。洛烟正要去找他，却见他和周福玉一起来到了云深院找洛宽景。哦吼，母妃可不会轻易的来云深院找父王，是有什么大事吗？秋玉和秋野瞥了眼，狗狗碎碎偷听了洛烟，抬眼看天，没有多管。王爷，今日我和阿玉去了普陀寺，凑巧遇到了我大嫂和我侄女裴淑瑶。回府的路上，瑶儿的马车不知为何失控，是阿玉把瑶儿救下来，两人抱在了一起，被很多人看到了。哦，那裴家小姐可有受惊？是吓着了，我想着这事传出去怕是不好听，要不要让阿玉和瑶儿？你怎么看？父王，我愿意娶裴家小姐为妻，我与裴家小姐当众有了肢体接触，说是不娶，怕是会让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家丧了命。更何况他还亲了人家姑娘，
若是不娶回家，他心难安呐。当时的情况紧急，是你救了他的命，他该对你感激涕零才是，不必再把自己搭进去。我知父王是为了我好，但是我是真心愿意娶裴家小姐为妻，没有勉强。洛言，进来。被发现了。父王，大哥愿意娶大表姐，也得看大表姐愿不愿意嫁呀。确实应该要去问裴家小姐的想法。过2日，我回侯府去问问吧。洛宽景嗯了一声，他倒是希望裴舒瑶不同意嫁给周福玉，因为他对靖远侯府的人都没有好感。瑶儿，今日你和周少爷当真有了肌肤之亲，若是不定亲，怕是不好收场啊。娘，我愿意嫁给周少爷。当真愿意，不勉强。愿意，不勉强。瑶儿，你莫不是对周少爷早就有了倾慕之心？好，等过2日王妃回府，我会跟王妃交谈。你还未及笄，若王爷和王妃同意，就先定亲，等你及笄后再嫁。我都听娘的。母妃，沈薇儿的出现有没有让你有一丝危机感？啊？什么是危机感？意思就是你害不害怕他把父王给抢走？王爷不是已经说了不会让沈薇儿进府的吗？我不害怕。可是父王当初也没想娶母妃你呀。妍妍，话倒也不用说的这么明白。嘿嘿，母妃，今晚别走了。今晚我想和你、父王还有哥哥们坐在一起吃一个年夜饭。我倒是无所谓，你父王会同意吗？哼，他要是不同意就不带他，死傲娇，我们一起孤立他。在洛烟的努力下，王府7个主子第一次齐聚坐在一起吃饭，这本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但洛烟咬着筷子，眼珠子不断地转悠，他怎么觉得气氛有点不太对劲呢？父王，现在是吃饭不是吃屎，你的表情能不能不要这么臭？母妃，现在是吃饭不是让你吃父王，你的表情能不能不要这么的尴尬？大哥，我知道你对大表姐有愧疚之心，那你就加油让她喜欢上你，早日把她给娶回家，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跟思春似的在那里傻笑。二哥，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所以看到我就心虚？三哥，平常王府不给你饭吃吗？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斯文一点，不要像猪似的一个劲的往嘴里塞。还有你，骆昭昭，你屁股上有钉子是吧？一直在那里动来动去的。我们一家人能不能和和美美的好好的吃一顿年夜饭啦？嫣嫣呢？母妃，你暂时不要说话。洛言，你……父王，你也闭嘴。我吃饱了，你们慢游。站住！骆昭不听，反而走得更快了。吴寒，我要罚你去洗王府茅厕100遍，洗不干净不准吃饭。骆昭脚步猛地一顿，洛言，你有病啊你！竟然用无痕威胁我！回来，坐下。骆昭咬了咬牙，最后不得不屈服洛烟的威胁，挪着步子回来坐下。骆宽景疑惑地看了眼骆昭，无痕不是他给洛烟的安慰吗？和骆昭有什么关系啊？父王母妃，哥哥们，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其乐融融的，不是吗？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我们每个月月末，你们无论在忙什么，都要回府来云深院，坐在一起吃个饭。本王不同意。你不同意无效。哼，洛言，本王才是秦王府的秦王。母妃，我和哥哥们每个月都去你院里吃饭可好？哼，好啊，我们以后每个月月末最后一天去母妃院里吃饭。骆宽景的脸更黑了。啊，嫣嫣呐，其实吧，王爷他不是这个意思。王爷的意思是，他很忙，实在是分身乏术，没有太多时间空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他不是不愿陪咱们吃饭，是怕答应了你，回头又因事耽搁，
让你空欢喜。嫣嫣，母妃说的是，而且我和阿成有时候确实得住在书院忙功课，先生留的课业重，怕是真的没时间月月赶回来。对，上次为了赶策论，我在书院住了快半个月呢。那太可惜了，我本来还想着等过2日去靖远侯府的时候，帮你在大表姐面前多说说好话，让她知道你不光功课好，骑射也厉害，保准能帮你获取大表姐的芳心，让你早日把她娶回来的。但话又说回来了，不过回府吃个饭，这个时间还是能挤出来的。落雁轻喝一声，小小大哥轻松拿捏。父王，沈薇儿要杀我，您不帮我报仇，我能理解您。可现在您连我的一个小小的愿望都不能答应吗？洛宽景神色复杂，沉默好一会儿，才在落雁泪眼汪汪的眼眸中点了一下头。那太好了，就这么说定啦，不准反悔啊！这么容易就答应下来了？王爷现在这么好说话吗？洛宽景察觉到裴淑玉的视线，抬眸看了过来。裴淑玉眨了一下眼睛，不自觉地冲他傻笑一下，那傻样和洛言平常傻笑的时候一模一样。现在知道洛言那傻不拉几的性格像谁了。干嘛呀？我还没吃饱呢。你把无痕给我。你要无痕干嘛？为了下次不被你威胁。这么诚实的吗？我就算想把无痕给你，也得看父王同不同意啊。毕竟无痕是父王派过来保护我的暗卫。洛章眉头拧成一条疙瘩。要不这样，你自己去跟父王说，你跟父王好好说，我想父王应该会同意的。我去说，他肯定不会同意的，他都快把你当成眼珠子疼了。你去跟他说。哥，你说父王为什么会这么纵容我？还不是因为我是他亲女儿。你是父王的亲儿子，只要你能好好的跟他说话，他也会纵容你的。他会纵容我？你在开什么玩笑？哥，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父王没有丢下你不管，是你误会了吗？为什么还是不肯跟父王说话？他一开始确实没有丢下我不管，但不代表后面他没有放弃我。哥，其实你说来说去就是因为父王不爱你，对吗？胡说八道！你别胡说，你不愿意去跟他说把无痕给我，那就算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嘿嘿，我的好哥哥呀，我可以去跟父王说，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啊？试着跟父王好好相处，可以吗？不是让你去讨好父王，就拿他当普通父亲看待。好。父王，你是不是累啦？本王不累，你要不休息一会儿？那父王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杯茶呀。你有什么话就直说。那我直说了哈。我觉得父亲不能太偏心，给了暗卫保护我，也要给暗卫保护哥哥。不是已经给了一个吗？那不一样，明着要有一个，暗处也要有一个。你去找秋月，让他去暗卫营里找一个暗卫放在洛昭身边。不用去暗卫营找啦，我觉得无痕就不错，把无痕放在哥哥身边保护吧。为什么？因为无痕武功厉害啊，哥哥是秦王府世子，不能出事，无痕可以更好的保护哥哥。不说出真正的理由，本王就把无痕派去封地挖矿。不要试图忽悠本王，本王有脑子，会辨别真假，也别以为本王说的是假的，本王说到做到。这父王是猜出来什么了吗？我该怎么继续忽悠啊？陆昭昭要是知道无痕去挖矿，那还不急得跳脚？父王，你还记得我上次昏迷时跟你说的那个梦吗？洛宽景嗯了一声，那个晦气的梦还提着做什么？
如果我说梦中发生的事真的应验过，你信吗？洛言，你是不是脑子真的被烧糊涂了？有本王在，秦王府不会出事。那么晦气的梦以后不许再提了。况且那个梦跟无痕有什么关系？父王，我没有说谎，你要信我啊！你是不是很疑惑，哥哥对你的态度一夜之间变得这么差？那是因为哥哥曾经以为被你抛弃过。本王何时抛弃过他？我梦到的，从我被小翠推进水里，醒来后就一直陆陆续续的做一些梦。梦中，在我和母妃死后，哥哥隐姓埋名去军营，去战场打仗，可却被身边的人背叛。大前国不顾一切把哥哥抓走，当人质来威胁你。父王知道哥哥去了军营，为了保护他，派了无痕跟着他。无痕为了救哥哥，死了。大前国的人说，要想放了哥哥，就让父王自断双臂。父王没有同意，大前国就折磨哥哥。我和哥哥是龙凤胎，心有灵犀，哥哥也跟我做过同样的梦，所以哥哥才会这么在乎无痕。你的梦中，你和你母妃又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啊？父王，你就这么相信我吗？不是你说的要本王信你吗？我母妃被人陷害，精神失常，跳河自杀。我眼睛被屎糊住了，喜欢上了一个渣男，被算计死了。本王呢？你的梦中，本王没有替你们报仇吗？报仇了，父王把他们全部都杀了。杀了？本王亲手杀的？是。那本王是怎么死的？梦中算计母妃的是裴梦婉，算计我的是骆童。你是被骆廷义杀死的。父王，我梦到了最后是骆廷义登基成了皇帝，不能让他登基。骆廷义想登基，得先问问本王手里的刀答不答应。父王，我都把实话告诉你了，你是不是就可以答应我，把无痕派到哥哥身边啦？依你。谢谢父王。若下次还做了什么梦，不要瞒着本王，要第一时间告诉本王。我知道了。父王，父王，今天都过年啦，还工作什么呀？走走走，回屋睡觉去。洛宽景无奈一笑，任由着洛烟推着他离开书房。回到自己屋里，洛宽景躺了下来，合上眼睛，想着刚刚在书房里洛烟跟他说的话。骆廷义有什么本事？靠着整天想女人的脑子，还是靠着那张中看不中用的脸？看来是时候和太子联系了。这个夜晚，洛宽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直至天亮才睡了一会儿。洛烟也没有睡好，顶着黑眼圈去练武场上练武，累了就在旁边休息，看着台上洛昭和江云羡切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洛昭解释他把他前世遇到的事告诉了洛宽景，洛昭会不会气得揍他一顿，然后再也不搭理他了？哎呀，他昨天有点冲动啊，可是如果不说一点实话，没有办法给无痕要过来给他呀。父王太聪明了，不好忽悠啊！哎呀，脑壳疼。切磋结束，又是平局。洛昭面无表情地走下台，看着瞳孔涣散正在发呆的洛烟。哎呀，你发什么呆啊？哥，如果我说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会不会再也不理我啦？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你先说，我再确定打不打你。那不行，你必须答应我，不准打我。你说，我保证不打你才怪。就是把咱俩都那个的事，以梦的形式告诉了父王。什么那个的事？洛烟从小板凳上站起来，退后了一步又一步，
等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后，用口型跟洛昭说了2个字：洛烟。哥，你说了不打我的。刚刚是傻逼说的，你给我站住！我不。眼见洛烟越跑越快，洛昭眼珠子一转，直接用了轻功，直接闪现到他面前。洛烟一个没刹住车，砰的一下撞到了洛昭身上。洛昭捂着胸口，猛地退后2步才稳住身形，随即迅速上前，一把揪住洛烟的耳朵。对不起，我错了。现在知道错了，晚了。说，你想怎么死？我可以选择老死吗？老死？等你把跟他说的那些话咽回去，再琢磨老死的事吧。哥，你听我狡辩，不对，你听我解释。其实我告诉父王这件事是有我的用意的。父王知道这件事后，不仅头也把无痕调到你身边，还对洛廷义起了警惕之心。这辈子洛廷义绝对不会登基称帝。洛昭还是非常愤怒，根本不听洛烟的解释，松开揪着耳朵的手，改为拽。跟我走。洛昭把洛烟拽到他的院子，来到书房。洛烟，你脑子是被门给夹了吗？重生这种大事，你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就这么告诉了其他人，还告诉了他？洛烟自知理亏，低着头任由他骂。你知不知道，他这种身份尊贵高高在上的人的心思，是你这种单纯的人琢磨不透的。一旦他对你起了歹毒的心思，你连逃都逃不掉。哥，父王怎么会对我起歹毒的心思啊？哼，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对你起歹毒的心理呢？我的事暂且不提，上辈子你和母妃死的那般惨，他给你们报过仇吗？没有。我死的时候听到2个狱卒说，洛廷义最后还成了太子，将来必定会登基。这辈子他对你稍微纵容一些，你就忘了警惕吗？就洛廷义那个眼中只有女人的傻子，怎么可能成功当上太子？这其中必定有他的帮助。不是，哥，你先等等，让我梳理梳理。洛昭是重生的，他死的时候呢，洛宽景还没有大开杀戒，是他死了之后，他才开始一个一个的杀掉了那些人。但这件事洛昭并不知情，所以他心中的芥蒂除了洛宽景抛弃了他，还有一点也是因为洛宽景并没有替他们报仇，再加上他在死之前还听说了洛廷义当了太子，于是他对洛宽景的误会就更深了。哥，你听我说，其实……你别说了，我不想听，我现在只想打死你。哥，其实父王并没有不给我们报仇，在你死后，父王杀了很多人，把我们的仇人都杀死了。大前国把你抓走的那个将领也被父王杀死了，而且父王最后也死了。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为了给我们报仇，和慕容衍合作，屠杀了大周朝近半数的朝臣和宗室，最后被洛廷义杀死了。你说什么？你不是早就死了吗？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是早就死了，但我的灵魂没有散去，一直飘在京城，看到了父王为我们报仇。洛烟也不能说自己是穿书的，只能忽悠洛昭，他是死后灵魂不散才知道的这一切。死后灵魂不散？这怎么可能？我俩都重生了，还能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该不会是忽悠我的吧？哎呀，我忽悠你什么呀？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发誓，要是我跟你说的都是假的，我就去吃屎。不要在心里呸，也不要吃什么便便蛋糕。我在你心里连这点信用都没有吗？我对你的话暂时保持怀疑。哎呀，哥哥，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呢？哼，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也不知怎么了，
郡主好像把世子给惹生气了，你是没看见世子一个劲儿地揪着郡主的耳朵。郡主这是做什么了？竟然把世子给惹生气了？不知道，我只看到郡主似乎和世子说什么，然后世子就怒了，怒气冲冲拽着郡主就走。屋里，洛宽景听着他们的对话，神色微动，琢磨了一会儿。秋野，进来。王爷，洛昭和洛烟去哪儿了？世子和郡主应该都是去世子的院子了。背本王去洛昭的院子。是。王爷应该是听到他和秋玉的对话了。王爷要是担心郡主被世子揍，想要去救郡主，坐着轮椅也可以去啊，为什么要他背着他去呢？很快，秋野就明白了王爷的意思。王爷不是去救郡主的，王爷是去偷听世子和郡主说话的。王爷自己偷听也就罢了，还让他离开，不准他也偷听。洛宽景坐在洛昭房顶上，面无表情地听着下面兄妹二人的对话。他稍微想了想就知道，洛烟昨日跟他说的话应该没有率先跟洛昭通气儿，所以他知道后非常生气。忽然间，洛宽景听到了重生灵魂不散这几个字。重生灵魂不散，原来不是吗？他们真的死过一回吗？我真的没有骗你。哎呀，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去试探了父王，如果你被大千国抓走，父王会不会救你？父王说了，他会救你。你之前挑衅父王，倒反天罡的让父王退位让贤，父王也只是打过你一次。若是换作是其他人，恐怕早就把你关起来不让你出门，废除掉你的世子之位了，更别提让秋野师傅和秋雨师傅教你武功了。他那是嘴硬心软。哥，说起来，这点你们父子俩倒是一模一样，明明心里在意的紧，偏要摆出一副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哼，谁跟他一样了？洛烟，你别在这里狡辩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他最后真的替我们报仇了。但是上辈子我被大千国抓走，听到的消息是他放弃了我。就算这其中有什么误会，是大千国传的假消息，但我被抽筋扒皮凌迟处死是真的，受的那些罪是真的。这个痛我一直都记得，整整1个月，他们把能够想到的刑罚都加在了我的身上，那种痛不是一句误会就能够抹平的。妹妹，你无法理解，我真的没有办法忘记那个痛。他嘴上说着不信洛烟的话，但其实他心里是信他的话的。可是太晚了，洛昭在心里苦笑，他恨了他那么久，可现在突然告诉他都是假的，他恨错了人，一切都是误会，这让他如何甘心？他又该去恨谁呢？抽筋扒皮，凌迟处死。洛宽景神色紧绷，呼吸沉重，心脏传来一阵刺痛，指尖发颤，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来气。洛昭怎会死得这般惨？那裴淑仪和洛烟呢？是不是也……对不起哥，我错了，我不该把我的想法强加在你身上，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他错了，错得有些离谱。他苦口婆心地劝洛昭，说父王心里是有他的，说当年的事儿定有隐情，父子之间哪有解不开的结呢？可这其中误会是真的，但他受的苦受的罪也是真的。他从未亲眼见到过那种场景，更未曾体会过那种日复一日深入骨髓的痛苦。他凭什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轻飘飘地劝他原谅？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替他抹平那些伤痛呢？他真该死啊！他一个传说者，凭什么？哥，你继续揪我耳朵揍我吧，我这次不跑了。我知道你的想法，你的意思，我可以去试着和他友好相处，
也可以不喊他渣爹，但是你得给我保证，不要把我真正的死因告诉他。好，我再也不跟父王说这件事了。你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哥，你真的不打算揍我一顿吗？我说真的，你不打我一顿，我心里挺不好受的。你是有病还是欠揍啊？赶紧出去！真的不打我吗？你不要心疼我，我还挺抗揍的。洛昭忍无可忍，拽着他的胳膊来到门边，转过去。洛烟不明所以，但还是乖乖背过身去。下一秒，屁股上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脚，紧接着是砰的一声巨响，门被狠狠甩上，震得门框都晃了晃。你不想原谅就不要原谅了，不要因为我的那些话勉强自己。说完，他站起身，揉了揉有点发烫的屁股，转身往自己的院子走去。我怎么有这么蠢的妹妹？他按了按眉心，喉间溢出一声极轻的叹息，终究还是转身去拿了伤药。待会儿啊，总得去看看他摔疼了没有。夜风吹过窗棂，带着深冬的寒意，卷得烛火明明灭灭。洛宽景从回到云深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连午饭都没有吃。王爷从世子院子里回来后就变成了这样，王爷听到了什么了？你问我怎么知道？我把王爷送过去之后就被赶走了，完全没听到什么。你说要不要去请郡主来啊？你疯了？你是想让郡主知道王爷偷听他和世子谈话？你笨啊，谁让你去跟郡主说王爷偷听了？你去跟郡主说王爷腿疾复发，一直不吃饭，让郡主去劝王爷。那你去和郡主说。我去就我去。秋玉整理了一下衣襟，来到落烟门外，轻轻敲了敲。谁啊？郡主，是属下。秋玉师傅，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属下不该来打扰郡主休息，只是事关王爷，属下不得不来。父王怎么了？王爷的腿疾复发，一整天都没有吃饭，属下想请郡主去劝劝王爷。腿疾复发？怎么会腿疾复发？小魏大夫来看过了吗？吃药了吗？小魏大夫来看过了，属下也不是太清楚。王爷现在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出来，郡主，您去看看嘛。好，父王，你在吗？我听说你一整天都没有吃饭，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啊。屋里始终没有人说话，洛烟皱了皱眉，随后伸手把秋玉手中的托盘拿了过来。把门打开，父王若是生气了，由我给你顶着。秋玉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点了点头，用力地把门给打开。父王，嘿嘿，猜猜我是谁？洛宽景沉默，一动不动。若不是洛烟能感觉到手心中一颤一颤的睫毛，还以为他嘎屁了呢。洛烟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换作平常，洛宽景早就把他的手拿下来，然后呵斥他幼稚了。父王，你怎么了呀？腿疼得很厉害吗？就算你的腿疼得再厉害，也不能不吃饭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吃饭饿瘦了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能告诉我，在你梦中你是怎么离开的吗？那个字他说不出口。洛烟眸色一睁，低头看了看他的腿，忽然懂了，父王不是因为腿疼才不吃饭的，而是被他昨日说的话给惊到了，是秋玉师傅误会了。洛烟，本王要听实话。啊，我还没说呢。本王要听实话。就是我长大后喜欢的渣男是叶家的人，他叫叶勋，也是落雨的伴读。但是叶勋不喜欢我，他喜欢骆童。柳芳芳喜欢落雨，自然会巴结骆童，他就出了个主意，让叶勋甩掉我。
他们设计我落水，被其他男人给救了上来。因为有了肌肤之亲，所以我只能嫁给他。但我不愿意嫁给他呀，就逃婚了。然后路上遇到了土匪，被杀死了。本王要听的是实话，不是你编造的谎言。洛言，我是你的父亲，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说的就是实话呀，没有骗你。我发誓，我要是骗你，我就去吃屎。又是这句话，看来他果真是骗了我。陆宽景沉寂了片刻，忽而把洛烟拉过来，抱住了他。抱父王抱我了。父王为什么要抱我？这还是父王第一次抱我。哎，难道他更年期到了，变得性感了？不过30多岁就到更年期了吗？不亲，妍妍，我不管你是谁，赶紧从我父王身上下来，不然我就要喊人了。陆宽景维持着刚刚抱人的姿势僵在那里，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刚刚酝酿出来的泪意像是被戳破的气球，噗的一下就散了。洛言，你告诉本王实话，本王答应你一个条件。听到陆宽景恢复了正常语气，洛言长呼一口气，拍了拍自己胸脯。哎呦，吓死他了！父王可从来没有那么亲昵的叫他小名，语气还那么粘稠。有那么一瞬间，他还真以为他被鬼上身了。父王啊，你要我说多少遍你才信我呢？我真的没有骗你。本王答应你，让裴淑玉住进云深院。之前我很想母妃住进来，和父王做一对恩爱的夫妻，但现在我觉得吧，有些事情勉强不得。父王你并不喜欢母妃，母妃对父王也只是尊敬，是我曾经的想法太过自私了，我不该把我的想法加在你们身上。你就把我之前说过的话当做一个批发了吧，别太在意。唉，父王，我发誓我真的没有骗你呀。陆宽景眸色微微沉了沉，罗言一直希望裴淑玉住进云深院，他现在答应他了，可他却说不用了。他越是如此，他觉得他死得蹊跷，恐怕比洛昭好不到哪儿去。他不信他，他能理解，毕竟他曾经当真算不上是个好父亲。罢了，不逼问了，把孩子逼急了也不好，大不了下次他还去偷听，总是会偷听到的。夜深了，你回去休息吧。好嘞。对了，桌子上面的饭菜还是热的，你记得吃啊。翌日天气放晴，太阳罕见的出来了。洛言打着哈欠推门出来，忽然看到院子里的丫鬟小厮抬着一箱又一箱的东西进进出出。秋叶师傅，他们抬的是什么东西？郡主，这些都是王妃的东西。王爷说了，从今日起，王妃就搬到云深院住了。什么情况？父王为什么会突然同意母妃住进云深院？属下不知。父王在哪？书房。父王，你为什么会突然让母妃搬进云深院？也不算突然，云深院本就是秦王府主院，裴淑玉身为本王的王妃，本该嫁进府后就住进云深院。那父王的意思是，以后母妃就跟你睡一个屋啦？你喜欢上母妃了？洛言暗暗呸了一声，睁着眼睛说瞎话。行吧，既然父王喜欢母妃，想和母妃和好，我作为子女自然是举双手赞成的。今天我要和母妃哥哥去靖远侯府，父王，你这么爱母妃，应该会和我们一起去吧？本王还有公务要忙。黄伯父都给文武百官放假了，你忙什么呀？难不成你不是真的喜欢母妃，只是利用母妃来套我的话？父王，你还是不信任我，太过分了。母妃是人，不是一件物品，你
怎么能这么随便的利用母妃？本王当年那件事摆明了不是母妃做的，母妃已经给你生了2个聪明伶俐、乖巧可爱的孩子，就算有错，你也不该这么羞辱她。本王不。11年了，你都不让母妃住进云深院，现在让她住进来，你问过母妃的意见了吗？你伤透了我的心，也伤透了母妃的心。本王陪你们去。达到了目的，洛言喜滋滋的离开了。马车上，裴淑仪面色很忧愁，很复杂。母妃，怎么了吗？搬进云深院不开心吗？不是，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有点奇怪，王爷他为什么会突然让我搬进去跟他同住？嫣嫣，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啊。嫣嫣啊，要不晚上我跟你睡吧？不要，我拒绝。他习惯一个人睡觉，2个人躺在一张床上，他会非常的不自在。裴淑仪轻轻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母妃，你老实跟我说，当初真的是你给父王下药的吗？乖，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多问。母妃，我今年都已经11岁了，不是小孩子啦，你就告诉我真相吧，我求你了。嫣嫣，你很聪明，像你父王，但你还小，有些事情我说了你也不明白。你不说又怎么知道我不明白？这是大人的事。我已经长大了。你还小。我已经长大了。嫣嫣，听话，等你再长大一些，我再告诉你，可以吗？不行，你要是现在不告诉我，我就去告诉太祖母，你在王府里打我骂我不管我。母妃要是不想告诉我也行，你去告诉父王，只要母妃不是给父王下药的人，父王一定会宽宏大量的原谅母妃的。不，父王一定会在心里骂母妃蠢，为了一个男人甘愿毁了自己的名声。裴淑仪没回答，因为马车停下来了。她逃也似的掀开马车帘子，提着裙子就跳下马车。洛言叹气，为什么母妃就是开不了口呢？难不成母妃也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男人甘愿背负骂名毁了名声的这个举动很蠢，所以说不出口？这有什么呀？谁年轻的时候没有遇到过几个渣男啊？前几日姚二惊马，阿玉把他救下来，京中已经传了一些不好的谣言。王府的意思是2家结亲，不知大嫂和侯府愿不愿意？不瞒王妃，自从发生那件事后，瑶儿这孩子就没睡过几个安稳觉，夜里总惊醒，惊得一身冷汗。侯府上下都急得团团转，既怕他心里留下病根，更怕外头那些闲言碎语伤了他。毕竟是未出阁的姑娘家，名声比什么都金贵。如今王府肯给他这个体面，是把他当自家人疼惜，我们侯府感激还来不及，哪里有不愿意的道理？只求往后王府能多担待些，瑶儿性子娇憨，若是有什么做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望王府多多教教他。瑶儿自个儿是愿意的吗？王妃放心，瑶儿自己是愿意的，若瑶儿自己不愿，我也不愿勉强她。洛言去找了裴书瑶，之前裴书瑶跟他说他有喜欢的男子，这次阴差阳错的被大哥给救下，趁着现在还没有定亲，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洛言就想去问问他的想法，看在他告诉了他侯夫人和裴梦婉那件事上，他可以帮他。郡主，我喜欢的男子就是周少爷。啊？洛言罕见的猛了猛，哼，这么巧的吗？这么直白的说出自己的心意。周少爷曾经跟着王妃来过后府。洛言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啊！他就说嘛，裴叔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到底喜欢哪家公子呢？原来是喜欢他大哥啊！有眼光。你的马车为什么会失控？查到了吗？查到了，是府中一个小厮做的手脚，不是为了害我，是害我母亲。从普陀寺出来后，
我和我母亲换了一辆马车坐。一个小厮，为什么会害你的母亲？我也奇怪，可是无论怎么对他逼问，他都不松口。后来我母亲把他送到大理寺，我也不知道他背后主子是谁。你仔细想想，你母亲死了，对谁的好处更大？裴书瑶愣住，表情凝固了一瞬。好啦，我要去看望太祖母啦！太祖母，我来看你啦！哎呦，是嫣嫣来了。太祖母，新年好，给红包。就你记性好，偏记得这些。给，这是你和昭儿的，还有你3个哥哥的红包。谢谢太祖母。嫣嫣啊，瑶儿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了吧？太祖母想听你一句实话，你大哥是否是能托付终身的人？我大哥1个月有大半个月待在书院，每天除了念书就是念书，但也有学武功，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书呆子。我大哥现在是举人，今年春闱可能会下场，以大哥的聪明才智一定能考中，我觉得这门亲事挺好的。哎呦，有嫣嫣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又闲聊了一会儿，洛烟看老夫人神色疲惫，识趣的离开。想了想，洛烟来到侯夫人院子，让白氏那个贱人滚过来见我。我已经答应阿婉，把瑶儿许给定国公府，现在突然反悔，让我如何跟阿婉交代？洛烟皱了皱眉，什么情况？侯夫人让大表姐嫁给定国公府大少爷，是因为裴梦婉。定国公府大少爷他没见过，但裴梦婉让裴书瑶嫁给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书中裴书瑶难产1尸2命，真的是因为难产吗？洛烟不信。外祖母，嫣嫣来看你啦！外祖母，你这是怎么啦？好端端的，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呀？你来做什么？滚！我来告诉外祖母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吗？你最爱的女儿裴梦婉被贬为了侧妃呢。皇伯伯下的圣旨，没有挽回的余地。皇伯母现在已经物色好了灵王正妃的人选。侯夫人闻言大惊失色，忽然捂住胸口，哇的一下吐出一口血，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不过片刻，靖远侯就得知了此事，他又急又怒，死丫头怎么那么多话，非要把他嫡亲外祖母给气死不成？郡主，你怎么能这么气你外祖母？太不像话了。外祖父，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而且裴梦婉又不是你和外祖母的亲生女儿，她被贬为了侧妃，为什么外祖母听到后会生气的吐血晕倒啦？哦，我知道了，原来裴梦婉也是外祖母的亲生女儿，所以外祖母才会这么偏心她，一听到她被贬为侧妃就怒气攻心的晕倒了。可是如果裴梦婉是外祖母的亲生女儿，为什么要对外说是养女呢？难不成裴梦婉只是外祖母的亲生女儿，而不是外祖父的亲生女儿？外祖父，我好像看到你头上有点绿哦。胡说八道，林王妃只是侯府养女，这种话以后不要说了。可若裴梦婉只是养女，那为什么外祖母这么偏心她？一听到她被贬为侧妃就怒气攻心的晕倒了。外祖父，这可不像是对待一个养女的态度啊。放肆！你外祖母心善，待养女视如己出，动怒不过是心疼她受了委屈，哪里就轮得到你这般恶意揣测？外祖父息怒，我只是不解，外祖母对亲孙子亲孙女都未曾这般紧张过，可裴梦婉这事儿吧，外祖父，你觉得一个下人嬷嬷有那么大的本事在侯府里成功把2个孩子调换吗？你就真的不觉得奇怪吗？行了，此事休要再提。洛烟望着靖远侯快速离开的背影，轻轻勾了勾唇，看来靖远侯对这件事是真的丝毫不知情啊。
如今在靖远侯心里扎了一根刺，倒也不错。裴淑玉和白氏商议好了，等元宵节过后，两家交换信物，先把亲事给定下。等裴舒阳明年及笄，周福玉考上进士，才商议婚期。洛烟一听婚事就要成了，就更开心了。不过回了王府，他就不开心了，因为他把老夫人给的红包分下去的时候，洛昭把他的红包抢走。哥，这是太祖母给我的红包，给我的。抗议无效。不行，你把我的红包还给我。哼，你私自把我的事情说出去，还想要红包？门在那儿，自己滚出去吧。好吧，红包给你了，我不要了。给你，不就是一个红包吗？至于吗？嘿，谢谢我的好哥哥。出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他会忽然让母妃搬进云深院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一大早起床听到这个消息也惊呆了。哥，你说父王是不是因为我跟他说了梦中我们最后都死了的缘故，良心发现，所以想弥补母妃？不可能，他又不喜欢母妃，弥补什么？可是昨天晚上父王忽然抱着我，还非常感性的喊我的小名，我觉得可能是我说的那些梦把父王给刺激到了，还刺激的不浅。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要保护好母妃，别让父王把母妃给作践了。不哥，什么叫不让父王把母妃给作践了？他们俩人睡一个屋，我能去偷听吗？这种私事，就算我身为他们的女儿，也不能偷听吧？你不怕我被父王打死啊？把你从民间买来的那些破书都给我扔了！一天天这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不正经的废料啊！这能怪我啊？还不是你说的话太让人误会了。我不是让你去偷听，你现在和他还有母妃一起住在云深院，他若是欺负母妃，让母妃给他端茶倒水的伺候，你一定要阻止。我觉得你想多了。王府里这么多下人，父王为什么要让母妃给他端茶倒水的伺候？万一呢？没有万一，你就是闲得慌，净想这些有的没的。但愿如此。王爷恐怕也不想我跟他睡一张床，唉，只能委屈自己睡在榻上了。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书房中，洛宽景其实早就已经处理好公事了，却迟迟没有离开，因为他知道裴淑仪此刻就睡在他的屋里，睡在他的床上。只要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浑身不自在。给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后，洛宽景让秋玉进屋，推着他的轮椅离开书房。洛宽景没想到裴淑仪竟然这么自觉地拿着被褥睡在榻上，他暗暗地松了口气，如此也好。裴淑仪睡眠一向很浅，只要一有动静他就会醒，所以早在秋决推着洛宽景轮椅进屋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但他不敢动，只能默默地把眼睛闭紧，默默地把脑袋埋在被子里。好在王爷并没有多说什么，两人就这么和平相处的睡在一个屋子里一整晚。但第二天一早，裴淑仪醒来，猝不及防对上了不远处坐在床上洛宽景的眼睛。王爷，你先出去。他目前并不太想让裴淑仪知道他的腿能站起来的事。好。哇，母妃，你这是怎么啦？怎么慌慌张张的呀？母妃没事，你不是要去练功吗？快去吧。父王，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母妃的妆发都还没有梳，你就让她出来了？麻烦。他快速穿好衣服，坐上轮椅，出门看着还披头散发的裴淑玉。你进去梳妆吧。好。父王，你不要总是板着一张脸，会吓到母妃的。还不快去练功？二哥，你去哪儿呀？我差点忘记了，吃年夜饭那天晚上，你看我的眼神很心虚，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你看错了吧？我能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二哥，你是不是还想尝试一遍被挠脚的滋味啊？妹妹，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啊。你盯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行吧，我跟你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大事。你还记得你给我的飘香楼吗？记得。飘香楼出了点事，我打算把它盘出去。恰巧平阳王府的下人知道了这件事，告诉了平阳王。平阳王就打算从我手中把飘香楼给买回去，我答应了。今天就准备把地契送到平阳王府。飘香楼出了什么事？你需要给盘出去飘香楼曾出现花瓶掉落的时候，生意就一直不太好，还总有人说楼里不祥。过年那天，我收到茶楼掌柜的消息，有人跑到飘香楼来大闹，说飘香楼的茶有慢性毒药，已经喝死了人。我后来报官，大理寺的人来了，没有查到茶楼茶水有毒。我说让仵作去验尸，就能知道到底是什么死因，但是他母亲却死活不让。80多岁的老人家，从大年初一那天起，每天天不亮就往飘香楼门口坐，抱着块木牌，见人就哭，说茶楼害死了他儿子。报官我报过官了呀，大理寺也来人看过。可你想啊，80多岁的老太太，一把老骨头，我门栏上一坐，谁敢碰啊？大理寺的人来了也只能劝，生怕老人家一时激动撞上什么，哪怕是自己撞上什么，最后这笔账啊都得算在飘香楼头上。二哥，你被人算计了。我知道。谭明成点头，他也不蠢，这么明显的陷害，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但他不想给王府惹麻烦，想着把这个茶楼盘出去算了。我去找我的钢蛋，然后跟你一起去飘香楼，我倒要看看谁敢陷害你。妹妹，要不算了，反正这个茶楼之前也是平阳王的，卖了它我们还能多一笔银子，到时候我把银子都给你。那不行，我像是那么缺钱的吗？我可是有1箱黄金的富婆。这些个名门权贵，一个个光鲜亮丽的，哪里把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儿啊？我儿就是喝了这楼里的茶，活生生被毒死的。官府不管，天理何在呀？老人家，你儿子是哪一天去飘香楼喝的茶？喝的是什么茶？我哪记得那么清楚？总之，我儿子就是被这飘香楼给害死的。老太婆，你不知道大周律法吗？律法？律法能还我儿性命吗？你们这些当官的、有钱的权贵，合起伙来欺负我们穷人。律法规定，诬告陷害他人者，杖责30，徒3年。若借故生事，扰乱商户正常营商，是情节轻重，可加号示众，重者流放3千里。大理寺的人已经来查过，飘香楼茶水没有毒，你日日在此哭闹，污蔑商户，煽动民愤，实在是可疑。胡说，分明是你们官官相护，我儿就是被你们害死的，你们就是不把我们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儿。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我就是想为我儿讨回一个公道，怎么就这么难呀？哎呀，太过分了，人家老人家儿子没了，怎么就不能讨回公道了？你们穿得这么光鲜，还跟一个老太太计较，是怕她讹了你们不成？哼，就是，哪有这样的道理？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哎呦，看着小丫头年纪轻轻，怎么心肠这么硬？哎呦，小声点儿，别被听见了。各位街坊评评理呀！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被他们害死了，如今还仗势欺人，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诶，这不是秦王府的便便郡主吗？飘香楼是秦王府的产业吗？哇，好像真的是。秦王可是保护大周百姓的战神，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下毒害人的事啊。我看不见得吧。嘿，你个鳖孙，胡说什么呢？秦王殿下怎么会害我们百姓？洛言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觉得这样不行，有人认出了他，今日这事若是处理不好，会连累了父王的名声。老太太，你想要讨回公道可以啊，没人拦着你。你去报官，去大理寺举报飘香楼，然后再让仵作验尸，查看你儿子到底是被毒死的，还是他身体本就有疾病。老太太，你都已经是80岁高龄了，本是可以安度晚年的，何苦被人当枪使，犯了律法，最后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你胡说什么？我儿身体一直很好，街坊邻居都知道，我儿就是喝了你们楼的茶才死的，我儿死得冤呐，你们还要给他剖尸，连个全尸都不给我儿留下，你们太过分了，草菅人命，仗着自己身份为所欲为，我就是一头撞死在这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唉，事关我秦王府的声誉，就继续报官吧。风离，你去大理寺把陈大人请过来，我们当街庭审。是。若是老太太觉得陈大人会被我秦王府收买，不跟你主持公道，我也可以带你进宫，请黄伯伯来为你做主。此言一出，周围人群顿时寂静下来。长宁郡主的黄伯伯是谁啊？那是当今陛下啊！秦王府能收买大理寺卿陈大人，还能收买得了陛下？一时之间，没人再敢多说什么了。洛言让江云羡给自己搬了个小板凳过来坐下。我突然想起来，我家中孙儿还没有饭吃，我得回去了。老太太，急什么呀？你家孙儿饿一顿也不会死，就在这里等着陈大人过来吧。或者我直接带你进宫面圣。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岂敢劳烦陛下。黄伯伯爱戴百姓，你有冤情，黄伯伯怎么会不管呢？去给老太太也搬个凳子过来坐下。江云羡快速去到茶楼，又搬了个凳子出来，来到老太太身边。老太太，坐吧。不敢。你又不是犯人，坐下怎么了？我们秦王府很平易近人的。不多时，风离带着陈大人来了。陈大人，我本来不想劳烦大人，可这事儿闹到如今这个地步，恐怕是有损我秦王府的名声。这事儿只能劳烦大人查清了，好还我秦王府的清白。哎呦，郡主言重了，查明案件真相本就是下官的职责。郡主放心，大理寺的人已经仔细检查过飘香楼的茶，无论是茶叶、茶水，还是用过的茶具，都未曾检查出毒物。如今要是查清王铁牛的死因，唯一的法子便是剖尸勘验，看看他体内是否有异常。不行！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这些当官的不给你伸冤倒罢了，还要把你大卸八块，真是要让你死了都不得安宁呀！天理何在呀？哎呀，陈大人，你也看到了，这个老太太死活不配合，就是硬要赖上我秦王府啦。陈大人微微皱眉。这样吧，陈大人把老太太带进宫，请黄伯伯做主。这……大人犹豫什么啊？黄伯伯爱戴百姓，只要大人把这个老太太带进宫，黄伯伯一定会为她做主的。郡主说的是，下官这就把她带进宫，
请陛下为他做主。老太太听到陈大人的话，也不撒泼打滚了，嚎叫了一声，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正好这旁边有医馆，风梨，去请医馆大夫过来给老太太看看。是。不一会儿，风雷就领着医馆的白胡子大夫匆匆赶来。大夫蹲下身，先探了探他的鼻息，又伸手按在他腕上把脉。郡主啊，他脉象紊乱，气郁攻心，倒是没什么大碍，想来是受了惊吓，一时闭了泄。说着，从药箱里摸出个小巧的银簪，轻轻往老太太人中上一刺。醒了就好。方才的话想必你也听明白了，你的儿子王铁牛的死因到底是中毒还是本身就有病，非要牵扯秦王府，验尸便知分晓。若是你心里没鬼，何必拦着？难不成是有人背后指使你，所以你会赖上秦王府，目的就是为了毁了秦王府的名声？去把老太太带到大理寺，再去他家里把王铁牛的尸体搬到大理寺，请仵作验尸。我儿子已经下葬了，你们难不成要扒了我儿子的坟不成？为了让你清楚你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必须要勘验。如若不然，你就跟着本官进宫面圣吧，想必陛下会为你做主的。老太太嘴唇翕动着，却被陈大人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看得发慌，到了嘴边的话全堵在了喉咙里。看着大理寺的人押着老太太准备离开，洛烟长呼一口气，他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等大理寺对王铁牛剖尸后查出他真正的原因，就不会有人在议论飘香楼，议论秦王府。突然间，一支箭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直直刺中了老太太的心口。下一秒，老太太瞪大眼睛，死不瞑目。百姓们看到中箭吐血死亡的老太太，吓得一哄而散。风离和风和第一时间保护在洛烟身侧，抽出腰间软剑，警惕地看着周围。你们能感觉到那支箭是从哪射出来的吗？风离点了点头。去追，现在去追，或许还能赶得上。属下要保护郡主。还有风和保护我，现在不去追就追不上了。风离顿了顿，抬手吹了个口哨。属下和风和不能离开郡主，属下让吴寒去追那人。吴痕去了洛昭身边，洛宽景又安排了个暗卫在洛烟身边暗处保护他。洛烟听罢长呼一口气，只要有人去追就行。放肆！去给本官查，天子脚下竟然有人敢行凶！陈大人，幕后之人是想杀人灭口，你得赶紧派人把老太太家里的人保护起来。对了，别忘记了勘验王铁牛的尸身，还我秦王府一个清白。陈大人面带严肃的点头，随后让手下把老太太的尸体带走。妹妹，我们也回去吧，这里危险。刚刚那人没射箭的时候，你们能察觉到他在哪儿吗？对方隐藏得很深，没有射箭之前，我们没有察觉到。吴寒藏在暗处，也没有察觉到。吴寒若是察觉到了，不会不出声。对方的武功剑术比我们厉害，属下猜测，或许只有王爷才能比得过。这么厉害，我们赶紧回府去告诉父王这件事。是。洛烟来到钢蛋身边，正要上马背，眼神一瞥，忽然看到了匾额上飘香楼3个大字，他怔愣了一下。妹妹，你怎么了？二哥，你说那幕后之人为什么让老太太在飘香楼闹事？我记得我母妃跟我说过，王府在京城也有一些酒馆茶楼的，他们若是要毁了秦王府的名声，去秦王府名下的酒馆茶楼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偏偏要在飘香楼呢？飘香楼是你给我？对，飘香楼是我给你的，但曾经的飘香楼是平阳王的。二哥，我还从来没有去过飘香楼，反正时间还早，要不你带我进去参观参观？好，我带你进去看看。飘香楼的格局其实算不上复杂，一共只有2层。1楼是大堂，摆着10几张方桌，看着平平无奇，与寻常茶楼并无二致。洛烟却看得仔细，目光扫过每一张桌子，每一处角落，连梁柱上的雕花都没放过。
直到确认没有任何异常，才跟着谭明成上了2楼。2楼并排着13个雅间，每个雅间都挂着雅致的名号。谭明成在前面引路，一一推开房门给他看，里面无非是桌椅茶具，布置得比大堂精致一些。罗烟却不放过任何细节，指尖抚过桌面，又弯腰看了看桌底，甚至连墙上挂着的字画都凑近仔细端详。可13间雅间都查下来，却是一无所获。后面还有个院子，是掌柜和伙计们休息的地方。罗烟点点头，跟着他穿过侧门，来到后院。院子不大，种着2棵苹果树，角落里堆着些杂物。院子两侧各有一间屋子，里面放着简单的床榻和柜子，看着也都是寻常模样。什么都没有，难道是他猜错了？飘香楼真的只是一间平平无奇的茶楼？妹妹，你在找什么？这间茶楼我接手过后，就把里面的掌柜和伙计都换了，里里外外也都查了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去年花瓶就是从飘香楼砸下来的，现在又有人污蔑飘香楼的茶叶有毒，为什么总是飘香楼啊？二哥，你对外说要把飘香楼盘出去，除了平阳王，还有谁想要买？只有平阳王。平阳王把飘香楼送给了我当做赔礼，现在又要买回去，怎么？他钱多的花不完吗？你怀疑平阳王？三哥，你去树上摘一颗苹果，看看好不好吃。啊？我吗？不是你还有谁啊？快去。哦。江云羡3下5除2爬上树，摘了一个苹果，随意在自己袖子上擦了擦，一口咬下去。还挺甜的。洛言，你要不要？我不要，你自己吃吧。你们去树下挖一挖，看看有什么收获。是，郡主。正好院子里就有锄头，不用出去找了。2人拿着锄头开始在树下挖。树底下能藏着什么？宝藏啊！平阳王这么想要把飘香楼买回去，不惜用这种拙劣的手段，不是宝藏是什么？树底下能有什么宝藏啊？罗烟没说话，因为他也不确定树底下是不是真的有东西。如果没有，那他就把飘香楼给拆了，总能找到平阳王想要的东西。啊，洛烟，你快来看，真的有宝藏！洛烟回过神，眼睛亮了亮，正要走过去看看，却见江云羡忽然大叫一声，把手中苹果一扔，跑到旁边呕吐起来。什么情况？江云羡吐什么？妹妹，别看。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不能看？谭明成拉不住洛烟，洛烟走近了才发现树下被挖开了一个不算太深的土坑，而坑底还有坑边散落的泥土里是骨头。洛烟大惊失色，一开始他以为只是零星几块，可再定睛一看，风梨和风和挖出来的赫然是几具白森森的头骨，空洞的眼窝正对着他。洛言，你离我远点。风和，快去王府，把这里的事跟父王说一遍。风和点头应声，不敢耽误，立马离开。妹妹，我们也走吧。我在这里等父王过来。洛言，你太过分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树底下埋着尸体，所以才让我去吃树上的苹果？他不是被这些尸骨恶心到的，是被苹果给恶心到的。怪不得树上的苹果又大又红，还很甜呢。原来养分竟然是尸体。你真当我是神棍啊？能未卜先知？那你为什么突然让我去吃苹果？不是你自己一直盯着树上的苹果看吗？我以为你想吃。死嘴，怎么什么都想吃？约莫半个时辰，骆宽景带着锦衣卫来了。他第一时间去看洛烟，上下打量了一下，见他没有事儿，松了口气，随后把目光落在树底下的尸坑上，把所有尸体都给挖出来，仔细清理，一寸土都别放过。
锦衣卫们立刻领命取来工具，小心翼翼地开始挖掘。再去请大理寺卿陈大人来一趟。是，王爷。父王，我……洛言，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让护卫送你回去。好吧，那我在王府等父王回来。乖。父王，你救救我呀！锦衣卫已经把飘香楼给围起来了，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了。父王，你不能不管我呀！本王早就提醒过你，不要在飘香楼里乱来。你不把本王的话听进耳朵里，怪得了谁？我也不知道父王会把飘香楼送给洛烟当成赔礼啊！你把飘香楼送出去的时候都没有跟我说一声，你要是跟我说了，我早就把那尸体给解决了，至于被秦王叔发现吗？你的意思是，你去各地抓少女回来玩弄，还是本王的错了？父王，我知道错了，您救救我吧！啊，不能让秦王叔发现那些尸骨跟我有关呐！蠢货，本王养着你，还不如养一条狗，狗还不至于给本王惹祸。你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你最好祈祷秦王不会查到你头上。不，父王，我是你亲儿子呀，你怎么能不管我？本王不止你一个亲儿子。言罢，平阳王直接甩袖离开。父王，你若是不救我，任由我被秦王叔抓了去，那也别怪我把你的秘密都给吐露出来。平阳王脚步猛地一顿，回头看他，眼神里的温度退却，只剩下一抹寒光。平阳王世子心里惊了惊，下意识的后退一步。哦，呵呵，周儿，你刚刚说什么？本王哪里有什么秘密？平阳王世子看着跟往常一样的平阳王，暗暗松了口气。刚刚一定是幻觉，他是父王的嫡长子，就算父王对他再不喜，也不至于杀了他。虎毒尚且不食子，对，一定是错觉。父王，你就别瞒着我了，我知道是你给丹阳姑姑送信，让他杀了洛烟的。哦，是吗？你从哪里听到的消息？不是我听到的，是我推理出来的。就在他出事的前一晚，我回来的晚，正好瞧见了丹阳姑姑从王府的后门进来。我当时只当是寻常走动，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后来飘香楼出了花瓶那时，我才把这两件事情串起来。父王，我实在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杀洛烟而不是洛昭？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有什么价值让你冒这么大的险？真的想要知道？想要知道，去地底下问丹阳吧。平阳王世子脸上的期待瞬间凝固，眼睛猛地睁得滚圆，瞳孔里还残留着最后一丝错愕与难以置信。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喊，却只发出呵呵的气音，身体软软的倒了下去，脖颈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歪着。碧山，王爷，王铁牛一家处理好了吗？回王爷，都处理好了。洛烟回到王府后，一直没有等到洛宽景回来，实在是撑不住去睡觉了。第二日，他睡醒了后去找洛宽景，却被告知他进宫了，因为平阳王跪在了养心殿外，痛哭流涕的认罪，说自己养了一个畜生儿子。昨晚洛州畏罪潜逃，他派人去追，却发现他意外死在了土匪手中。哥，平阳王是坏的，我怀疑丹阳公主背后的人是他。平阳王，你之前不是说你上辈子死后灵魂不散吗？你有没有看到平阳王最后是什么下场？我不清楚，父王和大理寺都还没有查清楚那些尸骨是怎么回事，平阳王就进宫请罪去了，把洛州的罪行都一一说了出来，会不会太着急了一些呢？我总感觉他是把洛州给抛弃了，保住平阳王府。洛州真的是畏罪潜逃，死在了土匪手中吗？我不信。你说的也有道理，先等等皇宫里的消息吧。昨日吴寒去追那个射箭杀死老太太的杀手，没有追上。哥，我觉得下次出门咱们得多带一些人了，若是那些人狗急跳墙，把箭对上我们的脑袋，
那就完犊子了。哎呀，净说这些晦气话，别讲这些有的没的。要是无聊了，来跟我打一架。不了，你和三哥打吧。总跟他打多没意思啊！过来，我俩切磋一下。放心吧，我会让着你的。骆昭生拉硬拽的把洛烟带到了练武场上，说是让着洛烟，但他根本就没让。可怜的洛烟只学了短短几个月的武功，哪里比得过上辈子是将军的骆昭？不到片刻就被揍趴下了。洛烟，你是不是平时偷懒了啊？这次竟然坚持不到1刻钟时间。我这段时间都在学轻功，怎么打得过你啊，骆昭昭大将军？忘记了。临近傍晚，骆宽景终于从皇宫走出来，也带来了皇宫里的消息。平阳王自招飘香楼后院被挖出来的尸骨，是他的儿子平阳王世子骆周从各处拐过来的女子的尸骨。仵作勘验，那些尸骨年纪最小的只有6岁，最大的才12岁。平阳王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说出了骆周的这些罪行。皇帝听后龙颜大怒，把平阳王骂得狗血淋头，但在看到他主动进宫说出骆周罪行的份上，没有对他太过严惩。毕竟说到底也不是他的错，他错只错在不该包庇骆周。于是皇帝下令打了平阳王30板子，罚俸1年，闭门思过3个月，把骆周贬为庶人，不得葬入皇陵，不得办葬礼。不过后来陈大人跟皇帝禀报，仵作验尸查出来王铁牛是喝酒把自己喝死了。再深入一调查，发现王铁牛妻子儿子都死了，一刀毙命。不仅如此，官兵还在王铁牛家中搜到了500两银子。依照王铁牛一家的能力，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银子的，说明他们就是被收买去陷害飘香楼的。皇帝一听更怒了，以教子不严，下令多打了平阳王20板子，差点没把他活生生打死。但没想到百姓们得知了骆周的恶行，纷纷跑到平阳王府外扔臭鸡蛋。百姓太多，王府侍卫根本不敢对他们动手，只能小心翼翼地护着已经晕倒的平阳王进府。不知道从哪里扔出来一个石头，准确无误地砸在了平阳王脑袋上，把他砸得头破血流，2口气咔嗒一下就只剩下了1口气喽。平阳王脑袋被打破，是你让暗卫做的？50个板子都没有被打死。父王，你说黄伯伯是不是放水了？你是觉得平阳王是丹阳公主背后的人？对啊，这还不明显吗？他今日进宫，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所有罪行都推到了骆周身上。花瓶一事，丹阳公主也揽下了所有责任。骆周和丹阳公主都死了，现在死无对证。我知道呀，所以我才让吴涵去砸他的脑袋。没想到他的命会这么硬。这叫什么呀？坏人一千年吗？别担心，他若是有别的动作，不用我们出手，你黄伯伯就不会放过他。洛烟都能想明白的事儿，身为一国帝王，怎么会想不明白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平阳王竟能收买丹阳公主，还让她死了也不暴露出她，皇帝会放心吗？那50个板子啊，没有丝毫放水，把他打得只剩下2口气，就是皇帝对平阳王的警告。父王，平阳王为什么要对我动手？我没有得罪过他呀。本王会派人查的。好。陛下，可有查出来是谁动的手？属下去追，发现那人和昨日追属下的那人身形相似，属下斗胆猜测，那人是秦王府的暗卫。秦王府陛下既然要关本王3个月，那么从今日起，平阳王府闭门谢客，不论是谁，一律不见。是。骆周已经被贬为了庶人，平阳王心里恨透了这个把他暴露出来的儿子，连个棺材都不给他买，下人把他的尸体用一卷草席卷起来，扔到了城外的乱葬岗。哥，
我们去放灯吧，给上辈子的我和你。洛昭微微一愣，哎呀，别磨蹭了，走。来到大街上，看看一盏盏漂亮的灯，洛言眼睛一亮又亮。哥，你看那个，还有那个蝶灯翅膀会动呢。这做工也太精细太漂亮了吧，放在现代啊，指不定能卖个好几万呢。最漂亮的是那盏琉璃灯，烛光从那里映出来，竟折射出七彩红光，灯穗是银丝缠的，风一吹簌簌的响。老板，那个灯多少钱？我买了。哈哈，小姑娘，那盏灯不卖，只要你能猜中这上面的谜题就能拿走。啊！洛言愣了一下，随即眼睛更亮了。有头无颈，有眼无眉，无脚能走，有翅难飞。洛昭也凑过来看了看，什么无脚也能走？不知道。洛言也犯了难，他是文科生不错，但他擅长的是打嘴炮啊，不对，是辩论，不擅长猜字谜啊。是鱼。吉兰茨。俊，嘘，出门在外，咱们得低调，叫我燕小璐。吉兰茨眨了眨眼，轻轻点头。这位小少爷答对了，这个灯就送你了。谢谢老板。洛言看着有些眼馋，正要移开视线的时候，吉兰茨忽然把手中的灯递到了洛言眼前。啊，给我吗？给你的。那就谢谢你啦。不客气。洛言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看到摊子上有一盏挺漂亮的白鹿形状的灯，上前把它买下来送给纪兰慈。你送我一个灯，我也送你一个灯。谢谢燕小璐。不客气啦，吉小慈。走，我们去护城河放灯去。路上恰巧遇到了云之穗。穗穗，我们一起。几人说说笑笑来到护城河边，晚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河面上早已飘满了各式灯盏。洛言小心翼翼地将灯放进水里，看着它载着细碎的光慢慢融进满河灯影里。愿你下辈子能得到幸福。洛昭也把手中的灯放下，看着飘远的灯，敛下眸子沉思。没想到有朝一日他还能给上辈子的自己放灯。或许他不该总是执着于过去，他该恨的也不应该是父王，而是背叛自己的那个人。想明白这一点后，洛昭忽然觉得全身轻松，能重活一世已经是上天对他最大的恩赐，他该利用自己前世的记忆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元宵节一过，洛烟和洛昭又要开始去上书房念书了。裴淑玉今日要去靖远侯府和白氏商议裴书瑶和周福玉的婚事。嫣嫣，你不是去上书房了吗？不去了，我今天请假。我和母妃一起去靖远侯府，我怕裴梦婉会突然出来捣乱。两家的婚事是老夫人点的头，你外祖父也没有阻拦，裴梦婉能怎么阻拦？母妃啊，你还是太过单纯了，不了解裴梦婉。你还是一个孩子啊，怎么整天都在操心？操心多了，小心变成老太太。母妃要是能懂点事，我也不至于这么操心啊。到底谁才是母亲，谁才是女儿呀？不多时，马车停了下来，靖远侯府到了。洛烟跳下马车，眼神一瞥，就看到远处一辆有点熟悉的马车，旁边还有一个骑着马的男子，约莫18、19岁。他怎么来了？还真是让嫣嫣说中了，真是晦气。秦王妃，你今日怎么也有空回府啊？大胆！区区一个侧妃见了超一品亲王妃，竟然不行礼，如此藐视皇恩，眼里还有没有规矩？风离，给我张嘴！是，王妃见谅，裴侧妃只是着急见侯夫人，一时失了分寸，并非有意藐视王妃，还请王妃恕罪。再者说，这里毕竟是侯府外，
若真是动了手，传出去，怕是也有损您和郡主的名声，不是？凤梨转头去看自家主子的脸色，哼，继续打。凤梨得到命令，推开定国公世子夫人，一个巴掌就直接落在了裴梦婉脸上。裴梦婉捂着自己的脸懵了，她没想到陆烟竟然会在侯府大门外直接对她动手。郡主，裴侧妃不论怎么说也是你姨母，你怎么能真的动手？姨母？母妃，这人谁啊？定国公世子夫人。哦，原来是定国公世子夫人啊！你这么维护裴梦婉，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她亲娘呢。我们之间的事跟你有半点关系吗？一个鸠占鹊巢的假货也配当我的姨母？呸！你这么爱多管闲事，猪生崽子你是不是也要知道知道？你什么你？我什么我？你要是真这么写，就去茅厕里跟蚊子们竞选侧长吧。母妃，我们走。姐姐，你也看到了，洛言从来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每次见面必会骂我，这次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挨了一巴掌。不怪你，要怪就怪他们太无理取闹了。定国公世子夫人深吸一口气，看向一旁自己的儿子说道：待会儿你自己把握住机会，不要让我失望。知道了，不就是搞定一个女人吗？这种事儿我最擅长了，母亲实在是没必要那么紧张。母妃，我去找大表姐了。去吧。裴叔一点头，大人们商议婚事，小辈确实不适合在场。走到没人的地方，洛言小声地吩咐风离：风离，你去盯着曹尚安，不要被发现了。是。书中裴淑瑶嫁给了定国公大少爷曹尚安，后来一尸两命。今日母妃来给大哥和大表姐定亲，她为什么会过来？洛言心里隐隐有了一些猜测，但又不敢确定是不是真的，只能让风离去盯着。若是他真的敢这么做，洛言冷哼一声，命根子也别想要了。郡主，属下发现这个丫鬟把曹尚安带到了后院那片竹林中的竹屋中。怎么回事？一个外男怎么能进后院？大表姐，你刚刚是不是说思然表弟约你去竹林？裴淑瑶也不蠢，经过洛烟的这句提醒，瞬间明白了过来。有人借着他弟弟的名义把他叫到竹林里，他和弟弟关系向来不错，不会不去的。他若是去了，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郡主，谢谢你。若不是你，我恐怕已经去了竹林了。大表姐，你想不想看恶人自食恶果？想。另一边，裴梦婉拉着侯夫人的手痛哭流涕，哭诉自己的不容易，被皇后打压，被世人嘲笑，因为是侧妃，她现在连宫宴都不能去。阿婉，都是我的错，当初我就不应该把裴淑仪给接回府的，若不然，也不会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母亲，我受点委屈不打紧，最重要的是雨儿和童儿两个孩子。雨儿现在连门都不出，童儿现在也不敢去上书房了，就怕被洛烟和洛章欺负。若是将来王爷又娶了正妃，生下嫡子嫡女，我们母子三人在王府里该怎么活呀？阿婉，你放心，有母亲在，断不会让你和孩子们在王府里受这等错磨。侯夫人起身，从床下暗格中拿出一个锦盒，递给裴梦婉。皇后对你心生不满，王爷将来必定会娶正妃。阿婉，盒子里是我的一些积蓄，你拿去吧。不了，母亲，你的管家之权已经被夺走了，我怎么还能要你的东西呢？傻孩子，我的管家之权就算是被夺走了，我也是侯夫人，
府中下人不敢给我颜色看，白氏更是不敢蹉跎我。你现在的处境才更加的不容易，需要这些银子打点。阿婉，鱼儿眼睛看了这么多的大夫，一直治不好。你和王爷还年轻，可以再要一个孩子。侯夫人看着裴梦婉不太好的脸色，就知道不对劲。阿婉，你跟我说实话，你的身体……从我生下雨儿和童儿后，就伤了身体。大夫说很难有孕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调养，可就是没有效果。我认识一个女大夫，这方面的医术很好，在距离京城不远的春江村，你去找她看看，说不定就有希望。当真？自然是真的，母亲何曾骗过你？不过她不缺银子，性格孤傲，你去找她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好一些。我知道了，谢谢母亲，母亲你真好，你是全天下最好的母亲了。傻孩子，我不对你好，还有谁能对你好？裴梦婉听到这句话，眸光微微动了动，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浓浓的疑惑。其实她很想问母亲为什么对她这般好，好到超过了亲生女儿，甚至超过了亲生儿子，但她又不敢问，怕她得到的答案是她接受不了的。罢了，不想这些了，也不知道曹尚安那边怎么样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小夏，那边的消息怎么还没有传回来？奴婢不知，你去打听打听。若是计划失败被发现，所有责任推到定国公世子夫人身上，别让我们惹一身骚。是，奴婢这就去。就在裴梦婉着急的等待中，风离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背后，毫不犹豫地抬手给他打晕，随后扛着他快速来到竹林中。竹屋中的曹尚安也被打晕，风和忍着嫌弃把他的衣服全扒了，就剩下一个亵裤。再看到亵裤扁扁平平的，眼里的嫌弃就更浓了。哼，就这儿。裴梦婉能收买侯府的下人，洛烟自然也能收买。其实倒也不用他收买，他只需要把裴梦婉被他打了一巴掌，在侯府里受欺负的消息送到林王府，洛廷义就会过来了。洛烟，本王有没有警告过你，不准对阿婉动手？今日，本王就替皇叔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规矩的女儿。嗖的一声轻响，一只小石子不知从何处飞来，精准地打在了洛廷义的手腕上。吴寒站在不远处，面无表情地盯着洛廷义。看到此情此景，洛廷义眉头狠狠地拧了拧。黄伯伯已经下旨把裴梦婉贬为侧妃啦，她算我哪门子的皇嫂？皇兄，你这一口一个皇嫂的，是在欺君吗？就算阿婉被贬为了侧妃，你也不该对她动手。她无论有何过错，也是本王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对她动手？皇兄啊，你对裴梦婉还真是痴情呢。可我倒想问问，裴梦婉对你，有你对她这么痴情吗？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阿婉对本王自然是爱的。本王再次警告你，若你下次还敢欺负阿婉，就别怪本王不顾皇叔的面子，狠狠地揍你一顿。我倒是不知道，原来身为一国王爷就能够不顾礼法规矩，直接闯入侯府内院。洛廷义皱眉，这只是一件小事而已。侯府是阿婉的娘家，他是阿婉夫君，他来侯府内院怎么了？这么久了还没有看到阿婉，洛廷义有些着急，懒得搭理裴淑玉。他看着靖远侯问道：阿婉去哪儿了？应该是在他母亲那里。洛廷义听到了靖远侯的话，直接甩袖离开。然而侯夫人那里并没有裴梦婉的身影，侯夫人说她早就离开了。小夏没有打听到消息，就回去找裴梦婉，但却一直找不到她，着急不已。看到洛廷义来了侯府，连忙去禀报。洛廷义听到小夏说找不到裴梦婉，大发雷霆，暴怒的一脚把小夏给踹到地上，随后指着靖远侯吼道：还不快去找人！
靖远侯深感不妙，连连点头，让下人去查裴梦婉的踪迹。侯夫人听到裴梦婉失踪的消息，不顾下人阻拦，来到前厅。裴淑玉，你把阿婉怎么了？我告诉你，阿婉要是出事了，我绝对不会饶了你。风离，给我按住他。不用洛烟吩咐，风离已经上前把侯夫人给拽住。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侯夫人会突然出现，还打了裴淑玉一巴掌。她是疯了吗？秦王妃是侯夫人的亲生女儿，可如今她更是堂堂秦王正妃，是皇家的儿媳，身份尊贵，岂是一个侯府夫人能随意打骂教训的？而且她还是为了一个养女跟亲生女儿动手，这心眼子偏的呀，真是连瞎子都看得出来了。快把夫人给我拉下去！我不走，我不能走，阿婉还没有找到，放开我！你们快放了我！母妃，疼不疼啊？幸好他今日跟过来了。母妃没事，不疼。洛烟也不信裴淑玉不疼，他转过头盯着瞪圆了一双眼睛的侯夫人，捏着拳头闭了闭眼。不能打，不能打！他能对洛雨、洛彤，甚至对裴梦婉动手，也不能对侯夫人动手，因为他是长辈，是他嫡亲的外祖母。若是他这一巴掌下去，外人不会称好，只会认为他没有教养。他倒是不在乎什么名声，但会连累秦王府，连累父王和母妃。外祖父，不论如何，我母妃都是秦王妃，是皇家的儿媳，皇家的颜面不可丢。若是此事传到我皇祖母那里，侯府也不好交代吧。妍妍，你外祖母这段时间精神总是不太好，她也是太过着急侧妃，情急之下才动了手。她着急裴梦婉关我母妃什么事？她凭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句就动手打我母妃的脸？外祖父，我不好动手，那就由你来动手吧。你让我打回去？那不然呢？妍妍，她是你的外祖母。原来外祖父还知道她是我外祖母呀。可你看看她现在这般模样，为了一个养女，不分青红皂白的动手打亲生女儿，她还认我这个外孙女吗？方才那一巴掌打得真响亮呀。不知道的怕是还以为我母妃根本不是她亲生的，裴梦婉才是她的亲生女儿。外祖父，事到如今，你当真不觉得不对劲吗？靖远侯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又想到了那日洛烟跟他说过的话，确实不太对劲啊。侯夫人为什么会怀疑裴梦婉失踪与裴淑玉有关？裴淑玉从进侯府以后就一直和白氏待在一起，贴身丫鬟也不曾离开过，就连灵王着急裴梦婉失踪也没有怀疑过裴淑玉。况且仅仅只是怀疑，就对自己怀胎10月生下的女儿下如此重手，甚至还撂下那些绝情的狠话，这哪里是一个亲生母亲能做出来的事儿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认定裴侧妃失踪是秦王妃做的？裴淑玉这个贱人，就是看不得。风离，给我打！风离连续打了3个巴掌，下手没有丝毫留情面。侯夫人嘴角都被打出了血，张了张嘴，一颗门牙连带着血水吐在了地上。我要杀了你！杀了你！给我的阿婉报仇！说罢，他拔起头上的簪子，恶狠狠地对着裴淑玉刺了过去。风离见状，眉头一皱，用力的一脚给他踹开。侯夫人被踹倒在地，又吐出一口鲜血，两眼一翻，晕倒在地。把夫人给拉下去！他杀了亲生女儿给养女陪葬，看来洛烟说的不错，他确实有问题，查，必须要查。妍妍，母妃不怕，我会保护好母妃的。裴淑玉拉着洛烟的手，眼眶微红，他何德何能生出这么暖心的女儿啊？侯爷，找到侧妃了。什么？侧妃在哪儿？在侯府后院的竹屋里。派人去通知灵王了吗？侯爷，
老奴不敢通知灵王殿下，您还是自己去看看吧。靖远侯听着管家的语气，心中咯噔一声，二话不说就朝竹林的方向大步走了过去。母妃，走，我们去看戏。这边骆廷义正急得团团转，忽然看到靖远侯等人朝竹林的方向走过去。皇兄，裴管家说裴梦婉在竹林的竹屋里。前方靖远侯听到落烟的声音，脚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回头狠狠瞪了一眼他，随后加快了脚步。裴梦婉绝对不能在侯府里出事，否则灵王不会放过侯府。骆廷义听着落烟的话，眉头一竖，也不知道信没信，但还是跟着众人朝竹林的方向走过去。不多时，众人来到竹林中的竹屋外，骆廷义心急如焚，也不管那么多礼数了，用力地推开竹屋的门。下一秒，他瞳孔瞪大，只觉得浑身血液倒流，脑袋嗡嗡作响。靖远侯看着骆廷义站在那里不动，拧着眉走过去看。当他看清楚屋里的情况后，顿时大惊失色，神情崩溃，几欲晕厥。不对啊，我明明吩咐风力和风和扒了他们两个衣服就行了，怎么两人还亲到一块儿去了？然儿，不要看。裴淑瑶到底是未出阁的女子，脸颊微红，顺从的退后。爷爷，有脏东西，不要看。不妃，裴梦婉不是皇兄的侧妃吗？为什么要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嘴对嘴啊？羞羞羞！骆廷义的魂儿被落烟这句话给震了回过来，他终于反应过来，猛地握紧拳头，大步走进去，把两人分开。畜生，我杀了你！混乱中，裴梦婉终于从迷蒙中惊醒，她低头看见自己松垮的衣襟，又瞥见曹尚安不着寸缕的身体，目光猛地扫到门口脸色铁青的靖远侯等人，回想到刚刚发生的事儿，捂着脑袋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我的儿！骆廷义却像没听见一般，眼中血丝密布，只映着曹尚安那张被打肿的脸。定国公世子夫人的手刚碰到他胳膊，他反手一挥，看似随意的动作却带着骇人的内力。砰的一声，定国公世子夫人被掀得踉跄后退，后脑不巧撞上了旁边的桌角，顿时人事不省。王爷，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滚！裴梦婉踉跄着后退两步，脸色霎时白得像纸。他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像是被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骆廷义重新将怒火发泄在曹尚安身上。王爷，曹尚安是定国公府的人，若真的打死了，不好交代啊。骆廷义到底还没有彻底失去理智，经过靖远侯的提醒，他放开了曹尚安。靖远侯松了口气，王爷还能听劝就好。然而靖远侯的这口气松得早了，骆廷义抬起脚，狠狠地踩在了曹尚安的双腿之间。曹尚安本来是被打晕了，现在硬生生地被疼醒过来，他痛苦地尖叫。靖远侯见状，下意识地合并双腿，默默地移开视线，额角一滴冷汗不自觉地冒了出来。落烟嘴角张成了 O 字形，裴梦婉眼前一黑，活生生地被眼前的血腥暴虐给吓晕了过去。侧妃，你怎么了？王爷，侧妃娘娘晕倒了。骆廷义的脚还踩在曹尚安的腿上，闻言动作顿了半秒，他没往裴梦婉那边看，只盯着地上奄奄一息的人，眼底翻涌的戾气丝毫未减。他脚下再次用力，沉闷的骨裂声混着曹尚安的惨叫响起，直到那处溢出刺目的鲜血。骆廷义转过身，一步步走到裴梦婉身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裴梦婉脸色苍白，唇瓣毫无血色。骆廷义弯下腰，手下意识地抬了起来，指尖离他的肩只有寸许，可就在触碰到衣料的前一瞬，他猛地顿住，眸色沉沉地掠过他苍白的脸，不知想起了什么，那只手骤然收回，背到了身后。他直起身看了他最后一眼，眼神冷得像数九寒冬的冰，再没有半分往日的温情。随后猛地甩袖，转身就走。
骆廷义走到竹屋外，看着还没有离开的裴淑玉等人，最后把目光落在洛烟身上。洛烟，你很好。他不蠢，怎么看不透这是一场算计？侯府不会算计阿婉来得罪他，只有裴淑玉和洛烟。裴淑玉脑子不灵光，那就只有是洛烟了。皇兄，你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你最好祈祷秦王能护着你一辈子。父王当然会护着我一辈子啦。皇兄为什么会这么问啊？骆廷义冷笑一声，不再跟装傻的洛烟多说，甩袖离开。母妃，你把定亲的信物给大舅母，把大哥和大表姐的婚事就定下来吧。婚期等以后再商议吧，要不然我怕婚事有变。郡主说的对，王妃，我们先把定亲信物交换，先把婚事定下来。裴淑玉思忖片刻，点了点头。今日侯府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短时间内他是不打算再来了。交换了定情信物之后，白氏长长松了口气，瑶儿的婚事总算说定下来，希望日后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一回到王府，洛烟就去洛宽景的书房，叽叽喳喳的把侯府里发生的事儿都跟他说了一遍。洛烟，你记住了，下次做事之前不要给任何人留余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父王，他们俩亲到一起是你做的手脚啊？你亲眼看到了，裴淑玉怎么把你给带过去了？我能说是我硬拉着母妃去看的吗？不就是亲个嘴儿吗？有什么不能看的？他还看过更劲爆的呢。天杀的，忘了这个小妮子是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了。洛言，你还小，下次遇到这种事不要凑过去看。我知道了。你呀，下次做这种事之前提前告诉本王一声。告诉了他，他也有时间去给他扫尾巴，省得被人找到了证据。今天这事儿是临时起意，谁知道定国公府的人这么恶心啊？定国公府做这种事这么熟练，我怀疑当年父王和母妃这件事，说不定也有定国公府的人手脚。本王会去查，你不用担心。对了，父王，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啊？吴寒帝的消息。我觉得洛廷烨好像知道这件事是我做的了。父王，你得保护我呀。猜到也无妨，他没那个精力来对付你。父王，你开始对他动手啦？明日去了上书房，送到太孙手中，记住不要被其他人发现了。我能打开看看吗？不能。洛言，你听话，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知道的多了对你没有好处。好吧。王爷，你听我解释，我和曹尚安是被人算计的，我没有背叛你。为什么帮定国公府算计裴书瑶？我没有，王爷，我真的没有，是洛言和裴淑玉他们算计我的。那你说说，他们为什么会算计你？他们能率先知道你和定国公世子夫人带着曹尚安去靖远侯府，然后特意留了陷阱等着你去跳。裴梦婉脸色一白，顿时语塞，指尖微微颤抖。阿婉，你从前说过不会有任何事情瞒着本王，可现在你骗了本王。从前的你是多么的善良温柔，可现在你却瞒着本王和定国公府的人合作去算计你的侄女。阿婉，你会不知道曹尚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王爷，我知道错了，国公府老夫人收我唯一孙女，她亲自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已经不是王府正妃了，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侧妃，我害怕，我根本不敢不答应她。王爷，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骆廷义看着他跪在地上楚楚可怜的模样，眼里闪过一抹不忍。他想把裴梦婉给扶起来，
可又想到主屋里看到的那一幕，瞬间清醒过来。没有一个男人能容忍自己被戴绿帽子。上一回裴梦婉和年怀只是抱在一起，并没有过多的亲密举动。骆廷义说服了自己原谅，可如今他亲眼看到了裴梦婉和曹尚安的亲密举动，若是他再来晚一步，恐怕他们两个人已经彻底滚到了一起。骆廷义是个男人，正常男人，哪怕事到如今，他心里还是喜欢裴梦婉的，现在也并不想看到他，他要自己一个人冷静冷静。你先回去吧，以后没事不要出府了。王爷，你要把我关起来？你身为一个侧妃，本就不该总是出府。王爷，你明明说过，不论我是正妃还是侧妃，您都不在乎，您只认我一个妻子的。这些话难道都是您骗我的？本王从未骗过你，阿婉，是你先欺骗本王的。裴梦婉的眼泪又瞬间涌了上来，抓住他的衣袖，张了张嘴想要辩解，却被骆廷义用力甩开。回去吧，往后府里的事你不必再过问。王爷，这是什么意思？是要迎娶正妃了吗？王爷，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不该心存恶念，去帮定国公府算计裴舒瑶和曹尚安，导致自己反被算计。只是徒儿和雨儿是无辜的，还请王爷莫要牵连了他们两个孩子。童儿和雨儿是本王的孩子，本王不会牵连他们。裴梦婉闭了闭眼，慢慢起身，朝骆廷义扶了扶身，随后转身离开。第二日早朝，定国公朝皇帝跪下，痛哭流涕地跟皇帝哭诉此事。他不仅把灵王给告了，还把靖远侯给告了。他好好的一个孙儿，去了一趟靖远侯府，命根子就没了，怎么能不生气呢？而且定国公世子夫人磕到了脑袋，差点没了命，现在母子二人一块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别说靖远侯，骆廷义脸色也很难看。毁掉曹尚安命根子一事虽然冲动，但他并不后悔，否则他就不是个正常的男人。父皇，儿臣查到曹尚安欺男霸女，甚至仗着家世强抢了一个已经成过婚的妇女当妾，逼她和她的丈夫和离。她不同意，就当着她的面把她的孩子给活活打死。哼，胡说八道！灵王殿下，你有证据吗？本王既然能查到，那自然是有证据的。定国公，你真想要让本王在父皇和文武百官面前拿出证据？定国公被他这般笃定的模样噎住，心底顿时发虚。他何尝不知自家孙儿的德行呢？贪财好色，嚣张跋扈，府里因他闹出来的龌龊事就没断过，只是以往都被他压了下去。此刻见骆廷义胸有成竹，他哪里还敢赌呢？父皇，此事儿臣是有些冲动，但儿臣并不后悔。此等草菅人命的败类，死不足惜。曹尚安的罪证，你既然已经查清，便交由大理寺复核。若属实，定国公府纵容家中子弟罔顾国法，也需一并论罪。但你身为皇子，行事须有章法，私下用刑终究失了身份，就罚1年俸禄，禁足王府1月，静思己过。此事便先这么定了。是，父皇英明。早朝散去。哎呀，王爷，这可怎么办为好啊？灵王不会放过国公府的。外祖父，现在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放弃表弟。啊，你说的对，不能让安儿一个人毁了整个定国公府。外祖父，以后莫要让外祖母和舅母乱来了，否则下次指不定又闹出什么事了。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他们乱来了。外祖父先走吧，我去看望母妃。好。宋王回头看向那高高的龙椅，眼里势在必得。同样是皇子，他也有机会。岁岁，我问你个事。
什么事啊，郡主？你说，如果我们逃学的话，会不会受罚？啊，应该会吧。啊，不想上学。郡主，再忍忍，还有4年，郡主就15岁了，可以不用再来尚书府了。啊，还有4年啊！我睡一会儿。夫子来了也别叫我。哇，郡主现在演都不演了，直接睡觉了，怎么办？好羡慕。不多时，唐夫子抱着课本来到上书房，看着洛烟毫无顾忌地趴在桌子上睡觉，嘴角抽了抽。他拿着戒尺重重地拍了拍桌子，原本懒散的一群人立马坐直了身体，只有洛烟没动，睡得香甜。郡主，快起来，今天是唐夫子的课。洛烟半梦半醒之间，突然听到云之穗的声音，脑袋动了动，慢慢的抬起脸，猝不及防对上一双略显浑浊又带着严厉的眼睛。长宁郡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皇家郡主就可以无视纪律，打瞌睡不听课？洛烟默默地坐直身体，低下头。其实他很想点头，但又不敢。上辈子他是爷爷捡来的弃婴，和爷爷相依为命，拼了命的学习，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这辈子他是皇家郡主，不缺钱，不缺身份，什么都不缺，他就上课睡觉怎么了？他也没有故意扰乱课堂纪律啊。你去门外站着，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进来。啊？哦，丢人呐，丢人！洛烟倒是无所谓，他懒洋洋地靠在墙上，打了个哈欠，抖着腿无聊地扣着手指。站了一会儿，洛烟觉得有点累了，想了想，他直接坐在了地上。约莫过了半刻钟时间，上书房的门被打开。哦吼，慕容燕怎么也被赶出来啦？你怎么也被夫子赶出来啦？我说，唐夫子讲的课不如魏夫子。你胆子也太大了，就不怕小老头气晕过去啊？唐夫子和魏夫子不是仇人，只是思想和立场不同。两个小老头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的见解不同，争得面红耳赤。跟唐夫子说他讲的课不如魏夫子，怪不得会被赶出来罚站。你也坐下来吧，还有好久才下课呢。慕容燕看着他眼底明亮的笑意，唇角微勾，听话地坐在了他旁边。慕容燕，我问你一件事呗。什么事？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未来回到大前国，你会做什么？我是一个被抛弃的质子，就算回到了大前国，也不会受待见，只能听从父皇的吩咐。洛烟神色顿了顿，慕容燕这么样，真的一点也不像后期书中弑父杀兄的大反派，难不成他是装的？这也不无可能，他是被大前国抛弃的质子，只有扮猪吃虎才能在大周活下去。洛烟挠了挠脸，小心翼翼地把屁股往旁边挪了一步。这个小小的举动被慕容燕收进眼里，她眼睛微眯。他说错了什么吗？上次宫宴过后，皇后没有为难你吧？慕容燕眼底幽光隐晦，沉默了半晌，点了下头，非常自然地撩起袖子，露出上面新鲜的伤痕，甚至密密麻麻的针眼。皇后又派了个五毒俱全的老太监去照顾你？不是，是个嬷嬷。五毒俱全的老嬷嬷？你有想过反击吗？我不敢，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质子，哪有资格跟皇后作对？难不成我猜错了？慕容燕真的是一个任人拿捏的小可怜？你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你能不能一直对我好？洛烟看着近在咫尺的脸，看着那双写满渴望的双眸，沉默住了。对不起，是我奢求了。洛烟抚额苦笑，这是什么绝世小可怜啊？他就帮他说了几句话罢了，就是对他好。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要不要听？要。其实我是一个神棍，我掐指一算，
4年后大前国的使臣会来把你接回去，你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人之下的摄政王。到时候你身边会有很多人对你好，你再也不会被人欺负啦，再也不会是一个人啦。可我不想别人对我好，我只想你对我好。啊，你不会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我可警告你啊，你敢对我非礼，我就放我哥咬你。对不起，是我冒犯了，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质子，所有人都欺负我，只有你对我好，我以后不会说这种话了。一言不合就跟我装可怜是吧？好了，我有80%的肯定，慕容燕就是扮猪吃老虎。呸！以为这点小伎俩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当我上辈子熬夜看的小说白看了。我决定了，我要远离他。慕容燕见始终听不到洛烟的声音，抬头一看，发现他不知何时把身体挪到了距离他很远的位置，眼中对他满是警惕和疏离。装可怜的招数似乎不管用了，他甚至还发现了我是装的，怎么办？慕容燕想，要不把他捉走，提前回到大前国，这样的话他的世界就每天都有色彩了。洛烟察觉慕容燕看着他的眼神越来越危险，他现在100%的肯定慕容燕绝对是扮猪吃虎，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不知道跑了多久，洛烟停下来扶着假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郡主，你跑什么呢？你也会轻功？什么是轻功啊？行了，你也别跟我装了。我知道你孤身一人在他国过得不容易，只能装柔弱装低调才能活下去，我能理解你。你放心，我会帮你隐藏这个秘密的，不用追着我不放。你要是不信我可以跟你发誓，如果我把你的秘密说出去，我就去吃屎。郡主在说什么呢？我一句都听不懂。装，继续跟我装。我只是喜欢郡主，想让郡主对我好，可以吗？不可以，我不喜欢你。那你喜欢谁？季兰慈，或者是唐北翼？你看着我的脸仔细瞧瞧，能看出来我今年多大年纪吗？看不出来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年才11岁。11岁！他当然知道他今年11岁，可他又不是真的只是11岁。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别再跟着我了。我知道哪里有续骨雪莲。你说什么？什么雪莲？续骨雪莲。洛烟震惊，眼珠子不停地转悠，大脑飞速运转。半晌，他试探性地问：你知道续骨雪莲是做什么的吗？当然知道，是秦王。闭嘴吧你！慕容燕眨了眨眼，纤长的颤了颤，他也没有半分挣扎，只是用指腹轻轻碰了碰他按在自己唇上的手。不准说出那2个字。慕容燕轻轻点头。慕容燕，我们做个交易吧，你告诉我续骨雪莲在哪儿，我帮你保守你扮猪吃老虎的秘密。我不需要你帮我保守什么秘密，我只想让你对我好，我想每天都看到你。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最后2个字呢？洛烟张了张嘴，忍了半晌，还是没有说出来。若你真的让我找到续骨雪莲，我可以答应你。当真？只要你说的是真的。不骗我？不骗你。确定吗？确定。不准反悔。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反悔的。你快跟我说续骨雪莲在哪儿吧。反正4年后大前国的使臣会把他给带回去，只要父王的腿能站起来，我们一家人都还活着，父王就不会跟他合作，也不用惧他。过2日再告诉你。你耍我呀？没有耍你，我怕你耍我。我堂堂皇家郡主，怎么会说话不算数？郡主金口玉言，
我自然信。过2日，我想请郡主陪我去城郊的玉泉寺走走，听说那里的泉水很甜。玉泉寺？罗烟蹙眉，他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寺庙的名字呢？你能出宫？只要你答应，我就能出宫。哼，现在不跟我装了？慕容燕脸眸，他也想继续装，可他太谨慎太聪明了，稍微露出一丝丝的不对劲就被他发现了。行，我答应你了，还有3天休息，3天后你在玉泉寺等我。好，我等你。下课时间快到了，唐王夫子想着可以让洛烟和慕容燕回来坐着了，就出来准备让他们进去。然而外面哪里还有人呢？唐王夫子愣了一瞬，随后勃然大怒，岂有此理，一个上课睡觉，一个质疑他讲课内容，他让他们在外面罚站，他们竟敢逃走，简直是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小老头忍不住气，就去找皇上告状，幸好洛昭反应快啊，及时把他给拦了下来，再加上有唐北义的帮腔，洛昭又连连道歉，总算是让夫子停止了去告状的想法。哼，行啊，洛烟，你上课睡觉也就罢了，夫子让你去门外罚站，你却是逃走，你知不知道夫子有多生气啊？我嘴皮子都快要磨碎了才把他给拦住，没让他直接去找黄伯伯告状。哎，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为什么突然跑了？跑了就跑了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洛昭眯了眯眼，目光扫过一直安静蹲在洛烟身侧的慕容燕。慕容燕怎么跟你在一起？你们俩一起跑的？什么叫我跟他一起跑的？我腿长在他身上，我能管得了他？他爱去哪儿去哪儿。郡主，你答应过我。哥，我们快去吃饭吧，我好饿呀！啊！慕容燕眸光悠悠地看着兄妹2人逐渐远去的背影，一明一暗，他没有去追。不急，他还有4年时间的。暖阁中，洛烟边吃着饭边听着洛萧那边说着今日早朝发生的事儿。洛廷义不愧是原书男主，竟然能这么快查到曹尚安的罪行。只是这么一来，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他残忍，只会觉得他是个正直无私的好人，至少对百姓来说，是这样的。等他吃完了饭，洛烟把洛萧叫到一边，凑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声。我的天哪，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骗你作甚！你把这件事告诉唐贵妃娘娘，让唐贵妃娘娘把这件事捅到皇后那里，皇后肯定不会放过蛇精脸。好，你放心，我现在就去，保证完成任务。唐贵妃一听能给皇后添堵，立马就吩咐下人去把此事捅到皇后跟前。皇后本就觉得洛廷义忽然毁掉曹尚安命根子一事有些不对劲儿，没成想竟然是因为裴梦婉。来人，去把裴侧妃带进宫。绝对不能再让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拖一儿的后腿。一儿向来心软，对裴梦婉都有纵容，舍不得处置，那这个坏人就由他来当。半个时辰后，娘娘，王爷说裴侧妃身体不适，不能见人。身体不适，连本宫传召都敢称病，他眼里还有没有本宫这个母后？是王爷亲口说的，奴婢不敢撒谎。皇后闭了闭眼，知子莫若母，已然明白过来，一儿的正妃之位也空了很久了，是该去请陛下赐婚了。第2日，洛烟醒来，还没有去皇宫就知道了皇帝给洛廷义赐婚的消息。他2个月后要迎娶一位正妃，一位侧妃。正妃呢是许家嫡女许念，侧妃是苏家嫡女苏沁。为了对洛萧表达感谢，洛烟扒拉了一下他的宝库，最后决定送给他一块金子。俗气，你嫌金子俗气，那我不给了。不给就不给，不识货。话音刚落，慕容燕走进屋，洛烟瞥见他，忽然想到昨日他答应他的事儿，快步上前把金子塞进他怀里，挑眉递去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不就是对他好吗？给金子给银子，总不会错。慕容燕低头看着怀中沉甸甸的金锭，指腹触到冰凉的金属，沉默一瞬，终究还是抬手拢了拢衣襟，将金子收了起来。角落里，洛尘攥着袖中书信，趁众人不注意，悄咪咪地溜到洛烟桌前，飞快把信往他手边一推。洛烟余光扫过那封封了火漆的信，面上不动声色，指尖一勾，便将信划进了袖口，只微微颔首示意。洛尘松了口气，坐回了自己位置上。太子和秦王这么快就联系上了。重生以来的画面在脑海里翻涌，他曾以为自己握着未来的剧本，比任何人都早一步看清局势，每一步都算得精准无误。可最后呢，依旧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还是输在了洛廷义手中。他就不明白了，为何每次洛廷义遇险，最后都会安然无恙。直到一次次看着熟悉的结局重演，次次都会输在洛廷义手中，他才慢慢回过味来。原来不是他下错了棋，而是从重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上天安排好的弃子。洛廷义和裴梦婉他们一家四口才是老天的宠儿，他和秦王则是被老天给抛弃的弃子。他所有的先知不过是让他更清晰地看着自己走向覆灭，连挣扎都显得可笑。而这一次来了一个变数，他看不懂的变数。洛烟和洛昭也是重生而来的，无论他重来多少回，都无法改变既定的结局。洛烟和洛昭兄妹两人却可以。洛廷义名声扫地，裴梦婉被贬为侧妃，洛雨瞎了一只眼睛，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可现在确实是发生了。慕容燕盯着洛烟的身影，陷入了沉思。我人已经来了，你可以告诉我虚谷雪莲在哪儿了吧？我带你去抢。啊！不等他细想，慕容燕已经牵着他转身，脚步轻快地往寺后走去，直到穿过寺后的月亮门，看到后山陡峭的岩壁，洛烟才猛地回过神。抢什么？这虚谷雪莲难道有主了？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虚谷雪莲在哪儿？你是故意骗我来这里的？你想要杀人灭口？没骗你，虚谷雪莲是我师父的，他老人家性子小气，护东西的紧，你若是想拿到，只能靠抢了。师父？你还有师父啊？话刚出口，他又自己冷静下来。也是，慕容燕若没有师父悉心教导，怎么会有武功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从皇宫里溜出来？而且回国后，他还杀了他父亲和兄弟，没有高深的武功是做不到的。慕容燕没有接他的话茬，只垂眸看了眼他垂在身侧的手，再次伸手将他的手腕握住。这次洛烟没有再挣扎，指尖轻轻拳了拳，任由他牵着往山林深处走。风离盯着二人牵在一起的手，脸色一沉，拳头有些硬了。我家郡主年纪这么小就被惦记了。冷静，郡主自己没有挣扎，咱们不能多管。我能不能去跟王爷告状？可以，但今后你可能不能在郡主身边当差了。行了，你也别气了，不是还有吴寒吗？他虽然跟得远，看不到郡主和慕容九皇子牵手了，但肯定能看到郡主见的人是他，他会去禀告王爷的。风离松开了拳头，无奈地吐出一口浊气。就在洛烟疑惑还要走多久时，慕容燕停下脚步，指了指瀑布右侧的崖壁。雪莲就长在那处。你就这么把你师父的宝贝告诉我啦？你就不怕你师父揍你吗？不过被揍一顿罢了，不重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能为你抢过来。我问你个事儿，你别生气啊。你问。你是不是有那个那个癖好？什么那个癖好啊？练那啥癖？没有。洛烟长呼一口气，拍了拍自己胸口，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他应该就是从小缺爱，所以他只是对他好了那么一丢丢，他就缠上来了。以你们的武功，能去崖上安然无恙的把血骨雪莲摘下来吗？风离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仔细打量了崖壁的陡峭程度和凸起的岩石，又估算了距离，随即点头。回郡主，应该能，属下这就去试一试。好，务必注意安全啊！若实在难行，不必勉强。是，属下明白。风离应了声，随即往后退了2步，足尖轻轻一点地面，身形便如青焰般掠起，朝着崖壁而去。洛烟看得都有些紧张，这可是悬崖啊，虽然下面有水摔不死，但也会疼的好不好？好在一切都很顺利。这就是血骨雪莲啊，真漂亮。他伸手想要把雪莲接过来，忽然想到了什么，抬眸看向慕容燕。我忘记带盒子装了，你有盒子吗？慕容燕从怀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锦盒，把雪莲拿过来放进盒子里，随后递给洛烟。回去把血骨雪莲放在冰窖里保存，能保存1个月。1个月后若是还不用掉，就没了功效。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慕容燕。不客气。反正每一次血骨雪莲都会落在秦王手中，这次他提前把雪莲送给秦王，也能卖他一个好，还能得到洛烟的信任，何乐而不为呢？慕容燕，你师父去哪儿了？要不我在这里等你师父回来吧。没事，你把雪莲拿走吧。可这是血骨雪莲啊！在我师父眼里，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及我这个徒弟。记住你答应过我的事就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哥哥了。谁再敢欺负你，就是跟我过不去。亲哥哥？那若是我和洛昭同时遇到了危险，你会救谁？当然是救我哥啦。洛烟这话几乎是冲口而出，下一秒他就后悔了，因为他看到慕容燕脸上的笑意瞬间淡了，脸色难看的厉害。我的意思是，你有师父，武功应该很厉害。我哥就跟你不一样了，他那3脚猫功夫，你一拳头都能给他锤飞。你应该，也许，大概不需要我救的吧。慕容燕脸眸沉默，洛烟见他一声不吭，只垂着眼看他。而且你那么聪明，能遇到什么危险呀？我哥不一样，他笨得很。所以，在你眼里，我不需要人救，也不需要人担心。哎呀，慕容燕，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会算命的吧？你以后会变得很厉害，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有的没的。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府了。慕容燕站在原地没动，她眉眼寂寂，黑眸里映着那道逐渐远去的背影，直到彻底消失在竹林深处，依旧维持着原来的姿势，许久都不曾动弹。小子，人都走没影了，还看什么呢？师父，血骨雪莲。少跟我提血骨雪莲。你为了让那丫头安心拿雪莲，前几日骗我说黑市有人卖龙鳞草，把我支走。幸好我今日睡过了头没有去，现在还敢跟我装样子。哼，那丫头可是秦王府的郡主，小子，你竟敢惦记秦王的女儿，不怕他拿刀把你大卸8块啊？所以我把师父的血骨雪莲给秦王了呀。你还敢提？你也知道血骨雪莲是我的宝贝，世上仅此一朵，你倒好，一声不吭就送给别人。师父，我是你唯一的徒儿啊，你应该要帮我的，对吗？就你会拿这话堵我？那雪莲送都送了，难不成还能要回来啊？谢谢师父。他知道小老头呢一直待在瀑布后面的竹屋里没有离开，风离去摘雪莲的时候，小老头没有出现，说明他是默认的。去瀑布底下练功，等你什么时候把碧海心经练到第3层，什么时候出来。
师傅，今晚的药浴可以增强3倍了。3倍？你的身体能受得住？那药性烈得很，寻常人家1倍都要躺3天。你这是要拼命啊！我现在愿意努力练功，师傅难道不高兴吗？行吧，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要是撑不住了就喊，别硬扛。父王，我给你带了一个宝贝回来，你猜猜看是什么？什么宝贝让你这么开心啊？嘿，父王没想到吧？我把虚骨雪莲找到了。啊，你从哪儿拿到的？洛烟也没打算瞒着洛宽景，一股脑的把今日在玉泉寺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洛言，本王之前跟你说过，不要离慕容燕太近，他是大前国的皇子，你也不应该跟他走得太近。他能自由出入皇宫，拜的师傅还手中还有虚骨雪莲这般贵重的药材，所以可见不是一般人。听话，以后莫要再跟他多接触了。我知道父王的顾虑，但我总不能明知道有虚骨雪莲的下落却不闻不问吧。父王你放心吧，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什么时候吃亏过？在我梦里，慕容燕大概还有4年就回大前国了，等他回国了，我和他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没事的，把雪莲还回去，本王的人会找到。父王你有病呀，好端端的说什么屁话。慕容燕说了，这世上只有这1朵虚骨雪莲啦，还回去你的腿还要不要治了？不治了，还回去吧。如果他的腿需要牺牲女儿的心意，甚至让女儿被人算计才能治好，那他宁愿一辈子坐轮椅，也绝不会要这烫手的雪莲。父王，慕容燕对我们秦王府没有恶意，她一早就知道你的腿能治好，却没有宣扬出去。我好不容易把虚骨雪莲拿回来，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就这么不把我的心意当回事吗？不论慕容燕对秦王府有没有恶意，本王也不需要你的牺牲。洛言，听话，把雪莲还回去。我就不，反正我已经把雪莲拿到手了，我现在就去找魏兰大夫。这个腿你不治也得治。秋玉，把他手中锦盒拿走，送到玉泉寺。秋玉师傅，这是虚骨雪莲，给父王治腿的，这世上只有这么1朵了，你确定要抢走？秋玉就守在屋外，自然是听到了屋里父女2人的对话。王爷和魏神医找了很久的虚骨雪莲就在这里，有了虚骨雪莲，王爷的腿马上就能治好了。他有些犹豫了，还愣着做什么？本王的吩咐你也不听了吗？郡主，得罪了。好啊，父王，既然你这么不领我的情，那今日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你信不信？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洛烟！好在秋叶反应很快，快速闪身来到洛烟前面。秋玉师傅，你……话音还未落，洛烟就看到了跪倒在轮椅旁边的洛宽景。父王，你怎么了？洛宽景没有说话，膝盖传来的剧痛顺着神经蔓延到四肢百骸，连带着手臂都在微微发颤。方才那一瞬间，他以为自己要失去女儿了，那种恐惧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深吸口气，试着撑着地面想要自己起身，可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稍一用力，腿间的剧痛就让他倒抽一口冷气，手指忍不住蜷缩起来。他现在连站起来都成了奢望，又怎么保护女儿，保护家人？骄傲了一辈子的秦王殿下，此刻看起来竟像个无力的孩童。父王，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怎么可能真的撞墙？我可还没有活够，我扶你起来吧。他把手中盒子放在地上，拉着洛宽景的胳膊，用力地把他扶起来，坐在轮椅上。罢了，雪莲留下吧。当真？那太好了，我这就去找小魏大夫。洛烟拿着盒子就急匆匆地离开，生怕洛宽景反悔，
看着洛烟转身跑出去的背影，洛宽景缓缓松开蜷缩的手指，掌心早已被汗水浸湿，他要快些好起来。坐在瀑布下练功的慕容燕忽然打了2个喷嚏，他睁眼吐出一口浑浊之气。碧海心经第3层大成，起身离开了瀑布下。药浴已经做好了，去吧。多谢师父。慕容燕朝老头拱了拱手，随后进了竹屋，衣衫全部褪去。慕容燕抬步踏入食欲，药液瞬间鼓住身体，一股温热力量顺着毛孔渗入经脉，与体内流转的碧海真气相融，沿着心经路线缓缓游走。随之而来的是经脉上传来的丝丝疼痛。不一会儿，慕容燕便白了脸，死死咬住嘴唇，才没有叫出声。你说你啊，分明就能在皇宫里躲避一些没有必要的挨打，为什么不躲？我给你的药膏你也不涂。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中药材撒进浴桶中。慕容燕忍着疼，闭上眼睛，没有说话。阿燕，你要知道，没有哪个女孩子会喜欢满身疤痕的男人。慕容燕眼睫微颤，却依旧沉默。秦王得到了血骨血莲，有魏老头的医术在，想来他的腿应该很快就会治好。哼哼，你年纪尚小，不知道秦王曾经的威名，若不是自己人背叛，秦王断不会双腿残废。可惜了。师父知道是谁算计的秦王吗？我一个孤寡老头子守着这破竹屋过日子，怎么会知道这种朝堂秘辛？是吗？一个孤寡老头子不知道这种秘密，那么上官不喜知不知道呢？嘿，你这个臭小子，你从哪儿知道你师父的名字的？师父上次喝醉了酒，说漏了嘴。其实是他前几世意外得知的。哎呦，喝酒误人呐！传闻上官家族医术十分高超，可一夜之间全族被灭。听闻是上官家族家主上官飞刀得罪了朝廷的大人物，所以上官家族全族都死了，才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刚出生的婴儿都没有放过。师父，你想报仇吗？臭小子，乱问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说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当年的人和事早就该埋在土里了，我也已经放下了。那若是我说上官家族还有后代活着，师父你当如何？阿燕，你莫不是被这药浴给疼傻了？当年除了我以外，上官家族全族都死了，怎么可能还有人活着？当年除了师父以外，还逃了一个人，叫上官不悦。什么？你说谁？老头瞪大双眼，上官不悦，他一母同胞的亲妹妹，当年上官家族出事的时候，他才10岁。师父，上官家族的人也不全然都是傻子吧？一个几岁的孩子还是能保住的。阿言，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个消息？你还知道什么？不悦真的还活着吗？我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师父不必在意。师父不妨去查一查沈家的养女，已逝的淑妃娘娘。沈家的养女，先皇的淑妃，那么秦王就是。休息了2天，转眼又到了去上书房念书的日子。洛烟打着哈欠，不情不愿地出门。来到皇宫，还没有到上书房，就遇到了慕容燕。慕容燕看到洛烟，烟灰色双眸亮了亮，灿若星辰。他朝他牵了牵唇，张了张嘴，正要说什么，就看到洛昭一把扯过洛烟的胳膊离开，在路过他的时候，用肩膀狠狠撞了撞他。慕容燕眼里笑意渐渐淡了下去，眼底闪烁着寒光，晦涩幽厉。你还说你跟慕容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能对你笑得那么放荡？哥，你把放荡2个字放在一个14岁的男孩身上，
合适吗？哼，怎么不合适了？你看看在上书房里，他除了对你笑，还对谁笑过呀？可能他天生不爱笑吧。哼，我管他爱不爱笑，总之你给我离他远点儿。好的，我知道了，哥哥。要不找个机会把慕容燕给杀了？不行，慕容燕可以死，但不能死在大周。若是他死在了大周，大前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边境必定会起战火，只能想办法让洛烟远离慕容燕，不能让他们多接触。慕容燕住在皇宫，唯一不让他们见面的法子，只有从此以后不来上书房念书。这个办法倒是可行，反正我也不想总是来上书房念书了，但必须要父王松口才行啊！哎呀，烦！慕容燕知道洛昭不待见自己，因为他上辈子被大前国的人抓走过，而他呢，是大前国皇子，后来是弑父杀兄夺位的摄政王。慕容燕轻啧一声，把洛昭抓走当俘虏的命令，可不就是他吩咐的，否则的话，秦王也不会在后来主动跟他合作。他转头看向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的洛烟。洛昭不待见我没关系，只要洛烟喜欢我就好了。回到王府，洛昭破天荒的主动去书房找洛宽景。莫非我哥他吃错药了，不会跟父王吵起来吧？别瞎说，这是好事，父子之间哪有隔夜仇的？其实夫妻之间也没有隔夜仇。母妃，你这段时间和父王在一个屋里睡觉，感觉怎么样啊？大人之间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母妃，父王的腿现在不能走，你要主动呀，直接对父王霸王硬上弓，反正父王也跑不了。就是不知道双腿残废那方面还行不行？不过父王的腿能治好，应该能行吧？哎，不行也没事，反正虚骨雪莲已经拿到了。小魏大夫说，等到半个月后，魏神医就来了，到时候父王的腿就能治好了。嫣嫣呐，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母妃了？母妃，机会都给你了，你却不能把握住，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哼，我去练武场练功去了，不跟你说了。我觉得我和洛烟并不需要去上书房念书，你去跟黄伯伯说，今后我们就不去上书房了。上书房是你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的地方。你是秦王，你去说一声，黄伯伯不会不同意的。为何？没有为什么。既然你说不出理由，本王就不同意。你知不知道，慕容燕在对洛烟笑得很放荡，若是让他们天天见面，指不定哪天洛烟就要跟他私奔了。什么私奔？别胡说。哼，我骗你做什么？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洛烟离开上书房，远离慕容燕。这件事你跟洛烟商量过了吗？不用跟他商量，他每天上课都打瞌睡，恐怕巴不得以后不去上书房了。你还是先去问过他的意见，再来告诉本王。你不是最宠洛烟了吗？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坏人觊觎？洛宽景抿唇，他当然不想看到有人觊觎自己女儿，但直觉告诉他，若是就这么答应了洛昭的请求，那小妮子可能会跟自己闹。我原以为你是真心疼爱洛烟的，却是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假象。我呸！伪君子！你去跟父王说，我们以后就不去上书房了。啊？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你去说就是了。哥，你刚刚去找父王，该不会就是说这事儿吧？然后父王没同意，你就让我去说。哼，你就说你去不去跟父王说吧。不去。洛烟也哼了一声，他还要帮父王给太子送信，他要是不去上书房了，怎么送信啊？而且他还答应了慕容燕，总不能食言吧？毕竟人家都把血骨雪莲送给他了。你每天都在打瞌睡，
明明不喜欢念书，为什么还要去上书房？你管我？我就是喜欢在上书房睡觉，那里的桌子比我院子里的软，不行吗？好啊，洛言，你现在有秘密瞒着我了，是吧？说，你瞒着我什么了？我没有秘密，我哪有什么秘密呀？哼，还狡辩！你什么性格我能不知道啊？你这么讨厌念书，有机会不去上书房，你却是不同意，不是有秘密是什么？洛言，你简直太让我伤心了。哥，我别叫我哥，我不是你哥。啊，哥，你听我狡辩。我不听，除非你告诉我，你到底隐瞒了我什么？我得去问问父王。问问父王？好啊，洛言，原来在你的心里，我的地位就排在父王的后面是吧？话音落下，他再也没看洛言一眼，一把甩开他的手，转身就大步往外走。唉，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洛昭这次是真的生气了，无论洛言怎么哄他，他都冷着脸不搭理他，一身的低气压，就连洛萧和纪兰慈他们都发现了。世子，你和郡主怎么了？一点小事。什么小事让你这么生气啊？看见慕容燕了吗？啊，看到了，跟慕容燕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不觉得慕容燕对洛言很特殊吗？有什么特殊的？十一殿下，你也太笨了。洛昭世子的意思是，慕容九皇子对长宁郡主有非分之想。你说什么？慕容燕对洛言有非分之想？洛萧瞪大了双眼，扭头看向洛昭，不可思议地问道：他说的是真的啊？洛昭点点头。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哼，我亲眼看到慕容燕对着洛言笑得非常放荡，他整天要死不活的模样，你看他对谁笑过？我还真没看他笑过。别说笑了，都没怎么听他说过话，不知道还以为他是哑巴呢。在上书房里存在感非常低，就算夫子上课提问也不会问他，之前还总是被端王世子揍呢。后来洛言来上书房了，帮他说话，端王世子就不敢揍他了。等等，不会洛言也对慕容燕有想法吧？慕容燕对他有非分之想也就罢了，反正他也不会一直待在大周。最重要的是洛言，我提醒过他，让他远离他，他却是不听我的。郡主很善良，或许郡主只是对慕容九皇子的遭遇心生怜悯，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你不懂，以洛言的性格，若只是对慕容燕心生怜悯，跟他走得近，不会瞒着我的。郡主，你和洛昭世子吵架了吗？不对，是他单方面跟我吵架，我没想跟他吵的。我也有一个哥哥，虽然只比我大3岁，但性格非常安静。我记得有一次我调皮去爬树，下不来了，被我哥哥发现了，他用戒尺打了我手心10下，我哭着去找我娘告状，我娘说哥哥是因为爱我才会打我的，若是我从树上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郡主，我看得出来，洛昭世子很关心你，很爱你，他这么生你的气，怎么哄都哄不好，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吧？岁岁，你还是不是我好朋友啦？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帮他说话呀？那郡主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都也没错，我瞒了我哥2件事。那郡主主动去认错就好啦。我得回去问问父王。郡主，几天后沈家有赏花宴，刚好我们那天休息，你会去吗？我母亲说我今年可以出来走动了，要带我去沈家的赏花宴。
沈家，广义侯府沈家。是的。去，必须要去。沈家呢是太后母家，他们举办的赏花宴，母妃肯定是要去的，推脱不了。沈家是沈威儿的地盘，母妃要是独自一人去了，那不就是羊入虎口，被啃得渣渣都不剩。好啊好啊，那天又可以见到郡主了。一下了学回到王府，洛昭依旧是满脸的冷傲。平常他都会等洛烟下马车一块儿进府，但今儿个呢，他跳下马车就自己一个人进府。哥哥，别叫我哥，我不是你哥。哥哥，你等等我嘛！别跟着我！生气的哥哥，怎么比案板上蹦跶的鱼还难拽啊？眼看那道身影就要拐进书房，洛言咬了咬唇，吐出一口浑浊之气，攥紧裙摆小跑着追上去。趁洛昭没防备，他脚步一蹬，一个轻巧的跳跃，双臂牢牢地环住了他的脖子，整个人挂在了他背上。洛言，这成何体统，给我下去！我不，除非你原谅我，不跟我生气了我才下去。府里下人来来往往，你一个女子挂在兄长的背上，传出去像什么话？赶紧下去！你还知道你是我兄长啊？兄长跟妹妹生什么气啊？一点都不大度。分明是你有事不说，瞒着我，你还不听我的话，非要跟慕容燕走得那么近，你还说我不大度。哥哥，我是女孩子哎，女孩子不能有自己的秘密吗？至于你说的慕容燕，等我去问我父王，父王如果同意我告诉你，我就和你说。哼，说来说去，你还是和父王站在一边的。你们两个是不是根本就不信我，怕我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啊？我当然是信你的，但这件事关系到父王，我也是才知道不久，我不能不经过父王的同意就跟你说。那你为什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把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告诉他？就是因为有个这个例子，所以他才不敢随便再把别人的秘密说出去啊。哼，说来说去，你还是和父王站在一边的。你们两个是不是根本就不信我，怕我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啊？我当然是信你的，但这件事关系到父王，我也是才知道不久，我不能不经过父王的同意就跟你说。那你为什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把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告诉他？就是因为有个这个例子，所以他才不敢随便再把别人的秘密说出去啊。哼，果然啊，在你的心里，父王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哥，你就饶了我吧，别跟我生气了好不好？这件事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行了，你下来吧，我原谅你了。真的？这次的事也就罢了，事关父王，我不追问了。但以后你不可以有事瞒着我。哥啊，我们虽然是龙凤胎，是亲兄妹，但你是男子，我是女子，你要允许我有自己的秘密啊。等你长大了娶妻生子，也肯定会有自己的秘密的。哼，娶妻？别想了，我是要去战场上当将军的，怎么会娶妻呢？咋的呀？当了将军就不能娶妻生子啦？你不娶妻，难道想要秦王府绝后？难不成，哥，你不行？洛烟，你这个死丫头，你给我闭嘴！说谁不行呢？洛烟看着恼羞成怒的洛昭，惊讶地睁大双眼，这么生气，是真不行啊！哥，我去找小魏大夫，咱有病就得治，趁着现在年纪还小，一定可以治好的。洛烟真的去找了魏兰，在得知了洛烟的来意后，郡主放心，我一定治好世子的病，绝对不会让秦王府绝后。我相信小魏大夫一定会治好我哥的。
于是魏兰带着洛烟的嘱托来到洛昭院子，听到他直白的话后，老子没病，老子身体好得很。世子，莫要讳疾忌医啊！你再废话，信不信老子给你腿打折？行吧，世子应该是年纪小，抹不开面子。等爷爷来京城了，让爷爷给世子看看。实在不行，就把世子绑起来再给他治。父王，你现在有空吗？什么事？进来吧。从前这小妮子可从来没有这么礼貌地敲过门啊。有事找我，都是直接推门大步流星地走进来。难不成又在皇宫里闯祸了？可吴寒并没有送消息回来呀。父王，我就在这里问你，不进去了。到底什么事？我哥跟我闹脾气了，因为我瞒了他那2件事。父王，我能不能告诉我哥那2件事啊？洛宽景闻言，想到昨日洛昭过来跟自己说的话，神色顿了顿，明白过来洛烟话中的意思。太子那件事就算了，可另外一件事是你的秘密呀，不经过你的同意，我也不敢说呀。本王同意了，你想告诉他就告诉他吧。真的？那太好了。昨日洛章过来跟本王商议，他说以后你们不去上书房念书了。洛言，若是你不想，本王可以进宫和陛下商议此事。啊，可若是我们不去上书房念书，送信的事怎么办啊？此事本王会另想法子。还是得去上书房，我觉得让我和太孙传信是最好最安全的办法。我哥就是觉得我和慕容燕走得太近，有点担心。等会儿我跟他解释了后，他应该就不会担心了。你真的想好了？机会可就只有这么一次哦。反正我去了上书房也是趴着睡觉，去不去都无所谓。还真敢当着我的面说出来呀！你好歹做做样子，不要总在夫子的课上打瞌睡啊。那没办法，我一听夫子讲课我就困。洛宽景嘴角一抽，好啦，父王，我去找我哥了，你早点休息吧。彼时洛昭正因为魏兰的那些话在生气，一看到洛烟就上前揪住他的耳朵，恶狠狠地瞪着他。洛烟，你跟魏兰说了什么了？哥，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揪我耳朵？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病，我身体好得很。好得很，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娶妻生子啊？洛烟，你还是不是个女人了？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常挂在嘴边呢？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忌讳就医可不行啊！听我的，看看大夫吧。小魏大夫是父王亲信，不会在外面乱说的。洛昭拳头硬了，手上力道又重了一些，洛烟疼得嘶了一声，伸手去掰他的手。疼！哥，你要谋杀亲妹啊！你别说，我现在还真想要谋杀亲妹。哥，我错了，我来是有正事要告诉你的。洛昭的下颌线绷得很紧，喉间溢出冷哼，到底还是松开了手。洛烟快速解释了一遍父王的腿能治好，还有自己从慕容燕那里拿到了血骨雪莲的事儿。慕容燕有一个能够拿出血骨雪莲这么珍贵药材的师傅，父王暗中和太子传信，父王的腿能治好。你最后看到父王站起来了吗？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最后没有看到父王的腿站起来，但是又好像看到了。到底是看到还是没看到？算是看到了吧。算了，不说这个了。慕容燕上辈子能在回国后弑父杀兄，成了万人之上的摄政王，说明他的那个师傅很厉害，
他不惜暴露自己，就那么把血骨血莲给了你，不要权，不要利，唯一的要求只是让你对他好，这太反常了。像他那种从泥里爬出来的人，每一步都算得比谁都要精。为了生存下来，能在皇宫里扮演一个人人可欺的小可怜，心机深不可测。你可别被他那点温和的样子给骗了，他对你好，说不定是把你当成了一颗棋子。我知道，我会小心的。哥，我没那么傻，知道什么该信，什么该防。你心里有数就行。那小气的骆昭昭，你是不是原谅我了？你喊我名字喊上瘾了是吧？啊？那咋啦？骆昭昭嘞。洛烟，你耳朵不想要了？耳朵不想要了。骆昭昭，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很油腻的？拳头又硬了。母亲，你知道我从小就爱慕秦王，我不要嫁给别人。哎呀，我何尝不知道你的想法，可太后已经下了口谕，你今年必须定亲，最迟明年就得出嫁，这事儿没得商量。太后，薇儿，听母亲一句劝，你放弃吧。秦王殿下早有正妃，秦王妃还是靖远侯府嫡女，就算你真嫁过去，也只能得个侧妃的位置。侧妃说白了就是妾，要给正妃请安，要看人脸色，哪有半分体面？你是咱们广宁侯府的嫡长女，还是太后亲侄女，身份尊贵着呢。不论嫁给谁，你都是当家主母，长着钟馗，受人敬着，又何苦非要吊在秦王这棵歪脖子树上？可我就是喜欢秦王殿下呀，我的这颗心不受控制，我能有什么办法？母亲，您最是疼我了，您就帮帮我好不好？您去宫里找姑母求求情，就说我只想嫁给秦王殿下，哪怕做侧妃也愿意。不行，赏花宴的请帖我昨天就全送出去了，京里有头有脸的公子都在受邀之列，到时候你就好好的选一选，莫要再想着秦王了。母亲，难道您不疼我了吗？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我。唉，母亲自然是最疼你的，不然也不会依着你一直不嫁人的想法。但这次母亲真的顶不住了，太后的口谕，你让母亲怎么办？薇儿，听话，不要让母亲为难。母亲，我再最后争一次，若是这次输了，我就认了，往后您说嫁谁，我就嫁谁。啊，你想做什么？秦王殿下不会来沈家的。秦王殿下不会来，但秦王妃会来。7天后的赏花宴，母亲不是说已经给秦王妃递了帖子吗？薇儿，你是不是疯了？那是秦王正妃，秦王世子的亲生母亲，你想对她做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请她帮个忙，让秦王殿下知道谁才是最适合待在他身边的人。你可千万别糊涂，一旦事情败露，别说你嫁入秦王府，便是连太后都保不了你。反正我这辈子说是嫁不了秦王殿下，跟死了也没什么两样。母亲，您别劝了，这步棋我已经想好了，后天的赏花宴就是我的机会。若最后事情败露了，我自会承担，不会连累了广宁侯府。侯夫人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只觉得心口发堵，手里的锦帕被攥得皱成一团，一股不祥的预感慢慢笼罩在他心头。廊下日影斜斜，把石板切成不一样的光。亭子里，陆龟莲和纪兰慈在下棋，洛尘和洛昭在旁边观看。唐北翼双臂环胸，靠在柱子上，无聊地抬头看天。洛萧坐在一边，撑着下巴昏昏欲睡。
云之穗和洛烟在逗弄笼里那只洛萧带过来炫耀的绿鹦鹉。慕容燕目光扫视一圈，放轻脚步上前，凑近洛烟，声音压低地说：郡主，我师父想见秦王一面，不知可行？我得回去问问我父王的意见。好。他没离开，就这么站在洛烟身侧，离得不远不近，刚好能看见他垂眸时眼结在眼下头的小影子。若是能一直这般便好了。云之穗没听到两人说什么，也没在意，他把剥好的瓜子仁递进鸟笼。好甜，好甜。说，小人拜见长宁郡主。绿鹦鹉歪了歪脑袋，没有出声。你说小人拜见长宁郡主，我就给你剥瓜子。小人拜见长宁郡主，小人拜见长宁郡主，小人拜见长宁。连叫3声，最后2个字还拖了点颤音，像是怕他反悔。洛烟被逗得笑出了声，眼角都眯成了月牙，赶紧把瓜子递进笼缝里。算你机灵。鹦鹉叼着瓜子吃进肚子里。别急，还有呢。你说长宁郡主是全天下最善良、最漂亮、最美丽、最可爱的女人，这话要是说对了，这碟子里的果仁全归你。笼子里的鸟儿顿了顿，歪着脑袋像是在琢磨。洛烟耐着性子等。长宁郡主最善良、最漂亮、最美丽、最可爱。好好好，都是你的。洛烟，你要不要脸？好宝宝，你说洛萧萧大魔王是全天下最丑的男人。洛萧萧大魔王是全天下最丑的男人。你这没良心的鸟，到底谁才是你的主人啊？洛萧萧大魔王是全天下最丑的男人。不远处的石桌旁，正在下棋的锦兰慈等人听见这边的动静，也忍不住抬眼，嘴角都绷不住笑意，全是细碎的欢笑声。洛萧气得哇哇大叫，伸手一把捏住鹦鹉的尖嘴，回头瞪着满院子笑他的人。不准笑，都不准笑了！但根本没人听他的，他越凶，笑声越响。好了好了，不笑了，快松开吧，他都快被你闷死了。洛萧哼了一声，捏着鹦鹉嘴巴的手松了劲儿。绿鹦鹉趁机挣脱，扑棱着飞到洛烟肩上，还不忘回头冲他叫了一声：小气鬼，小气鬼！你这死鸟，信不信我把你给炖了？鹦鹉像是知道洛萧来者不善，扑腾着翅膀直接飞走了。唐美叶，快来帮我抓住这只死鸟，今晚我非得把它给炖了不可。没听到，没听到。唐北一抬眸望天，远处不断传来洛萧的气急败坏的叫骂声。一阵鸡飞狗跳之后，洛萧累了，他回到亭子里，路过唐北翼。叛徒！看着下棋的人变成了洛昭和纪兰慈。破棋！扭头看向面无表情的慕容燕。废物！最后他走到洛烟跟前儿，看着他满是无辜的眼神。洛烟，你刚刚叫我什么来着？洛萧萧啊，这个名字多可爱呀！洛萧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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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萧瞪圆了眼睛，平常老十一老十一的叫着也就罢了，现在竟然大胆的叫他名字。他这个当皇兄的这么没有威严吗？云碎碎、洛昭昭、洛萧萧、纪晓慈、洛小晨、陆小玲、唐小艺，多可爱的名字！你们说是吧？是有些可爱。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叫我陆小玲，像个女子的名字。什么唐小艺，一点都不霸气。君主说可爱，那就很可爱。母妃好像挺喜欢叫他小陈的。
唉，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傻了吧唧的妹妹啊？为什么没有我？父王，你想见他师傅吗？拿了他的东西，自然是要见一见的。好，那我明天去皇宫跟慕容燕约个时间吧。辛苦你了。不就是传个话，有什么辛苦的？我去练武场啦。父王，你和母妃把话说开了吗？和好了吗？你问这个做什么？大人之间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父王，母妃是女子，比较害羞，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你别告诉我，虽然你们现在住在一个屋里，但没有睡在一张床上。洛宽景沉默，半天没有吭声。还真让我猜中了。是你母妃自己主动睡在榻上的。我母妃自己主动睡在榻上，你就同意啦？哎呀，父王，你怎么就是这么不争气呢？一点也不怜香惜玉。母妃在之前在自己的屋里住得好好的，你突然让母妃搬到云深院，也不问问她的意见，搬就搬吧，可你还让母妃睡在榻上，你这是做戏给我看，还是给谁看呀？我说我怎么总是看到母妃在揉腰，合着是每天都只能睡在榻上呀？父王，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洛宽景沉默了片刻，喉结滚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却又被洛烟高声打断。父王，你简直让我太失望了，我再也不想理你了。母妃，今晚你跟我睡吧。当真？真的，比真金都真。果父王不心疼母妃，我心疼。当晚，裴淑玉久违地睡到了软软的大床上，还和自己宝贝女儿睡在一块儿，她激动的眼睛都红了。洛烟从未跟人睡在一张床上，她以为自己会很难睡着，但裴淑玉身上的味道很好闻，她躺下没多久，闻着她发间传来的兰花香，她就慢慢地陷入了梦乡。爷爷，是我的宝贝女儿。洛宽景泡完药浴过后回到屋里，怎么是空的？这么晚了，裴淑玉不在云深院，能去哪儿呢？洛宽景坐在轮椅上，等了差不多半刻钟时间，软榻依旧空荡荡的。他喉结动了动，正要扬声叫秋野进来问问裴淑玉的去向，话到嘴边却猛地顿住。他愣住了，随即眉头狠狠拧成个结。他关心裴淑玉做什么？他回不回来睡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洛宽景沉着脸转动轮椅，艰难地起身坐在床上，又抬眼看向软榻的方向。他抿了抿唇，躺了下来，颈背拉得老高，连头都蒙了大半。荒唐！没了往常隐约传来的属于他的浅云呼吸声，竟显得有些冷。直到窗外泛起鱼肚白，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洛宽景冷着一张脸，因为一点小错误，把秋玉和秋野骂得狗血淋头。离开了书房，秋玉和秋野对视一眼。王爷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莫非是因为王爷介意王妃昨日晚上和郡主一起睡？不可能吧，王爷又不喜欢王妃，这么介意干嘛？不然的话，王爷也不会让王妃睡在榻上。那你怎么解释王爷今早莫名其妙的发这么大的火？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你昨天告诉王爷王妃去和郡主睡了吗？没有啊，你没跟王爷说？我以为你说了。所以王爷并不知道王妃昨日去郡主屋里睡觉，一直在等王妃，今日才会起这么晚。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你进去和王爷说。嘿，凭什么我进去？你进去说。你没有跟王爷禀报这件事，让王爷白等。你不去说谁去说呀？我以为你说了呢。我还以为你说了呢。吵什么？都给本王滚进来！广业侯府沈家赏花宴这天，只要家中有适龄男子，都收到了帖子。于是沈家的宴会来了很多人，非常的热闹。沈威尔面带笑意地跟着广宁侯夫人一起招待客人，脸上看不出有任何的不情愿和不满。母妃，待会儿您千万别吃点心，也别喝茶水。
反正就什么也别吃，渴了饿了就忍忍。好，我知道了。沈巍儿余光瞥见这母女俩形影不离的模样，手指紧了紧。他回头低声在自己贴身丫鬟小青耳边吩咐几句，小青点点头，很快离开了。落雁寸步不离地守着裴淑玉，跟着他来到花园中赏花，哪怕是如厕都会跟着。你这孩子脸都快皱成小包子了。翠翠他们方才还来问要不要一起去玩投壶，赢了还有彩头呢，不必一直跟在我身边。不行，我要一直和母妃在一起。傻孩子，母妃心里有数。你看我这杯茶，自打进府我就没喝过，点心也只碰了自家带来的松子糖。再说了，这么多宾客看着，他沈薇儿就算有心思也不敢当众乱来。落雁沉默，不怕1万就怕万一，反正不论裴淑玉怎么说，他都不离开。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喵的一声轻叫，一只毛色油亮的白猫从廊下跑过，爪子上还挂着个小小的绒球。这猫怎么偷了小姐的绒球？长宁郡主，你能不能帮奴婢拦一下？这绒球是太后娘娘赏的，丢了要挨罚的。哼，本郡主堂堂皇家郡主，你是在吩咐本郡主做事？郡主恕罪，奴婢不敢，奴婢绝无此意。滚吧！花园里这么多的人，那猫偏偏跑到他脚下，那丫鬟偏偏让他拦住猫，没有这么巧合的事儿。丫鬟连滚带爬的起身，连猫都不敢再碰，慌慌张张的往后院跑了。这白猫是广宁侯夫人养的吧？瞧这毛色亮的，养的可真精细。可不是嘛，胖乎乎的，摸起来肯定软和。我家那小丫头要是见了，保准吵着也要养一只。落雁居高临下的看着脚边的白猫，看着是挺可爱的。他忍着撸猫的冲动，正要拉着裴淑玉的手离开，却不料方才还温顺蹭人的小家伙竟直愣愣的往裴淑玉和落雁的方向扑了过去。落雁反应极快，下意识挡在裴淑玉面前。郡主小心！方离大喊一声，飞扑上去，用自己的胳膊挡住白猫的攻击，但他顾不上手上的伤，一脚把还要发疯抓人的白猫给踹飞了。风离，怎么样？疼不疼？没事的，郡主，不用担心。快叫大夫！这猫怎么回事？疯了不成？正乱着呢，广宁侯夫人带着丫鬟匆匆赶来。啊，这是怎么了？我的猫平日里最温顺，怎么会伤人？温顺？我女儿的侍女被你家猫抓得见了血，方才这猫还要扑我家嫣嫣，若不是风离护着，今天这事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落雁拉着风离往后站了站，余光瞥见人群外的沈薇儿，她垂着头看不清表情。母妃，我没事，想来这猫应该也不是故意的。言罢，他看向广宁侯夫人，我的侍女为了保护我被猫抓伤了，侯府是不是应该要给她请一个大夫呢？是，应该的，应该的。还有，我和母妃受到了惊吓，侯府是不是应该给我秦王府一个交代呢？郡主说的是，改日我会亲自赔罪礼，上门给王妃和郡主赔罪。落雁笑了笑，没有再追究。广宁侯夫人长长的松了口气，吩咐下人去请大夫。风离，刚刚那猫，你觉得是冲着谁来的？是王妃。我？对，没错，就是你，母妃。广宁侯府是疯了不成？不行，嫣嫣，我们回府。不急，母妃，沈薇儿贼心不死，想要对你下手，一只猫能成什么事？抓伤侍女，顶多赔一些银子，这白猫应该只是幌子，沈薇儿真正的手段恐怕还没有使出来。咱们先不走，看看他还有什么招数。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只要沈薇儿一日还在京中，一日没有嫁人，他就会一直盯着母妃，企图谋害母妃。他不可能日日跟在母妃身边，若是今日能彻底解决了这个隐患，那自然再好不过了。不行，太危险了，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母妃放心，风离和风和都是父王给我的安慰，不会有事的。我要让沈巍儿偷鸡不成蚀把米。裴淑玉沉默良久，轻轻叹了口气。古往今来都是做母亲的保护女儿，如今到她这里反而是女儿保护母亲，可见她这个当母亲的有多失败。废物，都是废物！小姐息怒，常年郡主身边的侍女反应太快了，白猫才没有成功。哼，好不容易把金银花香洒在了裴淑玉的身上，让白猫失控，可结果却只是抓伤了一个小小的婢女。小姐，我们还有机会，齐王妃和常人郡主还没有离开侯府，我们还有机会的。对，他们还没有离开侯府，我们还有机会。他眼珠子转了转，把小青招到自己跟前儿，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奴婢这就去。很快宴席开始了。王妃，这道水煎虾饺是后厨刚蒸好的，您尝尝。说着便伸手去布菜，下一秒手腕非常不稳地歪了歪，袖口直直蹭向裴淑玉面前那盏刚沏好的茶。茶水泼了半桌，碧色的茶汤溅湿了裴淑玉的锦缎裙摆。王妃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是奴婢手笨。罢了，起来吧。王妃恕罪，侯府里新买了一些小丫鬟，没有调教好，毛手毛脚的。小青，你带着王妃去后院换身衣裳吧。裴淑玉点了点头，朝身后的贴身丫鬟彩荷吩咐：去马车上把备用的衣裳取来。是，王妃。洛烟看着裴淑玉离开的背影，微微眯起眼睛，下意识地站起来，想要跟他一块儿去，又似想到了什么，他又坐了下来，回头给风和使了个眼神。风和轻轻点头，低着头不动声色地推了出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洛烟已经知道沈巍儿要做什么了。父王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既然他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沈巍儿本还担心洛烟又会寸步不离地跟着裴淑玉，见到他这次没有跟着他一起离开，松了口气。只要裴淑玉被毁了清白，就算秦王还要他，太后和陛下也不会允许他还活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茶盏里的龙井渐渐凉透，又添了些热水，约定好的1刻钟早已过了。怎么回事？小青怎么还没有回来？又等了片刻，小青还是没有踪影。不行，她得亲自去看看。岁岁，我去更衣。更衣就是如厕。好的，郡主，你去吧。风和被他安排去保护母妃，为了以防万一，风离也被他安排过去。如厕过后，他也没有回宴席上，而是在去宴席厅的必经之路上等着。郡主，不好了，王妃中招了。什么？不是让你们去保护母妃的吗？母妃怎么还会中招？风和跟着王妃到了偏厅，可不知是谁放的迷烟，无色无味。风和没有察觉到，和王妃还有彩荷一起中招了。偏厅里藏着一个粗壮大汉，他给王妃喂了一颗药，要对王妃欲行不轨。风和身体对迷药有一定的抵抗力，但是药效太强了，没有阻拦成功，咬破舌头才清醒过来，把那人给打晕了。属下去的时候，就看到王妃脸色潮红，眼睛都迷迷糊糊的，恐怕是中了催情的药。属下把风和掐醒，让他们先扶着王妃从侧门离开，避开前厅的宾客。你可遇到了沈巍啊？遇到了。属下知道是沈巍儿算计的王妃，就把他给打晕了，升到了偏厅里。那个大汉也在偏厅，和王妃一样，中了催情的药。干得漂亮！走吧，我们回去。郡主不回王府吗？不急，风和带母妃回去，小魏大夫也在王府，吃了解药就好了，母妃不会有事。哼，只不过沈巍儿安排了这么大的一场戏，我不留下来看看怎么能行呢？风离点头，明白了洛烟的意思。回到宴席厅，洛烟已经平复好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任何异样。
笑着和云之穗聊天。不到半个时辰，宴席快要结束了。广宁侯夫人看着裴淑玉的位置一直没人，就知道女儿的算计成了。她转头看向沈薇儿的位置，也没有人。她皱了皱眉，按下心中的恐慌，还是按照之前商议的，她带着众多夫人小姐去偏厅休息，吃一吃点心，喝喝茶。咦，怎么一直没看到王妃呀？我母妃身体不适，先回府啦。我还不想这么早回府。郡主，时间还早，待会儿我们去逛街吧。我知道京城有一家首饰铺子，里面的首饰可好看了。好啊。就在这时，前方忽然传来一阵尖叫，紧接着是连续的尖叫。罗言眼睛一亮，拉着云之穗的手就冲到前面。只见偏厅里屏风倒在地上，露出里面的情景。一个长相凶狠的粗壮大汉赤着上身，浑身横肉虬结，而沈家嫡女沈薇儿竟不着寸缕，两人正肢体纠缠着，鸳鸯倒凤。哎呀，这偏厅里啊，竟然摆放着这么一张宽大的床，真是好大一张床啊！沈薇儿迷迷糊糊间听到声音，勉强睁开眼，见满屋子人盯着自己，再低头看到身上的狼藉与身旁的壮汉，瞬间如遭雷击，尖叫一声便想缩进被褥里。可那壮汉似是被催情药迷了心智，此刻仍在拉扯，将他的挣扎衬得越发狼狈。广宁侯夫人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出去，都给我出去！真是没想到啊，堂堂侯府嫡女竟然公然在这种场合上与人私会呀！闭嘴！哎，广宁侯夫人，不是我说你啊，既然你女儿喜欢那人，你就让她嫁了就是了，何必一直不答应她，让她留到如今这个岁数啊？如今她做出了这种龌龊事，毁的可是你们侯府的名声啊！此言一出，在场没有离开，正在看热闹的夫人们若有所思地看着广宁侯夫人。从前京城里有谣言说秦王和沈薇儿两情相悦，因为秦王妃横插一脚，所以沈薇儿至今没有定亲。可从上次宫宴来看，秦王并不喜欢沈薇儿，谣言都是假的，不攻自破。那么沈薇儿为什么一直不嫁人？难不成真的是喜欢屋里那个汉子？那个汉子浑身肌肉，一看就是做惯了苦力的人物，不是京城权贵之子。沈家不答应沈薇儿嫁给他也是正常的。今日表面上是赏花宴，但他们都知道是相亲宴。沈薇儿害怕自己被沈家把她嫁给别人，所以选择和她心爱之人生米煮成熟饭来威胁侯府。众夫人脸上表情一言难尽啊！让让，都让让！广宁侯面色铁青的挤开人群，看到屋内的景象时，身子晃了晃，险些栽倒。今日是我广宁侯府招待不周了，让诸位见笑，改日定登门道歉。侯爷，这可不是招待不周的事啊！沈小姐这眼光实在是让人意外呀！广宁侯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狠狠瞪了眼屋内还在哭闹的沈薇儿，眼底满是失望与怒火，又对着宾客们连连致歉，只是那僵硬的笑容怎么看都透着几分狼狈。洛言看完了这场戏，心满意足地笑了。穗穗，你母亲跟广宁侯夫人有仇吗？我听说广宁侯夫人曾经想要嫁给我大舅舅，当时我大舅舅已经娶了我大舅母，他就一直针对我大舅母，把我大舅母推进水里，差点把我大舅母给害死。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不等云之穗回答，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郡主，今日我们还能去逛街吗？明天吧，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好，听郡主的。王爷，不是属下不给王妃配解药，是王妃种的春药没有解药啊。这种春药是从苗疆那边传到中原的，叫做合欢散。我已经给王妃施针压制住毒性，但合欢散是必须要行雨水之欢才可以彻底解开。废物！王爷，
要不您就从了王妃吧，不然的话王妃真的会死的。洛宽景神色冷沉，半天没有开口。您与王妃是正儿八经的夫妻，还犹豫什么呀？王爷，总不能您给您自己戴个绿帽子吧？洛宽景脸一黑，魏兰用胳膊肘推了推秋玉。王爷，郡主马上就要回来了，属下觉得以郡主的性格，应该不会放任王妃不管的。若是您不同意，郡主可能会让王妃给您戴绿帽子。后面这句话，秋玉没说，因为他怕死。洛宽景目光一寒，斜睨了秋玉一眼，眼里深处带着森森怒意。秋玉额头冒出一滴冷汗，都给本王滚出去！几人连滚带爬的出了屋子。魏兰看着秋玉，佩服的说道：你是真不怕死啊？希望待会儿郡主能救救我。洛昭听说了裴淑玉在广宁侯府出事的消息，急匆匆来到云深院，看着坐在院子石凳上还未离开的魏兰。我母妃怎么了？皇妃没事儿。没事？那我去看看母妃。世子，现在还不能进去。为什么？王妃她……秋玉努力想着措辞，该怎么跟年仅11岁的世子解释这种事情呢？小魏大夫给王妃施针过后，王妃就睡着了，您还是明日再来看望王妃吧。洛昭眯眼，不对劲儿，母妃睡着了就睡着了，她为何结结巴巴的呢？像是想了很久才想到这么一个借口。我就进去看看母妃，不会打扰母妃睡觉的。世子，王妃现在不能被打扰，您还是明日再来吧，或者您晚一些时间再来也行。你们为什么这么不想让我进去？是不是母妃身体不大好？还是说母妃已经后面的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他不敢想，却控制不住的往最坏的地方猜。前世母妃精神失常落水淹死的一幕再一次浮现在他脑海里，心头慌张再也压制不住。洛昭猛地朝主屋的方向跑过去，可刚跑2步，胳膊就被人死死攥住。秋野高大的身影挡在了他面前。让开！世子，得罪了。无痕从暗处走出去，伸手把洛昭从秋野手中给夺了过去，狠狠瞪了他一眼后才离开。瞪我干嘛？以无痕的耳力，应该能听到主屋里发生的事吧？我要是不把世子打晕，那不就打扰王爷和王妃干正事吗？半个时辰后，洛烟才蹦蹦跳跳地回到王府，正巧遇到准备出云深院的彩荷。彩荷，母妃的身体怎么样了？小魏大夫给母妃看过了吗？彩荷脸颊微红，低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跟年幼的郡主说这种事儿呢。关嬷嬷让她去吩咐大厨房做一些饭菜，中午王妃没吃什么，待会儿肯定会饿。你快说呀，小魏大夫不在王府吗？回郡主，小魏大夫在王府，他说王妃种的是合欢伞。合欢伞？竟然是合欢伞，那不是只有行雨水之欢才能解的春药吗？合欢伞，这名字还挺符合这种药。郡主，待会儿王妃醒来会饿的，奴婢去大厨房了。行了，你去吧。走进云深院，瞧见了靠在树上抬眼望天的风和，风离立马走过去。什么情况？王妃种的是合欢伞？是啊，我也没想到。那王妃呢？有王爷在，王妃不会出事的。王爷会同意？同意了。不同意，难不成王爷要给自己戴绿帽子？这边洛烟要去找裴淑玉看看她的身体情况，却不出意外的被拦住了路。郡主，王妃正在休息。啊，我就进去看一眼不行吗？魏兰说暂时不能被打扰。那我去找父王。推开书房的门，洛烟左看看右看看，没有看到洛宽景的身影。除了吃饭睡觉，父王一直都待在书房里，现在竟然不在。萧玉师傅，我父王呢？他去哪儿啦？王爷他……
哎，死脑子，怎么这么笨呢？他给秋野使个眼色，快想办法哟！我能有什么办法啊？洛烟这个时候呢，终于察觉到不对劲儿了。秋野和秋玉都是父王身边最重要的2个心腹，只要父王出门，他们2个必定会跟着。可现在他们都在王府，那父王肯定也没有出门啊。洛烟挠着下巴，围着秋玉和秋野转了一圈，又看了看院中没有离开的魏兰，最后把目光落在不远处脸上堆满了菊花笑的关嬷嬷身上。母妃中的合欢散是春药啊，没有解药的话，就只能行鱼水之欢。想到这里，洛烟来到魏兰跟前儿。喂，小魏大夫，合欢散有解药吗？没有。所以我父王和母妃……洛烟看着主屋紧闭的门，心里有一瞬的吃惊。哎呀，父王是自愿的吗？母妃醒过来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想到这里，洛烟咬了咬牙，心里对沈巍儿的厌恶更加了一层。越想越气，洛烟朝空气喊了一声：吴寒，你出来！郡主，你去保护那个泼了沈巍儿身子的壮汉，别让沈家把他给杀了。郡主，属下要保护你。有风离和风和在，不用担心。是。风离，你去让李管家把沈巍儿在宴会上发生的事都传出去，多传几个版本。版本里得掺些沈巍儿主动纠缠的说法，别太直白，要让听的人自己往那处想，让沈家迫于压力把沈巍儿嫁给那个汉子。是，属下这就去。小魏大夫，你手中有没有一种能让人对第一眼看到的人一见钟情，非他不嫁的药？等药效失去后，又会清醒过来。郡主，你说的倒不像是药，反而像是蛊。蛊？是苗疆那边传说中能控人心智的蛊虫？正是，我曾经跟着我爷爷去过苗疆，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苗疆蛊虫多为诡异阴毒之物，像郡主所说的，对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一见钟情，有非他不嫁的执念，事后又能让人清醒，大概率是禅心蛊。这种蛊需以施蛊者的心头穴为养，种下后能强行扭转人的情志。可一旦蛊虫离体，被蛊操控时的痴念会变成噬蛊的痛感，轻者失去神智，重者怕是会直接失去性命。小郡主，你要给谁用？沈巍啊。小郡主，等王妃醒来，王爷会出手，您不必担心。父王动手和我动手并不冲突。可是这种蛊虫我也没有啊，我爷爷也不让我玩蛊虫，他说我没那个本事驾驭蛊虫。好吧。干坐着也是无聊，不如我给郡主讲讲苗疆的事吧。你讲吧。其实苗疆蛊虫也不全然都是害人的蛊，有些蛊反而能够护人。苗疆少主，郡主听说过吗？没有。魏兰看着凑过来的秋野和秋玉等人，眉眼笑开，缓缓道来：苗疆每个人出生都会养一只本命蛊，这蛊会跟着主人一起长大，主人活蛊活，主人亡则蛊亡。苗疆少主贺莲心是个女子，她的本命蛊是苗疆最厉害的圣蛊，圣蛊能操控万蛊，是当之无愧的蛊中之王。简而言之，就是只要苗疆人有本命蛊，贺莲心一个念头就能杀死那人。哇，这么厉害！所以苗疆的人虽然表面上称呼他为少主，实则他才是苗疆身份最高的人，没人敢背叛他。苗疆人不论男女，长相都很貌美，但除了能操控蛊虫以外，他们都不善战。苗疆周围有一个弹丸小国，想要霸占苗疆的地盘，抢夺苗疆女子，经常派兵去攻打苗疆。是贺莲心以圣蛊操控万蛊，引着满山毒虫围了上去，2万个成年壮汉尸骨无存。外面传言他们都被蛊虫给吃了，连骨头都不剩。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去招惹苗疆，那个弹丸小国也被灭了。当时的贺莲星才7岁。我也听过这件事，操控万蛊啊，贺莲星是真的有那么厉害？
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你跟魏神玉去苗疆的时候，是不是见过那位少主？魏兰指尖一顿，想起当年在苗疆山林里的偶遇，不自觉打了个寒噤。见过一次，就那一次。我记到现在，因为操控圣骨，他的容貌和我们普通人不同。他的头发是银白色的，像雪落在月亮里的光，特别扎眼。更吓人的是他的眼睛，通红通红的，像进了血，非常恐怖。我去山里采药，碰巧遇到了他。当时他的脚边围着上百只毒虫，正在啃食尸体。不对，不是尸体，那些人还会动会喊叫，可惜没用。毒虫一点一点地把他们吞进肚子里，他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体被蛊虫吃掉。我当时吓住了，不小心惊呼出声。他发现了我，朝我走过来，用那双红色跟猛兽似的眼睛盯着我。天杀的，当时给我腿都吓软了，我以为他要让蛊虫给我也吃了。好在我爷爷和苗疆寨主关系很好，他没有对我动手，给我下了一个蛊就走了。他给你下了蛊？什么蛊啊？魏兰表情古怪，他怎么一时口快把这事给说了出来？没什么。屋里，骆宽景深吸口气，把自己衣裳一件一件的脱落，留下亵衣，随后撑着手站了起来，坐到了床边。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做啊？裴淑仪身体里的毒素被魏兰施针压制，但管不了太长时间，她只觉得全身上下都热极了，脸颊爆红，神情迷瞪的把自己衣裳胡乱的给解开，看着露出一片白皙脖梗的人，骆宽景耳尖微红，下意识的挪开视线。除了10几年前被下药的那次，他没有碰过女人，而那次因为药效的原因，他记得并不是很清楚。忽然间自己的手被捏住，骆宽景眼睫微颤，低头看了过去。好凉快啊，是冰块吗？裴淑仪心里一喜，随后整个人趴在了骆宽景身上索取凉意，但没一会儿就更热了。怎么还是这么热？骆宽景薄唇抿紧，垂眸看着攀在自己身上的人，喉结动了动，看着自己的腿，沉默两息，忽然伸手把裴淑玉推倒，旋即小心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动作，刚要把身上的亵衣脱掉，就见裴淑玉用力地拉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还未等他反应，柔软的唇附在了自己的唇上，他顿时瞪大了双眼，胸膛里的心脏跳动频率加快了几许。反应过来后，他想避开，可裴淑玉像是水里缺氧的鱼，吻得又急又重，双手死死勾着他的脖子，不让他逃走。好热。骆宽景指尖微微蜷缩，闭了闭眼，轻叹一声，低头吻了下去。小魏大夫，跟我们有什么好隐藏的呀？快说，什么蛊？似是想到了什么，魏兰脸颊微微泛红。关你什么事儿啊？废话那么多做什么？秋玉撇嘴，还想再说些什么，主屋的门吱一声被推开。秋玉，准备热水。是王爷。王爷，还需要属下吗？滚！得嘞。我是谁？我在哪儿？这种时候我应该要做什么？郡主，我们去练武场吧，您的轻功还需要精进。哎，好的，我们去练武场。裴淑玉醒来时，天色已经彻底暗沉下去，他抬眸愣愣地望着屋顶。王爷竟然会亲自给我解毒，王爷会有这么好心吗？不，王爷应该只是出于男人的尊严才会这么做的，他总不能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吧？原本慌乱的心绪竟奇异地安定了一些，只是那双眼里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真是够了，我为什么还在回味？王爷现在恐怕恨死我了吧？王妃，热水准备好了，可要奴婢扶您去沐浴啊？扶我起来吧。关嬷嬷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扶着她的胳膊，看到裴淑玉锁骨处几片淡淡的红痕。王爷和王妃总算是有了亲近，我可是盼了好久了。
沐浴过后，裴淑玉饿得前胸贴后背，让关嬷嬷把饭菜端进来。饱腹之后，倦意稍退。王爷去哪儿了？回王妃，王爷从您这儿离开后，便去了书房，至今没有出来。你现在去找小魏大夫，让他配一副避子药来。王妃，这怕是不妥吧？若是有了身孕，可是天大的喜事啊！让你去你就去，嬷嬷，我已经有妍妍和昭昭，不想再生了。哎，是啊，王妃。与此同时，书房中的骆宽景正端坐案前，指尖捏着一本账本，目光却久久停留在同一行字上，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王爷，饭菜热好了，需要属下端进来吗？进来。秋玉端着托盘，把饭菜放在骆宽景跟前儿，悄咪咪地抬眸看了他一眼，又很快把头低下来。王爷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也不对，王爷的耳朵好像有点红。还有事？有。魏兰说，关嬷嬷问他要一副避子药，他不敢私自给王妃，让属下问问王爷的意思。避子药。骆宽景眉心微蹙，重复这3个字时，声音淡淡的，听不出起伏。让魏兰把药给他。是。主屋中，裴淑玉还没有睡，半靠在床上，眼神时不时地落在屋门那边的方向。他在等一个消息。他心里虽然已经做定了主意，但却仍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直到门被轻轻推开，关嬷嬷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走进屋，药汁浓郁的苦涩气息扑面而来。裴淑玉眼中那点若有似无的期待，像是被冷水浇过，瞬间落了空。不等关嬷嬷开口说些什么，裴淑玉便起身走过去，没有丝毫犹豫，她仰头将苦涩的药汁一饮而尽。嬷嬷，去把王爷的床收拾干净吧，我去找妍妍。王妃，关嬷嬷拦都拦不住，王妃这脾气啊也是倔的，避子药说喝就喝了，丝毫不给自己留余地。洛烟是在洛昭院子吃的晚饭，他把在沈家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洛昭。洛昭沉默了一会儿，所以那个时候秋玉他们一直拦着他不让他去看母妃，是父王在给母妃解毒。洛昭本来还对秋野打晕他的事儿有些愤怒，现在他的尴尬更多了。若是他真的不管不顾闯进去了，他就没脸做人了，干脆一头撞死算了。幸好。哎呀，哥呀，你说这事儿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哎，父王会不会对母妃心中的芥蒂更深了？父王对母妃的芥蒂还少吗？你这么操心做什么？反正就算没这事儿，父王也不会喜欢上母妃的。洛昭昭，这是什么话？你看不懂母妃好是吧？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洛言，你别把所有事情都想得太过天真了。我是一个男人，我了解男人，若是我被人算计了，我会痛恨他一辈子，哪怕后来查清楚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我心中仍然会有芥蒂，不可能对他产生别样的情愫。我觉得就这样挺好的，反正沈薇儿这辈子也毁了，不可能再嫁进王府。若是以后父王腿好起来了，会纳妾，我就偷偷给那个女人下避子药。反正秦王府只能有我一个世子，也只能有你一个郡主。你可真行啊！你怎么不直接给父王下绝子药，一了百了？你说的有道理啊。与其一个一个的下避子药，不如直接给父王下绝子药啊。洛言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模样，嘴角抽了抽。这个办法好啊。让我仔细琢磨琢磨，该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让父王喝下绝子药呢？不是，我就随口一说，抱怨两句罢了，你还当真啦？哥，你别乱来啊！给父王下药要是被发现，咱们兄妹两个就得重新再来一次啦。放心，我不会乱来的。哎呀，那
那就好，我还以为你这样。我会准备万全了再来，我要做一个万无一失、天衣无缝的计划，不会让他抓到任何的把柄。世子之争，向来如此，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我的地位。那若是这次母妃怀孕了，给我们生下一个弟弟，你不会把他掐死吧？哎呀，胡说八道什么呀！母妃生下的孩子能跟那些机械生下的庶子相提并论？不早了，我回去睡觉了。对了，明天我跟穗穗约好了去逛街，你去吗？你们女孩子逛街，我去做什么？不去。洛烟哦了一声，他也就随口问问，起身离开，望着外面高高升起来的月亮。这个时候父王和母妃在做什么呢？应该都睡了吧。妍妍，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今天母妃还想跟你一起睡觉，可以吗？洛烟眨了眨眼，走过去盯着裴淑玉的脸仔细看了看。怎么了？母妃的脸上有脏东西？没有，我去洗漱了。洗漱过后，洛烟爬上床。母妃，你喝药了？什么药？没什么药啊。妍妍，母妃困了，我们睡觉好不好？母妃，你要是不说你喝了什么药，我就不让你跟我睡。是避子药。避子药？母妃，谁给你喝的避子药？是不是父王？不是王爷的吩咐，是我自己要喝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有了你和你哥哥啊。好啦，时辰不早了，我们睡觉吧。洛宽景在书房待了大半夜，烛火燃尽了2盏，岸上的凉茶饮了又续，才总算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事已至此，他总不能一直逃避啊，连自己的王妃都不敢见。她是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昨夜那般事本就是夫妻间再正常不过的情分啊。屋子空荡荡的，烛火只点了1盏，床上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床褥，锦被叠得方正，枕头上没有半分褶皱。秋玉和秋野今日跟他说，裴淑玉昨晚是睡在了洛烟的屋子，今夜应该也是如此。难不成以后裴淑玉都要睡在洛烟那边？那他让他搬进云深院还有什么意义呢？今夜他又失眠了，翻来覆去很久才睡着。混沌中，一个穿着湖蓝色衣裙的女子踩在青石板路上，朝着站在不远处的梅树下的男人走过去。她勾着男人的下巴，微微俯身，男人像被藤蔓缠住一般动弹不得，只能看着她俯身吻了过来。呼吸交缠时，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很急很乱。他把她带到屋内，帐内烛火摇曳，他看到她脸颊被映得泛红。洛宽景猛地睁眼，屋外天光大亮，他抬手按在胸口，指尖触到的衣料竟带着薄汗，连耳尖都烧得发烫。他竟然做了那种梦，而且梦中女子的脸是裴淑玉。洛宽景撑着手坐起身，掀开被褥看了一眼，又把眼睛闭上，沉默良久，他才缓过神。或许是因为昨日他给裴淑玉解毒的原因吧，他不确定地想。洛烟从练武场回来后，才瞧见了洛宽景从屋里出来。父王，早上好啊！洛烟，你年纪也不小了，总是住在云深院也不像个样子。从今日起，你就搬回你自己的院子吧。啊，父王，你要赶我走啊？不是赶你走，你今年11岁了，该学着打理自己的院落，学些规矩了。洛烟围着洛宽景的轮椅转了3圈，眨了眨眼，随即像是忽然想通了什么。哦，我知道了，父王，你是不想让母妃总是跟我睡一个屋吧？还没等洛宽景开口，洛烟又拍了下手。哎呀，父王，你有这个想法早说嘛，早说我早就搬走了。胡说八道，本王何时说让你母妃跟本王睡一个屋了？父王，你说什么呢？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你不想让母妃跟我睡一个屋，而不是让母妃跟你睡一个屋。
此话一出，陆宽景的脸上表情瞬间变得僵硬起来。周围听到父女二人对话的秋野等人鼓着腮帮子抬头看天。这天可真蓝呢！你搬不搬？不搬。你刚刚不还说你会搬走吗？刚刚是刚刚，现在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巡深院是本王的院子，你不搬也得搬。哦，那今后你给我的信也别怪我偷偷打开看。臭丫头，越来越会拿捏我了。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父王都会答应吗？除了看信。我暂时想不出来，等我想出来了再告诉你。可以。得嘞，爸，吩咐下去，搬家搬家。是，君主。洛烟吩咐秀儿看着下人把东西搬到紫强院，他则是带着风离和风和二人去找云之穗逛街。玲珑阁是京城非常出名的首饰铺子，专做高门大户的生意，里头的钗环镯坠皆是精工细作，既有江南的婉约，又不失京城的大气，寻常人家连门槛都摸不着。郡主，这只点翠金钗好看，这个耳环也好看，是挺好看的。哟，这不是静和郡主吗？你哥哥做了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你竟然还敢出来，真是不要脸。洛心眸色淡淡的瞥了眼雪山，把手中的玉镯放在专柜面前，声音没有半分波澜。多少银子？结账吧。300两。洛心身后的丫鬟拿出银子递给掌柜。静和郡主有那么恶心又杀人如麻的兄长，你不觉得惭愧吗？洛心脚步未动，指尖攥着锦盒的力道却重了一些。那些失去女儿的家人永远都会活在痛苦当中，而你身为她的妹妹，却穿着绫罗绸缎，戴着珍贵的首饰，你就不觉得心里有愧吗？许小姐，陛下已经责罚了我父王，我兄长也失去了性命，你如今提起这件事，是故意来找我麻烦吗？不等雪山说话，他又道：无论如何，我也是皇室郡主，又岂是你区区一个臣子之女可以羞辱的？雪山被噎住，脸色变了变。洛心冷笑一声，扫一圈在场的人，在看到洛烟的时候，神色顿了一下。哼，我兄长是我兄长，我是我，我兄长做错了事，与我何干？撂下这句话，洛心拿着装着玉镯的锦盒就离开了玲珑阁。哼，不过是个落魄王府的郡主，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堂姐马上就是林王妃，说不定将来还是太子妃乃至皇后呢。郡主，你知道为什么许山会针对静和郡主吗？为什么？因为许山对镇北王世子情有独钟，但我听说镇北王世子喜欢的是静和郡主。那洛心喜欢镇北王世子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听说镇北王世子一直追求静和郡主，还放下狠话说非他不娶。哎，不说他们了，我们继续看首饰吧。好。挑选好了首饰，洛烟挽着云之穗的胳膊离开玲珑阁。见过长年郡主，我家郡主在香明居等您。星河姐姐找我做什么？我还要和穗穗去望月楼吃饭呢。我家郡主有些话想单独跟您说。哦，那你让她改天去秦王府找我吧。穗穗，我们走。望月楼不愧是京城名气最大的酒楼，还没有到饭店大堂里就坐了很多人。来到2楼的雅间，洛烟一口气点了很多菜。郡主，我们2个人吃不完这么多菜吧？不急，待会儿还有客人。啊？谁呀？等他来了你就知道了。话音刚落没一会儿，雅间的门被敲了敲，洛烟看向风离。开门。
落叶妹妹，云小姐，不介意我来拼个桌吧？当然不介意啦，金河姐姐。洛心顺着他的话走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没有开口。洛烟也没有跟他说话的意思。一顿饭吃完，洛烟拿起帕子擦了擦嘴角，看着云之穗也放下筷子，他看向洛心。星河姐姐，我们吃完了，你慢用。洛心拿着筷子的手微微顿了顿，抬眸看着满脸单纯的洛烟，眉头微拧了一下。穗穗，你还想去哪儿玩？明天就要去上书房了，我还不想这么快回府。我也不知道，郡主想去哪儿玩？我倒是知道有个地方，你们肯定会感兴趣。什么地方？锦绣阁。锦绣阁？那是什么地方？名为成衣铺，实为斗兽场。什么是斗兽场啊？斗蛐蛐你知道吧？把蛐蛐换成猛兽。哼，京城大多数世家子弟都爱去。星河姐姐，我和穗穗不喜欢看那些血腥的，晚上会做噩梦的。穗穗，我们还是去逛街吧。好的，郡主。两人起身就要离开。落叶，你就不想知道去年花瓶事件幕后真凶吗？洛烟脚步一顿，猛地回头看着洛心，眼里闪过一抹诧异。郡主，我忽然想起来，我娘让我早些回去。抱歉啊，不能陪你逛街了。穗穗，实在是对不住郡主。我娘说今日要给我做我爱吃的桂花糕，晚了就凉了，我改日再陪您逛街。那我们改日再来逛街。好。云之穗笑着行下，很快离开了望月楼。金河姐姐，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字面上的意思，我知道害你的人是谁。和谁啊？镇北王府。你说谁？镇北王府？你们秦王府是不是怀疑是我父王做的？其实你们猜的也没有错，确实是我父王做的。但我父王为什么要对你动手？你有没有想过，我父王是因为镇北王才对你动手的。镇北王有病啊！我跟他素无往来，我得罪他了吗？我没有得罪他吧？我听说镇北王世子喜欢你，一直在追求你，你为什么要突然告诉我这件事？你觉得陛下会同意我嫁给镇北王世子？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让我母妃离开平阳王府。金河姐姐，你该知道的，皇家没有和离。我知道，我听闻这世上有一种假死药，我想让你帮我找到。作为交换，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镇北王府要对你动手。我可以问一下金河姐姐为什么会找我吗？金河姐姐就这么信任我？我除了信你，还能信谁？我母妃病了，父王不让她医治，他在等我母妃病死，因为他需要利用我母妃的死，重开王府大门，重新回到朝堂上。他从未把我母妃当成自己妻子，也从未把自己的子女放在心上。我兄长是被他杀的，虎毒尚且不食子，可他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儿子。我和我母妃还有王府所有的孩子都是他手中的棋子，需要时会关心呵护，一旦没了用处就会弃之敝履。镇北王世子爱慕我，呵呵，不过是借着我的手和他传信罢了。金河姐姐，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我会回去告诉我父王，等我消息吧。多谢落叶妹妹了。等我拿到了假死药，确认我母妃安然无恙后，我会告诉你一切真相。父王，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
先听坏消息吧。坏消息嘛，使我秦王府肯定又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了。那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我知道这个强大的敌人是谁。谁？镇北王府。你说，镇北王府？就是镇北王府。洛烟简单的把洛星跟他说的那些话跟洛宽景复述了一遍。父王，我觉得静和姐姐没有骗我。洛宽景眉头越蹙越紧，脸色沉肃下来。如今的镇北王在还是世子的时候，一直生活在京城，在京城娶妻生子。他是老镇北王战死之后才去的边境，他和他没有交集，他确信自己没有得罪过他。洛烟根本就没有见过镇北王，更不可能得罪过他。那么镇北王为何会对洛烟动手？嘿嘿嘿，父王，小魏大夫能不能制作出假死药啊？静和姐姐说，只要拿到假死药，确认平阳王妃安然无恙，就会告诉我们镇北王为何会对我动手。假死药的事，本王会让魏兰去想办法。魏神医也快回京了，不用担心。哦，那就好。父王，你的腿以后治好了，你会昭告出去吗？不会，只有本王是个站不起来的残废，那些人才会放心。那些人是哪些人？洛言，你还小，这些事不用你操心。你如今能做的，就是安全长大。洛言哦了一声，倒也没有多问，该知道他总会知道的。对了，差点忘记说了，我前几日和慕容燕约好了，6天后我们去玉泉寺见他的师傅。可以。出了书房，洛烟打了个哈欠，正巧看到了走进院子里的裴淑玉。母妃，你知道吗？我今天搬出云深院了。燕燕，母妃打扰到你睡觉的吗？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你为何突然搬走？母妃，你知道吗？是父王让我搬出去的。啊？王爷为什么要你搬出去？因为母妃啊。我怎么了？母妃跟我睡了2个晚上，父王有些吃醋了，所以才会让我搬走。我搬走啦，母妃就只能跟父王睡在一个屋里了哦。你这丫头瞎说什么？王爷怎么可能因为我让你搬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啦？母妃，你要对自己有信心。王爷那般厌恶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母妃，你觉得以父王的性格，除了皇祖母以外，有人逼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他会不会妥协？不会。昨日母妃中药有2种办法，一是让母妃得不了解药暴体而亡，二是父王给母妃解药。父王选择了第2种。昨日皇祖母可不在场，没有人逼父王选择，是父王自己的选择。可能王爷是看在你和昭昭的面子上才帮我的。我和哥哥哪里有那么大的面子，让父王做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母妃，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我走啦，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燕燕，母妃也想跟你一起走。母妃，你长大了，你要学会好自己照顾自己，不能总是跟我黏在一起。撂下这句话，洛烟狠心的转身离开。那今晚又要睡软榻吗？洛烟说的那些话，裴淑玉半信半疑。王爷若是在乎他，昨晚为何不拦着那碗避子药呢？甚至一直待在书房，连问都不问一声，摆明了不想看到他。避子药太过苦涩，他不想以后再喝。把被褥抱到嫣然之前住的屋子。王妃，你……嬷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想以后再睡软榻了。把被褥抱走吧。洛宽景处理好公务，洗漱沐浴过后来到内室，看着依旧是空无一人的屋子，眸色沉了沉。
他抬眸望着漆黑的夜色，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残废的双腿，沉默很久，才离开轮椅坐在床上。这一晚依旧是过了很久才睡着。郡主，奴婢打听到广宁侯府沈家对外说，沈家小姐对那乡下汉子情有独钟，非他不嫁。那汉子是刘家村的一个猎户，姓刘，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妹妹。奴婢听说刘家已经去沈家商议婚事了。速度这么快啊！外面还怎么传的？外面还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不明白为什么堂堂侯府嫡女会喜欢上一个乡下汉子，不惜毁了自己清白也要嫁给他。洛烟用银勺舀起一勺温热的莲子粥，小口小口啜着，米粥熬得如滑，莲子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她满意的眯了眯眼。只要广宁侯府还在乎名声，还想让府里其他姑娘顺利出嫁，就绝不会让嫡女失贞却不肯婚配的丑闻传得更凶。他们只能顺着流言，将沈薇儿风风光光的嫁给那个乡下汉子。这样一来也算是堵了悠悠众口，谁还会说沈薇儿是跟汉子通奸？广宁侯府沈家，沈薇儿割腕自尽了，幸好丫鬟发现的及时，把她给揪了下来。我的儿啊，你这是要做什么呀？你要丢下母亲不管吗？母亲，我的清白没了，您和父亲还要把我嫁给那个粗鄙乡下汉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只是权宜之计，为了堵住外面的悠悠众口，母亲不会真的让你嫁给他的。母亲不用瞒着我，我已经知道了，刘家已经来人下聘。侯夫人手指猛地一顿，她张了张嘴，想辩解些什么，说父亲和母亲真的要将我嫁给他，我宁愿去死。死？你算计秦王妃怎么没有想过死字？你还嫌连累侯府连累的不够是吧？你知不知道外面如今怎么传的？如今倒是要拿死来威胁侯府。你最好祈祷你做的事够干净，若是让秦府查到蛛丝马迹，你也不用再嫁到刘家了，也不用在这虚死逆活，老子亲自打断你的腿，把你送到锦衣卫给秦王出气。侯爷，薇儿刚醒，身子还弱，你别这么对他。哼，他这样自私自利、胆大包天，都是被你给惯的。要不了多久，太后就会知道此事。若是太后知道你和他一起算计秦王妃，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不会的，不会的，太后是薇儿亲姑母，秦王只是太后养子，太后就算知道了，要偏心也是偏心薇儿呀。你懂什么？当年……话还未说完，他似是想起来什么，猛地闭嘴。总之，这段时间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待在侯府。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不要给我寻死逆活的，否则休怪我不客气。沈薇儿趴在地上，抬手抹了抹嘴角的血，目光落在广宁侯离开的身影上。父亲，明明这件事您也是默认的了呀，为何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我身上？洛烟用了早膳就去找洛昭，把昨日遇到洛心的事儿跟他说了一遍。镇北王，你怎么确定他说的是真是假呢？他是平阳王府郡主，平阳王的亲生女儿。或许他跟你说这些，只是为了给平阳王开罪呢。她是平阳王府郡主，平阳王的亲生女儿，她也是平阳王妃的亲生女儿。我相信一个女儿维护母亲的心。哼，但愿如此。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洛烟和慕容燕约定见面的日子。阿燕，你看看我这身衣裳精神吗？有没有一股长辈的风范？颜色正，绣工也细，只是长辈风范不全在衣上。我知道，
可今日秦王不是要来吗？总不能穿得太随意了呀。师傅，衣裳是衬人的，你坐在这里不说话也有沉稳气质，比衣裳更像长辈。哼，算你小子会说话。不过这颜色真的不扎眼？不扎眼。哎，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呀？不会不来了吧？秦王既然已经答应见面，那么自然不会食言。从秦王府到玉泉寺需要1个时辰的路程，师傅安心等着就好。话虽如此，但上官不喜实在是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去药房里捣鼓药材，一会儿坐到慕容燕跟前儿，拿起白子跟他下2局，一会儿又去屋里照镜子，看看自己衣衫有没有乱。秦王府这边，父王，轮椅不带着吗？那等会儿去玉泉寺你怎么办呀？本王提前让秋野带着轮椅去了玉泉寺。6，我就多余担心。马车停在了玉泉寺后山庭院外，一个带刀侍卫候在庭院外，身边站着一个穿着绿色蟒袍的老头子。老头在跟秋野套近乎，但秋野双臂环胸，颇为冷傲。秋野知道老头就是续骨雪莲的主人，本来是没有对他这么冷漠的，但这老头吧，时不时地问他王爷的私事，他顿时心生警惕。再看到熟悉的马车驶过来，秋野长呼一口气，烈马拿着轮椅走上前，随后把骆宽景给背下来。上官不喜十分激动，上前一步，还没有凑近骆宽景，就被秋野挡住。这是把我当成坏人了吗？师傅，客人来了，还是让他们进来说话吧。对，咱们进来说话吧。秋野，不要无礼，进去吧。多谢老先生的续骨雪莲，老先生需要什么，本王可以为老先生寻来。我叫上官不喜。骆宽景眸色微正，上官这个姓氏啊，可不多见。我有一个妹妹，叫做上官不悦。上官老先生想要本王为你找人？不，他已经死了。骆宽景更加疑惑，上官不喜主动约他见面，应该是有所求。拿了人家的续骨雪莲，他有什么想让他帮忙的，他不会不同意。可现在怎么竟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呢？慕容燕看着上官不喜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说了半天还是不说出重点，皱了皱眉，直接开口。秦王殿下，我师父的妹妹上官不悦，肩膀上有一块小小的蝴蝶胎记，淑妃娘娘是沈家的养女，她的身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胎记。王爷若是不信，可以派人去查。沈家有一个伺候过淑妃娘娘的老嬷嬷，现在还活着。闻言，骆宽景瞳孔放大，神情满是惊愕，指尖微微发颤，他紧紧地盯着坐在他对面的上官不喜。喂，哥，先别说话。所以上官老先生约本王见面，是要与本王认亲。我上官家族世代从医，我却从小叛逆，弃医从武，离开上官家族四处闯荡。在得知上官家族一夜之间全族被灭赶回去时，已经晚了。我想要查明真相，为家人报仇，却处处被阻拦，被追杀，差点殒命。我本以为上官家族血脉从我这里断了，却意外查到不悦的消息。王爷，我没有想要与你认亲，我只是想见一见不悦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顺便提醒你一句，小心自己身边的人。好了，我的话说完了，你们可以走了。骆宽景薄唇微抿，眸子黑黑沉沉的，看不清有什么情绪。舅爷爷。你叫我什么？舅爷爷啊，你是父王的舅舅，那就是我的舅爷爷。嘿，快起来，快起来！舅爷爷，我饿了，你这里有饭吃吗？
我和父王还有哥哥可以在这里吃饭吗？当然可以啊，舅爷爷做饭很好吃的。如果你父王不介意的话。父王不介意，如果父王介意，让他自己回去好了，反正我和哥哥要留下来。舅爷爷，晚辈洛昭。好孩子。上官不喜拍了拍洛昭的肩膀，摸了摸他的根骨，习武天赋不错，不愧是他上官家族的后代。好孩子，走，跟舅爷爷去河里抓鱼去。好的，舅爷爷。看着洛昭和上官不喜离开，洛烟想了想，也跟了过去。亲王殿下，我师父从前并不知道淑妃娘娘还活着的消息，他曾经以为上官家族的人都死了。洛宽景指腹微动，没有说话，只是垂着眼。慕容燕不再多想，朝洛烟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郡主，你去哪儿？去找舅爷爷和我哥啊。我师父和洛昭世子去河里抓鱼，但应该不仅仅是抓鱼。什么意思？师父应该要传授他一些武功心经。舅爷爷偏心啊，为什么不传授给我？师父没有偏心，他的武功心经刚猛霸道，最适合世子那样的性子，却不适合你。你若是学了，内力相冲，对你不好。我师父种了很多药材，郡主想要去看看吗？好，去看看。慕容燕眼底瞬间漾开笑意，脚步放得缓了一些，引着他往庭院深处走。哇，这么多药材，得耗费多少心血啊！我师父一直很自责，自觉对不起上官家族，报仇无望后便开始种药材，教我医术，让我把上官家族的医术传承下去。舅爷爷有查到谁是灭了上官家族全族的凶手吗？师父没有跟我说过。可以让我父王去查，虽然过去的时间有点久了，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总是会查到的。慕容燕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你师父是我舅爷爷，那按照辈分算，你是不是就是我的表叔？表叔？什么狗屁称呼呀！怎么？难道我说错了？古人云，自己的徒弟就相当于自己半个儿子。你是我舅爷爷的徒弟，就相当于他半个儿子，也就是我父王的表弟，那不就是我表叔吗？慕容燕目光悠悠地看着洛烟，她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还有辈分这一回事儿。表叔，你怎么啦？表叔，怎么这副表情呀？难道你不乐意当我父王的表弟，我的表叔？不准叫我表叔。为什么不准叫？按照辈分，你就是我表叔啊！表叔，再叫，把你扛起来带走。表叔，我是女孩子，你知不知道这样捏女孩子的嘴很没有礼貌？若是现在把她偷走藏起来，成功的几率有几成呢？看着寸步不离地跟着洛烟的风离和风和两个婢女，算了，不到1成。见慕容燕低着头一直不说话。好了，不逗你玩了。慕容燕，你跟我讲讲你是怎么遇到我舅爷爷的呗？师父制作的药需要一味药材，只有皇宫里有，便去皇宫寻找，意外遇到了我，查到我的习武天赋不错，就收我为徒了。这就没了？哎呀，无聊，我还是回去找我父王吧。郡主不必讨我的话，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我与师父的相遇确实如此，没有骗郡主。哪怕洛烟问他是不是重生回来的，他也会如实告诉他。不知为何，他不想欺骗他任何事儿，就好像欺骗了他就会彻底失去他。你是什么时候拜师的？6年前。你的武功如何？能与你身后的2个婢女打个平手。他今年才多大啊，就能跟风和和风离2人打个平手？
开挂了吧？你一直想要我对你好的原因是什么？我要听真话。因为喜欢。喜欢什么？就因为我在你受欺负的时候帮你说了几句话？不知道，见到郡主就喜欢。他说的是真的，从一开始在上书房见到洛烟的时候，他就移不开眼，只要靠近他心里就很雀跃。其实他心里也很疑惑，他重生了很多回，自然是见过洛烟的，为何这一次会不一样呢？难道仅仅只是因为这一次洛烟也重生了？呸！我是不会喜欢你的，放弃吧。撂下这句话，洛烟头也不回离开了。慕容燕并没有阻拦，只是静静地跟在他身后。回到庭院里，看着没有离开的洛宽景，洛烟莞尔一笑，他就知道父王不会就这么离开的。父王，我觉得舅爷爷挺好的，你不要一直板着一张脸，多笑一笑嘛。你叫人倒是叫得快啊。我不叫得快，咱们现在恐怕已经被赶出去，回到王府了。师父其实早已准备好了今日的食材，不会赶你们离开，除非你们自己要离开。洛宽景听到慕容燕的声音，原本落在洛烟身上的目光骤然转过去，拧眸望了半晌，眼中满是不加掩饰的打量。晚辈慕容燕见过秦王殿下。慕容九皇子当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这么多年下来，就连本王都骗了过去，不过是想要活着罢了。九皇子想要的恐怕远不止这些吧。不若本王助你回大钱，拿到你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我自己会拿到，就不麻烦王爷了。九皇子既然有自己的打算，本王自然不会多加干涉。只是这庭院虽然偏僻，却也是大周的地界，有些心思还是收着点好，免得惹了不必要的麻烦。王爷，与其说这些无谓的话，不如我们来下一局棋。洛宽景轻喝一声，没有拒绝。洛宽景执黑子，慕容燕执白子。洛烟站在洛宽景身边，看着面前棋局，头脑发晕。他看不懂围棋啊。秋野师傅，你觉得谁会赢？肯定是王爷。我也觉得父王会赢。父王再怎么说也比慕容燕多活了10几年，怎么可能连一个14岁的小屁孩都赢不了？慕容燕耳朵微动，听到了洛烟的这句话，她扯了扯嘴角，捻起白子，轻轻落在棋盘右下角。洛宽景眼底微光一闪，黑子落下，精准卡在白子斜对角，截断了对方初步的扩张之势。九皇子在皇宫扮猪吃虎，一直蛰伏，连下棋都这般步步为营啊！王爷过誉，不过是落子贼心。话虽如此，他的棋路却暗藏章法，看似松散的白子渐渐连成引线，悄然将黑子的势力范围围了半圈。洛宽景指尖微顿，显然察觉到对方的意图，他抬眼看向慕容燕，见少年神色依旧平静，仿佛全然沉浸在棋局中。黑子再次落下，这一次却不再硬扛，反而退后半步，在己方阵营内布下防线，四手实攻。就在这时，庭外传来脚步声，是上官不喜和洛昭回来了。哇，哥，你还真下水捞鱼去了？快过来，夸夸你哥。嘿，来啦！上官不喜看着正在下棋的两人，挑了挑眉，没说什么，拎着手中的鱼进了厨房。小赵，来烧火。啊，好的，舅爷爷。哥哥怎么会这么听舅爷爷的话？刚刚在河边发生了什么？不过哥哥一个王府世子，打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会烧火吗？别说烧火了，怕是连灶台里的柴火长什么样都没有仔细看过吧。正想着呢，鼻尖忽然飘来一缕焦糊味儿，洛言回过神，立马跑到厨房。只见洛昭手忙脚乱地用拨火棍扒拉着柴火，火星子溅得满灶台都是，原本该燃起的火苗蔫蔫蔫的，还裹着一团黑烟。上官不喜一脸无奈地看着洛昭，他忘记了这
这小子含着金汤匙出生，怎么会烧火呢？哥，你这是烧火呢，还是烧灶台啊？不过就是生个火，有什么难的？我再来一遍。哎呀，哥，我来。你会烧火？这有什么难的？不过片刻，灶堂里就燃起了旺旺的火焰。看不出来啊，罗烟，你还有烧火的天赋呢。以前怎么从来没见你露过手啊？哎呀，低调低调，这不过是雕出个小技罢了。上官不喜看着兄妹二人，丝丝笑意从眼底溢出。王爷，承让了。骆宽景看着眼前的棋局，黑子已经没有退路，目光有一瞬的错愕，他竟然输了，输给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人。说实话，骆宽景有那么一丢丢的难堪。是本王输了，本王很好奇，你的棋也是跟上官老先生学的？师父只教我武功和医术，我的棋是自学的。自学？骆宽景一顿，他怎么就这么不信呢？但慕容燕不说，再追问下去也没什么意思。骆昭学会烧火之后，就把洛烟赶了出去。父王，你和慕容燕谁赢了？是我赢了哦，郡主。什么？父王，你竟然输给了慕容燕？慕容燕的棋艺确实比本王更胜一筹。哦，厉害！多谢郡主夸赞。郡主想学吗？我可以教你。郡主聪慧，想来很快就会学会的。不，我并不想学。那好吧。当着我的面跟洛言套近乎，演都不演了是吧？哎，父王，你别难过，不过是一局棋，输了就输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就比如我跟人吵架，我就从来没有输过。慕容燕只是擅长下棋而已，若是比其他的，你肯定能赢。郡主，你说错了，我不仅擅长棋艺，还有医术，武功也不错。师父说不出5年，或许能与王爷打个平手。小嘴巴。小嘴巴是什么意思？让你闭嘴的意思。好的。父王，你别听他瞎说，你可是大周赫赫有名的秦王殿下，要不是被小人暗算，双腿被废，耽误了10多年，现在天下第一就是你了。慕容燕挑了挑眉，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就见洛烟后脑勺像是长了个眼睛似的，猛地回头瞪他。好吧，我闭嘴。骆宽景看着二人在他面前光明正大的眉来眼去，脸色沉沉。手有些痒，好想剁点什么呀。傍晚，一辆不起眼的马车来到亲王府后门。父王哥，我好困，我先走了。等等。咋了？罢了，没事，你回去休息吧。棋艺连慕容燕都不如，亏你还多活几年。你厉害，你去跟他比。我又不会下棋，比什么呀？骆昭不雅地翻了个白眼，随后大步流星地走进王府。骆宽景扯了扯唇角，被一个14岁的少年赢了棋，还被自己亲儿子当众嘲讽，活了30多年啊，他头一次这般清晰地感觉到挫败。魏神医什么时候到京城？应该还有5天左右吧。让魏兰再传一封信出去，让魏神医3天内到京城。是。秋野应了一声，进府去找魏兰。王爷，广宁侯世子和京城一些纨绔在郊外赛马，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重伤。太医诊断，广宁侯世子的双腿再也站不起来，而且日后再也不能人道了。广宁侯也因为做错了事，被陛下贬官2级。去告诉广宁侯，若不想侯府偌大的基业毁于一旦，
就风风光光的把沈薇儿嫁出去。若再敢出什么幺蛾子，便是太后都保不住他们。是。此时的广宁侯府，广宁侯夫人趴在床边，哭声响彻天地。我的儿啊，你做什么非要去叫外赛马呀？管家，备马车，我要进宫见太后。管家刚要应声，一支羽箭突然破窗而入，嘟的一下定在了堂中立柱上。来人，有刺客！府中护院和小厮们闻声赶来，瞬间将正厅团团围住。可众人戒备着搜遍了侯府内外，连半个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侯爷，您看。广宁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才发现箭杆上竟绑着一张折叠的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只有寥寥数语，却让他大惊失色，捏着纸条的手微微发抖。散了吧，不必备马车了。管家观察到广宁侯眼神不太对劲，摆了摆手，让护院们退下去。派个人去看这大小姐，在出嫁之前别让她乱跑。侯爷，您之前不是说安排个意外，让那乡下汉子死在山上吗？计划有变，婚事如期举行，让那些人都撤回来。是啊，侯爷。你说什么？沈辉他怎么，姐姐不知道吗？大哥他从马上摔下来，不仅成了残废，以后也不能人道了。这一切都是拜姐姐所赐，是你毁了大哥。你胡说，沈辉自己摔下马，跟我有什么关系？姐姐，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若不是你非要去招惹秦王殿下，算计秦王妃，大哥怎么会变成这样？沈甜儿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像重锤砸在沈薇儿心上，她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姐姐，你闯下这么大的祸，毁了大哥的一生，你对得起大哥吗？对得起侯府吗？别说了，你滚，给我滚出去！姐姐，你以为把我赶走，大哥的腿就能好吗？侯府的名声就能回来吗？你躲得了我，躲得过父亲和母亲失望的眼神吗？躲得了大哥躺在病床上连起身都做不到的模样吗？滚！哦，对了，我差点忘了，父亲让我好好的看着你，等灵王殿下的婚礼一过，就把你嫁过去。这段时间，姐姐就好好在屋里待着吧，可别又做出什么让父亲生气的事儿。母亲不是说这只是权宜之计，会让那乡下汉子死于意外吗？姐姐，你的清白都已经给了那乡下汉子，你不嫁给他，还能嫁给谁？不，你胡说！母亲答应过我的，我要去找母亲。蠢货，你把母亲唯一的儿子毁了，母亲怕是要恨死你了，你还想去找母亲？沈薇儿脚步猛地一顿，指尖微颤。姐姐，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等待出嫁吧，该给你的嫁妆，母亲自然会给你。等你嫁到了刘家，你就是当家做主的人。虽说是低家，但总不会被婆家欺负。你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好了，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我还约了姐妹出去逛街。姐姐，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怎么会这样？不过是想要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就在他满心悲凉之际时，哐当几声，偏厅的门窗竟在瞬间全部关闭，屋内顿时陷入一片昏暗。谁在那里？沈小姐，别叫，我是来帮你的。你是谁？这里是广宁侯府，护卫很快就会过来，你要是敢乱来，侯府不会放过你的。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给你一个不嫁给那个乡下汉子的选择。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不露出真面目，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又会不会害了侯府？沈小姐不必担心，我与你广宁侯府无冤无仇，又怎么会害侯府呢？与我有仇的是秦王。你说什么？沈小姐与我合作如何？等扳倒了秦王府，我就把秦王送到你手中，任你差遣，如何？我不会同意的。秦王殿下那般厉害，怎么会被你这种藏头藏尾的小辈打败？你这是自寻死路，还要拉上我？沈小姐，你最好想清楚，如今能帮你摆脱嫁给乡下汉子的命运，只有我。你不是想嫁给秦王吗？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能让你拥有秦王，让他只有你一个女人，你真的不好好考虑一下吗？沈巍儿咬了咬唇，她当然想嫁给秦王，她从小就爱慕秦王，做梦都想嫁给他。可如今她被毁了清白，侯府要放弃她，把她嫁给乡下汉子，已经没有机会了。眼前的男人跟她说，她将来会有机会拥有秦王，说不心动是假的。可秦王那般厉害，真能被打败吗？而且他还说他与秦王有仇，若是他杀了秦王，他还怎么拥有他？沈小姐放心，秦王与我有仇，我不会杀了他，因为他还是我的情敌。你喜欢裴淑月？我要让秦王看着我是如何把他的王妃娶到手的。我可以答应跟你合作，但我要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不然的话，我怕你会过河拆桥。黑衣男人低头犹豫了片刻，还是抬手把面具给摘了下来。竟然是你！时光飞逝，不知不觉来到了云之岁生日这天。岁岁，君主，你来啦！岁岁，你快看，这是我给你做的生日蛋糕，漂不漂亮？哇，这个好漂亮，比府里做的寿桃糕精致多了。不过郡主，什么是生日蛋糕啊？生日蛋糕就是过生辰的时候吃的。等会儿我们点上蜡烛，你要先闭眼许个愿，再一口气吹灭蜡烛，这样的话愿望就能实现啦。许愿？那我要许3个愿望。1愿爹娘平安，2愿郡主天天开心，还有一个，希望以后每个生辰都能和郡主一起吃这样的蛋糕。岁岁，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呀，待会儿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啊，对了，郡主，世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大表姐潘夏寒，二表姐潘夏清，这是陆家姐姐陆文瑶。见过长宁郡主昭世子。不必多礼。季兰子和陆归灵他们在哪儿？我去找他们。他们在玩投壶。云之岁招来一个小丫鬟，你带着昭世子去找纪少爷他们。是。洛昭跟着丫鬟走了，在场的就只有他们几个女子。几人来到侯府的一个凉亭里，小姐妹聚在一起的话题也多，从钗环转到衣裙，又从衣裙聊到了新开的胭脂铺，笑声像银铃似的飘出了窗外。妹妹，你这这么热闹，怎么不叫上我？几人闻声望了过去，云之雪面带笑意地走过来。见过长宁郡主。洛烟皱眉，不是因为云之雪，而是因为他身边的这个人是洛童。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洛童了，他今日怎么过来了？而整个人看着瘦了很多，似乎这段时间他过得非常不好。他过得不好，那我心情可就好啦。洛烟，姑姑。郡主，您没事吧？没事。
骆驼，你脑子进水了吗？你我之间还有亲情可言？你该不会存了什么害我的心吧？从前的事都是我的错，还请落雁姑姑原谅我，我已经知道错了。哦，我不原谅你，你可以走啦。君主，我们去找我哥哥吧。好，我们走吧。在路过洛童身边时，落雁的脚步没停，却敏锐察觉到身侧人影一动。下一秒，就见洛童忽然一个踉跄，身子直直朝他的方向摔过来。落雁心里冷笑，幸好他早有准备。他拉着云之穗的手迅速往后退了2步。骆驼，走路要多长一只眼睛看着一些，别动不动就摔倒，不知道还以为我推了你呢。君主，他没事吧？无事。别管他，我们走吧。不到片刻，凉亭里就只剩下洛童和云之雪。郡主，你没事吧？没事，没关系，时间还长，我总有机会接触到落雁，让蛊虫爬上他的皮肤。另一边，洛昭等人正在玩投壶，唐北义和纪兰慈都是从小习武的，臂力与准头不相上下。陆龟灵和洛萧稍微落后，但相差不了多少。老十一怎么也在？他被允许出宫吗？不知道啊。洛萧第一个看到了落雁，立马朝他挥了挥手。老十一，你不行啊，你要输喽。你才不行，说什么晦气话？可你真的要输了，你落后他们太多了。哼，那是我让着他们，故意放水的。等着吧，我马上就追上去了。你要是能比得过纪兰慈和唐北义，我倒立洗头。落雁，你就这么不信我？落雁抬眸望天，就是一副不信他的模样。最后的结果不出所料，唐北义得了第1，纪兰慈第2，陆龟灵第3，云嘉义第4，洛萧第5。洛萧萧，你输了，我不用倒立洗头了吧？不准笑了，都不准笑了，有什么好笑的？其实输给他们不丢人的，你不用太在意。哼！云嘉义走过来打了个圆场，他笑着说：“50了，去正厅用膳吧。”哦，对，君主带来了好大的蛋糕，等吃了饭我们一起吃蛋糕。郡主说蛋糕要和家人还有好友一起吃才有氛围感。一行人来到正厅，吃过午饭后，云之穗让丫鬟把蛋糕拿了出来。哇，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叫做蛋糕的东西啊？闻着好香啊！落雁亲手做的，整个京城仅此一份，你当然没有见过。哇，落雁，你还会下厨呢？我是跟着一本书中学的，失败了很多次才做成功。哦，洛萧点头，倒也没有怀疑什么，把蛋糕切成一块一块的分下去。好甜，好吃，比京城最出名的糕点铺子里的点心还要甜，确实不错。一连串正面评价，落雁也开心，笑得眯起眼睛。但下一秒，他脸上的笑瞬间消失，因为洛童阴魂不散地跟了过来。你怎么过来了？真是阴魂不散。我知道你们不待见我，我是来跟落雁姑姑道歉的。落雁姑姑，纪兰慈等人面色诧异。洛童这是吃错药了，竟然主动来跟落雁道歉，还喊她姑姑。这是令人惊讶的程度堪比洛萧投壶赢了他们所有人。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我们这里不欢迎你，滚出去！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洛童脸上升起一丝憋屈和难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一定要把蛊虫下到落雁身上。实在不行，让洛昭中招也行啊。不论他们兄妹2个哪个死了，他都会很开心。我真的是来道歉的，我知道我曾经做下了很多错事。风和，把他给我丢出去，守在外面，别让他进来。是。得到吩咐，风和上前利落地拎起洛童的后衣领，不顾他的挣扎，把他丢了出去。
洛彤被风和扔在地上，膝盖处传来一阵疼痛，眼眶一红，他再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听着洛彤的骂声，陆烟这才舒心下来，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再骂嘴一句，就把你舌头给拔下来。你敢？哼，你看我敢不敢？骆驼害怕了，在骆昭冷漠的眼神中捏着手中盒子落荒而逃，直到跑出了侯府，他才长长的松了口气，又失败了。骆驼咬了咬下唇，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如此。他以后总会再次见到洛烟的。饭后和云之穗去后花园散步消食，走到假山拐角时，一道娇柔的女声忽然撞进耳朵。陆少爷，我的脚崴了，你能扶我起来吗？郡主，是我大姐。洛烟也听出来了，她拉着云之穗的手稍微走近了一些，竖起耳朵听着。郡主，偷听不太好吧？笨，你没听到云之雪说什么吗？她说的是陆少爷，今日来侯府里的陆少爷只有陆龟灵。听到陆龟灵三个字，云之穗眼神局促，心慌意乱，也就跟着洛烟偷偷摸摸地躲在一边偷听。云小姐，男女授受不亲，我去找侯府婢女来扶你。云之雪神色一僵，她特意换上最衬肤色的粉裙，摆出这般娇弱模样。陆龟灵竟半分情面都不给她留，态度冷硬得像个冰块。嫡母要把她嫁给一个穷书生，她好不甘心。云之雪咬了咬下唇，眼看着陆龟灵的身影就要消失不见，不能就这么让她走了。她好不容易才遇到她落单，错过了这次机会，她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她猛地站起身，完全忘了方才还在叫疼的脚踝，提着裙摆朝着那道渐行渐远的背影颠颠颠的不顾一切的扑了过去。陆少爷，救命！陆龟灵脚步微顿，心底掠过一丝嫌恶，随即身形灵巧的向旁侧一闪，云之雪顿时扑了个空。云小姐，还请自重，莫要再做出这种不知廉耻之事。被陆龟灵毫不情面的辱骂，云之雪神色难堪至极，胆子再大，她也是未出阁的女子。她撑着地面站起来就逃走，那脚步快的一点也不像是崴了脚。郡主，知穗小姐，偷听可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被抓包了。我们没有偷听啊，我们光明正大的听的。谁让你一开始没有发现我们的？陆龟灵嘴角抽了抽，对洛烟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感到非常的无语。他低头看了眼快要把头埋在胸口的云之穗，轻笑一声。知穗小姐和长宁郡主两个性格相差这么大，竟能成为至交好友，十分罕见。郡主，知穗小姐，我家中还有事，便先回府了，明日再见。哎，等等，郡主还有何事？你跟我来，我有话单独跟你说。陆龟灵虽然疑惑，但还是跟着洛烟来到一边。陆龟灵，你觉得我家穗穗怎么样呀？什么怎么样？就是你想不想跟我家穗穗定亲，娶她为妻？陆龟灵猛地一愣，下意识抬眸看向那边的云之穗。云之穗不知道洛烟把陆龟灵叫走说什么，正悄咪咪的抬眸，好奇往这边瞅。两人的眼神猝不及防撞上，云之穗的脸颊唰的一下红透，陆龟灵眸光一颤，喉结轻轻滚了滚。云家和陆家关系向来不错，他和云之穗从小就认识，只是他每次遇到他都会把头低下来，说不上几句话就找借口离开了。他原以为他是不喜他的，可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君主问过知穗小姐的意见吗？你的意思是，只要穗穗同意，你也同意了？你喜欢穗穗？我母亲很喜欢知穗小姐。话不用说得太满，都是聪明人。罗言懂了，朝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随后蹦蹦跳跳地来到云之穗跟前，指尖拢在唇边，压低声音在他耳边飞快低语了几句。
方才云之穗攥着裙摆深呼吸了好一阵，脸上的红润才慢慢褪去，心跳也渐渐平复。可在洛烟的话后，他猛地睁大了眼，刚压下去的热度瞬间又从耳尖窜到脸颊，连鼻尖都泛了红。他下意识抬头，又一次撞进不远处陆归灵望过来的目光里。他目光温和，朝他微微扬唇笑了笑。他心头一颤，下意识回避视线，但又还是忍不住想多看一眼。穗穗，哼哼，别看啦，明天去上书房还可以继续看，顺利的话以后就天天看，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做别的。郡主，你又取笑我。穗穗，我帮了你这么大的一个忙，你该怎么报答我啊？你想要什么？我听说城南那个最好吃的糕点铺子里的桂花糕好像新出了馅，你明儿去上书房悄悄给我带2块来，这事儿就算扯平啦。我一定给郡主带的。爷爷，你怎么总是打扮成这样？要不是我来王府外接你，你指不定要被王府小厮给轰出去。嘿，臭小子，老头子我就乐意穿得这么破烂。怎么了？王爷已经等候多时了，爷爷快进来吧。哼，先带我去洗漱啊。还有，我饿了。知道了。魏兰带着魏神医去了他的院子，足足洗了3遍，才把身上脏污给洗干净。又吃饱了喝足后，才去银深院见骆宽景。骆宽景对魏神医很是客气，他把血骨雪莲给拿出来。真是没想到啊，找了这么久的血骨雪莲，原来就在郊外的寺庙啊。魏神医，血骨雪莲只有这么1朵。放心，这1朵就足够了，老夫保证不出半个月，你的腿啊就会恢复如初。多谢魏神医，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我得准备准备，3天后吧。好。洛阳回府，知道魏神医来了，欣喜若狂，面带兴奋地跑到云深院。下一秒，脸上的笑慢慢地消失，因为他看到了裴淑玉从他之前住的屋子里出来。怎么回事？我不是都已经搬走了，母妃怎么还住在那间屋子？爷爷，你来找你父王吗？他在书房里。这个小魏大夫的爷爷来了，听秋玉喊他魏神医。洛烟没有着急去见骆宽景，而是眯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裴淑玉。嫣嫣啊，你这么看着母妃做什么？洛烟不语，只一味地盯着他看。裴淑玉沉默半晌，轻叹一声，牵着他的手来到屋里。嫣嫣，我这么做对我对你父王都好。自从发生上次那件事后，王爷对我的芥蒂恐怕就更深了。为什么？母妃，我跟你说过呀，是父王让我搬出云深院的，他就是为了能跟你单独相处。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呀，还要搬出主屋？爷爷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碗避子药吗？记得呀。我让关嬷嬷去找小魏大夫要避子药，定然是瞒不住王爷的，可那碗避子药还是送来了。在王爷心里，我是你和你哥哥的母妃，秦王府的王妃，仅此而已。母妃，你有没有想过，父王并不知道那是你的试探，父王可能只是以为你不想再生孩子呢，所以才让小魏大夫把避子药给你。妍妍，你不懂，你父王他……我父王咋了？没什么。母妃，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怎么会呢？母妃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说的话？
你还有事瞒着我，不肯跟我讲，你就是不爱我了。我就知道，你一直都不爱我和哥哥，不然的话，这10天你也不会放任我们不管，把我们扔给下人的，连一次想要的探望都没有。没有，母妃没有，母妃只是什么？母妃若是爱我和哥哥，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莫非是觉得我会骗你吗？不是的，爷爷，母妃相信你。裴淑玉手足无措地给他擦眼泪，洛烟却猛地偏头，再次推开他的手。爷爷，你讨厌母妃了吗？对，我讨厌母妃。裴淑玉心头一凉，脸色霎时白了，嘴唇哆嗦着，竟说不出一个字。我讨厌母妃的懦弱、胆小。我看画本子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明明长了嘴却偏偏什么都不说的人。母妃想知道父王到底怎么想的，就把你隐瞒的事情跟父王都说出来呀。你藏着掖着，把什么事都烂在肚子里不说出来，父王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母妃，当年明明不是你给父王下药，为什么就是不跟父王解释，让父王一直误会至今？你明明很爱我和哥哥，为什么非要把我和哥哥扔给下人，不管不顾？你就是个懦弱的胆小鬼！对不起，爷爷。母妃，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一家人有什么事是不可以敞开了说的？父王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冷漠无情，你是有苦衷的，父王一定会原谅你的。母妃，你就听我的，去跟父王解释清楚当年的事，好不好？以后我们一家人就能圆圆满满的生活在一起了。见裴淑玉依旧沉默不开口，好吧，既然你还是不愿意说，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吗？如果母妃不想失去我这个女儿，就不要骗我。在我怀孕那年，被灌下了半碗堕胎药。什么？堕胎药？是父王送给你的？洛言神色愣愣，他明白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他说了那么多，母妃还是不相信父王？原来父王曾经给母妃送过堕胎药。父王这是有多讨厌，才会直接给母妃一碗堕胎药啊，还直接灌下去了半碗。这次母妃小心翼翼地用避子药试探父王的心意，父王问都不问一声就同意了，母妃就因此封心所爱了。所以他把父王夸得天花乱坠，他也不信。父王，我有事找你。进来。洛烟推门进去，想了想，看着守在门外的秋野。秋野师傅，我想和父王单独说几句话，要不你先避一避。秋野一愣，拿不定主意，看向屋里的洛宽景。洛宽景眸中划过一抹诧异，这丫头不论之前跟他说什么，都没说让秋野和秋野离开，这还是头一次这般要求。你先下去。是。洛言，你怎么了？父王，你很讨厌母妃吗？为什么会这么问？我刚刚去找母妃了，我问母妃为什么要跟你分开住，母妃说你讨厌她。父王，你真的讨厌母妃吗？洛宽景指尖微顿，墨色的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
洛烟看着洛宽景拧眉沉思的模样，心里一喜。父王犹豫了，那也就是说，父王并不是像母妃说的那样讨厌他。或许从前是讨厌，但人心都会变的。现在的父王一定没有讨厌母妃，但父王是个骄傲的，肯定是说不出口。父王，你知道母妃为什么会认为你很讨厌她吗？因为母妃曾经被灌下了半碗堕胎药，再加上你上次又同意让她喝下避子药。本王当初以为他算计了本王，确实给他送过堕胎药，但不是被他太后拦下了吗？并没有喝吗？他想要避子药，本王给他，也错了。如果父王不信，可以派人进宫去问问皇祖母，母妃当年有没有喝下堕胎药。至于避子药，父王没有察觉到吗？那是母妃对你的一点点试探。小魏大夫是父王的人，母妃想要避子药，小魏大夫肯定不敢私自给他，一定会禀报你。可你同意了。父王，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父王成了女人，你和自己的夫君行鱼水之欢后，夫君提起裤子不认人，给你一碗避子药，你会是什么心情？一次是堕胎药，一次是避子药，也怨不得母妃不愿意跟你住一个屋。是你母妃主动要的，本王怎么知道她心里的想法？母妃主动开口要你就直接给啊，你好歹去问问母妃吧。你这跟画本子里提起裤子不认人的渣男有什么区别？洛言，你是个女子，莫要总是说这种话。父王，你别扯开话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你和母妃之间的事。你说的本王会好好的想想，本王还有事，你先出去吧。不行，今天不把这件事解决好，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再来。不等洛宽景说话，洛烟一溜烟地跑了出去。出了书房，他看向远处的风离，吩咐一句：风离，你去把我哥哥叫到云深院，就说我有事跟他说，非常重要的事。是，郡主。母妃，我看画本子的时候，一直都觉得长了嘴巴却不把话说清楚，导致误会越来越深的男女主实在是太气人了。我恨不得穿进画本子里，按着男女主两人的脑袋，让他们亲在一起。啊，妍妍，你说什么呢？所以我刚刚去找父王了，我问了父王为什么会同意把避子药给你。父王说他以为你想要就给你了，并不知道是你的试探。妍妍啊，这个……母妃，你先别说话，先听我说。10几年前的那碗堕胎药确实是父王给你的，但当时的父王认为是你算计的他，所以才会送给你一碗堕胎药。但现在父王已经知道并不是你算计他，父王也很后悔，他对你已经改变了态度。母妃，你就当为了我和哥哥相信父王一次，给父王一次机会，好不好？书房里，洛昭看了看面无表情的洛宽景，又看了看满脸尴尬的裴淑玉，最后把目光落在了洛烟身上。洛言，你搞什么呀？把我们都叫过来做什么？今天呢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大哥去考场考试了，也是……说重点。母妃，我问你什么，你只管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同不同意？裴淑一点头。10几年前，你有没有算计过父王？裴淑仪下意识地看向洛宽景，猝不及防对上了他那一双黑黑沉沉的眸子。我怎么就稀里糊涂的答应了妍妍呢？不是也先打定主意，什么都不说吗？他垂着眼，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片刻后缓缓摇了摇头。
洛烟见状，瞬间松了口气，让母妃开口，当真是不容易啊。洛昭满目震惊地看着裴淑玉，他懂了，洛烟是要撮合父王和母妃。他觉得洛烟有些操心过头了，父王心里对母妃芥蒂很深，他恐怕要失望了。父王，我问你什么，你只管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洛宽景点了点头。父王，你让我搬出云深院，是不是因为母妃？我要听实话，说假话的人是小狗，吃屎都吃不上热乎的。能不答应吗？洛宽景瞧着洛烟炯炯有神，仿佛能看穿人心的眼神，半晌无奈点头。嘿，我就知道，我猜的绝对不会是错的。父王就是对母妃有心动的，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搬出云深院的。母妃，你爱我吗？裴淑玉点头。你爱哥哥吗？裴淑玉再次点头。父王，你爱我吗？洛宽景点头。你爱哥哥吗？洛宽景再次点头。你爱大哥吗？洛宽景又点头。你爱二哥吗？洛宽景还点头。你爱母妃吗？洛宽景又点头。等等，不对。父王，我说了，说谎的人会变成小狗，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这女儿能不要扔掉吗？裴淑仪耳尖瞬间泛起微红，顺着脸颊一路蔓延，连耳根都染上了薄红，低着头有些坐立不安。好啦，我该问的都已经问完了。父王、母妃，你们好好聊聊吧。哥哥，我们走。门被轻轻带上，书房里瞬间静了下来。王爷，12年前确实不是我算计的你。是谁？12年前，定国公生辰前一日，他去找靖远侯夫人，告诉他他不想去。他已经看清了靖远侯夫人的真面目，既然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会不喜欢他，他又何必去讨好他呢？可却意外地听到了靖远侯夫人和裴梦婉的谈话。洛廷义喜欢裴梦婉，想要娶她为妻，可裴梦婉因为身世的原因，始终不受皇后的待见，哪怕她是京城有名的才女，也改变不了她的出生。皇后选择的林王妃是许家的嫡女，于是洛廷义就想到了一个办法，生米煮成熟饭。但是不能让皇后怀疑这是他的计划，所以他只能是被算计的。被算计之后呢，他就玷污了裴梦婉的清白。他再操作一番，让皇后同意就容易多了。可这个办法若是被传出去，对裴梦婉的名声非常不好，婚前失贞会被人唾弃的。洛廷义当然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名声有损，然后他便把目光放在了裴淑玉身上。当裴淑玉知道洛廷义和裴梦婉还有靖远侯夫人3人一起联合算计他后，他伤心欲绝。一个是亲生母亲，一个是他唯一心动的男人，可他们都为了另一个抢夺了他身份的女人一起算计他。他想揭穿他们的阴谋，可也知道他没有证据，他们不会承认的。他装病不想去定国公府，靖远侯夫人为了让计划成功，直接叫来了大夫揭穿他。他苦笑着被他们硬生生地拖着去了定国公府。他想逃，却怎么也逃不掉，他被牢牢地控制住。重要的那一刻，他心想就当把救命之恩还给洛廷义了，以后他不欠了，也不喜欢他了。事后不出所料，所有的骂声都落在他身上，而洛廷义和裴梦婉却没有被发现。只有皇后和靖远侯府的人知道他们完美的隐身。他默默地承受这些骂声，什么都没说，因为他心里清楚，就算他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反倒是又让那些人看笑话。听完了所有事情的真相，洛宽景往后靠了靠。你当初若是去找本王，告诉本王这件事，之后所有的事都不会发生。其实我去找过王爷，
想要告诉王爷此事。哦，本王怎么不记得？我去定国公府的那天，身边的丫鬟嬷嬷都是靖远侯夫人的人，他们寸步不离地看着我。我好不容易甩开他们去找王爷，可还没有进王爷的身，王爷就退避三舍，远离了我。好像我身上有什么脏东西。有吗？我不记得了。洛宽景从前是对女人退避三舍，因为总有一些女人想要利用肌肤相亲来攀上他，嫁给他，他实在是厌烦了。可能他以为裴淑玉也是那种女人。王爷，所有真相我已经告诉你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吗？本王有这么可怕吗？王爷很好。那你为何不敢抬头看本王？啊，搬回来住吧。搬去哪儿？自然是搬到主屋去。你也不想看到洛言失望吧？好。不过就是睡软榻也没什么。洛宽景唇角微勾。哥，你说父王和母妃会敞开心扉，把所有的事情都聊开吗？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认为父王会喜欢母妃呢？仅仅只是因为父王让你搬出云深院？父王这还表现得不明显吗？我在云深院住得好好的，父王突然让我搬走，还是在他给母妃解毒后的第2天让我搬走。若是这次他们依旧没有解除误会，没有敞开心扉的聊，你还会撮合他们吗？如果这次没能聊开，他们依旧还是跟从前一样，那我就不管了。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哥，雨停了，我们去云深院吧。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知道。你自己去吧，我还要练字呢。哎呀，练字能比父王和母妃还重要吗？哎，走走走，去云深院。来到云深院，忽然看到关嬷嬷正在吩咐下人把被褥抱到主屋。哎，哥，你看到了吗？关嬷嬷让下人把被褥抱到了主屋，说明他们聊开了，又要住一个院子啦。洛昭眸中划过一抹诧异，还真说开了。关嬷嬷，郡主。嬷嬷，我院子里缺几床被褥，把这些都送到我屋里吧。是，郡主。小花，把这些被褥啊都送到郡主的院子里。父母爱情还是多亏了我才能成功，这个家没有我是真的得散了啊。洛昭看着洛烟的这番操作啊，嘴角忍不住直抽抽，真不知道洛烟脑袋瓜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鬼主意啊。不过也好，若是父王和母妃真的放下芥蒂了，就算不恩爱，能相敬如宾也是好的。关嬷嬷，他朝外喊了一声，可进屋的不是关嬷嬷，而是彩荷。彩荷，柜子里的被褥呢？奴婢不知。关嬷嬷呢？嬷嬷说她头有些疼，好像是着了风寒，已经下去休息了。怎么得了风寒？严重吗？回去看看。不严重，不严重。嬷嬷已经睡下了，王妃不用担心。嬷嬷应该是忘记了把被褥给抱过来，你叫上一个小丫鬟去把被褥抱过来吧。是。彩荷垂手应下，转身快步离去。片刻后，她回来了，但手中没有任何东西。东西呢？王妃，奴婢去了，但那间屋里没有被褥。没有？怎么可能？是真的没有，那间屋里什么都没有了。彩荷，下午嫣是不是来过云深院？彩荷点头。行了，你下去吧，我知道了。是。裴淑仪眼神愁容，看了眼干干净净的床榻，深吸口气。罢了，不管了，今晚横竖是不能睡在软榻上了，没有被子我会被冻死的。忽然他鼻尖萦绕起一缕清冽的香气，是被子上独有的松雪味道。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不过片刻功夫，呼吸便变得绵长而均匀，竟就这般沉沉睡了过去。
等骆宽景进屋后，便看到床榻上那团凸起来的身影。骆宽景眸色微正，推着自己轮椅来到床边，静静地看了他许久，这才撑着手站了起来，忍着腿上的疼坐在了床上。王爷，睡吧。就这？不对，我在期待什么？裴淑玉眨了眨眼，随后轻轻吐气，也慢慢地躺了下来。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旁边有个活人，非常的难受不自在。骆宽景平躺着，他的睡眠质量本就不好，也没有睡着。他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这床虽宽，但多了个人，却总觉得空气都变得局促起来，浑身不自在。等到耳边的呼吸声逐渐均匀沉缓下来后，骆宽景紧绷的身体才慢慢放松下来。他转过头，透过窗外映照过来的月光，看到了里侧的人。原来他的睫毛这么长，眼底的冷漠悄然褪去，只余下一点说不清的柔和。不知不觉间，他也熟睡过去。翌日，裴淑玉迷迷瞪瞪地睁开眼睛，就看到身侧一张熟悉的侧颜。我和王爷睡在一张床上。他心跳如雷，忽然间他发现他是睡在里侧的，若是他要下床，只能从王爷的身上爬过去。他尽量避开他的身体，手臂微微发抖，每挪动一寸都觉得格外艰难。好不容易挪到床边，刚要落脚，你在干什么？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脚下一滑，一个没稳住，他叽一下摔下了床。你想出去，叫本王一声就行了，这么偷偷摸摸的做什么？我怕打扰王爷休息。不会。王妃，怎么了？进来。彩荷得到吩咐，推门进入。快扶我去内室。王妃，您这是怎么了？没事，就是不小心撞到了桌角。待会儿你去小魏大夫那儿拿一瓶活血化瘀的药膏来。是。骆宽景听着主仆二人的对话，眉心微微蹙了蹙。春闱需要连考9天，上书房也放假9天。陆烟练完武后觉得无聊，想到昨日发生的事儿，就准备去云深院看看情况。正巧遇到了从魏兰那里拿药的彩荷。这是什么呀？母妃受伤了？王妃的腰不小心撞到了桌面，这是奴婢从小魏大夫那拿的活血化瘀的药。不小心撞到了桌角？怎么个不小心法？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彩荷，昨天晚上母妃是跟父王睡在一个床榻吧？彩荷红着脸，郡主怎么能这么直白地说出来？她轻轻点头。嘿，走吧，带我去找母妃。是。来到云深院，洛烟找到正在吃早膳的裴淑玉，坐在他对面，双手撑着下巴，眼睛笑眯眯地盯着他看。妍妍，你看什么？我在看母妃呀。我脸上有脏东西？有哦，我看到母妃满面红光，眼底都透露着喜气。我之前跟母妃说过，阴阳调和才是养生的根本。看来母妃用得很不错嘛。这丫头又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哈哈，母妃，我还有事，就先走啦。王爷，待会儿可能会有些酸胀，忍一忍。骆宽景点头，没有说话。随着一根根金针刺入大腿、小腿的穴位，腿肌偶尔会不受控制的轻颤，那是阻塞多年的经脉被强行打通的反应。魏神医见状，忽然加重了指力，快速捻转最深处的一根金针。约莫1个时辰后，神医才缓缓拔出最后一根金针。快把王爷放进药浴里。秋野和秋玉快速上前，扶着骆宽景放进早已备好的药浴。王爷，
待会儿可能会觉得腿里又麻又胀，那是药力啊，在跟毒素较劲儿。忍着点儿，别乱动啊。骆宽景点点头，只要能治好腿，这点疼算什么呢？魏神医，本王的腿能自己动了。恭喜王爷！恭喜王爷！魏神医，本王现在可能落地走路。王爷的腿中毒素虽然已经清空，但王爷的腿久久不曾走过路，还是小新鲜。今日还不要落地走路，休息一日。明日再试试落地走路，千万不要急躁。好，多谢神医。骆宽景扬唇轻笑，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他的腿好了，有些账也该好好的算一算了。魏神医，王爷刚刚治好腿，需要多休息。太好啦，父王再也不用坐轮椅啦。骆昭闻言，紧绷的肩膀已经松下来，轻轻吐气。既然魏神医说父王要多加注意，洛烟也不准去打扰他，拉着骆昭的胳膊就追上魏神医和魏兰。魏神医，你有没有什么痒痒粉、笑笑粉、眼泪粉之类的毒药啊？什么痒痒粉、笑笑粉？我怎么没有听说过？痒痒粉就是中了之后全身会很痒，笑笑粉就是停不下来的哈哈大笑，眼泪粉就是不停的流眼泪。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奇怪的毒药。郡主啊，等老夫几天，老夫去研究研究。好的，神医。翌日，父王，我来看你。这是我能看的吗？那什么，父王母妃，你们继续，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啦。王爷，您的腿刚刚治好，不必太过着急，慢慢来吧，总有一天您会像从前那般。骆宽景薄唇微抿，轻嗯了一声。裴淑玉说的对，魏神医也说过，筋骨初愈，最忌急躁，须得像培育新抽的枝芽，慢慢养着才好。是他太过着急了。本王腿上这事，莫要说出去。好，我不会说出去的。洛烟一鼓作气地跑出了云深院，后来想想有些不对，在地上能干啥呢？父王那明明是摔倒的迹象，还连累了母妃。他又匆匆地跑了回去，正巧遇到了从屋里出来的裴淑玉和骆宽景。父王母妃，早上好啊！爷爷，我今日去普陀寺，你可要一块去？去。好，1刻钟后出发。父王，我想看你站起来的样子。骆宽景挑了挑眉，看着满目期待的洛烟，还是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下一秒，他哇了一声，仰头看着骆宽景，打量了一会儿。粗略预算，父王身高应该是1.85米左右。这我就放心了，父王这么高，我应该也矮不到哪里去。不是要跟你母妃去普陀寺吗？还不走？父王还记不记得上次你让我搬出云深院，答应我一个条件的事？记得。我现在什么都不缺，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唯一想要的就是听父王一句实话。父王，我把这个条件换成你的一句实话，可以吗？可以。我想问，父王腿好了之后会纳妾吗？不准说谎骗我哦。本王没想过纳妾。当真？好，我相信父王。放宽心，本王只会有一个王妃，也只会有你和洛昭2个亲生孩子。那若是母妃日后怀孕了咋办？你又给母妃喝堕胎药啊？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儿呢，
哪儿来的怀孕？不会。洛烟张了张嘴，还想再说什么。闭嘴吧，别逼本王扇你啊！怎么一个两个的都喜欢捏我嘴巴？哦，还有谁捏你嘴巴？慕容叶呀。什么？他捏你嘴巴？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不跟本王说啊？就是那天在玉泉寺的时候。洛宽景眸色沉沉，手指捏紧，胸口剧烈起伏。喂，你不早了父啊，我去找母妃了。这臭丫头。哎，哥，你咋也在？怎么，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那倒不是，我就是奇怪，你恨不得整天都待在练武场练武，怎么还会跟我们去寺庙？我不去普陀寺，我去玉泉寺，刚好顺路。到时候你们去普陀寺，我自己走路去玉泉寺就行了。那不如我们也跟你一块去玉泉寺吧。母妃，玉泉寺也很有名的，我们去玉泉寺吧，那里的泉水很甜，很好喝。行，那就去玉泉寺吧。蛊虫带来了。你要傀儡蛊做什么呀？自然是有用的。给谁用？大周灵王洛廷义。我耗费了数十年心血才炼制出这么一个傀儡蛊，你打算用什么跟我交换呀？舅爷爷，您在吗？贺连心，你躲起来，别让他看到你。哎，他是谁呀？你的相好？滚！别逼我动手扇你。贺连星哼了一声，起身飞到一旁的树上，树叶正好挡住他的身影。洛昭站在庭院外，久等没等到回复，面上带着一丝不解。舅爷爷难道出门了？那他今天不是白来了吗？洛昭世子，找我师父有何事？你怎么在这儿？不对，舅爷爷是慕容燕的师父，他在这里很正常。可是他还是大周的质子，皇宫的侍卫可真没用啊，总是让慕容燕这么轻易的溜出宫。舅爷爷去哪儿了？我找他有事。师父出门了，你改日再来吧。洛昭哦了一声，转过身就准备离开，却在下一秒猛地拔出腰间软剑，朝慕容燕冲了过去。洛昭世子，你这是做什么？哼，慕容燕，别这么怂啊！不跟我打是怕了我吗？你打不过我。我呸！没打过你怎么知道啊？既然世子想跟我打，那我就奉陪。话音落下，慕容燕折下一根树枝，朝洛昭冲了过去。一刻钟后，洛昭身体狠狠地撞在了庭院中的树上，眼中满是不解。如今的他，就算是对上从小习武的唐北翼，也有几分胜算。可如今在慕容燕这里，竟然就这么轻易地败了，他怎么会这么厉害？洛昭世子，我说了，你不是我的对手。洛昭面色有些难堪，败给谁不好啊，偏偏败给了慕容燕，真是丢人。刚站起身，就看到一个银发红衣红瞳的女子突然倒挂在树上。什么鬼东西啊！贺连星听到洛昭的话，翻了个白眼，身形如蝶般翻转而下落地。贺连星呀，你认识我？洛昭又后退几步，浑身紧绷，眼神警惕地看着他。他当然认识他了，上辈子苗疆少主贺连星可是大前国摄政王慕容燕身边最信任的心腹。他依稀记得，他被抓走当俘虏的那天，正巧遇到了贺连星。抓他的那人对贺连星点头哈腰的讨好、谄媚、阿谀奉承。慕容燕察觉到洛昭的脸色有些不对劲，微微蹙起眉头，差点忘了这一世的洛昭是重生回来的，那么他自然是认识贺连星的，也知道贺连星是他的心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慕容燕立马开口解释：世子，我的生母和贺连星的生母是异母同胞的亲姐妹。洛昭薄唇微抿，原来如此。他只知道慕容燕的生母是异族人，因长相貌美被大前国皇帝宠幸，没想到他生母竟然是苗疆人。
贺连星意外地看了眼慕容燕，他忽然解释他们之间关系做什么呀，又转头看向洛昭，想到刚刚他气愤之下说的话，他说慕容燕觊觎他妹妹，贺连星那双猩红的瞳仁骤然亮了亮。哇，总算是抓到你小子的把柄了。洛昭弯腰将软剑系回腰间，动作利落却带着几分闷气。他直起身，冷着脸瞥了一眼在一旁的慕容燕，没再说话，转身就往山门走。等等，慕容燕叫你世子，你是大周哪个王爷家的世子呀？让开！你不说我就不让。小世子，告诉姐姐你的身份，姐姐给你小虫子玩呀。说着，他把自己腰间挂着的荷包扯下来，从里面抓出一个圆滚滚胖乎乎的紫色小蛇。来，小紫，去跟哥哥玩。什么小虫子，这分明就是蛊，他要给我下蛊。小世子，姐姐没有想要害你，小紫是个好虫子，没有毒，多可爱呀，你看还会开口说话呢。说着，他弹了弹小紫的脑袋。小紫，你说小世子万福金安。小紫歪了歪头，吐了吐分叉的信子，只发出嘶嘶两声轻响。呀，你怎么不说话呀？既然这么没用，那就去死好了。洛昭瞳孔周缩，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喉结不受控制的滚动，用力咽了咽口水，寒意再次涌上心头。不想跟这么危险的人待在一个空间里，他怕觉得下一个被捏爆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头。没有丝毫犹豫，洛昭脚步猛地一转，转身就走。可他的脚步刚迈出去2步，一股凉意忽然贴着脊背迅速缠上来。你要做什么？小世子，你还没有回答姐姐的问题呢，走什么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哼，凭什么？就凭现在，姐姐想捏碎的可不只是舌头啊。贺连心，别闹了，他是秦王府世子，你若不怕秦王带兵攻打苗疆，就把他放开。啊，原来你就是大周秦王的儿子，也不怎么样嘛。闭嘴，滚开！他低吼一声，抬手就想推开身后的女子，可手腕刚抬起就被对方轻轻扣住，那力道不大，却像铁钳一般让他动弹不得。他的力气怎么这么大？打不过慕容燕也就罢了，怎么连郝连星的力气都比我大？放开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想让我放开你呀？叫我一声姐姐，我就放开你。我吃你爹的，凭你也配？小世子，脾气这么火爆可不行啊！你的小命还在我手里呢。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哼，你以为我不敢？够了，贺连心，把洛昭放了。虽然你是我表弟，但我可不是你的手下，你命令不了我。放了世子。我还偏就不放。慕容燕脸色难看，她知道贺连星的性格吃软不吃硬，若是跟他硬着来，他会比你更硬。所以一开始他看着他去招惹洛昭，才一直没有出声，就怕他起了逆反心理。他知道分寸，倒不至于要了洛昭的命。他怕的是他玩心大起，把洛昭给玩坏了。洛昭要是出了事，洛烟不得迁怒于他。呀，慕容燕，你又从皇宫里溜出来啦！等进了庭院后，才发现不对劲，他哥竟然被人挟持了，挟持他的竟然还是个银发红眸的大美女。慕容燕没料到洛烟会突然过来，心里一惊，连忙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贺连心，你知道我的脾气，别逼我动手。没用的矮冬瓜。洛昭平生第一次被人踹屁股，还是当着他妹妹的面。不仅如此，他还骂他矮。他顿时面红耳赤，站稳后气急败坏地指着贺连星，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
贺连星没管快要气得爆炸的洛昭，快步来到洛烟跟前儿，歪头看向他。好平，好矮，好幼稚。第一，我今年11岁，我比你小，个子以后还会再长，不会止步于此。第二，苗疆少主忽然来我大周挟持我秦王府世子，莫不是苗疆想跟我大周开战？小郡主，你和慕容燕什么关系？哦，我们只是朋友。哦，只是朋友啊。小郡主，我感觉我们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姐姐送你一个礼物如何？哎，别理这个疯子，我们走。洛烟蹙眉，他也觉得贺连星有点病娇疯子的体质，还是赶紧走为好。贺连星轻笑，取下腰间的竖笛，轻轻吹了吹。下一秒，庭院四周的草丛、墙角、廊柱缝隙里，只见无数个毒虫、毒蛇正从各个角落爬出来。妈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长得恶心又磕碜的虫子。这么着急走做什么呀？不如留下来一起喝喝茶，谈谈心。贺连星，别闹太过了。我没闹呀，我只是想跟秦王府的世子和郡主交个朋友罢了。怎么，只许你跟他们交朋友，不许我跟他们交朋友？贺少主，你想怎么跟我们交朋友啊？这是我的本命蛊，想来你们应该听说过，只要你们让它咬上一口，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最亲近的朋友啦。我呸！你想给我们下蛊你就直说，还拐个弯来说朋友，你恶不恶心啊？小狮子，不要总是骂人，会烂嘴巴的。万间的小红蛇猛地昂起头颅，猩红的蛇信子朝两人的方向探了探，空气里腥甜气息瞬间浓了几分。洛烟后退一步，眼里满是警惕。慕容燕闭了闭眼，上前一把捏住小红蛇的脑袋，在贺连星愤怒的目光中把他打了个死结，扔到一旁。小红蛇落在地上，周围的毒虫和毒蛇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溜烟的跑没影了。慕容燕，红宝要是出事了，老娘跟你没完！郡主，他跟普通苗疆人不一样，身体，脑子偶尔有点不好，风言风语的，你别搭理他。哥，我们走吧。好。这次他们离开没有受到贺连星阻拦，因为他正在给红宝儿解开身上的结，可解了半天还是解不开。慕容燕，你快把我红宝身上的结给打开，不然的话，老娘就对你不客气了。秦王马上就会知道你来大周挟持洛昭的事，你已经得罪了秦王，把傀儡蛊给我，赶紧滚吧。哼，不就是开个玩笑吗？一般人我还不跟他们多废话呢。而且我的红宝可是蛊王，让他咬一口，以后就不会有任何蛊虫赶进他们的身了。这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还没有跟他们解释清楚，你就欺负我的红宝。他们不会信你的话，只会觉得你要给他们下蛊。我长得这么可怕吗？你一开始玩得太过了，洛昭不是普通的11岁小孩，他们会惧你很正常。哎，表弟啊，你真的对那小郡主动心了？秦王杀了无数个大前国的人，他可是你大前国的仇人呢。就算你们两情相悦，以秦王的性格，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去和亲的。和亲？不需要和亲，这天下从来不需要两个对立的国，只需要一个国，一个能让天下所有百姓安身的国，和一位真正为民的明君。你想做什么呀？我想这天下归一。燕燕、昭昭，你们去哪儿了？让我好找。母妃，我们没事，就是迷路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现在回去已经晚了，就在寺里用完斋饭再回去吧。不可以。你们是吃不惯寺庙里斋饭吗？可现在下山的话，回到王府很晚了，饿肚子会难受。寺庙里的斋饭虽然都是素，但也不会很难吃。乖啊，咱们就吃这一顿。母妃，我不想吃素。
回王府太晚，那我们就去京城里酒楼吃饭吧。哎呦，好不好嘛，母妃？好，就听嫣嫣的。几人来到望月楼，要了一个雅间。吃完了饭，裴叔一会儿来了兴致，拉着他们兄妹二人去逛街。今天出门当真是没看黄历，去玉泉寺上香遇到了个病娇疯子贺连星。回到京城，和母妃开开心心的逛街，竟然遇到了裴梦婉。见过秦王妃，长宁郡主。真是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这般恭敬的朝我行礼。从前是我不懂事，我从小在侯府长大，可突然告诉我不是侯府亲生女儿，没了血缘关系，心里总是很忐忑，所以做了很多对不起王妃的事，还请王妃见谅。你的这声道歉来得未免太晚了一些。抱歉，都是我的错，还请王妃原谅我，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也不会原谅你。嫣嫣，我们回府吧。好的，母妃。裴梦婉看着裴淑仪和洛烟就要走，心里有些着急。从黑市里买回来的蛊，她一直都带在身上。她也没想到今日出门会意外遇到裴淑玉，这个好机会她可不能错过。她上前一步，脚步却突然一崴，没有站稳，直直地朝裴淑仪的方向摔了过去。裴梦婉，你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招？假装摔倒，然后就说是我推的你。裴梦婉没想到裴淑叶反应这么快，她就和之前的洛彤一样，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上。但她没有洛彤聪明，也没有她反应快。洛彤摔倒的时候，手中巴掌大的盒子被她紧紧地抓住，没有被发现。但当裴梦婉摔倒在地的时候，手中的盒子被摔了出去。风和，快把这只虫子弄死！别用手碰啊，用东西砸。是。住手！不可以！那可是他花了3000两才买回来的蛊虫，他总共买了4只，死一个他都心疼。别管他，给我砸！风和四处扫描了几眼，找到路边的一块手掌般大小的石头，捡起来就狠狠地砸向地上一只蠕动的虫子。一次不够，又砸了几次。裴梦婉脸色大变，上前用力地推开风和，小心翼翼地把石头拿出来。只见他花了3000两买的蛊虫，就这么被拍扁了。裴梦婉，你还真是不死心啊，想给我母妃下蛊？大家来评评理啊！眼前这个人是靖远侯府收养的女儿，灵王的侧妃裴梦婉。我母妃是秦王妃，是靖远侯府的亲生女儿。她占着我母妃的身份，过了10几年锦衣玉食的生活，还不满足。在我母妃被找回来后，一直陷害我母妃，想置我母妃于死地。这次她假意给我母妃道歉认错，实则是想给我母妃下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啊？不是这样的。不是哪样啊？你没有故意摔倒，想把这只恶心的虫子扔到我母妃身上。裴淑玉看着那只已经死透了的虫子，浑身紧绷。他还是低估了裴梦婉的恶毒，幸好他反应快，没有让裴梦婉碰到自己。下次他再遇到他，一定转身就跑，不会跟他再说一句废话。嫣嫣，我们走吧。洛烟点头，也不知道裴梦婉身上还有没有别的虫子，还是先走为妙。上了马车，还未回到王府，洛烟忽然拍了一下自己额头。哎呀，我有个东西落在了玲珑阁，停车停车！嫣嫣，你有什么落在玲珑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哎呀，母妃哥，你们先回府吧，我去就来。不等裴淑玉说什么，他转过身就走。这孩子怎么说走就走？哎，昭昭，我们先回去吧，等回到王府再让马车去接燕燕。母妃，你先回去吧，我去找洛言。也好，你们早点回来。好的，母妃。
洛昭很快就追到蹲在一个角落里的洛烟，看到他追过来，洛烟也没有惊讶，而是指着路中间标志着林王府马车的马车。哥，裴梦婉就坐在里面，你说我们该怎么报复为好？把他马车踢翻。不行，马车踢翻马会受惊跑出去，可能还会伤害到无辜的百姓。那你说怎么办？有啦，哥，你让人拦住裴梦婉的马车，给他制造一点麻烦，别让他这么快回去。风离，我待会儿写一封信，你送到朱雀街升平巷子，递给靖远侯和他外室的女儿。还是你主意多。那必须要的，我那些话本子可不是白看的。裴梦婉坐在马车里，想到被拍扁的蛊虫，心都在滴血。早知道他就耐下心来，先按兵不动了。可他看到裴淑仪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模样，实在是眨眼，没有忍住。凭什么裴淑仪日子过得这般好，而他被贬为侧妃，他的儿子瞎了一只眼睛，整日郁郁寡欢。忽然间，马车猛地一顿，怎么回事？侧妃赎罪，车轮子陷进了路缝里，车轴好像也坏了，属下这就骑马回府，叫另一辆马车过来接您。去吧。是。侧妃，去旁边的茶楼坐坐吧。裴梦婉点头，进入茶楼，要了一个雅间。小姐，门外有个乞丐递给奴婢这一封信，说是给小姐您的，把信拿来给我看看。是。打开信封，看到第一行字的时候，瞳孔骤然一缩，手指微微发颤，脸上的表情差点控制不住。但在看到手中信后面的内容后，他的心情平复下来，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明媚的笑来。裴清雪收起信，站起身走出去，来到梅氏的屋子。梅氏疑惑地接过信，在看到第一行字的时候，和裴清雪的表情一模一样。雪儿，这是谁送来的信？莫不是侯夫人？母亲别急，继续往下看。梅氏深吸口气，继续看信。等看完了一整封信上的内容后，她蹙了蹙眉。雪儿，写这封信的人摆明了想利用我们。我知道，可我们若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就很难再找机会了。母亲，我去年就已经及笄了，哥哥也有20多岁了。我们虽然是外室子，但也是裴家的亲生血脉。你真的甘心让我们一辈子就住在这间小小的别院里吗？我当然不甘心，可雪儿，这太危险了。你父亲最是好面子，若是被你父亲发现了，我们母子3人都捞不到好处。母亲放心，我不会让父亲发现的，只会让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裴侧妃，我们的身份才会被发现。从头到尾，我们都只是顺着风走的人，父亲绝对不会迁怒我们。母亲，我们就赌上这一回吧。好，母亲就陪你赌上一赌。王府新来的马车停在翡翠楼外，裴梦婉和小夏出了雅间。就在这时，一个女子忽然撞了上来。你这人怎么走路的？你可知道我们家夫人是谁？若是撞出个好歹来，就算拆了你的骨头，让你赔命都不够。对不起，夫人，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正想挥手让小夏把人打发走，却见那女子磕头时，一枚玉佩从袖子里落下来。裴梦婉本来不甚在意一个玉佩，可扫一眼，却发现那枚玉佩有些眼熟。小夏，把玉佩捡起来给我看看。这是我的玉佩，你们不能抢。只要你把玉佩借我一看，你撞我的事就此作罢。女子似是有些犹豫，但想了想，还是点了下头，把玉佩递了过去。裴梦婉接过玉佩，仔细瞧了瞧，越发觉得眼熟。侧妃，这不是您及笄时侯爷给您的玉佩吗？裴
裴梦婉一愣，被小夏这么提醒，他也想到了。再仔细一看，就看到玉佩左下角里有3个小小的字：裴清雪。靖远侯府每个少爷小姐及笄弱冠之时，靖远侯都会送给他们一块玉佩，上面刻着自己名字，代表了自己是侯府的人。裴清雪，姓裴又有这块玉佩，那定然是侯府的小姐无疑了。但他可不记得侯府里有谁叫做裴清雪。这块玉佩我出钱买了。不行，我不卖。1000两银子你也不卖？不卖。哼，滚吧。裴清雪连忙把玉佩接住，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很快就转身离开。小夏，跟着他，我要知道他住在哪儿。是。哥，回府吧，恐怕用不了多久，京中就会传来靖远侯养外室的消息啦。哎，你在信里写了什么？怎么就会确定裴清雪一定会来呢？我早就查清楚了裴清雪他们兄妹2人的底细啦。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靖远侯的儿女，自持清高，一直不愿意定亲嫁娶普通人，幻想着能成为侯府正儿八经的少爷小姐，嫁入高门，娶高门小姐。但靖远侯那个人吧，又很好面子，他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养外室的。我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算知道是有人在利用他们对付裴梦婉，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被我利用。因为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就很难再找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哦，懂了。裴梦婉不会主动暴露此事，他若是查清楚靖远侯当真是养了外室，还生下了女儿，一定会回侯府告知靖远侯夫人。以他们母女2人的性格，一定会斩草除根，不会让他们回到侯府影响他们的地位。聪明。这也是裴清雪不敢私自妄动的原因，她也怕还没有回侯府就被杀死。洛烟在信中说会保护他们母子3人的性命，直到他们成功进入侯府。这个诱惑巨大，很难不心动。朱雀街升平巷子，靖远侯本想在看过梅氏之后就回府的，但今天梅氏却格外的热情，把他哄得不知天地为何物，答应留下来。就在他们天雷勾地火勾到一半的时候，院子里忽然传来响动声。靖远侯心里猛地一惊，勾到一半的雷火顿时哑了。是雪儿的声音，老爷，有贼人！靖远侯面色铁青，顾不上别的，连忙起身穿上衣服，推门出去了。夜色浓得像墨，黑色光影里，黑衣人手起刀落，直接抹了16的脖子。16！他没想到侯夫人和裴侧妃竟然真的这般狠辣，当真派人来杀他们。给他写信的人呢？不是说会保护他们的吗？怎么不出现？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行凶！几个黑衣人看到屋里竟然出现一个男人，震惊不已，而且看他的气度不像是普通人。雇主不是说这间别院里除了一个20多岁的男人，其余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眷吗？老大，这怎么办啊？上，把他们都给杀了，不留活口。是，老大。靖远侯虽然是文官，但也不是什么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文官，骑射武功他都学过，只是不精通而已。快速躲开黑衣人的攻击，一脚把他踹出去，随后带着梅氏几人躲进屋里，迅速把门窗锁紧。但这并不管用，若是还没有人来救他们，黑衣人迟早会把门窗给撞开。母亲，雪儿别怕，有你父亲在，我们一定会化险为夷的。李忠去找护卫了，再等一会儿。风里隐在暗处，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黑衣人撞门，时不时地捡起地上的石子，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不让他们成功破门。他娘的，到底谁在乱扔石子儿？老三，是不是你啊？不是我呀，老大，我正在用力地撞门，扔什么石子儿啊？而且我刚刚脑袋好像也被石子砸到了，我还以为是老大你扔的呢。呸！老子是来杀人的，扔什么石子儿？
快点撞门！屋里那小娘们长得可还不错，老子把她杀了之前得爽上一爽。我宁愿死，也不会被他们得逞的。雪儿放心，母亲不会让你出事的。哪怕是豁出这条命，我也不会让女儿被人羞辱。裴川抓了抓脑袋，听着黑衣人撞门的声音，满脸的恐慌。他并不知道梅氏和裴清雪的计划，只知道他要命不久矣了。明明是侯府亲生血脉，没当上一天侯府少爷也就罢了，还要死在贼人手中，他怎么这么倒霉啊？片刻后，撞门声停了下来，紧接着是刀剑相撞的声音。侯爷，贼人已经被降服了。靖远侯顿时松了口气，推门出去。属下留下了一个活口，侯爷可有询问？是谁派你们来的？说出来，给你一个全尸。侯爷饶命！是有人花钱让我们来杀人的，兄弟几个就是地痞流氓，拿了人家银子才敢来。不知道您是侯爷啊？快说，是谁给你们的银子，让你们来杀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啊，那个人蒙着面看不清容貌，我就知道她是个女子。他让我来把这院子里的人都给杀了，完成任务会给我们1000两银子。靖远侯眉头紧锁，这间别院是他买下来给梅氏住的，除了他和李忠没人知道，怎么会突然有人杀上门来？明显就是冲着梅氏来的。稍微思索片刻，他就明白了过来，是靖远侯夫人。他知道了他养外室，没有找他闹，也没有找梅氏的麻烦，而是直接动了杀心。把这里处理干净。李忠应声，一剑抹了黑衣人老大的脖子，随后吩咐护卫把尸体拖走，把地上的血迹清理干净。老爷，您知道是谁要杀我们吗？你且安心在这里住着，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改日我再来看你们。风离也听到了靖远侯的这句话，白眼一翻，学着乌鸦叫了2声。靖远侯刚打开院子的大门，就看到周围出现了一些百姓。这是咋了？刚才吵得厉害，是不是进贼了？靖远侯正想装成普通住户敷衍过去，人群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哟，这不是靖远侯吗？靖远侯脸色一僵，他平常都是等到夜深人静时才会来这里，就怕被人发现他的身份。如今倒好，因为杀手的事儿吵醒了周围的邻居，还被认出来了。真的是靖远侯吗？你不会看错了吧？可是堂堂侯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哎，这间别院里住的是个寡妇，哪怕生了一儿一女，那也很漂亮。莫不是那个寡妇是靖远侯的外室啊？嘿，你别说啊，你还真别说，那寡妇的女儿眉眼之间还真挺像靖远侯的哎。李忠很快把事情处理好，匆匆地赶过来。闭嘴！到底是个侯爷，百姓们不敢跟权贵叫板，连忙各回各屋。侯爷，这件事怕是瞒不住了。他们总不能灭了这么多百姓吧？回府。是。此时靖远侯夫人已经睡着了，靖远侯面色阴沉地走过去，一把将她给拽起来，一巴掌甩了过去。侯爷，你这是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倒是要问问你做什么？胆敢买凶杀人，看不出来呀？你还有这么大的胆子？买凶杀人？什么买凶杀人？靖远侯夫人猛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和阿婉的计划失败了。那个贱人不仅没死，还被侯爷发现了。哼，侯爷，分明是你先养外室，养外室也就罢了，竟然连孩子都生了2个，我怎么能允许他们的存在？靖远侯见靖远侯夫人直接承认了，一怒之下又朝他脸上甩了一巴掌。怎么被我说中了就只会动手打人？你以为你瞒着所有人就能当这2个私生子是你的宝贝？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一天，他们就别想踏进侯府半步。明明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我为你操持侯府，为你孝敬公婆，你却在外头儿女双全。今日没有杀了他们，是他们的侥幸。只要我还活着，就永远不会放过他们。你疯了？那也是我的亲生骨肉。他们是你的亲生骨肉，又不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凭什么要放过他们？哦，照你这么说，你的亲生骨肉是谁？当然是侧儿和阿婉。话音刚落，侯夫人混混沌沌的脑子顿时清醒了一下，立马补充一句：还有裴环和裴淑玉。说，裴梦婉和裴策是你跟谁的孩子？你放开我！什么谁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李忠，去把张嬷嬷给我带过来。李忠很快就把张嬷嬷给押了过来。看到侯夫人被靖远侯掐住脖子，张嬷嬷大惊失色。夫人，我记得你一家人都在侯府做事吧？张嬷嬷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瑟瑟发抖。靖远侯看他这副模样，眼底没有半分怜悯。他把被掐晕的侯夫人像扔破布一般甩在地上，头猛地磕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却没醒过来。说说吧，裴梦婉和裴策到底是谁的孩子？侯爷，奴婢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世子和秦王妃都是您和夫人的孩子呀。不知道？哼，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若是说实话，你一家人还能安稳地在侯府待着；若是敢瞒，我保证待会儿你会看到你家人冰冷的尸体。张嬷嬷的身子猛地一僵，她知道侯爷心狠手辣，不是说假的。她看着躺在地上晕倒的侯夫人，内心挣扎。她跟了侯夫人几十年，对她忠心耿耿，也是唯一一个知道她秘密的心腹。让她就这么背叛侯夫人，她做不到。可看到自己全家惨死，她也做不到。李忠，去把他的家人全部抓过来，立刻凌迟处死。不，侯爷，不要！奴婢说。靖远侯摆了摆手，李忠识趣儿地退了出去，关上房门，守在外面。快说！奴婢说了，侯爷可否会放了奴婢的家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不是嗜杀之人，只要你如实告诉我真相，他们都不会有事。二爷，不是您的孩子。继续说。只有世子和秦王妃是您的孩子，裴侧妃和二爷是夫人和镇北王的孩子。你说什么？镇北王？他怎么会和镇北王苟且？还有，他是怎么把裴梦婉生下来的？夫人和镇北王从小就认识，夫人一直心悦镇北王，想要嫁给他。后来老侯爷去柳家给您提亲，柳家同意了，夫人很伤心，她不想嫁给您。夫人偷偷离开了柳家，去找镇北王，想让他带她私奔。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夫人去见过镇北王后，就想通了，答应嫁给您。奴婢以为夫人是放弃了，却不曾想，夫人在嫁给您之后没多久，还敢和镇北王暗中苟且。夫人一开始以为世子是他和镇北王的孩子，但后来世子越长越大，容貌越来越像您，才知道世子是您的孩子。夫人怀裴侧妃的时候，您不在京城，因此确定裴侧妃是镇北王的孩子，所以她舍不得打掉。那段时间，夫人就一直称病瞒着，又恰逢冬季，衣服穿得厚，这遮挡住了肚子。等肚子瞒不下去的时候，就去了城外的庄子里买通稳婆，8个月的时候提前生产。
为了把裴侧妃接到自己身边养着，夫人就不顾身子还未养好，就准备再次怀孕。夫人生下秦王妃后，本想让奴婢掐死，但后来夫人又于心不忍，让奴婢把秦王妃远远地送走。1岁的孩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差别还是很大的。正巧那个时候，张嬷嬷的儿媳妇生下了一个女婴，还不到1个月，张嬷嬷就把自己孙女抱过来，暂时代替裴梦婉。后来靖远侯夫人出了月子，就带着裴梦婉回娘家住了几个月。等再长大了一些后，就基本看不出来什么了。该死，都该死！张嬷嬷被他一脚踹在胸口，重重摔倒在地上，嘴里溢出一口腥甜。他不敢咳，只能死死捂着发疼的胸口，身体像筛糠一般抖个不停，一句求饶的话都不敢说。靖远侯一步步朝旁边晕倒的靖远侯夫人走过去。侯爷，放开我！柳如，你还真是好样的，你和镇北王私下苟且，还生下了2个孽种，你甚至拿我们的孩子去换你和镇北王的孩子。你张嬷嬷已经什么都招了，让我想想，我该怎么回报你给我的这个惊喜才好。你想干什么？裴梦婉是灵王侧妃，我暂时动不得，但裴策如今就在侯府，他现在名义上还是我的儿子，我捏死他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不要，侯爷，求你放过策儿，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无辜的，所有的事都与他无关，你要罚就罚我，要杀就杀我，求你放过他，求你了。放过他？柳如，你背叛我的时候就该想到被我知道的后果，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是你欠我的。侯爷，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也不狡辩了，策儿和阿婉就是镇北王亲生的孩子。哼，终于承认了。侯爷不若好好想想，你杀了镇北王的孩子，会不会因此得罪了镇北王？靖远侯闻言神色猛地一顿，镇北王会不知道裴策和裴梦婉都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不，他肯定知道。侯爷，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若因你一时冲动而得罪了镇北王，就得不偿失了。那又如何？镇北王手握重兵，身份尊贵，怎会当众承认与朝臣之妻有染，还生下2个孩子？这不仅会毁了他的名声，更会让他成为陛下猜忌的对象。镇北王确实不敢明面上承认，但私底下呢，你也知道镇北王很得陛下的信任，若是他在陛下面前说些什么，侯爷你当真不怕吗？靖远侯拧着眉，镇北王虽然手握重兵，但很得皇帝信任，若是他杀了裴策，镇北王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他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纷乱，抬眼看着靖远侯夫人，语气重新变得冰冷。告诉我你嫁给我的真实目的，我可以留裴策一条命。侯爷怎么让我相信你真的会留下策儿的命？你现在没有和我谈条件的机会，要么你告诉我真相，要么我现在就去杀了裴策。王爷让我生下他的孩子，成为侯府世子，掌控侯府。所以他在成婚的第3天回门的时候，就在柳家和镇北王行鱼水之欢，只是没想到裴元不是王爷和他的儿子。不要脸的一对奸夫淫妇！从今日起，你就给我好好的待在这里，没有我的允许，你休想再出去。至于那个孽种，我找个机会让他出个意外，尸骨无存。不，侯爷，你不能杀策儿，策儿若是死了，镇北王一定会报复你的，一定会的。谁说裴策是被我杀的？分明是出的意外。
让他留着自己妻子和别人男人生下的儿子在自己眼前，他做不到。他怕他自己会忍不住发疯，所以裴策必须死。裴梦婉如今是皇家儿媳，灵王的侧妃他暂且动不得，那就先杀了裴策好了。至于你，我会给你慢性毒药，这药不会让你立刻死去，它会慢慢侵蚀你的身体，让你日渐虚弱，脸色苍白，咳嗽不止，就像是得了不治之症。我呢，会对外宣称你是因为裴策之死才日结于心，得了重病，最后郁郁寡欢而亡。你不能这么对我。为什么不能？多好的结局啊，不是吗？既能让你尝尽丧子之痛，又能保全侯府的颜面，没人会知道你和裴策是死在我的手里，包括镇北王。侯爷，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怎么对我都行，求你不要这么对策儿，他什么都不知道呀。现在知道错了，已经晚了。李忠，进来。候在门外的李忠听到靖远侯的声音，推门进屋。从今日起，只留张嬷嬷一个人照顾夫人，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任何人来探望夫人，包括裴梦婉。每日的汤药按我吩咐的来。是，侯爷。与此同时，趴在屋顶看完了全过程的风离，在靖远侯离开后闪身消失在夜色里。什么？裴梦婉竟然真的是靖远侯夫人的亲生女儿？我的天哪！还是她跟镇北王的女儿？属下亲耳听到靖远侯夫人承认了。走，我们去找父王和母妃，派个人把哥哥也叫过去。是。片刻后，他们来到云深院，依旧是骆宽景的书房。风离把昨日偷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又复述了一遍。你说什么？裴梦婉和裴策是镇北王的孩子？这怎么可能？镇北王不是早就去了边境吗？他曾经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儿，如今终于想通了。原来他和裴梦婉都是靖远侯夫人的亲生女儿，只不过裴梦婉是他和他心爱之人生下的孩子，而他的出生只是为了能让裴梦婉光明正大的成为侯府嫡女。他不是被故意报错的，他是被他的亲生母亲抛弃的。母妃，我没事。骆宽景冷着脸，神色异常难看。怎么又是镇北王？他想做什么呀？颠覆了这大周皇权？做梦！父王，你可以跟我们说说镇北王府的事吗？书中好像并没有镇北王这个人物，也没有言明裴梦婉是镇北王的女儿，他也不是太了解。第一代镇北王和大周开国皇帝一同打天下，后被封为镇北王。镇北王很聪明，他知道开国皇帝对镇北王府信任，但并不代表他的后代会对镇北王府信任，所以他定下了家规：镇北王世子就在京城娶妻生子，并且只能娶一个妻子，生一个儿子继承香火，45子方可纳妾。等镇北王老了，就会回京，让世子提前继承王位，去守着边疆。这一代的镇北王早年在京城娶妻，他的长子因为早产，身体孱弱，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也没有留下子嗣。镇北王妃因为思子心切，郁郁寡欢，也跟着去世。她没有再娶正妃，只纳了一个侧妃，生下一子，也就是如今的镇北王世子。镇北王世子今年多大呀？应该有20岁了吧。父王，假死药做好了吗？只要有了假死药，我们就能知道镇北王府为什么要我的命了。假死药毕竟是传说中的药，只在医书里见过。魏神医已经在想办法了。父王，可以让魏神医去跟舅爷爷一起商量啊。上官家族可是世代从医的，一定会有办法。本王会跟魏神医商议。这个镇北王想让自己儿子当靖远侯世子，又跟平阳王有联系，他的女儿如今还是灵王侧妃，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若黄伯伯知道了这件事的话，脸色一定非常精彩。父王，要不要告诉黄伯伯？暂时不要告诉陛下。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件事你们就不用多管了，本王自有分寸。哼，明明发现这件事我的功劳最大，凭什么不让我管？对啊，凭什么？听话，你们别插手。这件事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洛言眼神微动，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不让告诉黄伯伯，难道说黄伯伯也参与进来了？那好吧，不管就不管了。但是父王有事不能瞒着我们，我是一定要知道镇北王为什么要杀我的。洛宽景嗯了一声，扯开这个话题。慕容念送了封信到王府，贺连兴已经离开了大周。走了就好。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直到来到洛廷义大婚这天。哟，这是谁家的小丫头啊？怎么跑到前院来了？这里可都是男客啊。我找我爹。是有什么急事吗？马上就要开宴了，去了宴席厅就不能见到你爹了，又何必非要去满是男人的前院？虽然你年纪还小，但到底不太合规矩啊。这位大叔，我确实有急事找我爹，你能行行好把路让开吗？好，我很老，胡子拉碴的，看着比我爹还要老。不就是一点胡子，哪有男人不长胡子的？秦王比我大10岁，我怎么可能比他老？话刚说出口，萧度就察觉到不对。糟糕，露馅儿了。你是谁？我在京城里就这么不出名吗？你竟然不认识我？京城里有名的人多了去了，你算我非要认识你？行吧，那我郑重跟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萧名度，家父是镇北王。洛言眼睛唰的一下睁大了一些，后退小半步，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萧度。没想到他要找的人自己出现在他面前了。原来是镇北王世子呀。本世子记得长宁公主和灵王府的云安郡主关系不和啊，今日怎么会来灵王府啊？关你屁事。郡主莫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就是单纯看你不顺眼。顿了顿，看着他手中的折扇，莫名觉得很违和。风和，把他手中的折扇抢过来。长宁公主，我记得我可没有得罪你啊，你抢我扇子做什么？我不是说了，我就是单纯看你不顺眼，看你手中扇子更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总要有个理由吧？洛言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侧过身躲避萧度的视线，摸了摸自己荷包，从里面掏出来一小包药粉，把药粉捏在手心。风和，闪开！风和一听，下意识的闪身躲开。洛言抓住机会，把手中药粉全部撒了出去。你敢给我下毒？洛言，你可知这是大罪？你就不怕陛下责罚？谁说这是毒啦？你这么紧张做什么？难不成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怕被人暗算？不是毒，那是什么？话落，萧度突然感觉自己脸上冰凉一片，他抬手一摸，顿时愣住了。他怎么哭了？洛言，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怎么控制不住想笑啊？还一直流眼泪啊！忽然，他的后颈一阵发痒，紧接着胳膊、腰腹，连带着大腿内侧，都像爬了无数只小虫子，痒得他瞬间龇牙咧嘴。洛言啧啧两声，没想到魏神医这么厉害。他跟魏神医说的痒痒粉、笑笑粉、眼泪粉是分开的毒粉，但魏神医给他的呢是所有功效加一起的毒粉。单独一种就已经够折磨人了，加一起那滋味，看萧度怎么样就知道了，很酸爽的。
长宁郡主，我错了，快给我解药吧！抱歉，我没有解药。什么？你怎么没有解药？是真的没有哦。不过你不用着急，1个时辰后药效就会过去啦。哎呦，快扶我回去！别让别人看到我这样子。陆言，我刚刚听到有人说你给小赌下毒了，怎么回事？对啊，我给他下毒，不过你放心，不是致命的毒药，1个时辰后他就会没事了。我估摸着下次他见到我就得绕道走。行吧，你有分寸就行。裴淑玉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这件事，一看到洛烟就担忧地询问。洛烟笑着跟他解释了一遍，他这才放心下来。喂，母妃，父王去哪儿啦？你父王身体不适，回去了。洛烟哦了一声，没太在意。与此同时，另一边，因为腿疾已经提前回府的洛宽景此刻出现在林王府的库房外，库房周围守卫的护卫一个个的无声的倒在地上。洛宽景轻轻挥了挥手，身后一个暗卫上前，熟练的从袖中摸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钢丝，指尖翻飞间，只听咔嗒一声轻响，库房那把沉重的铜锁便被轻易打开。随后他推开库房大门，洛廷义库房里好东西很多，多得甚至令人啧舌。洛宽景眼眸微眯，这还只是林王府明面上的库房，不算是洛廷义的私库。他轻喝一声，让暗卫把一些珍贵的不常见的宝贝给拿走，剩下的全部一把火给烧了。不好了，不好了，库房着火了！洛廷义穿着红色的婚服，手里还端着一个空酒杯，看到库房那边传来的红色火光，他脸色猛地一变，酒瞬间醒了。这怎么回事啊？这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呢？可不，今日可是林王大婚的日子，大喜之日库房失火，哎呦，这也太不吉利了。王爷，您可算来了。库房怎么会着火？我也不知道。王府几乎所有下人都来救火，但无济于事，因为库房里堆放的多是木料、绸缎和字画，这些杯水车薪的救援没有丝毫用处。管家，查！立刻去给本王查！今日库房的守卫、巡逻的侍卫，还有所有靠近过库房的人，一个个都给我问清楚了。本王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本王大婚之日烧了本王的库房。哦，是王爷。王爷，守在库房外的几个侍卫都死了，被火烧死的。王爷，隐藏在库房暗处的暗卫死了，一击毙命，不像是普通手段。不过属下在周围查到这个。穆青上前把手中令牌递给洛廷义，这是镇北军的令牌。镇北军是由镇北王统领的军队，跟随镇北王镇守边境，也就是说是镇北王烧了他的库房。王爷，镇北王世子在宴席前不知为何招惹了长宁公主，被长宁公主下了毒，提前离开了王府。下毒？洛烟胆子这么大？应该不是致命的毒，老奴派人去查了查，听说是镇北王世子离开王府的时候一直在哈哈大笑，还不停地流眼泪，浑身躁动，看着像是成了疯子。老奴猜想镇北王世子莫不是故意去招惹长宁公主的，然后利用长宁公主顺利离开王府，实则他并没有离开，而是隐藏在库房周围等着下手。洛廷义若有所思，管家说的不无道理。穆青，派人去查萧舵，本王要知道他镇北王府支持的皇子是谁。是。
本戴着红盖头安静坐在床边的许念，在得知王府库房被火烧了之后，猛地掀开头上的红盖头。王妃，这红盖头要等王爷来了，用秤杆挑开，这才吉利嘛。您怎么就自己掀了呢？这不合规矩呀。嬷嬷，今晚王爷不会来了。这怎么会呢？今晚是您和王爷的洞房花烛夜呀。就算库房走水，王爷处理完也该过来的，哪有让新王妃独守空房的道理呀？许念面色冷静，走到梳妆台前坐下，取下了头上沉重的凤冠。王妃，您倒是想想办法呀！要不老奴去前院问问，哪怕让王爷抽空来露个面也好呀。不必了，王爷若是想来，不用我催；他若是不想来，我催了也没用。王妃，库房着火，莫不是那裴侧妃做的？裴侧妃曾经是临王正妃，犯了错才被贬为侧妃。在她当王妃的时候，王爷后院里一个女人都没有，可见手段有多厉害。如今您嫁给王爷当正妃，那裴侧妃心里一定不好受啊。说不定这库房着火就是她做的，为的就是想给您一个下马威，让您失宠。嬷嬷，打听打听，今晚王爷会不会歇在裴侧妃屋里？因为捡到了镇北军的令牌，骆廷义确实没什么心思去洞房。裴梦婉也很聪明，这个时候并没有去打扰骆廷义，但他却在小夏耳边低声几句。第二日，许念在得知骆廷义是一个人睡的，没有去裴梦婉屋里的时候，难道昨晚猜错了？库房着火不是裴梦婉做的，还是意外？又或者说，老天都觉得我不应该嫁给林王。王妃，不好了！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王妃，昨晚王府库房着火的事，外面都传开了。库房走水本就是大事儿，传出去也不奇怪。不是的，王妃，外面的人都在传，库房着火是因为您。说清楚，什么叫因为我？他们说您是灾星，说您昨日嫁进王府，当晚库房就走水，是您的八字和王府犯冲，冲撞了神灵，才引来这场火灾。还有人说，王爷昨晚没去您的洞房，就是因为早就知道您不吉利，故意避开您的。胡说八道！王妃的八字和王爷的八字是青天监看过的，怎么会不合呢？况且昨晚苏侧妃是和王妃一同进门的，怎么偏偏说我家王妃？简直是无稽之谈。走，去找王爷。骆廷义听着管家禀报京外的谣言，面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并不是很惊讶。镇北王府既然要扶持别的皇子来对付他，那么自然要挑拨他和许家的关系，而苏家是他外祖家，也只能支持他，所以他们只能挑拨他和许家之间的关系。什么八字不合，只有一些无知的百姓才会相信。他的八字和许念的八字都是找钦天监看过的，若有问题，母后是绝对不会同意许念当林王妃的。传出灾星一事，他若是一怒之下迁怒许念，许家颜面尽失，定会与他心生嫌隙。他少了这股助力，便如断了一臂。幕后之人还真是好算家，只是到底是不是镇北王府呢？骆廷义陷入了沉思。片刻后，许念找了过来。昨晚本王忙着查库房着火一事，倒是忘了去你院里，让你受委屈了。库房着火是大事儿，妾身知晓。许念并没有露出半分抱怨和委屈，如此的宽容大度让骆廷义很满意。外面流言都快把他钉在灾星的牌子上了，他却还能沉住气，这份沉稳倒是比他预想中强上不少。此时此刻，骆廷义心里对皇后非逼着他娶许念的怨念少了一些。妾身见过王爷。走吧，随本王进宫谢恩。是。裴梦婉站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面无表情地看着骆廷义带着他新娶的2个女人离开王府。
侧妃，您不要伤心，奴婢刚刚看到王爷躲开了苏侧妃的触碰，王爷心里是喜欢您的。哼，喜欢我又如何？你能保证王爷有了其他女人后能一直喜欢我吗？小夏低着头不敢说话。这男人的心呢，就像天上的云，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飘走了。昨日王爷没有去许念的屋里，但今晚呢，明晚呢，顶着皇后和雪家的压迫，王爷终究还是会妥协的。小夏抿了抿唇，她曾见过王爷把侧妃捧在手心中的模样，如今后院多了2个女人，这种落差就连她都觉得有些难受。侧妃心里该是有多伤心啊！她们要是嫁到灵王府，我改变不了，但我绝对不允许她们生下王爷的孩子。小夏轻轻点头，侧妃说得对，王妃和苏侧妃绝对不能生下王爷的子嗣，否则侧妃在王府里的日子就会很难。听着秀儿禀报京城外面的流言，洛烟撇了撇嘴，她可没让风和传许念是灾星的话，毕竟皇后肯定是让钦天监合过许念和洛廷义的八字，若是八字不合，哪怕许念家世再好，皇后也不会让她嫁给洛廷义。所以传她是灾星的这个办法非常的蠢，只是会让皇后和洛廷义心里膈应罢了。皇家婚事哪有那么儿戏的，用脚趾头猜都能猜出这件事是裴梦婉做的。他只不过让风和把这件事传遍大街小巷，稍微的煽风点火了一下。第2日，洛烟和洛昭依旧要去上书房念书。进入皇宫后，在去上书房的路上遇到了洛萧。昨日二皇兄带着他新娶的王妃和侧妃进宫，发生了一件大事，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啊？京城外面都在传二皇嫂是灾星，但你们也要知道，二皇兄和二皇嫂的八字是钦天监算过的，没有不合。但昨天大婚之日，林王府库房又着了火，没有抓到凶手，连一丝蛛丝马迹都没有，你说这邪乎吧？母妃跟我说，皇后表面上不在乎，其实心里也很膈应。但当天嫁进林王府，还有她的娘家侄女苏侧妃，就算她心里膈应，也不能说什么。昨天他们在景仁宫用午膳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消息，二皇兄当即撂下筷子，扔下了二皇嫂和苏侧妃，离开了皇宫。你们猜是什么消息？别卖关子了，快说。石经理啊，怀孕了。洛烟听到这句话，眼睛陡然间睁大了一些，但是好像胎降不稳，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流了很多血，但好在太医到的及时，孩子保住了，所以二皇兄听到这个消息才慌慌张张的离开。洛烟震惊，书中好像到了大结局，裴梦婉也没有再次怀孕吧？这剧情都崩成啥样了？哼，洛廷义后院里多了2个女人，裴梦婉又怀孕了，洛雨没了世子之位，还瞎了一只眼睛，以后他在灵王府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啊，想想都觉得开心。说起洛雨，我发现我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了，哎，有点怀念去年在上书房跟他打架的时候了。你有毛病啊？哎，你别说，我也有些怀念在上书房跟洛雨洛彤打架的时候了。真的？你也这样觉得？这几个月在上书房里过得太无趣了，要是洛雨他们在，下课了在皇宫里我还能跟他们吵吵架，没了他们，皇宫里都没人敢跟我吵架了。不太理解他们的脑子怎么想的，可能就是太闲了吧。被洛萧和洛烟惦记的洛雨，此刻他正站在床边，捏紧双手，面无表情地盯着裴梦婉的肚子。洛廷义因为裴梦婉怀孕一事欣喜不已，下了早朝之后回府就一直守在他床边等他醒来。不一会儿，昏睡了一整天的裴梦婉终于醒了过来。王爷，阿婉，你终于醒了。孩子，王爷，我们的孩子。阿婉放心，孩子没事。真的？阿婉，
本王把太医院医术最好的太医请来了，今后你就好好的在府里养胎。我知道了，王爷，我会好好保住这个孩子的。王爷，王妃如今已经嫁进王府了，我也不该再拿着管家钥匙，管家之权理应交给王妃。你现在身体不适，要好好养胎，确实不应该被这些繁琐之事打扰。就按照你说的，把管家钥匙交给王妃吧。是，都听王爷的。洛廷祎又交代了一番后，才出了屋子。想了想，他招来管家吩咐：阿婉怀了身孕，身体不适，以后如果没有什么事，不要让人来打扰她。虽然管家之权落在王妃手中，但阿婉依旧是本王最爱的女人，莫要让本王知道有人欺负议论阿婉，对阿婉不敬的，一律杖毙。是，王爷。许念在听到王爷把管家之权交给他的时候，有些愣住。原本以为他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从裴梦婉手中把管家之权夺过来，没想到竟然这么轻易到手了。王妃有了管家之权，哪怕得不到王爷的宠爱，日子也能过得体面些。嬷嬷啊，这王府从前的女主人一直都是裴侧妃，上上下下几乎都是她的人。管家之权突然落到我手中，你觉得下面的人会服气吗？一个处理不好，或许等裴侧妃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后，王爷就会把管家之权收回去。您是正妃，裴侧妃只不过是个侧妃，王爷这么做，把您和许家置于何地呀？谁让裴侧妃才是王爷最心爱的女人呢？走吧，裴侧妃既然醒过来了，那么我这个王府正妃理应去看望。郡主，裴侧死了。啊，靖远侯终于动手了，他怎么死的？今日状元游街，朝廷官员休沐，裴侧和他的一些朋友去郊外赛马，他们的马不知道为什么都失控了，很多人都受了伤，只有裴侧非常不巧的跟着他的马一块儿摔下了悬崖。等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气息全无了。洛烟轻啧一声，靖远侯这一招还真是妙啊！为了不引起镇北王的怀疑，让跟裴侧一块出门的人都出了事儿。只是让洛烟不爽的是，靖远侯竟然在这一天让裴侧出事。大哥才考上了探花郎，正是高兴的时候，现在裴侧死了，他们不得不去吊唁。靖远侯莫不是故意来膈应他们的？父亲，女儿来了。来了就好，去给你兄长上炷香吧。裴树一点头，转身走进灵堂，让他给裴侧上香。哦呸，绝不可能，哪怕只是做做样子也绝对不可能。裴树一面前哀伤，眼里却清明一片，只站了一会儿，就装模作样的用帕子擦了擦眼泪，离开了灵堂。妍妍、昭昭，我要去见靖远侯夫人，你们母妃，我们也我和哥哥就不去了，母妃你自己去吧。谢谢妍妍。裴树一母子三人刚出灵堂没多久，就遇到了裴梦婉。裴梦婉眼眶通红，狠狠地瞪了一眼裴树玉三人，这才护着肚子去灵堂。裴树玉脚步顿住，他也听说裴梦婉怀孕的消息，本以为她今日不会来，没想到她跟裴侧感情这么深，就算是怀着身孕也要过来。靖远侯看着怀着身孕的裴梦婉，眼底深处的戾气一闪而过。被戴了这么多年的绿帽子，养着别人的儿子女儿，甚至连自己的女儿出生也是为了裴梦婉。一想到这些，他就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一把掐死裴梦婉。看着裴梦婉跪在灵堂上痛哭流涕，脸色阴沉的可怕，眼里满是嘲讽。哎呀，不愧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啊，感情如此的深厚。父亲，我想去见一见母亲。你母亲因此而身亡，心里承受不住，一病不起，现在恐怕还昏迷着。你去看看也好，不过不要过多打扰。好，我知道。昏迷的靖远侯夫人没有了往日对她的尖酸刻薄，脸颊有些消瘦，瞧着十分可怜。母亲，
你知道吗？在我得知养父养母并不是我亲生父母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原来我并不是没人爱的。我满心欢喜的回侯府，我想着我的母亲一定是个很温柔很善良的女人，会笑着朝我伸手摸我的头，说我的女儿可算回来了。我渴望得到你的疼爱，哪怕只是一句温声的问话，一块糕点，都能让我记一辈子。我还记得有一年你的生辰，那时候我学会了刺绣，我熬了2个月时间给你绣了一个寿星图，送给你后不到2天就被裴梦婉不小心弄坏。你说裴梦婉是不小心才弄坏的，让我不要太小气。你说你自己都不在意，我在意什么？是啊，你不在意我，所以你也不在意我送你的礼物。我当初那满心的欢喜，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时常不懂，母亲为何总是偏心裴梦婉，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现在想来，我应该要谢谢她，若不是她，想来我应该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母亲，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永别了。最后一句话裴淑仪说得很轻，最后看了一眼靖远侯夫人，她不带留恋地转身离开。另一边，洛言不想就在灵堂那边，就和洛昭来到侯府后院的竹林里躲清闲，却不料意外碰到了贺连兴。父王不是说贺连兴已经离开大周回苗疆了吗？怎么他还进京城了？不仅如此，还能偷偷溜进侯府。哼，苗疆少主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当真不怕我大周铁骑踏平苗疆？慕容燕，他们对我太警惕，我觉得你的办法行不通。慕容燕。洛言伸头看向贺连兴背后，果然看到慕容燕走出来。哼，好啊，慕容燕，你果然是狼子野心。我们没有去和黄伯伯告状你扮猪吃老虎，你却是想要联合苗疆的人杀我们灭口。你们误会了，我们没有想对你们动手。狗屁的误会！你不是送信给我父王说郝连兴已经离开了大周，那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还在这里堵我们？贺连兴确实走了，但他回苗疆后发现有人偷了苗疆很多蛊虫，离开了苗疆，看踪迹应该是来了大周。你不是能用圣蛊控制整个苗疆的人吗？还有人敢背叛你？那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逃脱了我的控制，他趁着我不在偷了苗疆很多蛊虫，那些蛊虫被他带到大周，我暂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若是他利用蛊虫做坏事，到头来还得赖在苗疆头上。所以他得知这件事后的第一时间，又再一次来到了大周。你说那人偷了苗疆的蛊虫来到了大周，去找就是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难不成是想让我们帮您找他？此事与你们无关，叛逃苗疆的人我们自己会找，只是不知道那人有没有把蛊虫给卖出去。若蛊虫落在有心之人手中，或者落到你们敌人手中，对你们很不利。小红是圣蛊，万蛊之王，只要让小红咬一口，留下她的气息，任何蛊虫都不敢进你们的身。裴梦婉手中有一只虫子，我让风和给它拍扁了，露出绿色液体，还散发着恶臭，是不是蛊虫？你说的应该是赤鸣虫，中蛊之人不出半个月就会长满红斑，日夜发痒，最后在痛苦中全身溃烂而死。洛昭心里一惊，想到那日被风和拍扁的恶心虫子，若不是母妃反应快，怕是早就中招没命了。洛言咬了咬牙，心里冒起一股怒火，脑海中闪过108种弄死裴梦婉的计划。郡主，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让小红在你们身上留下标记吧。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可以让小红在我身上咬上一口。说着，他朝贺连星伸出手，贺连星猩红色双眸猛地亮了亮，立马把小红蛇递给他。慕容燕捏着小红的身子，咬吧。小红抬头看了他一眼，嘶嘶两声，似是有些不满，但还是张口咬了下去。慕容燕面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皮都没有眨一下，洛言却看得有些牙疼。说实话，他挺害怕这种没有骨头的软软的滑滑的动物的。小红收回牙齿，蛇信子在慕容燕咬痕上舔了舔，片刻后伤口消失，就像是从未受过伤。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圣骨还可以治疗伤口？我若是没看错的话，圣骨舔了舔慕容燕的伤口，竟然能在伤口在一瞬间消失。这疗伤威力足以可见，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圣药啊！若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很多不怕死的人去争抢。只是洛言看向慕容燕，神色复杂，他竟然用自己做实验跟他们证明，有必要吗？郡主，我已经试过了，不会有事的。不行，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说是你们故意骗我们呢？慕容燕，圣骨咬你没事，不代表咬我们没事。还有一种办法，让小红触碰你们的皮肤，残留的气味可以保持10天左右。这10天当中不会有蛊虫进你们的身。这件事等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再做决定。慕容燕轻轻叹息一声，她也知道这很难让人信任，要不让师傅出马？听闻魏神医就在秦王府，你们可以去问一问魏神医。他当初可是每天都求我让我的红宝儿咬他一口。慕容燕猛地转头，带着诧异地看着他，哼，还有这种事儿？那他怎么不早说啊？好的，我们这就回去询问魏神医，就先走一步了哈。言罢，他拽着洛昭的胳膊离开。洛言，你相信慕容燕的话吗？一半一半吧。不过贺连星提到了魏神医，等我们回府后问问他不就知道了。若是他们说的是真的，哥，你会让那条红蛇咬你一口吗？我不知道，你得让我想想。洛昭神色有些犹豫，只是被咬一口不会死，还能让蛊虫进不了自己的身体，那自然是好事啊，傻子才会拒绝呢。可是想到上回在玉泉寺自己被贺连星压制动弹不得的状态，只觉得有些气不过，他实在是抹不开面子去求他。你故意的？什么故意的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慕容燕轻喝一声，不再搭理贺连星，转身离开。你可真没用啊，都这么久了，他别说喜欢了，就是一点信任都不给你。临近傍晚，在侯府吃了晚饭后，裴淑仪等人才回到王府。洛言和洛昭去了云深院，把贺连星和慕容燕说的那些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洛宽景。圣果当真这么神奇？咬一口能抵制万蛊，还能在一瞬间让伤口恢复如初。秋野，确保魏神医请过来。是。父王，裴某晚上次要给母妃下蛊，被母妃躲过去了。我估摸着她手中还有蛊虫，你可以去查一查，她是从哪儿买来的蛊虫。等把那个叛逃出去的苗疆人找到，贺连星自然就会离开大周。你是想让本王帮贺连星，还是想帮慕容燕？父王，你发烧了吗？为什么要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当然是为了咱们大周的百姓啊。那个叛逃苗疆的人偷了苗疆的蛊虫来大周，肯定不怀好意。裴某晚能从他手中买到蛊虫，其他人肯定也能买到。蛊虫这种东西，触碰到皮肤就会钻进去，防不胜防啊。若有人买到了大量的蛊虫来搞破坏，那就完犊子了。这件事，本王会派人去查，你不必担心。这么晚了，叫老夫过来，有什么事儿啊？魏神医，你认识苗疆少主贺连星吗？认识。怎么了？那您知道被苗疆少主的本命蛊咬一口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吗？
郡主突然问这个做什么？我就是好奇嘛，想问问魏神医，您就跟我们说说贺少主的本命骨的事呗。郡主想知道，老夫自然知无不言。贺少主的本命骨是苗疆的圣骨，万古之王，谁也不知道它存在了多少年。在苗疆历史中，只有3个人能驾驭圣骨，成为自己本命骨，其中一人便是贺少主。他7岁时边境小国攻打苗疆，想要占领苗疆。那时候很多苗疆男子和女子都被抓走，贺少主放弃族里为自己选择的本命骨，而是去境地里挑战驾驭圣骨。没有人觉得他会成功，但出乎所有人预料，他成功了。他利用圣骨操控万国，击退了边境小国，但也因此他失去了一半的寿命，一头黑发变成了银发，瞳孔也变成了骇人的红色。一半寿命？什么意思啊？圣骨可是万古之王，不是一般人能控制住的。想要驾驭它，控制它就得付出代价。容貌倒是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寿命。他的一半寿命会被圣骨夺走，他这辈子活不到35。不仅如此，每个月他都要放自己的血去喂圣骨，不然的话，圣骨就会陷入沉睡。如果圣骨陷入沉睡，他的寿命还会回来吗？回不来了。从圣骨成为贺少主的本命骨后，他的寿命就已经被圣骨夺走了。洛烟眼睛瞪得溜圆，这么惨吗？郡主刚刚问，如果被圣骨咬一口会有什么好处？那好处可就多了。被圣骨咬一口，身上就会留下圣骨的气息，以后任何蛊虫都进不了身。若是身上有伤，伤口能在短时间内愈合。可以说圣骨是个不可多得的良药。我跟苗族长是至交好友，从他口中得知这件事后，还追着贺少主让圣骨咬我一口。他被我吵得不耐烦了，让圣骨咬了我的脸，故意留下2个血印子，好几天才愈合。所以当初贺连星说让圣骨咬我们一口，要跟我们交朋友，是真心的呀。哎呀，我真该死啊！没了一半寿命，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每个月还要放血养圣骨，好像放一点也正常。洛昭眸色复杂，始终不敢相信这么离谱的事是真的。可魏神医是父王心腹，把父王的腿都治好了，没有必要骗他们。魏神医，圣骨这么厉害，不会引起旁人的觊觎吗？自然是会的，但万物皆有灵，身为万古之王的圣骨是有灵性的，他若是不想，就算得到它，也只是普普通通的蛊虫。况且圣骨不仅是良药，还能操控万古，想要抓住它，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王爷，你们遇到了贺少主吗？贺少主来大周了。贺连星说有人偷了蛊虫，叛逃苗疆，来到了大周。哎呦，苗疆里所有人都有本命蛊，还有人能挣脱贺少主圣蛊的控制，叛逃苗疆。今儿个我和哥哥在靖远侯府遇到了贺少主，是他亲口说的。那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逃脱他的控制。苗疆部落的人虽然不多，但却很团结，怎么会有人叛逃呢？这个人必须得找到，母妃就差点被裴门婉下蛊。苗疆有毒的蛊虫占了多数，非常诡异，便是我也不敢多看一眼。
若是那人偷了很多有毒的蛊虫来大周，怕是会闹出大动静来。多谢神医解惑了。没事儿，不早了，老夫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明日本王去一趟玉泉寺，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上报陛下。那贺少主岂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大周啦？骆宽景嗯了一声，禀报了皇帝过了明路，贺连兴就可以随意的出现在大周，不用躲躲藏藏的。翌日下午，玉泉寺，听闻秦王已经拿到了血骨雪莲，怎么，腿还没有治好吗？还需要坐在轮椅上面呀？我的红宝能解很多毒，王爷需不需要我的红宝去咬一口？不需要，本王已经知道了苗疆的事。本王从裴梦婉那边顺藤摸瓜的查到叛逃苗疆的人，他在黑市里卖出去很多蛊虫。他被王爷抓到了？没有，本王的人去晚了，他已经不在黑市，似乎被什么人带走了，没有丝毫踪迹。本王来找贺少主，是想知道叛逃出苗疆的那人名字长什么样子，若能有画像，那自然再好不过。画像我有，他叫做司简，18岁，是我爷爷的徒弟。王爷应该也知道，我的本命蛊是圣蛊，万蛊之王，能操控万蛊。每个苗疆人从出生起就会培养自己的本命蛊，所以所有的苗疆人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叛逃出苗疆的司简也不例外。我目前并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逃脱了我的控制。我要提醒王爷一句，司简的本命蛊是迷魂蛊，除了我的红宝以外，他的本命蛊是如今苗疆所有人中最厉害的。迷魂蛊能控制人的心神，产生幻境，最后长睡不起，哪怕是意志最坚定的人也逃脱不了。若是没有我的红宝，他才是如今的苗疆少主。骆宽景越听眸色越沉，苗疆蛊毒之术果真诡异难测。不过越是厉害的蛊，操控就越难。以司简的实力，最多只能使用3次，若超过3次，他便会被迷魂蛊反噬，爆体而亡。他对我爷爷使用过一次，利用我爷爷偷了很多蛊虫离开，还剩下2次。此事非同小可，本王会禀报陛下。陛下得知后不会为难贺少主，贺少主可以正常出现在京城，不必躲躲藏藏。还请王爷不要说出我和慕容燕的关系。本王不会恩将仇报，也请贺少主保住本王的秘密。那是自然，我很喜欢齐王府小世子和小郡主呢。不知道我去了京城，能不能请他们带我在京城玩呢？骆宽景神色顿了顿，刚要拒绝，就又听到贺连兴开口：哎呀，我的红宝最近牙有点痒，好想咬点什么呀。可以。被圣蛊咬一口的好处，魏神医已经告诉他们了。这个条件，说实话，他还真拒绝不了，并且他也想被圣蛊咬一口。那就这么说定了。骆宽景点了点头，转动着轮椅，准备离开庭院。贺连兴看了眼慕容燕，王爷敢被我的红宝咬吗？骆宽景默了默，没想到贺连兴会主动说这件事。他若是拒绝了，岂不是成傻子了？他不信贺连兴，但他信魏神医。于是他伸手把胳膊递到小红蛇跟前儿。贺连兴莞尔一笑，轻轻地弹了一下舌头，小红蛇缠在骆宽景手腕上，在他的大拇指上咬了一口，尖牙刺进血肉里，有一瞬的疼痛，但很快小蛇就松开了口，蛇信子在伤口上舔了舔，下一秒伤口消失，像是从未被咬过一般。骆宽景见到这一幕，瞳孔微缩，这比魏神医说的还要惊奇。多谢贺少主了。不必不必，举手之劳罢了。秦王是长辈，还是慕容燕那狗东西心上人的父亲，他可不敢收他的礼。不过秦王站起来比坐在轮椅上的模样顺眼多了。忽然他想到比他矮一个头的骆昭，秦王是他亲生父亲，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他高。
见到贺连星躲开他的礼，骆宽景眉头微挑，重新坐在了轮椅上面，眸光落在他那一头银色的长发上，犹豫半晌还是没说什么，离开了庭院。秦王还挺好说话的嘛，还主动跟我道谢行礼，我面子真大。嘿，去了京城，你收敛一下脾气，莫要再捉弄洛昭。知道了，你少管我，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嫉妒我马上就能光明正大的跟小君主站在一起，而你呢，只能在背地里像一只阴暗的老鼠似的盯着他。滚！滚就滚，老娘要去京城过好日子喽，才不稀罕待在你这个破地方。上官老头不在，天天吃斋饭，吃素都快给我吃透了。2日后，皇帝在朝堂上忽然放出苗疆少主来访大周的消息，明日就将抵达大周。陛下，苗疆部落一直都是大前国附属国，臣请陛下三思，暂缓其入京之意，先遣人探查虚实。陛下，苗疆之人善用蛊毒，手段阴狠，若经苗疆少主来访，恐是祸而非福啊！苗疆虽然是大前国的附属国，与大周素无往来，但他们的少主贺连星，据朕所知，并非嗜杀之人。陛下，传闻不足为信，苗疆蛊术防不胜防，若是……爱卿不必担心，朕已命钦天监与太医院备好驱蛊之物，且京中禁军已暗中布防，若真有异动，莫非我大周的刀枪还挡不住一个苗疆少主？陛下既有安排，臣等自然放心。只是苗疆少主来访，所求为何？我大周又当以何种礼节相待？明日他到了，自然便知。好了，退朝吧。因为苗疆少主的到来，尚书房放假，皇宫将在第2日设宴。5品官员以上的臣子携家眷前往皇宫赴宴。来到皇宫，落雁意外地瞧见了靖远侯。不是，你儿子都死了，刚下葬没2天，你还有心情来参加宴会？装都不装一下的嘛！落雁撇了撇嘴，没有再看靖远侯，跟着裴淑玉去见过皇后之后，趁着宴会还没有开始，转头去找云之穗。洛昭也去找锦兰慈等人聊天，裴淑玉则是带着彩荷找到一个没人的凉亭中坐下。不多时，一个男子来到凉亭里，裴淑玉皱了皱眉，哟，这是谁家的少爷啊？有些眼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他没有多言，起身准备离开。阿满姐姐，为何见了我就要走呢？你是谁？哎，阿满姐姐不记得我了，有点伤心啊。不过没关系，我可以重新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萧度，父亲是镇北王。不过阿满姐姐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阿野。你说什么？你是阿野？是啊，姐姐终于想起来了。你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吗？是啊，我当初被人追杀，差点就死了，不是故意隐瞒阿满姐姐的。能看到你过得这么好，我很欣慰。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宴席也要开始了。阿满姐姐，萧世子，还有什么事吗？阿满姐姐，你怎么不问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去找你这件事呢？萧世子有顾虑，我能理解，我不怪你。日后萧世子还是唤我一声秦王妃吧。好啊，秦王妃。裴淑玉暗暗松了口气，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刚刚萧度的眼神不太对劲。他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瘦小、沉默寡言、一天也说不出来一句话的阿野弟弟了。萧度望着裴淑玉离开的背影，眼睫低垂，眼底深处浮现出一抹暗淡，是他来晚了。阿满姐姐好像不太想跟他相认。贺少主，久闻苗疆巫蛊之术神秘莫测，贺少主此番远道而来，可有何事啊？我此次前来大周，是为了叛逃苗疆的叛徒。哦，什么叛徒？
那人名叫司简，是我爷爷收的徒弟。他偷了苗疆很多蛊虫，逃出了苗疆。我查到他的踪迹，他来到了大周。贺连兴如实地道出了自己来大周的目的，这并非他一时兴起，而是与秦王彻夜商议后的结果。秦王说，对付司简这种藏在暗处的人，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将他暴露在阳光下。诸位也应该都知道，我苗疆没有强大的战斗力，族人只擅长用蛊。司简偷了我苗疆的许多有毒的蛊，来到大周，如此也就罢了。可他却把这些蛊卖了出去。他偷走的不是寻常的无害的蛊，而是能夺人性命、控人神智的毒蛊。殿中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有人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手臂。若是这些蛊落在了你们的仇人手中，他只需要借着敬酒行礼的由头，轻轻触碰你的皮肤，甚至只是让你沾染一点带蛊的茶水香料，你就会中蛊。中了有毒的蛊，最后都会在痛苦中死去，连太医都查不出任何端倪。百官们面面相觑，眼神里满是惊惧与警惕，没人觉得贺连兴说的这些是危言耸听。贺少主，你可有解决的办法？我会留在大周，等到司简被抓到为止。若是有人得了重病，连大夫都看不出来，觉得自己是中蛊的，都可以来找我查看。在苗疆，没有我解不开的蛊。贺少主有心了，既如此，便安心在京中住下。京中有很多玩乐，想必少主会满意，朕会命人妥善安排。皇帝陛下，我可以自己选择谁带我在京城里玩吗？哦，少主想选谁？嘿，陛下，我有一点特殊的爱好，喜欢长得漂亮的人，但不能长得比我还要漂亮。那就他了。随着贺连兴话音落下，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向洛烟。我？什么情况？父王没跟我说还有这个环节啊。你还有他。贺连兴又指了指他旁边的洛昭。贺少主，我觉得我长得比你漂亮。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好，霸总。既然贺少主选了秦王府的世子和郡主，那就这么定了。多谢陛下。殿内响起歌舞声，皇帝坐了没多久便离开了。小郡主，你们在聊什么呀？不如带我一个。我们在讨论母猪是如何怀上猪宝宝的，产后该怎么护理。那你们讨论出来了吗？讨论出来啦。母猪的产后护理要从产前做起，母猪产前4-5天要逐渐减食物的喂量，其目的是减少腹部压力。产前吃得少，产后才能吃得多。若是产前吃得多，会使生产过程变长。洛烟越来越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听不懂。你说的对。真的吗？你认同我的观点？不要胡言乱语。少管我。哎呀，小郡主，我酒喝多了，你可以陪我出去走走吗？我第一次来大周皇宫，不认识路啊。好啊。洛长，我发现这苗疆少主除了发色和眼睛跟我们不一样外，其实长得很漂亮，比父皇后宫里的嫔妃还要漂亮。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这话在理，可比起被丑女人骗，我更想被漂亮的女人骗。你想啊，就算最后落个空，起码前头看的是赏心悦目的脸，吵架都吵不起来，总比对着张寡淡丑陋的脸糟心强。说的竟然还有几分道理。郝连兴会玩蛊，你别去招惹他，把他惹生气了对你下蛊，看你怎么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我只是夸赞了一下他的容貌而已，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我什么时候激动了？我只是提醒你不要去招惹他，他很危险。你不提醒我也不会去招惹他，
他怎么说也是苗疆少主，我去招惹他做什么？我又不蠢。小郡主，你知道我和慕容燕之间的关系吗？知道。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如何？好啊，你说我听。小郡主，我很漂亮吗？漂亮。赫连星被夸得很开心，如果洛烟没有把眼里的惊艳变成惋惜，那他就更开心了。该死的魏神医啊，一定是把他的秘密说了出去。我忽然不想讲这个故事了。小郡主，我们回去吧。啊，贺少主，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什么呀？哼，话说一半，天打雷劈。我耳朵都洗干净了，你却不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跟你聊聊我们苗疆的八卦。快说快说，您放心，我不是大嘴巴，不会乱说的。苗疆部落的祖训中有一条，不能与外族人通婚，一旦打破了这个祖训，就会受到诅咒。什么诅咒？痛失所爱。洛言闻言，嘴角忍不住的抽了抽。不是，这是给他干哪儿来了？诅咒？痛失所爱？什么呀？这是什么仙侠玄幻小说吗？你不信？我信，但又不太信。其实我也不太信，可我那小姨为了他所说的爱情，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苗疆。可结果呢？那人是骗他的，他后院里有无数个女人，比苗疆有毒的毒蛊还要多，这算不算是另一种痛失所爱的诅咒呢？罗烟愣了愣，这么说，好像也有一些道理。痛失所爱的不一定是生死离别，爱人死去，有可能是活着的爱人站在你面前，却成了完全陌生的模样，面目全非。祖训中还有一条，便是这等诅咒会延续到下一代，所以我其实并不太希望你和慕容燕有别的关系。我跟慕容燕没有别的关系，若真的有什么关系，那也是他单方面的，与我无关。赫连星一愣，没想到洛烟会这么直白的否认，有些庆幸，但又想嘲笑慕容燕，整天一副拽的250的模样，自恋又自负，好像所有事儿都在他掌控之中。哼，没想到吧，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我爷爷说，慕容燕跟我那小姨一模一样，认死理，恐怕不会轻易放弃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早日回到大前国？为什么别人穿越都有金手指系统，就他没有？哎，老天奶，你快睁眼睛看看呀，我是你亲孙女啊！轰隆一声，天空中一道雷声忽然响起来。老天奶，我错了，我不该胡乱认亲戚，你别下雨啊，我没带伞。一道又一道雷声响起，狂风大起，天色越发的暗沉，恐怕没一会儿就会下雨。我们得赶紧出宫了，不然待会儿下雨就走不了了。小郡主，你真的想让慕容燕回到大前国吗？我这人比较惜命，想要她回到大前国很简单，只要大前国皇帝病重，她就不得不回去夺权。毕竟大前太子也不是好对付的。洛烟蹙眉，觉得这个办法不太行。慕容燕都敢弑父杀兄了，就算大前国皇帝驾崩了，太子登基了，只要他想，他也能夺权成功。贺少主，叫我姐姐，叫贺少主太过疏离了。我喜欢别人叫我姐姐，因为这样会显得我很年轻。好的，姐姐。真乖，你是第一个叫我姐姐的人。姐姐送你一个小礼物怎么样啊？什么礼物？放心，不是蛊虫。拿，这是红宝的血，不多，但却是不可多得的良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哎呀，姐姐给你的你就拿着。上官老头和魏神医都问我要，我都没舍得给呢。红宝小气，每个月只愿给我1滴血。就当是姐姐对那天挟持你哥哥的赔罪礼了。好，那就谢谢姐。
话还没有说完，就见缠在贺连星手腕上的小红蛇突然一个跳跃，来到了洛烟脖子上。他发誓，他上辈子军训都没站得这么笔直过。对小红蛇的这个举动，贺连星愣了一下，他看出了洛烟的害怕，连忙捏着蛇头把它塞进自己衣襟中。抱歉，红宝是我的本命骨，在苗疆本命骨中，主人对谁有好感，本命骨也会对那人有好感的。洛烟挠了挠刚刚小红蛇爬过的地方，要不是他知道小红蛇不会对他怎么样，他能原地给贺连星表演一下霹雳舞是怎么跳的。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怕蛇。慕容燕那边的事儿你不用担心，你既然是我认的妹妹，我就不会允许你出事的。等把司检抓到，我就去一趟大前国。可慕容燕也是你表弟。表的。好吧。风越来越大，再不出宫可能真的要来不及了。离开前，贺连星还是捏着小红蛇的蛇头，在洛烟手腕上咬了一口，感受到手腕上冰凉的触感，洛烟抿紧唇角，僵直身体全程不敢动。不过在看到圆头圆脑的蛇头舔着伤口，又轻轻蹭了蹭他的手指的时候，哟，他又莫名觉得很可爱。姐姐先走啦，明日若是不下雨，就来驿站来找我。哦，好。出了皇宫，洛烟刚坐上马车，瓢泼大雨就落了下来。晚一步上马车的洛昭瞬间被淋成了落汤鸡。哥，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坏消息吧。坏消息是，我答应明天若是不下雨，就带着贺少主在京城游玩，你也得去。那好消息呢？好消息嘛，那就是日后任何蛊虫都靠不进我的身啦。而且贺少主还送给我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这个宝贝我若是拿出来，连魏神医和舅爷爷都会羡慕嫉妒哦。你什么时候和他关系这么好了啊？你忘了他之前挟持我的事了？男子汉大丈夫，被挟持这么好意思总是拿出来说。怎么回事啊？妹妹不过是和贺连星单独相处了一会儿，这么快就被收买了？哥，你猜这是什么？什么？是圣蛊的血。贺少主说圣蛊每个月只给他1滴血，连魏神医和舅爷爷都眼馋，现在全部都给我了。哦对了，他还说是对上次挟持你的赔罪礼。洛昭一愣，经过魏神医的解释，他自然知道圣蛊的厉害。他看着那瓷瓶，扯了扯嘴角，撇过脑袋，算的识相。小样，拿捏！哎呦，小郡主怎么来老夫这里了？魏神医，这是贺少主给我的，说是圣蛊的血，我也不会医术，还是给您和舅爷爷吧。什么？圣蛊的血？上官不喜一个箭步从屋里窜出来，把洛言手中的瓷瓶抢走，随后打开瓶塞，轻轻闻了闻，里面是鲜红的液体，但奇怪的是没有丝毫血腥味，只有浓浓的带着一股令人兴奋的香味。嘿，上官老头，圣蛊的血是小郡主给老夫的，给老夫的。我呸！你没听到我家妍妍说是给你还有我的吗？哼，你都弃1从5了，拿着圣蛊的血有什么用？给我才是正确的。两人顿时吵得不可开交。魏神医舅爷爷，这瓷瓶里的圣蛊血可以分开用，你们不用争吵。嘿嘿。听到洛烟的话，两人愣了一下，对视眼，各自轻哼一声。妍妍，有了圣蛊的血，我们就可以尝试制作假死药了。真的吗？那太好了，制作2颗就行了，1颗用作实验，多了浪费。圣蛊的血是不可多得的良药，确实不能太浪费。等制作了假死药，舅爷爷给你和你哥哥
还有慕容燕制作一些强身健体和疗伤保命的药。谢谢舅爷爷。真乖呀，快回去吧，雨要下大了。嘿，上官老头，小郡主说好的，我们一人一半，你可别独吞呐。知道了，就你话最多。王爷，人已带到。骆宽景轻点了一下脑袋，泼醒。是。秋野端着一盆冷水，用力地朝苏四爷脸上泼了过去。苏四爷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秦王殿下，王爷，您这是何意啊？不知臣何时得罪了您，还请王爷明鉴。苏远，苏家排行老四，看似纨绔，实则掌控苏家暗地里见不得光的生意，比如未阳河上的花船生意，苏家包揽了80%，可你们赚来的银子呢？去了哪儿呢？苏四爷听到骆宽景的话，脸色骤然一白。苏家暗地里走私官盐一事，只有他、皇后、灵王和大哥，还有他们的心腹知道。秦王怎么查出来的？还知道的这么清楚？王爷，您在说什么？臣听不懂。走私官盐，那可是大罪啊！苏家怎么会碰啊？嘴硬，哼，无妨，你没有机会再开口了，杀了他。苏四爷瞳孔一缩，秋野朝骆宽景拱了拱手，把苏四爷打晕后转身离开。为了以防万一，出了花船，骆宽景还是把面具给戴在脸上。他抬眸看着河上各种各样的花船，听着里面传出来的声音，眼里划过一抹厌恶。王爷，雨下大了，现在正是动手的时辰。动手，按之前的部署，封死所有密道，所抗之人，无论是谁，一律击杀。是。裴淑玉走进屋，看着已经沐浴过的骆宽景，愣了一下。平常这个时候，王爷不应该还是在书房吗？怎么今儿个这么快就沐浴了，上床休息了？疑惑在脑海里转了一圈，又出去。或许是王爷太累了吧，他也没多想。但等他去浴房沐浴过后，突然想到有一个问题在等着他。平常都是他先沐浴上床睡觉的，每次都是睡在最里面。现在王爷已经淋浴过，躺在了床上。虽然是半躺在床上看书，但王爷个子很高，哪怕是半躺着，也占了大半的位置。他要从角落爬上床，这个姿势可能有点不太美妙。裴淑玉莫名觉得羞耻，不太想这么做。于是他在浴房里磨叽了半个多时辰都没有出去。里屋的骆宽景有些疑惑，眼神时不时飘向浴房的方向。女人沐浴要这么长时间吗？又不是泡药浴。不过泡药浴半个时辰也够了吧。骆宽景皱眉，把手中的书收了起来，坐起来穿上鞋子，犹豫2秒，来到浴房外。王爷，怎么了？没事。裴淑玉眼睛忽然亮了亮，快速上前打开浴房的门。你用的什么皂角？为什么会这么香？啊，就是普通皂角。骆宽景抿抿唇，低着头看他。王爷，怎么了？这个皂角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跟着骆宽景来到床榻边，趁着他弯腰把放在床上的书拿走时，快速脱掉鞋子爬上床。骆宽景把书放好，瞧见缩在墙角的裴淑玉，挑了挑眉，把屋里的蜡烛吹灭后，掀开被子躺了上去。裴淑玉今日进宫赴宴，不免要应付那些夫人们，着实有些累了。没过一会儿，困意便开袭，迷迷糊糊间，他忽然感觉一股热团从背后传来，紧接着他感觉到腰间放了一只手。裴淑玉的瞌睡瞬间跑了，他立马清醒过来。怎么办？爷爷救命啊！快来救救母妃！骆宽景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突然翻了身凑近裴淑玉，等他反应过来，他的手已经放在了他腰身上了。他是个正常男人，旁边睡着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误会已经解除，他已经不在意那些事儿了。
这种情况下，他要是还没有反应，那还正常吗？手指紧扣他的腰肢，用力把他带入自己怀中。王妃，醒了？不装睡了？王爷，你要做什么？哼，你是本王的王妃啊，你说本王要做什么？王爷，这不太好吧？我们都有2个孩子了，为什么不行？裴淑玉默了默，他很想说，你自己心里没点数，我们2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吗？陆宽景拧了一下眉，显然也想到了此事。他薄唇微抿，犹豫片刻，到底还是松开了裴淑玉。睡吧。王爷这是生气了。但此时他的困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睁大眼睛盯着头顶的蚊帐，脑海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犹豫半晌。王爷，你睡了吗？陆宽景没有说话，看样子是睡着了。其实我也不是拒绝，就是我不想再喝，挺苦的，不好喝。不想喝就不喝，本王不会逼迫你。裴淑玉浑身一僵，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他根本就没有睡着，方才自己那番话竟全被他听了去。他下意识地想往后缩，腰上的力道却又紧了紧。躲什么？所以现在可以了吗？真的不用再喝。陆宽景忽而笑了笑，又在他耳边低语了2声。裴淑一听，脸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整个人像是被煮熟的虾子一样。王爷怎么能说这种话？这陆宽景眉目柔和，不再犹豫。裴淑玉闭上眼睛，睫毛轻轻颤动，心脏狂跳不止，双手猛地抓紧。哪怕已经有了2个孩子，但他们对这种亲密的事都不熟悉，只能慢慢的学，慢慢的探索。窗外的雨似是小了一些，洒进来的冷冷月亮照映在屋里。裴淑玉迷迷糊糊的醒过来，昨晚的记忆瞬间涌入脑海中，她的脸噌的一下红了起来。爷爷，我出息了，我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让王爷伺候我沐浴。不会让你喝，放心吧。我知道，我信王爷。贺少主。你叫我什么？姐姐，星星姐姐。贺连星这才满意的点头。陆燕，你叫她什么？姐姐啊，星星姐姐，今天带你去看看我们大周朝的婚礼。今儿个是沈巍儿成婚的日子，洛言想去看看热闹。好啊，走吧。洛言竟然叫贺连香姐姐，哼，洛朝气笑了。最关键的是，他们2个就这么走了，等都不等他。洛朝站在原地，咬着牙用力地踹了踹旁边的柱子，小范雷霆了一下，才追上去。你弟弟被废，你留在侯府看着也碍眼，嫁去山里，这辈子都别再回来了，也省得总让我想起这件事。母亲，沈辉，别说了，时辰到了，该盖头吧，喜娘在外头等着呢。走到府门口时，他忽然听到广宁侯夫人在身后轻声说：维儿，这是你欠你弟弟的，你这辈子都该在山里好好的赎罪。红盖头下，沈巍儿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他知道母亲怨他不该招惹秦王妃，不该妄想嫁给秦王，算计秦王妃。母亲这是盼着他不好，盼着他在山里受苦，以此来抵消他的罪孽。有那么一瞬间，沈巍儿想，就这样吧，让他去山里过苦日子，给沈辉赎罪。来到花轿前，沈巍儿停下了脚步。我不甘心就这么认命。萧度人呢？他怎么还不出现？上了这个花轿，我就真的要嫁给那个乡下的汉子。我不要嫁给他，我不要住着那种破旧的房子，我
自小养尊处优，怎么能过那种苦日子？哎呦，沈小姐，该上花轿了。沈巍儿听着喜娘的催促，咬紧唇瓣。该死的，他就不该相信萧度，不该信他的鬼话。忽然间，一个蒙着面、穿着黑色夜行衣的男人出现在沈巍儿旁边，一把搂住他的腰。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中，使用轻功飞上房顶。不一会儿，两人身影就要消失了。喜娘终于回过神。哎呀，不好了，新娘子被抢走了！喧闹声很快传到了正厅。欧耶，不好了，小姐被人劫走了！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敢在侯府抢人！你们快去给我找！把京郊所有的山头树林都给我翻遍了，找不到沈巍儿，你们全都给我提头来见！是。风和，快去追！是，郡主。哎，小郡主，那个新娘子你认识？跟你有仇？很大的仇。姐姐，我们也去追。你追什么追啊？有危险怎么办呢？有风和去追不就行了？那好吧，我们等风和的消息。洛言带着贺连星在京城里逛了逛，走累了就来到望月楼，要了一个雅间，点了一大桌子菜。洛言特意把雅间的门打开，听着外面大堂里八卦。别说广宁侯府了，你们听说了吗？昨日夜晚，莫阳河上面的花船遭遇了刺客，那些去花船上面的男人啊，几乎都死了。哦，真的吗？那花船不是京里达官贵人常去的地方，谁敢在那儿动手啊？嘿，怎么不敢？我家就住在莫阳河边上，大半夜睡得正香啊，忽听见河面上吵得厉害，还有兵器碰撞的脆响。没等我爬起来看呐，官兵就挨家挨户敲门，问我有没有看到刺客。我后来才知道，花船上的男人好像没一个活下来的。造孽啊！就算是寻欢作乐，也不该落得这般下场。依我看啊，他哪是什么刺客，分明是老天爷派来收他们的，或是哪个受了他们欺负的苦主忍无可忍才动了手，不然怎么偏挑着花船动手啊？怎么偏杀的是那些寻乐子的男人啊？未阳河花船遭遇刺客，所有去花船上的男人都没有活下来，那女子呢？只有男人死了。哥，你在可惜什么啊？你觉得他们不该死？我只是问问，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呀？哼，男人果然都是一丘之貉。洛言，在你的眼里，你哥我就是那种不守的男人？哼，你是在羞辱我。是吗？那我跟你道歉。总之，你不能用那种眼光看我。我以后娶了妻子，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对她好，不会去花楼、花船那种地方的，也不会纳妾。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说不纳妾，可是小世子，好话说的再多也是没用的，你随时都可以反悔。哼，那你也太小看我了，我从不说空话。不论你信不信，我说不纳妾，就绝不会让后院多一个人。是吗？那我还挺期待能见到一段佳话的，就是可惜了，我活不了太久。他低头刚要弹一弹小红蛇的脑袋出气儿，却发现一直盘在他手腕上的小红蛇不见了。啊，不见了！他心中一咯噔，立马感应小红蛇的位置，然后目光落在了洛昭的脑袋上。你的头？什么我的头啊？洛昭眼神疑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在触摸到那一抹冰凉的时候，他浑身一僵，僵硬的转过脑袋看向贺连星的手腕。很好，红色镯子不见了。洛昭无语，他不怕蛇，他怕的是蛊。确定了贺连星和小红蛇对他没有恶意，那他自然不会客气了。你想干什么？小红蛇也不怕洛昭捏爆他的脑袋，尾巴紧紧地缠着他的手腕。难道对比我，贺连星更喜欢我哥？
什么眼光呀？贺连星看着小红蛇对洛昭几乎谄媚的样子，似是想到了什么，脸色黑了黑，不耐地低嗤一声：“滚过来！”小红蛇只看了他一眼，又继续缠着洛昭，尾巴尖儿还讨好地蹭了蹭他的手指。小蛇看着还挺可爱的，你别吼它。放心，我不会对它怎么样的。给你3个数，不回来就永远别回来了。小红蛇顿了顿，1。小红蛇张开嘴巴，2。小红蛇一口咬在了洛昭手腕上，蛇信子在伤口上舔了舔，等到伤口消失后，飞速跳到了贺连星怀中。洛昭抬起手腕仔细看了看，真的没有伤口，就像是从未被咬过似的。出息了啊！想要换个主人吗？小红蛇嘶嘶2声缠上他的手腕，又把自己盘成一个红色镯子。这么小气做什么？圣骨在我手中待一会儿是会死吗？你也说了，我的红宝是我的圣骨，圣骨是一般人能碰的吗？是他自己跑到我这里的，又不是我抢的。他有时候脑子不太聪明，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就像你上回在玉泉寺挟持我一样吗？你不说话，代表你承认了。你承认你脑子不聪明了？奇怪，贺连星有点奇怪啊。圣骨是自己跑到洛昭身上的，洛昭也不会伤害圣骨，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啊？他也不像是这么小气的人呀。小世子啊，我聪不聪明跟你没关系，但你被我挟持却是真的。堂堂秦王府世子，却武功平平，打不过慕容燕，也打不过我，你怎么好意思还把这事说出来的？哼，我现在打不过你们，不代表将来打不过你们。你可别忘了，我年纪比你们小，我有的是时间。贺连星眼神复杂地瞥了眼洛昭，忽然沉默下来，没再开口。洛言反应很快，在桌脚下用力踹了一脚洛昭。死直男，你提什么时间呀？不知道贺连星只有1半寿命了吗？洛昭面色不变，洛言蹙眉，刚要再去踢一踢洛昭。小郡主，你踢到我了。救命，好尴尬。抱歉，我不是故意的。今日我很开心，我有些累了，就先回去了。好的，要不要我们送送你呀？不用了，我认得路。那好吧。等到贺连星离开了雅间，洛昭昭，你要死呀！你提什么时间？魏神医不是跟我们说了，他因为圣骨寿命只有1半。我们拿了人家的好处，还往人家伤口上撒盐，还是不是人啦？洛昭一愣，总算是反应过来了。他心虚地缩了缩脖子，张了张嘴，刚要开口。抱歉，我有个东西落在这里了。贺连星走进雅间，从刚刚自己离开的凳子上拿起一个荷包。改日见。等看着贺连星再次离开雅间，洛言不确定地开口：哥，他应该没有听到吧？你觉得呢？我觉得我现在想打死你。我刚刚没想太多，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我保证，我下次不会这么说了。你还想有下次？没了，没下次了。贺连星对我们没有敌，上回的事也跟我们道歉了，还送了赔罪礼。那瓶圣骨的血被舅爷爷和魏神医2人争夺，可见有多珍贵。咱们拿了他的好处，就要好好的招待他。况且他也不会在京城里多待，总是要回苗疆的。所以哥，别总是对他冷着脸，他是朋友，不是仇人，也不是敌人。行，我知道了，絮絮叨叨个没完。走吧，我们也回去，也不知道风和有没有追到沈巍啊。就在洛言他们离开雅间的时候，贺连星坐的凳子下，一只胖乎乎的虫子正蠕动着，片刻后化成一滩血水。世子，
长宁郡主的丫鬟一直追着萧颖，她轻功很好，萧颖又带着沈维尔，一时之间甩不开她。你去接应，务必把沈维尔活着带过来。是。哎呀，阿满姐姐，你怎么就不等等我呢？哎呀，不过成婚了也没关系，我迟早要把你从秦王那个狗贼手中抢过来。反正你当初也不是因为喜欢才成婚的，不是吗？你的女儿我也会当做亲生的对待的。想着想着，萧度嘴角露出一抹幸福般的笑，就好像他真的打败了秦王，娶了裴淑玉，然后儿女双全。就在这时，一个信鸽落在了萧度肩膀上，他收起脸上笑容，取下信鸽腿上绑着的信，打开看了看。下一瞬，他的眸色沉了下来，浓墨般的凤眸满是冰冷和讽刺。他撕碎手中的信，随手撒在地上。哎呦，世子啊，您怎么能把王爷送来的信就这么撕碎撒在地上啊？这要是被发现了就不好了。说着，他连忙蹲下身，把撕的信一点一点地捡起来。哎呀，世子啊，王爷在信中跟您说了什么呀？他要老子放弃接触洛心，去跟洛烟接触。哼，他当老子是畜生不成？什么？长宁郡主？长宁郡主今年才11呀！世子比长宁郡主大了整整12岁，哎呀，这怪不得世子这般生气呢。可这是王爷的吩咐，世子若是不听从，怕是会受惩罚呀。哼，你去回信，就说本世子同意了。哎呀，是，老奴这就去写信。萧度捏着手中的玉扳指，抬头看向远处，眼底沉黑隐晦。哪个狗东西在背后骂我？这时风和回来了。郡主，属下失职，没有追到沈威尔。对方的轻功这么厉害吗？连你都追不上？对方轻功跟属下不相上下，但他有人接应，拦住了属下。可有受伤？没有，属下没事。对方出手只是拦着属下，没有用全力。沈威儿被劫走的路上是清醒的吗？好像是清醒的，属下看到他的身体一直在发抖。有大声呼救吗？没有。你去把这件事告诉父王，让父王抉择。是。骆宽景得到了这则消息，没有迟疑，立马吩咐秋玉去查沈威儿的下落，一旦找到，原地击杀，不必留情。裴淑玉在听闻沈威儿还未上花轿就被抓走一事，蹙了蹙眉，去找乞丐花点银子，就说沈威儿被黑衣人劫走，是他自导自演的，他想逃婚，记得蒙着面，别被人看到你的脸。彩荷点点头，离开了王府，但很快他又回来了。王妃，外面已经在传沈威尔是跟把他劫走的黑衣人一伙的，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他的安排。是吗？他挺不错的。既然外面已经这么传了，那我们就别管了。王妃，奴婢出去还打听到另一件事，昨日夜晚未央河上遭遇了刺客，几乎所有去花船上寻花问柳的男人都死了，那些女子也死了不少。奴婢听人说，隔老远都能闻到河里的血腥味。这么严重？对，奴婢还听说花船里有很多朝廷官员，官职都不大，但是都死了。如今未央河已经被大理寺给封了，花船也都被收走。比起沈威儿被人劫走一事，未央河上面发生的事才是大事儿。毕竟死的有很多都是朝廷官员，虽然官职不大，最大也才6品，但那也是朝廷的人。而且里面还死了一个苏家的人，还是皇后的堂弟。杀了朝廷的人，皇帝怎么能不震怒，命令大理寺彻查。查了3天，大理寺丝毫没有头绪。那些活着的人根本不知道刺客长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蒙着面，也没有人知道刺客到底有多少。罗颜没管这件事，因为这3天里他去找赫连星，但却被告知他头疼，需要休养，拒绝见面。于是
他也开始头疼了。同一时间，萧度也开始头疼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叛逃苗疆的人竟然被平阳王给藏了起来。镇北王说司简有大用处，让本王把司简接到王府藏起来，可没说贺连兴会突然来京城，还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你什么意思啊？本王觉得司简不能再待在京城，否则陛下和秦王的人迟早会把他找出来。本王有办法送他离开京城，但需要世子的帮助。现在城门口每天进出都查得很严，你怎么把他送出去？本王手中有一个人会易容术，只需要世子你出城的时候把他带上就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本王也可以让人易容成他的样子去应付贺连兴，最好让他带着司简的尸体离开京城。行，过2天再出城吧，我前2天才出城过，太过频繁会惹人怀疑。可以。司简静静地坐在一边，听着他们商议自己的去处，安排自己的尸体，没有一个人问过自己的意见。他捏了捏拳头，眉眼之间闪过一抹阴霾。司简，司简，王爷，过2日你就跟着萧世子离开京城。放心，有萧世子在，贺连兴不会找到你。是，我知道了。查到了吗？我的人查到1个月前，司简在沧州用蛊虫杀了一个人，之后才逃到京城。秦王送来一本册子，上面记录的是去黑市的人在司简手中买蛊虫的名字。我看了看，有不少人背后是大周朝廷官员，这个名字被秦王画了一个圈，显然秦王是怀疑他。陈毅，谁呀？洛廷义为洛宇寻找的武学师傅陈老将军。这跟司简有什么关系？秦王不仅送来了这个册子，还送来了一个消息，洛廷义的侧妃裴梦婉是镇北王的亲生女儿，所以洛宇是镇北王的外孙。陈老将军曾经教过镇北王武功，算是他半个师傅。总结一句话，陈老将军是镇北王的人，镇北王想要扶持洛廷义等级，让他自己外孙成为太子。司简是被他带走的，他想让司简成为他的人，为他所用。还不算太笨。镇北王是不是太过自信了一些呀？司简可不是逆来顺受的性格，他想利用司简，真不怕被反噬啊。镇北王想要扶持洛廷义夺嫡，手底下自然要收集有用之人。司简叛逃苗疆，你直接追了过来，杀气腾腾。在外人看来，司简只要被你抓住，一定没有好果子吃。如此一来，只要司简不想被你抓住，就只能顺从镇北王，镇北王也会更加放心用他。那这么说，我急哄哄的来大周，反而还帮了他了。按理说是这么个理。哼，那我现在倒是不着急了。司简可不是什么软弱被人拿捏的性格，镇北王想要利用他，就要做好被反噬的可能。镇北王或许会安排一个假的司简应付你，让你离开京城。易容术，这是不可能的。司简是苗疆人，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本命蛊摆脱了我的红宝儿的控制，但只要是假的，我就能认出来。不，你得顺从他们的意思，离开京城。只有你离开了京城，才能找到真正的司简。不是，为什么呀？既然你们已经查到司简在哪儿，为什么还要顺从他们的意思让我离开？直接告诉皇帝让他去抓不就得了？这是秦王的意思，我总不能不听未来岳父的话吧？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儿就喊岳父，你也不怕秦王拿刀追着你砍？秦王既然不想告诉皇帝，自然是有他的道理，你就不要多问了，听从就行。镇北王把一个假的司简送给我们，自然不会让他短时间再出现，也不必担心蛊虫的问题。不就是一个破位置吗？抢来抢去有什么意思？整天防着这个防着那个，亲兄弟都算计，活得真累。
自由自在的，它不好吗？慕容燕微微垂眸，没有开口回这句话。行了，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了。我可以陪你们演戏，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说吧。可以。这天，洛烟再次拉着洛昭去馆驿找赫连星。好在这一次他的头疼症终于好了。星星姐姐，你不生气啦？我没生气，我是真头疼。星星姐姐知道马球吗？不知道。没关系，我也不会，我们一块儿学。好。洛烟不会打马球，但洛昭会啊，于是他让洛昭教他们怎么打马球。辰时的太阳刚越过山头，赫连星就跟着洛烟和洛昭来到京城外的马术场。握杆要像握弓，手臂别僵，跟着马的步伐晃。赫连星接过杆，试着按洛昭说的姿势调整。洛昭看着他笨拙地挥动球杆，却总也碰不到地上的球。你怎么这么……算了，没事。你第一次打马球，多练习练习，总会碰到球的。来，再来。他加了加马腹，身下的马轻嘶一声，小步向前。这次他没急着挥杆，先是跟着马的节奏晃了晃身体，等木球滚到马侧时，手腕轻轻一旋，杆头精准地碰住了球，顺势往前推了半尺。成了！小狮子，你看我有没有天赋呀？球只动了半尺，算什么天赋啊？小狮子，你声音再小我也能听得见呀。星星姐姐厉害啊，比我要强得多。还是小郡主会说话。星星姐姐，不用总喊我郡主，就叫我名字吧。好的，嫣嫣妹妹，我自己去玩一会儿。嫣嫣妹妹，你们不用管我了。他加了加马腹，身下的马轻快地跑起来，球杆在他手中灵活转动，木球被他带着在草地上穿梭。一个人打马球多没意思啊，我来跟你打。好呀，那小狮子可得让让姐姐哦，毕竟姐姐今天第一次学打马球。洛昭脸色一黑，什么狗屁姐姐啊，他怎么这么喜欢让别人喊他姐姐啊？他轻哼一声，眉毛高高的扬起，什么也不说，夹着马腹去跟赫连星抢球。康大，我们好像被孤立了。3个人的友谊总是要有一个人退出的。妲己再美终究是妃，烟花再美终究是灰，爱情再美终究是泡沫。臣妾退了，这一退就是一辈子。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退下吧钢蛋，总要有一个人要退下的。长宁郡主，你要退去哪儿？我自言自语说着玩呢。好巧呀，你也来马球场玩呀？是啊，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郡主。来马球场的不仅有纪兰慈，还有京城一些世家子弟，上回在云家见到的云之穗的哥哥云嘉义。郡主，一起来。我不会，我就不玩了，你去和我哥他们玩吧。好。洛烟跳下马，让马球场的侍从带钢蛋去吃草，他则是去了场边看台处坐下，吃完了一盘葡萄，看着马球场上依旧玩得开心的洛昭和赫连星，洛烟打了个哈欠，趴在桌子上面昏昏欲睡。忽然间几道争执声把他瞌睡给吓跑，他咻的一下坐直了身体。妈，风离，那边怎么啦？好像是有人犯规，属下也不是太清楚。走，我们过去看看。苏明，是你先犯规的，你还倒打一耙，有你这样的吗？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犯规了？你自己骑术不精，控不住马罢了，倒赖到我的头上。你，苏明，球场上有球场的规矩，故意撞人还不认，传出去不怕丢了你苏家的脸面？我没有，我真的不是故意撞他的。这么多双眼睛在，我为什么要故意撞他？不是平白给自己惹一身骚吗？刚刚
少主就在唐轩身边，你撞唐轩的时候，他的杆子打在了贺少主身下的马，若不是他马术精湛，后果不堪设想。还未抓到叛逃苗疆之人，贺少主若是出了个什么事儿，你苏明，你苏家能承担起后果吗？话也不能这么说，这马球场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你们干嘛非要揪着我不放？再说了，贺少主这不是没事吗？苏明，贺少主没出事是他马术精湛运气好，不是你找借口逃脱责任的理由。对呀，你先犯规，做错了事，你该不会是输不起吧？你胡说八道什么？谁输不起了？陛下对贺少主以礼相待，你却差点害得贺少主从马背上摔下来。贺少主出了事儿，我们在场所有人都会受到责罚。我合理怀疑你就是故意的。哼，行了，也别玩了，都给我进宫去吧。我倒是要看看黄伯伯知道这件事之后会如何的大发雷霆，到时候便是黄伯母也保不住你。苏明，要不你给唐轩和贺少主道个歉吧。苏明看着连自己队友都不站在自己这边，非常生气。你们怎么回事？我说了我不是故意，不是故意的。他们不信我也就罢了，你们也不信我。整天拽得鼻孔看人，跟个250似的，谁信得过你？哎，赶紧道歉吧，说是闹大了，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利。我道歉！苏明指着骆昭等人破口大骂。别说现在贺连兴没出事儿，就算出事了，那又怎么了？他就死不承认，谁能拿他怎么地呀？反正有皇后姨母给他撑腰，他还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到唐轩身上，因为是他手中的杆子打在了贺连兴身下的马上。看着如此嚣张跋扈的苏明，唐轩忍不住了，撸了撸袖子，就要上前去揍苏明。哎，别冲动，你打不过苏明。要是我哥在就好了，他一个能打他们10个。唐轩，怎么你说不过我，还想打我不成？过来呀，我奉陪。他打不过你，那我呢？我跟唐轩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哎呀，大家都是从小就认识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打来打去的多不好呀，还会闹得自己家人都知道，到时候大家都免不了一顿责骂。还是长宁郡主讲道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别着急走呀，我还没说完呢。你说你不是故意撞的唐轩，唐轩说你是故意的，你们两人都各自有各自的辩解，谁也分不清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如果这件事不解决，大家心里都不痛快。况且这件事还牵扯到了贺少主，若是闹到了黄伯伯那里，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不如这样，苏明，我们明日再比一场马球，我们赢了，你就当众给唐轩和贺少主道歉，并赔给他们精神损失费1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你怎么不去抢？我听闻苗疆有一种蛊虫，名为真言蛊，中了此蛊的人只能说真话，是不是呀，星星姐姐？嫣嫣妹妹说的不错，苗疆确实有一种蛊虫，名为真言蛊。中了此蛊的人，在1刻钟之内，不论问他什么问题，他就只能说真话。怎么，苏明，你害怕了？谁说我怕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我下蛊，要害我的命？怎么会呢？你可是黄伯母的亲侄子，拐了个弯来说，我们也算是亲戚。不过苏明，不管你是不是故意撞的唐轩，你都撞了，这件事是事实，你没有办法狡辩。我呢，只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现在给唐轩和贺少主道歉，赔偿1万两银子当做他们的精神损失费，要么明日我们光明正大的比一场，你赢了，此事就就此作罢，你若是输了，该赔偿赔偿，该道歉就道歉。我凭什么听你的？你不听也没关系啊，就只能让我哥揍你一顿了。我和我哥连骆雨和骆童都敢打，你觉得你的身份比得过他们？行，明日我们马球场见。很好，在场所有人都是见证者，你们若是输了，
可别抵赖啊。放心，我不是输不起的人。撂下这句话，扔掉手中的杆子，转身离开。郡主，苏明那群人都是从小练习打马球，技术精湛，你有办法我们一定会赢吗？想要赢很简单呀，只要星星姐姐出马就行。我今天才刚学打马球，可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星星姐姐是什么人？她是苗疆的少主。苗疆最多的是什么？是蛊虫啊。星星姐姐不需要上场，只需要给苏明他们下个蛊就行。下蛊？这他们也罪不至死吧？苗疆也不是所有的蛊虫都是有毒的。星星姐姐，你说对吧？苗疆不是所有蛊虫都是有毒的。放心，有我在，明日你们一定能赢。明日把陆归灵和唐北义叫上，多叫来几个人，我要让苏明的脸丢进京城。嘿，对，把我哥叫过来，苏明要是敢反悔，让我哥把他狠狠地揍一顿。还是郡主聪明，想到这个法子，不然今日这事怕是只会不了了之。星星姐姐，你想好用什么蛊虫对付苏明了吗？想好了。什么啊？暂时保密，明日你们就知道了。星星姐姐，你就告诉我嘛，就告诉我一个人，我保证不跟我哥他们说。不行。星星姐姐，求你啦，就告诉我嘛。好可爱呀！可恶，为什么我不是个男人？好想把他带回苗疆养啊！我一定会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会让任何人觊觎他，包括慕容燕那个狗贼。洛烟看着贺连星面无表情的神色，暗叹一声，撒娇都不管用。放屁股啊？放屁股是我理解的那个放屁吗？苗疆蛊虫品类还真是多哈。放屁股都出来了，那有没有拉屎蛊呢？洛烟抖了抖身体，忽然觉得这些奇奇怪怪却没有毒的蛊比那些有毒的蛊可怕多了。不出半天时间，洛昭和苏明等人明日比赛马球一事就传了出去。明日与你们比赛的是苏家苏明。对啊，他太嚣张了，不给点教训不行。有信心能赢吗？当然啦，因为我们会作弊。明日过后，苏家将不复存在。什么意思啊？苏家私下贩卖官盐，诱拐良家妇女，证据确凿，明日苏家将会被抄家。洛烟倒吸一口凉气，谁给苏家的胆子去走私官盐？那皇后呢？黄伯伯会废后吗？不会，陛下需要一个皇后，一个在他掌控之中的皇后。苏家若只是贩卖官盐，陛下或许还不会灭了苏家满门，只是抄家流放。但本王却查到了苏家贪污受贿，偷了国库银子，这是陛下最不能容忍的。只是如今账本不知所踪。可是父王，这种账本按理说苏家不会允许它的存在啊，他们已经听到了风声，不会把账本给摧毁吗？苏家当然不会允许这种账本存在，可他们千算万算，没算到本王的人早就安插在他们身边。那人是苏四爷后院一个姨娘和他的父亲。苏四爷此人好女色，林姨娘容貌艳丽，吹一吹枕头风就让自己父亲进去铺子里当一个掌柜。没想到意外发现他算账很快，很少出错。考察了一番后，再加上林姨娘在，苏四爷就让他在他身边做事。他很谨慎，每一次记账都在半夜，也不敢点灯，只凭借窗外月光一笔一画的写下了苏家贪污受贿的罪名。本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意外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林掌柜暴露了，林姨娘和林掌柜都被苏家杀死。那这跟苏明有什么关系？苏明知道账本在哪儿？不是苏明知道，是苏雨知道。本王一直派人暗中盯着苏家，发现苏老爷子也在林掌柜死后，已经派了3拨人去邳州，每次都围着漕运码头打转。
此前林掌柜去过一次邳州，或许账本就藏在那里。本王原本想派暗卫直接去搜，可邳州太大，漕运码头的货舱少说也有上百个，而且苏家的人还在那里盯着，暗卫一旦暴露，反而会打草惊蛇。不止如此，邳州知府是苏家的门生，整个漕运码头的守卫都是他的人。我们要是贸然动手，别说找不到账本，恐怕还会让苏家察觉到我们已经知道邳州这条线。不过苏家派去的人里有一个破绽，苏雨，她是苏四爷和林姨娘的女儿，她是苏家血脉，又因为是个庶女，所以苏家没有杀她。但她曾与林掌柜去过邳州，如今被苏家藏了起来，本王还未找到她的踪迹。只要账本没有被找到暴露出去，苏家只会被抄家，不会丢掉性命。苏家现在得到了风声，必定不会坐以待毙。我知道了，苏明是苏家大老爷的嫡次子，性格虽然很狂妄，但他也不是不知分寸的人。之前他见到我和哥哥都会避开，可今日他在马球场却出乎意料的主动招惹我们，应该是得到了苏家的吩咐，故意的。苏家一直没从苏雨口中得知账本下落，又害怕父王的人找到他，找到账本，只能把他藏在暗处。明日苏明应该要趁着跟我们比赛的这个机会，光明正大的把苏雨带出京城。苏家要把苏明和苏雨送到邳州去，而且还是越快越好，因为他们不知道贩卖官盐一事什么时候暴露出来。报昭，本王把暗卫营7队交给你，7队头领是吴痕。若你明日把苏明扣住，找到苏雨，问出账本的下落，日后他们就是你的人。你说的是真的？自然。那若是苏雨也不知道账本的下落呢？苏家想必已经对苏雨用刑了，可是现在看来，苏家应该是不知道账本的下落。不会，若是苏雨不知道，那也就没人知道账本下落了。我知道了，明日我一定会找到苏雨的。还有一件事，谋杀周家满门的真凶就是苏家。本王从周家得到了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的是官商相互，以商业手段进行贪污。商户开铺子，官员把一些赃污送进铺子，转化为合法的财产收支。他们就是得到了这本账本，才会被杀害。本王猜测还有另一个账本，因为银子的来源和去处，账本并没有揭露。现在想来，苏家应该是把另一本账本给摧毁了。明日，不只是苏家会被抄家，找到苏雨过后，就赶紧把他带回来，莫要在京外多待。父王，你知道吗？认真搞事的男人最帅了。也是多亏了你们，本王提前警觉，特意去查苏家，才能查到这么多的。若是他不知道洛烟和洛昭是重生回来的，若是他不知道他们上辈子发生的事儿，他也不会特意去调查苏家，调查洛廷义，就不会知道这么多。啊，可是父王，你不是早就安排一个眼线到苏家了吗？本王在京城很多家族都安插了眼线，苏家只是其中之一。厉害了我的父王。明日你们多加小心，苏家这些年贪污的银子都入了洛廷义的口袋，给他培养暗卫。苏家背地里也养了不少人，一定会跟着苏明出京保护他。一旦苏家被抄家流放的事传出京外，他们或许直接带着苏明和苏雨离开。本王明日不能离开京城，一切要看你们自己，千万要小心，不要受伤。苏雨找不到就放弃，流放路上也可以慢慢杀掉苏家之人。父王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苏雨从苏家的手中抢过来的。洛昭跟着点头，眼中满是严肃。这好像是父王第一次交给他们任务，他一定要圆满完成。况且任务完成还有奖励，明日的任务绝对不能失败，拼了！好，本王相信你们。父王，暗卫营里那么多厉害的暗卫，
你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呀？因为暗卫营是先皇给本王的。先皇？哦，那就是我皇祖父啊。他为什么要把暗卫营给你？因为你们皇祖父怕本王死了，驾崩之前把皇家暗卫营交给了本王。这么说来，先皇还真是真心疼爱父王的。为了怕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死了，不惜毁掉先祖定下的规矩，也要把暗卫营交到他手中。可如此一来，黄伯伯该如何看待父王？明明黄伯伯才是正儿八经的皇帝，历代落在皇帝手中的暗卫营，却落在了父王手中。洛言突然想到，父王说不要告诉黄伯伯镇北王的事，是不是父王猜测黄伯伯和镇北王有来往？再大胆的猜一猜，10几年前父王双腿中毒变成了残废，就是镇北王和黄伯伯做的。只要父王死了，黄伯伯就会顺利的拿回暗卫营。既然皇家暗卫营世代都是效忠皇帝的，那就是皇祖父把暗卫营交到你手中，他们没有反抗吗？本王也姓骆，是先皇的亲生儿子，那个位置本王也做得。你要造反？不对，我怎么感觉皇祖父驾崩之前这么安排，是在挑拨你和黄伯伯之间的关系啊？这不是挑拨离间是什么？那么厉害的暗卫营被外人掌控，这谁睡得着啊？反正我是睡不着的，肯定是想着怎么弄死他。等等，他好像窥探到了什么秘密。错了，先皇是要本王在陛下子嗣当中选择一位明君。你的意思是黄伯伯不是明君？不是。他噌的一下站起来，观察着书房四周，看着紧闭的门窗，缓缓松了口气。哇，父王好酷哦！你真的不会造反吗？本王对造反没什么兴趣，对当皇帝也没什么兴趣。不过先皇确实曾主意传位本王，但被本王拒绝了。起初本王还不理解先皇把暗卫营交给本王的用意，后来慢慢明了。后来明白了什么？父王，你不要总是说话说一半呀！说话说一半你会没老婆的。老婆？那是什么？本王不需要这个东西。嘿，老婆就是妻子的意思。父王，你想跟母妃和离？别瞎说，这件事太过复杂，本王暂时不想让你们参与进来。哼，说得好听，可你还不是让我和洛烟去找苏雨吗？既然苏雨那件事情我们能参与进来，那为什么这件事就不行呢？是啊，父王，我们又不是小孩子，该懂的都懂的。你跟我们说啦，说不定我们还能帮你一起想办法。3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父王，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我和哥哥都是你的孩子啊，都可以替你分担。哼，我这个秦王府世子总不能一直白吃饭吧？这样吧，等到苏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我也不要你把暗卫营其中一个小队给我，你让我参与进来，我想知道你之后的计划。还有我，你就算了，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凭什么你可以参与进来？我不管，我也要参与。洛烟，你洛昭昭，你看不起我是不是？我就知道上次你在望月楼说的是自己心里话，你就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女人。呸！你们男人果然就没一个好东西，想要3妻4妾享其人之福，还想要我们女人贤良淑德，替你们操持家务，孝敬公婆，把你们伺候得舒舒服服。屋里的一大一小2个男人无语。不是，话题什么时候扯到3妻4妾上面了？我原以为我的父亲和哥哥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是我看错了，你们原来也重男轻女，我鄙视你们。我不是，我没有，你别胡说，我只是不想你插手这件事。那你为什么能插手，我不能？
我们年龄不是一样大吗？我们不是关系最亲密的龙凤胎吗？我不想让你插手这件事，是为你好，那可是……若是有危险，那怎么办？笑话，在你眼里我是那种贪生怕死之人吗？你和母妃一样，每天开开心心的，什么都不操心，不好吗？不好，非常不好。母妃跟我不一样，母妃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半。况且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身手好。哼，你敢肯定父王交给你的任务没有我在，你能顺利完成？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说的。洛烟，洛宽景目光在洛昭和洛烟两人之间来回打转，看着吵不过洛烟被气得无能狂怒的洛昭。你们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啊？什么弟弟妹妹？你要纳妾？魏神医那里不知道有没有绝子药啊？不对，魏神医是父王的人，得找舅爷爷呀。不纳妾。我无所谓啊，你们想生就生吧。只要父王不纳妾，他也不管父王和母妃生不生弟弟妹妹。洛烟震惊脸，什么情况？父王和母妃的关系怎么跟坐火箭似的，变得这么好了，都要考虑再生孩子了？父王，你该不会是在转移话题吧？本王只是刚刚突然间觉得秦王府世子有点笨。你说谁笨？你说谁笨呢？谁笨了？想要当秦王府世子，可不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身手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脑子。洛昭眼睛都气红了，他承认他不如洛烟聪明，但也不至于笨吧，太羞辱人了。父王，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哥只是吵不赢我，这世上能吵赢我的，比我能说会道的也没几个。你不能仅凭这件事就说我哥笨，况且你之前不也没说过我吗？见洛烟护着自己，向着自己说话，洛昭眼中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是吗？可本王不信啊。我管你信不信，就算你和母妃又生下了一个儿子，那又怎么样？只要我没犯错，秦王府世子就只能是我，你不想承认也得承认。那若是本王偏要他当秦王府世子呢？没有这个可能，我会让他知道长兄的威严不可冒犯。你想让他当秦王府世子，也得看他敢不敢接。哼，都出去吧。若是你们救下苏雨，从他口中得知账本的下落，本王会告诉你们之后的计划。洛昭拧了拧眉，没再说什么，给洛烟递了个眼神，率先离开书房。父王，你和母妃真的要考虑给我和哥哥生个弟弟妹妹了吗？大人之间的事，小孩不要多管。哎，我鄙视你！洛烟跑了出去，追上洛昭，跟他并排走在一起。洛烟，不对劲儿啊！父王刚刚是在试探我吗？哥，你说啥呢？父王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大号废了，要练小号。哼，不是试探是什么？他以为我是那种为了权势不择手段，会伤害兄弟的人。哼，那他也太小看我了。不，我觉得父王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应该是在激你，用我们那还不知道能不能出生的弟弟来激你。父王不觉得你笨，他只是觉得你脾气太过暴躁了一些，喜怒哀乐都浮现在脸上。哥，你身为秦王府世子，应该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不说像父王那样子从面上看不出喜怒哀乐，但也不能总是动怒，越是危急的局面越要沉住气。你不是说你日后是要当大将军的吗？你若是总是把情绪挂在脸上，日后如何掌兵，如何护住我们秦王府的基业？我的脾气真的很暴躁吗？唉，其实哥哥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我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事，或许脾气比你还大，甚至会控制不住的发疯，撞死所有人。
但是洛昭并没有，他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救他，并且他只想发疯，撞死父王一个人。父王的儿子可以任性，可以纨绔，可以无所顾忌的发疯，但秦王府世子不可以。哥，父王需要你，需要秦王府世子跟他一起对付敌人。妹妹啊，你说我的脾气像谁啊？母妃？不，母妃明明性格很温柔的，父王那就更不是了。难道是像皇祖父？也不对，皇祖父那么老谋深算的，让自己儿子们自相残杀，我才不会像他呢。哥，你是不是不知道父王像我们这般大的时候那些光荣事迹呀？父王什么光荣事迹啊？嘿，我之前跟王府里的老嬷嬷打听过，父王小时候那可是混世大魔王啊！他6岁把我们一个王叔牙打掉，8岁被推进水里，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浮水，然后把那个把他推进水里的王叔抓到，把他的头按进水里。若不是宫女发现及时阻拦，8岁的父王就杀人了。10岁呢，当众把一个老臣踹飞，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个倚老卖老的东西。11岁，一把火把宫外的一个青楼给烧了。12岁就已经能打得过当时的禁军副统领。13岁入战场，揪出一个军中奸细，把他的腿给打断，扔到山上喂狼。15岁，单枪匹马杀了敌军头领，拿到了属于他的第一个军功。什么？你没打听错吧？我是从于嬷嬷的口中打听到的。于嬷嬷可是父王的奶娘，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啊。所以说呀，哥哥，你这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暴脾气，和父王年轻的时候像极了。怎么好的不遗传，偏偏遗传不好的呀？哥，我教你一招，你不用特意去改变自己的脾气。你越是生气，就越要面无表情，然后紧紧盯着那个惹你生气的人，一直盯着他，他就会觉得你高深莫测，不怒自威。这样能行吗？光盯着不说话，岂不是显得我没话说？当然可以啦，你信我的，控制住脸上的表情，但眼神一定要凶狠，就一直狠狠地盯着他不说话。因为多说多错嘛，话说重了还会落人口实。可你要是不说话，只拿眼神压他，他摸不透你在想什么，心里就先慌了。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自乱阵脚，对方越是跳脱哇哇大叫，就越显得你沉着冷静，外人就会觉得，哇，不愧是秦王府世子啊，遇事竟然真的沉稳。总结2个字就是装逼。那要是我盯着盯着，自己就先忍不住笑了怎么办呢？哎呀，你盯着人家还能被逗笑，说明你根本就不生气。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好啦，这件事解决啦，那我们来好好的算一算刚刚的账。什么账？你刚刚在书房里说不想我参与进来，罗昭昭，我的事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是怕你有危险。在你眼里我就是那么贪生怕死的人。上辈子母妃便是在这个荷花池里落水淹死的，你和母妃都死在了我面前。妹妹，我不想你们再出事了。不一样了，哥哥，这一世都不一样了。我不会喜欢上叶勋，母妃和父王感情逐渐变好，我们都不会重蹈上一世的结局。苏家马上就要倒台，洛廷义就等于自断一臂，他不会再有机会，未来结局已经开始改变。哥，你要相信我。你说的对，这一世已经不一样了，未来的我们一定不会重蹈上一世的结局，我们都会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对啊，
我们都会好好的活下去的。明日有一场硬仗要打，我先回去休息了，你也去休息吧。哥，你怀疑过我吗？怀疑过我不是原本的落雁吗？怀疑过你什么？你有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你的妹妹？哎，你胡思乱想什么呢？你不是我妹妹，那我妹妹去哪儿了？哎呀，行了，回去啊，好好休息吧啊。好吧，我已经跟你坦白了，若是日后你发现了什么，你可别来骂我，我也不是故意的。你是被我气糊涂了吗？啊，怎么突然就开始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呀？好啦，我不阻拦你参与这件事就是啦，别生气啦，骆昭昭，你有病啊！听着洛烟恢复正常的骂声，骆昭满意的点头。这才是他认识的洛烟，嘴上从不吃亏。别胡思乱想啦，回去休息吧，我先走了啊。我知道了。深夜，骆宽景在书房里和秋野秋玉安排明日的事，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后，才离开书房。屋里裴叔爷还没有睡，手里拿着针线在缝制什么。骆宽景眉眼柔和了几分，走上前把他手中的针线拿过来，正要放在旁边的篮子里时，忽然发现手中的东西有些不对劲，好像是贴身衣物，还是男人的贴身衣物。这是给谁做的？给昭昭做的。骆宽景一把将手中还未做完的贴身衣物扔进旁边的篮子里，用力的给踢远了。晚上不要过度用眼，很伤眼睛。行吧。骆宽景把屋里的蜡烛吹灭，随后掀开被子躺了上去。本来他今日并不想做什么，毕竟他明日还有重要的事儿，但他越想越气啊，翻了个身，一把将裴淑玉搂在怀里。王爷，明日昭昭要比赛，我和5年后世子夫人约好了，一起去观看，不能起晚了。骆宽景不语，只一味的亲吻，唇齿间满是他发间的清香。裴淑仪的手抵在他胸前，却被他扣得更紧，直到他渐渐软了身子。骆昭那小子已经长大了，贴身衣物以后由他妻子去做，你给我做一件。那本来就是给你做的。是吗？那挺好，多做一些，我换着穿。好。彼时的苏家地下暗牢中，一个13、14岁的少女浑身都是伤的躺在地上，如果不是胸口微微起伏，恐怕都会以为这是一具尸体。还是什么都不说。七小姐嘴很硬，无论用什么刑法都说不知道。明日明儿要和秦王府世子等人去京外马球场上比赛打马球，恐怕很多人都会去看热闹。把门打开，把他带下去。明日明儿就带着他离开京城。老爷子，七小姐身上的伤很重，就算用最好的金疮药，至少也要卧床半月才能勉强起身，明日恐怕站不起来啊。无妨，此事老夫自有办法，你照做就是。是。想要重伤的人一日之内站起来和普通人无异，很难，但若是不计后果的话，有很多办法。苏雨不知道苏老爷子给他喂了什么丹药，能让他在短时间内站起来，他甚至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不明白自己的亲祖父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他只是跟着外祖父去了一趟邳州而已，就被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问他账本在哪里。外祖父什么都没有跟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账本，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洛烟顶着浓浓的黑眼圈起床，昨夜他出乎意料的失眠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穿越，为什么原主跟他同名同姓。他来到了原主身体里，那么原主去哪儿了呢？明明书中原主落水没有死，可昨日他听骆昭说他的上辈子原主和母妃死在他面前，所以他想保护原主和母妃，
陆烟忽然意识到，她不是洛昭的亲妹妹，她只是占了原主身体的外人，她想保护的也不是她。今日是重要的日子，和苏明的比赛不能输，还要抓到苏雨。洛昭一早就起床了，照例去练武场上练了一会儿武功，吃了早饭收拾好了后，就顺带去洛烟的院子找她。哼，你昨夜干嘛了？哥，我不是你的妹妹，你信我吗？也不烫啊，没有发烧啊，怎么又开始说胡话了？哥，你难道不觉得我和之前的洛烟性格相差很大吗？你就一直没有怀疑过我不是原本的洛烟？哪点不一样？你不是一直都是你吗？要真说有哪里不一样，那就是眼睛不瞎了。你自从去了上书房后，就跟下了降头似的，非要喜欢他，还要跟我吵。比起叶勋，我倒是宁愿你喜欢慕容燕，起码她长得不错，看得顺眼一点。不过他们两个都不行，一个是废物，一个是敌国皇子，你不能和亲。你以后的夫君必须是大周的人，要比我长得好看，长得丑的可不行，还要比父王武功厉害，打不过父王就是个废物，更不行。还有，比我们更爱你。顿了顿，后面的这句话他没说出来，他怕洛烟笑话他矫情。哥，你别扯开话题，我说我……他话还没说完，洛昭眼疾手快，一把捏住他的嘴巴，手动闭麦。哎呀，别胡说八道了，别忘了，今日咱们俩还有任务，找到苏雨，问出账本下落。洛昭懒得再听洛烟说什么废话，拉着他的胳膊来到府外，把他塞进马车里。罢了，不管了，反正我已经跟他说了，他日后要是发现什么要把我大卸八块，那我就跑。裴树玉和江云羡来到府外，看着站在马车旁的洛昭。昭昭，你和阿倩坐一辆马车吧。母妃，你们要去看我们比赛？母妃三哥，哥哥欺负我。昭昭，你欺负妹妹做什么？我没欺负她。捏我嘴巴，可疼了。裴淑仪凑过去看了看。母妃，你看到了吧，我嘴巴都肿了。是我眼睛有问题吗？还真没看出来嘴巴肿了，只看到眼角下面的黑眼圈了。昭昭，以后不许欺负妹妹了。洛昭白眼一翻，哼了一声，转身上了后面那辆马车。好了好了，快坐好，小心摔下来。洛烟哦了一声，裴淑玉提着裙子上了马车，马车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京城，前往马球场。洛烟打了个哈欠，困了就睡吧。好。几乎一晚上没睡，洛烟是真困了。马车又摇来摇去的，他的眼皮子已经快要睁不开了。他把脸埋在裴淑仪胳膊里，迷迷糊糊间，他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这股香气是父王身上的味道，也不对，是父王书房里那总是点着的冷杉香。爷爷，你怎么了？洛烟又凑近裴淑仪身上闻了闻，这还不够，像一只寻着气味的小兽似的，还凑到他的脖梗处又闻了闻。爷爷，这孩子做什么呢？察觉到洛烟的眼神，裴淑仪低头看着脖子上面的痕迹，脸颊微微泛红。母妃，别藏了，我都看到了。昨日父王跟我和哥哥说，你们要给我们生个弟弟妹妹，是真的吗？你父王真的这么说过？对啊。爷爷，你想要弟弟妹妹吗？我只想要父王和母妃能够永远在一起不分开。弟弟妹妹看的是缘分，如果有缘分的话，弟弟妹妹自会来到我们身边。爷爷说的对。另一辆马车上，洛昭瞅了瞅江云羡，在他看过来的时候收回视线，但没多久又看向他。我脸上有脏东西吗？总是看我做什么？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呀，什么事竟然让我帮忙？说来听听。你会打马球吗？会一点吧，但不多。
你让我跟你们一队打马球啊？我可不行，我怕我给你们拖后腿。啊，你只要会一点就行，不需要你精通。你疯了？你不去找精通打马球的，找我这个半吊子做什么？你是要输给苏明他们？哼，谁跟你说我要输给苏明他们了？他微微凑近江云羡，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声。真是没想到啊，你竟然是这般奸诈之人。不过你为什么要把这事交给我啊？就这么信任我？说你要是连这么简单的事都能给办砸了，那你这么多年在暗卫营里就白训练了，趁早离开暗卫营吧。得，算你厉害。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此刻场外围着的林荫道上早已停满了各式马车，骆昭下马车和江云羡去场内换衣裳，洛烟则是和裴淑玉来到旁边看台处坐下。他们旁边坐着的是武宁侯世子夫人和云之穗。片刻后，贺连兴也来了，洛烟拉着他和云之穗坐在一起。又等了一会儿，贺连兴给洛烟使了个眼神：穗穗，我要去茅房，待会儿再来。好的，郡主。洛烟离开了看台处，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贺连兴。星星姐姐，你叫我出来有事吗？我刚刚看你虽然一直在跟我们说话，但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的。你在观察什么呀？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喂，有这么明显吗？很明显。星星姐姐，我需要你的帮忙。什么忙？说来听听。你的红宝儿能控制很多虫子，那能不能用虫子帮我找人？听到自己名字的小红蛇动了动，睁开眼睛，抬起圆圆的脑袋看向洛烟。嗨，红宝儿，你醒啦？小红蛇似是有些兴奋，嘶嘶两声，直接一个旋转跳跃，然后缠到了洛烟的手腕上。其实倒也不必这么热情，我有些招架不住。贺连兴低头看了看洛烟抖个不停的腿，嘴角抽了抽，他还以为他真的不怕蛇了。他伸手把小红蛇从洛烟手中拿了回来。你想找什么人呀？把他的容貌告诉我，我帮你找。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他叫苏雨，是苏家的人，苏明的堂妹，他今年13岁。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找他做什么呀？还是苏明堂的堂妹？这件事说来话长，等找到他之后我再解释吧。星星姐姐，可以找到他吗？对了，我估摸着他身上肯定有伤，星星姐姐帮我看看苏家女眷里谁身上有伤。好，放心，我会帮你找到的。说着，他把手中笛子拿到嘴边，轻轻吹了吹，声音不大，但洛烟明显感觉到周围有窸窸窣窣的动静。走吧，我们回去了。好。对了，星星姐姐，蛊下了吗？洛昭说不用下蛊了，他有别的办法。什么别的办法？不知道。洛烟皱眉想了想，还是想不明白，但洛昭既然这么说了，应该有别的好办法。想不明白，洛烟也就不管了，等事情结束后他就知道了。与此同时，萧度带着易容的司简来到了马球场。今儿个来的人不只有萧度，还有襄王世子、肃王、成王也来凑热闹。小简，给本世子倒杯茶。司简指尖动了动，真想用蛊把他弄死算了，可忍了忍，到底还是没有动手，上前给他倒了一杯茶。小简，你要烫死本世子不成？世子恕罪，奴才不是故意的。哼，倒个茶都不会，毛手毛脚的，本世子要你有何用？司简低头不说话。算了，跟一个奴才计较什么？回头给他发卖了就是了。本王府里奴才都调教得很不错，萧世子若是有需要，本王可以给你2个人。得了吧，我怕你给我的人是你的细作。成王脸颊抽搐，被萧度这么直白的话给噎住。肃王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成王瞪了他一眼。你们觉得今日这场马球赛谁会赢？不好说，都有可能。
洛昭这边有唐北翼和陆归林这2个人，他们2个可都是从小习武的，马术精湛，我觉得他们会赢。从小习武不代表打马球厉害，苏明这边的人武功虽然不如唐北翼和陆归林他们，但他们从小就练习打马球，很少会有人比他们厉害。是吗？那你要不要跟本王赌一场？不赌。我押洛昭这一队赢。萧世子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我喜欢长得好看的人，洛昭这一队的人都长得好看，看着就心生愉悦。萧世子，你不是一直在追求洛心吗？他今日也来了，你怎么不去找他？是啊，你之前不是放话非他不娶吗？哎，太年轻了，说话不经过头脑，你就当我之前什么都没说。那这么说，你是放弃娶洛心了？自然，被我家老头子一棒子打醒了。我们的身份是永远不可能真的在一起的。听到萧度的话，在场人没什么意外，他们都很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满京城有不少世家小姐心悦你，你就没别的想法？哼，我啊，封心所爱了，除了她以外，我对任何女人都不感兴趣。你还真够痴情的。洛心那个丫头容貌秉性确实不错，你也还算有些眼光，只是可惜了。他们都以为萧度口中的他指的是洛心。萧度长长的睫毛垂下来，掩盖住眼里的情绪，也没有过多解释。就在这时，马球场上传来动静，两边的人都换上球服，骑着马走进马球场。洛烟看着场内，忽然看到了洛萧和江云羡的身影，有些意外。老十一怎么也来啦？还有，我三哥怎么也进场啦？贺连星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把玩着手中的小红蛇，对马球场上的比试漠不关心。比试有3场，3局2胜，是从高举的铜锣声在晴空下炸开。第1局正式开始。嫣嫣妹妹，找到人了。真的吗？不过她的身边有很多人盯着，只凭你身边这丫鬟救不出来她。她在哪儿？姐姐能确定她身边有多少人吗？那边。洛烟顺着她的目光望了过去，那边呢是专门给女眷休息换衣裳的庭院。她拧了拧眉，目光扫过手边的茶桌，抬手不小心的把旁边的茶杯给碰倒。郡主怎么了？没事，我就是不小心把茶杯碰倒了，我去换身衣裳。哦，好。贺连星蹙眉，洛烟找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找他呢？那个小姑娘身边可有不少人保护，他就这么鲁莽地冲过去，不怕出事吗？眼看着洛烟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自己眼前，贺连星有些坐不住了，他起身跟了过去。你疯了？我的小可爱们告诉我，那边人可不少，个个武功高强，虽然都藏在暗处，但只要你想把他带走，恐怕都会出现阻拦。你就这么冲过去，太莽撞了。没事啦，姐姐，我有办法，不用担心。什么办法？我没说要当着那么多暗卫的面把苏雨带走，我只需要跟他接触，问出我想要的东西就行啦。我跟你一块去吧。也行。洛烟和贺连星来到女眷休息区，不用贺连星多说，洛烟就已经察觉到了周围有很多人。苏家培养的暗卫就这也不怎么样嘛，不如秦王府暗卫半分厉害，起码他们藏起来的时候，我是察觉不到他们存在的。因为他们的突然到来，周围苏家暗卫目露警惕，尤其是在看到贺连星的时候，苗疆蛊毒之术诡异莫测，他们不得不防。片刻后，风和把马车上干净的衣裳拿了过来。陆岩换上干净的衣裳后，没有着急离开。星星姐姐，你让小虫子去吓一吓苏雨，那边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还真是用我用上瘾了。嘿，那姐姐帮不帮我嘛？哼，我帮了你，你打算怎么报答我？陆岩绞尽脑汁地想了想，贺连星缺什么呢？他好像什么都不缺。哦，也不对，他缺的是寿命，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寿命给他呀。那要不我把我哥送你？谢谢，不用，我不喜欢小屁孩。啊，
那好吧，那姐姐想要什么，我想办法给你找到。我现在就想要思简站在我面前。那我就没办法了。行了，姐姐帮你这个忙。我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啦。红宝，又到你出手的时候了。小红蛇嘶嘶两声，让他干活可以啊，必须给报酬。这个月多1成。小红蛇又嘶嘶两声，意思不够。2成。小红蛇继续嘶嘶两声，还是不够。3成，我最后的底线，别逼我扇你。小红蛇识趣儿的点了一下脑袋，跳到地上，从窗户里离开。什么1成2成？姐姐，你能跟动物说话啊？不能啊，只不过红宝是我的本命骨，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其他苗疆人也跟你一样吗？苗疆人对自己本命骨都有绝对的掌控，他们想表达的意思也只有他们的主人才清楚。就在两人说话之际，屋外传来一个女子的惊恐的尖叫声。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嘿，有老鼠，好大一只老鼠！妹妹，这个丫鬟就是把苏雨带到这里的丫鬟。什么老鼠啊？这马球场可是襄王叔的呀，平常襄王叔总是过来，哪里会有老鼠？对啊，这里怎么会有老鼠呢？襄王做事没有这么不靠谱吧？是真的有老鼠，特别大，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老鼠。你是哪家丫鬟？你家主子呢？你自己跑出来了，把你家主子扔在屋里。圆脸丫鬟听到洛烟的话，愣了一愣，似是想到了什么，快速冲进屋里，在看到晕倒在地的苏雨后，小姐呀，你家小姐晕倒了。你是哪家的丫鬟呀？竟然只顾自己逃命，把自家小姐扔在屋里。圆脸丫鬟不知所措地看着晕倒在地的苏雨，少爷让她看好小姐，直到马球比赛结束，等他来把他们带走，所以他就一直待在这里等着。可现在小姐晕倒了，他该怎么办呢？小姐若是出了事儿，他恐怕也活不了。还不快去把你家小姐扶起来，去请大夫。不行，少爷说不能让小姐和奴婢分开。嘿，我说你这个丫鬟怎么回事？你家小姐都晕倒了，你不把她扶起来，不去请大夫，就打算让她这么一直晕着吗？你是不是存心想要害死你家小姐啊？有看热闹的人过来看到这一幕，这丫鬟也太糊涂了，小姐都晕成这样了，还守着规矩不放呢。贺连星伸手就要去扶地上的少女，不能碰，少爷说过，除非他来，否则谁也不能动小姐。这是什么规矩？人命关天的事，哪能胡来？圆脸丫鬟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周边暗卫见到此情此景也很急，苏雨怎么会突然晕倒了？他们得赶紧去通知少爷。我是秦王府郡主，还会害了你家小姐不成？行了，把你家小姐扶到我那边的屋里，那边干净，没有老鼠。圆脸丫鬟得知了洛烟的身份，不敢得罪他，犹豫了一会儿，咬了咬牙，还是把晕倒的苏雨扶起来，来到洛烟这边的屋子。终于找到了苏雨，洛烟缓了口气，但圆脸丫鬟始终不肯离开，说什么也要守着苏雨。贺连星手起刀落，直接把他给打晕。趁着苏家暗卫还没有反应过来，洛烟掐住苏雨人中，把他给掐醒。苏雨，我是洛烟，秦王府郡主，你外祖父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们？苏雨听到洛烟说起自己外祖父，缓缓抬起脸看着他。他之前远远地看过洛烟，知道他是谁了后，身体放松下来。他朝洛烟点点头，外祖父确实经常跟他提起秦王，提起秦王府世子和郡主，语气中是止不住的夸赞。你曾经跟你外祖父去了一趟邳州，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账本的事？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怕不怕，苏雨，我不是苏家人，不会打你的。你冷静一些，看着我，我是秦王府郡主，我是来救你的，我能带你离开苏家。长娘郡主真的能把我救出去吗？洛烟见他愿意看自己，抿了抿唇，干脆脱掉鞋子跟他坐在了一块儿。我不知道什么账本，我外祖父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苏雨，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京城，我还挺想出门游玩的。我听闻邳州有很多好玩的，你和你外祖父都去哪儿玩了呀？能不能跟我说一说，以后我也去。没有玩，外祖父就带我去祭拜林家祖宗。具体位置是在哪儿？你还记得吗？在邳州知县林家村。你去过邳州码头吗？没有，外祖父说那里人多混杂，不让我去。罗烟摸了摸下巴，父王说苏家的人一直在漕运码头打转，几乎把码头翻了个遍，依旧没有找到账本。有没有可能账本根本就不在漕运码头？脑海中闪过什么，一下被他抓住了。很棒，苏雨，我会救你出去的，一定。苏雨低头沉默着，没有说话。我们出去。我知道账本在哪儿了。郡主，你真的会回来救我吗？会的。好，我信郡主。洛言嘴唇轻抿了一下，快速跑到床边，连鞋也不脱，直接站上去。苏雨，我马上就回来，等我。苏雨僵硬的身体在听到这句话后慢慢放松下来，他心想，外祖父效忠的主子真的是个好人。洛言面色淡定从容地出了屋子，而后找到吴寒，快速吩咐：快回去告诉父王，账本在邳州知县林家村的祖坟里。吴寒点头应下，很快离开了马球场。洛言揉了揉脸颊，不知为何，事情明明进行得很顺利，但他心里却总有一股不太好的预感。妹妹，怎么了？不知道，就是心里闷闷的。不行，我得回去看着，不能让苏雨出事。洛言跑回庭院，也不管周围苏家暗卫了，一股脑的推开门。在看到屋里的下一秒，他瞳孔骤缩，身体微微颤抖。别看。洛言张了张嘴巴，却发不出一丝声音。郡主真的回来了，郡主没有骗我，外祖父效忠的主子真的是个好人。星星姐姐，能不能救救他？贺连星走过去，看着苏雨一直在流血的手腕和地上一大滩血迹，皱了皱眉，搭上他另一个手的脉搏。他好像被喂了什么药，就算现在把他救活，终生也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而且他的伤口太深，割的时候显然就是不想活了。什么？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郡主，我想死。他意外地从苏明口中知道了苏家给他喂了什么药，他不愿意今后像一个废物一样躺在床上需要别人伺候。他不知道苏家要什么账本，苏家杀了他姨娘，杀了他外祖父，他就算知道他们要的账本在哪儿，他也不会说的。他在邳州除了去了一趟林家村外，就再也没有外出过。他猜测他们要的账本应该是在林家村，所以在洛言问他的时候，他说了，希望能帮到他吧。外祖父、姨娘、小雨来找你们了。风和上前摸了摸他的鼻息，随后对着洛言摇了摇头。该死的苏家！就在这时，苏家暗卫终于察觉到不对劲，派了人进屋。在看到已经气息全无的苏雨，心里猛地一惊。苏雨死了，苏雨竟然死了，苏雨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死了。风和，杀了他们！话落，风和抽起腰间软剑，如风一般冲过去，一剑抹了来屋里查看情况暗卫的脖子，随后来到屋外，足尖一点，精准地飞到藏在暗处的苏家暗卫身后，利落地杀了他。见状，苏家暗卫纷纷现身和风和打了起来。风和武功很强，但面对这么多暗卫还是有些吃亏的。好在风离来得及时，和他一起杀苏家暗卫，但还是有些吃力，毕竟对方人很多。
看着风和和风离二人已经受了伤，他忍不了，深吸口气，刚要冲出去，就看到洛昭带着唐北义等人来了。时间倒回2刻钟前，马球场上，洛昭和唐北义、纪兰慈、陆龟灵等人配合得很好，率先进了一个球。别以为进1个球就能稳赢，我们可不是任人拿捏的废物。话音未落，他已挥杖将球传给同伴，场中攻守之势瞬间逆转。洛昭面无表情，丝毫不着急，他目光落在了一旁江云宪身上。江云宪轻轻点头，骑着马不动声色地来到苏明旁边，指尖一捻，银针夹在指缝，随后手腕微沉，力道收放间，银针精准无误地射向棕红马的屁股。马匹骤然吃痛，猛地人力而起，苏明猝不及防，身体险些从马背上摔落，紧紧攥着缰绳的手青筋暴起，脸上的得意瞬间被惊慌取代。不好了，苏明的马失控了！怎么回事？他的马怎么会失控？快去救苏明！苏明勉强伏在马背上，试图稳住因惊慌而躁动的马。突然他眼前一黑，突如其来的脱力袭来，他连抬手抓住缰绳的力气都没了。砰的一声闷响，苏明重重地摔在草地上。可没等他彻底陷入昏迷，身下的棕红马突然因主人坠落而受惊，那带着马蹄铁的后蹄不偏不倚，正踩在苏明的脑袋上。周围所有人见到这一幕，瞬间僵在原地。方才还热闹的马球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快来人，去请大夫！襄王世子回过神，来人，快去请大夫！大夫来得很快，他只看了一眼就确定了苏明救不回来了。怎么会这样？来人，去查苏明那匹马为何会突然失控。就在这时，女眷休息的庭院那边传来丫鬟的尖叫声，紧接着是兵器碰撞的声音。怎么回事？世子，不好了，有刺客！什么？长宁郡主的丫头和刺客打起来了！襄王世子一听，眼前一黑，差点没背过气儿去。洛昭脸色大变，什么话也不说，直接朝庭院的方向跑了过去。苏家暗卫头领见来了这么多人，察觉到不好，撤退。贺连兴迟疑3秒，还是拿起了腰间挂着的笛子，放在嘴边轻轻一吹。下一秒，周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只只毒虫出现在众人眼中，随后慢慢爬上了苏家暗卫的身上。哎，快躲开！这些虫子有毒，不要让他们碰到。纪兰慈等人连忙躲开地上虫子，却发现这些虫子只咬苏家暗卫。片刻后，一个暗卫口吐鲜血倒在地上，更多的虫子爬上他的身体。不一会儿，一具白骨出现在众人眼前。不到1刻钟，苏家暗卫都死了。我勒个乖乖，话本子上说的都是真的，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有毒。这时，一个信鸽飞到襄王世子肩膀上，父王怎么这个时候传信给他？信上只有一句话：苏家被抄家了。反应过来后，襄王世子心里狂喜，苏家被抄家了，肯定惹怒了陛下，犯了大错。那么苏明的死就不会追究襄王府的责任了。多谢贺少主帮我们杀了刺客。贺连兴脸色有些泛白，他抿了抿唇，咽下口中的鲜血，没有让人看出异常。刺客虽然已经被全部击杀，但幕后之人还未找到，此地不宜久留。为了你们安全着想，还是尽快回京吧。找到了吗？陆燕知道他问的是什么，轻轻点头。好，回京吧。哥，苏雨死了，我想把他尸体带走。洛昭面色一正，苏雨怎么会死？洛燕和洛昭兄妹2人回到京城时已经很晚了，因为他在进京前命人去买了一副棺材，找了个山清水秀之地，把苏雨的尸体下葬。你们做得很好，本王已经命人去邳州找账本，最快7天内回来。为什么？我答应了会回来救他的呀，他不信我吗？洛言，怎么了？妹妹，你害怕了吗？我没有，我只是有些遗憾。
说是我能早点发现苏雨有自杀倾向就好了。贺连星不是说苏家给苏雨喂了药吗？就算把他救下来，他的身体日后也动弹不得，死或许对他是解脱。星星姐姐不是给了我们圣谷的血吗？或许能救下他呢。可是他执意要死，就算日后把他救活了，也改变不了他要死的决心。洛言，苏雨的死不是你的责任，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也永远救不了想要寻死的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道理洛言都懂，可他心里就是很难受。洛昭，你先出去，本王和洛言单独说几句话。洛昭顿了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到底还是没有开口，起身离开了书房。父王，其实我就是一时有些想不通，所以心里有点难受。没事的，我睡一觉就好了。本王突然发现你长高了。啊，是吗？那挺好的。想不通的事不必急着解开，等你再长高些，或许回头一看就觉得不算什么了。父王，突然觉得我的性格跟从前不一样，或许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呢。这下子轮到洛宽景愣住了，他抬手摸了摸洛言的额头。也没发烫啊，说什么胡话呢？我很清醒，我没有说胡话。父王，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是洛言。也不对，我确实叫洛言，但我不是这个洛言。我也不知道原本的洛言去哪儿了。我之前跟你说的梦其实不是梦，是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剧情。在那本书中，洛廷义是男主，裴梦婉是女主，母妃是恶毒女配，你是大反派，我和哥哥都是早死的炮灰。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我不是你的女儿洛言，你的女儿或许已经死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我也不反抗了。随便吧，我摆烂了，不挣扎了。秋玉，去把魏神医和上官老头叫过来。是。洛言没等到死亡的来临，反而等到了魏神医和上官不喜的轮流把脉。片刻后，秀儿端了一碗黑乎乎的药。郡主，这是安神药，您快喝了吧。我没病，我不喝。把药放在那儿，出去。是。父王，我真的没病，也没有胡说八道。你不信我，可以去查我之前10年的性格，是不是跟现在大不相同？洛言，你是见到了苏雨自杀，受的刺激太深，把安神药喝了，睡一觉就好了。借尸还魂，你懂吧？原本的洛言早就死了，我就是个占着洛言身体的外来人。你们对我的好，是出于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现在我已经把真相告诉你们了，若是你们还要自欺欺人，那就是对原本洛言的背叛。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该有的底线还是有的。洛宽景依旧皱眉，他把桌面上几张信纸递给洛言。什么东西？看看。洛言不懂他是什么意思，接过了信纸，低头看了看。片刻后，他猛地抬头望着洛宽景，眼里闪过一抹不可置信。整个秦王府都在本王掌控之中，你和洛昭从小到大发生的事，本王不需要刻意去查，就都知道。本王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借尸还魂的人，就姑且认定你是受到了苏雨自杀的刺激吧。洛言愣住了，把手中记录的原主从小到大的事翻来覆去的查看。不对，这不对啊！为什么原主小时候发生的事儿跟他记忆中的对不上呢？我分裂了，我有双重人格，我成神经病了！不，我才不是神经病，我脑袋很清醒。看完了。父王，
这不对，这跟我记忆中的不对啊！有什么不对？就你这3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性格，本王能认错？若你不是本王的女儿，本王一开始便能察觉到。洛昭虽蠢，但也不会认错自己的妹妹。你母妃几乎每天都要爬狗洞去找你们兄妹。你若是突然变成了外人，又丝毫不对劲，你觉得她会不知道？洛言，别想了，你今日太累了，回去好好的休息休息。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你是本王的女儿，一直都是。安神药已经凉了，让下人再熬一碗，记得喝下。我知道了。他魂不守舍地出了书房，看到了一直站在院子里的裴淑玉。母妃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有睡啊？我看到魏神医和上官老先生来了。妍妍，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是吓到了吗？没事的，母妃，我就是太累了，回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我送你。不用不用，母妃，我真的没事，我还要去找哥哥，先走啦。等跑出了云深院，洛言缓了口气，突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洛昭昭，你有病啊！大晚上的笑我好玩吗？你才有病吧，我本来都要睡了，听说魏神医和舅爷爷被父王叫过去。你怎么了？真病了？我刚刚喊了你好几声，你都没听到。我没病，我很好。哥，我有事问你。什么事啊？在我们还没重生回来的时候，我总是带你溜出王府去玩，你还记得吗？记得。你总是把我的月银给忽悠走，买漂亮的首饰和衣裳，我还傻乎乎的把银子给你了。啊？洛言挠挠脑袋，他好像还真的能做出这事儿。那在你的上辈子，我也总是带着你溜出去吗？那不然呢？你不会又要说你不是洛言吧？在你眼里，我就这么蠢，连自己的妹妹都认不出来？洛言蹙了蹙眉，不可能，难道洛昭上辈子的洛言也是他？可他怎么会眼瞎的喜欢上叶勋呢？还把自己搞得那么惨。这很不对劲，除非有人对他洗脑了。洛言，你发什么呆啊？真被吓到了？我没事，我只是有些累了，睡一觉就好了。回到自己院子，洛言喝下了熬好的安神药，躺在被窝里思索着今日发生的事儿。本以为他会失眠，但没想到不到片刻他就睡着了，一夜无梦。第二日到点起床，洛言伸了个懒腰，想不通的事儿暂时就不想了，管他有什么阴谋诡计，只要弄死洛廷义，弄死裴梦婉2个主角就行了。说是找到那本账本，证明苏家偷来的银子全部进了灵王府，黄伯伯还会指示把他禁足吗？那本账本只是记录了苏家贪污偷国库银子，没有证明表明银子都落到了灵王府。洛廷义可真难杀呀！谁说不是呢？又过去了一天，账本还没有找到，但却等到了司检被抓住的消息。司检已经找到了，我也该回去了。这么快吗？在哪儿找到的呀？我昨日有些无聊，就去黑市逛了逛。你说巧不巧？正巧就遇到了他。这样啊！星星姐姐，干嘛这么快就要走呀？在京城里多待一段时间呗。我离开苗疆已经很久了，再不回去的话，我的族人也要着急了。那好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苗疆找我玩，到时候我就带你去看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放心，没虫子，部落里的族人也都会很欢迎你的。我记住了，星星姐姐，有时间我肯定会去找你玩的。别伤心，明日才走，不是还有1天的时间吗？洛言吸了吸鼻子，有些蔫蔫的垂着脑袋，连小红蛇爬上了他的腿他都没有感觉了，只是感觉到小红蛇爬到的地方有点痒痒的。
姐姐，红宝是公的还是母的呀？他没有性别。啊，没有性别啊？他能听得懂我们说话吗？能，你骂他，他都能听得懂，还会生气呢。他生气是什么样子的？我惹他生气了，他会盘成镯子不理我。若是敌人惹他生气了，1个时辰后，那人脑袋会爆炸。小小的鼻嘎脾气还挺大，我这么戳他，他会不会生气啊？嫣嫣，我之前跟你说的我小姨，你还记得吗？记得。苗疆历史中，只有3个人能驾驭圣蛊，成为自己的本命蛊，包括我在其中。但其实错了，是4个人，还有1个人就是我的小姨，慕容燕的母亲。苗疆不是所有蛊虫都很听话，都很温顺的，尤其是那些厉害的蛊。我小姨与我不同，苗疆所有蛊虫都对她有天然的好感，包括红宝。她不需要付出1半寿命，就能让红宝心甘情愿地当她的本命蛊。但我爷爷却不让红宝成为他的本命蛊。为什么？我也曾问过我爷爷，但我爷爷没有说。贺连星看着小红蛇慢慢地游到了洛烟的手腕上，态度非常亲昵。洛烟已经慢慢地克服住了心里对蛇的恐惧，朝他伸手。小红蛇把脑袋放在他手心，冰冰凉凉的感觉，放在夏天把玩啊，非常的舒服。红宝自从成为我的本命蛊后，基本上都是盘在我手腕上，很少主动爬到别人身上。哪怕是我爷爷，也只能轻轻地碰一碰红宝。哇，星星姐姐这么喜欢我吗？我的荣幸。他第一次突然跳到你身上，我还没有发现什么。但上回在望月楼，他又突然跳到了洛昭身上，现在又跑到了你身上，就像是我小姨一样，能很轻易地获得圣蛊的好感。嫣嫣，你和洛昭不会是苗疆人吧？怎么可能？我和我哥绝对是我父王和母妃亲生的，看长相都能看得出来。红宝，你为什么总是爬到他们身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小红蛇弓起身体，嘶嘶2声，和贺连星如出一辙的猩红眼眸，一脸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挣脱了他的手，又跳到了洛烟腿上，慢慢爬上了他的胳膊。红宝儿啊，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我？是因为星星姐姐吗？洛烟听不懂他说话，但看到他摇头了。等等，摇头？妈呀，蛇真的成精了！是因为我身上有你喜欢的味道吗？他又点头了。星星姐姐，你能闻到我身上有特殊的味道吗？没有。是什么样的味道让你这么喜欢？小红蛇眼神有些迷茫的摇头，他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很喜欢。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很喜欢。他还说让你多摸一摸他。凉亭里寂静了一会儿，落雁摸了摸小红蛇的脑袋，小红蛇闻着令他舒服的气息，整条蛇都快醉啦。嘿，我在玩蛇哎，活着的蛇哎，我真的是出息啦。他捏着他的尾巴，眼珠子一转，坏心思的把他身体给打了个结儿。这个过程中啊，小红蛇全程不动，好像是真的醉了。你怎么跟慕容燕一样喜欢给他打结呀？嘿嘿，好玩。就在这时，洛昭听说了贺连星来王府找了过来，看着贺连星打劫的小红蛇，你干的？他自愿的，没有反抗。洛昭疑惑，圣谷脾气这么好吗？被打成结了都不带反抗的。明日我就要离开大周，得找慕容燕跟他告个别，先走了。洛昭看着贺连星，嘴唇蠕动半晌，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贺连星没看到洛昭的欲言又止，他走到洛烟跟前，在他耳边低语两句。不行，太危险了，我可以处理好我和慕容燕的事。你不了解他，他的城府很深，
哪怕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也总是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对啊，就是因为他城府很深，所以就算你做了这件事，他也不一定会回去。不试试你又怎么知道？星星姐姐，你相信我，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好吧，那我走了。好。哎，你们两个刚刚在说什么？陆烟小声地解释了一遍贺连星跟他说过的苗疆诅咒一事。没想到贺连星还挺有良心的，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告诉你了。那是，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好吧？哎呀，别说这种恶心的话。你想好怎么应对慕容燕了吗？我也不知道。要不直接杀了？不行，先不说能不能彻底杀死他，就说他是星星姐姐的表弟，是舅爷爷的徒弟，也不能杀。那你说怎么办？我这不是在想吗？让我好好的想一想。我听说苗疆有一种蛊名为绝情蛊，中了绝情蛊的人会断情绝爱，很适合慕容燕。就看贺连星愿不愿意对慕容燕下绝情蛊了。绝情蛊？哥，你觉得我这个半路认来的妹妹和慕容燕那种有血缘关系的弟弟相比，谁更重要？哼，看来你还挺清醒的，我还以为这段时间你被贺连星哄得为他马首是瞻了。我确实喜欢星星姐姐，喜欢她豪爽大方的性格，但这并不代表我丧失了自己的思考能力。你明白就好。这段时间京城有很多家族被抄家流放，我们目前暂时也不用去上书房。我想了想，不如以后由我来代替你给父王传信，你以后就不要去上书房了，也就遇不到慕容燕了。真的可以？等苏家这件事结束之后，让父王去跟黄伯伯说一声，反正你也不想念书，这样最好。行，那就这么办。此时此刻，洛烟完全忘记了他当初答应过慕容燕的事儿。贺连星离开的第3天，洛宽景派去邳州的暗卫回来了。洛烟猜得不错，账本确实被林掌柜藏在了林家村祖坟中。皇兄，苏老爷子身为户部尚书，却监守自盗，这账本里记得清清楚楚，他偷了国库将近1半的银子。岂有此理！苏家，朕待他们不薄，朕让苏家掌户部管国库，他们竟敢如此中饱私囊。传朕旨意，3日后苏家满门全部斩首示众。奴才遵旨。皇帝，你是从哪儿找来的这本账本？皇兄还记得周家吗？臣弟与周家长子是好友，收养的大儿子是周家遗孤。臣弟一直在查周家被灭门一事，后来查到他们是意外得到了一本账本才被灭了族，之后臣弟就查到了苏家。苏家前段时间一直派人去邳州，似乎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臣弟便留了个心眼，派人跟着苏家的人找到了这本账本，也幸好账本落在了臣弟手中，若是被苏家找到，恐怕这件事情我们会一直蒙在鼓里。是啊，多亏了皇帝谨慎，否则朕恐怕都不知道苏家竟然如此胆大包天的偷国库的银子。臣弟只是尽分内之责。皇帝啊，朕的儿子们都长大了，朕也老了。皇兄春秋鼎盛，只是连日操劳才显倦怠，皇子们长大成人，能为皇兄分忧，也是朝纲之福。分忧是好，可是也愁啊，他们各有心思，朝堂上又难免有人攀附。太子病重，卧床不起，朕真的怕太子走到朕的前头。太子若有万一，这朝堂必乱。小19，你觉得太子若是离世，朕的这些儿子们谁能胜任太子之位？诸位皇子各有专长，储君之位系天下安危，
当由皇兄圣心决断，臣弟不敢妄议此事。若太子的病能够治好，朕也不会这么忧心了。罢了，你下去吧。是。洛宽景拧着眉沉思，陛下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若是太子的病能够治好，就一定会传位给他吗？回到王府，洛宽景把洛烟和洛昭叫到跟前儿。账本已经找到，等苏家这件事情解决之后，夏季过后，你们就去上书房。父王，我可以代替洛烟帮你跟太子传信，洛烟以后就不去上书房了。慕容燕居心不良，洛烟不去皇宫最好。可以，本王会找个借口告诉陛下。我可以装病，正好天太热了，我也不太想出门。父王，我会治冰。你怎么会治冰？我也会。啊，你怎么也会？你教我的。我什么时候？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洛昭一个劲儿地对他眨眼睛。洛烟瞬间明白了过来，是洛昭上辈子学会的，也就是说，他真的自始至终都是原本的洛烟。对，就是我教你的。半个时辰后，云深院的书房里摆着2个大陶盆，洛烟先将其中一个装满水，再把另一个稍小一些的陶盆放进大盆里，又往2个盆的缝隙间撒了些敲碎的硝石。爷爷，这石头真的让水结冰？试过了就知道了。不过半炷香的功夫，书房里竟渐渐飘起寒气。真凉！真的成了？此事绝不能外传，消食和治冰的法子都要藏好。秋野、秋月，明日你们再去药商那里买些消食。是。爷爷，你怎么会知道这种方法治冰的？一本古籍中看到的，我也没想到真的成功了。我们嫣嫣真棒。那是，我可是父王和母妃的亲闺女。洛宽景若有所思地看了眼洛烟，又很快收回视线。王爷，陛下找到苏家监守自盗的账本，御下已批，苏家将在3日后斩首示众。你是什么？再重复一遍。回王爷，苏家3日后斩首示众，御批已经传至刑部了。账本被谁找到的？今日谁进宫了？回王爷，是秦王。秦王？好啊，果真是秦王。他果真是站在了太子那边。备车，去天牢。本王要见外祖父。王爷，陛下有旨，您不能出临王府啊。本王知道。备见常府，悄悄去。洛廷义望着铁门背后的苏老爷子，昏暗的光线下，苏家所有人全缩在草堆上，衣衫褴褛，脸上布满伤痕，早已没了往日的体面。听到动静，苏老爷子缓缓抬起头。外祖父，我只有1炷香的时间，有话快说。王爷，账本真的被陛下找到了，陛下真的要斩我们满门？皇后娘娘那边没有任何办法了吗？御批已下，本王和母后也没有任何办法。是谁？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我们？秦王。秦王？原来是秦王！该死的！早知如此，当初我就该……外祖父，你说什么？王爷可知10几年前秦王的双腿是怎么残疾的？不是大前国暗算吗？当然不是，大前国当时被秦王打得落花流水，已经一败涂地，哪里有功夫去暗算他？秦王与陛下并非一母同胞，他的生母淑妃生他时难产，没有救回来，可他当时真是因为难产而亡吗？洛廷义面色一正。先皇曾经南下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那先生拦住先皇说，
先皇家中将要诞下麒麟子，此子将来会镇国安邦，定鼎乾坤，是天生的辅国将帅之才。但若交由生母抚养，恐遭奸人暗算，唯有去其生母，方能平安长成，得天地庇佑。先皇起初并没有听进去，后来回京，淑妃被人暗算提前生产，孩子生在了先皇回宫那日。先皇想起了算命先生的话，拦住了要去救淑妃的太医，淑妃因此离去。对先皇来说，淑妃只是他后宫中其中一个貌美的妃嫔罢了，怎能比得过大周江山呢？不过秦王确实如算命先生所说，聪明厉害，有将帅之才。骆廷义捏紧手指，心中狂跳不止。他只是来看望一下外祖父，顺便安抚他，不要让他最后反咬自己一口。没想到竟然能听到这么个惊天大秘密。我曾得到消息，先皇曾经主意秦王，想要传位给秦王，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先皇又改变了想法。我都能知道这些，你觉得陛下会不知道吗？秦王是被陛下带大的不错，可皇家哪里来的亲情？一母同胞的亲兄弟都能自相残杀，更何况秦王与陛下并非一母同胞。要怪就怪秦王太过厉害，且锋芒太露，所以才会双腿残废至今啊！外祖父，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陛下知道您知道这么多吗？秦王又是否知晓？陛下不清楚我知道这件事，我也是意外得知。至于秦王，以他的脾气，你觉得他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双腿到底是怎么残疾的，还会忍耐至今？外祖父，秦王城府很深，不能小看。城府再深，不也还是被算计了？王爷，秦王与我们作对，或许是打算参与夺嫡，他支持的是肃王还是成王？都不是，是太子，不，应该说是皇孙。秦王还真是好算计，皇孙年幼，把他扶持上位，他便可以当摄政王了。这时侍卫轻轻敲了敲墙壁，表明时间快到了，再不走就要被发现了。王爷，你把我刚刚说的消息派人告诉秦王，若秦王得知这件事后没有动作，说明他早就知道了此事，你便把此事透露给陛下。陛下若是知道秦王明知道自己双腿怎么被废的，却隐忍不发，当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必定对他心生警惕，甚至会对他动手。本王明白了，外祖父，本王会想办法用死囚换一个苏家人。你想选谁？不必了，陛下此次十分震怒，行刑那日狱卒检查的必定非常仔细，若是被查出来，恐怕还会连累到王爷。若王爷日后能坐上那个位置，与苏庆生下一儿半女，我便是死了也安心了。本王答应外祖父，会与苏庆生子。时间到了，王爷，走吧。骆廷义朝苏老爷子拱了拱手，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牢房。王爷怎么不睡？有心事吗？本王忽然想到从前看到的一本书，书里面说，一个猎户养了一只老虎和一只狼，他对他们视如己出，每日上山捕猎，总先挑最肥的肉喂他们，夜里还守着他们的兽舍，怕他们受冻。这猎虎倒真是心善，虎狼本是猛兽，
竟也肯这般用心养着。是啊，用心到忘了他们的本性。后来猎户年迈，捕不到猎物了，家里存粮也空了。那日他病得起不来床，迷迷糊糊间竟然听见兽舍里传来撕咬声。等他撑着身子过去，只看到地上沾着血的兽毛。老虎和狼为了争抢他藏着的半块干粮，打了个你死我活，连他的呼唤都置若罔闻。后来他们实在饿极了，一起杀死了猎户，将他分尸吃进肚子里。裴淑仪心头一震，有些明白，但有些不明白。你知道本王的生母是谁吗？知道，是先皇的淑妃，也是沈家的养女。本王的生母被沈家收养，在太后被陷害进冷宫时，被沈家送进宫。有了她的帮助，太后才能从冷宫出来。她本可以活下来，但却因为算命先生的一句话死了。裴淑仪心中发颤，本王时常不懂太后为何看本王的眼神里总带着一丝愧疚，如今才明白了过来。先皇遇到的算命先生是沈家安排的，本王生母提前生产也是沈家的安排。沈家已经有了太后，不需要再出一个位分高的嫔妃。太后是沈家的嫡女，有沈家的血脉，所以沈家选择了她，抛弃了本王的生母。去母留子是沈家为她选择的结局，但沈家却还要利用她的孩子，也就是本王，来为太后母子争宠。沈家的这个计划很成功，因为算命先生一句话，先皇便对本王十分宠溺。本王想要什么，先皇立马送到本王手中。裴淑仪指尖微颤，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今日会听到这么深的秘密。窗外的雨下得更急了，雷声炸得窗棂发颤。骆宽景抬手揉了揉眉心，垂下的眼眸满是疲惫。王爷，夜深了，睡觉吧。你说太后对本王有几分真心？王爷，我想太后对你应该是真心的。10几年前我们成婚后，你去了战场，那时我怀有3个月的身孕，面对偌大的王府，我不会管理，我非常惶恐。是太后接我进宫，拉着我的手宽慰我，让我好好养胎，派了嬷嬷来教我怎么打理王府钟馗。我跟着嬷嬷学了很多。太后还说边关战事吃紧，王爷不是故意在刚成婚就丢下我不管。在2个孩子出生后，太后对他们非常喜欢。太后非常喜欢嫣嫣，王爷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嫣嫣长得像王爷。太后总说嫣嫣跟王爷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就连性格都非常相似。裴淑仪见骆宽景没什么动静，又继续说，有一回我胆大地问太后，为什么一定要王爷你娶我为妻？明明外面都在传是我算计的王爷，都说我是个攀附权贵的坏女人。太后说她与我祖母自小就认识，在她5、6岁的时候意外被人贩子拐走，同一辆马车里最大的孩子是我祖母，她很害怕，是我祖母一直保护她，给她抢食物。后来他们一起获救，就一直有联系。我怀孕的消息被裴梦婉透露出去，祖母进宫去见了太后。太后说我祖母喜欢的孙女一定不会是心思不纯的人。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又一次被祖母救了。王爷，太后或许并不知道沈家的计划，也或许知道，但她对你对我对我们2个孩子都是真心喜欢的。我自小把太后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把陛下当作自己嫡亲兄长敬重。8岁那年，我被一个皇兄推进水里，染上了风寒，昏迷了1天1夜。
太后守了我1天1夜。虽然我已经教训了把我推进水里的皇兄，但被陛下得知后，依旧出手让他被废除皇子身份，连带着他的母妃也被贬，被送进冷宫。我到现在依旧记得太后看到我清醒过来，松了口气的样子。我记得陛下望着我时担忧的眼神。是什么时候变了呢？是先皇把皇家暗卫营交到他手中的时候，还是他一次次打了胜仗，军功越来越多，手中权势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不再是那个语气坚定的说小19皇兄会保护你一辈子的人。皇后，能不进宫就不要进宫了吧？好，那昭昭和嫣嫣呢？他们还要去上书房念书吗？洛嫣不用去了，但洛昭得去。洛昭如今不是小孩子了，他是秦王府世子，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况且我与陛下还没有撕破脸皮，他也并不知道我知道了这件事。皇宫现在暂时没有危险。裴淑仪虽然担心，但也知道洛宽景说的对。你别看这小子平常傻傻的呆呆的，但他其实精明着呢。他有自保的手段，我也会保护好他的。我就这么一个亲儿子，他死了，秦王府可就没有世子了。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别胡说，有你这么咒儿子的吗？不说了，睡吧，再不睡天就亮了。裴淑仪确实困了，见洛宽景还能笑出来，放心下来，不到片刻就沉沉地睡了过去。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就到了苏家行的日子。你快点，不然就没有好位置啦。你能不能像个女孩子呀？砍头这种血腥的事儿，你不害怕吗？害怕呀，但我又不是去看他们被砍头的，我是去看热闹的。等刽子手的刀落下来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不看就行了。洛昭被洛嫣说服了，跟着他出府，来到距离刑场最近的茶楼。但很可惜，他们来晚了，茶楼2楼的雅间已经满了。哇，早知道就提前预定雅间了，这下好了，没有最佳观看点了。呀，这不是秦王子和长宁公主吗？这么巧，在这里遇到。洛言回头一看，哦吼，果然是熟人啊！本世子预定了2楼雅间，长宁公主、洛昭世子，不如跟我去2楼雅间坐坐。哎，好呀好呀，那就谢谢小世子啦。洛昭一脸不解地跟着洛嫣来到萧度提前预定的雅间。哎，小郡主啊，小小年纪就敢看这么血腥的一幕，不害怕吗？怕呀，砍头的时候我把眼睛闭上不就行了？嘿，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萧世子，你就不怕我再给你下毒吗？去下呗，最好能把我毒死。洛嫣盯着他满不在乎的模样看了一瞬，而后慢吞吞地探进腰间绣着墨竹的荷包里。过分了，我就开个玩笑，你还真想再给我下毒啊？小小年纪，身上哪来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毒粉？也不怕一不小心自己中了毒？萧世子这反应，倒像是真被我毒怕了。哎呀，方才是坐久了，腿有些麻，就多动动，多动动。哦，原来不是怕我毒啊！切，本世子武功盖世，上当一次还会上第2次啊！啊！见我掏荷包跑得比兔子还快，还武功盖世，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嘿，你这个小丫头，伶牙俐齿，还会骂人，跟谁学的？我可没有骂人啊，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臭丫头，不仅长得让人讨厌，说的话也令人讨厌。若是我能早一些回到京城，阿满姐姐也不会被迫嫁给秦王。萧世子，我听说你喜欢洛心姐姐，还放出狠话非她不娶，对吗？萧度目光悠悠地看了他一眼，又很快收回视线，薄唇抿紧，半点没有开口的意思。哎呀，你看，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不要害羞嘛，这有什么不可说的？
洛星姐姐温柔贤淑，性格很好，世子喜欢她也正常。唉，就是可惜啦，你们的身份注定你们不能在一起，多么可惜的结局啊！我都替你们感到惋惜。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抱得美人归。一个小丫头，怎么话这么多？我说真的，我这个办法绝对能让你抱得美人归，你想不想听？不想听。是吗？难道你不是真心喜欢洛星姐姐？我是不是真心喜欢洛星跟你有关系吗？那当然有关系了，洛星是我姐姐啊，虽然她比我大了很多，但我非常喜欢她，我当然希望她能嫁给真心喜欢她的夫君。我看萧世子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又是京城众多贵女挤破头都想嫁的人选。要是你真对洛星姐姐是真心的，那她以后肯定会非常幸福的。小丫头，不要多管闲事。什么叫多管闲事？我不服，洛星姐姐待我好，我总不能看着她遇人不淑。所以萧世子，你到底对星姐姐是不是真心的？你要是真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追洛星姐姐。小郡主，你说你小小年纪，哪来的那么多心眼子？遗传了谁呀？哼，你才有心眼子，你全家都有心眼子。我明明是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哼，你单纯，你善良？你要是单纯善良啊，这世上就没有单纯善良的人了。你什么意思？你嘲讽我？对，我嘲讽你，你来打我呀。小杜，你敢嘲讽我，看我不把你这破扇子给撕了。萧杜早有防备，立马起身，抬手就把折扇举得老高。他身形比洛烟高上一截，他垫着脚都够不着。哥，帮我呀！行了，别闹了，苏家的人被带过来了。洛烟眼神阴恻恻地看着腿比他命还长的萧杜，他平等地嫉妒每一个长得都比他还高的人。他深吸一口气，坐回了自己位置上，从窗户中看着缓缓驶过来的苏家囚车。片刻后，他的指尖不动声色地落在腰间的位置上，趁着萧杜放松的时候，扬起手中的毒粉就撒了过去。萧杜一愣，幸好他早有防备，迅速躲闪来，但洛烟不仅把毒粉朝他撒了过去，还撒在了周围。你疯了吧？你这是伤敌8千，自损1万呐！洛烟没说话，因为他很快拿出解药给了洛昭等人。哎呀，不好意思，你又上当啦。所以上回没有解药是骗他的。下一秒，他眼睛一红，眼泪控制不住的哗啦哗啦的流下来。跟着他一块儿进入雅间的侍从没有吃解药，也是如此。臭丫头，我带你来2楼雅间，你不感谢我就算了，你还又给我下毒。放心，这次毒粉只是会让你流眼泪，1个时辰后药效过了就好了。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的手下留情了。不用谢，因为我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好气！阿满姐姐那么单纯善良的人，怎么会生出来这么一个小恶魔？一定是秦王，都怪秦王，都怪他。你说你惹谁不好，偏偏去惹洛烟。第一次被他下毒可以说是大意了，第2次又被他成功下毒，那就是蠢了。有这么蠢的儿子，镇北王知道吗？洛烟没有再管一个劲儿的流眼泪的主仆2人，他来到窗户边，盯着刑场四周。父王说苏家暗地里培养了一些暗卫，上回在马球场遇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今日会不会来救苏家的人呢？让他遗憾的是，直到午时刽子手的刀落下来，也并没有人出现来救苏家人。刑台上，苏家老小的身影一个个倒下，鲜血染红了刑场的地面，刺眼的让人不敢直视。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洛烟眸心猛地一颤，内心一阵干呕，
迅速退后，把窗户给关上。嘿嘿，怎么害怕了？啊？对，我害怕了，我怕死了，所以我现在要赶紧回去了。你就慢慢的哭吧，哭不死你。洛烟轻哼一声，转身就走。洛昭自然而然地跟着离开。萧杜暗自咬牙，哼，没良心的两个小屁孩，要不是看在阿满姐姐的份上，他早就揍他们一顿了。世子，你看。看什么看？世子，那个瓷瓶是不是长宁郡主留下来的解药啊？拿过来给本世子看看。侍从流着眼泪上前，把瓷瓶拿过来递给萧杜。世子，真的是解药吗？哼，真是个嘴硬心软的臭丫头。他吃下解药，不一会儿眼泪就停止了。侍从见状，红肿着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他。萧杜把另一颗解药递给侍从，侍从忙不迭地塞进嘴里，终于没了流眼泪的冲动。长宁郡主哪来的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毒药？可真够折磨人的。你去找城里的大夫，问问他们有没有这种毒粉，能不能制作。世子，您要报复回去啊？想什么呢？本世子只是觉得这种奇奇怪怪的毒粉非常好用，不致命，但却非常难受。若是利用的好的话，或许可以带来不一样的效果。是，世子，奴才这就去问。哎，罗言，你干嘛要把解药给萧杜啊？哥啊，你不觉得萧杜对我们没有恶意吗？我觉得这很不对劲，我都给他下2回毒了，可我还是没有从他身上感觉到恶意。有可能是他太能装了。我刚刚站在窗户边，故意把背露给他，想试探他会不会对我出手。若是他想动手，他完全有机会抓住我。他敢？他没那个胆子在酒楼对你动手。他确实没那个胆子在茶楼对我动手，可我对他下毒了呀！哎呀，毕竟是我先对他动手的，他抓我也很正常。就算闹到官府那里，他也不会吃亏。难道他压根儿就不知道镇北王做的事？或许吧。哥，你去找父王，让他多留意萧杜，或许能从他身上得到意外的收获。哦，哎，你不跟我一块儿去啊？我就不去了，今儿起太早了，我得回去睡个回笼觉。行吧，那你好好休息。洛烟一回到紫强院，就脱掉鞋子，一头扎在床上，把脸埋在被子里，深呼吸好几口气才缓过来。奇怪，好奇怪啊，他明明不晕血的，为什么看到刑场地上的那些血，心里这么难受？会忍不住想干呕。难道是因为一次性见了太多的血，所以一时之间有些接受不了？洛烟越想，他的心越像被钝刀反复割着似的，酸麻的疼顺着心口往四肢蔓延，连带着肝肺都像是被攥紧，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丝疼痛。忽然间，他觉得眼前有些发黑，实在是撑不住，沉沉睡了过去。这一睡便错过了晚膳。守在门外的秀儿有些着急，郡主从不会在屋里闷这么久，更不会错过每日吃饭的时间。他垫脚往窗内望了数次，都没有听见动静，终于咬了咬牙，轻轻推开了房门。屋内光线有些暗，秀儿借着窗户透进来的月光走到床边，一眼便见郡主双颊烧得通红，眉头紧紧蹙着，似乎是做了很不好的梦。郡主，您醒醒！他轻声唤了2声，洛言却毫无反应。秀儿不敢耽搁，转身就往外跑。风铃姐姐，郡主犯热了，快去请大夫。好，你照顾好郡主，我去请魏神医。秀儿立马点头，不到片刻，魏神医就被风离急匆匆地给请过来了。魏神医上前，指尖搭在洛烟纤细的腕脉上，双目微合，眉头微蹙，指尖虽然脉搏的起伏轻轻跳动。魏神医，燕燕她怎么样？王妃莫急，郡主脉象浮出而乱，并非染了风寒或是体内积热，而是好似看到不好的东西，受到了惊吓，精神不宁才导致的高热。
惊吓？爷爷受到了什么惊吓？今日我和洛言去了刑场，莫不是因为看到了苏家被斩首的画面，所以他才受到了惊吓？也不对啊，洛言当时是闭着眼睛的，没有盯着看呀。妹妹向来胆子大的出奇，就算是看到了，也不会因此受到惊吓导致高烧啊。上回在飘香楼看到那么多人骨，也只是跑到旁边呕吐，第二天就跟没事人一样。王爷、王妃、世子，惊吓未必是当面看到血腥之事，也可能是听闻了什么骇人的消息，或是梦里见了不祥之物，积在心头不散，才引发高热。郡主此刻心神不稳，最忌再受惊扰。那神医可有法子让燕人醒过来？我开一副安神定惊的汤药，熬好后为郡主服下，再用温水擦拭她的额头、身体，助她退热。另外，王妃，等郡主醒了，莫要急着问她受惊吓的缘由，先让她缓一缓心神。好，多谢魏神医。洛言发现自己在做梦，而且这个梦他好像梦过。上回他在雪地里贪玩发热做的梦，醒过来后就忘记了。这回他又做了这个梦。阿蛮，他们两个找到你休息了。阿蛮？谁是阿蛮？洛言猛地推开屋门，大步走了进去。这一回他终于看清楚了，他神色呆愣地看着他们的容貌，久久回不了神。面前的男女有着和裴淑玉和洛宽景一模一样的容貌，只不过看着比他们要年轻一些。小孩子哭闹也是正常的。洛言盯着他怀里的婴儿，又看了看床上的婴儿，沉默了一瞬。这两个婴儿是他和他哥洛昭吗？可他和洛昭不是从出生就不受待见吗？梦里的父王和母妃看着好像非常恩爱的样子，难道是他太想父王和母妃恩爱，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王爷你瞧，妍妍正对我笑呢。洛言凑过去一看，果然看到裴淑玉怀里的婴儿对着他露出一个无耻的笑，眼睛都笑得眯成一条缝。破案了，被裴淑玉抱在怀里的婴儿就是自己。正当洛言伸手去戳自己婴儿时期的脸颊时，他突然醒了过来。还真是梦啊。郡主，您终于醒了，太好了。这水。郡主慢些，您刚醒，身子虚。我睡多久了？从昨日下午一直到现在。这么久啊，怪不得他这么饿，可他明明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我饿了。奴婢这就让人去传膳。洛言，魏神医说你是受到了惊吓才发热，是因为你看到苏家的人被斩首才被吓到的吗？惊吓？当时刽子手落刀的时候我闭上眼了，后来也没有再看。等侍卫把苏家人尸体挪走的时候，我才敢睁眼去看刑场。这时魏神医和上官不喜进屋，恰巧听到了洛言的这句话。若是非晕血所致，多半与心境有关，或许是刑场的场面太过惨烈，血光之中伴着生离死别，刺激过重，才引发了脏腑不适与心神不宁。郡主，把手伸过来，老夫把脉。洛言哦了一声，乖巧地把胳膊伸了过去。高热已退，剩下的药不必喝了。这是我和上官老头用肾骨的血制作的安神丸，此药有3颗，一日服下1颗，现在可以服用了。洛言接过瓷瓶，打开瓶塞，倒出1颗安神丸，瞬间一股清晰的药香扑面而来。他把药丸塞进嘴里，嚼吧嚼吧咽下去。郡主，感觉怎么样？没感觉。
怎么会没有感觉？这可是用圣谷的血制作的安神丸，千金难求啊！哎呀，瞎在那里大喊大叫什么？不对，有感觉了啊！我快要饿死了。洛宽景见洛言没事了，就离开去处理公务。下个月，周福玉和裴书瑶就要成婚了。裴淑仪摸摸洛言的额头，交代几句，也去忙了。只有洛昭，他坐在洛言对面，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他看。哥，你干嘛一直在看我？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啊？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呀？我怎么知道你瞒着我什么？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哥，你知道母妃小时候是在哪个村子里长大的吗？不知道。我想去母妃小时候待的村子里看一看。为何？不知道，我就是想去看看。哥，你跟我一块儿去吧。行，但是你得告诉我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你别问了，我们就当去玩。不过我们得偷偷的去，暂时不要让父王和母妃知道。行吧。洛言四处打量着，忽然间看到了几个小孩合伙在欺负另一个小孩。凤梨，去救人。是。凤梨应声，面容冷酷的上前，一把把一个小胖子给贴了起来。谁呀？放开我！放开我！小胖子，欺负人可是不对的。你谁啊？凭什么管我？我就是欺负他，怎么了？凤梨眼神冷飕飕的看着手中的小胖子，忽然伸手用力的在他胳膊上一拧，疼！小胖子的同伴见他被人欺负，一溜烟儿的跑没影了。你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小姑娘？哼，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死赔钱货！凤梨闻言，一巴掌扇到小胖子脸上，眼神狠狠地盯着他。村子里人都能欺负他，你们凭什么就打我？我不服！妖族，我的妖族呀！你个杀千刀的死丫头，快把我的孙子放下来！奶奶，快来救我！你这个死丫头疯了吗？我孙子要是有半点闪失，我就跟你拼命！凤梨眼神冷漠，瞥着小胖子的手纹丝不动。这位大娘，天色太晚了，我们是来村里借住的，明日就去京城。刚刚看到你孙子在欺负人，就出手阻拦。大娘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那小姑娘，一个丧门星罢了，爹娘走的早，留在村里浪费粮食，妖族逗逗他怎么了？这话一出，小姑娘头埋得更低了，肩膀抖得更厉害了。凤梨，把他放了吧。凤梨松手，小胖子连忙跑到大娘身后躲着。哎呦，我的妖族，你可受苦了！奶奶明日啊，进城给你买糖葫芦。不行不行，我要3个糖葫芦，我还要吃糕点。好好好，奶奶都听你的。小姑娘，你住哪儿呀？我们可以去你家里住一晚上吗？想了想，他从荷包里掏出一个糖递给她。小姑娘怯生生的抬头看着他手中的糖，咽了咽口水，但她没有接，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奶奶，我回来了，还有几位哥哥姐姐来借宿。花花，这几位是？奶奶您好，我和我哥哥2人赶路晚了，想在您这里借宿一晚，借宿费我们会照付的。住宿不打紧，就是屋子破，委屈你们了。他看向一旁的花花，看着他灰头土脸的摸着，又叹了口气。唉，是不是妖族那孩子又欺负你了？花花攥着衣角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方才碰巧遇上，
已经拦下来了。他一边说一边示意风铃拿出银子，既为借宿，也暗里想帮衬这祖孙俩。哎呀，不行不行，住宿哪能要这么多钱？哎，你们不嫌弃就好。奶奶收下吧，买点衣裳和粮食，也能把屋顶修修。我们借宿一晚，顺便想跟您打听一些消息。老奶奶愣了一下，她看了看洛烟几人，哪怕身着朴素，也能看出气质不凡。忽然间，她觉得洛昭有些眼熟，仔细盯着他的容貌看了一瞬，随即惊讶出声：“啊，你们是阿蛮的孩子？”洛昭面带疑惑：“阿蛮是谁？是母妃吗？母妃小名叫阿蛮。”奶奶，您认识我母妃吗？你们真是阿蛮的孩子啊！都长这么大了。不过阿蛮不是嫁给了秦王殿下吗？那他的孩子不就是王府的郡主和世子吗？老奶奶想到这里，心头一颤，站起身就要朝洛烟和洛昭跪下行礼。奶奶，您这是要做什么呀？您是郡主，应该要跪的。不用，您快起来。洛烟不由分说地把老奶奶扶起来。奶奶，我和我哥哥今天来是想向您打听一些事的。郡主请说。我母妃的小名叫阿蛮吗？王妃的小名确实是叫阿蛮。吴家那些人呐，都不是好东西。自从张老婆子死了，他们就对阿蛮对王妃非打即骂。我看不过去，就时常接济她。但我家中也不富裕，只能给她一些食物。不过好在王妃是侯府小姐，他们也都被村长给赶走了。恶人恶报啊！奶奶，您知道我母妃在没有被接回侯府之前，在桃花村里还遇到了什么吗？或者经常去哪里？桃花村里的人不是很多，很多年轻人都去城里干活，只偶尔才会回来。王妃在桃花村里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后山。她总是要去后山挖野菜、捡柴火。对了，我想起来了，在王妃被接回侯府的前一年，她跟我说她捡了一个受伤的人。我怕她被骗，就去看了看，是个年纪不大的小男孩，不怎么爱说话，看着没有危险，就没有多管。后来王妃被侯府的人接回去，没多久她又来了桃花村，去找那个小男孩，但那个小男孩怎么找都找不到。之后王妃离开了，离开前给了我一些银子，跟我说若是有那个小男孩的消息就去侯府告诉他。我答应了下来。王妃是个心善的，我不过是给了她一些食物，她不仅给我很多银子，还想把我接到城里去住。我接了银子，拒绝了去城里。我一个老婆子，什么都不懂，跟着她走会给她添麻烦。我只有一个儿子，前几年他得了重病，银子花完了也没有治好。没多久，儿媳也跟着去了。花花是个女孩子，家里的房子被大伯家给霸占了。这个房子就是当年王妃把那个小男孩藏起来的房子。
如今倒成了我们祖孙二人唯一能落脚的地方。奶奶，我母妃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吗？没有。明日您跟我走吧，离开这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的。老奶奶下意识的想拒绝，可她看着年幼的孙女儿，犹豫了。奶奶，花花年幼，在村里恐怕会不停的受欺负。我在京外有一个庄子，您若是不想跟我们去京城，可以带着花花去庄子里生活，我保证那里没有人会欺负你们。好，我和花花跟郡主走。郡主跟王妃一样，都很心善。奶奶，我想知道母妃小时候的事，您再跟我多说说吧。哎，好。之后，洛烟从老奶奶那里知道了很多裴淑玉小时候发生的事儿。村子里也不是所有人都像吴家那么狠毒，大多数都是很淳朴。有很多人像老奶奶一样，看裴淑玉可怜，时不时的给她一点吃的。但大家终究不是太富裕的，也只能偶尔给她一点吃的，管不了太多。哎，洛烟，你慢点儿。哥，你不行呀，这都追不上我吗？臭丫头，别待会儿被绊倒了。洛烟刚要回头拌嘴，忽然咦了一声，洛昭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只白色的野兔突然从灌丛里跳了出来，正好落在两人眼前，圆溜溜的眼睛扫他们一下，然后嗖的一下往树林深处跑远了。哎哥，别愣着，那兔子看着挺肥，追上它，把它全家都抓起来，我要吃麻辣兔头。洛昭也来了劲儿，跟着洛烟往野兔跑的方向追。几人踩着山道上的落叶去追兔子，脚步声沙沙响，追过2道弯，不一会儿就看到那只白兔钻进了一处低矮的灌木丛，丛边还散落着几根雪白的兔毛，隐约能听见里面传来细碎的吱吱声。好家伙，真有全家呀！洛烟眼睛一亮，刚要把他们抓住，却被洛昭拉住了。咋了？妹妹，你看那支箭。洛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才发现土窝的干草下露着半截乌黑色的箭杆，那是军中的箭。军中的？这后山里哪来的军中的箭？我不会认错的。兔子别抓了，我们先下山。这是军中的箭，你们从哪儿拿到的？是我们在桃花村后山那边捡到的。我和洛言怀疑桃花村后山有人圈养私兵，暗中打造兵器。确实是军中士兵才能使用的剑，你们做得很好。本王会派暗卫去探查桃花村后山，可以跟本王说说，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本王和你们的母妃去桃花村吗？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天不是发热昏迷了1个晚上吗？我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在我的梦里，父王和母妃很恩爱，对我和哥哥也很好。我就想着这不对劲儿啊，明明现实中父王和母妃没有那么恩爱，对我和哥哥也是放养的。洛宽景眼皮子一跳，他总觉得这丫头吧阴阳怪气的。我越想越不对劲，就想着去桃花村我母妃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去看看。嘿，父王，你猜怎么着？我还真打听出来你之前没查到的事儿。洛宽景直觉告诉他，洛烟接下来说的话应该不是什么好话。母妃在回侯府之前，在山里捡了一个人，养了他大概1年多吧。回侯府后还专门去村里找他，可惜他突然消失不见了，一直找不到他。这跟你的梦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我只是做了一个关于母妃和你的梦，突然想去桃花村一趟而已。不过，父王，我的直觉告诉我，被母妃救下来的那个人身份不简单呢。哎呦，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路边的男人不能捡。洛宽景面色凛然，好看的眉眼轻轻皱起。他之前已经派人去查过裴淑玉在桃花村的事儿，可却没有查到他在山里救下过一个男子，还养了他1年的时间。他在桃花村1年时间，不可能没有留下丝毫踪迹。只有一种可能，他抹除了他在桃花村的踪迹，所以他才查不到。你说的本王知道了，你们都下去休息吧。
父王，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啊？我们找到账本，苏家的人都死了，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后面的计划了？再等等吧。若桃花村后山真的有私兵，本王后面的计划可能要改变。那行吧，父王你慢慢查，我们走了。你刚刚为什么说被母妃救下来的那个人身份不简单啊？就这么确定吗？哎呀，哥，你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那个人在桃花村住了都有1年时间了，只要是个人，总会有踪迹的。可父王却没有查到，还能说没有问题吗？那如果他是只待在屋里不出来呢？茅草屋又在山脚下，平常没有人会去，自然不清楚那里有人住啊。可老奶奶知道啦，老奶奶还说不只有她会瞧母妃可怜接济她，还有村里其他人也会时不时的给母妃一点吃的。他们会不知道吗？还有桃花村的村长，身为一村之长，会不知道母妃捡了人养在山脚下的茅草屋里吗？她不是住了1天1个月，而是住了整整1年时间啊！连父王都没有查到这个消息，说明他在离开之前给了村长和村里知道他存在的村民一些好处，让他们隐瞒他的存在，抹除他在桃花村将近1年的消息。当然啦，我更倾向于是他自曝身份，因为畏惧他的身份，所以村长和村民才会帮他隐瞒。哎，哥，你咋啦？你是不是在娘胎里把我的脑子给抢了？啊？哥，你终于承认自己比我笨了吧？妹妹，少动点脑子，小心老得快。我看你是嫉妒我聪明啊。哼，我看你啊，最近练武偷懒了，明日跟我切磋切磋。哼，我才不要跟你切磋。洛昭昭，你承认吧，你就是嫉妒我聪明，想用武力值压我，没门儿，连窗户都不给你。妹妹，我是为了你好啊，你这3脚猫功夫，若是遇到了坏人，可怎么办呢？再这么懈怠下去可不行。啊，不听，王八念经。哎，就这么说定了啊，明日在练武场等我。不论洛烟怎么反抗抗议，洛昭依旧拉着洛烟来到练武场上跟他比试。在他又一次被揍趴下后，哭唧唧的去找裴淑仪告状，这可把裴淑仪给心疼的哟，立马去找洛昭。洛烟明明已经练武快1年了，却还是不长进，我是在帮他，是为了他好。母妃，你不能总是惯着他，惯子如杀子啊。裴淑仪顿时没话说了，只能轻言细语的哄着洛烟一会儿，然后又去忙碌了。唉，没爱了，母妃也不站在我这一边了。时间忙忙碌碌，很快来到了周福玉和裴淑瑶成婚的日子。正厅里，裴淑玉和洛宽景一左一右地坐在高台上。他们虽然不是周福玉的亲生父母，但养育之恩同样很重要。周家大仇已报，阿绿也成婚了，是他自己点头的婚事，想必周兄知道后也会欣慰吧。等这对新人拜完堂后，洛宽景就离开了。吃过饭，洛烟脚步转了个弯，来到了大哥的婚房这边。郡主，你怎么把她穿进来了？我来看新娘子。说着，他跑到还盖着红盖头的裴淑瑶跟前，握着她的手，偷偷地给她塞了一个丹药。郡主，这是什么？这是我从小魏大夫那儿拿的，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大嫂快吃下吧。裴淑瑶诧异，什么东西能让郡主亲自送过来？但秉承着对洛烟的信任，裴淑瑶把丹药吃了。她可没有骗大嫂，这枚丹药真的是个好东西。她缠着魏神医用圣骨的血做出来的，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还能改善身体的小毛病，以后啊也不会经常生病。唯一的副作用就是身体会越来越热，但也没有啥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今天可是大哥和大嫂的洞房花烛夜啊！哈哈哈哈！刚刚他已经忽悠大哥吃了一口，现在大嫂也吃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郡主，嘿，
大嫂，都是自家人啦，叫我名字就行啦。好，嫣嫣妹妹，昨日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这个吧，那个吧，反正对身体没有损害，大嫂放心就好了。啊，妹妹误会了，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想问，嫣嫣妹妹，这种丹药还有吗？不是，大嫂你，难道是大哥不？洛烟补了个半天，实在是说不出来最后那个字。不是，妹妹你误会了，是。话音一顿，他望着洛烟还稚嫩的脸颊，忽然想到他今年才11岁，年纪还这么小，他懂啥呢？肯定是母妃让他把丹药给他和夫君吃的，只不过母妃不太好意思给他，所以让嫣嫣妹妹代替把丹药给他，而且这么厉害的丹药，恐怕也没有多余的了。是什么呀，大嫂？没事，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嫣嫣妹妹。丹药没了就没了吧，他主要是怕疼。母亲说第一回呢一般都很疼，可昨日他倒不怎么疼。可这种事儿也不能总是吃药啊。裴树瑶放弃了跟洛烟问丹药的事儿，跟他打了个招呼后就走了。洛烟一脸懵，是他想多了吗？算了，不管了。洛烟看了眼天上金灿灿的太阳，太热了。他决定这个夏天他不会出王府一步。紫强院正屋里4角的冰阵泛着丝丝寒气，将外头的酷暑隔得严严实实。又是书生被世家贵女看上，非他不嫁的故事，无聊。小姐看得入迷了，快尝尝葡萄，刚从冰剑里取出来的。洛烟怎么没有来上书房？他以后都不来了。什么？他答应过我？他答应你什么？没什么。慕容燕敛了敛眸，转身离开。洛昭看向他的身影，眸光闪动，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下午慕容燕没有来上书房，第2天慕容燕也没有来，第3天第4天慕容燕都没有来上书房。慕容燕在上书房本就是个透明的存在，夫子发现她不在也不会多问，其余人自然也不会关心她去了哪里。整个上书房只有洛昭关注她。这天中午下了学，吃了午饭后，洛昭犹豫片刻，去了他所住的宫殿。找我何事？你以后都不打算去上书房了？我的心思你们秦王府一直都知道，我不去上书房不是正合你们的意吗？现在与我来说这些做什么？我承认你很厉害，很优秀，但你终究是大前国皇子，洛烟绝对不可能和亲。你把再多的心思放在他身上也没用。若是我说我不放弃呢？没用的，我不同意，父皇更不可能同意，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拒绝的话我听得多了，耳朵都快起茧子了。若你来找我只是说这件事，那就请回吧，慢走不送。慕容燕，你要怎样才能放过洛烟？杀了我。慕容燕，你有病吧？洛烟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就非要执着于他呢？你觉得我的眼睛是正常的吗？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别给我转移话题。我的眼睛看不到色彩，所有人在我的眼里都是灰色的。洛昭一愣，脸上的怒意僵住，取而代之的是错愕。他从未听闻慕容燕有眼疾，上辈子也没有听说过。人、动物、宫墙、花草树木，在我的眼里全是深浅不一的灰，连血溅在衣上也只是暗一些的色块。只有洛烟是唯一的例外，我能看清楚她身上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她的发簪是什么颜色。如此说来，你只是因为洛烟在你眼里不是灰蒙蒙的，才这么执着吗？若我和父王能够治好你的眼睛，你是不是就会放弃了？
你们可以试试。洛昭薄唇微抿，怎么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呢？他看着慕容燕淡漠的眉眼，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宫殿。王爷，查到了，暗卫来报，成王今日出京去汴州办事，中途改换容貌，去了一趟临县桃花村。成王身边有高手保护，暗卫不敢跟太近，怕被发现，但可以确定是桃花村后山上的私兵和成王有关系。成王善于结交，性格八面玲珑，直率爽朗，因此他背后也有人支持。但比起身为帝后嫡子骆廷义和有一个实权的外祖父的肃王来说，他的赢面不是很大。不曾料到成王竟然一声不吭地在桃花村后山养了私兵。秋野，把成王暗中养私兵一事透露给肃王和骆廷义。是。王爷，灵王把你腿伤一事真相透露给你，您要如何做？既然骆廷义把这件事告诉了本王，那本王自然要去找皇兄质问一番了。19弟，你见朕有何事禀报啊？臣弟昨日得到了一条消息，想来问一问皇兄。哈哈，19弟啊，什么事儿啊？亲自进宫来问朕？臣弟派人去请了母后，等母后来了，臣弟再说吧。察觉到骆宽景语气中的冷漠，皇帝脸上的笑意瞬间淡了下去，方才还柔和的眉眼骤然收紧。不多时，太后来了，一进勤政殿，他就察觉到殿内气氛有些不对劲。景儿啊，什么事啊，非得让哀家这把老骨头来勤政殿啊？母后，儿臣前几日得到了一条消息，儿臣有件事想问一问母后，还请母后如实告知。骆宽景平常对太后一直都是尊重孝顺的，这还是第一次用这般冷漠的语气跟他说话。太后一时之间愣住了神。19弟，放肆！你怎么跟母后说话的？母后，这么多年，您装得不累吗？景儿，你说什么？母后，儿臣想问问您，儿臣的亲生母亲当真是难产大出血而亡吗？景儿啊，你在说什么呀？你的生母怀着你的时候被先皇的嫔妃暗害，提前生产。女人生孩子就如同在鬼门关里走一趟，她又是早产，太医呀，实在是没办法。19弟，你是怀疑淑妃的死是母后做的？绝对不可能。母后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外人不清楚，你自己也不清楚吗？若不是母后和朕，你一个幼子如何在皇宫里安全长大？景儿啊，你就是这么想哀家的吗？你宁愿相信外人说的，也不愿意相信哀家的话。哼，母后，镇国安邦，定鼎乾坤，这8个字，您还记得吗？太后闻言，脸色唰的一下白了，皇帝也跟着皱了皱眉，神色沉凝地看着骆宽景。因为一则预言，儿臣的生母便得不到救治，就这么死了。母后，沈家的计划，您当真不知道吗？这么多年过去，您对儿臣这般照拂，究竟是愧疚居多，还是怕儿臣查出真相，先稳住儿臣呢？杏儿，你胡说什么呢？哀家不知道。沈家是您的娘家，您现在跟儿臣说不懂。母后，儿臣没有这么好骗。景儿，不论你信与不信，哀家一开始确实是不知道沈家的计划。淑妃被宫妃陷害，提前生产那天，沈家把哀家骗去了大光阴寺。等哀家知道后，赶回宫时，
先皇也已经回宫了，哀家阻止不了先皇啊。那时的太后只是一个妃嫔，她又怎敢忤逆先皇，反抗先皇？她只能争取把洛宽景养在自己膝下。好在先皇知道她和淑妃关系好，就让她养着洛宽景。母后，儿臣要给自己生母报仇，您会阻拦吗？19弟，沈家的人都是母后的母族至亲，你要动沈家，这不是明摆着要掏母后的心窝子吗？可淑妃是臣弟的生母，为母报仇天经地义。当年沈家为了稳固权势，借预言构陷淑妃，断了她的生路。今日这话，既是问母后，也是告知皇兄，沈家欠淑妃的，欠儿臣的，必须还。19弟，沈家人是母后的族人，你这么做是要与朕和母后分心吗？哼，若不是沈家构陷，臣弟的生母怎会含冤而死？罢了，既然你执意如此，哀家也不阻拦。哀家只求你，看在哀家养育你这么多年的份上，给沈家留一条血脉。母后，您也要放任19弟胡来？到底是沈家对不住淑妃呀。可当年若不是沈家收养淑妃……这话刚说出口，皇帝就后悔了，他怎么就被气糊涂了？说这种话，这不是火上浇油吗？皇兄，臣弟问母后的问题问完了，现在想来问问您。龙椅上的皇帝心头一紧，眉心猛地跳了跳，直觉告诉他，接下来的话绝不会是什么好听的话。皇兄，10几年前我双腿中毒被废，您参与进来了吗？放肆！19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臣弟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年军中出现叛徒，臣弟双腿中了毒，若不是有随行大夫在，把毒素控制在了双腿当中，臣弟便已经是个死人了。至今臣弟腿中毒素未曾解开，只能日复一日地坐在轮椅上面。皇兄，臣弟今日不问别的，只想要一个实话，当年臣弟中毒一事跟您有没有关系？荒谬，简直是荒谬！朕怎么可能对你下毒？朕若是对你下毒，你早就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可臣弟却得到消息，皇兄因为嫉妒臣弟，害怕臣弟会抢了您的皇位，所以趁着臣弟打了胜仗后，借机杀了臣弟。是谁？哪个胆大包天的竟敢污蔑朕？朕要诛他9族！臣弟不知，是有人利用乞丐把消息送进秦王府。景儿，送这则消息给你的人实在是不安好心啊！你莫要被他给骗了，你皇兄绝对不可能对你下毒。母后说的对，19弟，是有人故意来挑拨你和朕之间的关系，朕会命人去查。皇兄，臣弟可以相信你吗？19弟，你3岁那年，朕娶了先皇后外出时遇到刺客，先皇后怀着孕，为朕挡了致命的一箭，提前生下太子。太子早产，从小身体就不好。那时，朕和其他皇子斗争，太子又是朕唯一的儿子，他们便将太子当成朕的软肋，对太子动手。你为了保护太子，差点被废了一只胳膊。朕还记得，你那时才5岁吧？事后朕问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地保护太子，你说，朕保护你，你保护太子。
太子从那之后就非常的黏你，连朕这个亲生父亲都比不过你。你与太子对朕而言都很重要。19弟，不管你信不信朕，朕可以跟你保证，朕从未给你下过毒。景儿，莫要受到外人的挑拨啊！臣弟相信皇兄。你放心，朕会派人去查到底是谁故意把这个消息送到秦王府。好，臣弟相信皇兄。洛宽景又重复了这么一句，片刻后他离开了勤政殿。皇帝，你如实告诉哀家，你当真没有给景儿下毒吗？母后，19弟不信朕，你也不信朕吗？朕真的没有对19弟下毒。若是朕真的要杀19弟，这么多年了，朕有无数个机会可以不声不响地杀死他，何必费那么大心思派人去边境给他下毒？先皇把暗卫营交给景儿，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母后，朕知道你在想什么。历朝历代暗卫营都由皇帝掌控，可是到了朕这儿，先皇却把暗卫营交给了19弟，无非是不认可朕。朕心里清楚，先皇曾属意继位的皇子是19弟，是19弟他自己拒绝了。因为先皇不满意朕，所以他把暗卫营交给了19弟，目的是让19弟在朕的皇子当中选择一位他满意的储君。太后一愣，原来皇帝他什么都清楚明白。朕无所谓暗卫营的归属，因为朕相信19弟的品性。暗卫营他终究会交出来给朕的儿子，不管是哪个皇子，只要是朕的血脉，这就够了。景儿选择了谁？太子。不，或者说他选择的是太孙。那你呢？你是怎么想的？不论19弟选谁，总归都是朕的血脉，朕自然不会反对。不过臣儿太过年幼，太子又病重，朕其他几个皇子都长大了，有了野心，19弟怕是要头疼很久了。朕不会插手他们之间的事。若是19弟输了，没有保护好臣儿的话，那朕就该要好好的考虑考虑了。镇北王想要杀洛烟，是因为你。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魏神医一直在给你医治腿的消息，他觉得你的腿已经好了，能站起来，他在逼你现身。我原先以为镇北王要杀我的原因是因为洛廷义和裴梦婉，没想到是因为父王你呀。可是明明哥哥才是秦王府世子，杀哥哥比杀我有用多了。对啊，我才是秦王府的世子，镇北王为何不对我动手，偏偏针对洛烟呢？可能是我太优秀了，所以招了镇北王的嫉妒，这才想要杀我灭口。镇北王的事先放在一边，本王查到桃花村后山的私兵是陈王的，本王已经把消息传给洛廷义和肃王，暗中圈养私兵一事是大罪，他们不会不抓住这个机会，陈王逃不了了。洛州，你明日去尚书房，下学后你跟着太孙去一趟东宫，把魏神医制作的药给太子，此药由圣果的血所制作，3天服用一次，但只能保他3年寿命。你如实告诉太子，吃与不吃全在他自己。还有，一定要保护好太孙，这是最重要的。好，我知道了。那我呢？父王，我有什么任务吗？暂时不需要你做什么，这段时间京城会很乱，莫要外出。好。那好吧。你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
以后我每天从上书房回来之后，抽出半个时辰时间和你比武。我能拒绝吗？不能。王德福，林王府裴侧妃怀孕几个月了？回陛下，有6个月了。6个月？苏家全族被斩首，林王的那个苏侧妃想必心中十分伤心。伤心之下做出不可挽回的事，也是很正常的吧。王公公闻言心里咯噔一下，额角的冷汗顺着沟壑往下淌。去吧，朕不想看到这个胎儿出事。是，老奴知晓。自从苏家满门被斩首之后，苏沁嚣张跋扈的性格似乎变了，变得沉稳了一些。侧妃，您瞧他那副样子，好像这府里已经是他的天下了。您与他都是侧妃，不过是有了身孕罢了。这眼神真是欺人太甚。王爷日日都陪着他，不仅是您，连王妃都被冷落了。王府里的下人们都是会见风使舵的。王妃到底是正妃，执掌王府中馈，下人们不敢对王妃不恭敬，可对您却敷衍至极。这个月的份例盐也短了30%，管事说是库房周转不开，可前儿奴婢亲眼见着给正院送了2匹江南新贡的云锦。夏天送来的冰块每次都会少很多，您每天都省着用，夜里被热得睡不着。那些人倒好，转头就把好冰送到了裴侧妃院里，说是给她安胎用。侧妃，夏天还好，忍忍就过去了，可到了冬天，若是没有炭火取暖，是真的难过呀。奴婢们是个贱命，冻着饿着都能扛，可侧妃您自小锦衣玉食，如何能受得住啊？前儿听管事房议论，说今年炭火要先紧着正院和有身孕的裴侧妃，咱们院里怕是只能分到一些碎炭渣子。哼，是啊，一个是正妃，背后有许家，一个是怀着身孕，背后有裴家，还有王爷的宠爱。可我有什么呢？苏家已经没了，皇后姑母被关在皇宫里，自身都难保。王爷不喜欢我，甚至从未与我洞房过，日日去那个贱人屋里，不就是怀着身孕，有什么可高傲的？我看他哪天孩子没了，还怎么生气？话音落下，苏沁猛地一顿，他盯着裴梦婉的背影，那只护着肚子的手像根刺，扎得他眼睛发疼，脑海里忽然浮现一抹恶毒的计划。采菊见苏沁眼神阴鸷地盯着裴梦婉的肚子，垂下眼眸，没再开口。傍晚，苏沁吩咐采菊出府去买滑胎药，采菊装模作样地劝了几句，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点头出府。但是他并没有去医馆里买滑胎药，而是去见了一个男人。3日后，我要看到结果。我按照你说的，真的能活下来吗？被王爷发现了，我会死的。皮肉苦，自然会吃一些，但我可以保证你死不了。好，如果你们不按照约定救下我，临死之前我一定会反水。放心，离王府里有我们的人。依照苏沁那让人看了一眼就觉得头疼的计划，自然不可能成功让裴梦婉下滑胎药。他每天吃进嘴里的食物都有丫鬟提前试毒，但他依旧成功了。我的肚子，我的肚子好疼啊！来人，快来人去请太医！侧妃，血！裴梦婉听到小夏的话，低头看了看，在看到身下的血后，眼前猛地一黑，直直地晕了过去。裴梦婉的孩子没了。王爷，孩子没保住，是个成型的男胎，6个多月了，手脚都长全了。
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他还会动呢，今早还踢了我的。怎么回事，吴太医？侧妃好好的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你不是说侧妃这一胎很健康吗？王爷，裴侧妃的胎儿确实很健康，但她吃下了滑胎药，臣也没有办法。滑胎药？管家，去给本王查，本王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林王府害本王的孩儿。是，王爷。1个时辰后，王爷，老奴查到了。是谁？滑胎药到底是谁下的？是苏侧妃院里的采菊。那老奴在他房中搜出了这个，是藏红花和麝香的碎末，与吴太医从裴侧妃药渣里验出的成分一模一样。采菊，去把苏侧妃和采菊给本王叫过来。是啊。片刻后，苏沁带着神色有些惊慌的采菊来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事情已经败露。王爷，您莫要伤心，您还年轻，日后还会有孩子的。苏沁，本王待你不薄，你为何要杀了本王的孩子？许念刚从娘家回来，就听到裴梦婉流产的消息，立马赶了过来。刚到婉竹院，就听到这句话，他眸光一闪，诧异地看向苏沁。苏沁这个蠢货竟然有胆子去害裴梦婉腹中的孩子，不仅如此，他还成功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王爷，您在说什么？妾身听不懂。管家，把采菊拖下去严刑拷打。王爷，采菊是妾身的贴身丫鬟，您不能这么做。拖下去！侧妃，救救奴婢，救救奴婢！苏沁脸色白了白，王爷不顾他的颜面，要对采菊严刑拷打，难道是查出了什么吗？采菊是他的贴身丫鬟，应该不会背叛他。苏沁只能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不一会儿，屋外传来采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苏沁本就白的脸色更白了。采菊姑娘，你就跟王爷招了吧，或许王爷会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饶你一命。哎呀，活着才能有希望，不是吗？我招。采菊姑娘是个识趣的。王爷，奴婢招是苏侧妃娘娘让奴婢去买滑胎药，也是苏侧妃让奴婢把药下给裴侧妃。你胡说！王爷，采菊这是胡说，妾身根本没有吩咐她做这种事，她这是污蔑，一定是受人指使来陷害妾身。采菊，我待你不薄，你为何凭空捏造罪名害我？是不是有人逼你？还是你收了谁的好处，要天顶罪嫁祸于我？奴婢没有撒谎，是侧妃您说的，裴侧妃仗着身孕欺辱您，您嫉妒裴侧妃，要钱还是您给奴婢的碎银。闭嘴，死丫头，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何时跟你说我嫉妒裴侧妃了？王爷，您要相信妾身，妾身绝对没有做过此事啊！骆廷一在上首，目光冰冷地看着苏沁，他没有说话，可周身散发的冷意也让整个厅堂的空气都冻住了。王爷，妾身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苏沁，本王念在外祖母和母后的面子上，会给你留下一条性命。从今往后，没有本王的允许，不得外出一步。这个侧妃的位置你也担当不得，就贬为贱妾吧。王爷，滑胎药不是妾身买的，真的不是妾身买的，您要相信妾身啊！
管家，把苏沁带下去关起来，没有本王的吩咐，不得任何人进去。是啊，王爷。裴梦婉流产的消息没有瞒住，很快就传到了秦王府。流产了？怎么会呢？君主，清远侯府传来消息，清远侯夫人去世了。洛烟面色一正，很快反应过来，靖远侯想必也是得到了裴梦婉流产的消息，所以干脆让靖远侯夫人暴毙。走吧，我们去找母妃和大嫂。一连7日，裴淑玉都要早起去靖远侯府。这几天裴梦婉都没有出现，大家都知道她小产了，所以不出现也能理解。等到靖远侯夫人下葬的那日，裴梦婉终于出现了。裴淑玉，看我这么惨，你很得意是吗？裴淑玉拧眉，觉得裴梦婉很是莫名其妙，她没说话，想转身离开。你别装了，母亲走了，我好不容易盼过来的孩子也没了，你心里是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裴梦婉，母亲离世我也很伤心，虽然她总是偏心你这个养女，但总归是我的亲生母亲。至于你的孩子没了，这又跟我有何关系？是我让你小产的吗？裴梦婉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来反驳的话。裴淑也懒得再看他一眼，转身离开。瑟妃，您的身体还未好，我们回去吧。不，我不回去。今日是母亲下葬的日子，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可是裴家的祖坟在京外，来回要走2个时辰的路，您刚小产没多久，身子这样虚，路上肯定会受不住的。还有郡主，他年纪还小，也会受不住的。我和童儿不跟着他们一块去祖坟了，就在侯府里等着。小夏，今日洛烟和洛昭是不是也来了？是，刚刚奴婢远远的看到他们了。杀了他们。瑟妃，洛昭世子和常年郡主身边有人保护，奴婢如何动手啊？小夏，你跟着我也有10年了，想一想你病重的娘，还有在王府里做事的哥嫂，还有刚出生没多久的侄儿啊！只要这件事情你做好了，我会放了他们的卖身契，还会给他们一笔银子，让他们下半辈子都衣食无忧。反之，若是你没有成功，或者暴露了身份。后面的话裴梦婉没有说，小夏却已然听懂了。瑟妃，奴婢。小夏，你要辜负我的期望了吗？看着裴梦婉阴沉的脸色，小夏张了张嘴，横竖都是一死，不如答应侧妃，起码不会连累自己的家人。母妃，把鼓给我吧。童儿，你别捣乱。母妃，小夏只是一个小丫鬟，接近不了洛昭和洛烟，但我可以，我有办法接近他们，把鼓神不知鬼不觉地下在他们身上。裴梦婉还是不同意，她已经小产了，春江村女大夫说她也没有办法了，她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孕，所以童儿绝对不能有事。洛童见裴梦婉一直不同意，上前一把将装有蛊虫的盒子给抢走。母妃放心好了，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废物！小夏捂着脸低着头，默默地承受着裴梦婉的怒火。洛烟，别喂鱼了，洛童朝我们走过来了。洛烟一愣，抬头四处看了看，果然看到了洛童正朝他们走过来。洛烟，外祖母去世了，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喂鱼？是啊，外祖母去世了，这7天里我每天都来给外祖母烧纸，直到深夜才回到王府。可这几天我怎么没有看到你这个大孝孙女呢？我母妃小产，我自然要在府里照顾我母妃。是吗？难道灵王府破产了？一个丫鬟都养不起了，需要你堂堂一个郡主整日整夜的去照顾？
我身为我母妃的亲女儿，亲力亲为照顾她怎么了？要你多嘴，你还知道多嘴这2个字的意思啊？我在这里喂鱼，要你多嘴，咸吃萝卜淡操心，赶紧滚吧，别在我这里碍我的眼，真是看你一眼就头疼。洛烟，洛昭在一旁听得嘴角大大的扬起，在吵架这方面啊，他还真没看洛烟输过。哎，你爹在这呢，别叫了。洛彤气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胸口剧烈起伏，攥紧手心，指甲几乎掐进肉里。他大步上前，似乎要跟洛烟动手。风里本要上前把烦人的洛彤给拎走，但却被洛烟拦住。若是刚刚他没有看错的话，洛彤手心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洛烟眯起眼睛，在洛彤的手即将要碰到自己的时候一把抓住，而后迅速把他手心的盒子给抢了过来。那是我的东西，你还给我！哟吼，这什么东西啊，洛彤？不会是什么毒药吧？你不介意我打开来看看吧？洛烟，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你确定这个盒子真的是你的吗？是我的又怎样？洛烟，你还是这么讨人厌。你母妃抢了我母妃的地位，你哥哥害得我哥哥瞎了一只眼睛，你现在又来抢我的东西，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你就是个下贱皮子，没人爱的贱人！洛昭眼神一冷，拿起腰间挂着的玉佩，忽而朝洛彤的方向扔了过去。玉佩准确无误地砸在了洛彤腿上，他吃痛的大叫一声，下一瞬跌倒在地。哎，郡主，你没事吧？我的腿好疼啊！哼，嘴巴最好放干净点，我可从没说过我不打女人。洛烟本不耐烦的心在看到洛昭替他出头了，瞬间好多了。他把玩着手中的盒子，趁着洛彤在吃痛大叫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打开。他已经被红宝儿咬了一口，日后蛊虫都进不了他的身，所以并不怕。但看到盒子里这个黑乎乎的蛊虫时，眼里还是闪过一抹嫌弃。咦，真丑，一点也没有红宝儿好看。给你，你的东西送给我都不要，我还怕有毒呢。洛彤顾不上腿上的疼，连忙把盒子给接了过来，但下一秒，不知为何本该紧闭的盒子突然被打开了，紧接着一只黑色小虫子爬了出来，不等洛彤反应，竟直直地钻进了他摊开的手心里。郡主，虫子，那只虫子钻进你的手里了！洛彤猛地抬头，看见春杏脸色惨白，指着他的掌心，眼神里满是惊恐。他慌忙摊开手，没了，虫子没了。他猛地打了个寒噤，所以蛊虫钻进他的身体。意识到这一点，洛彤眼前一阵发黑，两眼一翻，直接晕倒在地。快来人，郡主晕倒了！凉亭周围还有一些侯府的丫鬟，听到春杏的话，不敢耽误，快速放下手中的活，却把洛彤扶起来离开。你给洛彤下蛊，就不怕事后被黄伯伯责罚？谁说是我给他下蛊了？那明明是他的东西，他都亲口承认了，怎么会是我给他下蛊呢？真实情况明明是他不怀好意对我下蛊，然后自己自食恶果罢了。看来洛彤要倒霉了。洛烟嘴角轻轻撇了撇，抬抬手把吴寒叫了出来。你回去告诉父王这里发生的事，让父王早点做准备。是，郡主。这边裴梦婉在听到洛彤晕倒的消息后，心中就有了一股不太好的预感。在听到春杏说一只黑色的虫子钻进洛彤的手心后，身体猛地一僵，浑身的血液瞬间往头顶涌。好痛啊！我的头啊！靖远侯听闻裴梦婉和洛彤都晕倒了，心里一阵厌烦。晕倒了找我干什么？去找大夫。另外派个人去灵王府，让灵王把他们母女两个都接回去。是。裴梦婉很快就转醒，她顾不上刚醒来的眩晕，跌跌撞撞地朝着洛彤的卧房扑去。肉眼的景象让她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母妃，我好疼啊！父王，
裴梦婉踉跄着后退，她在黑市买的都是最致命的蛊虫，尤其是今日拿出来的蛊，一旦入体便会啃噬五脏六腑，2个时辰内若是解不开就会彻底死亡。他不让骆童出手，就是怕他毛毛躁躁不小心把自己害了。可现在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大夫早就已经来了，看了眼骆童的情况就摇摇头离开了，让他们另请高明。童儿，我的童儿啊！骆童已经听不清声音了，也看不到了，他只觉得全身都痛，他好想就这么死了，可他痛得连死都死不掉。小夏已经问过了春兴事情所有经过，他上前在裴梦婉耳边低语几声：洛烟。皇宫养心殿，洛烟都不记得是第几次来养心殿的，不过这一回他是跪着的，因为骆童没救回来，他死了。洛烟，你可知罪？回黄伯伯的话，我没罪。洛烟，你给童儿下蛊，导致他身亡，是府里下人亲眼所见，你还敢狡辩？父皇，洛烟心肠歹毒，童儿是儿臣嫡女，是您和母后亲孙女，求父皇为儿臣做主，还童儿一个公道。父王，因为亲王妃的身份，洛言一直对儿臣、对童儿心有芥蒂，时常寻衅刁难，如今更是残害童儿的性命啊！胡言乱语，嫣嫣从未主动招惹过你们，每一次都是骆童主动来招惹嫣嫣，这一次也是如此。骆童主动去找嫣嫣，更是侯府众多丫鬟小厮亲眼所见，嫣嫣绝对不会给骆童下蛊。亲王妃，童儿只是在侯府随便走走，深宅大院里，他怎么就知道洛言在哪里？只不过是碰巧遇到的罢了。可怜我的女儿，好端端的进中了蛊，再搭上疼的打滚，最后七窍流血，痛苦而死啊！这冤屈，谁能替他伸啊？父皇，童儿是您第一个孙女，她小的时候，您也是抱过她，夸过她的。皇祖母，孙儿不求别的，只想恳求您秉公处理，还童儿一个公道。嫣嫣啊，童儿身上的蛊，当真是你下的吗？皇祖母，不是我。第一，你胡说！侯府里的丫鬟都能作证，你还狡辩什么？哀家是在问嫣嫣，你插什么话呀？堂堂侧妃却这般的不懂规矩，哀家看在你失去女儿的份上，不与你计较，退下。我再次声明一下，骆童身上的蛊不是我下的。第一，我和我哥从今日去侯府后，就一直待在池塘边，没有离开过。外祖母过世这7天，我和哥哥每天都跟着母妃来侯府给外祖母烧纸。在这期间，骆童从未来过侯府给外祖母烧纸。我也并不知道今日外祖母下葬，骆童会来。我与骆童还是上回在云家见面的，那天是云之岁的生日，之后我和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嘛，虽然不喜欢骆童，但也不至于要杀了他，更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给他下蛊杀了他。请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傻子。第二，是骆童主动来找我和哥哥，这一点侯府里的所有下人都清楚地看到了。他一见到我就怒气冲冲地质问我，外祖母过世了，还有心情在喂鱼。我反驳他，这7天里他都没有来侯府给外祖母烧过一张纸，凭什么来质问我？是他挑衅我在先，我反驳回去也很正常吧。
第3，骆童吵不过我就气急败坏的上前来打我，那我不能站着不动让他打吧，我自然是要反抗的。我抓住了他的手，看到了他手掌心有一个巴掌大的盒子，就把盒子给抢了过来。骆童看到我把盒子给抢走，他就开始着急啦，让我把盒子还给他。我反复问了骆童多次，这个盒子是不是他的，他都点了头，说就是他的。这一点周围的丫鬟都可以作证，骆童的丫鬟春杏也可以证明我没有说谎。黄伯伯、黄祖母，由此可见是骆童起了歹心，要对我下蛊。我把装着蛊虫的盒子抢过来，他就开始着急了，怕被我发现，就一直辱骂我。我哥哥看不过去，就小小教训了他一下。我看他实在可怜，想着好歹也是皇家郡主，与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把盒子扔给他。谁知道这盒子里面会跑出来一只蛊虫啊？其实我很好奇，骆童从哪里得到的蛊虫？裴侧妃，这个蛊虫是不是你给骆童的呢？胡说八道，我手里怎么会有蛊虫这种东西？蛊虫分明是你的，谁不知道你与苗疆少主关系很好？蛊虫一定是他给你的。苗疆少主是来大周抓叛徒司简的，为的就是怕司简把蛊虫卖给大周朝的人。苗疆与大周友好，他怎么会把有毒的蛊虫送给我们呢？你这么说的意思是，我秦王府私下与苗疆有来往？那我也可以说，你灵王府把司简藏了起来，在他手中卖了很多蛊虫。因为苗疆少主来到大周，怕被发现，所以把他杀了，交了出去。荒谬，简直是荒谬！我林王府怎么可能把司简藏起来？真有意思呀！你林王府不可能把司简藏起来，所以秦王府就有可能和苗疆少主私下有来往。好话坏话都被你们给说了，怎么？只要我们不按照你们说的来，就是错的。洛昭，你不要强词夺理。没有人看到司简在我林王府，可苗疆少主与你和洛烟走得近，却是所有人都看到的。黄伯伯、黄伯母，想要知道蛊虫到底是谁的，有一种办法可以更快的查到。哦，什么办法？搜灵王府和秦王府。灵王府着重搜裴侧妃的院子，秦王府就着重搜我和洛烟的院子吧。我同意哥哥说的。按照裴侧妃说的，苗疆少主给了我蛊虫的话，那肯定不只有一只，那就去搜吧。在谁的院子里搜到蛊虫，谁就是那个暗中圈养蛊虫、包藏祸心的人。裴梦婉脸色猛地一僵，不能去搜，他庄帘最底层的暗格里还藏着3只蛊虫没有用掉，本想对付许念和苏沁，可苗疆少主突然来到大周，他又怀了身孕，就一直没有动手。王爷，不能搜啊！洛廷义拧着眉，洛昭既然敢这么说，那就说明蛊虫跟他们没有关系。可童儿手里哪里来的蛊虫呢？察觉到裴梦婉的动作，他偏头看着他。夫妻多年，他自然是读懂了他的眼神。他心里异常的震惊，蛊虫竟然跟阿婉有关系。蛊虫是阿婉给童儿的。父皇，突然派人搜查2个王府，怕是不妥，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贸然搜查2个王府确实不妥，只不过你们双方各有各的说法，一方说蛊虫是林王府的，一方说蛊虫是秦王府的，却个个都没有证据，这可叫朕如何是好啊？母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哀家觉得妍妍说的有理有据，苗疆少主来大周朝是来抓叛徒的，不是来与我大周朝为敌的，怎会把有毒的蛊虫给妍妍呢？若是出了事儿，苗疆也逃脱不了责任。皇帝点头，转头望着洛廷义和裴梦婉。苗疆少主着急回苗疆，
但又害怕司简把蛊虫卖给了大周一些大奸大恶之人，所以他教了太医院院正如何解蛊。苗疆少主说，只要用他教的办法，哪怕是再厉害的蛊，中蛊之人也能保住半个月的命。半个月时间，把中蛊之人送到苗疆时间也差不多够了。如此一来，谁还能说苗疆对大周有敌意呢？裴梦婉愣住了，他没想到苗疆少主在离开前还教了太医院院正解蛊的法子，也就是说，他的童儿原本是有救的。童儿，童儿！父皇，既然有这事，你为何不说？你这是在质问朕？儿臣不敢。不敢？哼，朕看你敢得很。朕不对外说，自然有朕的道理。司简虽死，但他在黑市卖出了很多蛊虫，那些蛊虫一日未找出来，一日都是祸害。若京中突然有人中蛊，大夫察觉不出来，自然会来请太医。太医院武院正自然会出手给他解蛊，品阶不够革请太医的臣子，朕也派了人密切关注。至今为止，武院正已经救下了3人，从被救下来的3人口中得知给他下蛊之人，那些人已经顺利抓捕，又顺藤摸瓜查到了很多私下买蛊虫之人，其中便有你的侧妃裴梦婉。骆廷义和裴梦婉的脸色同时一变。骆廷义，朕对你很失望。父皇，你心中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却依旧把罪名安在洛烟的身上。父皇，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儿臣呵呵。若是裴梦婉在骆童中蛊的时候请了太医，骆童的命必定能够保住，可他却因为心虚，并没有请太医。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原来星星姐姐离开大周前还教了太医院院正解蛊的办法呀，所以黄伯伯是知道苗疆对大周是没有敌意的，星星姐姐也不可能把有毒的蛊虫给我，让我害人。陆烟动了动膝盖，这养心殿的地板也太硬了，这才跪了多久膝盖就疼了。陆宽景看到洛烟的小动作，眉心蹙了蹙，他看向皇帝。皇兄，既然真相已经明了，洛烟是否不用跪了？行了，你起来吧。谢谢黄伯伯。爷爷没事吧？膝盖疼不疼？我没事的，母妃，不过就是跪一跪，我皮糙肉厚的，一点都不疼。凭什么我的女儿死了，洛烟还好好的站在这里，甚至还能笑得出来？凭什么陛下和太后总是偏心秦王府？童儿的死换不来对洛烟的一丝一毫惩罚吗？怡儿，你的这个侧妃心肠狠毒，想要害人，却害死了自己女儿。童儿是皇家郡主，按照规矩，残害皇室血脉之人，当处以极刑，不时3日，以儆效尤。王爷，皇祖母，阿婉她终究是童儿和雨儿的生母，私下买蛊虫一事，确实是她做错了，但罪不至死，还请皇祖母饶了她一命。若是哀家执意要处死他呢，你要为了这个毒妇，违逆哀家，违逆皇家规矩。皇祖母，孙儿知道裴氏罪该万死，可她毕竟是童儿的生母啊，还有雨儿也需要母亲呢。雨儿的母亲是你的王妃，不是裴氏。童儿已经被他害死了，你还想看到雨儿也被他的愚蠢给害死吗？雨儿啊，你太让哀家失望了。
哪怕你恨哀家，哀家也绝对不会允许这个毒妇活着。哼，还没等到我出手，裴梦婉就自己把自己给做没了。太后口谕，裴梦婉这下子是死定了，就是不知道王爷对裴梦婉还有没有感情了，愿不愿意为了她忤逆太后？希望王爷不要犯傻。陈嬷嬷，把裴氏押下去，杖毙吧。是。王爷，我真的要死了吗？王爷，当真不救我了吗？父皇，皇祖母，儿臣恳求你们，能看在裴氏为儿臣生下2个孩子的份上，饶了裴氏一条命。玉儿不能失去生母，今后儿臣一定会管好她，把她关在王府里，绝对不会再让她乱来了。放肆！骆廷义，你身为大周皇子，怎能为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如此卑微？你简直太让朕失望了。父皇，他罪不至死。哈哈，罪不至死？呵呵，他用蛊虫害人，最后害死了朕的亲孙女儿，你的亲女儿。这样的毒妇，千刀万剐都不够。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裴氏，那就跟他一块儿去死好了。话音落下，殿内瞬间死寂。父皇，你说什么？王德福，传朕旨意，骆廷义纵容侧妃裴氏残害皇族血脉，失德失仪。即日起废除亲王身份，贬为庶人，与裴氏一同打入天牢，3日后问斩。大殿里的声音随着皇帝的这句话落下而消失，整个养心殿寂静无声。王德福跪在地上，额头冒着冷汗，一时之间有点不太敢吭声。这男女主要一起死了吗？这也太爽了吧！父皇要杀我，父皇当真要杀我？陛下当真如此绝情，不给我留下一条活路吗？求陛下开恩，王爷只是一时糊涂，被裴氏蛊惑，求陛下给王爷一个机会。朕再给你一次机会，放弃裴氏，你依旧还是朕的皇子，大周的临王。你若不放弃裴氏，那你就跟他一起去死吧。王爷，快跟陛下求饶啊！您只是被裴氏蛊惑了，您没有要忤逆陛下的。骆廷义抬眸望着皇帝满是冷漠的眼神，他只觉得浑身冰凉，双唇轻颤，却始终说不出来一句话。只要我现在承认自己被阿婉蛊惑，一时被猪油蒙了心，父皇就会放过我。可阿婉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啊，我答应了她，要一辈子对她好，一辈子只有她一个女人。我已经够对不起她了，难道还要眼睁睁地放弃她，看着她去死吗？王爷，您想想雨儿没了您的庇护，将来如何长大？想想母后如今还被关在9人宫，她一直在等您，您要理智，莫要因小失大。儿臣都听父皇的。裴梦婉偏头看着身旁的骆廷义，唇角勾起一抹自嘲般的笑，脸色苍白的近乎透明，眼里泛着一层雾蒙蒙的水汽。骆廷义察觉到裴梦婉的视线，双唇轻颤，不敢转头看他，终究是他对不起他，保护不了他。临王府侧妃裴氏心思恶毒，胆敢残害皇室血脉，罪大恶极，贬为庶人，即可起打入天牢，3日后午门问斩。王德福，把他拉下去。是，陛下。哥，我不是在做梦吧？裴梦婉真的要死了？哎，把你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稍微收敛一点，这里是养心殿，不是咱家。哎，太过激动了，差点忘记了这是养心殿。陛下，臣有急事要见您，您快让臣进去吧。骆昭蹙眉，这是萧都的声音，他怎么进宫了？
他看着瘫跪在地上的裴梦婉，忽然想到他的真实身份。哎呦，小世子，陛下正在和秦王殿下还有灵王殿下商议要事，您在偏殿稍等一会儿吧。你去跟陛下说，就说我的这件事情跟灵王有关，陛下自会见我。王德福一愣，见萧栋面容严肃，不像是胡搅蛮缠，犹豫一会儿，还是点了点头，进入殿内，在皇帝耳边低语几声。皇帝扫了一眼依旧跪在地上的骆廷义，眸心微转，让小杜进来吧。是，臣叩见陛下。起来吧，说说吧，你找朕有何紧要的事啊？哥，我忽然有了一股不太好的预感。我也有一股不太好的预感。陛下，您可知陈父王的先王妃？先王妃曾和父王生下一子，臣的长兄因为早产，身体孱弱，20多年前就去世了。父王前段时间送给臣一封信，信上说先王妃曾经诞下的其实是一对龙凤胎，男孩就是臣的长兄，女孩生下来就是一个死胎。父王就命人把女孩送出去，找个地方埋了。所以先王妃不仅是因为长兄离世才郁郁寡欢离世，也是因为太过思念刚出生就没了的长姐。这是你镇北王府的事，此时告诉朕是什么意思？父王的信上写了，早年以为死胎的女孩其实并没有死，她还活着，并且已经找到了她的下落。哦，找到了？这么多年过去都能找到，这也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可是臣不觉得是幸运的事儿。难不成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臣倒是希望他已经死了，可惜了他没死。陛下，臣也不卖关子了，父王写信告诉臣，灵王府侧妃裴氏就是当年先王妃错认成死胎的女儿。我竟然是镇北王，还也是先王妃之女。我不是什么农户的女儿，而是镇北王府嫡女。若萧杜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有镇北王庇护，我就不用死了。阿婉怎么会是镇北王的女儿？还是已是先王嫡女？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先王妃当年生的是龙凤胎？可若不是有把握，萧窦敢拿这件事来养心殿里跟皇帝说吗？欺君可是大罪啊！父王，怎么办啊？别急。洛烟眼睛一亮，父王说别急，意思是他有办法应对。皇兄，臣弟有话说。皇帝朝他颔首。萧世子，你可知欺君是大罪？我当然知道欺君是大罪，可这都是我父王告诉我的。我父王会欺君吗？皇兄，臣弟从来未听说过镇北王妃曾生下龙凤胎，若是怀了双胎，太医不可能检查不出来。皇兄可以问一问当年给怀孕的镇北王妃把脉过的太医。皇帝看向王德福，王德福立马点头，弯腰离开。哼，死老东西，也不看看秦王和皇帝是好糊弄的人吗？还龙凤胎，他还不如说裴梦婉是他私生女为好。不多时，王德福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医来了。皇太医，当年是你负责镇北王妃怀孕一事的？回陛下，是老臣。镇北王妃怀的是一个孩子还是2个孩子？是双胎。哼，皇太医，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回陛下，当年镇北王妃怀的确实是双胎，老臣不会诊断错误的。皇太医，欺君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镇北王府有军功，可将功补过，至少不会死。可你皇家满门却会因此失去性命。皇太医闻言，身体猛地一颤。秦王就这么认定我在说谎？你有没有说谎，你自己心里清楚。皇兄，臣弟不敢确定裴氏是否是镇北王的女儿，但臣弟可以敢肯定，
她绝对不会是镇北王的嫡女。镇北王为何会突然发现刚出生就是死胎的女儿还活着？为何突然发现灵王侧妃裴氏就是那个死胎？又为何在今日皇兄要处死裴氏的时候，萧度进宫跟皇兄说裴氏是镇北王府的嫡女？这一切会不会太过巧合了一些？镇北王妃20多年前就过世了，太医和丫鬟都会被收买，除了镇北王妃自己，无人再知真相。就算退一步来说，当年镇北王妃怀的当真是双胎，裴氏就真的是那个孩子吗？就是，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说裴梦婉是镇北王的嫡女。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可以说我是镇北王他爹呢。反正到时候收买几个丫鬟嬷嬷，就可以随便造谣了。长宁郡主，这话可不能乱说。你都可以在养心殿里乱说，凭什么我不可以乱说？若你非要说裴梦婉是镇北王的嫡女，那我是镇北王他爹。乖，叫一声爷爷来听一听。死丫头，我的拳头要硬了。好了，燕燕，别说了。皇帝还在呢，小祖宗可别说了。镇北王好歹也是个战功赫赫的王爷，这话若是传出去，可不得了了。洛烟双臂环胸，哼了一声，听从的点头，没再开口。该死的秦王，该死的洛烟，这是要把我往死路里逼呀！父皇，镇北王做事沉稳谨慎，若是没有查清楚，是不可能让萧世子来告诉您的。太后看着一脸沉思的皇帝，无论裴氏是否是镇北王府的嫡女，她私下买蛊害死皇家血脉一事都是真的，此罪可免，国罪难逃。这等心狠手辣之人，也不配成为皇孙的母亲。母后说的有理，既然镇北王说裴氏是他的嫡女，那就让镇北王亲自来跟朕说吧。王德福，把裴氏给朕押下去，关进大牢，没有朕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探望。是，陛下。皇帝这般忌惮镇北王，好不爽呀。皇宫外，洛烟伸手拦住即将要上马离开的萧度。你想干什么？在皇宫门口还敢给我下毒？7日后望月楼见。你若是不来，我就天天去你镇北王府给你下毒。撂下这句话，洛烟头也不回的离开。洛烟突然要跟我约着见面做什么？我刚刚出现可是救下了裴梦婉，他恐怕要恨死我了，怎么还想着跟我见面？难不成是想再给我下毒，让我在全京城里丢脸，报复回来？应该不至于吧。算了，想这么多做什么？等去了就知道了。回到秦王府，洛昭好奇地问洛烟：“你要见萧度做什么？把他打一顿出出气？”虽然我确实想这么做，但是现在不行。父王，我这里有一个好办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裴梦婉。裴淑一听到洛烟的话，眼神猛地一顿，有些愣愣地低头看着洛烟，说来听听。跟萧度合作，或者我去忽悠萧度，让他派人弄死裴梦婉。我认识萧度，我的意思是说，在我没有回京之前就认识萧度。洛宽景三人猛地转头，一同看向裴淑玉，眼里都是惊讶。裴淑玉望着三人如出一辙的眼神，咳嗽2声后，把他和萧度怎么遇到的解释了一遍。所以之前老奶奶跟他说的母妃在村里养了1年的男人就是萧度。那这么说来就解释通啦，为什么桃花村里的人都对萧度的存在闭口不谈？父王派人去查都查不到，因为他是镇北王府世子啊，村里的人都不敢得罪了他。洛昭没什么想法，只觉得萧度这人亦正亦邪，所以动机都不纯，不可以深交。但洛宽景的想法就多了，他看了一眼又一眼裴淑玉，在发现他的眼神异常单纯的时候，眼波流转，默默地收回视线，看向洛烟二人。过几日你去找萧度，若是他不愿合作就罢了，
好的，父王。好的，父王。长宁公主啊，我来了，可不要再给我下毒了，我也会生气的。恶心。本世子时间宝贵，郡主有什么话就快说吧。行，那我也不卖关子了。你的人你自己信得过吗？我的人自然是只听我一个人的话。那日在养心殿上，我从萧世子语气当中听出了你似乎并不喜欢裴梦婉，对吗？不喜欢。巧了不是，我秦王府也不喜欢。在靖远侯府的时候，他就多次针对我母妃。我母妃嫁给我父王，他还不死心，经常造谣我母妃，实在是可恨。萧世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一起弄死裴梦婉，扳倒洛廷义，怎么样？哼，郡主倒是敢说。裴梦婉可是我父王的嫡女，你也不怕我写信告诉我父王？裴梦婉是镇北王的嫡女？开什么玩笑？这话也就骗一骗不知情的普通人，可骗不了我秦王府，也骗不了黄伯伯。虽然我也不信，可这事儿是我父王亲自写信告诉我的。镇北王承认的，不代表就是事实。萧世子，你也不希望自己突然冒出来一个姐姐和姐夫吧？我确实不想多出来一个姐姐和姐夫，可这个姐姐和姐夫身份还挺不错的。日后我若是犯了什么事儿，他们还可以替我擦屁股。你都多大年纪啦，还没断奶呢，还想让别人给你擦屁股，害不害臊啊？洛昭坐在一旁，这种跟嘴皮子打交道的事儿还是交给妹妹来。但他没想到洛烟突然开口来了这么一句：郡主啊，你说话之前都不经过一遍脑子的吗？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早就知道了裴梦婉的真实身份，她不过是镇北王的私生女，还妄想成为嫡女，简直是痴人说梦。镇北王也真是不把你这个儿子当回事，敢让你在黄伯伯面前胡说八道，若是被黄伯伯知道了，一怒之下要杀了你，不知道远在边境的镇北王能不能闪现到京城来救你。你们是怎么知道裴梦婉真实身份的？你别管我们是怎么知道的，你只需要知道我们的手里有裴梦婉是镇北王私生女的证据就行了。萧世子，我和我哥哥现在坐在这里是诚心诚意的想要和你合作，若是你实在是不愿意，那我们就只有进宫告诉黄伯伯你和镇北王欺君行骗之事了。黄伯伯可不像我们这么好说话哦。既然长宁公主都这么说了，那我岂敢不应？说说吧，怎么合作？裴梦婉被关在大理寺的牢房里，黄伯伯下令不准任何人探望，但他每天还得吃饭。我这里有一种毒，需要萧世子把毒下在饭菜里。你们让我去给裴梦婉下毒？不行，我不同意。若是被我父王发现了，我肯定会受罚的。镇北王就你一个儿子，就算被发现了，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吧？顶多就是挨一顿打。我是挺讨厌裴梦婉和洛廷义的，也愿意跟你们合作，但我不会亲自动手。不过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你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汴州陵县下面的桃花村后山上有私兵。什么？私兵？你是怎么知道的？小声点，别被人听到了。你确定桃花村后山真的有私兵吗？谁的？成王。竟然是成王，他胆子这么大的吗？是啊，他胆子可大了。洛烟眼神暗了暗，父王跟他说了桃花村后山上的私兵是成王养的，可萧度为何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小郡主，你觉得我父王在外面有裴梦婉这个私生女，还有没有别的私生子呢？洛烟有些迟疑，这个吧还真不好说。镇北王都能不要脸和靖远侯夫人有2个孩子，或许还能和别的女人有孩子。今天突然冒出来一个姐姐，明天我可能就突然会有一个长兄了，我这个世子的位置还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啊。人生呢就是这么难。你的母亲好歹是镇北王府侧妃，王府后院里唯一的女主人，
就算镇北王真的有私生子，也越不过你的。难说啊。洛烟神色一顿。好了，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洛烟没有拦他，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洛昭在一旁望着妹妹皱着眉思索的模样，挠了挠脑袋，也没有打扰。我知道了，妹妹，你差点把我魂吓飞了。哥，我知道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啊？什么惊天大秘密？走，我们快回王府。洛烟一把将猛逼的洛昭给拽起来，马不停蹄地赶回王府去找洛宽景，可被告知他不在王府，1个时辰前就去了皇宫。父王怎么这个时候去了皇宫？洛烟，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呀？等父王回府了，我再一块告诉你们。洛昭也不急，反正迟早都要知道的，只不过他们一直在云深院等到深夜，都没有等到洛宽景回来。爷爷，夜深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明日再来找你们父王吧。行吧，我明日再来。诸位爱卿可有良策呀？陛下，边境有镇北王镇守，蛮夷部落也不过投机取巧，趁着我们大周放松警惕，才抢夺回一个城池。以镇北王的实力，想必很快就会把丢失的城池给抢夺回来。蒋大人说的有理。陛下，有镇北王在，丢失的城池一定会夺回来。皇帝听到这些话，非但没有高兴，眉头反而皱得越来越深。镇北王若是真的这个实力，蛮夷部落会攻破大周的一座城。秦王说的不错，镇北王一直镇守边境，边境城池丢失，他难逃其咎。传朕旨意，令镇北王竭尽全力夺回雁城，令派御史前往西北边境核查边军实情。旨意记下，殿内再无人敢多言。朝臣们陆陆续续离开，皇帝单独留下了洛宽景。19弟，这件事你怎么看？皇兄，您不觉得太巧了吗？前几日骆童中蛊身亡，您查出来是裴梦婉私下买蛊，刚要处死他，萧度突然出现，说她是镇北王府嫡女。这才过去没几日，边境城池突然失守，镇北王一直镇守边境，手中10万兵马。臣弟不信蛮夷部落真的有这般本事，在镇北王手中夺得一座城，除非镇北王是故意的。19弟，这话可不能乱说。皇兄，镇北王手握西北兵权10余年，雁城虽然只是一座小城，但也是在他眼皮子底下的。城里若无蛮夷部落的内应和镇北王故意放水，怎会破城如此之快？皇帝脸色阴晴不定，他刚刚不是没闪过这个念头，可若是镇北王通敌一旦坐实，西北边境防线便会崩塌。而且镇北王唯一的儿子还在京城，他怎么会通敌呢？不，谁说萧度就是镇北王唯一的儿子？他在西北边境多年，或许暗中生下了其他儿女，也不一定呢。也或许是臣弟猜错了，这些年蛮夷部落一直在边境小打小闹，镇北王或许是一时放松警惕，着了他们的道，所以雁城才会丢失。等再过2日，边境的消息就会传到京城，若是镇北王把雁城夺了回来，就证明臣弟确实是猜错了。那就等2日吧。父王，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说出来肯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哎呀，什么呀？快说吧，别卖关子了。我怀疑成王不是皇室血脉。此言一出，别说是洛昭和裴淑玉，就连洛宽景脸上的表情都变了变。爷爷，你是从哪儿得知的这个消息？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啊。有证据吗？我没有证据，我是从萧度的话中猜测的。萧度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他怕镇北王知道，但他说可以给我们帮助。他告诉我桃花村后山里藏着私兵，我问他私兵是谁的，他说是成王的。然后他又问我觉不觉得镇北王在外面有裴梦婉这个私生女，那还有没有别的私生子这句话。他说他怕镇北王突然冒出来一个私生子抢了他的世子之位。
我起初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还安慰他来着。他的生母虽然是个侧妃，但好歹也是镇北王府正儿八经的主子，就算真的有私生子，也抢不了他的位置。可惜他却跟我说了2个字，他说难说。洛宽景愣了一会儿神，紧接着就想明白了洛烟的意思。镇北王都能敢和靖远侯夫人苟且生下了裴策，又生下了裴梦婉，那么为什么就不敢和丽妃生下成王呢？这镇北王和丽妃胆子也太大了，他竟敢秽乱后宫。洛昭的这句话印证了裴淑玉的猜想，他嘴角抽搐一下，还真的是一个惊天大秘密啊！这个消息来得很及时，本王已经把成王养私兵一事透露给洛廷义和肃王，一旦私兵这件事暴露出去，成王不会有好果子吃，但陛下或许会看在他是皇子的份上饶他一命。不过成王的皇子身份若是存疑的话，那么……话音顿住，洛宽景没再往下说，但他们都知道他未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私兵之事最多让他被圈禁，失去夺嫡资格，不会丢掉性命，但身世之事却能让他万劫不复。废物，一群废物！殿下息怒！息怒！本王的1万私兵藏得如此隐秘，怎么会被人发现？是谁？是谁走漏了风声？殿下，我们查到似乎是灵王和肃王的人，最近在桃花村后山出现过，他们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灵王、肃王，立刻让那些私兵转移，把所有痕迹都抹干净。是，殿下。陛下。书房内，成王烦躁地踱来踱去，私兵是他最大的底牌，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现在底牌被人发现，他就像被剥光了衣服，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下，如何能不着急不恐慌？殿下，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你的意思是有内鬼？奴才不敢，只是我们的私兵藏在桃花村后山，那里极为隐秘，村民们也不可能会上山，就算上山也只是在外围，若非内部有人指引，外人绝无发现的可能。而且奴才觉得乞丐送来的信实在是太过巧合，就好像幕后有一只手在推动，让我们和灵王、肃王斗起来。去查，本王要知道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背叛本王。奴才遵命。殿下，宫里来人了，陛下宣宁即刻入宫。什么？成王的心猛地一沉，父皇深夜召见，这绝不是什么好事。难道灵王和肃王已经把证据呈上去了？知道了，备轿。殿下，此次入宫恐有凶险，您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父皇还念着父子之情，他们没有铁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成王深夜被皇帝宣进宫，很多大臣们都很好奇，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去皇宫里打探消息。等到第2日，一则消息把整个朝堂炸得人仰马翻。成王因结党营私，意图谋逆，被皇帝贬为庶人，下令圈禁于宗人府。一时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皇帝没来上早朝，让百官们回去。19弟，成王在桃花村后山上圈养私兵，那些私兵大概有1万人。什么？成王竟如此胆大包天？是朕的放纵造成了他的狂妄。如今这些私兵不见了踪迹，实为祸患呐。皇兄，但请吩咐。朕命令你领着锦衣卫协助肃王找到这些私兵，投降者不杀，反抗者格杀勿论。父皇，皇叔的腿不方便，不如还是让儿臣领着锦衣卫去查私兵下落。皇兄，肃王说的不错，
臣弟的腿确实不太方便，就让肃王领着锦衣卫去查私兵，早些找到，早些安心。既然19弟都同意了，那便这么办吧。是，儿臣定会快些找到些私兵。800里加急，镇北王大捷，郾城光复。朝堂上，骑士跪在大殿中央，把战场上的情况一一复述出来。原来是郾城知府早已被蛮夷部落重金收买，他在战前故意谎称府库空虚，动摇军心，逼迫守将弃城突围。他在城破时为蛮夷打开了西城门，所以郾城才会这么快被蛮夷部落攻打下来。卖国求荣，大周竟出现如此贪生怕死之辈，实在是该死。陛下息怒，此等国贼必须严惩不贷。臣请立刻下旨，将郾城知府杨辉及其党羽全部收监，彻查此案。陛下，我家王爷已经把杨辉给抓住了。王爷有奏，请陛下将杨辉交由他亲自处置。他要当着郾城所有的百姓和将士的面，将此贼千刀万剐，以慰亡魂。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说。陛下，镇北王大捷，光复郾城，此乃天大的喜事。杨辉卖国求荣，罪不容诛，也当严惩。只是这镇北王虽有大功，但他毕竟是在外领兵的异姓王啊。杨辉身为朝廷命官，即便罪该万死，也理应由三法司及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会审，明正典刑，以彰国法之威也。若镇北王私下处置，虽解气，但与法度不合，恐为天下人所诟病。说我大周朝廷竟要靠藩王私刑来维护正义。此言一出，大殿内再次安静下来。众臣皆是人精，瞬间便明白了刑部尚书的言外之意。皇帝脸色变幻不定，他看向刑部尚书的眼神复杂难明。这个老狐狸一句话就点到了问题的核心，他心中的怒火被这盆冷水浇下，开始变得冷静而审视。陛下，我家王爷在杨辉的书房之中，不仅发现他与蛮夷部落的通信，还发现了大量与京城的一个官员的书信来往。只是信上并没有写明他是什么身份。此言一出，百官们瞬间炸锅。他的意思是京中有人与杨辉一起卖国求荣，这怎么可能？王德福心里一惊，连忙走下去把骑士手中的信接过来，检查了一遍没有危险后才呈给皇帝。皇帝打开信，越看脸色越发的阴沉。放肆！百官们吓了一跳，立马跪了下去。传朕旨意，命镇北王即刻班师回朝。朕要亲自听他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个清楚。朝堂中发生的事儿，不出片刻就传到了秦王府。我们从洛星的口中得知，平阳王要杀我是因为镇北王，已知镇北王和平阳王关系甚好，显然已经达成了合作。我们从前猜测镇北王选择的皇子是洛廷义，因为裴梦婉是他的女儿。可洛星却说平阳王私底下和成王有联系，萧度又和我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就是在提醒我成王身世有异。成王的母妃出身并不高，背后没有多少人支持，他的实力看似并没有肃王和洛廷义的大，但是却能在黄伯伯眼皮子底下养了1万多的私兵，这很可怕。所以成王背后必定有实力强盛的人帮他。现在成王养私兵一事被暴露出去，被囚禁起来，可那1万个人却全部消失不见，就足以说明我的猜测是对的，他背后有人在帮他。是镇北王？对，我怀疑裴梦婉就是他放出来的烟雾弹。镇北王让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支持的是洛廷义，其实他真正支持的人是成王。不得不说，镇北王还真是好算计啊。他想搅浑皇室血脉，让自己儿子当皇帝。若是以后成王当真成了皇帝，事后这大周江山就要改写姓萧了。那1万个私兵，估摸着也是他派人接走的，也不知道藏在哪里了。
我总觉得燕城失守是镇北王一手策划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回京。他回京要干嘛？逼宫啊？仅仅凭借那1万多个私兵？燕城失守是镇北王一手策划的，他的目的是回京，那定然是有所图谋。逼宫或许在他策划范围之内，但绝对不是一个良策。他想要把京城这潭水给搅浑，暗中救下成王。逼宫应该是他最坏的打算。镇北王下了这么大的一盘棋回京，那就把他永远留在京城好了。镇北王可是个老狐狸啦，他既然设计回京，那肯定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明面上只能带1000个侍卫进京，但私底下带2000人、3000人都是有可能的。况且那1万多个私兵还不知道藏在哪里呢。若是把他给惹急了，直接攻破京城也是有可能的。京城的锦衣卫、御林军和禁军都不是吃素的，甚至还有距离京城不远的罗青山兵营里的2万人，他们也不是摆设。锦衣卫更擅长暗中侦机，正面战场并非所长。御林军和禁军久居京城，虽装备精良，但缺乏真正的血战经验，与镇北王手中的镇北军相比，不堪一击。至于罗青山上的2万精兵，是京城最强的后盾，一旦京城有事，他们会立刻来救援。不过我们能想到这2万精兵，镇北王怎么会想不到？对啊，镇北王肯定知道罗青山这2万精兵的。那你们说怎么办？洛烟看向洛宽景，说实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但这种关于权谋夺权一事，他还真的不是太懂。御林军和禁军是守，他们的职责是守住皇宫，保护陛下，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皇城半步，这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枷锁。锦衣卫是刺，他们的职责是侦查、暗杀，他们擅长在暗中行事，却无法真正组织成一支足以对抗正规军的力量，也无法与镇北军对抗。而这2万精兵是援，他们是京城最后的也是最强的屏障，一旦京城有事，他们会立马驰援。若是镇北王发现我们察觉到成王的身世，怎么也救不出成王。按照他的野心和这段时间以来的动作来看，一定会逼宫。若是逼宫，那么就必须先解决掉这2万个精兵。你的意思是，他会在罗青山与京城之间设伏？设伏只是最普通的打法，若本王是镇北王，会用更狠、更绝的手段。本王会让罗青山的2万大军全部动弹不得。什么意思啊？镇北王可以用重金收买罗青山的副将，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延误军机，甚至还可以在罗青山兵营的水源里下毒。下毒？好狠毒的法子，那可是整整2万个大周精兵啊！所以我们不能等镇北王回京，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如何主动出击啊？抢在镇北王回京之前，动手之前，把这盘棋彻底搅乱。王伯伯的旨意，快马加鞭到边境需要个5、6天时间。镇北王接到圣旨，押着雁城知府回京，路上应该不会走得太快。现在已经到了11月，天气寒冷，路上可能还会下雪，大概需要1个多月时间，镇北王才能到京城。那镇北王到京城，估摸着就要过年了。今年这个年可有意思喽。罗青山兵营主将是武宁侯云家，武宁侯世代执中军，不会被收买，但兵营里还有3个副将。3个副将，一个与年家有点关系，年家是灵王当的，一个家世清白，看起来老老实实的，另一个则是武宁侯的心腹。此事你们不用多管，本王会派人盯着罗青山，不会让镇北王把手插进罗青山。镇北王回京，明面上不会带太多人了，最关键的还是那1万私兵。肃王带着锦衣卫出京调查，
短时间内恐怕是查不到的。你们有什么想法吗？父王，你知道有句话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吗？桃花村后山上，你们后来去搜了没有？本王派了暗卫盯着桃花村后山，山上没有动静。那山上有没有什么暗道之类的呢？骆宽景面色一正，唇角抿直，他还真没有想过。1万多个私兵就这么消失不见，不知所踪，山下村民却一个都没有发现。会不会是他们在山上挖了个密室，他们一直都躲在密室里？你说的不无道理。在山上挖了一个可以供1万多人住的密道，可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呀。父王，你打算怎么做？骆宽景眉眼间满是冷淡，薄唇微微翘起，勾起一抹阴狠的笑。刚要开口，忽然看到洛烟和洛昭兄妹2人好奇地盯着自己的眼神，他神色猛地一顿，硬生生地把即将要说出来的话给咽了下去。现在我们也只是猜测，那些私兵到底还在不在山中，还需要去查。西北边境镇北王府，王爷，京城的诏书已经快要到西北了，一切都如王爷所料。当真是肃王查到桃花村后山上的私兵？是的，肃王带了证据去禀报的殿下。本王不信肃王有这般大的本事查到这件事。若肃王当真如此厉害，这些年又怎会被灵王压得抬不起头来？王爷的意思是，有人借着肃王的手，把山中私兵一事暴露出去。幸好本王早就让人在山中挖了密道，让他们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提前躲进密道里。虽然密道里的粮食只够他们吃3个月，不过3个月也够了。是谁借肃王之手暴露出私兵一事？王爷可有头绪？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有没有猜测到本王和成王之间的关系？他知不知道私兵与本王有关？知不知道本王不……话未说完，镇北王猛地一顿，眸色稍沉，没再开口。王爷，京城里有世子在，不若传信给世子，让世子去查。不必，小杜实在是不堪大用，整日只知道吃喝玩乐。若不是他同胞兄长废了，王府世子的位置也轮不到他。王爷，世子少年习性，虽爱玩乐了一些，但还是很听您的话的。不必为他说话，他与他兄长都是个废物，不过是因为镇北王府需要世子，本王才把他找到。齐正心中一凛，低下头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心中不免有些可怜萧杜。远在京城的萧杜猛地打了个喷嚏，想到刚刚听到的消息，眸色沉沉。真是没想到老头子竟然设计回京，他当真是不怕自己的野心被暴露出去，自己再也出不去京城了吗？世子，大理寺暗探传来消息，裴梦婉死了。死了？怎么死的？听说是被蛇吓死的。什么？被蛇吓死的？这也太搞笑了吧！这世上竟然有人能被蛇给吓死啊！大理寺的仵作验室没有发现裴梦婉身体中毒，身上也没有外伤，只是在他的牢房里看到一条蛇，不过那条蛇没有毒，所以大理寺的人猜测他是被蛇吓死的。也不知道我那好父王知道了裴梦婉这个死法会是什么表情。洛言，我听说了，裴梦婉怎么被蛇给吓死了？你和父王做了什么吗？也没什么，就是问魏神医要了一点毒药。魏神医说这种毒药世上罕见，吃进肚子里后会陷入梦魇，梦到他心中最恐怖的事情。所以他不是被蛇吓死的，他是被自己的梦吓死的。魏神医出马，就是太医和仵作都查不出来他中毒。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奇葩的毒药！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哥，你 out 了。什么东西啊？什么奥特？裴梦婉死了，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洛廷义了？唉，洛廷义是黄伯伯的皇子，他没那么容易死。成王养私兵都死不了，只是被囚禁而已。只要洛廷义自己不作死逼宫，是死不了的。哼，迟早把他大卸八块。哎呀，不急，迟早的事。林王府，洛廷义在听到裴梦婉被蛇吓死的消息时，已经是深夜。他没有发疯，也没有愤怒，就这么静静地站在窗边，一动不动，仿佛已经与窗外的夜色融为一体。木青，属下在。你说，一个人的心会疼吗？莫青怔住了，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他受过无数次伤，刀伤、剑伤、毒伤，每一种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但心会疼吗？他不知道。木青，去大理寺把阿婉的尸身抬回来。王爷，大理寺会同意吗？阿婉已死，大理寺还留着他的尸体做什么？他们会同意的。是，属下这就去。因为有皇帝的旨意，洛廷义不敢给裴梦婉举办葬礼，更不敢让她葬在皇家陵墓中，只能命人给她买棺材，在京城外面找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埋葬。灵王殿下找我有何事儿？我时间宝贵着呢。本王想与镇北王府合作，不知萧世子可有联系镇北王的办法？你难道不知道我父王已经要回京了吗？本王知道，但本王需要得到镇北王确切的答复。镇北王到底是什么意思？唉，我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家老头子是什么意思。你若是想知道，等他回京了自己去问他就行了。阿婉真的是镇北王的嫡女吗？哼，灵王殿下，我还是这句话，等老头子回京了你自己去问。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萧世子，本王有得罪过你吗？王爷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得罪过我呢？不然为何本王送进镇北王府的信总是收不到回应？此次本王亲自来找你，你也只拿镇北王马上回京来搪塞。王爷说笑了，你也知道我与我父王多年未见，平常联系只能靠书信。只不过吧，这写信到底不太安全，会有被人发现的危险。有些话老头子不会在信中明说，所以你想知道的事儿，我是真的不知情。你只能等老头子回京后亲自去问他。既然如此，那本王便先告辞了。时间匆匆忙忙来到12月，洛言，你又不是真的小孩子，怎么还是这么幼稚？要你管，我就爱玩雪。我今晚出门了一趟，看到肃王带着锦衣卫回京了。肃王怎么回来了？难道肃王也发现了私兵是藏在了桃花村后山上的？洛言，我怀疑父王背着我们偷偷搞事情。啊？不会吧？父王那个老狐狸一直把我们两个当成小孩子看待，所以他不会把他所有的计划都告诉我们。就比如怎么解决桃花村后山上那些私兵一事。父王这么做应该是有他的道理，他不让我们管，我们就不管了，反正只要事情解决了不就行了吗？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父王的意思了？哥，我是人又不是神，更不是父王肚子里的蛔虫，怎么可能知道他的想法？我只是觉得父王既然不想我们再插手私兵一事，肯定有他的用意，那我们就不要管了，等父王需要我们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告诉我们的。哥呀，你别太操心了，你这样会没有女孩子喜欢的。洛昭嘴角一抽，刚要开口，忽然听到远方传来轰隆一声重响，甚至整个地面都震动了一下。怎么了？地震了！要地震了！可震动仅仅只有1秒，很快就安静了下来，仿佛刚刚的震动是他们的错觉。洛言，不对劲儿，那是桃花村的方向。什么？洛言顺着洛昭的眼神望了过去，好像确实是桃花村的方向。
难道这个动静是父王搞出来的？等等，如果不是地震，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从桃花村传到京城，那就只有炸药。大周朝有炸药，父王把那些士兵全部炸死了。走，我们去找父王。不必担心，士兵一事已经解决。刚刚的这个是本王派人做的。哇，父王，大周朝有火药啊！当然有，火药从前朝开始就已经存在，不过火药威力巨大，朝廷把控得很严，除了兵营，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拥有。这是火铳，从前朝流传下来的。父王还真是厉害啊，连兵部把控最严的火药和火铳都能拿到手。现在想想，刚重生回来将倒反天罡的把他踩在脚底下的想法还真是可笑。他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我呀！这不就是现代的枪吗？我真是没想到大周朝有火药还有枪这个东西，是我 out 了。所以父王，那些士兵都被你炸死了呀？父王，桃花村村民们没事吧？他们没事，本王让人动手之前安排他们撤离了。哇，这动静未免也太大了，黄伯伯会不会发现什么？所以本王让肃王回京了。肃王的外祖父是定国公，定国公又是兵部尚书。哇，父王，你这是一石二鸟的计划呀！不仅解决了那批棘手的私兵，连带着还能让定国公受到黄伯伯的猜忌，高，实在是高。那批私兵已经处理干净了，一个活口都没留。可是黄伯伯会相信吗？本王已经让人把证据送到了该去的地方。兵部近期有一批火药的出入记录不翼而飞，最后只会查到这些火药在肃王府。那批炸死私兵的炸药只有可能是从肃王府出去的。骆昭听得心服口服，这哪里是一石二鸟啊，这分明是环环相扣的绝杀之举。也不知道肃王现在如何了。他估摸着应该是在恐慌吧，因为他亲手将自己和整个定国公府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骆昭打了个寒战，他看着眼前这个运筹帷幄的父亲，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既有崇拜，也有一丝莫名的寒意。他再一次的感谢妹妹在他刚重生的时候拦着他，没有让他做傻事。朝堂夺权，一步错，步步错，任何一丝一毫的疏忽都会有可能让你万劫不复。你的仁慈在他人眼中却是一个可以被无限放大，用来置你于死地的破绽。骆昭，如今天气寒冷，你也不用去上书房了，每日下午来云深院找本王吧。骆昭面色一正，有些不明白父王让他每日下午来云深院做什么。哥，快答应呀，父王是准备教你本事呢。被洛烟这么一提醒，骆昭反应过来了，他眨了眨眼，表情逐渐变得古怪起来，没有第一时间点头应下。每日下午来找父王，也就是说他要跟他单独在书房里相处。不行，他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画面，莫名其妙的就很别扭啊。哥，你要是不同意，那我可要跟你抢了哦。虽然大周朝没有女世子，他也不是不可以开个先例。父王，如果我想当秦王府世子，你同意不？当然可以，只要你想，本王现在就可以去皇宫找陛下。想跟你哥抢世子之位，打得过我再说吧。明日下午我来找你。撂下这句话，他转身离开了书房。骆宽景勾了勾唇，心想这小子还真是傲娇啊，也不知道像了谁。死傲娇，不就是武功厉害了一点吗？父王，我不在，你可别惹哥哥生气。哥哥要是生气了，我怕他真的会撂杆子不干了。他若是撂杆子不干了，就你来。父王，你可别可我，我这辈子只想混吃等死，每天睡到自然醒，吃遍京城所有好吃的，没那么大的志向。虽说大周朝从未有过女子掌权，但前朝
却有一位女将军，还有一位女首富。你若是想，本王可以去跟陛下申请，让你来当秦王府世子。你别想了，不管怎样，我是不可能和我哥哥去争的。行吧，那本王也不多说什么了，你下去吧。反正现在也没事，父王，你跟我说说前朝那位女将军和女首富的事吧，我还挺好奇的。想知道，你自己去看。哦。洛烟老老实实的点头，去身侧的书架上查找关于前朝的书看。他找了一本前朝史书记，随后来到书房里侧的软榻上，脱掉鞋子就爬了上去。秋雨看到洛烟靠在软榻上看书，还贴心的送来了一些瓜果给他。谢谢秋雨师傅。不客气的，郡主。秋雨师傅，我看到史书上面说，前朝这位女将军女扮男装去经营，这本来是大罪，是因为研究出来了火药，所以将功补过，后来还成为了前朝第一位女将军。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史书上只草草写了几笔？郡主，属下这里有一个野史，你想不想听？什么是野史？前朝宣威将军一生未嫁人生子，没有后代，是因为他喜欢的不是男子，而是一名女子。什么？这么刺激吗？野史上有说他喜欢哪个女子吗？野史上面说，是前朝那位国师的妻子。那国师知道宣威将军喜欢他的妻子吗？这个属下不知道，不过史书上面记载，国师只有他妻子一个女人，他与他的妻子很是恩爱，他们并没有生育子女，他们与宣威将军一样，都没有后代。这样啊？哎，为什么我们大周没有国师？大前好像也没有国师。这个属下就更不知道了。前朝只有永熙帝和嘉庆帝在位期间有国师，自那国师死后，前朝就再未有过国师。父王，国师是干嘛的呀？无忧岛知道吗？听说过一点。国师便是来自无忧岛，但鲜少有人知道，无忧岛是因为那位国师的存在。无忧岛很特殊吗？很特殊。你当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前朝国师？自然是有真本事在身上的。父王，你快别卖关子，快跟我说说那位国师到底有多厉害？无忧岛为什么会很特殊啊？传说那位国师武艺高强，医术高超，还会卜算，更会断人生死。断人生死？这也太玄乎了吧？他难道还是神仙不成？都是一些传说罢了。前朝已经覆灭了几百年，关于那位国师的传言也有很多种，史书上记载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不过可以确信的一点便是，无忧岛确确实实是因为那位国师而存在。洛言翻了翻手中的史书，找到了记载国师的那一页。国师没有名字，史书上记载他为无忧国师。可能史官特别崇拜这位国师，洋洋洒洒地写了10页夸赞他的话。这也太双标了，史官就可以这么双标吗？宣威将军在史书上就几句话的记录，无忧国师却有10页纸的记录。宣威将军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当战争结束，和平降临，他的故事就变成了一段历史，一个被铭记的符号罢了。对于后世的统治者来说，她的存在是为了激励军心，但她是个女子，女子太过刚烈，在男权统治下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史书给了她应有的尊重，但点到为止。可是史书上面记载的无忧国师这些事明显就很假，很夸大其词。史书从来不是写给普通人看的，是写给后来的统治者以及那些想要了解统治之术的人看的。记录的也从来不是完全的真相，而是需要被记录的真相。洛言，你知道大梁为什么会覆灭，天下为什么会一分为二吗？为什么？大梁末代皇帝极为好色，不务正业，宠幸宦官奸臣，导致大梁各处生灵涂炭，
百姓起义，闯进皇城。末代皇帝自刎去宫门口，自此乱世将至。乱世1年，各处都在打仗，唯一的一片净土便是无忧岛。后来2名男子从无忧岛出来，他们实力强大，足智多谋，以绝对的实力强压各地诸侯，让他们俯首称臣。洛言，你可知他们是谁？不知道。一名男子姓洛，另一名男子姓慕容，也就是大周和大钱的开国皇帝。大周和大钱的开国皇帝一同来自无忧岛，一同打天下，然后一人统治一个大国。关于2位开国皇帝的传言有很多，例如他们本是一起打天下的，可一山容不得2虎，最后2人分道扬镳。又例如他们喜欢上同一个女子，因为那女子才闹得不欢而散。不过不论他们因何缘由分道扬镳，天下安定后，他们一同定下规矩，无论如何都不可攻打无忧岛。父啊，无忧岛的人都这么厉害吗？所以啊，你现在还觉得史官对无忧国师的夸赞夸大其词了吗？一码归一码，无忧国师去世快200年，大梁才覆灭。大钱和大周2位开国皇帝跟无忧国师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吧？你很不喜欢无忧国师？也没有不喜欢，我也不认识他，就是看史书上面记载的，觉得他神乎乎的，不太实际。本王13岁去战场，当年太过年少，不知天高地厚，不小心着了敌人的算计，差点没命。是路过的一位老者救了本王，那位老者便是来自无忧岛。因为本王伤得太重，他把本王带到无忧岛疗伤，本王就在无忧岛待了快2个月的时间。洛言，你觉得本王武功如何？很厉害。可本王原先并没有这般厉害，是那位老者给了本王一本武功秘籍，教导了本王武功。啊！短短2个月时间，本王受益终生啊！既然父王认识无忧岛的人，那父王当初的腿中毒站不起来了，为何不求助无忧岛？魏神医的医术就是在无忧岛学的，不过他并不是无忧岛的人。哦，这样啊。洛言，无忧岛对本王有恩，无忧岛的人不多，但个个都是武功高强、医术高超之辈。他们敬重无忧国师，在他们心中，无忧国师的地位甚至远超于2国皇帝，所以你也不可以对无忧国师不敬。我知道了，父王。本王曾问过那位老者，为什么要传授本王武艺，却不让本王拜他为师？他没有告诉本王。后来本王又问他，为什么让魏神医来给本王治腿，却又不要任何报酬？他这次告诉了本王，他说本王命格本该是极好的，贵不可言，一生顺遂，定能与心爱之人白头偕老，子孙绵延。可却因为小人作祟，改了本王的命格，本王会与妻子貌合神离，妻子和儿女会惨死，本王亦是如此。洛言心中一颤，这不就是原书中和洛昭前世发生的事吗？那位老者算的都是正确的。忽然想去见一见父王口中那位老者，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来他是带着记忆胎穿而来的，能不能看出来洛昭是重生的。父王，我先走啦，你慢慢忙。本王会再写一封信到无忧岛，若无忧岛还是没有回信，等解决了镇北王，你和洛昭就跟本王一起去一趟无忧岛吧。好的，父王。出了云深院，洛烟正要回自己的院子，不料他刚走到半路，就被不知道在寒风里等了多久的洛昭给逮住了。哥，如果下雨了，你知道打伞回家吗？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在书房待那么长时间？我都等了你半天了。你等我不会去我院子里等我吗？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气你非要在外面等我？我虽然是你亲哥，但也是男子，你不在
我怎么能私自去你的院子里啊？这不合规矩。平常也没见你这么守规矩，而且你也可以回你的院子里等我啊。等我出了云深院了，让丫鬟去禀报你一声不就行了？我怎么知道你在云深院待了这么长时间呢？我是秦王府世子，要以身作则，不能再像以前那般无所顾忌了。有些规矩是要守着了。哥，我不在的时候，我允许你去我的院子里等我。哎呀，你在书房里又跟父王聊了什么呀？聊这么久？聊了前朝唯一的女将军宣威将军，还有无忧国师。哥，秋玉师傅跟我说了一个特别野的野史，他说宣威将军喜欢的不是男子，他喜欢的是无忧国师的妻子。啊，我这里也有一个野史，你要不要听？啊，什么？快说来听听。历史上无忧国师和他的妻子没有后代，宣威将军没有成亲，也没有后代。有人说无忧国师和他的妻子是明面上的夫妻，实则无忧国师的妻子和宣威将军暗地里在一起了。我的天哪，这么刺激的吗？这个野史也太野了吧！你从哪儿听到的？在军营里听别人说的，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像无忧国师地位那般高的人，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和别人乱来呢？况且历史上无忧国师只有他妻子一个女人，没有妾室，这就说明他们夫妻很恩爱。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哥，父王还跟我说了一件事。他简单的把刚刚在书房里和洛宽景的对话都复述了一遍。我也听说过无忧国师来自无忧岛，但没想到无忧岛是因为无忧国师而存在的。父王说等解决了镇北王，无忧岛还没有回信的话，就带我们去一趟无忧岛。多招点头，他没什么意见，甚至很期待见到那位老者，说不定就能知道他和洛烟为什么会重生回来。陛下，陛下！何事如此惊慌？失了规矩。哎呦，老奴该死！但此事10万火急，陛下急报啊！汴州临县桃花村后山方才发生了大规模爆炸。什么？你再说一遍。桃花村爆炸？是。据800里加急回报，就在1刻钟前，桃花村后山方向忽然天摇地动，一声巨响后，整个山头都被炸平了，火光冲天呐！肃王听到王公公的话，身子猛地一颤，若是刚刚他没有及时回京，是不是就会被炸死了？山下村民们可有事？回陛下，山下村民们都无事，只是整个山头都被炸没了，山下的房子也几乎都倒塌。传朕旨意，禁军统领聂东率3000禁军，立刻封锁桃花村方圆10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命大理寺卿陈昭，禁军统领聂东，立即带人勘察现场，给朕查。一道道旨意从皇帝口中发出，王公公不敢耽误，连忙点头应下。2个时辰后，聂统领终于带着人回来了。陛下，大理寺的人在山上勘察到了火药的踪迹，山头被炸平，露出一个巨大的密室，密室里有许多尸体骨骸，还有许多兵器。仵作现在正在勘察尸体数量。你的意思是有人偷了兵部的火药？属下不知。去叫兵部尚书和肃王进宫。是，陛下。哎呦，陛下，老臣冤枉啊，天大的冤枉！定国公，你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坐了多久了？回陛下，55年了。
原来有15年了呀！为兵部做事15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朕还没有查清楚桃花村火药一事之前，定国公就在府里待着，好好的休息休息吧。是，老臣遵旨。定国公走后，肃王依旧不敢抬头，大气儿也不敢喘。行了，你也下去吧。是。陛下，桃花村后山上的尸体数量已经出来了，是15000人，兵器长刀有……你说多少？15000人？是。朕还没有死，一个个的都开始觊觎朕的江山。陛下，大理寺卿程大人，兵部侍郎魏大人求见。让他们进来。是。叩见陛下。叩见陛下。可有查出来桃花村后山上的火药来源之处？回陛下，查出来了。臣和魏大人一起去了一趟桃花村的后山，魏大人发现山上火药是兵部最新制造的一批，威力巨大。后来臣又和魏大人去兵部查，这才发现那批火药丢失了一部分。陛下，兵部里的火药一直都是由禁军和兵部一起看管，此前臣并不知道火药丢失，去查了才发现火药丢失了。废物，一群废物！若不是这次桃花村后山发生爆炸，兵部火药丢失，你们是不是永远就不会发现？盛怒之下的皇帝表情非常恐怖，一个个的都把他这个皇帝当成摆设。成王养私兵，肃王也不是个老实的，和定国公暗地里的小动作不间断。林王呢，更是个蠢货，竟敢和镇北王有来往。还有老十九，他竟然不声不响的从兵部把火药偷走，炸死了那些私兵。虽然那些私兵一旦被找到，他也不会留下他们，但用火药炸死，动静未免太过大了。他做事之前就不能考虑一下吗？哪怕是坐在轮椅上10几年了，性子还是这般的不沉稳。去查，给朕查这批火药到底是怎么丢失的。3日内，朕要知道真相。是，微臣领旨。过了几日，皇帝心中的愤怒已经慢慢平息下来，沉淀为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他坐在御书房的龙椅上，看着魏大人和陈大人两人呈上来的证据，淡淡扫了一眼，眼神平静的像一潭深水，但却让跪在下面的2个大人更加心惊胆战。聂东，属下在。定国公身为朝廷命官，不思忠君报国，反而利欲熏心，盗取军中火器火药，其罪当诛。传朕旨意，即刻统领1000禁军，前往定国公府查抄家产。定国公府所有人打入天牢，10日后流放岭南。是，属下领旨。王德福，奴才在。苏王身为朕的皇子，大周亲王，却与定国公暗中勾结，私藏火药，真有异心。即刻起剥夺亲王封号，贬为庶人，关进宗人府，永世不得出。是，奴才领旨。你们也都下去吧。是。穆青，成王被囚禁，肃王现在也被囚禁，下一步是不是就轮到本王了？穆青低着头不敢回话。哼，秦王不愧是秦王，手段了得。先是发现成王暗地里圈养私兵一事，把这件事透露给本王和肃王知晓，后找到可以置苏家于死地的账本，导致苏家被灭族，本王被牵连关在王府里。肃王抓到机会，进宫禀报父皇，成王暗地里圈养私兵，因为证据确凿，成王被贬。只是秦王没料到那些私兵会突然消失不见，但这也给了他一个可以让肃王倒台的机会。
定国公是兵部尚书，又是肃王的外祖父，多么好的机会啊！秦王只需要从兵部把火药给偷出来，不仅能炸死那些私兵，还能把偷火药的罪名安插在定国公和肃王身上。如此一来，他们就再也无法翻身了。秦王啊秦王，你为了太子还真是呕心沥血，不惜暴露自己在兵部的势力，也要让肃王翻不了身。啊，这些事儿竟然都是秦王做的？除了秦王，还能有谁有这般大的本事？那陛下呢？陛下是否知晓？你以为父皇很蠢吗？连本王都能猜到，父皇怎么可能猜不到？他不过是任由秦王帮助太子罢了。本王错了，本王不该认为太子病重就忽视了他，哪怕太子有秦王支持，本王也没有太在意。最重要的是父皇的态度，没有父皇的默认，这些事秦王做的不会这么顺利。但在父皇心里，只有太子才是他的儿子，本王和成王，肃王不过是他的皇子而已。哪怕太子现在死了，本王也不会有机会上位。镇北王还有多久到京城？大概还需要半个月。半个月的时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想要破此局，想对付太子和秦王，只能与镇北王合作了。希望镇北王不要让他失望。落雁，落雁，好消息，好消息，你快出来！哥，你进来。哎，好。哥，你最好有天大的事。哎呀，当然是天大的事儿啊！定国公府被抄家，10日后流放，肃王被剥夺亲王封号，和成王一块囚禁在宗人府。哇，这么快？是挺快的。现在京城啊，要安静一段时间了。哥，镇北王还有多长时间到京城啊？应该还需要半个月时间吧。定国公府的人10日后被流放岭南，路上会不会遇到镇北王一行人？定国公这个老狐狸可不是简单的，镇北王就更别说了。若是他们碰头了，不是什么好事。你说的有理，可是黄伯伯已经下令，旨意不可更改啊。圣旨不可更改，但前往岭南的路程可以更改。哥，咱们去找父王。云深院书房。听闻了洛烟的来意后，洛宽景勾唇微笑，眼里带着一丝骄傲。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洛烟竟然想到了，不愧是他的女儿。镇北王押着雁城知府回京，队伍会很大，所以他们走的是官道。定国公府一行人被流放岭北，目前官差还没有定下，本王可以安插几个官差到队伍里，到时候设计一点意外，让他们走这条路。这条路不是官道，甚至山上可能还会有劫匪。流放路上死个几个人是常有的事。定国公年纪大了，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哇塞，父王你好厉害呀，这么快就想到了法子，太棒了。果然呀，认真搞事业的男人最帅了。哼，为什么洛烟就没有这么夸过我呢？这世间的事往往看似复杂，实则只需抓紧关键，便能迎刃而解。镇北王想必很快就会得知私兵全部被炸死一事。本王没有跟镇北王接触过，不过从他做的这些事来看，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成王若真是他的亲生子，此次回京定会竭尽所有把他救下来。私兵没了，那么他的目光就会放在罗青山兵营上。接下来一段时间，本王可能不会经常待在王府。洛昭，若有人来寻本王，本王恰巧不在，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我知道。不知不觉间，半个月时间悄然而过。这天是镇北王回京的日子，洛言一早就和洛昭出府去京城里看热闹。什么镇北王，一大把年纪了，有什么厉害的？若是父王当年没有被算计中毒双腿残疾，如今大周朝最厉害的战神将军应该是父王才对。父王出名时才15岁，镇北王算什么？一个随时随地爱发情爱播种的糟老头子罢了。
妹妹，这话你当着我的面说说也就得了，别跟别人乱说啊。我知道，我又不傻。就在这时，街道尽头传来一阵整齐的马蹄声和脚步声。来了来了！洛言听到声音，微微凑近窗户，抬眸望着街道尽头，只见一队身着黑色铠甲、手持长矛的禁军率先走来，步伐整齐，气势恢宏，场面十分壮观。百姓们纷纷鼓掌欢呼，声音震耳欲聋。镇北王端坐在马背上，银须如霜，却丝毫不显老态。这是洛言第一次见到镇北王，他的第一反应是，真是个帅老头啊！怪不得能勾引靖远侯夫人为他出轨生子，甚至还能勾引到宫中丽妃甘愿承担风险为他生下孩子。这第二个反应嘛，是这老登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啊，心机很深的样子。他们能赢吗？镇北王似是察觉到了什么，猛地抬眼，眼神凌厉如刀，直直射向洛言。洛言没想到镇北王突然看向自己，他眨了眨眼睛，朝镇北王勾唇一笑。镇北王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哥，人看过了，我们回去吧。这时雅间的门突然从外面被推开，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走了进来。什么人？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一直盯着秦王府，看到你们出来就一直跟在你们身后。你来找我们做什么？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找你们。哥，别紧张，听听他要说什么。慕容燕，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就快说，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你们秦王府是否要对付镇北王？你什么意思？不要着急否认，我知道的事情比你们想象中的要多。桃花村后山那个兔子窝还记得吗？兔子窝里的那支箭是你放的。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我不想撒谎骗你，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为什么现在不能告诉我？因为天机不可泄露。你再废话，我们就不奉陪了。郡主，你们是不是以为成王身世有异，觉得他是镇北王的亲生儿子，镇北王支持的人是他？难道不是吗？确实是，但镇北王能敢和丽妃勾结生下成王，那为何不敢狸猫换太子呢？你说什么？什么狸猫换太子？成王和洛廷义都不是皇室血脉。你有证据吗？没有。慕容燕摇头，这是他重生多次才知道的真相，自然是没证据的。那你怎么能确定？我可以确定，但我没有证据。慕容燕，你说洛廷义不是皇室血脉，那你说他是谁的儿子？你不要告诉我他也是镇北王的儿子。你既然知道这么多秘密，那也应该知道裴梦婉是靖远侯夫人和镇北王亲生女儿这件事吧？不是。还好，不是这么的狗血。那他是谁的儿子？你们知道无忧岛吗？无忧岛？你什么意思？洛廷义的亲生父母是无忧岛的人？他的生母我不知道是谁，但他的生父我可以确定是无忧岛的人。不会吧？无忧岛？你刚刚说镇北王帮助洛廷义的生父狸猫换太子，换下了黄伯伯和皇后的亲生子，那镇北王为何会帮他？成王才是他的亲生子，他若是有野心，也该是助成王才对。我有两种猜测，要么洛廷义的生父是镇北王的主子，要么镇北王已死，如今的镇北王已经被替换成洛廷义的生父。洛言听罢，若有所思地咬了咬唇瓣。慕容燕这两点猜测都有可能。你更倾向于哪一点？慕容燕，你可以保证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我向你保证，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不曾有一丝一毫的假话。镇北王不会无缘无故地放弃支持自己的儿子上位，若只是主子的话，以他的权势未必会如此不计代价，可若是他自己的话，
话还没说完，但他们都是聪明人，自然知道洛烟未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与郡主想的一致，如今的镇北王怕是早就不知在什么时候被调换了。若真是如此，那么如今的镇北王就是假的，他是洛廷义的生父，他那1万多个私兵看似是为成王养的，实则是为了洛廷义，他支持的皇子自始至终都是洛廷义。慕容燕，我在。有一点逻辑不太通顺，洛廷义在皇子中排行第2，成王排行第8，成王又是真镇北王的亲生子，那么在洛廷义出生时，真镇北王还没有死，还没有被假镇北王取代，那他为什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假镇北王去换孩子啊？对呀，真镇北王怎么会帮着假镇北王换孩子呢？我也不清楚，此事应该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慕容燕，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郡主，你今日发间别的这只簪子真好看。喂，慕容燕，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世子，你之前说你和秦王会治好我的眼睛，有结果了吗？什么眼睛？你的眼睛有什么问题？没结果。既然世子没办法帮我，那就不要拦着我。慕容燕，你该知道你的身份。我是大前国9皇子，但这并不妨碍我要做的事。慕容燕，你的眼睛怎么了呀？郡主还记得之前答应过我的话吗？啊？我答应你什么了？郡主真的忘记了吗？啊？我真忘记了。你不知道，我这人吧，记性不是太好。唉，该死！若不是慕容燕提醒，我就真的忘记了。慕容燕帮他找到血骨雪莲，他就答应他要对他好。这段时间事情太多了，他真的给忘记了。再加上星星姐姐说苗疆诅咒那件事，他对慕容燕就敬而远之，刻意的不去想他。郡主忘记了，我可以提醒郡主，我帮你找到血骨雪莲，你答应要对我好，郡主是要食言吗？啊，我想起来了，确实是我忘记了，哎，抱歉啊，抱歉。所以郡主，我可以随时去秦王府找你吗？你想来就来呗，不用问我的意见。慕容燕，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大前国皇子，若是私底下来秦王府被有心之人知道了，对你对我们秦王府都不利。只要我想，就不会让任何人发现。哼，还挺狂妄的。回府我就让父王把王府守卫多加一层。哼。云深院书房，洛宽景听着洛烟和洛昭2人的话，也不知皇兄知道了会是如何的愤怒。哼，慕容燕为何会知道这么多？谁知道他从哪儿知道的？慕容燕只有14岁，她是大前国送到大周的质子，一直生活在皇宫里。跟武功不同，武功她是跟上官不喜学的，可以解释。可她怎么会知道这么多连黄伯伯和父王都不知道的秘密呢？恐怕就连假镇北王都不知道慕容燕知道他的秘密。未卜先知，能掐会算，哎，这些都不是。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和洛昭一样，都是重生回来的。父王。洛烟目光炯炯地看着洛宽景，刚要开口告诉他，却猛然间顿住了。差点忘记了，父王不知道洛昭是重生的，他之前是以梦境的方式告诉父王一些事，他抿了抿唇，只能默默地闭上小嘴巴。但洛宽景只和洛烟对视了一眼，转瞬间就明白了过来。哼，慕容燕竟然也是重生回来的，还真是让人意外啊。只是有一点洛宽景有些不明白，慕容燕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他们？他是想要他们内斗，消耗掉他们的实力，然后他回大前夺权，再一举拿下大周，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父王，慕容燕问我以后可不可以随时来秦王府，我答应了。慕容燕帮了我们很多，我没法拒绝。不，慕容燕的目的恐怕不只是大周，还有我的女儿。既然他想来，
就让他来吧。等把这件事解决了，他再找机会和慕容燕开诚布公的谈一谈。若是能谈得拢，那一切就皆大欢喜；若是谈不拢，他也不惧，他会重回战场。只要他不死，大周就不会败，他的女儿也不会被别有坏心的狼崽子给叼走。说说吧，裴梦婉为何会死？父王恕罪，是我的错。我以为裴梦婉是陛下下令被关进大理寺，就不会出事，没有想到他还是出事了。你确实该死，请父王责罚。镇北王眼底的寒意更深，他气的不是裴梦婉死在大理寺，裴梦婉死不死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一个女人罢了。他气的是桃花村后山上的私兵全部被炸死。他利用成王打掩护，耗费多年才养出来这1万多个私兵，却这么轻飘飘的被炸死了，他如何能不愤怒？萧度当然清楚镇北王真正在气什么，所以他没有狡辩，也不哀求，早点让惩罚结束，早点解脱。可令萧度疑惑的是，这次镇北王竟然没有惩罚他。起来吧，此事与你也没有关系。多谢父王。你在京城这么多年，可了解秦王？秦王双腿残疾10几年，很少外出，我也不是很了解。本王不是让你接触落烟吗？这么久了，一点用的消息都没有。哎呀，父王，您不在京城，不知道落烟十分的难缠。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一些毒药，中药之后会不停地流眼泪，哈哈大笑，身上也会痒得不行。我已经中药2回了。废物，不过区区一个女子，你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是，父王，都是我的错，我下次一定想办法再去接触落烟。哼，最好如此。行了，你下去吧。是。萧度恭敬应下，缓缓直起身离开。不知为何，他总觉得镇北王有些不太对劲。若是从前他办事这般不利索，镇北王早就让人拿鞭子来教训他了。他今日已经做好了在床上躺1个月的准备了，可如今镇北王却只是口头骂他几句就让他走了。难道是因为现在这是在京城的镇北王府，所以他才不动手？王爷，世子说的不错，秦王这10几年来确实很少出府，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皇宫，无异常行踪。很少出府？哼，他不出府，他手底下的人却可以。大周皇室历代传下来的暗卫营，可是在他手里。您是怀疑桃花村后山上的私兵是秦王出手灭掉的？除了他还有谁？咱们这位陛下可不会用火药这么珍贵的东西去解决这些私兵。王爷，可需要手下去把白老请来？不必，把他请来，他也不会助本王。一群自命不凡的老东西，见到本王又要骂本王是乱臣贼子。是，属下明白了。等等。镇北王忽然摘掉脸上的易容面具，露出自己真正的面容，随后拿出一个龟甲和3枚铜钱。齐正见状，站在一旁安静下来。1刻钟后，镇北王凝视着面前的卦象，眉头拧成一条死结。还是这样。从去年10月份开始，他每一回卜算亲王府的事，都好像被人蒙住了双眼。卦象总是模糊不清，要么前后矛盾，要么只显表象，根本探不到深层的变数。起初他以为是距离京城太远，所以才会这样，可现在他已经回京了，卜算出的结果依旧如此。莫不是有人在刻意遮蔽天机？齐正，属下在。去把白老请来吧。是。哼，那个该死的小叛徒的信。白胡子老者没回他的话，待看完信，他抬手将素笺递向对面，神色依旧平静无波。这是请你去帮他夺权呢。
白老头，我劝你莫要多管闲事。白毅已经判处了无忧岛，按照无忧岛的规矩，本该处死他。你几次三番的拦下来，已经令岛中很多人不满。也是因为岛主不在，否则他们必定会让岛主连你一同处置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在发现白毅的野心，判出了无忧岛后，我就准备动手亲自解决了这个叛徒，可岛主却把我拦了下来。岛主为何要拦住你杀叛徒？我也不知，岛主未曾告诉我。你没有偷偷卜算？我怕我刚拿出龟壳就被岛主发现了。说的也是，白毅不是第一个叛出无忧岛的人。从前那些被外面世界所迷惑叛出无忧岛的人都被追杀，为何岛主会放过白毅？白毅身上有什么特殊的？你还记得20年前岛主带回来的那位少年吗？记得，那人是大周朝的，好像还是个王爷。没错，他是大周朝秦王殿下。当年他出入战场，不知天高地厚，不小心着了敌人的算计，差点没命，是岛主救了他一命，还把他带到了岛上。按照岛上的规矩，我们不能私自插手两国之间的斗争，可岛主却救下了秦王，还亲自教他武功。岛主的想法我们向来都猜不透，但不论如何，他总不会害了无忧岛。他帮秦王，想来也是因为秦王有些特殊吧。前段时间我又收到了秦王府送来的信，秦王想请岛主解惑。解惑？解什么惑？我怎么知道秦王想要岛主解什么惑？不过我给秦王算了一卦，你猜怎么着？我发现我怎么算都算不明白，就像被一层浓雾裹住了天机，不让我算。还有这回事？你这么说，我就有些好奇了。秦王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我也不知道啊。我很好奇，又给秦王算了一卦，还是算不出来。我就改换思路，算秦王妃。嘿，你猜怎么着？秦王妃和秦王一样，算不透。还有秦王府世子、秦王府郡主、秦王府所有人，我都算不透。莫不是因为岛主？或许吧。白毅杀了大周朝镇北王，取而代之。秦王又是大周朝的王爷，岛主不让我杀白毅，或许是因为秦王。岛主离开无忧岛快有20年了，从秦王离开无忧岛，岛主就离开了。你说岛主去哪儿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白毅杀了镇北王取代他，如今已经回京。秦王虽然厉害，但白毅也不是吃素的。若是他们真刀实枪的对上了，恐怕秦王会吃亏。那小叛徒给你送信了，你要去找他吗？他一般很少联系我，现在既然写了信给我，恐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我自然是要去的，否则怎么获得他的信任？况且我去了京城，还能看着点他，顺便保护秦王府的人。真是麻烦，也不知道岛主为什么非要留下白毅的命，一刀把他杀了不就得了？莫要质疑岛主的命令。我走后，若是秦王府又送了信到岛上，你就替我收起来，不用回信。
那我能看吗？随你。行了，你可收拾东西走吧。不过等你到达京城，估计已经到除夕了。白毅这个叛徒是真没把你当回事儿啊！风餐露宿的，外面还下着雪，他让你这么一大把年纪奔波，他也不怕你一不小心死在路上。哼，还好我收的弟子是个老实的，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木偶，有没有人说过你这张嘴很欠打？哼，是吗？除了你，还真没人说过。洛昭，这冰天雪地的，你把我们都叫过来做什么？搞得神神秘秘的。是啊，世子，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吗？今日宫宴上，我们会遇到一场刺杀。屋里几人听到洛昭的话，心头猛地一震，错愕不已地看着他。世子，刺杀是谁安排的？是我父王和太子殿下。这秦王和太子殿下安排刺杀，为什么？难道他们要造反，逼宫？那他听到这么大的秘密，会不会被人杀人灭口啊？表哥，殿下莫急，听世子继续说吧。你们不用着急，我父王和太子殿下安排刺杀，不是为了逼宫，是为了镇北王。我父王和太子怀疑镇北王和蛮夷部落通信，出卖大周，因此导致边境郾城被蛮夷部落夺走。郾城知府不过是他放出来的替罪羊罢了。不会吧，镇北王胆子这么大吗？秦王殿下和太子殿下没有证据证明镇北王通敌卖国，便想找出证据，可为何要安排刺杀呢？因为这场刺杀是针对太子，幕后凶手就是镇北王。锦兰慈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太子这是要以身犯险。太子若是受伤，皇帝必定龙颜大怒，谋杀一国储君的罪名和通敌叛国也没什么区别了。我不同意，父王身体本就不好，若是再受伤，该怎么办？殿下，世子既然现在告诉我们了，那么秦王殿下和太子殿下想必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您现在去找太子殿下也没用了，父王的身子会受不住的，不如让我来吧。皇祖父很喜欢我，我受伤，皇祖父也会很生气。哎呀，小晨晨，太子殿下是你亲生父亲，你觉得他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受伤吗？我父王不能看着我受伤，我也不能看着我父王受伤。洛尘，你是皇太孙，你未来要承担的是整个大周江山社稷，不能一直做温室里的花朵。你的身份特殊，注定不能像寻常子弟那样无忧无虑。君子之道你要学，权谋你也要学。肃王和成王虽然被贬为了庶人，但是灵王还在，他可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东宫与灵王府和镇北王府注定是敌人，若你不能站起来，那么等待你的便是东宫覆灭。好，我同意。那成，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件事，还有一点，父王和太子发现肃王最近有很多小动作。肃王被贬为了庶人，关进宗人府里，但他曾经私底下培养了很多死士。被流放的定国公曾经是兵部尚书，武器和银子他们都不缺，这些死士只效忠他一个人。肃王打算趁着今日宫宴人多混杂，直接逼宫谋反。所以今日这场刺杀也有肃王安排的人。告诉你们这件事，是因为你们的武功内力都很厉害，我们需要你们保护好那些忠君的老臣们，莫要让肃王得逞。肃王他疯了吧？干嘛要作死逼宫？我父皇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黄伯伯是否知晓此事。那还不赶紧告诉我父皇？不行，不能告诉黄伯伯。若是告诉了黄伯伯，我父王和太子的计划怎么办？可那些无辜的人命怎么办？我父皇还有母妃的安危怎么办？你们是计划把刺杀的罪名安排在镇北王身上，可不能把我父皇和母妃的安危甩在一边啊！老十一，你是不是太小看黄伯伯，太高看肃王了？
苏王手底下有死士，但皇宫里的禁军、御林军也不是吃素的呀。苏王要是能伤到黄伯伯一根汗毛，我倒立吃屎给你看。被洛烟这么一说，洛萧心中的担忧着急之色倒是消了一些。几人又在上书房商议了一会儿，才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不过在陆龟灵离开前，洛昭拦下了他。陆龟灵，你待会儿看着点洛尘，我怕他做没有必要的傻事。太子殿下和我父王的计划不能被破坏。我比你还了解殿下的性格，我会看好他的。好，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边看着纪兰慈等人都离开了上书房，洛烟才慢吞吞地站起身。等一出门，才发现洛昭竟然没有等他一块儿离开。重有望妹的直男哥哥，可恶！秦王的腿残废了10几年还未治好，太医院的太医实在是废物。本王在边境认识了一个神医，不知秦王可愿意让他给你诊断？本王的腿残废了10几年，太医院毫无办法。镇北王所说的神医当真如此厉害，比太医院的太医都厉害，是真能治呢，还是镇北王对本王另有所图？秦王这话倒像是在说本王故意拿神医一事戏耍你。神医的本事本王自然不会乱说，本王举荐他是念及秦王的本事，不愿见秦王困于轮椅10余年。怎么，本王的好心在秦王眼里倒成了别有所图啊？哼，镇北王何时这般好心了？你举荐的人来路不明，医术真假难辨，万一他不是治病，是害本王呢？秦王若怕，大可拒绝。只是太医院已然束手无策，秦王难道要一辈子困在这京城里，一辈子坐在轮椅上面，做个连起身都要旁人搀扶的废王？放肆！镇北王，你敢咒本王？哼，不敢，本王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本王没有理由害秦王，秦王这般拒绝，莫不是因为你的腿已经治好了？哼，真是个不好糊弄的老狐狸。镇北王，你身边真的有神医可以治我父王的腿吗？自然。啊，那太好了，那他医术肯定非常的好，在民间肯定也很有名吧？哎，萧伯伯，不是我父王拒绝你，是这几年好多打着能为父王治腿的民间大夫来秦王府，可他们根本就治不好我父王的腿，都是一些江湖骗子。所以我父王听到你说神医，第一反应就觉得他也是个骗子。本王认识的神医医术自然做不了假，这一点你们大可以放心。萧伯伯，既然是神医，那肯定是很有名的吧？他是民间哪位神医呀？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实在是我们被骗怕了呀。不如这样，你把神医的底细跟我们说说，我们去查。若是神医当真医术高超没有问题，那我们肯定是会同意神医检查父王的腿的。既然如此，那便等秦王府查清楚了再说吧。死老头子，老不死的东西，还敢逼迫父王！要不是怕把他给骂走了，待会儿的戏没有主角了，看我不对死你！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臣妾参见皇上，参见皇后。皇后千岁千岁千岁！万都平身吧。谢陛下。传陛下口谕，宫宴开席。今日是除夕宫宴，无君臣之礼，诸位只管尽兴。这杯酒，镇静天下太平，敬诸位同心辅佐。谢皇上恩典。哼，父王，这可是你逼我的，儿臣本不想的，本不想走到这一步的。
可若儿臣不这么做，就会老死在宗人府，无人在意，无人在乎。与其这般窝窝囊囊的死，不如拼一把。若是成了，他就是大周的皇帝；若是输了，也不过是一条命罢了。或许史书上还会记下他的光辉事迹，如此也不往来人间一回。主子，都准备好了吗？都已经准备好了。丁柱那边，一旦找到机会，立刻动手。是。晨儿，你也跟着你母妃去跟你外祖父、外祖母说说话吧。母妃与外祖母说话，我去了会打扰。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倔的？太子转头看向陆家的方向，和陆龟灵对视了3息，又很快收回视线。收到太子的命令，陆龟灵眼眸微扩，轻轻吐气一声。幸好陆家距离太子那边不算太远，如果发生什么，他也能及时去找洛尘。萧儿，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啊，我没有不舒服啊。那你为何一直安静的在这里坐着不离开呢？母妃，我安安静静的在自己位置上坐着，不好吗？夫子不是总说身为皇子要端庄稳重，不可喧哗打闹吗？唐贵妃斜睨他一眼，安安静静的坐着当然很好啊，可这性子根本就安静不了的小魔王突然乖巧，反倒让他心里发慌。母妃，你那是什么眼神？我现在就是想做个听话的好孩子。行，你是母妃的乖孩子，坐下吧。洛萧轻轻哼了一声，扭过脑袋看向秦王府那边的方向。怎么刺客还没有来啊？他都快要等不及了呢。宫宴上热闹非凡，但暗地里人潮涌动。一名身着水绿舞衣的舞姬出现在大殿中央，随着音乐连步轻移，身形轻盈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起。好漂亮优美的舞蹈啊！就在这时，乐声陡然转急，台上的舞姿也变得凌厉起来。就在舞姬的水袖再次甩动时，2道寒光突然从袖中射出。有刺客，护驾！毒镖撞在殿柱上，整个宫殿里瞬间乱了起来。皇帝被聂统领保护在身后，脸色铁青。是谁？到底是谁做的呢？母妃，你快跟着父皇走。小儿，你疯了？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是要去给刺客送人头吗？母妃，打不过我还不会跑吗？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说着，他用力把唐贵妃的手挣脱开，一溜烟的跑没影了。小儿，快回来！嘿，不知道等会儿我杀了刺客，等事情结束后，父皇会不会奖励我？刀剑相击的铿锵声里，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们，终于尝到了真正的凶险。镇北王在发现刺客出现的时候，心里也是一惊，第一反应是秦王搞出来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秦王为什么要作死安排刺客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就算是为了太子，也不会选择这个时间安排刺客刺杀皇帝。小伯伯，我好害怕呀！长宁郡主，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不躲起来啊？你父王呢？洛言跑到他面前，扑过来想要抓住他的衣袖，可指尖却在即将触碰到他的衣物的瞬间微微顿了一下。长宁郡主，你父王呢？他为何不护着你？我不知道，方才太乱了，我找不到我父王了。小伯伯，你弄疼我了。就在他说话之际，一点点的毒粉从他的指尖落在了镇北王手中。刚刚他停顿的那一下，不是因为他后悔了，而是想让镇北王主动握住他的手腕。毒粉只能接触皮肤或者吸入鼻子里才有效，隔着衣服啊是没有效果的。这里太乱了，刀剑无眼，你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啊，好的好的。洛言正愁怎么找机会离开呢，听到镇北王的这句话，都快要笑出声了，连忙提着裙子颠颠颠的跑了。镇北王立在原地，目光沉沉地看着洛言仓皇离去的背影，在看到他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爬进了一个桌子底下后，心中那点疑虑打消了一些。苏王似乎破罐子破摔了，
根本就没有隐瞒自己容貌的想法，就这么提着剑明目张胆地出现在长乐宫中。素王，刺客都是你派来的？素王也没有否认，仰头大笑一声。然而等他笑了一半，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味，臭得他忍不住干呕一声。镇北王，你武功高强，麾下10万大军，你甘愿一辈子镇守边境吗？若你愿意帮助本王杀了他们，本王许你1半的江山。镇北王见状，眉头一皱，素王是想要策反他，可策反他还一脸嫌弃地看着他是什么意思啊？不过这个条件很诱人啊，足以让任何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心动。骆廷伟，你竟敢逼宫谋反，想死不成？父皇，是您不给儿臣一条活路，儿臣实在是没得办法，只有为自己搏出一条路。逆子，你当皇宫的御林军和禁军都是吃干饭的不成？朕再给你一次机会，停手。如若不然，等援军到来，你必死无疑。儿臣当然知道他们的厉害，可儿臣既然敢带人逼宫，自然是有办法阻拦他们。父皇，你以为你们还能等到援军吗？你早就计划好了？是谁在帮你？父皇，是谁在帮儿臣还重要吗？皇帝脸色一变，抬起颤抖的手指着素王，张了张嘴，却被气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从今日起，这江山该换人做了。父皇，停手吧，儿臣也不想再杀人了，毕竟等儿臣坐上了皇位，他们都是儿臣的臣子。放肆！镇北王，还不快把这个乱臣贼子给朕抓起来！镇北王闻言迟疑了3秒后，才动手朝素王杀了过去。既然父皇依旧执迷不悟，那么儿臣也不必手下留情了。子士们得到吩咐，立刻拦住镇北王的进攻。又一场厮杀开始了。本王不是嗜杀之人，只要你们投降，本王就可以放过你们。逆子，你休想！朕的臣子岂会向你这反贼投降？降者，官复原职，既往不咎；反抗者，格杀勿论。好样的！朕还真是养了个会咬人的狼崽子。郡主，你想去看戏吗？什么戏能有这场戏好看？关于灵王府的戏。什么意思啊？说清楚点。慕容燕抬眸，视线精准无误地落在了林王府的方向。骆廷玉此刻正在和刺客厮杀，他的身边站着一个人，正是他们的老熟人骆羽。你想杀骆羽？哼，骆羽若是死了，你说镇北王会不会很愤怒？哼，那这出戏确实挺好看的。郡主，待会儿可能有些血腥，你敢看吗？你小看我了是不是？我当然敢看啦。慕容燕面露微笑，缓缓抬起手来，露出袖中的一个小巧的袖剑。陆烟惊讶，慕容燕可真够厉害的，一个他国之子能得到一把袖剑。想了想，他抓住他绑着袖剑的胳膊。怎么了？我们这里虽然没什么人，比较隐蔽，但大殿上人太多了，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注意到这边。若是你杀了骆羽被发现了，禀报到黄伯伯那里，会有麻烦，到时候你该怎么藏住？郡主，你在关心我吗？谁关心你了？我只是怕你连累我。好，是我多心了，我换一个隐蔽的角落再动手，不会连累到郡主的。还行，你快去吧。好。父王，父王，父王！珍儿别怕，父王在，父王没事。
哎呦，不好了！太子殿下受伤了。聂东，快速去给朕保护太子。是，属下这就去。秋玉。秋玉轻轻应了一声，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在殿外放了个信号。信号刚放出去，还没1刻钟时间，被困在外面的禁军和御林军来了。殿下，不好了，我们的人撑不住了，撤退，去追，给朕追，别让那个逆子给朕跑了，哪怕是个尸体，也要给朕带回来。朕要让他为今日之举付出血的代价。是，陛下。传朕旨意，封锁整个皇宫，严查所有进出人员，务必将肃王以及其余党一网打尽。另外，即刻救治受伤的朝臣、侍卫与宫人，妥善处理死者后事。身旁的王公公连忙躬身领命，不敢有丝毫怠慢。太医，快去救太子！太子的左肩被刺穿，流血不止，人已经陷入了昏迷。好在不是致命的伤，太医院院正医术高超，保住了太子的命。听到太子没有性命危险，皇帝也是松了口气，而后让太医院院正去给其他受伤的人诊治。半个时辰后，陛下，奴才查清楚了，死去的侍卫13人，1人重伤，13人轻伤。宫女死去3人，3人轻伤；太监死去2人，3人重伤，5人轻伤。朝中大臣们多数是轻伤，只有兵部左侍郎黄大人、年家老太爷、年家3老爷、叶家老太爷、张御史、礼部侍郎桂大人、平江侯世子及其夫人死在刺客手中，还有灵王府骆瑜少爷。骆瑜怎么死了？骆廷义这么废物的吗？连自己儿子都保护不了？是被刺客用剑刺穿了心脏。去告诉聂东，不把骆廷伟这个逆子抓回来，他就别回来了。是。玉儿，玉儿，痛吗？可洛昭的上辈子，父王也是这般痛的。什么狗屁男女主，不过是个阴暗扭曲的小偷罢了。洛云，父王叫我做什么呀？你做的。父王，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本王刚刚可是全部看到了，你与聊了一会儿。父王，你眼睛视力还挺好的哈，但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主动要去做的，我可没有指使他去做。他为何要这么做？不知道啊。骆昭看了看骆宽景，又看了看骆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正想开口询问，哥，有什么事我们回王府再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骆昭哦了一声，转头看向偏殿的方向，也不知道太子殿下怎么样了。太子殿下洪福齐天，不会有事的。晨光渐渐爬上宫墙，驱散了夜的阴霾，也照亮了殿内众人脸上的疲惫。诸位大人、夫人、小姐，逆贼已伏诛，陛下特令末将护送诸位出宫。闻言，众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等出宫回到王府后，镇北王立马让下人出去，他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拿出龟甲和铜钱开始卜算。突然，书房的门被猛地踹开。师傅！我呸！你还敢叫我师傅？我没有你这个不孝徒儿！你叛离无忧岛，若不是有我在，你早就被无忧岛追杀，坟头草都不知道长多高了。师傅，我不觉得自己有错。我曾算过，天下会在10年内归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天下归一。你还敢嘴硬？你既然算到了天下归一，那就该清楚，让天下一统之人并非是你白毅。你现在杀了镇北王取代他，搅动朝局，是想干什么？是想逆天改命，还是想让天下乱起来？为何不能是我？
大秦国和大周国开国皇帝都是从无忧岛里出来的。我自问我的学识、谋略，并不比他们差分毫。为何他们能问鼎至尊，我就不能去争一争？你这孽障，无知，狂妄！开国之君承天命，顺民心，是救万民于水火，而非凭一己之念搅动战乱。你当为何当年乱世1年后他们才出现？若不是因为当时各路诸侯没有一个是明君，他们不把百姓当回事，只想抢夺地盘，让百姓们流离失所，没有活路，易子而食啊！你只看到他们的荣耀，却不见天下一统前的尸山血海。你若依旧这么执迷不悟，逆天而行，将来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师父，你不必多说了，我只是离开了无忧岛，没有把无忧岛的事告诉外人，没有把自己在无忧岛学到的本事交给外人，岛主不会对我动手的。你要争，便去争吧。只是白毅，天命不可逆，民心不可违。他日若真走到山穷水尽，莫要怨当年无人劝你。师父可愿帮我？帮你？白毅，你真是无可救药。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叛逃无忧岛，我告诉你，绝无可能。师父误会了，我没让你叛逃无忧岛，我是想让师父帮我算一卦。你想让我帮你算谁？秦王。白毅，你要清楚，我不可能叛离无忧岛，也不可能帮你夺天下。你别想让我帮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师父，你就帮徒儿这一次，就当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我一回吧。若不是看在你我师徒多年的份上，我会拦住无忧岛对你的追杀，保住你一条命。只要您肯出手，待我成功，必尊您为护国神师，享万世香火。护国神师，万世香火，你想的可真够美的，我不会帮你的。白毅，我最后再奉劝你一句，你的这条路注定不会成功，现在回头还能留下一条命。师父，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劝你了，你好自为之吧。王爷，白老他……我已经料到师父不会帮我，他帮了我，就意味着背叛无忧岛。可秦王府那边该怎么办呢？无妨，不过是一双腿残废的废人罢了。可王爷不是说失踪的魏神医在给秦王治腿吗？秦王的腿哪怕治好了，也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如何能与本王相提并论？既然试探不出来魏神医是否在给秦王治腿，那就派人去秦王府探个究竟。秦王总不会在自己府里也装模作样吧？是。等等，秦王府守卫森严，若是去不了秦王的住处，就去王府里查一查魏神医，看看他在不在秦王府。若是看到了魏神医，就把他抓回来。是。父王，宫里现在啥情况呀？肃王被关在牢中，陛下还没有下令怎么处置他。太子已经清醒过来，除了肩膀上的外伤，没有大碍。那父王和太子殿下伪造的证据什么时候送到皇伯伯面前啊？现在还不是时候，皇帝现在才让大理寺的人去查，等过个几天吧。本王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肃王开口承认镇北王是他的同伙？
素王怎么可能会说镇北王是他同伙的？罗言，你脑袋聪明，有什么法子吗？没有。王爷，府外有一男子求见，他说他来自苗疆，是来帮助我们的。让他进来。是。苗疆的人怎么来大周了？莫不是贺连星又来了？哎呀，哥，你耳朵聋了吗？秋野师傅都说是男子了，而且守门的小厮也不是不认识星星姐姐，怎么可能是星星姐姐嘛？莫不是哥哥，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星星姐姐？陆言，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哦，是我胡说八道，不是你耳朵有问题，也不是你心里想着星星姐姐。哥，你知不知道有个词叫做口是心非啊？罗言，你再胡扯一句你试试。骆昭昭，我早就发现了，你对星星姐姐居心不良，每回遇到星星姐姐，你的目光就会时不时的落在她身上。我那是因为她吓唬我，我想打败她反击回去。哦，原来你真的总是在看星星姐姐啊。骆昭自闭了，他狠狠地瞪了眼洛烟后，随后逃也似的离开了书房。骆宽景轻轻地瞥了眼有些落荒而逃的骆昭，指尖微动，眼神意味不明。嘿嘿，哥哥还真好玩，随便一炸就炸出来了他的真实想法。父王，你说哥哥娶星星姐姐为妻的几率有多大？为0。为什么？首先，这只是骆昭单方面的想法。贺连星比骆昭大4、5岁，他不可能看上他。其次，贺连星是苗疆少主，骆昭是大周秦王府世子，他们的身份注定他们不可能在一起。逃离了书房的骆昭吹着冷风都没有把他脸上的热意给吹散。他想着方才落烟的那句口是心非，心里头莫名有些发慌。不对，妹妹说的不对。我总是忍不住看贺连星，是因为他吓唬我，还骂我，所以我想打败他，找回面子。我才不会对他有想法呢。妹妹一定是在胡说八道。你是谁？来我们秦王府有什么事？师姐，你是师姐？我操，诈尸了！哎呀，不准说脏话。我是师姐，来帮助你们的。你什么意思？什么帮我们？你又能帮我们什么？还有，你为什么没死？秦王殿下，我没被少主杀死，是你的意思吧？确实是本王的意思。我一直被萧度藏在京郊的一个别院里，别院里除了我还有2个嬷嬷外，还有一个女子。萧度会时不时来别院里跟我说话。前几日萧度突然喝醉了酒，来别院里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镇北王一统天下，他会把那些小部落全部给灭了。虽然我离开了苗疆，但苗疆是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那是我的家，我不会回去苗疆，毁了我的家，所以我就跑了出来。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若是你故意接近我们，骗我们，在我们这里打探消息呢？逃跑前我杀了沈威尔，沈威尔一直跟我住在别院里，我有时会听到他说要报复秦王府，杀了秦王妃之类的话。等等，你说沈威尔？当初那个在沈威尔大婚之日把他劫走的黑衣人，是萧都的人。为什么呀？萧都为什么要把沈威尔救走？难道他喜欢他？萧度对他的态度不像是对自己喜欢女子的态度，反倒像是嫌弃。洛言挠了挠脸，有些听不懂了。萧度不喜欢沈威尔，为什么要把他劫走呢？闲得没事干是吧？师姐，你应该清楚我们与苗疆少主关系好，但你可是苗疆的叛徒，你就不怕我们把你抓起来送到苗疆吗？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哦。你们若是要杀了我，早就杀了，不会留这么久。至于苗疆，当初一念之差导致如此，我后悔了，我想弥补。我若真的帮了你们，还请你们在少主面前求情，饶我一命。我还年轻，我还不想死。哼，这就后悔了？你早干嘛去了？你知道京城里有多少人因为你卖出去的毒蛊死于非命吗？我本来也想把毒蛊卖出去，我出了苗疆，身上带的银子和干粮不多，干粮很快就吃完了，银子很快也用完了。
我好不容易才来到京城，可京城食物太贵了，客栈我也住不起，没有银子我就买不到食物，买不到食物我都快饿死了，我只能出此下策。好家伙，原以为是什么冷漠无情的大魔头，所以把毒蛊从苗疆偷走卖给大周朝的人，让他们自相残杀。可没想到真实原因竟然是因为他没有银子吃不起饭，所以才去黑市卖毒蛊吃饭。你为什么要离开苗疆？离开苗疆之前你都不带足银子的吗？我能不说吗？他若是说他因为嫉妒贺连兴才会追着他来到大周，他们肯定会嫌弃他，把他赶出秦王府。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苗疆，哪里知道住一晚客栈一顿饭需要那么多银子。他一路从苗疆来到大周就没有住过客栈，吃的都是自己带的干粮，干粮吃完了才会花银子买一些，一直省吃俭用。如若不然，他恐怕还没来京城就饿死了。那你为什么要用你的本命蛊对付苗疆部落族长，还偷了那么多毒蛊？因为族长发现我想离开，我就把他迷晕了，顺手把他屋子里的一些蛊全部拿走了。我没有杀族长，族长只是被迷晕了。好，最后一个问题，思姐，你说你是来帮我们的，你能帮我们什么？我是昨天趁着萧度和镇北王进宫赴宴时找机会来到京城，我本来想着等你们从皇宫里回来后再来秦王府找你，可我等了一夜，你们都没回来。你们不仅没有出宫，参加宫宴的人都没有出宫。我察觉不对劲儿，我今日一早去打听才知道，昨日宫夜萧王逼宫谋反。我身上没银子，唯一有用的就是我的本命蛊。少主应该跟你们说过我的本命蛊吧？子牙是迷魂蛊，迷魂蛊能控制人的心神产生幻觉，然后长睡不起。我可以帮你们解决一次最重要的敌人，比如镇北王。思姐，你说你的本命蛊可以控制心神，那他能不能让一个人说出我们想让他说出的话？可以。真的？迷魂蛊迷惑人心，控制心神，也可以造梦。我可以让子牙控制那些人的梦，维持3日，3日后等他醒来，你们问什么，他都会说出他梦中所发生的事。父王，我知道怎么让父王开口了。看来本王的运气不错。思简被好生安顿在王府里，他没别的什么要求，能有一口饭吃就行。一路从苗疆到京城，他是真的饿怕了。洛昭对思简的话半信半疑，主要是他先叛逃出苗疆，后来又背叛镇北王，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可多信。但洛烟却觉得思简说的应该是真的。为什么相信他呢？因为他说是萧度喝醉了酒，告诉他镇北王府和秦王府有仇，还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把思简逼得逃走了。你就因为萧度才相信思简？你什么时候和萧度关系这么好了？首先第一点，萧度喝醉了为什么要去京都别院？为什么要跟思简说那些似是而非的话呢？我怀疑萧度是故意这么说的。不可能，在萧度眼里，他是镇北王的亲生儿子，他会帮我们对付他亲生父亲？怎么就不可能？萧度若真的跟镇北王是一条心的，就不会告诉我们成王养私兵一事，也不会暗示我们成王不是皇室血脉。萧度知道现在的镇北王是假冒的了？我也这么怀疑，所以才会觉得萧度是想借我们的手除掉这个假冒镇北王的人。萧度的目的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思简确实能够帮我们，但他先有背叛镇北王的例子，说的话不可以全信。本王待会儿写信派人送到苗疆，请苗疆少主来大周一趟。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先回去吧，有事再去叫你们。好的，父王。出了云深院，洛烟望着前往洛昭挺直的脊背，走过去伸手戳了戳他的背。洛烟，我是你哥，但也是男子，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我拉你了吗？我扯你了吗？哥，你是不是太自恋了？我们现在都长大了，要有些距离感，不然的话被外人看到了，对你名声不好。洛烟张了张嘴，又闭了闭嘴，张了张嘴，又闭了闭嘴。他欲言又止，止言又欲。
最终还是忍不了，在洛昭疑惑的眼神当中走到他身后，然后在他屁股上狠狠地踹了。洛言，你踹我做什么呀？我招你惹你了？没什么，就是看你不顺眼，想踹你罢了。有病吧你啊！哎，哥，我长大以后不想嫁人，你会同意吗？你为什么不想嫁人？不想就是不想嘛，没有为什么。我是秦王府的郡主，我为什么要嫁到别人家里去？嫁入夫家便意味着要被困在宅院，日日伺候公婆端茶递水，围着男人的起居打转，还要拼着半条命给他生儿育女。他若纳了妾，我得装贤良淑德，笑脸相迎，稍有不悦便要被安上善妒的骂名。妾室怀了孕，诞下数子女，我还得亲手备上补品，小心翼翼供着，生怕落了柯大庶出的画饼。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日子，我就不想活了，干脆在悬梁上套一根绳子死了算了。你不想嫁人，那就不嫁，秦王府还不至于养不活你，有我在就不会让你受委屈，我养你一辈子。哎，真的吗，哥哥？你要养我一辈子啊？哼，你是我亲妹妹，我不养你，谁养你啊？妹妹不嫁人也好，反正有我在，我也不会让人欺负她。若是嫁出去了，受了委屈可怎么办呢？我也不能时时刻刻的待在她身边。谁若是敢嚼舌根议论妹妹，哼，男人的话就让人把他的命根子给剁了，女人的话就把舌头给拔了。哥，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养金屋藏娇，你怎么做？金屋藏娇？你什么意思啊？金屋藏娇嘛，意思就是，就是养小白脸。我会先请家法教训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念头，然后再将那敢攀附你的男人命根子给剁碎了，拿去喂狗。哥，你这想法就有些封建了哈。同样都是人，凭什么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不可以啊？哥，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话若是传出去了，外面那些老臣们恐怕一口一个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了。一群封建老古板罢了，看谁骂得过谁。罗燕，你不想嫁人，我同意，我可以养着你，但你不能乱来，趁早打消私底下养小白脸这种想法。知道了，我也就是在心里想想，嘴巴说说。什么小白脸？慕容燕，你怎么会出现在秦王府？郡主想私底下养小白脸，你看我可以吗？有病吧，这年头还有人主动想当小白脸被人包养？放肆！在我秦王府里，你还敢这般轻薄放肆我妹妹？今日便教你知晓何为规矩。哥，别冲动，慕容燕就是开玩笑的，你别搭理他。慕容燕，你可闭嘴吧，不然今日你就走不出秦王府了。留在秦王府也好，只要秦王府能管吃就行，我很好养活的。我呸！狗贼，拿命来！不是，慕容燕是非要招惹洛昭不成？明知道洛昭在生气，还说这话气他，真是欠打。看着那边打得有来有回的两人，洛言收回视线，看向一旁的管家，问道：管家，慕容燕怎么来秦王府啦？慕容九皇子是翻墙进来的。洛言哦了一声，翻墙进来的呀？暗卫怎么没把他抓起来丢出去呢？反正他脸上戴着面具，到时候就说不知道是他不就行了。暗卫无语，因为慕容燕自报了身份，他们不敢动手啊。这边的动静很快被府里其他人发现了，上官不喜和魏神医都出来了。这就是你徒弟？我徒弟厉害吧？是挺厉害的，世子已经落下风了。阿燕是武学奇才，有些招式我只教了一遍他就会了，世子也不差，只不过世子学武比较晚，目前是打不过阿燕的。爷爷，和昭昭打起来的是慕容九皇子。
是的，母妃，就是慕容燕。慕容九皇子怎么会从皇宫里出来，还来秦王府？慕容燕的师傅就是舅爷爷，母妃记得保密哦。好，妍妍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江云羡刚回王府，就看到洛昭在和慕容燕打架。打架就打架吧，可他发现洛昭处于劣势，他二话不说，立马上前帮忙。见江云羡来帮忙，洛昭暗暗松了口气。说实在的，在自家地盘被打败，太丢人了。可2对1，好像也不太公平。慕容燕看着加入进来的江云羡，沉默了一瞬。2对1，他有些吃力，但也不是不能赢。只是这里是秦王府，他是不是应该放点水呢？给洛昭一点面子。可洛烟还在旁边看着，他若是输了，他会不会觉得他很没用？都住手！听到洛宽景的声音，慕容燕、洛昭和江云羡3人一同停手。晚辈见过秦王殿下，见过秦王妃。啊，九皇子不必多礼。慕容九皇子来秦王府所为何事？来给王爷送一条消息，九王子随本王来书房吧。慕容燕点头，跟着洛宽景离开。世子，你的武功进步很大，我很期待你能有打败我的那一天。不是，慕容燕这种以长辈口吻说教是什么意思啊？啊，他什么意思啊？把我当成小孩看了？可恶！怎么回事？这是慕容燕吗？他不是一个小可怜至此吗？武功怎么会这么厉害啊？慕容燕来王府的事，你不要声张。关于他的事，以后你就知道了。江云羡点点头，哦了一声，也没太好奇。洛昭收起剑，瞪了眼一旁的洛烟。瞪我干嘛？我都说了不要搭理他，你偏不听。这下好了吧？丢人丢到父王那里了。慕容燕是从大魔头重生回来的，有前世记忆加成，武功肯定不俗。不过这么看来，我哥重生还真是重生了个寂寞。但这也不怪他。洛言，还不快过来！昭昭，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好好好啊，母妃也开始嫌弃我了。该死的慕容燕，都怪她！总有一天，我要把她打得亲爹都认不出来。母妃，我和哥哥去找父王了。好，你们去吧。九皇子有什么事就直说吧。秦王，我想知道你与太子的计划，是否要对付镇北王？九皇子在说什么？本王与太子能有什么计划？肃王出宗人府是我安排的，也是我安排他的死士与他见面，安排他的死士进宫。本王很好奇，你为何要帮他？因为我想让宫宴上乱起来，乱起来，我才趁此机会好杀人啊。是你杀了洛雨？哼，是我杀了他。你与他有仇，为何要杀他？哼，有仇。洛昭想问慕容燕跟洛雨有什么仇，但想了想又闭上了嘴巴。他与洛雨有什么仇，关他什么事儿呢？秦王，我有办法让肃王开口，让他攀咬镇北王是他的同伙。哦，什么办法？司简的本命骨是迷魂骨。贺连心跟我说过，迷魂骨可以迷惑人心，控制心神，也可以造梦。只要用迷魂骨控制肃王的梦，等他醒来后，问他什么，他就会说出他梦中所发生的事。我知道司简的下落，他在镇北王世子萧度手中。司简虽然离开了苗疆，但贺连心跟我说过，他不会置苗疆的安危于不顾，这一点他可以保证。只要把镇北王会危害苗疆的消息传进司简耳里，他自会离开。洛宽景3人还是没有说话。慕容燕沉默了，眼里闪过一抹诧异，是他说的哪句话不对劲吗？他们为什么是这种反应？就算不相信司简，也不会什么都不问吧？那什么，你来之前司简已经来找过我们了，他现在就住在王府里。是谁在帮你们？司简说萧度喝醉了酒，跟他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镇北王一统天下，会把那些小部落全部给灭了之类的话，然后他就来我秦王府了。萧度竟会对他说这些？司简来时面色沉郁，倒不似作伪。
你方才说要传消息引他离开，殊不知神早主动送上门了。哼，合着你这算盘全打到了过去时上啊！既是如此，正好，迷魂谷之事可直接与他商议，有他相助，苏王那边必能一击即中。贺连星为何如此肯定司简不会置苗疆的安危于不顾？他不是已经叛变苗疆了吗？因为他的父母亲人还在苗疆，他不是冷血无情之人，不会让他的父母亲人陷入危险。哼，他叛变苗疆，不是已经置他的亲人于不顾了吗？苗疆部落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部落里的规矩只会惩罚犯了错的人，不会去牵连家人。喂，你好像很了解苗疆呀，你去过苗疆？我的亲生母亲是苗疆的人，自然了解。可你不是3岁就来大周了吗？你与星星姐姐好像也非常熟悉。说是我说，我与贺连星从前只是书信往来，并没有见过面。去年他来大周，是我与他第一次见面。郡主，你信吗？信啊，我当然信了。个屁！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看来郡主是发现了我也是重生回来的，可他怎么不问我呢？只要他问我，我就全盘托出，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慕容燕，你突然笑什么？笑得跟发春似的，讨厌。没什么，3年后是大周皇帝60大寿，大乾会派使臣来大周，我会在3年后跟着使臣离开大周。慕容燕，以你的本事，你应该不会居于人下吧？你会夺权吗？会。夺权之后，你会做什么？发动战争，攻打大周吗？我没有那个兴趣攻打大周，权力于我而言并不重要。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洛昭撇撇嘴，他怎么就不信慕容燕说的话呢？哪怕男人不想要至高无上的权利，更何况他还是大乾正儿八经的皇子。不过上辈子慕容燕好像确实没有登基成为皇帝，而是扶持傀儡皇帝成为摄政王，但权力在他手里，登基与否有什么区别吗？多谢慕容九皇子送来的消息，不若九皇子在王府里用过晚膳再离开。好啊，我不过是客套2句，只是礼节性挽留。慕容燕还真就答应下来了。怎么，秦王殿下这话是随口说说的？好歹我也帮了秦王府很多吧，连一口饭都不给我吃啊！洛州，你带慕容燕出去，好好的招待。那晚辈便谢过秦王殿下了。洛宽景朝他摆了摆手，赶紧出去吧，看着就心烦。洛昭世子，我想去找我师父，还请你带路。洛昭是真没想到慕容燕还会留在王府里吃饭，父王干嘛要多余说那句话呀？他在心里骂骂咧咧，磨磨蹭蹭地站起身。你怎么还没走啊？师父很想让我走。开玩笑，开玩笑。你来找我什么事啊？师父在秦王府里过得很不错啊，有多久没有回玉泉寺了？哼，我在王府好吃好喝的住着，还回玉泉寺做什么？阿燕，你莫不是在嫉妒为师吧？你嫉妒也没用，谁让为师是秦王的亲舅舅呢？你小子该感谢为师，因为有为师在，你才能进入秦王府而不被驱逐。师父，你去一趟苗疆，帮我送一封信给贺连星。我不去，你用信鸽不就行了？这冰天雪地的，你也不怕我这个糟老头子冻死在路上？师父，我需要你帮我。3年后是大周皇帝60大寿，大乾国必定会派使臣来大周，那时就是我离开大周的最好时机。我那父皇已经年过60，太子也有30多岁了，没有人甘愿一辈子当太子。信鸽送信，有被劫走发现的危险。师父，只有你能帮我了。阿燕，你要做什么？师父，你觉得我3岁来大周当质子可怜吗？上官不喜没说话，不知道慕容燕到底想说什么。其实我想做的很简单，我想让日后不再有战败国送质子到他国。
上官不喜眸色微正，他从未见过慕容燕眼底翻涌着这般明亮的炙热。稚子之苦，非亲身经历不能懂。我年幼时在皇宫受辱，被宫女太监辱骂，在寒夜冻得缩成一团时，就曾怨过、恨过，想要杀了所有人。可把那些欺负我的人杀了，又能如何呢？他们死了一了百了，但他们在我身上落下的鞭打痕迹还存在。我也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骂我的，打我的。他们说战败国的质子连狗都不如，战败国的质子连恨都没资格随心所欲。我们是砧板上的肉，是两国交易的筹码，玉山容不得二虎。天下就这么大，被两个强国瓜分，谁都多想占一城，谁都不让着谁。两国基本上每隔20年就要打一场，输赢各半，从来没有赢家。我方割让城池，对方赔付粮草，最后遭殃的都是百姓，还有那些被当作筹码送来送去的质子。他们熬过异国受辱的岁月，带着满身伤疤归国，却成了国家战败的活印记。帝王见了心烦，朝臣视若隐患，百姓避之不及，最后不是被圈禁致死，就是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到我这里就结束吧，这个天下不需要两个强国，如前朝那般就很好。阿燕，你想要让两国合并统一，这很难呐。况且如今大周和大千已经很久没有打起来了，百姓们非常安定。你若是发动战争，受苦的还是百姓啊。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国迟早要合并统一，提前几年又能如何？那你是要与前朝大梁开国皇帝一样，挥师一统天下，登上帝位？师父，你多虑了。我筹谋这一切，只为止战西征，让天下再无离散之苦，让天下再无质子，并非贪恋那至高无上的龙椅权柄。若你执意要这么做，你今后的路会很难。就算你成功，你不练拳，但那些底蕴深厚的世家权贵也是问题啊。权贵算什么？不听话的都杀了。师父且放宽心，我会不费一兵一卒的把大前国送给大周，不会让你为难的。你说什么？你把大钱送给大周？是他年纪大了，耳朵有问题吗？慕容燕筹谋统一天下，自己不登帝位也就罢了，可他竟然说把大钱送给大周，而且还是不费一兵一卒，这怎么可能？所以我现在才需要师父帮我。如果师父您愿意的话，我想让你和贺连星一起去大前布局。贺连星有时候性子太过冲动，有师父在他身边也能看着一些。徒儿，阿燕，你这不是为难为师吗？为师可以去一趟苗疆帮你送信，但为师一把老骨头了，实在是折腾不起来了呀。我可以让贺连星送你一些圣骨的血。圣骨的血呀，那我可以考虑考虑，但是为师老了，走不动了，还是算了吧。在我死之前，我会把上官家族世代医术和师父传授给我的武功传下去。哎呀，徒儿好不容易求为师一次，为师怎么能拒绝呢？行，我答应帮你了。多谢师父。等到天气回暖我再走，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是受不住的。好。那行，你走吧。师父，你就这么想我走吗？这么晚了，你不走还留下来做什么？秦王已经同意我今晚留下来吃饭了。你说什么？王爷竟然同意你留在王府吃晚饭？阿燕，你不会是在骗为师吧？师父，我有必要骗你吗？行吧，你在屋里坐一会儿，我出去看看。慕容燕颇为无语，端起茶几上面的热茶，小口小口地喝着。
不一会儿，上官不喜就回来了。跟我走吧。王爷还真留他用晚饭了。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哎呀，王爷，您这样不吃不喝，身体会垮掉的。父皇有说如何惩治肃王吗？没有。陛下怀疑肃王还有同伙，正在彻查，只是把肃王关进大理寺的大牢中，还未说如何惩罚他。同伙？你觉得谁会帮肃王？属下不知。太子如何了？太子左肩受伤，但已经清醒过来，并无大碍。哼，他的命还真硬啊，体弱多病这么多年了还没死，连刺客都杀不死的。大光阴寺的法师可请来了。王爷，那日宫宴朝臣殒命众多，各府皆抢着请法师做法，大光阴寺还有周遭的寺庙僧众已分派一空，实在匀不出人手来。匀不出？去，备马。王爷三思啊，外面雪大，且您2日未进米水，身子如何经得住啊？滚！本王倒是要看看，是朝臣的命金贵，还是本王孩儿父皇的亲孙儿命金贵。骆廷义去抢了10几个法师到林王府去给骆雨超度，哪怕有人非常不满，但也没人敢说什么。沈北王，去年你让萧度暴露阿婉身世，究竟是何意？林王，你就没察觉你的容貌既不像陛下，也不似皇后吗？你什么意思？镇北王慢条斯理地添了勺新茶，随后指尖轻抵耳畔，顺着下颌线缓缓撕下薄如蝉翼的易容面具。你是何人？竟敢冒充镇北王？骆廷义，你仔细看看我的脸，我们父子的容貌可是有6分相似的。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本王是父皇与母后嫡出皇子，自小在皇宫长大，怎会与你有半分血缘牵扯？哼，嫡出皇子，你左眼角这颗痣，下颚线的弧度，哪点像当今皇后和皇帝啊？倒是和我年轻时如出一辙。骆廷义，我才是你血脉相连的亲生父亲。不会的，你在骗本王！你杀了镇北王，取代他，现在还骗本王说本王是你的亲儿子，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不必担心自己身份被暴露出去。当年我与镇北王把你换成皇后的孩子，为的就是助你登上帝位。坐下吧，我与你慢慢说。骆廷义心中一颤，喉结滚动了好几下，还是坐了下来。他要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无忧岛，听说过吗？听过。我来自无忧岛，我从小在无忧岛里长大，学了一身厉害的武功和卜算之术。几十年前，我意外卜算到2国会归一。你该知道吧，大秦国和大周国开国皇帝都是从无忧岛里出来的。我自问我的学识谋略并不比他们差分毫，为何他们能问鼎至尊，我就不能去争一争？于是我就离开了无忧岛，隐瞒身份，与一名女子成亲，而这名女子便是真正的镇北王的庶出妹妹。镇北王什么时候有庶出妹妹了？呵呵，镇北王在京城里自然没有兄弟姐妹，可他的父亲常年在边境，身边怎么可能没有女人？有几个庶子庶女，不是很正常的吗？骆廷义沉默下来。我与你亲生母亲成亲后，就与镇北王说了我的来历，还有我的卜算结果。他非常支持我，或者说他也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守在边境，
我算准了时机，让你母亲与当今皇后一同怀孕，如此一来，就可以狸猫换太子。只是我算了你的命格，很可惜，你的命格非常不好，七杀透肝，煞气缠身。幼年会客死至亲，成年陷入血斗，成亲后与妻子貌合心离，妻子和儿女会接连惨死。这种命格乃是天煞孤星，一个弄不好，连他都会被克死。可所有计划都安排好了，只要与皇后生下的孩子调换，让他成为嫡子，日后他要走的路就会简单很多。他不甘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他耗费一半精血推演几个月，最终在星象轨迹里揪出一线生机。秦王命格堪称天选，正好是改写洛廷义宿命的密钥。若要偷命格，需准备999个童男童女的鲜血来献祭。好在有镇北王在，他不需要太操心。不对，若你说的是真的，命格已经换过来的话，那为何我的妻子阿婉会死？我的女儿和儿子也都死了。因为有人在帮秦王，有人把秦王所有人身上的天机屏蔽了。我卜算过很多回，都卜算不出来一个结果。我怀疑秦王已经把他的命格从这里夺回去了。所以呢，你如今来找我是想做什么？我本不想现在就告知你真相，但若是现在还不告诉你，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你没有去过无忧岛，不知道无忧岛的恐怖之处。那里住着一群武功内力深厚的老头子，他们不会轻易地出无忧岛，但一旦出了无忧岛，来到了大周，以你我之力，恐怕阻挡不了。你不是已经杀了镇北王，取代了他？镇北王麾下10万大军，有他们在，你怕什么？我来京城带的人不多，他们没有办法全部过来，否则定会引起皇帝的警惕。我此次回京一开始只有2个目的，一是近距离接触秦王，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帮助秦王；二是为了那1万多个私兵。私兵？叶儿，我那1万多个私兵，是我利用成王为你圈养的。什么意思？知道我为什么要杀镇北王取代他吗？因为他野心太大，他背叛了我，他偷偷地与后宫里的丽妃苟且生下成王，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他不满足让自己外甥，也就是你夺权称帝，而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夺权，所以我杀了他。我本想把丽妃和成王都给杀了，但想想却觉得以后他们可能还有用处，可以当你的替罪羊，便没有动手。我找机会与成王相认，再加上丽妃也承认了，所以他就一直认为我是他的亲生父亲。这些年一直在做我安排给他的事，那1万多个私兵便是我让他圈养的，为了日后给你多增加一些筹码。可那1万私兵已经全部都死了，尸骨都被火药炸得难辨。除了皇帝，也就只有秦王才有这般大的本事，从兵部拿到火药，把私兵全部炸死。我之前也猜测是秦王，并且父皇也是知道的。若是没有父皇的默认，此事秦王也不会做得这般顺利。父皇素来对我和颜悦色，可那些好全是表面功夫，他从未真正把我放在眼里。他主意的从来都是东宫太子，秦王想要扶持太子，帮他扫清障碍，父皇乐见其成，自然对他动成王除私兵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到底，我们都只是他权衡棋局里的弃子。弃子？哼，那便掀了这盘棋。宫宴上，肃王逼宫谋反，太子受伤，可皇帝只观不审，分明是疑心他背后有同伙未揪出。如今大理寺查了这么久，仍旧毫无头绪，龙椅上那位早该坐不住了。你说，肃王的同伙安在谁头上最妙？你的意思是，把这个罪名扣在秦王身上？秦王手中有锦衣卫，肃王的同伙若是他，那是再正常不过了。正好借帝王之手，拔了这颗眼中钉。不成，太子与秦王关系很好，他会力保秦王。父皇对秦王的感情，也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双腿都残废了，还让他执掌锦衣卫，况且还有太后在，太后也不会让秦王出事的。叶瑶儿，你未免太过天真了一些。纵观历朝历代，哪朝地宫没有深重的疑心病啊？皇帝对秦王亲厚是真，可忌惮猜忌也是真。秦王战功赫赫，权柄日隆，造成了他心头的芒刺。战功越高越厉害，他就越忌惮。你恐怕不知道，先皇曾想要秦王为帝，只是被秦王拒绝了，这才轮到了如今的皇帝。可笑的是，先皇竟将历代帝王专属的皇家暗卫亲手交予了秦王。这般滔天权势与救恩，你说皇帝能不忌惮？即便秦王对皇位当真毫无觊觎，可这份危险也早就已经让帝王坐立难安，所以他默认了秦王双腿残废。什么？秦王的腿不是你的计划吗？难道父皇也参与进去了？不，他没有参与进来，他只是知道我的计划，没有告诉秦王，默许了此事罢了。秦王他一直都知道吧？他一直都知道，因为是我把消息透露给他的。不过为免惹他怀疑，我没有明确把消息透露给他，但只要有一丝丝怀疑，他就会对皇帝心生警惕。只是我没料到，秦王城府这般深沉，知道了自己最敬重的兄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双腿被废，却无动于衷。他还能这么淡定自若，还能选择去支持太子，而不是自己谋反。秦王谋反有什么用？他的腿已经站不起来了，双腿残废。或许之前是真的残废了，但现在可不见得。若是他的腿当真残废了，至今未曾见好，那日在宫宴上就不会拒绝我，让我的人给他看腿。秦王的腿好了？若真是如此，那可能就麻烦了。莫急，秦王知道皇帝默认自己双腿被害残废，能隐忍不发。那皇帝呢？他若是知道秦王一开始就知道真相，并且还隐瞒自己双腿已经被治好的消息，如此一来，他还能忍着不去猜忌秦王？我们把秦王与肃王合作逼宫的假证据呈上去，他就会怀疑秦王是假意支持太子，实则他一直暗藏谋逆的心思。如此一来，哪怕皇帝疑心这些证据的真假，也会利用这些证据对付秦王。秦王不死也得脱层皮呀。妙啊！可父皇素来最偏宠太子，此番宫宴太子受伤，他更是连日守在东宫亲视汤药。若太子对秦王深信不疑，执意在御前为他求情，岂不是会打乱计划？
那就杀了太子。太子一死，你便是大周皇室唯一籍贯封王的皇子，储君之位，舍你其谁呀？好，那就杀太子。他一死，储位空缺，父皇再无偏宠的余地，我便是最名正言顺的人选。何时动手？需要我调人配合你吗？此事绝不能出半分差错。越快动手越好，但太子常年住在东宫，轻易不会外出。皇宫守卫森严，又发生了肃王逼宫谋反，导致太子受伤，皇帝必定更加用心地保护太子，所以太子那边现在不好动手。先杀秦王吧，若太子要为秦王求情，就会出东宫，一旦他出了东宫，我们就容易动手。好，我听你的。王爷，离王殿下似乎并不怎么信任你。你都能瞧出他的心思，我岂会看不破？无妨，若他是个没城府的傻子，我反倒要心疼。有野心，有算计，才值得为我所用。他有自己的想法和野心，这是好事，但想法太多，太过旺盛也不是什么好事，会脱离我的掌控。那后续的计划还需要告诉离王吗？不必，狼崽子得圈着养，味道刚好够咬对手的程度就够了。真让他摸清全部底牌，反咬一口时可就难收场了。是，属下明白了。皇兄，十九弟，朕交给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回皇兄的话，暂无进展。这是陈大人呈上来的一个证据，十九弟，你自己看看吧。骆宽景似是愣了一下，随后俯身拾起折子和账本，还有书信，慢慢打开，目光扫过上面字迹，瞳孔微缩。这是一份标注着肃王府幕僚供词的记录，墨迹新鲜，字字句句都是指使他曾与肃王骆廷伟暗通款曲，他就是骆廷伟的同伙。账本上面写着他与骆廷伟的银钱往来，来往书信上面的字迹与他的字迹一模一样。皇兄，臣弟怎么可能是骆廷伟的同伙？这份供词疑点重重，自己也可以模仿，并且骆廷伟亲信早在半月前已经被杀了，何来今日的供述？哼，带证人。曹民叩见陛下。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曹民曾在秦王殿下深夜入肃王府，与肃王在书房里待了几个时辰。你是何人？怎会见过本王深夜去过肃王府？曹民曾是肃王府中的幕僚。陛下，曹民已经把曹民知道的都说了，求陛下饶了曹民一命。皇兄，臣弟与骆廷伟从未有过特殊的交情，更别提深夜私访肃王府。此人分明是在颠倒黑白，血意勾显，还请皇兄明察。陛下，小人所言句句属实。肃王还曾与小人说过，秦王殿下才是他夺权之路上最大的助手。若本王当真私访肃王府，行事必隐秘至极，又怎么会被你轻易看见？肃王府早就已经被封锁，你又是如何拿到这些书信和账本？垂眉鼠眼之辈，骆廷尉再不济亦是皇宫血脉，身边幕僚皆是名士清流，怎会将夺权这种密事告知你这一看便心术不正的宵小之辈？陛下，是真的，小人说的是真的呀，小人没有撒谎，小人真的没有撒谎啊。皇兄，此人定是被人收买来污蔑臣弟的。骆廷伟的同伙想要把这个罪名安在臣弟身上，他想要离间皇兄与臣弟之间的关系。臣弟的字早年师从于学士，起笔藏锋，收笔带刃，书信上面的字看似与臣弟的字相同，实则筋骨截然不同。这书信上的字只仿了形，却没仿到神，分明是有人刻意临摹，想混淆视听。还请皇兄明鉴，还臣弟一个清白。邱正，
把你方才跟朕说的话再与秦王说一遍吧。秋征，锦衣卫左镇抚使，从4品职位，负责锦衣卫的内部人员管理。王爷，除夕夜您给锦衣卫放了3天假，让我们回家过年。可臣却发现很多人未曾回过家，他们去哪里了？每年除夕，本王都会给你们放3天假。这3天里，你们是否回家，腿长在你们自己身上。想去哪里，与本王有何关系？本王只是锦衣卫指挥使，不是你们的爹娘，没有义务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行踪。可臣却发现很多人聚集在京外的一个农庄里，那处农庄是王爷殿下您的产业。哦，是吗？你的意思是，本王假意给你们放假，实则要私下把你们召集起来，在宫宴那日与骆廷伟合作，帮他牵制住援军，帮他逼宫谋反。臣不敢怀疑王爷。不敢？本王看你敢得很啊！皇兄，臣弟可以发誓，臣弟绝对没有私下召集锦衣卫。您若是不信，可以把他们都叫到皇宫与臣弟当面对质。锦衣卫3857人，若说臣弟能收买他们，可总有人是忠君之人，不会被臣弟收买。且锦衣卫与御林军和禁军大多都很熟悉，若那日在宫宴上是臣弟指挥锦衣卫的人去拦住他们来支援，他们定然能发现。19弟，朕信你，只是单单朕信你还不够，陈大人这里有人证和物证，你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请皇兄给臣弟3天时间去查真相。若你3天之内没有查清真相呢？臣弟会双手把令牌呈给皇兄。好，那朕便给你3天时间。多谢皇兄。皇兄，在臣弟去查案之前，臣弟要跟您禀报一件事。什么事啊？锦衣卫镇抚使秋征以权谋私，胆大妄为，收受贿赂。王爷说笑了，臣掌管镇抚司，向来恪守律法，从未有过贪墨之举。殿下说臣收受贿赂，可有凭证吗？皇兄，证据就在臣弟的王府之中，皆是秋征近半年来收受的贿赂账目，与地方官员勾结的密信，还有他挪用锦衣卫饷银的凭证，桩桩件件皆可对质。秋征脸色煞白如纸，目光死死盯着骆宽景，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半分辩解。他万万没想到，藏的那般隐秘的东西，竟被骆宽景悄无声息取了去。皇兄，是否令秋玉即刻回府取证？准了。王福德，你与秋玉一同去一趟秦王府。是，陛下。谢皇兄。皇帝现在心情可算不上很好，秋征这辈子算是完了。我可是把一项项证据呈给了皇帝，不知道秦王会不会结我的仇，报复我。陈大人，本王很是好奇，分明昨日本王才与你去了一趟牢房审问骆廷伟，当时你还跟本王说什么线索都没有查到，骆廷伟什么也没说，为何仅仅过去1个晚上，你突然查到了本王是他同伙的证据，还带来了人证，连秋征你都能找到？嗨，秦王殿下，昨日您走后，李武来大理寺带上了这本账本，告诉下官此事。下官本是不信，可他说的有理有据，还带上了证据，下官不得不信呢。至于秋征，也是他主动来大理寺，说自己查到了骆廷伟同伙的线索，想要下官带他进宫面圣。陈大人，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大理寺卿，难道不觉得这一切十分可疑吗？查了将近1个月时间，什么都没有查到，可突然间证据一个个的主动走到你面前，这天下可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这2人，一个带着铁证指控本王与骆廷伟勾结，一个主动跳出来，偏偏赶在同一时日，凑齐了一场天衣无缝的告发。陈大人，您觉得这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布的局？陈大人当然知道这很可疑，可他也没有办法呀。
李武确实曾经是肃王府的幕僚，账本暂且不提是不是假的，就说他带来的几封书信上面的字迹与肃王和肃王的字迹那是一模一样，他总不能视而不见，只能带着他们和这些证据进宫禀报陛下。本王也能理解，毕竟证据确凿，字迹难辨。你若是压下不报，回头有人翻出来，便是你私通骆廷伟，包庇逆党，这顶帽子你戴不起。是，多谢秦王体恤下官。片刻后，邱毅和王德福回来了。王德福把邱征以权谋私的账本呈给皇帝，皇帝扫了一眼，冷声吩咐：邱征身为锦衣卫镇抚使，不思报效朝廷，反倒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勾结奸佞，败坏朝纲。传朕旨意，将邱征拿下，押入天牢严加看管，不得与任何人接触。再令户部、锦衣卫联合彻查邱家产业，无论动产不动产，全部充公，一丝一毫不得遗漏。邱家3代以内，不得科举入朝。是，奴才遵旨。陛下饶命！臣是被人陷害的，臣冤枉啊！王爷，臣错了，求你饶臣一命。皇兄，臣弟会尽快查清骆廷伟同伙，先行告退。19弟，你的腿最近如何了？回皇兄的话，依旧是老样子。太医院的武院正今日凑巧来给朕请平安脉，不如让他给你看看吧。臣弟的腿已经残废了10几年了，武院正医术再高，也难逆天命。皇兄不必费心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武院正医术通神，或许有法子缓解你的疼痛。再说，你与朕兄弟一场，朕怎能眼睁睁看着你受这苦楚？多谢皇兄挂心，只是臣弟早已习惯了这般模样，骤然调理反倒不适。19弟，不过是让武太医给你看看，你这般推脱，莫不是你的腿已经治好了吧？皇兄，臣弟的腿若是治好了，怎么还会坐在轮椅上面？怎么会瞒着您？这些年，臣弟是如何在轮椅上度过？皇兄看在眼里，太医院的太医们更是束手无策。臣弟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瞒着皇兄这般大的事啊！朕自然是信你的，可你的腿这么多年来也未曾见好，朕也很是心急，很是担心。武太医近几年医术精湛了不少，让武太医给你看看，说不定你腿中的毒素他就能治好了呢。好，那臣弟便听皇兄的。皇帝眉头一挑，有些意外，竟然同意了。他还以为他会誓死不从，难道他得到的那条骆宽景双腿治好的消息是假消息？武太医，去给19弟看看吧。是，陛下。有劳太医了。武太医蹲下身，指尖触碰到骆宽景冰凉的双腿，很快他便察觉到他的腿隐隐僵硬，他细细按压，神色慢慢凝重起来。骆宽景面上没有什么表情，他这般镇定，皆因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早在数月前，他便让魏神医炼制了一种药，服下后能让双腿在短时间内呈现出中毒残废的假象，脉象与真中毒别无二致。方才他已经偷偷服用了1颗，只是这药虽能以假乱真，副作用却不容小觑。服药后半个月内，他的双腿将会彻底失去知觉。骆宽景垂眸望着自己毫无生气的双腿，眼底闪过一抹复杂。当初让魏神医炼制这药是以防万一，没想到真的有用上的这一天。陛下，秦王殿下的腿中毒已深，与从前一般无二，恐难痊愈啊。19弟，你这腿疾缠绵多年，辛苦了。你为了大周做的贡献，朕都看在眼里。劳皇兄挂心，臣弟早已习惯。朕相信你不是骆廷伟同伙，
3日时间太短了，朕给你10天时间。哪怕没查到骆廷伟的同伙是谁，但只要你证明你不是他的同伙，此事就作罢。是，臣弟多谢皇兄。镇北王这个老头子还真是阴险狡诈，竟然利用狗皇帝来对付我们。再等2天，2天后看他还笑得出来吗？不必这般生气，我们不是也想利用皇帝来对付镇北王吗？那不一样，他只是个假冒镇北王的老东西罢了，还敢混淆皇室血脉，自然该死。要不我们直接跟狗皇帝说这个镇北王是假的，让他们都去，或者把骆廷义不是皇室血脉一事给传出去。不可，若这个假镇北王不是无忧岛上的人，可以把消息透露给皇帝，但他是无忧岛的人，能不声不息地杀了镇北王取代他，这么多年都未曾发现，实力不容小觑。皇帝若是知道了此事，一怒之下定会想杀了他。他若是知道皇帝知道了所有真相，就不会再隐藏，他会不管不顾地逼宫谋反，杀皇帝，杀太子。假镇北王逼宫可不是像肃王这般小打小闹，在外人眼里他就是镇北王，说他是假的，谁会信？谁会信有人不声不响地杀了镇北王取代他？到那时还会连累了无辜百姓，整个皇城会死伤无数。若大前国得到消息，或许还会插上一脚。你们别忘了，皇宫里还有个皇后，皇后当了这么多年的中宫皇后，也不是个软柿子。她哪怕知道骆廷义不是她的儿子，也会选择支持他，也只能选择支持他。他能证明骆廷义就是皇室血脉，是他和皇帝的皇子，里应外合，哪怕我们成功阻止了，也会元气大伤。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骆廷伟亲口说出他的同伙是镇北王，刚好够让陛下对他心生芥蒂，把他关起来调查，但却不足以让他彻底撕破脸皮。他若此时谋反，便是师出无名，天下只会骂他乱臣贼子。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走到这一步。并且镇北王留在京城已经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他本该在宫宴后就该启程前往边境，可他却迟迟没有动身，把骆廷伟的罪名安在他身上，让皇帝猜忌他，或许还会如了他的意，正好借此机会留在京城。最重要的是，安慰只查到了他只带了几千人回京城，但他这么大的野心，怎么可能只带几千人？他肯定在京城周围藏了人，我们没有查清楚他的底细，若是他此时反了，我们会很被动。父王，如果我们猜错了，在骆廷伟说出镇北王就是他的同伙后，他真的不管不顾的逼宫谋反了，怎么办？若他这次真敢逼宫，那也没办法，我们只能战。那就希望这个假的镇北王能理智一点吧。我们或许可以与慕容燕合作。什么意思啊？他曾跟我们说过，他没有兴趣攻打大周，权力对他并不重要。再加上他亲手杀了骆玉，说明他们有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想我们可以跟他合作。哥，你被毒射了吧？你不是很不喜欢慕容燕吗？我是不怎么喜欢他，但在大事上面我还是拎得清的，与他合作对我们只有好处。不容易啊，骆昭昭，你终于长大了。他这种带着老父亲的语气是什么意思啊？洛言，别逼我删你。洛言撇了撇嘴，扭头看向骆宽景。父王，哥哥说的你怎么看？可以试着与慕容燕合作。好吧。镇北王，他竟敢如此！皇兄，此事证据确凿，骆廷伟已全盘招供，镇北王与谋逆案脱不了干系。陛下，王爷所言极是。骆廷伟不仅供出了镇北王是他的同伙，还交代了暗中联络的眼线，桩桩件件都有迹可循，绝无半分虚言。聂东，
末将在，陛下有何吩咐？传朕旨意，即刻带上3000禁军前往镇北王府，把镇北王府所有人关入大牢，不许放过一人。另外，传令边境各个城池严密监视镇北王麾下驻军动向，若有异动，就地格杀。是，末将领旨。皇兄，镇北王既然与骆廷伟一起逼宫谋反，手中的势力想必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恐怕他此次回京私底下带了不少人。19弟所言极是，镇北王经营边境多年，根基深厚，此次回京若是暗中调遣了心腹兵力潜入京城，后果不堪设想。陛下，王爷顾虑周全，如今虽然已经下旨把镇北王关押，但是京城内外还是有不少他的眼线党羽，需即刻下令全城戒严，彻查可疑人员，以防他们狗急跳墙发动叛乱。传朕旨意，严密把控各城门，严禁任何人擅自出入。另外，19弟，你带领锦衣卫分散巡查全城，凡有形迹可疑者，一律扣押审讯，务必将镇北王的余党一网打尽。臣弟领旨。王爷，不好了！故里传来消息，聂统领带着3000禁军正朝王府赶来，怕是来者不善呐。什么情况？禁军怎么会来我镇北王府？具体缘由尚未探明，只知是陛下亲自下的旨意。不过，探子来报，今日大理寺陈大人和秦王进宫了。他们进宫后不久，陛下就下了旨意，聂统领麾下的禁军行军迅速，此刻怕是已到王府外围。王爷，我们得赶紧拿个主意啊！秦王，好一个秦王！看来他是知道那些指向他是骆廷伟同伙的证据是本王派人做的，所以此次他也制造了假的证据来陷害本王。郡主，郡主，镇北王府全府上下都被关进大理寺了。父王回来了吗？回来了，奴婢看到了王爷的马车。秀儿，你刚刚说镇北王府全府上下都被关起来了是吧？是的，郡主。秀儿，去云深院。是。就消度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啊有啊，假镇北王死了后，萧度就是镇北王了，我们就多了一个朋友。而且边境也需要萧度，他的武功不差，不比世代镇北王差多少。好，依你所言。好嘞，谢谢父王，父王忙吧，我先走喽。出了云深院，洛言意外看到了上官不喜。舅爷爷。是爷爷呢？王爷在吗？在的，在书房。爷爷，舅爷爷要离开京城一段时间，等舅爷爷回来了，给你带外面的好玩的物件，好不好？啊，舅爷爷要去哪里呀？怎么突然就要离开？有点重要的事要去办，很快就回来了。舅爷爷路上一定要小心，多注意身子。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路程遥远，可能会很颠簸。我知道了，舅爷爷。爷爷，你觉得阿燕为人如何？挺好的呀，慕容燕帮了秦王府很多，她是个好人。爷爷，你知道我是怎么遇到阿燕的吗？怎么遇到的？大概是8年前吧。我需要一味药，这味药只有皇宫太医院里才有，但我又不认识太医院的太医，便深夜进宫，想着能不能从太医院里偷偷拿出了一些。当然我不是去偷，我是打算给银子的。找到了那味药，我就准备离开，突然看到了一群小孩在欺负另一个小孩，我本没打算多管，但是可我看他实在是可怜，恰巧旁边有条没毒的蛇，就用蛇把那群欺负人的小孩给吓跑了。就在我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我看到被打的小孩把蛇抓了起来，用力地把他摔死了，嘴里念叨着终于有肉吃了。我起初很奇怪，皇宫里就算是再不受宠的皇子，也不至于没饭吃吧。直到我看到了他的眼睛，才知道他是大前国九皇子慕容燕。阿燕的生母是异族人，所以他从生下来双眸同色就跟普通人不一样。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被大前国抛弃，送到大周来当质子。那时阿燕也才6、7岁的年纪，瘦得跟个皮包骨似的，看着像是4、5岁的孩童。身上的衣裳料子倒是极好的，可穿在他身上实在是不合身。我于心不忍，就去御膳房给他偷了一些食物送给他。你别看这小子年纪不大，警惕心还挺强的。我给他食物，他怕我给他下毒，非得看我吃了一口他才吃。等他吃完了，他突然朝我磕头，要拜我为师。那时我刚出山不久，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我心意的徒弟。我摸了摸他的根骨，发现他竟然是学武的好料子，便答应收他为徒。从那之后啊，我便每日傍晚偷偷进宫，给他食物，教他武功。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当初要突然拜我为师？他说他发现我不是皇宫里的人，可却能出入自由。他觉得我厉害，想跟我学本事。他很努力，也很聪明，但到底是个小孩子。某一回他在被欺负时还手了，被打了20棍子，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床。因为这件事啊，他就知道了自己会武功一事不能暴露出去，所以之后再被打被骂都不会再还手。哎呀，这孩子啊，过得太苦了，可他却没有长歪。他想把大前国送给大周国，想要2国合并，想要天下再无送到他国受屈的质子。但后面这句话上官不喜没有说出来，毕竟这是慕容燕的计划，他贸然说出来也不好。洛烟听着上官不喜的这些话，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兴奋到复杂。妍妍，舅爷爷跟你说这些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只是希望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稍微的善待他一些，不要仇视他。舅爷爷放心，我没有仇视过他，只要他以后不与秦王府为敌，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会好好待他的。好，阿燕怎么会与秦王府为敌呢？他都打算把整个大钱送给大周了。我去找你父王告别了，明日我就会离开。好的，明日我和哥哥一起送舅爷爷。好孩子。翌日清晨，众卿可知昨日之事？陛下，镇北王狼子野心，竟敢逼宫谋逆，实乃罪大恶极。臣恳请陛下立刻下旨，诛灭镇北王全族，以儆效尤。陛下，镇北王世代镇守边境，功勋卓著，此次之事恐有蹊跷。且边境10万镇北军尚在，若贸然处置，恐引发兵变，还请陛下三思啊！镇北军虽属于镇北王管，但他们都是大周的兵，难不成他们还要因为镇北王而造反不成？瞬间，殿内形成2派，一派主张严惩镇北王，以正国法，另一派则担忧边境局势，建议彻查此事。争论声此起彼伏，皇帝端坐御座，眉头越皱越紧，却始终未发一言。父皇，
不如让洛廷伟与镇北王一同押上来，让他们当面对质吧。哦，依你之见，这般对质便能辨明真相？儿臣以为，此事关乎国本，关乎边境安稳，更关乎父皇的英明。让二人当面对质，是非曲直自会水落石出，也能让天下人信服。准奏，传朕旨意，即刻将逆贼骆廷伟与镇北王押送过来。臣叩见陛下。镇北王，你可知罪？陛下，臣何罪之有？臣与先祖世代镇守边境，获得边境百姓安居乐业，从未有过半分异心。所谓谋逆之事，纯属无稽之谈，还请陛下明察。哦，是吗？可是逆贼骆廷伟却亲自供出你，你作何解释？陛下，臣从回京开始，便一直待在王府里，不曾外出。宫宴那天是臣回京后第一次外出，臣从未与骆廷伟见过面，必定是有人收买了骆廷伟，冤枉臣。镇北王，你说骆廷伟被人收买了来污蔑你，可你府中的书信还有骆廷伟交代的案线都是真的，你该怎么狡辩？秦王可莫要乱说，本王从未与骆廷伟有过书信往来，信上面的字迹可以模仿。本王常年待在边境，府里的下人或许早就被人收买了，把这些信放在本王的府里也再正常不过。至于他交代的案线，也定然是假的。本王乃大周镇北王，身份尊贵，不会愚蠢到与一个被贬为庶人的王爷行谋反之事。哦，是吗？你不会愚蠢到与贬为庶人的王爷行谋反之事，那么可以与没有贬为庶人的王爷行谋反一事了。秦王殿下可莫要胡言乱语，陛下，臣清清白白，从未有过谋逆之心，还请陛下彻查，还臣一个清白。镇北王，本王有些好奇，去年边境雁城为何会突然失守？整个边境都在你的掌控之下，可你却让蛮夷部落把雁城给夺走。本王可不信区区一个雁城知府会有那般大的本事私通外敌。你的人说你不仅发现他与蛮夷的通信，还发现了大量与京城官员的书信往来，只是信上并没有写明他是什么身份。也就是说，京城中有官员与雁城知府一起私通外敌，卖国求荣。方才你也说了，书信上面的字迹可以模仿造假，那么本王想，你的人呈上去的那些与蛮夷部落通信的书信，是否也是造假呢？毕竟这是几张信罢了，3岁孩童启蒙之后也能写，简直荒谬！秦王未免把本王想得太过龌龊了一些。一会儿说本王是骆廷伟的同伙，与他一同谋逆造反，一会儿又含沙射影，暗指雁城知府是本王的人，说本王通敌卖国。本王自问恪尽职守，对大周忠心耿耿，不知究竟是怎么得罪了秦王，要遭你这般无端污蔑。本王可从未指名道姓说雁城知府是你的人。镇北王这般迫不及待的对号入座，是不是太过着急了一些？陛下，臣冤枉啊！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臣真的没有做过呀。骆廷伟，你来说，镇北王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需一一交代清楚，若有半句虚言，定斩不饶。是，他是。胡说八道！骆廷伟，你说我是你的同伙，与你一同商议谋反之事，那你说我是什么时候去找你的？那日穿的什么颜色衣服？又是在什么地方见面的？我们是在你回京那日晚上，在镇北王府书房见面的。
你还穿着回京那日的衣袍。骆廷伟也不知自己说了什么，反正他是把自己脑海里的画面都说了出来，甚至还说了一些他们商议谋反的细节，比如镇北王是如何帮他出宗人府的，如何帮他把他培养的那些死士安排在禁军和御林军当中，又是如何拦住去支援的禁军和御林军的。你故意让雁城被蛮夷部落夺走一事，就是借此机会进京，因为你怀疑秦王的腿治好了，却不曾对外说。你怀疑秦王对你生疑，唯有先夺权登基，才能永绝后患。你还说，待进城之后，先借父皇之手除去秦王，再以清君侧的名义掌控禁军，最后扶持我登基，你做那幕后的摄政王，我们一起共享天下。陛下，臣冤枉啊！这都是骆廷伟的污蔑，是他信口雌黄编造的谎言呐！臣对陛下忠心耿耿，对大周鞠躬尽瘁，怎会做出这等谋逆叛国之事啊？郾城失守，臣痛心疾首。日夜筹谋驰援之策，何来故意为之之说呀？骆廷伟所言种种，皆是无稽之谈，还请陛下明察，还臣一个清白呀！骆廷伟，朕再给你一次机会，若你说出实情，朕可以看在往日你还算乖的份上，饶你一命。父皇，儿臣说的都是真的，儿臣没有撒谎啊！镇北王，你还有何话可说？陛下，臣是冤枉的。臣当真不知是谁收买了骆廷伟，是谁会如此构陷臣？臣听闻前几日骆廷伟身边的幕僚指认秦王是他的同伙，还拿出了证据。如今秦王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证据是捏造的。现在这幕后真凶诬陷秦王不成，便来诬陷臣。但求陛下也给臣10天时间，臣定能查清真相，证明骆廷伟是被人收买来冤枉臣的。若10天之后，臣还查不清楚这桩冤案，便任由陛下处置，绝无半句怨言。皇帝皱了皱眉，下意识把目光落在了骆宽景身上。上回骆宽景被冤枉，他给了他10天时间，10天还没到，他就从骆廷伟口中问出了他的同伙是镇北王。不知为何，在这一刻，皇帝总觉得自己被算计了，利用了。陛下，历代镇北王常年镇守边境，浴血奋战，护我大周百姓安居乐业，守护疆土不受外敌侵扰。即便没有盖世奇功，也有护国安邦的苦劳啊！骆廷伟已是戴罪之身，他所说的难免夹杂私怨或受人指使，所言之事不能全部当真，还请陛下念及镇北王往日功绩，准其所求，给镇北王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随着御史的话落下，大殿里不少官员跟着御史一起给镇北王求情。既然如此，那朕就给你10天的时间。谢陛下，臣定不辱使命，早日查清真相，不负陛下信任。不过，查案期间你需安分守己，不得擅自调动兵力，全程由大理寺卿随行监督，若有半点异动，即刻收监，既往不咎之约就此作废。是，臣遵旨。行了，都退下吧，明日便可着手查案。失策了。好在他也不是没有准备，不至于被镇北王打个措手不及。启正，属下在。立刻出城去把这封信交给乔明。既然秦王如此陷害本王与骆廷伟，谋逆造反，那么本王就反给他看看。是，属下这就去。快去吧。
骆宽景一回府，就让人去把裴淑玉、骆昭和骆烟还有周福玉三兄弟都叫到了书房，跟他们说了一遍朝堂上发生的事。也就是说，现在镇北王要破釜沉舟，真的谋反了？说本王是镇北王，在这10天里，本王不会去想着查证真相，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计划如何逼宫谋反。狗皇帝还真是蠢的，把这么一个狼子野心的老东西放回去，也不知道等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他会不会后悔。昭昭啊，有些话不能乱说的。怕什么？反正他也听不到。王爷，慕容九皇子来了。让他进来吧。晚辈见过秦王、秦王妃。不必多礼，坐下吧。不知秦王叫晚辈前来有何要事？九皇子消息灵通，不会不知道方才朝堂上发生的事吧？朝堂上面的消息素来传得比风还快，何况今日之事还关乎手握重兵的镇北王，满京城的眼线怕是都竖着耳朵呢。晚辈若连这点动静都听不到，岂不是枉担了消息灵通的虚名？王爷，慕容九皇子来了。让他进来吧。晚辈见过秦王、秦王妃。不必多礼，坐下吧。不知秦王叫晚辈前来有何要事？九皇子消息灵通，不会不知道方才朝堂上发生的事吧？朝堂上面的消息素来传得比风还快，何况今日之事还关乎手握重兵的镇北王，满京城的眼线怕是都竖着耳朵呢。晚辈若连这点动静都听不到，岂不是枉担了消息灵通的虚名？九皇子既然知道，那便该清楚镇北王的心思。以镇北王的野心，他不会在这10天里去调查真相，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只会破釜沉舟，剑指皇城。秦王殿下说的不假，只是王爷与我说这些作何？我不过区区一个质子，王爷与我说这些是想让我帮忙吗？哼，质子又如何？九皇子在京城的这些年，暗中培养的势力可半点不输朝中勋贵。镇北王叛乱一旦爆发，这京城便是人间炼狱。你与我们合作平定叛乱，待事成之后，本王可助你回到大前，夺权谋位。不必别人帮助，我自己也可夺权谋位。他前段时间不还亲自跑来一趟，告诉我们思检的事吗？现在想要跟他合作，他怎么一个劲儿的拒绝？态度冷淡又疏离，莫不是眼前的这个是假冒的？既然你们觉得镇北王指定要谋反，何不直接告诉皇上，现在就把他抓起来一了百了？毕竟骆廷伟可是亲口说出了他的同伙就是镇北王。骆廷伟的证词没用了，前有骆廷伟府中幕僚拿出证据来说本王是骆廷伟的同伙，后有骆廷伟咬定镇北王是他的同伙。本王证明了自己无罪，镇北王便会死死咬住本王不放。若是皇帝不给他机会，认定他就是骆廷伟同伙，执意要杀了他，边境将士们便可能哗变，到时候内忧外患一同袭来，这大周江山如何稳固？